在现实中挫败的我，父母抛弃，兄弟背叛，认清了现实的残酷虚伪。在接触了游戏之后，脱胎换骨，兄弟，战场无所不在，做最强法师，问鼎国服至尊。第一章属性与进入。冲天起的擂鼓齐鸣，在远古战场上轰然响起，满天的血光，无尽的喊杀，巨龙、泰坦，无穷无尽的魔兽，人类、矮人、精灵，邪恶恐怖的魔族。整个战场上全部都是一群一群各异的种族，对抗着万亿之多的魔族。魔法、巨剑相互回应着，利剑、刀斧满天厮杀。突然之间，萧何的眼中顿时一黑，再慢慢的恢复出一片柔和的光芒。一曲悲伤的音乐悠悠的传入耳中，只见那消失在萧何眼中的远古战场，早就已经变成一条血肉死体所覆盖住。看到眼前的场景，萧何的内心中生出一丝悲伤，为了那不惧生死抵挡魔族而死亡在战场上的人类、精灵、矮人所悲伤。而就在这一刻，一个苍老的声音忽然的响起：战争结束了。虽然昊天大陆的英雄打败了魔族，可是总有一天魔族还是会再一次的进入昊天大陆。而到那时，我的孩子，我是你们的祖神，你是否愿意进入到昊天大陆，成为一名新的英雄？你是否愿意帮助昊天大陆的族群来抵挡下一次的魔族入侵？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进入这剑与魔法、神与凡人的世界中。我祖神拉法会赐予你力量，让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勇者，来保护昊天大陆，成为昊天大陆中的人人敬仰强者。所有的画面顿时消失，而此刻萧何的眼中却出现了一位手拿权杖的老者，正慈祥地看着他。猛然间，萧何回过神，厉害啊！这游戏的宣传动画做得太逼真了。萧何先是微微地闭上双眼，然后下一刻，萧何就已经回到现实之中，轻轻地拿下头上的游戏头盔，转头看下了一下四周熟悉的房间，萧何在微微地吐出口气，缓缓地站起身，走向床边，萧何在慢慢地躺下。2112年，世界已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在进步，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品也相续的出炉，钱币也早就已经被信用点所取代，而网络游戏早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懂都会的休闲娱乐。随着人们对网络游戏的喜爱，各种各样的网络游戏也不断的出现，从最开始的电脑键盘发展到现如今的虚拟游戏头盔，只要是个活人，拥有神经脉冲脑波，就可以进入到虚拟的世界之中。在远古世界还没有上市前，就已经被操作的无比火热。听说刚刚发行游戏头盔的时候，上亿的游戏头盔被哄抢而断销。萧何之所以能得到一个头盔，那完全是因为他很幸运，随便喝瓶饮料都可以中奖得来的。萧何今年22岁，算得上是一个无业游民，也算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早在5年前，他的父母就意外的去世了，只留下一处房产和一笔很少的信用点，勉强够萧何维持现有的平淡生活，不用去工作，也不至于饿死。对于以前就深爱网络游戏的萧何来说，游戏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生活。从萧何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接触和各式各样的网游，也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生。兄弟情深，儿女情长，欺骗伤害，让萧何早就在游戏中明白到现实的残酷和虚伪。所以直到现在，22岁的萧何早就学会的一个人独来独往，认可一人独孤的去摸索游戏，也不会去和任何人组建行会和帮派。在玩腻了以前很多大型的网游之后，远古世界这款游戏也终于进入到萧何的眼中。毕竟这款游戏是现如今世界上最好、最大、玩家容量最多，也是一款直接和现实信用点挂钩兑换的网游。甚至这款网游的世界中拥有很多值得去开发、去创造的看点，也拥有无穷无尽你无法想象的种族、技能、国家和世界。只要你有能力，想在这款网游中赚钱、成名，甚至结婚生子，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这款网游也吸引了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在远古世界出现的第一时间，以前的所有游戏都即将被淘汰，而这款如同人生第二个世界的网游也在这一刻华丽的登场。休息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萧何随意的看了一眼室内的挂钟，也知道远古世界马上要正式的开启。不紧不慢的从床上站起上，拿起游戏头盔，再走到早就准备好的躺椅上，戴上头盔后缓缓的躺下去。根据萧何玩过不下几十款网游的经验，只有在最舒适的环境下，一个人才可以爆发出最可观的能力，也可以避免过度疲劳。当萧何轻轻按动了一下头盔上的一个小按钮之后，下一刻虚拟头盔瞬间启动，也自动的连接到无线虚拟网络。而萧何也突然身体一震之后，整个人的神经就已经连接到了虚拟网络之中。出现在一座虚拟大厅中的萧何看着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道游戏的介绍，萧何选择自动屏蔽。下一刻，一道光芒出现在萧何的身前，慢慢汇聚成一个金发美女。欢迎来到远古世界。金发美女那悦耳的声音，再加上那一脸的甜笑，让萧何有那么一瞬间精神恍惚了一下。
我爱的，如果这美女是真人该多好，可惜啊，也只不过做一道程序而已。而这时的金发美女却接着说道：您有10分钟的时间选择您的名字、人物、种族和出生地点。早就通过游戏的宣传，萧何就明白这款网游中一同有5种正义种族和5种邪恶种族，分别是2个独立的势力，昊天大陆和魔族。5种正义种族分别有人族、精灵、矮人、兽人、野蛮人。邪恶种族也分别有5个种人选，魔人、吸血鬼、妖族、暗夜精灵和夜魔族。而各族战斗体系也同样拥有5种，分别是法师、弓箭、战士、牧师和盗贼。萧何在进入游戏的时候就已经选好了自己以后的职业，也是萧何最为喜欢、最为热爱的职业——法师、暴力法师。所谓的法师也分为好几种，有喜欢防御型，也有喜欢攻击型，甚至还有人喜欢敏捷型。而萧何却喜欢从很早以前的网游时代就全智慧加点的爆法型法师。虽然在选如今的网游中，这种单一的加点方式早就已经被淘汰了，可是网游中从古至今就流传过一句话，那就是只有垃圾的操作，没有垃圾的人物。不管怎么加点，只要人做操作得当，那么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爆发出被人意想不到的能力。虽然在前几个游戏中，萧何做选用的爆发类型加点都没有发挥出太明显的实力，但是在以前的游戏中，萧何却也得到了一个让人恐怖的称号——秒杀。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能被称作秒杀游戏人物，其攻击力绝对是无比强悍的。往往和对手交手的时候，也许只需要一招就可以结束战斗。这也意味着，想要秒杀别人，那么你首先就要具备超强攻击力，也让别人流口水的装备，才有可能爆发出超强的秒杀能力。而在游戏中，一个人物的运气也是至关重要的。往往一个人运气比较好，就有可能得到别人梦寐以求的装备。而萧何天生就拥有一种别人无法比拟的运气，所以在每一款游戏中，萧何全身上下的装备却也是让无数人羡慕过。然而，作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萧何对于法师的理解已经到了一种大师级的地步。没有任何犹豫，萧何张口就对着眼前的金发美女说道：名字爆法，种族人族，职业法师。明白，请稍等。只见那金发美女缓缓地抬起小手，对着萧何指去。轰！萧何瞬间就感觉到一股力量注入到身体中，下一刻，萧何的头上方就出现了一个名字爆法，也一道红色的血条和一道蓝色的魔法条，分别都是100。而这时的萧何也马上查探起自己全身上下的属性：人物爆法，职业人族法师未转职，等级0，血量100，魔力100，物理攻击0-10，魔法攻击0-10，物理防御10，魔法防御10，移动躲避10，基础体力0，血量，基础精神0，魔力，基础防御0，物理防御，基础魔防0，魔法防御，基础力量0，物理攻击，基础智慧0，魔法攻击，基础敏捷0，速度躲避，特殊属性幸运0，自由属性点0，装备戒指无，衣服无，鞋子无，手镯无，护膝无，项链无，帽子无，武器无。等级升级属性介绍：每一次升级，血量加10，魔力加20，拥有1点的自由属性点，可以加在7种基础属性上。力量、防御、智慧、敏捷、魔防，每一次加点为1自由属性加10点基础属性。体力、精神，每一次加点为1自由属性加10点基础属性。看完全身的属性之后，萧何的嘴角微微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金发美女问道：请问是否进入远古世界？进入。萧何的话声一落，突然一座金色的大门瞬间出现在他的面前，而这时的萧何也抬脚跨步走入这座金色大门之中。第2章5级野狼区。画面一转，萧何已经出现在了一个破落的村庄里。叮！系统提示：您是第168888进入游戏的玩家，恭喜您，您获得了天赋魔力永久性加50点。惊喜，绝对的惊喜！萧何的属性栏瞬间出现，那原本只有100点的魔力也变成了150点。50点魔力值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对于一名法师来说却非常的重要。虽然萧何现在连一个魔法技能都没有学到，但是却并不代表他不懂魔力的重要。这就好比每个人天生就拥有特定的血量和魔力，而血量大小就是代表着一个人物生命大小，而魔力值的大小却是代表着一个人物可以释放出几个魔法。尤其是一名法师，天生就是靠魔法来战斗的。如果魔力全部消脱完，那么法师就如同一个垃圾，因为法师的防御在
同等级职业中是最为脆弱的。想要提升血量和魔力，就必须要升级才能获得更高的数值。也别小看那50点魔力，往往在法师和对手战斗时，就因为这区50点魔力，就有可能死在对手的手中。运气啊！萧何感觉自己的运气还是那么的好。随后，当站在村子中，萧何抬眼一望前方，卧槽！一层层密密麻麻的身影早就已经占满了整个村庄。而这时，萧何的运气又显露无遗。在别人骂骂咧咧拥挤在村子中时，而萧何却站在村子的大门处，没有任何的犹豫，萧何一个转身就已经跑出了村子。男性新手除了身体上一个小裤头，别无他物。而狂奔中的萧何就如同落奔一般的非常电闪，让很多刚刚出现的玩家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萧何一溜烟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呼呼，跑出的村子，萧何又跑进了一片茂密的丛林之后，再停下脚步，随手打开包裹栏，萧何没有任何意外地拿出了一套新手小布衣加一根新手铁剑。新手布衣防御2，新手铁剑攻击0-3。果然新手都垃圾，就这破装备，也许也就看看鸡而已。可是不管多么垃圾，萧何也得把这2件装备到了自己的装备栏上。顿指萧何的攻击就变成了0-4，防御也变成了3点。因为萧何已经发现自己早就跑出了1级怪区，进入到了一片2级怪区之中。一只可爱的白色兔子散乱的在密林的草地上啃着地面上的青草。兔子，2级怪物。看着眼前那一只可爱的小白兔，萧何真的想要大骂程序员。Y 的兔子有攻击力吗？可是当萧何拿起手中的新手铁剑，瞬间砍向一只正在吃草的兔子后，他就知道他想象的完全错误了。这兔子不光有攻击力，而且还非常的狂暴。一个4的数字出现在小白兔的头上，吱一声如同老鼠一般尖叫，而下一刻，整只如同拳头大小的小白兔猛然的胀大了10倍，浑身上下瞬间血红，一双火红的兔子眼也爆发出凶狠的光芒，就如同一头愤怒的公牛一般，瞬间就撞击到了萧何的身上。砰！萧何后退了一步，然而这时萧何的头上却出现了一个10的数字。卧槽！萧何傻眼了。Y 的这兔子不光会变身，这攻击力也太恐怖了吧。不过下一刻，萧何的身体却瞬间的跑动开来。毕竟作为一名玩遍了各种网游的老玩家，尤其还是一个偏爱法系职业的玩家，对于跑位这种法系职业必须要学习的技巧，当然是无比的熟练了。一场人兔大战瞬间拉开序幕。所谓一个法系职业玩家，萧何绝对算得上高手。要知道，新手的血量也只不过100而已，而兔子的攻击力可是恐怖的10点，这也毕竟是2级的怪物，算得上越级战斗了。只要被兔子撞击到10次，100点血量也会瞬间变0，人物可是会死掉。然而，远古神话对于玩家的死亡不光会掉级，也给予半个小时的死亡空间状态。只要进入死亡，半个小时之内就无法进入游戏之中，也能在死亡空间靠时间。而恶意杀害玩家的都会出现罪恶值，如果被人击杀之后，所要承受的处罚也是相当的严重。每一点罪恶值都会增加1倍的死亡空间时间，而每一次恶意杀死一个玩家，那可是都要增加1点的。而加下来的萧何却没有再掉过1点血量，在挥动出25剑之后，兔子也光荣的变成了一堆经验。经验加10。停下自己身体的萧何看向自己的经验栏，已经变成了5%，这就说明再干掉19只兔子，他就可以升级了。萧何看着兔子死后爆出了几枚铜币和一个兔子尾巴，嘿嘿一笑，也没有嫌弃，全部都捡起来放入到包裹中。要知道，远古世界早就说明过，这个世界的钱币都非常的稀少，兑换比例现在是1枚金币等于10枚银币等于100枚铜币，而1枚金币也相当于现实世界的1点信用点。只不过为了游戏开始的公平，游戏和现实信用点的兑换暂时还没有开放而已。毕竟如果游戏现在就开放了兑换功能，那么一些信用点玩家绝对是短时间内就称霸整个游戏，那让普通玩家还玩个屁啊！花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段时间，叮一声系统提示，萧何也终于升级了。而升级之后的萧何属性没有任何的变化，从0变成了1，血量也变成了110，而魔力也加到了170。萧何没有犹豫，直接就把1点自由属性点加在智慧上面，而下一刻萧何的智慧就变成了1点，而萧何的魔法攻击数值也变成了0-20。然而这时萧何的技能栏中也突然亮起了2个技能：火球术0级，升级经验0100；冥想，处在冥想状态中每秒恢复10点魔力。哈哈，终于有魔法技能了！萧何大笑着，虽然只不过是0级，也是基本的魔法攻击技能，不过在10级前应该是够用了。只要出了新手村，那么也就可以到大成转职法师学习新的技能了。而只有当玩家升到10级之后，
才可以离开新手村去4大主城转职，才可以真正的学到人物职业的真正技能。有了魔法技能的萧何，当然不会再去挥舞手中的新手铁剑。只见萧何随手挥动之间，魔法畅吟之声瞬间响起，1秒钟的传冲，轰的一声，一个篮球大小的火球凭空出现在萧何的身前，随着萧何的手臂一指，就飞射向远处的一只小白兔。砰！一声惨叫，那只被萧何释放出的小火球攻击到的小白兔，瞬间被打出一个20的伤害。这也说明这只小白兔浑身上下根本就没有一点的魔法防御值，而且萧何也在刚才杀白兔的时候知道，小白兔也就100点的血量，只要5个火球就可以搞定一只。只可惜萧何的魔力值在释放出一个魔法的时候，也从150变成140，少了整整10点。这就说明以萧何现在的魔法值，最多只能释放出15次小火球，也只能连续杀死3只小白兔，就要用冥想技能来恢复魔力值。有了火球术，萧何杀起小白兔就更加的快了。在杀了50只小白兔的之后，萧何又听到悦耳的升级声，再一次的把1点自由属性点加在智慧上面，萧何的魔法攻击也变成了0-30。只不过当萧何刚刚升级不久之后，一群1级玩家也出现在这片怪物中。该换地方了。当出现玩家之后，萧何就已经离开了这片怪物。而萧何也拥有一个毛病，也可说在接触过太多网游之后留下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萧何从来不喜欢和任何玩家打交道，都是独自一个人练级杀怪打装备，也不会加入任何帮派。这也是萧何在经历了很多网游的欺骗和背叛之后，才决定做一个独行侠。穿越了一片山野狗急怪区，萧何没有任何的停留，继续的想着远方走去，最后走入到一片峡谷之中，来到了一片5级野狼怪区。野狼作为5级怪物，其凶狠的攻击力根本就不是一个2级玩家可以抵挡得住。甚至萧何也知道，如果被一头野狼攻击，哪怕只要1-2下，以他一个法师的柔弱体质，肯定会当场挂掉。但是萧何却是一名法师，一名拥有远程攻击能力的法师。拉怪、跑位、远程、跑动攻击，这些才是作为一名法师的真正攻击手段。看着100米外一头单独行走的野狼，萧何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抬手之间就释放出一个小火球砸去。砰！20的伤害出现，而野狼猛然之间就怒吼而起。哦！野狼一双凶狠的目光瞬间就望向萧何，身体却疯狂的跑动而起，几乎是眨眼之间就冲击而来。在释放出小火球之后，萧何的身体早就已经飞速的向后跑动。跑动中的萧何手臂也根本不闲着，频频的挥动，一枚枚小火球也冲天起，一记记的轰击在野狼的身体。跑动中看着野狼越来越近身影，而萧何也在这10几秒之中砸出了18枚火球，整个人的魔法值也只剩下了10点，还够释放一个火球术。我晕，连续打掉了野狼360点血量，还不挂掉，这5级怪物也太难打了。到了这一刻，萧何也感觉到自己的运气有点不够好，毕竟每个怪物的血量值到底有多少，全部都是靠玩家自行的摸索。而5级野狼的血量现在也被萧何打掉了360点，而此刻的萧何也只不过还能释放出一个小火球而已，也最多可以打掉野狼20点的伤害。如果还是干不掉野狼的话，那么萧何也就只有被野狼干掉了。Y 的拼了！最后10点魔法值终于被萧何变成一枚小火球，砸向了已经近身到了10米内的野狼身上。轰！又是一个10点的伤害出现在野狼的身体上，只可惜野狼还是没有死。哦！野狼却已经冲到了萧何的身前，张开大口就对着萧何要来，身体瞬间变向，向着左边快速的迈动脚步。萧何顿时躲开了野狼巨口，随手就拿着手中的新手铁剑对着野狼快速的砍去。砰！1的伤害出现，可是野狼的前爪却突然抓在了萧何的身体上，一个50的伤害顿时在萧何的身体上出现。拼了！手臂疯狂的挥动，连续看出无数道剑光。砰砰砰砰！一个个1的伤害在野狼的身上闪出，这野狼也趁机用爪子攻击了萧何2次。只是3次的攻击，还不是野狼最狠的攻击，就已经让拥有190点血量的萧何变成了40点的血量。哪怕再来一下，萧何就的光荣牺牲了。不过这时的萧何也猛然的挥出了拼死的一剑。砰！一个1的伤害出现。哦！一声痛吼，野狼瞬间停下的身体也终于被这一剑砍倒在地。第3章狼王。叮！系统提示：由于您越3级杀怪，经验加倍。恭喜你，您晋级到3级。由于您是世界上第1位越3级杀怪的玩家，系统奖励你1点幸运点。砰！一声，野狼的尸体爆开，3件装备、4枚银币和1张狼皮出现在地面上。哈哈，1点幸运吗？脸上有点苍白的萧何顿时回过神，无比激动地打开属性栏，
看到原本只有0的幸运属性，竟然在这一刻变成了1点。玩过很多游戏的萧何当然明白一个人物的幸运属性对于玩家的重要性。拥有是幸运点，不但打怪可以爆出好东西，就是攻击力也可以打出更高的上限。只不过1点幸运属性还不是很表现出来他的能力。但是如果萧何以后的幸运属性高的话，那么再往后不管是打怪还是 PK 都会发挥出逆天的能力。随手捡起地上的银币和狼皮放入包裹中，萧何的目光就看向手中装备的属性，2件白色和1件蓝色，分别是1件战士用的铠甲、1根法杖，也1枚戒指。破旧的铠甲普通，需要等级5，防御10-20，要求等级5，职业战士可装备。破旧的法杖普通，需要等级5，魔法15-15，要求等级5，职业法师可装备。野狼戒指凡品，需要等级5，智慧+5，力量+5，职业所有职业可装备。靠！萧何一脸饿狼般的目光看着手中的野狼戒指，直流口水。不愧是蓝装，这魔功和悟功也太牛掰了。只可惜法师的2件装备自己现在却穿不上，还是赶紧升级吧。白色普通，蓝色凡品，红色精品，紫色极品，金色顶级，传说级别装备，史诗级别装备和神器级别装备。而传说、史诗和神器这都属于特殊的装备，一般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打得到，也就只有打 BOSS 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升级后的自由属性点被萧何加在智慧上，在明白了野狼的血量值只有400之后，萧何当然放心大胆的攻击了。尤其的萧何现在点魔法攻击力已经变成了0-40，虽然每一次的攻击不可能发挥出最高的伤害，但是基本一个火球攻击在野狼身上都可以平稳的爆出25点左右的伤害。再加上萧何的躲避和跑位的能力也相当的不错，再用了将近4个小时左右，也终于连续的升了2级，变成了5级。先把2点自由属性加在智慧上后，萧何拿出那白色的法杖和蓝色的戒指，快速的装备到装备栏上，而他全身上下的属性也顿时一变。人物爆法，职业人族法师，未转职，等级5，血量150，魔力250，物理攻击0-60，魔法攻击15-125，物理防御10，魔法防御10，移动躲避10，基础体力0，血量，基础精神0，魔力，基础防御0，物理防御，基础魔防0，魔法防御，基础力量5，物理攻击，基础智慧5，魔法攻击，基础敏捷0，速度躲避。特殊属性幸运1，装备戒指野狼戒指，智慧+5，力量+5，衣服无，鞋子无，手镯无，护膝无，项链无，帽子无，武器破旧的法杖，魔法15-15。看到自己的属性，萧何长大了嘴，呵呵的小笑出声。终于，咱也算是一个小法师了。15-125魔功，这在选现如今的远古世界中，绝对能排得上高宫中的高手。不过萧何的防御，可能在远古世界中也排得上最垃圾的人物。没办法，萧何最求的就是高宫，就连他的明白都叫做爆法，这就已经明显的说明了他的决心，是想要走上一条秒杀的道路。5级的野狼对于现如今一身强悍攻击的萧何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毕竟以萧何现在的攻击，只要3-4个小火球就可以轻易的灭掉一头野狼。突然，哦，一道金色的身影在远处闪现，萧何的目光望去，顿时都倒吸了一口冷气。BOSS！ 只见几百米外，一头高大2米、身长4米左右的金色野狼正在一座小山包上仰天咆哮着，狼王2个字也挂在他的头上方。而这时的萧何首先做出的动作就是来回观察四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玩家。在确定了没有任何人的时候，萧何的脸上就已经出现了一脸的兴奋。6级狼王，而且还是 BOSS， 就是不知道你的血有多厚，攻击有多厉害。然而但凡遇到 BOSS 的玩家，不管能不能打得过，肯定也要去打2下，到了真的打不过的时候，那再跑也是一样。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明摆着有机会发财，虽然也是要冒着生命危险，但是你要是连尝试的胆量都没有，这就证明你这个人一辈子也不会有作为，穷死饿死也是你自找的。所以这时的萧何想都没有想，握住手中的法杖就冲了过去。虽然萧何自己也很清楚，他的血量也只不过才150，防御更是可怜的只有10点，也许都不够 BOSS 一口的。但是当萧何跑得到了距离狼王200米的距离，也终于停下了身体，因为这里是他的魔法攻击有效的范围内。手中的法杖轻轻的一挥，轰，一个小火球瞬间就释放开来，对着远处的狼王轰然的砸去。砰，一个50的伤害瞬间在狼王的身体上闪出。好，
一声怒吼，狼王的身体上猛然爆出一层金色的光芒，全身的金毛也瞬间的炸开，根根如同钢针一般的倒立着。狂暴的冲击如同一道金色的劈链，只不过几个纵跃，狼王就已经追上疯狂跑动，已经跑入一片树林前的萧何，张开大口就快速的咬去。而萧何却先一步的跑入到树林中，也猛然的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砰！狼王的大嘴狠狠的咬在大树上，竟然一口就把一根水桶粗细的大树咬断，不过却没有攻击到萧何的身上。哈哈，卡位在这个游戏中一样好用啊！神色突然从慌乱变成了激动的萧何，身体再一次的跑到了另外一棵大树的身后，随手就是一个火球砸了过去。砰！又是一个50的伤害在狼王的身上出现，也让狼王变得更加的暴躁。不过狼王的每一次的攻击却都被萧何身前的大树所挡住。如果玩过游戏的人，也许很多人都明白游戏中有一种打怪的方法，那就是卡位。只要能利用好四周的环境，玩家就可以不断的躲避着怪物的攻击。不过每一次的卡位对于玩家的技术要求也很高，毕竟面对强出自己太多的怪物，一个弄不好，说不定就会被怪物所秒杀掉。而萧何现在也处在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每一次攻击之后就会快速的跑到大树后面躲避找到狼王的攻击。但是他却没有发现，不远处有一道隐身的身影，正注视着他和狼王的一举一动。盗贼，新手天赐技能隐身，这家伙是谁？郝甜甜长大了小嘴，目瞪口呆的看着远处那单挑6级 BOSS 狼王的萧何，已经被这场面惊吓住了。郝甜甜现在是一名4级的盗贼，在这个新手村中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高手了。毕竟游戏才开始不到10个小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下，能这么快的升级到4级，这已经完全可以进入到高手的行列中。而且郝甜甜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那就是他在寻找 BOSS， 也在1到3级的怪物，不管是暗杀还是抢夺，都已经杀死了3头 BOSS， 也拿到了好几件不错的装备。不过对于4级的 BOSS， 郝甜甜却不敢动手，毕竟他是一个盗贼，攻击力也根本不行，只能靠着别人快要把 BOSS 打死的时候再进行抢夺。只可惜在郝甜甜看到一群人马上就要把4级怪区的 BOSS 打死的那一瞬间，想要去抢夺装备时却被人发现，而且那伙玩家竟然还是一个帮会的人。要知道在远古世界正式开启的时候，很多别的游戏玩家都是一个个帮会一起进入到远古世界中，毕竟帮会的力量和人数绝对是强大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悬念，在差一点被这伙玩家杀死之前，郝甜甜就跑进现如今没有玩家的5级怪区，想要躲避那伙玩家的追杀。不过在跑到5级的深处，竟然也意外的看到了眼前这惊人的一幕。要知道就在刚才，郝甜甜可是亲眼看到只是一头4级的 BOSS 就让一群20多名玩家手忙脚乱，在挂掉了10多人之后才勉强的把4级 BOSS 打死。可是眼前这只不过是一个防御力在所有职业中最为脆弱的法师，竟然单挑一个6级 BOSS， 这是何等的逆天！高手，绝对是高手！郝甜甜心中震惊暗道，抢不抢？不行，这样的高手我根本就得罪不起。而且他的火球攻击竟然可以把6级 BOSS 打出50点伤害。要知道6级 BOSS 的防御绝对应该是过100了，那么就说明他的攻击力也绝对120以上。要是被他发现了我，只需2个火球就能秒掉我呀。第4章，那一段的记忆。连续1个多小时的攻击，萧何感觉自己的神经终于变得无比的疲劳。毕竟他现在面对的可以一头6级 BOSS， 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要被眼前这头狼王 BOSS 碰到那么一下，也许以他那150的血量和10点的防御，肯定是瞬间挂掉。不过幸好在这1个多小时中，萧何利用那熟练的卡位，一次次的攻击的狼王，甚至也能感觉到，也许再用不了多久，就一定可以挂掉他。坚持，一定要坚持住！装备、金钱都是我萧何的。面色变得无比狰狞的萧何，一双黑眸不光注视着身前的 BOSS， 甚至也四下的探查着。突然，萧何的身体猛然一震，不过下一刻就快速的躲避开来，也躲过了狼王的一次攻击。妈的，有人，有盗贼！萧何心中狂呼着，不过他的神色却变得更加的冷静。在刚才那一次意外的目光探查中，萧何看早远处浮现出了一丝空间波动，而这种波动，作为经常玩法系职业的萧何来说，那简直是太熟悉不过了。因为别看法师在某些时候是一个强大的职业，但是这种职业天生也拥有一个对手，那就是盗贼。虽然盗贼的攻击力在所有职业中是最弱的，但是盗贼的攻击力对付本来就体质薄弱、天生防御力就极差的法师来说却足够了。尤其是盗贼的天赐隐藏能力前行，绝对是法师的噩梦，因为你根本就不会明白一个盗贼在何时隐藏起来，再跑到你的身边把你杀掉。所以对于一名资深玩家，尤其是一名法师来说，他的对手永远都不会是怪物、BOSS， 甚至是任何的职业，而是盗贼。明显的看到远处一名盗贼利用前行把自己隐藏起来，虽然萧何的面容上是那么的冷静，但是他的内心中却早就已经慌乱了起来。
如果单独的面对狼王，又或者单独面对一个盗贼，也许萧何还有把握可以一战胜之。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萧何一边躲避着狼王的攻击，还要一边防备着盗贼有可能会偷袭，这就让萧何整个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怎么办？萧何暗道，难道就这么放弃了辛苦打了半天马上就要挂掉的狼王吗？还是拼一把，拼那盗贼不敢过来暗杀我，不敢过来抢怪？不过下一刻，萧何的脸上就浮现出了一丝嘲弄。盗贼还有不抢怪、不杀法师的吗？萧何的思维瞬间陷入了回忆之中。报法，我是最爱你的呢。一个美若娇花的女盗贼紧紧地抱住萧何的胳膊，和萧何就如同金童玉女一般，被一群玩家相拥地走向圣战网游中终极 BOSS 的老巢。美丽的女友，义气的兄弟，再加上一身强悍的装备，也对于游戏中法系职业者强大的操作，让萧何成为了圣战中的第一帮派的首领。可是让萧何万万没有想到的却是，就在击杀了终极 BOSS 的那一瞬间，那铺天盖地的装备和金钱宝石中，那往日对他无比爱恋娇嗔的女人，他那平时对他真心以待的兄弟们，竟然把他们手中的武器全部砍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悬念，萧何被秒杀掉了。处在死亡1分钟的灵魂状态的萧何，静静地躺在地面上，看着他的女人，看着他的兄弟，问出了一句话：为什么你是我的女人，而你们也是我的兄弟，为什么会动对动手？真是白痴呢。美女盗贼伸出一双娇柔的手臂，挽住一位强壮的战士手臂，一脸的不屑：就你一个没有出息的男人，也不知道我当初就怎么瞎了眼会看上你，就凭你那点胸怀，又怎么可能给我更好的生活，给我更多的享受？所以我要杀了你，这样我才可以跟在他的身边，让他来保护我呢。说完，美女盗贼就依偎在战士的怀中，而那名强壮的、一身华丽的装备完全不比萧何差的战士，也在这时大笑而起：哈哈哈，你太天真了，别以为你的技术好、运气好，这整个天下就是你的。你可知道，我早就想要干掉你，想要取代你成为圣战里的王者。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杀你？因为你这人根本就没有野心，一个男人连野心都没有，又怎么带着兄弟们去发财、去抢美女？所以你必须死。就算你还活着，你还想在圣战玩，我们也会天天的追杀你，把你杀回零级。愤怒、悲伤、怨恨，萧何正一双无法接受的双眼看向四周那平日跟在自己身边的其他兄弟，却发现更多人竟然都默默地转过身，不去看自己，甚至还有人也同样用一脸的不屑在望着自己。突然之间，萧何好像有了一种明悟，那愤怒、悲伤和怨恨也突然的消失。然后萧何的面孔上却浮现出一丝诡异的笑容，那种笑容却也让那一对狗男女浑身冰冷。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教会了我什么才是现实。从今以后，我萧何发誓，不会再信任任何人，也不会再去相信任何这世界上还有真心。萧何的身影慢慢的在地面上消失了，在所有惊惧的目光下变成了虚无。萧何删除了圣战中的 ID， 甚至都没有理会那价值万金的装备。而在那一年，萧何的父母也离开了他。双重的打击下，萧何也差一点想过自杀。在颓废了半年之后，萧何还是挺过来了，并且也再次的进入新的网游。可是不管萧何进入到每一个新的网游中，却也没有遇到过那堆狗男女，而那以前的兄弟却倒是遇到过几次，但是萧何却没有杀他们，甚至在那些人一脸羞愧的面色下转身的离开，因为他们真的不配萧何动手。萧何也听说过，在没有了自己的带领下，往日圣战的那些玩家早已经没落了。那在圣战网游中的强大皇朝帮会也变成了昔日黄花，早已凋零。不过从那以后，萧何就变成了一个网游中的独行侠，并且着他那强大的操作和运气，不管在每一个网游中全部都排在10大高手之内。而爆法这个名字也变成了很多喜爱法系职业玩家的偶像。然而萧何对于这一些却根本都不在意，还是专心的玩着他自己的网游，体验那网游中的刺激和快意。但是那一段的伤害，萧何却铭记于心。所以萧何绝对不会再去倾向于人，也更加不会去相信一个女人，尤其是这个女人还是一名盗贼。一瞬间，萧何的身体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奇石，而萧何的身体动作却也变得更加的灵活起来。压力越大，往往却可以激发一个人更加强大的潜能。而就在萧何气势突然的一变的情况下，萧何的耳中也忽然响起一声系统提示：确定玩家在巨大压力下突破的精神层次的突变，身体数值提升，身体精神度、敏捷度加10。萧何微微的惊愕，不过身体却更加的快速的躲避的身前的狼王，一个个火球也疯狂的砸击在狼王的身体上。而萧何也看到，此刻自己的属性栏竟然真的发生了变化。原本萧何的基础属性精神是0，这时却突然变成了10点，而萧何的魔力值却也从原本的250点变成350点，
现在也只剩下了160-350而已。虽然萧何可以在没有魔力的情况下快速躲避的大树后利用冥想技能恢复，可是却只能拥有1到2秒的时间恢复魔力，毕竟狼王的攻击力也容不得萧何可以好好的恢复魔力值，而萧何的魔力值也始终保持在60左右。可是这突然出现了10点精神和10点敏捷，不光给萧何凭空加了100点的魔力，还给萧何加上了100点移动躲避速度，所以在这一刻，萧何的全部移动速度就已经变成了110点，那可是10级人物全部都加敏捷之后才会拥有的移动躲避速度。在现如今的级别，萧何绝对也可以说变成了一名逆天的敏捷法师，还是一名暴力敏捷法师。萧何刚刚熟悉远古世界的时候，就在官网上看到了一个官方帖子，而帖子的内容就明确的说到，在远古世界中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只有你做不到，没有你想不到。而属性的突然爆发加成，就让此刻的萧何想到了这个可能，甚至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不管是精神集中的能力，还是身体的反应能力，都变得和刚刚进入网游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远处郝甜甜刚刚想要下定决心去击杀那个法师，突然郝甜甜就瞪大了双眼，惊恐的看到远处和狼王 BOSS 对战的法师竟然爆发出了比自己身为一名敏捷贼现在还要恐怖速度，竟然冲出了树林，带着狼王 BOSS 出现在了树林外的平地。而且最为让郝甜甜不可思议的事情，狼王 BOSS 现在的速度已经完全无法攻击到那名法师，因为他的移动速度连那名法师一半都没有。这怎么可能啊？郝甜甜强制压下心中的震撼，难道他的属性全部都加在敏捷上了不成？可是就算全部都加在敏捷上，也不可能拥有这样恐怖的速度啊！这游戏才开始了10多个小时，就算他的升级速度再快，他最多能有5级就不错了，又怎么可能拥有超过最起码也要有100加的速度？难道他发现的 bug， 他在游戏中作弊？然而就在郝甜甜愣住的时刻，狼王终于被萧何击杀了。第5章，第一次的接触。砰！狼王的身体猛然的爆开，一片装备和钱币就如同下雨一般落到的地面上，覆盖了好大一片面积。叮！系统提示：您是第一个单独击杀6级 BOSS 的玩家，系统奖励您双倍经验。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6级。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7级。连升2级，对于萧何来说还不算是最大的喜悦。而这时的萧何却一脸惊喜地望着眼前的地面上被覆盖住的5件装备，4件蓝装，1件红装，出红色精品装备了。瞬间，萧何的身体就如同一道利剑一般出现在装备的前面，手臂快速地挥动了几下，5件装备就已经进入到了他的包裹中。而到了这时，萧何才缓缓地望向远处的一棵大树后，冷笑了一声：“你不打算出来了吗？”啊！郝甜甜的身体一震，前行的状态也瞬间的解除掉了。一个盗贼打扮的她，金发如瀑，秀气柳眉下的双瞳竟然是墨绿色的，深邃而神秘，明眸善睐，好像一个强大的磁场，每一个细微的眼神都带动起荡漾的魅力，不经意间一波波的扩散而出。她的樱桃小嘴粉红鲜嫩，微微翘起，那种神态蕴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含义，仿佛孩子得到玩具时的欢喜，又似是新娘出嫁时的羞。千百种美姿妙态尽在其中，娇而不妖，艳而不俗。她的身材堪称完美，盗贼特有的紧身黑衣勾勒出一道道让人眼花缭乱的优美曲线，小麦色的皮肤闪动着健康亮丽的光泽，没有分毫的瑕疵，简直就是神精心制作的完美艺术品。看到眼前这位美女盗贼，萧何敢保证，地球最顶级的模特儿在他面前都会黯然失色，甚至不由自主的深深妒忌，自惭形秽。她是那么的热力四射，几乎可以在瞬息点燃每个男人心中的火焰。而更要命的是她充满挑战性的眼神，骄傲、自信、不羁、飞扬，仿佛世间的一切都不放在心上那样。用词语已不能形容这女子美艳的万一，或许应该说，她根本就不应存在世间，只有地狱中的魔女才可能拥有这种令人心甘堕落的魅力。可是，她却是一名盗贼，一名萧何最为讨厌的盗贼，而且她还是一名美女。在萧何的心中，但凡美女也是最会骗人的，而且他萧何还是早就在以前就被一名美女伤害过。虽然那位美女没有眼前这位女盗贼那样的艳丽，甚至可以说萧何那以前背叛了他的女人在这位女盗贼的面前连个渣都不是，可是萧何依然对眼前的美女没有任何的兴趣，反倒是他的心中隐隐升起的无限的杀机。而这时的郝甜甜也在用他那一双妩媚的双目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男人，应该说是一个大男孩。这个大男孩的头发很长，但不是小男生们故意留的那种时尚的长发，而是长时间没有理了，显得很凌乱。但是如果仔细端详一下他的脸庞，你会很吃惊地发现，这根本不是一张属于少年人的脸。他的皮肤依然白皙，只是缺少点血色，显出一种病态的淡黄，而且还非常的冷峻，给人一种经历的沧桑的颓废感，就好像一个30好几的成年一般。
额下一形状颇为秀气的眉毛轻轻的挑起，不是很浓，和传统意义上的美男子的剑眉有很大的区别，却透出一种特别的灵气。最奇特的是他的眼神，应该说他根本就没有眼神，所有的光影在这双眼睛里都只有吸收而没有反射。有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双眼睛应该也不会例外，但这扇窗户太深了，根本不可能看到里面的心灵，就像宇宙中间的黑洞，深不可测，深不见底。冷漠、阴森、戒备、杀意，我没有动手啊！郝甜甜的身体微微的一颤，在那大男孩的目光下，竟然隐隐生出一丝寒意。他为什么想要杀我？萧何和郝甜甜就这么对视着，不过没用多长时间，萧何却突然转身，然后慢条斯理地捡起地面上散落的钱币，5枚金币、60个银币和700多铜币，加在一起，萧何的财一瞬间就变成19金3银6铜。这笔财富来得太容易了，也许有可能萧何现在的财富都可能是现如今一个大工厂所有玩家加在一起的数量。在把2个自由属性点加在智慧上之后，萧何淡淡的看了一眼远处还在那里目光复杂的望着自己的女盗贼，随后就转身走向远方。等等，郝甜甜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喊住远处的法师，也许是被那大男孩一脸的神色所吸引，也许也是被他双眼中死寂所勾起好奇心。萧何停下的脚步，但是却没有转身。有事？我听到大男孩那冷漠的声音，郝甜甜发现自己并没有气愤，毕竟这眼前的大男孩是第一个看到自己的容貌也没有露出动心的男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对他那么好奇，就好像一个深渊一般在勾引着他，想要跳下去一样。我可以和你组队练级吗？郝南天，郝甜甜才说出了这样一个蹩脚的理由。没兴趣。冷冷的吐出3个字后，萧何再一次抬起脚步，向着远处更高级别的怪区走去。你，郝甜甜差一点被气得暴走了。要知道在现实中，以郝甜甜的家世背景，多少年轻才俊如同苍蝇一般围在她身边，她都懒着理会。而就算在以前的游戏中，郝甜甜虽然也是独来独往，但是很多大公会的首领也都对她一样死缠烂打，她郝甜甜依然没有任何的兴趣。而在今天，在这个刚刚开启的不到半天的远古神话中，她郝甜甜第一次上杆子跟一个男人说话，人家竟然连看她一眼都懒着看，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自己变丑了不成？不过在看到那法师竟然真的渐渐的远去时，郝甜甜目光闪动了几下，最后一咬牙还是跟了过去。萧何现在很郁闷，因为萧何的身边跟着一个盗贼。不过跟在一个盗贼也没有什么，最让萧何郁闷的是，这名盗贼还对他非常的有兴趣。要知道他萧何现在的职业可是一名法师，却让一名天敌盗贼产生了兴趣，这是何其不幸。萧何能感觉出那名美丽的一塌糊涂的美女盗贼没有敌意，可是他偏偏的跟在你身后不远处，这就让萧何无比的闹心，就连打怪有事也提心吊胆的，毕竟那可是一名盗贼，万一他突然对自己下手怎么办？可是萧何发现自己对那么女盗贼也生不出杀心，这还是萧何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毕竟在经历了那次事件之后，在网游中不管是男女，萧何都可以下得去手，但是这一次萧何是真的不想杀死那名女盗贼。难道是她太好看的缘故吗？萧何心中忽然暗骂自己，你个没出息的，你忘记自己被女人出卖时候的可怜样了。然而这时正在单个击杀8级野怪的萧何，突然在杀死的一头8级烈焰豹之后，连装备和钱币都没有捡，就快步的向着那不远处一脸微笑看着他的女盗贼走去。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萧何冷冷的看着眼前的女盗贼，不想怎么样，我就是想要和你组队练级。郝甜甜在听到萧何那冰冷的话语后，一双明媚的双眼顿时就湿润了，含泪带屈的低下头，一副委屈的小媳妇模样，小声说道，我自己一个人练级害怕。靠！萧何爆粗口了，不过他也明明知道眼前的女人在演戏，可是他的心又那么一刹那却变得柔和了。萧何咬牙切齿的说道，你赢了。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请求和你组队，是或者否。啊！郝甜甜没有想到对面冷硬的大男孩竟然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可是在听到爆法2个字后，郝甜甜的双眼猛然就是一亮，小嘴也张大，惊呼出声，竟然是网游界中那位秒杀法神爆法。不过下一刻，郝甜甜就快速的点击是2个人也瞬间的组队成功。哼！萧何只是冷哼了一声，却懒着回答。不过在看到玲珑加入到队中的系统提示之后，也微微的一愣，网游界10大盗贼排名第5的玲珑。听到了萧何低声的话语，郝甜甜马上就一脸的得意，还娇笑道，当然就是本小姐了呢。可惜这时的萧何却转身就向着远处的野怪走去，连话都不说了。哼，拽什么拽？郝甜甜恨得不行了，可是一跺脚还是跟了过去。第6章，不一定要有钱有装备。5、6只烈焰豹追在小嘴撅起的郝甜甜身后，而萧何却舒服地挥动的法杖，
只用4、5下就可以解决一头。盗贼和法师的配合绝对算得上很完美，有时候比法师和战士配合练级还要轻松。毕竟一名盗贼的敏捷可是相当的高，所以一般的怪物根本就追不上盗贼。只要盗贼每只怪物打击下，然后再引着跑，那么后面的法师就可以没有任何危险的一个个魔法砸过去，那怪物变成经验。已经7级的萧何，全身上下可以说一点的防御力都没有，甚至就连他的装备除了一枚蓝色的戒指外，就剩下一件白板的法杖还能拿得出手。可是他的魔法攻击力却已经变成了恐怖的15-145。现在的新手练级区域内，最高的怪物也只不过才10级，除了 BOSS 血量最多也不可能超过1000。所以在练阶区中，只要有人引怪，那么就算是10级的怪物，萧何也很有信心10个火球就放躺他。而现在萧何和郝甜甜之所以还在8级怪区，那完全的需要磨合一下。趁着郝甜甜去引怪的时候，萧何也查看了一下包裹中的5件装备。狼王皮靴子返品，需要等级时增加移动躲避速度正 10%， 敏捷加10，职业要求所有职业可装备。狼王护手返品，需要等级时力量加10，防御加10，职业要求战士、弓箭手、盗贼。狼王皮甲返品，需要等级时防御加20，魔防加10，职业要求战士、弓箭手、盗贼。狼王护腿返品，需要等级时防御加10，魔防加10，职业要求战士、弓箭手、盗贼。狼王项链精品，需要等级时智慧加30，力量加30，精神加30，职业要求所有职业可装备。萧何的看到这根项链之后，顿时眼睛就红了。3属性蛙果然是精品中的精品，每一样都加30点，也对得起精品装备了。幸好萧何看得出来，这狼王爆出来的东西不是套装，也没有套装属性加成，要不然还真的不好分开来。而且这5样装备也绝对是非常的适合盗贼使用。萧何的目光有点复杂的看着远处又引来7、8头野怪的玲珑，心中却在暗骂：你妹的远古神话，你会不是有意的吧？玲珑不就是一名盗贼吗？萧何这时要是回新手村，这几样装备除了适合萧何用的鞋子和项链，剩下的3件装备绝对都可以卖出好价钱。毕竟现在大家都的新手，别说蓝装了，就是白板能爆出来都很稀少，所以现在的装备价格也正是非常昂贵的时刻。如果萧何想要私下交易的话，那么卖出几千个信用点绝对没有多大的问题。萧何现在也很穷，毕竟父母留给他的财产已经不是很多了。不过萧何却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付出也绝对没有回报。尤其是已经答应了和玲珑组队，那么2个先不说以后会不会变成朋友，但是眼前缺的队友，先把怪引一边，我有事情和你说。对着不远处的美女盗贼玲珑冷冷的轻喝了一声。而这时的郝甜甜却也微微的一愣，不过还是很听话的把怪都引开，然后快速的跑向萧何。看到那盗贼独有的跑动姿态，萧何的目光边上很复杂，也想起了那背叛自己的女人。不过玲珑毕竟不是他，就算萧何再愤恨那个女人，也不可能去恨这天下所有的女人不是。什么事情？郝甜甜来到萧何的身前，声音娇甜的问道。萧何没有说话，却对着郝甜甜发出的交易申请，目光意外的看到交易多出的3件适合自己的装备，尤其还是现在非常稀少的蓝装。郝甜甜的面色也是瞬间一变，可是看到萧何的面容还是冷漠，双眼也淡漠的望着自己，郝甜甜也呼出口气，也明白眼前这大男孩绝对不是抱有某种想法的那种人。郝甜甜微微的摇头，目光却也很柔和的看着萧何，弟弟，姐姐不能要你的这几件装备，你也明白现在的蓝装很稀少也很贵重，所以我闭嘴，点交易。萧何冷冷的喝道。听到萧何那霸道语气，不知道为什么郝甜甜却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内心中却生出一丝甜甜的感觉。一撇小嘴，郝甜甜好的点了确定，把3件装备交易过来。我们去10级怪区。没有理会郝甜甜那一脸不服气的娇俏模样，萧何转身就向着10怪区走去。看着比自己最起码小1、2岁的爆法，郝甜甜却感觉自己在对方的面前就跟一个爱耍无赖的小女人一般。可是这种感觉对她来说很好。看着包裹中的3件装备，郝甜甜的脸上就浮现出更加妩媚醉人的笑容，也快速的跟在萧何的身后，不时的还偷偷的低笑了几声。然而让萧何和郝甜甜都非常意外的是，10级怪区内竟然早就有一群玩家来到这里，而且看样子也好像是一个公会的，大约有20多人，正合力的围杀一头10怪物狮虎兽。毕竟老玩家都知道，越级打怪的经验都非常的高，所以有实力的公会也都会组团刷高级怪，如果要是能遇到 BOSS 什么的，也可以发一笔小财不是。萧何也能看出眼前这群人等级应该都不差，很有可能有几个和萧何一样的级别。在远古世界中，只要自己不把级别和名字亮出来，别人是根本无法知道的。
不过在远古世界却也有世界等级排行榜，而现如今世界各国区域中等级最高的都已经9级了，而萧何的等级却只能排名在1403，可别小瞧排名1403。要知道，整个世界进入远古世界的玩家绝对有好几亿之多，能排到1000多名，这足以证明萧何已经身居高手行列中了。至于 ID 名字玲珑的好甜甜，现在也只不过在刚才和萧何刷怪才升到了6级，可是却排名在1万开外之后。而当萧何和郝婷婷来到这里之后，这20多个玩家马上就忘了过来。不过在看到萧何竟然还穿着新手衣服，脸上全部都挂着一丝不屑，甚至还有几个玩家在看到萧何身边的玲珑时，一个个都脸上浮现出恶心的贱笑。嘿，我说妹子，来跟我们组队吧，你身边那个小白脸绝对不行的。就是看我们老大豹哥多么的英俊不凡，身上可是都穿上了蓝装铠甲了。对，妹子还跟我们吧，毕竟我们老大的家伙也绝对的不小，保证可以满足你的。哈哈，就算豹哥满足不了，不是还有什么吗？郝甜甜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不过前提是双方必须同意，如果女玩家不同意的话，男玩家想要碰触女玩家的身体，可是会遭到系统严厉的处罚。可是远处那些玩家却只不过是嘴贱，但是却不真的动手。反之，如果郝甜甜好事冲过去杀人，那就是恶意的 PK， 就算被人家杀了也不犯错误的。当郝甜甜一脸气恼转头看向萧何时，却发现萧何竟然一脸的冷漠然，很无所谓的样子，顿时就更加的生气了。而这时的萧何却真的没有理会那群垃圾，反而在选择这里打怪的地形。毕竟和别人斗嘴可没有经验来的实惠。而当萧何看到了不远处一片小盆地的时候，眼睛也忽然一亮。走，我们去刷怪。对着身边的郝甜甜淡漠的说完，萧何就走向拿出小盆地。郝甜甜真的有点生气，也想大骂萧何是不是男人。可是两人毕竟才刚刚认识的，而且还是他郝甜甜自己贴过去的，尤其是人家还给了他3样装备，就算再生气也没有办法，只能狠狠地看了一眼远处那写怪笑的玩家们，也把他们一个个样貌都记在心中，等着以后。哼！然而看到萧何这一身新手衣服的小法师和那美女盗贼没有理会他们，这些玩家就更加的起哄了起来，一边打怪一边各种各样的恶心话语也在他们的口中响起。萧何的身体突然停下，再慢慢的转身，看到停下的萧何，郝甜甜却也微微的一顿，目光中也顿时爆出了一丝光彩。轰！一个小火球瞬间的飞起，砰一声，在全玩家所攻击的10级狮虎兽的身上爆开。唰的一下，一个高达100伤害在狮虎兽的身体上猛然的出现，而被打得差不多的狮虎兽也瞬间的倒地。一声声的惊呼和抽冷气的声音突然的在这群玩家的口中响起。100的伤害值啊，这需要多少的魔法攻击力？都是玩家，也当然清楚，一个小火球砸在一头10级怪的身上却能打出100的伤害，这只有说人家的魔法攻击力最起码也要100加以上，是高手。一个高手穿着新手衣服骗人，这太牛掰了吧，比我打出的伤害高出1倍都不止，这还让不让人活了？都闭嘴！最后一声轻喝是这群玩家中一个高大魁梧的战士喊出来的，也就是那个刚才叫什么豹哥的玩家。而这时那名战士看到远处冷冷望过来的萧何，脸上也浮现出一丝疑重和尴尬的神色。对不起了兄弟，没看出来你高手。其实早在你能来到10级怪区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的。刚才是我们嘴贱，不过毕竟这里是游戏，大家也不要闹得太僵了，你说是不？豹哥也是仗着自己的兄弟多，虽然已经知道那小法师绝对是一个高手，但是他心中也不是很怕，毕竟以多咬死象不是。但是要是被人家干掉几个，那就要吃亏了。要知道练级可是很不容易的，死一次就要掉1级。就算众人合力把人家干掉，可是人家只要杀你4、5个人，那就赚了。尤其是新手期间，大家也都想要早点的离开新手村，可以到大城去转职，也尽量的不想惹麻烦 PK 的。而且再看到人家一个小火球就打出了100的伤害值，这还是砸在10级怪的身上，如果要是打在玩家的身上，想一想豹哥都觉得可怕。毕竟他们一群兄弟身上的防御最高的也就是他黑豹一个人，但是绝对没有10级怪的防御高啊。冷冷的扫视了一眼豹哥和那群面色都小心翼翼的玩家之后，萧何才缓缓的转身，继续的走向不远处的那块盆地。而跟在萧何身后的郝甜甜面色却变得无比的亮丽，真够帅的，比那些整天跟在我屁股后边的垃圾强太多了。一句话不说，只是一个小火球，再加上一个冷漠的眼神，就要一群20多刚刚还嚣张的玩家全部都变成了乖宝宝，这是何等的装13，何等的牛逼，这才是真正的帅气，也比那些一手拿着钞票全身挂满了各种首饰装大款的人强出几百倍不止。
当郝甜甜走到已经站在盆地中间的萧何身前时，萧何淡漠地说道：“引怪吧，一次一只，小心点跑位，早点穿上10级装备，我们也早点去转职。”好呢。郝甜甜先是对着萧何甜笑了一下，就快速地跑动如风，如同一只欢快的精灵一般，跑向远处的一头石狮虎兽的身前，一把雪亮的匕首也快速地刺在狮虎兽的身上。噗！一个10的伤害出现，郝甜甜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攻击实在是太弱小了，然后就快速地拉着怪，带着这一头狮虎兽进入到萧何早就站好位置的盆地内。砰砰砰！小火球非常稳定的输出，每一次都打出100以上的伤害，只用了10次火球术的攻击，狮虎兽就已经变成了萧何和郝甜甜的经验。第7章，狮虎兽王。豹哥，难道就这么算了？看到萧何离去练级，豹哥手下的小弟有点不甘心。有本事你去抱了他，抱出来的东西全归你，就算是爆出神器，我也绝不多看一眼。豹哥没好气道：“本来看到女玩家，特别是那些长得好看一些的女玩家，小弟们口花花一点也是常事。他们有20多人，等级也都不低，遇到普通玩家，甚至厉害一点的玩家，看他们人多势众，多数也会选择离开。就算是有几个不服的，也都被他们爆了。这让豹哥一伙人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今天他们碰到萧何了，魔法攻击高到可怕，豹哥被迫低声下气讲和，这让豹哥别提多抑郁了。去，就是你，去拉一只狮虎兽来。”豹哥一指刚才问话的小弟，随即投入到继续练级中。不能找萧何谢，豹哥把满腔的抑郁都发在了狮虎兽上，杀！别说，这效率还真比以前快很多。可越这样，豹哥越抑郁，他宁愿像以前一样的效率，也不想像现在这样被人压着无法抬头。嗷！又是一声狮虎兽临死前系统设定的惨叫声，不过不是豹哥他们正在围攻的，而是萧何那面。这让豹哥更抑郁了，20多个人杀怪的效率竟然和2个人差不多，更甚者，对方2个人中只有一个强大的法师负责伤害输出，另一个人只负责引怪，这让豹哥抑郁的心情更抑郁了。看着萧何连续高伤害的输出，砍瓜切菜般屠杀狮虎兽，豹哥忽然有心招揽萧何，可用什么条件招揽呢？就在豹哥思考如何招揽萧何的功夫，美女盗贼又引来一只狮虎兽。萧何10个小火球过去，狮虎兽倒地，变成萧何和郝甜甜的经验。这还不算，狮虎兽化作经验之后，地上竟然爆出下一个护腿，这让豹哥更郁闷了。他们杀了半天，也就只爆了1件护腕，可是萧何和郝甜甜2个人只杀了一会儿，就爆出1件装备来，这让豹哥更抑郁了。这就是萧何多了一点幸运的作用，爆率增加，虽然效果还不是很明显，可也足以改变一些东西了。哦，又一只狮虎兽再次化作萧何2人的经验。郝甜甜转身去引下一只狮虎兽，就在这时，不远处光芒一闪，刷出一只与众不同的狮虎兽，体型比普通的狮虎兽大了1半有余，尖牙利爪，风寒逼人，让人打眼一看就会感觉不好惹。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只狮虎兽头顶的4个大字，这4个字就是狮虎兽王 BOSS。 在场的萧何、郝甜甜还有豹哥20几人都是老玩家，当然知道狮虎兽王代表什么。10级狮虎兽 BOSS 刷出来了，萧何心中顿时一阵兴奋。他击杀6级 BOSS 的时候，从5级升到7级，还爆出了4件蓝装和1件红装，另外还有5枚金币、60个银币和700多铜币附送，让萧何腰包小小的富裕了一下。这次是10级 BOSS， 按照游戏升级规则，收获肯定要比6级 BOSS 丰厚的多，萧何十分期待。不过在击杀 BOSS 之前，首先要解决一个隐患。萧何扫了不远处一眼豹哥，刚才能相安无事，不是因为豹哥脾气好，而是刚才的诱惑不够。现在10级 BOSS 出现了， BOSS 代表高级装备和大量金币，同时也是罪恶之源。萧何深深记得女友和下属的背叛，就是在打 BOSS 的时候。萧何不相信豹哥不动心，就看豹哥怎么选择了。萧何不介意多杀几个玩家，当然也不会滥杀。豹哥 BOSS， 豹哥怎么办？豹哥他们只有2个人。看到 BOSS 出现，豹哥手下的小弟们忍不住了。 BOSS 可不是能轻易放过的怪，尤其是在游戏前期物资缺乏，有了这只 BOSS 的收获，无疑会让他们在前期占据更大的优势，发展的更顺利。见机行事，豹哥看了看萧何，又看了看狮虎兽王，一时之间豹哥有些难以取舍。 BOSS， 又一只 BOSS， 我们发了。看到有一只狮虎兽王 BOSS 出现，郝甜甜顿时眼冒金星。就因为 BOSS， 郝甜甜才和萧何结识，继而死缠烂打的缠上萧何，收获了几件十分不错的装备。现在又遇上一只 BOSS， 这意味着更多更好的装备。郝甜甜当然不想放过，水汪汪的大眼看向萧何。过去，萧何2人，豹哥一伙和 BOSS 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各占一个顶点，而且2人到 BOSS 距离差不多。如果有一方想要靠近 BOSS， 另一方有心阻止对方，在时间上肯定来得及。看萧何和郝甜甜靠近 BOSS， 豹哥的眼皮跳了跳，带人就插向萧何和 BOSS 中间，拦住萧何。
什么意思啊？萧何看了看拦在前面的豹哥，果然和萧何预料的一样，刚才豹哥低声下气，只是诱惑不够，豹哥不想翻脸造成无谓的损失。可现在 BOSS 出现了，面对 BOSS 所代表的高级装备和大量金钱，尤其是高级装备，让豹哥下定决心翻脸了。兄弟，你也看到了 ，BOSS 出现了，我们合作如何？豹哥知道，以萧何刚才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他们如果现在和萧何翻脸，就算能杀死萧何，他们也肯定要损失几个人，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还有一只 BOSS， 本来以他们这20多人的实力，杀10级 BOSS 就有些勉强，如果再损失几个人，只剩下15、16个人或者更少，就不是他们去杀 BOSS， 而是他们送去给 BOSS 杀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先杀 BOSS 再杀人是吧？萧何冷笑，先杀 BOSS 杀掉之后，在背后捅他一刀。萧何断定豹哥就是打的这个主意，在游戏中这样的事情太平常了，已经多到不以为怪了。另外，以萧何风骚的走位，还有强大魔法伤害输出，加上好甜甜的协助，萧何有信心拿下这只 BOSS。既然2个人就能够拿下了，何必要和豹哥等人合作，分他们一杯羹呢？这时候，豹哥就是不稳定因素了。萧何打定主意，先清理这个不稳定因素 ，BOSS 可以稍后再说。你还是考虑清楚的好。你只有2个人，可我们有20多人。豹哥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萧何说的没错，豹哥的计划就是先杀 BOSS 再杀人，人和 BOSS 全不放过。本来豹哥打算商量萧何合作的，可现在谈判破裂，豹哥露出了真实面目，打算以武力胁迫了。10级 BOSS 的收获足以弥补几个人死亡、角色掉1级的损失了，这也是豹哥底气足的原因。豹哥，既然这个小子不识抬举，爆了他算了。就是爆了他。豹哥，动手吧。这时，豹哥手下的小弟们不干了，吵嚷起来。在他们看来，萧何就是再厉害，也只有1个人，而他们可是有20多个人，20比1就是用人堆，20多人堆上去，压也压死萧何了。至于好甜甜，这些人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你们看到豹哥和他的手下胡搅蛮缠，好甜甜柳眉倒竖，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刚才他被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贴腰戏，差点就要冲过去杀人了，是萧何吓住对方，让他出了一口气，这才没有继续和这些人计较。可现在这些人竟然再次胡搅蛮缠，虽然针对的是萧何，实际上是为了 BOSS， 好甜甜还是十分恼火。你也看到了，兄弟们对你的答复不是很满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合作还是让我们爆了你。豹哥最后通牒。实际上，豹哥最希望萧何合作。如果有了萧何这样强大的伤害输出，这只狮虎兽王 BOSS 肯定会被轻易推倒，推到10级的 BOSS， 收获肯定是令人满意的。甚至豹哥还有借此机会收服萧何的想法，只是豹哥十分清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萧何不合作，他们只能爆了萧何，可萧何魔法伤害实在惊人，他们肯定要损失几个人的。爆了我，你有这个能力吗？萧何笑了笑，举起魔法杖。好甜甜一看，身形消失不见，前行了。好甜甜的游戏职业是盗贼，这个职业的特点就是正面攻击力不强，但十分擅长于刺杀和隐藏。面对20多个的敌人，本就攻击力不强，冲上就是自杀，当然是先前行，然后攻其不备了。杀！看到萧何和好甜甜的举动，豹哥当然知道说再多也没用了，马上下令要小弟们围住萧何。对于好甜甜，豹哥没有太在意，一个盗贼，就算前行能干掉1、2个人也无关大局。眼下最主要的是萧何，只要干掉萧何，好甜甜面对20个高级玩家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反之，就算是干掉了好甜甜，只要萧何还在，他们依然面临巨大的威胁，甚至是疯狂的报复。20多人顿时把萧何围起来，战斗一触即发。战士顶上去，魔法师覆盖攻击，杀！看手下小弟迅速准备就绪，豹哥一声令下，围杀萧何。第8章，恐怖的实力。豹哥一声令下，萧何面前顿时一片刀光剑影，火球冰剑，10几道攻击就像一张网笼罩了萧何。萧何眼睛一眯，把攻击的方位和速度看在眼中，就是这个位置。萧何身形连闪，几乎躲过所有攻击，最后被一个盗贼的匕首擦了一下，萧何的头上出现了一个10的数字。叮！系统提示：你受到玩家的攻击，反击时间5分钟。反击时间内，萧何杀死对方，萧何不受杀人惩罚，也就是不会红名。要知道，红名状态下被杀，装备爆出几率会增加很多。红名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无论是被人杀还是被怪杀，必爆一件装备。反击时间5分钟，至5分钟内展开反击。反击开始之后，战斗无论持续多长时间，都计算在反击状态之内，直到有一方被杀死，或者双方脱离战斗状态5分钟，反击状态才会自动解除。混账！豹哥明白萧何不是躲不开所有攻击，但最后却被盗贼的匕首擦了一下，这是故意的。盗贼的匕首擦了萧何一下，仅仅让萧何掉了10点血，可以说这个伤害非常轻。可在系统判定中，萧何受到攻击，处于反击状态，
可以发起反击了。反击状态时，如果主动攻击的一方处在组队的情况下，他的队友也会被自动列入反击名单。也就是说，豹哥20几人，如果在组队情况下，只要有一个人首先攻击并击中萧何，萧何就可以对豹哥20几人采取反击，直到这20人全部死亡，或者全部和萧何脱离战斗状态超过5分钟。正因为这样，萧何才故意让盗贼的匕首在胳膊上蹭了一下，进入反击状态。因为盗贼攻击萧何的时候，盗贼处于组队状态，萧何反击的对象就是整个小队，萧何杀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就请你开始吧。萧何对击中他的盗贼一挥法杖，小火球192。盗贼头上出现一个让人震惊的失血数字，这仅仅是萧何一个小火球造成的。玩家角色的初始血量都是100，以后每升1级在此基础上加10，另外基础属性体力上每增加一个属性点，血量也会加10，而盗贼此时也就7、8级左右，原始血量加上升级而获得的血量总和不会超过180。而且盗贼的属性点多数加在敏捷上，分配在体力上的少量的可怜，这样计算下来，盗贼的血量不会超过200。以萧何的魔法伤害，就算是落到10级的狮虎兽身上，每一个小火球都必定带走超过100的血量，更何况一个等级防御都比狮虎兽差很多的盗贼身上，小火球直接带走了盗贼192的血量。头顶出现192的数字，盗贼应声倒地，发出一声系统设定的死亡惨叫。这个盗贼的血量果然没超过萧何的估测，这一个小火球带走192的血量，直接秒杀了盗贼。秒杀盗贼，萧何直接凭借多年练就的走位能力，萧何躲过攻击，直奔牧师而去。保护牧师，快！豹哥看到萧何绕过攻击职业，奔牧师而去大急，没了牧师给他们加血，血少的倒是没有影响，仍旧会被萧何秒杀。可血厚防高的战士在牧师加血及时的情况下，应该可以撑到其他人的救援。豹哥想到的，萧何也想到了，这才第一时间冲向牧师。刚到小火球攻击范围，萧何挥手就是一个小火球183。牧师也属于法系职业，有法系职业的通病，防滴血少。萧何一个小火球直接秒杀一个牧师。拦住他，快给我杀了他！豹哥现在知道和萧何翻脸前，他心中隐隐不安来自什么地方了。他只看到了萧何超强的魔法伤害输出，10个小火球就能解决一个狮虎兽，可他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这点就是萧何的走位能力。和一个狮虎兽战斗的时候，短时间单对单还看不明显，可是现在看萧何穿梭在小弟们中间，小弟们的攻击基本全部落空，而萧何的每一次攻击基本上就会秒杀一个小弟。5个牧师已经被秒了3个，盗贼也被秒了2个，还有一个血牛战士也被萧何2个火球放倒。被杀的小弟复活点距这里很远，不可能来得及赶回来杀萧何杀 BOSS。3个牧师不用说别的，就是这3个牧师的损失。豹哥今天别打算推倒 BOSS 了，没有牧师加血，前面的战士根本顶不住 BOSS 狮虎兽王，拉不住仇恨，后方的主要伤害输出法师们就危险了。87，寒光一现，仅剩下的2个牧师又有一个攻击失血。与此同时，好甜甜身影出现在牧师身后，前行隐身在攻击的时候，隐身会自动失效。88，好甜甜再次出手，牧师被爆。这个时候，豹哥手下的小弟基本上已经乱了。该死！豹哥满脸铁青。这时候，牧师被杀了4个，盗贼被杀3个，法师被杀3个，弓箭手被杀死1个，战士被杀2个。短短时间，已经有13个人被杀，这其中萧何一个人就爆了11个，战绩堪称恐怖。豹哥看着走位卡位如有神助的萧何，短短时间内20多个小弟已经被杀了一半，这还是豹哥尽力周旋的结果。豹哥恨不得冲上去把萧何大卸8块，可惜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萧何的走位卡位能力卓绝，豹哥使尽浑身解数也追不上。大家听着，都给我散开，去打 BOSS， 把 BOSS 引过来，听到没有？豹哥想出了一条损人不利己的阴谋。豹哥清楚，以萧何的能力，他们这些人早晚都会被杀光，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豹哥不是个束手待毙的人，既然怎么都是死，豹哥索性让小弟们去招惹 BOSS， 把 BOSS 引过来。BOSS 是不会对玩家分别对待的，只要能引过来，大家都会受到攻击。当然，谁攻击了 BOSS，BOSS 就会对谁有仇恨，这个人就是 BOSS 的优先攻击对象。这个时候，豹哥就会安排手下小弟们撤出战斗，如果撤不出来，就算是死也要把萧何拖下水。不求 BOSS 杀死萧何，只要 BOSS 能把萧何缠住，他们就会有机会杀死萧何。实际上，只要豹哥和手下的小弟四散跑开，萧何就不可能全杀了他们的，毕竟萧何不会分身术，不可能追击不同方向逃跑的玩家。可豹哥此时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只想着报仇，想要杀死萧何。至于逃跑，豹哥现在已经不想了。萧何看到豹哥的小弟们不再围攻他，反而一哄而散，倒是有些措手不及。如果这系人聚在一起，萧何借助走位卡位互相牵制之下，杀人倒还很容易，可这些人四散跑开，
萧何就没办法了。认准最近的一个玩家，萧何追了上去，很快追上，2个火球爆了他。这个时候，其他玩家都已经跑远了。既然如此，就杀罪魁祸首。萧何认准了豹哥，启动速度杀了过去。不怕死的，你就追过来。豹哥看到萧何杀过来，他就向狮虎兽王的方向就跑了过去。你跑不了的，有额外的10点敏捷奖励。萧何的速度是110，豹哥作为战士，主要属性点加在力量上，速度绝对不会超过50110比50。萧何的速度超过豹哥1倍还多，两人间的距离迅速拉近。这是法师还是盗贼？盗贼也没这么快的速度吧？豹哥刚跑没多远，就看到萧何追到身后了。豹哥手底下有一个8级速度贼，大半点数都加到敏捷属性上，速度惊人，平时引怪、探路都是他的。可现在豹哥震惊的发现，萧何的速度竟然比那个盗贼还快，就是那个速度贼也不可能这么快追上他的。好，这时有一个弓箭手成功引动 BOSS， 在 BOSS 前面迅速向这面跑了过来。好啊，豹哥大喜，你高兴的太早了。萧何也明白豹哥打的什么主意了，一个小火球向豹哥砸了过去。130，很明显豹哥身上的装备不错，萧何这一下竟然没秒了豹哥。你死定了。豹哥没被秒，大喜，因为 BOSS 还差10几米就到眼前了。正当豹哥兴奋的时候，一把雪亮的匕首突然出现在豹哥眼前，是好甜甜前行埋伏了豹哥。豹哥大惊，可这时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匕首刺在他胸口。噗，25，损血不多，豹哥没死，动作却是一顿。这时萧何的第2个小火球到了。142，豹哥一声惨叫，在 BOSS 已经到了眼前的时候，扔下手中的长刀，挂了，爆了。我的刀啊！我怎就这么傻，杀不了，跑了不就行了吗？化作灵魂状态，看着自己的游戏人物躺在地上躺尸，还把他的兵器爆了出去，豹哥真是欲哭无泪，这可是他身上最好的装备。这时萧何伸出了手。第9章狮虎兽王。萧何捡起豹哥爆出的长刀，看了看，青狼长刀，凡品，需要等级5，攻击20-20，要求等级5，职业战士可装备。凡气，这次豹哥可是要心疼了。可萧何没时间仔细欣赏，因为 BOSS 已经被引到眼前了。弓箭手看到豹哥被杀，还爆了豹哥最喜欢的青狼长刀，吓得转身就跑。可是他忘了，他身后还有一只他引来的 BOSS。狮虎兽王可不会客气，看到弓箭手又回来了，上去就是一爪子。弓箭手头上冒出241的巨大损血，被狮虎兽王给秒了。狮虎兽王看到弓箭手死了，就盯上了萧何。萧何转身就走，以他比盗贼还快的速度追向一个豹哥的小弟。这个时候还不是打 BOSS 的时候，因为豹哥的小弟们还没有死干净。如果萧何直接去打 BOSS， 中途的时候这些人出来搅局，或者关键时刻在萧何背后捅一刀，萧何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正因为这样，萧何选择了先杀光这些人。萧何在前面跑， BOSS 在后面追。很快萧何就追上了这个豹哥的小弟，一个盗贼。你怎么能这样？看到萧何超过他，盗贼回头一看，狮虎兽王追上来了，脸色顿时变得比哭还难看。我当然能这样。萧何回身砸出一个小火球。盗贼知道萧何魔功厉害，要是被小火球击中，很可能就直接秒杀了他，因而盗贼扭身躲开。可盗贼忘了一件事情，高速前进中躲避是会降低速度的，降低1点速度在平时可能没事，可现在他是在和 BOSS 赛跑，狮虎兽王的速度本来就要比盗贼快一些，盗贼一减速，直接就把他自己送到狮虎兽王面前。好，狮虎兽王当然不会客气，直接张开血盆大嘴，狠狠地咬在盗贼身上，盗贼的血条顿时清空，挂了。继续，萧何追向最后一个战士。你这不是欺负人吗？别追了，我自己来，我自杀还不行吗？战士看萧何和 BOSS 一起追上来，绝望了，这2个那个也不是他能抵挡的。这时他后悔口花花的 TLC 好甜甜了，也愿豹哥建立起义，不然也不会让他们这20多人的小团体全军覆没。可怨气和后悔不能当作力量，战士看了看越来越近的 BOSS， 手中短刀干脆的往脖子上一抹，自杀了。这也行。好甜甜一直在注意萧何的情况，随时准备出手支援萧何，可没想到萧何根本不用支援，反而把 BOSS 玩于股掌之中，把 BOSS 当成了追杀敌人的工具，不仅成功击杀了敌人，甚至还让一个敌人直接怕得自杀，这也太逆天了。击杀盗贼，萧何继续领着 BOSS 狮虎兽王四处游击，追杀豹哥的小弟。很快，除了2个早已经跑得没了踪影的，剩下的豹哥的小弟全部被萧何和 BOSS 联手击杀。杀 BOSS 前准备工作完成。萧何回身轰出一个小火球，轰！小火球在账端形成，划过一道明亮的轨迹，轰向狮虎兽王身上。砰！39。看到39的损血，萧何略有吃惊，总算还没超过最低线。
萧何打6级 BOSS 狼王的时候，每个小火球伤害50左右，当时萧何的魔攻是15-125，而现在萧何打的是10级的 BOSS 狮虎兽王，比6级高上一大截。当然，萧何此时已经是7级，魔攻也到了15-145， BOSS 强了4级，人强了2级，所以伤害值降低，能打出39的伤害，萧何还算满意。吼！狮虎兽王一声怒吼，纵身向萧何扑了过来。以萧何的防御和血量，不用被正面扑中，只要被一个爪子抓上，萧何也必死无疑。萧何连忙闪身走位，躲开狮虎兽王的扑击。随后萧何迈开大步跑到10几步的地方，这里有5块超过1人高的巨石，被萧何当作掩体，让郝甜甜躲在对面的巨石后面藏好。萧何一个火球砸了过去，正中向萧何追过来的狮虎兽王。41，吼！再次被萧何击中，损血。狮虎兽王暴躁的吼叫起来，纵身飞扑向巨石边的萧何。萧何马上转到大石头的另一面，狮虎兽王马上就要追过去。这时郝甜甜出现了，在狮虎兽王后面用匕首猛刺了2下。14、13，郝甜甜的攻击力不行，最大伤害也只有萧何的1/3左右。狮虎兽王蓦然转身，郝甜甜已经躲到巨石后面了。狮虎兽王准备去追郝甜甜，这时萧何的小火球又到了，狮虎兽王再次损血。狮虎兽王暴怒，萧何成功把狮虎兽王的仇恨又拉了回来。就这样，萧何每一次攻击完毕，都会躲到大石头后面，让郝甜甜继续攻击，把狮虎兽王的仇恨拉过去。当仇恨被郝甜甜拉过去，狮虎兽王做出要攻击郝甜甜意向的时候，萧何再把仇恨拉回来。萧何和郝甜甜没有发现，在2个人不远处的巨石后面来了一个玩家，正在看着2人打 BOSS。这个人是一个战士，并不是盗贼，也没隐身，只是萧何2个人面对10级 BOSS， 精力高度集中，这才没有发现有人隐藏在附近。这个法师好强的魔攻，看着萧何和郝甜甜2个人合作杀10级 BOSS， 战士不是一般的震惊。郝甜甜每次攻击狮虎兽王损血10点多一点，这很正常，可萧何每次攻击狮虎兽王损血40点左右，这个攻击就高得有些离谱了，至少现有玩家中，这个攻击绝对排在金字塔尖的。战士有8级，也算是有数的高手了。2个小时前，战士遇到了一个帮会，30多人围攻一只7级白虎 BOSS 白虎王，在这群人死伤了近10个，马上就要把白虎王打死，就剩最后一击的时候，战士果断出手了，击杀白虎王。白虎王大爆，金币和装备的光芒闪耀一地，战士见到有一件红光闪烁的装备，马上拿到手就要夺路而逃，到嘴边的肉被人抢走了。这个帮会的人当然不干了，在战士要逃的时候被围了起来。双拳难敌4手，好虎架不住群狼。战士虽然是8级，称得上是高手，可是在近30人的围攻下，战士勉强跑了出来。经过2个小时的狼狈逃窜，这才甩掉帮会追杀，来到这里恰好遇到萧何和郝甜甜杀 BOSS。 刚才战士已经查看过抢来的装备，白虎牙剑精品，需要等级8，攻击30-30，力量加3，职业战士，盗贼可装备。战士大喜，竟然是一件红装，这真是意外的惊喜，有了这件红装，就算是再被追杀一次也值了。想到这，战士看向萧何，7级白虎 BOSS 白虎王就能爆一件红装，10级的 BOSS 爆的东西应该更好吧。连续攻击半个多小时，长时间单一枯燥的攻击让萧何和郝甜甜都有些疲倦了，可2人不敢丝毫大意，这可是10级的 BOSS， 攻击力超级强悍，只要挨上一下肯定是被秒杀的结果。幸好这次是2人合作，萧何的压力被分担了一些。萧何眼角余光忽然看见一点寒光，是兵器的反光，这点萧何十分确定，有武器就必定有人在。有人？难道是豹哥一伙人又回来了？萧何想了想，马上否定，吓跑的2个人不可能再回来的，他们已经被萧何吓坏了。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有人看到他们在打 BOSS， 打算以逸待劳，在最关键的时候杀人夺宝。怎么办？有这样一个不怀好意的玩家隐藏着，萧何自然不能全力以赴的杀狮虎兽王了，必须先把这个人清理掉，否则很可能杀 BOSS 却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这是萧何绝对不允许的。玲珑，注意，听到我下面说的话，千万不要有任何异常举动，明白吗？在说出真相之前，萧何通过团队频道私聊玲珑，以防玲珑听到萧何的话，情不自禁的回头查看，让潜藏在暗处的人有了警觉。好的。郝甜甜一听就知道有事发生，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否则萧何不会通过团队频道私聊，更不会神情如此凝重。好，在你左后方第2块巨石后面，有一个人藏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藏在附近肯定不怀好意，我们要清除他。萧何向郝甜甜解释，同时说出自己的歼敌计划，慢慢把 BOSS 引过去。到时候郝甜甜负责暂时牵制 BOSS， 萧何出手击杀隐藏的敌人，速战速决，回头再杀狮虎兽王。这个计划听起来很冒险，郝甜甜等级太低，能牵制住 BOSS 吗？郝甜甜也有这个担心，萧何早已经料到，让郝甜甜绕石头转
BOSS 尽管速度快、力量大、攻击强，可是要找石头转，这些优点狮虎兽王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当然，以好甜甜的能力，牵制住狮虎兽王已经有些勉强，牵制的同时自然就不能攻击了。两人商量好了，实际上是萧何制定计划，好甜甜执行计划。看 BOSS 狮虎兽王被萧何攻击后转向萧何，好甜甜在后腿就是2记刺杀，随后转向石头后面。躲藏的战士心头一惊，这个盗贼怎么向我过来了？难道被发现了？第10章惊喜收获。隐藏的战士看到好甜甜不在原来的巨石藏身，反而向他冲过去，马上把白虎牙剑装备好，准备战斗。可令他意外的是，女盗贼跑到他前面的那块岩石，躲在岩石后面，根本就没看他。战士恍然大悟，这只是在杀怪的过程中换了一下场地而已，根本就没发现他藏在这块石头后面，是他自己做贼心虚了，把别人正常的举动都当作是针对他而来，有点风声鹤唳了。狮虎兽王跟向好甜甜的时候，萧何也出了藏身巨石，飞快的跑到另一块巨石后面，挥舞法杖，2个火球过去 ，BOSS 损血43、41，把仇恨又拉了过来 ，BOSS 转向又冲向萧何而去。看到萧何的举动，战士彻底放下心来，没人发现他，人家是正常的打怪行为。不过战士也小心的移动了位置，以防萧何2人换到他这块巨石，再发现了他藏在这。打了一会儿，好甜甜和萧何再次换位。好甜甜到了隐藏战士左面的巨石，萧何到了隐藏战士右面的巨石，3块巨石恰好呈三角形分布 ，BOSS 在三角形中心，被好甜甜和萧何打来打去。看萧何和好甜甜打 BOSS， 隐藏的战士都有心出来一起打了。这可是10级的 BOSS， 平时遇到了都是10几、20几个人的团队作战才能消灭，可现在这个10级的狮虎兽王竟然被2个人打得团团转，这才是让战士最佩服的地方，普通人是做不到的。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大家等级都高了。有很多人都能单挑10级狮虎兽王，可现在却不行。再者，等有很多人能单挑10级 BOSS 的时候，萧何早已经不屑挑战10级 BOSS 了，最起码要20级、30级的 BOSS 才行。这时，好甜甜刚攻击完，轮到萧何攻击，把 BOSS 的仇恨拉回来，以防 BOSS 攻击好甜甜了。呼！一个小火球飞过来，隐藏战士大惊，怎么这个法师的小火球竟然射偏了？小火球没打中狮虎兽王，直接飞向了隐藏战士。糟了，被发现了！直到这个时候，战士才意识到被发现了，扭头一看，萧何已经冲出了巨石，正在向他冲了过来。瞬间，战士明白了，从开始换位的时候起，他就已经被发现了。2人换位只是为了迷惑他，而他也真的被迷惑了。战士暗骂自己的蠢蛋，太容易上当了，竟然让敌人光明正大的摸到身边。可是后悔也晚了，小火球呼啸着击中战士127，战士的装备很不错，防高，掉血不多。战士大惊，刚才看萧何打 BOSS， 只是意识到萧何厉害。可究竟厉害到什么程度，没有亲身体验。现在这个小火球以及头上血腥的127，让战士亲身体验了萧何攻击是如何强悍。尽管系统提示传来，提示战士有5分钟反击时间，可战士现在根本不想反击，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因为感受了萧何变态的攻击力之后，战士又亲身感受了萧何的速度，在小火球击中他的时候，萧何已经冲到了他面前。太快了！如果不是战士已经观察了半天，确定萧何是一个高伤害输出的法师，看到萧何现在的速度，绝对会第一时间把萧何当作盗贼。萧何的速度太快了，就算是盗贼，现阶段也没有比萧何快的了。可接下来，战士又乐了，因为萧何直冲到了他面前。游戏中，法师是一个高伤害输出却血少防低的职业，这种职业最忌讳近身作战，尤其是面对近战强者。战士的时候，法师被战士近身，无疑是自寻死路。所以看到萧何近身，战士兴奋了。战士猛然来了一个猛击，猛击是战士的基础技能。就像是法师的小火球一样，最低级的基本技能。萧何早料到这一招了，闪身直接凭借多年练就的走位能力躲过战士的猛击。什么？战士大惊，在近身情况下，一个法师多开战士的技能，这是什么情况？战士以前听都没听过，今天这是第一次见到法师在正面近身的情况下躲开战士劈砍。战士忘了规则，在有些强者面前就是用来被打破的。此时的萧何具备了打破某些规则的能力。轰！战士被萧何惊到，走神，可萧何并没有走神，小火球直接近距离发射，命中143，直接打出一个最大伤害。战士一声惨叫，爆出一把泛着红光的长剑。战士只有8级，基础血量100，8级再加80，血量180，加上有些装备可能加血，血量也就200左右。而萧何第一个小火球带走了战士127的血量，第二次带走了143的血量，2次加起来就是270，战士就是再高几级也同样要死。萧何捡起长剑，发现竟然是一件红装，有些兴奋。红装目前来说并不多见，肯定是 BOSS 出品。
收起长剑，萧何马上跑向狮虎兽王。此时郝甜甜被 BOSS 狮虎兽王狂追，绕石头跑得十分狼狈。轰！2个小火球过去，狮虎兽王的仇恨再次被萧何拉过来，转身扑向给他巨大伤害的萧何。呼呼 ，BOSS 被萧何拉走，郝甜甜这才松了一口气。萧何 BOSS 追过来，马上转到巨石后面，狮虎兽王当然追了过去。可是郝甜甜却看到萧何从石头的另一面转了出来，又来到了 BOSS 狮虎兽王后面，轰上2个火球。狮虎兽王大吼，转身又追了过来。萧何再次消失，从另外一面绕出来，继续从后面攻击 BOSS。郝甜甜心说，幸亏 BOSS 是按系统指令做事，没有智慧，否则非被萧何这种打法给玩疯了不可。看到萧何打 BOSS， 郝甜甜这才意识到差距不仅仅是级别，更重要的是战斗意识。萧何的走位、卡位和时机掌握都是郝甜甜拍马也追不上的，这就决定了即使有人高过萧何几级，也不是萧何的对手。稍事休息，郝甜甜又冲了上去，和萧何一起打 BOSS。又经过了半个小时的奋战，吼！狮虎兽王猛然停下来，仰天长啸，随后身体在2人面前爆开，装备金币爆了一地五光十色。叮！系统提示：您的小队是第一个击杀10级 BOSS 的小队，系统奖励您的小队双倍经验值。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8级。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9级。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10级。10级 BOSS 经验对目前的萧何来说简直是海量的，让萧何直接连升3级，可以去转职了。我升到8级了，差一点点就9级了。郝甜甜本来级别就比萧何低，得到大量经验之下，郝甜甜也升到了8级。地上除了大量的金币，竟然还有紫色装备9件和1件金色装备。紫色代表是极品装备，而金色代表了顶级装备，在网上就是传说了。这件金色装备绝对是目前为止最高级的装备。金色的，看到地上闪耀着金色光芒的装备，郝甜甜的眼睛都被闪成了金色。可郝甜甜知道，这次推倒狮虎兽王，他出力很少，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萧何。就算是没有他，萧何一个人辛苦一点也可以搞定。组队打怪分配规则是按贡献，这样说来，金色装备应该归萧何。狮虎金戒顶级，需要等级10，魔防40，智慧加15，精神加10，力量加5，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萧何大喜，果然是 BOSS 出品，必是精品啊！这简直就是为他准备的。萧何马上把手上的野狼戒指拿下来，换戴上狮虎金戒。野狼戒指被萧何直接送给了郝甜甜，这让郝甜甜脸色一红。送戒指的意义可有点不一般啊！萧何可没想这么多，他只是想到郝甜甜没佩戴首饰，野狼戒指卖了也十分可惜，还不如送给郝甜甜。地上还有9件紫装，分别是腰带、头盔、匕首、布靴、皮靴、魔法长袍、法杖、铠甲和护腕。萧何拿了4件头盔、布靴、魔法长袍和法杖，剩余5件被萧何分给了郝甜甜，分别是腰带、匕首、皮靴、铠甲和护腕。均匀分配每人5件。当然，萧何占了狮虎金戒，这一件顶3件以上紫色装备，在分配上来说是萧何占了大头。可萧何出力多，理应拿大头。对萧何这样分配，郝甜甜也是极为满意的。还有一些金币、银币和铜币被萧何直接平分了，每人得到10金3银5铜。萧何身上金币总量达到31金9银8铜，这在游戏初期，大家兜里基本上只有几个银币、铜币或者一只手数得过来的金币的情况下，萧何绝对是富翁级别了。装备了紫装和金装，你的属性肯定涨了很多吧？郝甜甜笑问。紫装和金装属性都很好，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萧何本就厉害，再加上3件紫装和1件金装，肯定是如虎添翼更厉害了。萧何闻言，打开属性面板，查看新属性。他也想看看装备了紫装和金装，属性究竟提高了多少。第11章转职。人物面板上，萧何换上紫装、金装，加上等级提升，属性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物道法，职业人族法师，未转职，等级10，血量200，魔力450，物理攻击0-60，魔法攻击45-305，物理防御40，魔法防御95，移动躲避120，基础体力0，血量，基础精神20，魔力，基础防御0，物理防御，基础魔防0，魔法防御，基础力量5，物理攻击，基础智慧25，魔法攻击，基础敏捷10，速度躲避。特殊属性幸运1。装备狮虎金戒顶级，需要等级10，魔防40，智慧加15，精神加10，力量加5，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狮虎布靴极品，需要等级10，防御加10，魔防加10，移动躲避加10，职业法师牧师可装备。
狮虎长袍极品，需要等级时，防御加20，魔防加35。职业法师、牧师可装备。狮虎法杖极品，需要等级时，魔法45-45，双倍攻击3%。职业法师可装备。钱袋31金9银8铜，跟原来的属性比较，魔攻达到了原来的2倍还多。物理防御、魔法防御也有极其显著的增长。角色全智慧加点，加上顶级的装备，让萧何在10级的时候魔攻超300，这在目前的玩家来说，绝对是排在第1位的。可以这样你的说，以萧何现在的属性，如果再来一只10级的狮虎兽王，萧何不用任何人帮忙，就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击杀10级的 BOSS。由此可以看出，萧何属性前后变化之大，最高魔攻竟然超过300了。听到萧何说出他的魔攻数据，郝甜甜不禁长大圆润的小嘴。就算是全智慧加点，10级的玩家魔攻也不过最高110，萧何的魔攻高的可以称之为变态了。10级，萧何可以进行第一次转职了。你去转职吧。郝甜甜说道。郝甜甜对这款游戏也很了解，非常清楚的记得第一次转职就是10级的时候，萧何已经10级可以转职了。郝甜甜猜测，这个时候能达到10级的，恐怕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萧何绝对在前5位之中。另外，通过这段时间的经历，郝甜甜知道，在这款游戏中鼓励争先，玩家在游戏中第一个做成某事，往往会获得丰厚的奖励。如果萧何能第一个转职，绝对有意想不到的好处，而且是很大的好处。这时候，如果他还要缠着萧何一起练级，就会让萧何错过获得这次奖励的机会。而这种整个游戏中也只有一次的机会，珍贵异常。如果因他而让萧何错过这次机会，两人绝对会反目成仇的。考虑到这些，郝甜甜没等萧何开口，就借口游戏时间长了，有些累了，和萧何分道别下线了。郝甜甜下线之后，萧何立即赶回新手村。新手村有单向传送阵，可以直接传送到朱雀城。萧何可没忘了转职这回事。你看那个人好威风，这是什么装备？怎么没见过？你看那法袍多拉风，我敢肯定至少是精品。去，我看是极品才对。萧何刚回到新手村，就被一群还在4、5级，高些的也不过7、8级的新人围住，对萧何指指点点。萧何看了看自己，才意识到问题出自身上的装备。新手村大家都还穿着新手套装，都是一些普通装备，而萧何穿着一身紫装回来，不引起轰动才怪。大哥，阻我！大哥哥，和小妹一起练级好吗？高手求包养。面对10级 BOSS， 萧何都面无惧色，可面对汹涌而来的热情的玩家，萧何满头是汗，落荒而逃。玩家热情起来，比起 BOSS， 杀伤力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好不容易，萧何才回村，免费传送到朱雀城。每个玩家都有一次免费传送的机会，就是在出新手村的时候。除此之外的传送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甚至有些费用还很高，高到很少人使用。朱雀城的街道宽敞整洁，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可惜就是人少。萧何走了半天，除了偶有几个 NPC 之外，没有一个玩家的身影。显然，绝大多数玩家还在10级以下奋斗，不够资格来到系统主城。转职需要到工会完成，战士、盗贼、弓箭手等物理攻击职业需要到战士工会，而法师、牧师转职则要到魔法工会。萧何来到魔法工会，工会大厅内空荡荡的，左右分别有2个人，一个穿着金色魔法长袍，长袍上密布魔法符文，这个就是萧何的就职 NPC。另外一个身披洁白的牧师长袍，则是牧师转职 NPC， 负责牧师就职。大厅更深处还有几个 NPC， 萧何目前还不知道这些 NPC 的作用。尊敬的法神阁下，我来转职。萧何走到法师转职 NPC 面前，这个 NPC 名字显示为法神。你愿意秉承前辈们的遗志，发挥魔法的荣光，在魔法的道路上走下去，让魔法再现辉煌吗？这是转职的固定言辞，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都会被转职 NPC 问到这样一句话，只要回答愿意转职就成功了。我愿意。叮，恭喜玩家爆法转职成功，魔力加200，血量加100。法神手中金色法杖一挥，洒出一片金色光点，雪花一般的纷纷飘落在萧何身上。萧何就职成功，血量和都有增长，这是转职成功的标志。玩家转职成功都会获得的普遍奖励，人人都有。血量和魔力增加是每个人都有的，萧何并不太在意。萧何在意的是他是第几个转职的。叮，恭喜您成功转职。由于您是第一个转职成功的玩家，你将唯一性获得系统额外奖励3项。第一项奖励，奖励您魔法先驱徽章1枚；第二项奖励，令您幸运点数加3；第三项奖励，奖励您声望加100。听到系统宣布他是第一个转职成功的玩家，萧何一阵狂喜。第一个转职成功，奖励会很丰厚吧？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3项奖励，并且系统清楚地说明萧何是唯一得到这3项奖励的玩家。魔法先驱徽章，唯一装备，等级要求10，
全基础属性正 10%， 魔法消耗负 10%， 技能释放时间负 10%， 不可掉落，不可交易，不可损坏。特殊装备不占装备空间。职业魔法师可装备。萧何看到魔法先驱徽章的强悍属性，不禁大喜，不可掉落，不可交易，不可损坏。这说明这个徽章到手之后，无论如何不会失去。更重要的是，作为特殊装备，不会占用正常的装备位置，这样的装备可少之又少。全属性正 10%， 这个属性在初期影响不大，因为大家的属性点都不多。可到了后期，大家都是几十甚至100几十级的时候，这个差距就显现出来了，等于凭空属性比别人高10级，这还有天理吗？魔力消耗负 10% 也是同样，到了后期魔法释放，魔力消耗都是几百、几千的时候，这个属性就牛了。至于技能释放时间负 10%， 这让萧何比别人更快施展出魔法。幸运加3，前面已经解释过，幸运越高，爆出装备的几率越高，爆出好装备的几率越大，攻击的时候也更容易打出接近上限的攻击。因而加幸运的装备极其难得，只要有加幸运的属性，装备的价格至少要翻番。至于声望加100，萧何倒是有些了解，在城内购买商铺或者建立玩家自己的工会，都需要足够的声望。总体来说，3个奖励都非常好。当然萧何也知道，能够得到这种奖励的只会有他一个玩家。系统公告：各位玩家注意，各位玩家注意，朱雀城玩家第一个转职成功，玩家等级排行榜开启。系统公告：各位玩家注意，各位玩家注意，朱雀城玩家第一个转职成功，玩家财富排行榜开启。系统公告：各位玩家注意，各位玩家注意，朱雀城玩家第一个转职成功，玩家装备排行榜开启。这时接连10几条系统公告在整个游戏中发布，因为萧何第一个转职成功，游戏排行榜开启，包括玩家等级、玩家财富、玩家装备。公告中并没有提及萧何的游戏人物名称，因为萧何选择了隐藏名称，闷声发大财才是硬道理。该不是那个人吧？被萧何爆了的豹哥此时正在聚拢被萧何杀死，纷纷回了复活点的小弟。听到连续发布的系统公告，豹哥头脑中的一个闪现的就是萧何的身影，这让豹哥十分恼火。野外，郝甜甜正在杀狮虎兽练级，用的正是他和萧何击杀狮虎兽王的地方。萧何离开之后，郝甜甜又回到这里一个人练级，现在已经超过9级了，要不了多久，郝甜甜也能10级转职了。系统公告的时候，郝甜甜刚解决掉一只狮虎兽，抬头向朱雀城的方向看了看，尽管隐藏了名称，郝甜甜还是本能的确定第一个转职的人非萧何莫属。第12章灭杀。转职成功，萧何的技能栏中又多出了2个技能：爆裂火焰0级，升级经验0100，魔力30；烈焰焚天0级，升级经验0100，魔力30。看过技能注释，萧何才弄明白这2个技能是有区别的。爆裂火焰是单体攻击魔法，发射火球射击敌人，火球在击中目标之后发生大爆炸，产生巨大魔法伤害。烈焰焚天是群体攻击魔法，在有效攻击范围内形成一个边长3米的正方形火焰池，烧伤敌人。攻击上，爆裂火焰攻击目标单是单体，对单体产生固定伤害，而烈焰焚天攻击目标是区域，在此区域内无论有多少目标都会受到同等魔法伤害，目标越多，产生的总伤害额越大。这2个魔法需要消耗的魔力都是30，此时萧何的魔力总数是770，包括出生基础数值100，额外奖励50，转职奖励200，升级获得200，还有就是基础属性精神点20，经过魔法先驱徽章加成变成22，带来220点魔力，100、50200200，220，这些加起来，萧何的魔力就高达770了，在不补充魔力的情况下，也足以释放20多个魔法。第一个转职完成，还多了2个技能，萧何心情大好，转身走出就职大厅。萧何转职和学习技能用了不到10分钟，可就是在这10分钟时间内，已经有很多人转职成功。朱雀城的大街上已经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玩家身影，不再像刚来的时候，除了萧何就是 NPC 了。刚走出朱雀城的城门，萧何就看到2个战士和一个盗贼从另一侧出现，大呼小叫也走向城外。看3个人的样子，显然也是刚转职完毕，而这3个人身上的装备也都很不错，比萧何差点也差不很多。哎，就差一点，哥听见第一个人转职成功，马上转职，本以为是第2个，可没想到连前3都没混上。走在中间的人高马大的玩家边走边抱怨，头顶显示刀大哥。萧何看到另外2人也开启了角色名称显示，分别是刀小弟、刀二弟。那是大哥你没和他们抢，如果大哥你想要抢第一个转职的肯定是大哥你。刀二弟拍马道：你说的对，就是我没和他们抢第一，要不第一还轮得到他们吗？刀大哥对刀二弟的奉承十分受用，大哥威武，不和他们去抢第一、第2的，咱凭的是实力，不要那些虚名。以咱大哥的实力，就算第一、第2转职的来了，也只有被咱大哥秒杀的份儿。刀小弟看刀大哥高兴，又送上一记马屁。听到3个人互相吹嘘，萧何差点乐了，摇摇头继续向外走向城外去练级。大哥你看，
刀二弟指了指萧何，不错，咱们干一票，小弟，看你的了。刀大哥仔细看了看萧何，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再三确认之后，刀大哥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眼中闪烁着金光，一拍身旁刀小弟的肩膀说：“前面的小子站住，看到我大哥过来了，还不让到路边去，让我们大哥先走。”刀小弟点头向萧何吆喝道：“游戏里就是这样，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只要不违反游戏规则，就可以为所欲为，百无禁忌。就像现在，萧何明明谁也没有招惹，就是走自己的路，也能被3个人惦记上。白痴！”萧何头也没回，停业不停地向外走，根本就当作没听到。哎，我说前面的小崽子，我叫你，你听到没有？刀小弟被萧何无视，而且还是在自家兄弟面前，感觉脸上有点挂不住了。看到萧何继续走，刀小弟发挥盗贼速度优势，跑到萧何面前，面色十分不善的质问：“嘴巴放干净点，小心祸从口出。”听到刀小弟开口骂人，萧何不干了。刚才没理会他，不是萧何怕事，只是萧何认为没有必要和这样的人浪费时间，干脆当作没听到。可现在刀小弟既然开口骂人，萧何不能当作听不到了。你人还有3分火气，何况萧何呢？呵，小子，口气挺冲啊！刀小弟口气不善。这时刀大哥、刀二弟也都走了上来，3人呈三角形，把萧何围在了中间，2把剑和1把匕首指向萧何。显然这3个人以前没少做这样的事，做起来轻车熟路，配合熟练。小子，你让我们生气了，你知道吗？识相的，把你的法杖、法袍留下，跟我们说对不起。今天哥3个心情好，不和你计较。刀大哥看了看萧何道。萧何马上明白了，这3个人根本不是无缘无故的找茬，而是看上了他身上的装备，这是在打劫。虽然玩家身上的装备信息，只要玩家不同意，就不会显示给玩家自身以外的人看，但有经验的玩家凭借装备的外形、花纹的细节，可以轻易判断出装备的等级，甚至可以猜测到一些属性。显然这3个人就是有经验的玩家，看到萧何身上的装备不错，又是一个人，建立起义打劫来了。如果我说不呢？面对威胁，萧何从来都不会妥协，即使玉石俱焚，也要活出男子汉的气概，更何况只是一个游戏角色，而且还是萧何并不一定会输的情况下，萧何就更不会妥协了。那就爆了你，1次不行2次，2次不行3次，直到你身上的装备曝光为止。刀大哥笑道。看刀大哥笑着说出这话，就像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萧何就知道这3个人干这种勾当不是1次2次了。看3个人身上的装备也都不错，想必都就是这样的来的，难怪3个人配合如此熟练。大哥，和他啰嗦什么？直接爆了他！刀二弟有点不耐烦了。你也听到了，练级不容易，与其让我们把你的装备爆出来，杀回0级，还不如你把装备交出来，这样至少可以保住你的等级，不用从头开始。刀大哥笑嘻嘻地说道，好像给人很大施舍一样。你没这个本事，杀！萧何法杖一指，爆裂火焰第一次使用，一个人头大小的火球飞出，轰！爆裂火焰命中刀小弟，爆炸。232，刀小弟被萧何爆裂火焰命中。作为萧何爆裂火焰第一次出手的祭品，头上爆出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萧何打10级 BOSS 前，魔功已经超过了100，爆了 BOSS 得到狮虎金戒，凭空增加15点智慧，魔功增加了150，加上新换上的魔杖又增加了30点魔功，还有升了3级，全智慧加点，魔功再次增加30，这些数加起来就是210点。如此萧何的魔功已经突破300大关。而刀小弟作为盗贼，防御也不是很高，被萧何爆裂火焰击中，爆出一个超高伤害也很正常。不等刀大哥3人反应过来，萧何又一个小火球砸过去，181，2次损失血量加起来已经过了400。作为盗贼，初始血量100，升10级再加100，转职奖励100，这些就是300的血量。就算是升10级得到的10个自由属性点，全加体力也不过400血，更何况作为盗贼，体力属性加点根本不可能多。因而萧何2次攻击伤害400，直接把刀小弟给爆了。你爆了刀小弟？刀大哥大惊。刀小弟被爆有他们大意的因素，如果他们在萧何第1击完毕就攻击萧何，萧何第2击可能就发不出来。可2个人都被萧何超高的魔法伤害力镇住了，忘了出手，直接导致刀小弟被爆。下一个就是你。萧何法杖点指刀大哥，不爆则已，要爆就全爆了，反正梁子已经结下了。口气倒是不小，二弟上，为小弟报仇，爆了他。刀大哥持剑向萧何走了过来。面对萧何，刀大哥也十分忌惮，虽说他比刀小弟强，可强的也十分有限。萧何能轻易杀死刀小弟，也能轻易杀死他，因而和刀二弟分左右逼近萧何的时候，因为忌惮萧何恐怖的攻击，迟迟不敢出手。萧何看出来刀大哥怕了，可萧何并没有因此而心软，因为萧何知道，如果角色对调，这2个人也不会放过他。地裂斩！刀大哥和刀二弟互相一点头，同时使出转职刚学会的战士技能，2道刀光左右劈向了萧何。可劈出去的时候
两人才发现萧何竟然在后退，速度比身为盗贼的刀小弟还要快。这是盗贼还是法师？怎么速度这么快？第13章救师兄弟。地裂斩是近身攻击技能，攻击距离十分有限。萧何后退之后，站的位置已经超出地裂斩攻击范围，两人的攻击都落空了。看两人的攻击落空了，萧何的反击却开始了。萧何法杖一指两人，轰！刀大哥两人脚下凭空腾起一团炽热的火焰，刀大哥两人马上感觉到一阵火烧的疼痛，血量哗哗的往下掉。这是萧何转职后学会的群攻魔法技能烈焰焚天第一次展示，效果惊人。只见两人头顶冒出两个血红色失血数字161、178，怎么会有这么高的魔功？面对头顶冒出的巨大伤害数字，刀大哥和刀二弟都有点难以接受。不行，刀大哥和刀二弟游戏经验丰富， PK 经验也很多，知道战士和法师战斗绝对不能让法师拉开距离，因为法师是远程攻击职业，法师一旦和战士拉开距离，就会在战斗中占据绝大的优势。可追向萧何的时候，刀大哥两人再次体验到了萧何比盗贼还要盗贼的速度。战士以防高血厚而著名，是最佳肉盾，可速度方面却不擅长，让刀大哥两个战士去追萧何，以萧何比盗贼还快的速度，真是难为两个人了。看到刀大哥和刀二弟追上来，萧何迅速后退，很快就拉开距离，法杖一挥，爆裂火焰出手了。201，刀二弟被击中，作为战士，他的防御要比刀小弟高得多，损血比起刀小弟低了30。可作为10级刚转职的战士，2次损血379，也超出了他的最大血量，当即步上了刀小弟的后尘。不是比刀小弟更惨，因为刀小弟只是角色死亡，掉1级而已，可刀二弟不仅掉了1级，还爆出一件铠甲。停，爆发兄弟，这次算我们栽了，我们兄弟三人有眼无珠，惹上不该惹的人，我的2个兄弟也被你杀了，都掉了1级，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件铠甲就算是我们给你的赔礼，这事就算是过去了，行不？刀大哥看到刀二弟挂了，还爆出一件铠甲，急了。刀大哥清楚，这件铠甲是刀二弟的身上最值钱的，是紫色的极品装备，刀二弟宝贝的不得了，现在爆出来，刀二弟肯定心疼死了。刀大哥倒是想为刀二弟捡回来，可在萧何眼皮底下，刀大哥有心无力。更何况此时刀大哥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想了想，刀大哥念叨一句：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主动服软，他也怕挂了，把身上的装备爆出来。轰！萧何早看穿刀大哥的鬼主意，直接一个爆裂火焰轰了过去。191，加上刚才掉血161，刀大哥总计掉血352，竟然没死。萧何肯定刀大哥肯定是在体力上加点了，或者就是有加血装备，否则不会血量超过350。刀大哥看萧何不放过他，转身就跑。战斗地点就在朱雀城城门外几10米远，只要他能跑进朱雀城，他就安全了。城内禁武，禁武不是说不能使用武器，更不是说不能动手杀人，而是说在城内动手被城卫军看到或者变红名，就会被城卫军追杀。以现在玩家最高才10级的等级，在城卫军的攻击下肯定会被秒杀。别跑！萧何一看刀大哥的举动，就猜到刀大哥的如意算盘了，随后就追，再有一步就到了。刀大哥眼看就跑到了城门口站岗的城卫军面前，只要再向前一小步就踏入安全区了。轰！就在刀大哥最后一步已经抬起就要落下的时候，爆裂火焰到了，直接命中刀大哥。165，刀大哥一声惨叫，挂了，和刀二弟一样悲惨，爆了，爆出来的是他最宝贝的剑。站岗的城卫军 NPC 看了一眼萧何，转过头去继续站岗。虽然刀大哥就倒在他面前，在安全区之内，可刀大哥被击中的时候是在安全区之外，被爆裂火焰打进安全区之内，攻击行为在刀大哥进安全区之前已经结束，不在安全区内动手就不在他责任范围之内。雄王剑极品，需要等级时攻击30-40，力量加3，职业战士，弓箭手装备，就差一步，就差一步啊！游戏角色死亡，刀大哥接到系统提示，他的雄王剑爆出去了，刀大哥顿时就懵了，这可是他身上最重要的装备，没了雄王剑，他以后冲击 PK 都不会如意。看过雄王剑的属性，萧何认为是一件极品中相当不错的装备，这才回身捡起刀二弟的铠甲。刚才为了追刀大哥，刀二弟爆出的铠甲萧何都没来得及捡起来，幸亏没玩家经过，否则早就被捡走了。黑熊铠极品，需要等级9，攻击20-30，敏捷加2，职业战士，盗贼，弓箭手装备，也是一个小极品，只是比起雄王剑来，黑熊铠的属性差了些，防御值不高，额外属性点也不多。收起2件紫装，萧何心说，难怪人常说杀人放火金腰带，不用拼命杀怪，不用艰难的推倒 BOSS，2件紫装就轻易到手了。想到这里，萧何也有点理解刀大哥三人了，有这样获得高级装备的捷径，难怪3个人乐此不疲。
只是他们运气不好，竟然打劫到了萧何身上，踢到铁板，不仅没有抢到装备，反而爆出2件紫装。会长就是会长，无论是到了那个游戏，会长都是这么强。这时，从城内走出一个战士。是你？萧何的眼神顿时变得凌厉起来，可马上又变得黯然，眼神中有一股隐藏得很深的痛，陷入回忆中。会长，雷云谷发现70级 BOSS 紫灵电蟒。会长，紫云山副本情况已经查探清楚了，打副本的人员已经准备好了。会长，大河帮屡次挑衅我们要杀过去吗？雷刀，也就是刚出现的战士，反复出现在萧何的脑海中。在圣战网游中，雷刀是萧何最信赖的伙伴，做得力助手。正因为有一批像雷刀这样的兄弟，加上萧何的运气和努力，才让萧何成为了圣战中的第一帮派的首领，笑傲山河，挥斥方遒。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击杀圣战终极 BOSS 的后的一瞬间，变故突生，曾经的好友、兄弟，还有他最爱的女人，竟然临阵反戈，把手中的武器挥向了萧何。结果毫无悬念，秒杀。虽然这个雷刀当时并没有动手，可他也没有做出任何挽救萧何的举动，仅仅是背过身去。从那以后，萧何山号从圣战中彻底消失，即使是以后还是再玩游戏，也全是独行侠。本来这段记忆被萧何深深埋在心底，刻意淡忘，可雷刀的出现让这段记忆重新涌现出来，就像发生在眼前，让萧何的心痛的滴血。萧何晃了晃脑袋，像是要把这段令人痛苦的记忆赶跑，随后转身就走，不再理会雷刀。会长！雷刀大声叫萧何，快步跑上来。我不是你们的会长。萧何的声音冷冰冰的，从遭遇背叛的那一刻起，萧何就刻意把这些曾经的兄弟，却背后暗算他的人尽力忘记，就算是圣战之后，在别的游戏中也偶尔会遇到，也会远远的避开，避不开的时候也会装作不认识，就像今天一样。会长，你还是不肯原谅我们吗？雷刀的声音颤抖，显然是情绪激动。你们不需要我的原谅。往事重现心头，背叛这2个字把萧何转职成功的喜悦冲得一干二净。玩圣战的时候，萧何自认对自家兄弟都是真心相待，带兄弟练级，为兄弟报仇，和兄弟们创立帮会，并把帮会建设成圣战第一帮会。可谁想到，最后换来的却是兄弟们的背叛，这让萧何的心伤了，痛了，冷了。正是因为那次的背叛，让萧何把自己的真心深深隐藏起来，不再对任何人轻易付出。会长，回来吧，和兄弟们在一起，在这个游戏里再创辉煌，好吗？雷刀恳求道。萧何是第一个转职成功的玩家，目前游戏中的最强者，加上魔法先驱徽章带来的强悍属性，只要不出现意外，萧何绝对会是游戏中顶尖强者之一，甚至不是顶尖之一，而是最顶尖的第一。因此，只要萧何想再创辉煌，像在圣战中那样创建游戏最强大的帮派，也不是没有可能。和你们一起，让你们再背叛我一次吗？可惜萧何被伤得太深了，就算是过了这么长时间，萧何心中的伤痛也没有过去，只是暂时忘记而已。现在见到雷刀，勾起回忆，萧何的心又开始不舒服了。会长，我们也是有苦衷的。雷刀痛苦地蹲在地上，双手抱头，脸色一片悲哀和歉意。你们都有苦衷，可你们有想过我吗？萧何吼出来，吼完转身而去，任凭雷刀在身后如何呼喊，也不再回头。会长，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会继续争取你的原谅。看着萧何远去的背影，雷刀默默发誓。第14章，蛮牛谷。萧何头也不回地走，漫无目的地走到一片荒野，走到一个平缓巨大的山谷，这才停下来。此时萧何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强制自己把刚才的事情忘掉。可是人都有一个特点，知道了一件事，当你强迫自己忘掉这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反而记得越发清晰，越是不想去想，就越是会频繁在头脑中出现。萧何现在就是这样，往事不停在头脑中闪现。哞！萧何听到一声牛叫，抬头一看，竟然来到一个遍布牛怪的山谷，巨大的山谷内全都是牛怪。杀！萧何法杖一点，爆裂火焰就击中不远处的一头蛮牛。哞！蛮牛一低头，两脚向前，轰隆隆地向萧何冲过来。小火球，烈焰焚天，又是2个魔法轰在蛮牛身上。这时蛮牛已经到了萧何面前。萧何一侧身，蛮牛紧贴着萧何的胸口，从身侧窜了过去。萧何一转身，小火球、爆裂火焰还有烈焰焚天3个技能轮番使用，对准蛮牛狂轰滥炸。这时这只蛮牛附近的2只蛮牛也被惊动，轰隆隆地向萧何冲了过来。萧何顿时压力大增。蛮牛是14级怪，主要攻击方式是脚底、冲撞和践踏，3种攻击方式杀伤力都很大。萧何作为法师，血少防低，如果被蛮牛正面攻击到，极容易被秒杀。面对3只蛮牛，萧何打起万分小心，精神高度集中，这也正是萧何希望的，因为这样萧何可以忘记痛苦。
2个小时过后，萧何冲上了11级。这时，郝甜甜呼萧何：“报法，你在什么地方？”朱雀城西门外蛮牛山谷。萧何打开地图，这才发现他现在的位置：朱雀城西蛮牛山谷。等我。说完，郝甜甜关闭通话，根本就不给萧何同意或拒绝的时间。没过20分钟，萧何就看到远处一个美丽的身影风风火火地跑过来，正是分别几个小时的郝甜甜。叮！系统提示：玩家玲珑，请求加入您的队伍。同意？拒绝？这次萧何没有再犹豫，很痛快地同意郝甜甜的请求，组队一起杀蛮牛升级。第一个转职的就是你吧？尽管郝甜甜根据时间、地点推算，在朱雀城第一个转职的就是爆法，不可能是别人了，也不相信别人能超过爆法，可他还是想听萧何亲口承认第一个是他。是我。萧何根本就没打算隐瞒，这和系统公告选择匿名是两回事。系统公告选择匿名是不想让他第一个转职弄得人尽皆知，不想让广告公司、粉丝通过昵称、通过游戏内通信骚扰他。要知道，大型游戏，尤其是这款11个国家联合研制的大型网络游戏，商业的气氛是很浓厚的。在游戏中的知名玩家，尤其是各种排行榜上名次靠前的玩家，会被无数商家选中做产品代言，知名度越高，名次越靠前，代言费用越高，甚至很多高级玩家代言费用不次于影视明星。你转职完就杀蛮牛升级吗？郝甜甜一路走来，遇到已经转职完成的不下6、70个玩家，可是那些玩家都在朱雀城附近选择一些11、12级的怪物练级，而且都是3、5成群组队练级，因为以那些玩家的操作能力、攻击强度，单独一个人就算杀桶等级怪物升级都可能挂掉。可现在看萧何，不仅一个人杀14级的蛮牛怪升级，而且是一个人同时杀几个。郝甜甜到来的时候，刚好看到萧何一个人面对4只蛮牛，在没被蛮牛击中以下的情况下满血击杀蛮牛。这就是普通玩家和萧何这种顶级玩家的区别，不仅简单体现在攻击数值上，更体现在实际操纵上。就算是同样的角色数据，同样的装备，以萧何出神入化的操作能力，照样可以在多个玩家围攻下强行突破，甚至让对方团灭。这人少，没人抢怪。萧何跟了一个几乎让郝甜甜崩溃跌答案，萧何倒是没说错。直到现在为止，蛮牛谷里除了蛮牛怪，就是郝甜甜和萧何，其他玩家还没有实力到这里来杀怪升级。郝甜甜无语，这里当然人少，你以为人人都能像你这样满血同时击杀几只蛮牛怪吗？看到一只蛮牛过来，郝甜甜连忙设置了一个陷阱，这是他转职后的新技能。陷阱-20。郝甜甜用转职后学会的陷阱技能，把一个蛮牛陷进去，可是看到蛮牛头顶飘起的伤害数值，郝甜甜的脸顿时就红了。和萧何的高伤害输出比起来，郝甜甜这点攻击说聊胜于无有点严重，可确实很低。看到自己的伤害输出，郝甜甜很自觉地担负起引怪的角色。萧何的攻击太打击人了，越级杀怪虽然难度大一点，可经验的却十分丰厚。刚过了3个小时，郝甜甜就升了1级。这时候远处已经偶尔有玩家出现，只是暂时还没有人能像萧何2人一样深入蛮牛谷练级。又过了半个小时，正在萧何杀怪的时候，蛮牛谷外面来了一群玩家，8个，全是女性玩家。当然，出于人性化考虑，残障人士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是给予健全游戏角色的，这不算调整。所以游戏中的人物和游戏玩真实人物相差不大，女性就是女性，美女也不会变恐龙。8个女性玩家配合默契，可也只敢在蛮牛谷外围小心翼翼地拉1-2只蛮牛，群起而攻之。萧何抬眼看了一下，领头的女玩家身材高挑，有些熟悉的感觉，但距离远看不清具体细节，萧何也想不起来。大姐，你看那个人，他的攻击好高啊！8个女人就在萧何不远处练级，虽然看不清面貌，让他们辨认不出对方的身份，可在这个距离，蛮牛头顶飘起的红色失血数字还是能看清楚的。就是他攻击一次，比我的几次伤害加起来还要高。8女中一个法师说道，同样是法师，他的伤害输出和萧何是无法比较的。大姐你看，他们2个人，一个是法师，一个是盗贼，竟然没有牧师。8女中有2个牧师，其中一个牧师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呼。在远古世界中，杀怪根本就不会报药水，想要获得药水，只能从玩家药剂师手中购买，或者到系统指定的商店购买，而且价格也十分昂贵，普通玩家就算是背包里有药，也不会轻易使用的。这个时候就显出队伍中牧师的重要性了，加血、补魔、加状态，牧师就成了杀怪、杀 BOSS 的必备职业。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就不会这么奇怪了。你们看那个法师的走位，无论蛮牛有是1只、2只还是3只、4只，那个法师基本上是不会损血或者很少损血的，这说明蛮牛根本就伤不到他。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敢不带牧师在这里练级。蓝妹，你是盗贼，
是我们当中速度最快的，走位最好的，你能做到他这样吗？高挑女玩家问身边的盗贼女玩家。不行，重要的不是他的速度，而是他的意识和精准的判断能力，就是他速度慢上1倍，蛮牛怪也很难伤到他的。盗贼女玩家仔细看了半天，这才充满羡慕和无奈的回答高挑女玩家。意识没培养出来，判断时机不准，速度再快也没用。这时郝甜甜也看到了不远处的八女，仔细看了看，脸上一阵惊喜，跑过去道：婷丝姐姐，是你吗？正在萧何杀蛮牛的时候，听到了郝甜甜惊喜的惊呼，抬头一看，郝甜甜已经跑到那群女玩家身边去了。萧何一阵无语，这可是在组队练级，也就是萧何，换了别人，郝甜甜这么不管不顾的离开，他的队友早被蛮牛爆了。这时郝甜甜已经拉着那个高挑女玩家，把8个女玩家全带到萧何面前，介绍道：爆法，这位是我的好姐姐婷丝，游戏名称冰火玫瑰，还有白玫瑰、红玫瑰、黄玫瑰、蓝玫瑰、绿玫瑰、紫玫瑰和黑玫瑰，整个一个玫瑰家族。听到郝甜甜介绍，看着冰火玫瑰，萧何想起来了，在网游界10大战士排名中只有一个女性玩家，这个女性玩家的名字就叫冰火玫瑰，而且在圣战中，冰火玫瑰也组建了唯一的一个女性玩家公会，发展的也不错。因此萧何对冰火玫瑰还是有几分欣赏的，只是在圣战还没来得及接触，萧何就删号了。后来在其他游戏中，萧何不喜欢和他人交往，成了独来独往的独行侠，就更没有机会接触了。秒杀法神爆法。听到郝甜甜的介绍，冰火玫瑰还有其他7朵玫瑰显然都十分震惊。第15章无限秒杀爆法。这个名字在圣战中是一个传奇，虽然在后来被暗算删号，可他在圣战中创造的辉煌却无人能及，直到圣战结束，远古世界开启，也没有人能超过他的高度。后来在其他游戏中，萧何一直使用爆法这个名字，凭借强大的魔法伤害，频频秒杀超级强者，所向披靡，强大的无可超越的战绩之下，爆法这个名字一度成为法师们的偶像，人送绰号秒杀法神。那都是过去了。萧何眼中闪过一丝痛楚，圣战中兄弟女人的背叛是萧何一生中最大痛，除了痛苦还有恨。爆法就是爆法，别的玩家还在组队杀11、12级的怪，你就能一个人来这里杀14级的怪。白玫瑰崇拜的不得了。婷丝姐，爆法，我们一起练级好不好？郝甜甜提议。萧何略一犹豫，同意了。既然已经和郝甜甜组队了，就不在乎多几个人了，一只羊也是羊，一群羊也是羊。有了8女的加入，萧何杀怪也轻松了许多。萧何伤害输出最高，怪的仇恨都在萧何身上，冰火玫瑰8人尽情攻击，很快就会有一只蛮牛倒下。比起只有萧何、郝甜甜2个人练级，10个人练级的时候，每杀死一只蛮牛，萧何得到的经验少了许多，可相应的杀蛮牛的速度也提升了许多。毕竟有这8个人中有2个战士、2个法师、2个牧师，还有盗贼和弓箭手各一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话有道理。群芳环绕之中，几个小时很快过去，萧何升到了12级，而冰火玫瑰8女也都升了1级，成为11级玩家。郝甜甜也到了11级后期，再有些经验进账，就可以升到12级了。这时蛮牛谷外开始出现3-3两的玩家，显然玩家的实力提升起来了，开始向外发展了。这些玩家中有一群玩家最为引人注目，这群玩家看样子是一个团队，有27人，职业配置合理。在蛮牛谷外观察了一会儿，随后6个战士在前面开路，其他职业紧随其后，杀出一条血路，冲进了蛮牛谷。这27人在萧何10人50米左右的地方停下来，开始杀怪升级。萧何看了看，这些人等级应该都不低，能来到蛮牛谷练级，等级低了也支撑不住。开始，萧何10人和对方井水不犯河水，各杀各的怪，各升各的级，倒也能相安无事。可很快，这个局面就被打破了。你们是怎么回事？明明你那面蛮牛还有很多，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抢怪？郝甜甜怒斥道。2队玩家，萧何一组在左，那27个人的一组在右，2组周围都有不少的蛮牛怪，足够练级。可是这27人边杀怪边移动，很快就距离萧何10人不足10米，这已经足以影响10人练级了。美妞，别生气啊，哥哥们这不是看妹子练级辛苦，来帮妹子了吗？就是看个哥哥这面兵强马壮，妹妹还是别理小白脸，跟哥一起练级吧。就是哥绝对满足你，不论是游戏里还是游戏外。看郝甜甜怒气冲冲的样子，对面20几个人哈哈大笑，阴阳怪气的，嘴里的便宜占个不停。郝甜甜脸色很难看，却也是没办法。美好的事物总是令人向往的，美女是美好事物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同样也会令很多人向往。向往就会想拥有，霸占，可美女是一种稀缺资源，想要霸占稀缺资源，争斗自然是免不了的。争斗有大有小，小争斗血溅3尺，大了就是战争，浮尸百万，因而美女也被称为祸水。
这不是，这27个人的靠近萧何10人的目的太明显了。萧何身边有9个女人，郝甜甜和冰火玫瑰是绝色，美艳无双，其他7女也都是百里挑一的佳人，比郝甜甜和冰火玫瑰差些，也绝对可以称得上美女。有这样几个美女，有人过来口花花毫不奇怪。这时，蓝玫瑰引着2只蛮牛回来了，可是对方的一个名称显示为跑得快的盗贼却跑过来，在一只蛮牛身上刺了2下，顿时蛮牛的仇恨被跑得快拉走，仇恨被拉走。根据系统设定，蛮牛选择跑得快为第一攻击对象，蓝玫瑰引来的2只蛮牛被抢走了1只。你们无耻！郝甜甜火更大了。如果说先前还是只有点过分，口花花一点，现在的抢怪简直就是挑衅，是他们故意欺负人。妹妹，你怎么知道割少颗牙？难道你……哈哈哈！萧何眉头一皱，隐隐有些火气。萧何十分讨厌调戏女玩家的行为，以前在圣战创立皇朝的时候，萧何就曾经颁布过禁令，皇朝成员如果有蓄意调戏女玩家的，是情节轻重，给予开除、杀死掉级，直至杀到0级的惩罚。为此，皇朝创建初期，开除成员过100，调级成员过50，杀到0级的也有7个。轰！最后一个爆裂火焰轰掉蛮牛，萧何一言不发地走向对方的队伍，这让9女和对方小队都愣了一下。轰！萧何来到对方阵营，二话不说就是一个爆裂火焰。你怎么能这样？头顶大哥就是我的名字的战士问道。萧何仔细观察过，一直是这个战士在指挥练级杀怪，换句话说，这个战士就是这20多人的头。刚才萧何来到对方阵营前，二话不说，直接一个爆裂火焰轰在他们正在围杀的一只蛮牛身上，蛮牛直接倒下了，还爆出了一个头盔。直到萧何捡起头盔收起来，玩家大哥就是我才反应过来，厉声质问萧何：大哥，他这是抢怪！大哥，杀了他！大哥，他这是在挑衅我们，爆了他！面对萧何赤裸裸的打脸行为，27个玩家吵嚷起来。尽管他们也看到了萧何杀蛮牛的时候，蛮牛头上巨大的伤害数字，可是在他们心里，他们有27人，27对1，还有什么可怕的？爆法干得好，好样的！看到萧何的行为，郝甜甜高兴了，又蹦又跳的为萧何呐喊助威，就连冰火玫瑰8女也都纷纷喊好，像郝甜甜一样为萧何呐喊助威。看好了，还有一只！萧何法杖一挥，爆裂火焰直奔另外一只蛮牛，也是20多人在围杀的。还抢？大哥，就是我也火了，他们抢别人的怪，在他们看很正常，可轮到别人抢他们，这就难以忍受了。给我杀了他！大哥，就是我彻底火了，下令。顿时2个火球，3箭2箭直奔萧何而来。萧何面色严肃，身形闪动，在7道攻击之间闪躲。负10！不是萧何被击中了，而是萧何伸出手，把手指送到剑尖上，这样系统会判定萧何是被攻击的。系统提示：你受到玩家射死你攻击，你有5分钟反击时间。萧何要的就是这个。萧何既然出头，就没打算放过这些人，当然是能杀多杀就杀多少。可是杀1个人名字就会变黄，杀3个人会直接红名。萧何不想红名，就来抢怪，主动激怒对方，让对方先攻击，萧何反击，杀多少都不会红名。萧何刚失血时，一道治愈光芒落到萧何头上，萧何血顿时就被补满了。是红玫瑰，红玫瑰和白玫瑰是玫瑰8姐妹中的牧师，看到萧何损血，马上发出牧师补血技能治愈。去几个人把那几个女的给我看住了，剩下的跟我报了这个男的。大哥，就是我看到有人给萧何加血，马上吩咐手下的人。牧师在战斗中虽然直接战斗力有限，可是会补血加状态，好牧师会让己方成员战斗力倍增，因而2支队伍战斗的时候会把对方的牧师当作重点照顾对象，能杀就杀，不能杀至少也要干扰。找死！萧何看到一个盗贼向郝甜甜冲过去，回身法杖一指，爆裂火焰。负254，盗贼头顶冒出一个巨大的伤害，挂了。不仅挂了，就连盗贼手中的匕首也爆出来了。萧何也略有意外，出生就有血量100，升10级血量还会提升100，加上转职还有100奖励，盗贼的血量也应该超过300的，可只损失了254的血就被爆了。除了萧何的魔功超强之外，还说明盗贼不是满血。还有谁过来试试，看我能不能秒杀你们？萧何站在郝甜甜9女和对方27人面前，用法杖点指27人。废物，他只有1个人，你们可是有20多个人，上，都给我上！今天谁能爆了他，我就奖励谁精品装备1件。大哥，就是我看到手下们士气不振，马上改用金钱政策，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听到奖励精品装备，对面的玩家看萧何的眼神变了，举起刀剑长弓向萧何围拢了上来。第16章，强势退敌。你以为我们之间的差距是靠你一点赏金就能弥补的吗？
冷冷地看着围上来的对方玩家，萧何一点害怕的意思都没有。绵羊再多再凶也不可能变成老虎，最多宰杀的时候多挥几次刀罢了。最先开始进攻的是弓箭手和法师，这两种都是远程攻击职业，攻击距离上比其他职业有优势。杀！萧何不退反进，迎着射来的魔法和弓箭杀向对方阵营。这不可能！大哥就是我像见了鬼一样，看着萧何在魔法和弓箭雨点般的攻击中闪转腾挪，一下也没中。实际上，这并不是这些玩家配合不好，也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遇到了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这些玩家应该说比较高端的玩家，是比较厉害的了，可是他们遇上的萧何却是顶级玩家，高端和顶级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因而在他们看来密不透风的攻击，在萧何看来还存在着先后、快慢、疏密的差距，抓住这些差距，用快捷精准的身法闪开。可这个差距非常小，绝大多数玩家对这个差距根本就感觉不到，更谈不上抓住了。因而在大哥就是我看来，萧何这种在弓箭和魔法中穿行的能力，简直就是一种游戏 bug， 是不可想象的。萧何穿过前排的战士和盗贼，再穿过中间的弓箭手和法师，直奔敌营后方而去。不好，保护牧师，快！萧何穿过战士阵营的时候，大哥就是我愣了一下，可萧何穿过法师阵营的时候，大哥就是我马上明白，坏了，这是奔他的4个牧师去的，这是要断他的补给。可是晚了，萧何直接冲到牧师面前，近距离爆裂火焰最强攻击。-331，牧师血少放低，速度也慢，在萧何近距离的魔法攻击下，当然躲不开，直接命中。萧何全智力加点，升了2级，攻击力又有不小增长。命中法师之后，直接爆出一个超高伤害，秒杀在线。快拦住他，牧师快跑啊！大哥就是我看到萧何跑向另一个牧师，急了，可急也没用，因为属性点奖励，萧何的速度比盗贼还快，尽管后面追了10几个玩家，却越追越远。至于牧师想逃开萧何的追杀，这就更不可能了，盗贼都没有萧何的速度快，牧师又怎么能跑得了？很快，剩余的牧师就被萧何追上，秒杀。好啊，加油，爆法加油！看到萧何大展神威，精神深入敌后，在20多玩家的包围下，把4个牧师强行爆了。郝甜甜大呼小叫，就像杀死4个牧师的不是萧何，而是他一样兴奋。爆法就是爆法，无论到了那个游戏里，都会将他秒杀法神的神话继续下去。冰火玫瑰看着萧何，眼睛中闪烁着异样的神采。这个时候，大哥就是我也有点后悔了，后悔不该招惹萧何，可是世上有后悔药吗？显然没有。下面轮到你了。萧何法杖一指大哥就是我，冲了上去。马上有3个战士和大哥就是我一起，3个战士在前，大哥就是我在后，向萧何迎了上来。烈焰焚天，萧何计算好提前量，发出魔法，烈焰焚天的烈焰腾起的时候，4个战士恰好冲进腾起的烈焰。-167，-141，-181。烈焰焚天的是群体攻击，攻击力比爆裂火焰差得多，加上战士的防御是所有职业中最强的。萧何的这次魔法攻击虽然正中3个战士，可只让3个战士只是每人掉了100多血，没致命。哈哈，我没挂。刚才萧何接连秒杀盗贼、牧师，让大哥就是我在心里十分害怕，可在这么多人面前，为了不丢脸，他不能表现出一点害怕的神色，只好硬着头皮强撑着冲了上来。眼前火光闪起，大哥就是我紧急刹车，惯性之下，大哥就是我还是向前冲了几步，本以为刹不住了，会冲进火海被秒杀掉级，没想他的运气不错，冲到烈焰焚天边上，都已经感觉到烈焰焚天的热力的时候，刹住了。不，你挂了。萧何像是一条泥鳅，在前面3个战士中间闪了闪，就通过3个战士的堵截，冲到大哥就是我面前。看到大哥就是我欣喜若狂的庆幸没死，萧何冷冰冰的补上一句话，顺便也补上一个爆裂火焰。轰！-505，挂了，爆了。505，是505，怎么会这么高的伤害？震惊的不仅仅是挂了的大哥就是我，郝甜甜和玫瑰八女，乃至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个超高伤害镇住了，这其中也包括萧何自己。萧何清楚，他自身的魔功超过300魔功不可能打这样高的伤害啊！忽然，萧何想起一个可能，是法杖。狮虎法杖，极品，需要等级时，魔法45-45，双倍攻击3%，职业法师可装备。双倍攻击3%，就是这个属性，3%的几率被大哥就是我给撞上了，都是人品不好惹的祸呀！萧何本身魔功超300，双倍就是600以上，打出505伤害完全可能。大哥就是我被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爆了，不仅掉了1级，还爆出一条项链，被萧何随手捡起。森林项链，极品，需要等级时，敏捷加10，智慧加5，力量加15，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显然，这是一个最适合战士佩戴的项链，盗贼用也不错，法师用的效果就有些差了。
当然，这是只有选择的情况下。萧何现在还没有装备项链，当然是有什么带什么，以后有好的再换就是了。萧何随手装备上。我的项链啊！角色死亡，如果不选择复活，游戏人物会在地上躺尸，玩家可以看到之后发生的一切。大哥就是我，当然看到他的项链被爆出去了，可是牧师都已经被杀，不可能原地复活。大哥就是我，大哥就是我。看萧何把他的项链捡走，牙齿咬得咯咯响，可他的游戏人物已经挂了，就是把牙咬碎了，也只能自己疼，也不能让萧何掉一根汗毛。大哥被爆了，看到大哥就是我挂了，有人高兴，高兴的自然是好甜甜九女，也有人愤怒，更多的人是害怕，因为游戏对死亡惩罚严重，挂一次就掉一级，还可能会把身上的装备爆出去。就像大哥就是我爆了一条项链，熟悉大哥就是我的玩家都知道，这条项链是一件紫色装备极品装备，被大哥就是我宝贝的不得了。可现在这根项链被人家爆出来了，他们可不想和大哥就是我一样掉级爆装备。大哥就是我被爆，就有一个盗贼悄悄的向后退，看意思是想跑了。哎，小贼你怎么想跑啊？好甜甜看到有人想跑，马上就喊了出来，有人跑了。大哥就是我的手下们，顺着好甜甜的手指看去，果然有一个盗贼已经脱离战场，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本来就有很多人不想坚持下去，不想掉级，只是有顾忌，谁也不想第一个离开。现在好了，已经有人开头，他们就没有顾忌了，跟着跑就行了。我去把他追回来。一个手持灰色法杖的魔法师说着，转身直追盗贼，以追盗贼的借口走了。我去追他们俩，你们顶住。有一个战士一见，眼珠一转，马上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也追了下去。谁都不是傻子，还能可能不出来这两个人找了个借口跑了。于是第三个、第四个出现了，更是连借口都没换，也追前面的两个人跑下去了。眨眼间20多人除了被萧何杀的几个，就只剩下了5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这5个是不愿意跑的，冲萧何杀了过来。还真有人没跑。萧何挥杖就是一个烈焰焚天，正面最先冲过来的一个展示和一个盗贼中招。趁热打铁，萧何看到2个玩家中招，马上爆裂火焰出手，战士挂了，小火球出手，盗贼也挂了。本来冲过来的是5个人，可看到萧何3下杀死2个玩家，另外3个玩家马上站住，转身就跑。一个战士和一个盗贼还没冲到面前就被杀，这2个一个血厚防高，一个快如闪电，可仍然被杀，而且被杀得放干净利落。这3个人刚才的壮志决心顿时化为一个水泡，不，被风一吹就破了。现在才想跑，晚了。萧何启动速度，迅速追上3人，毫无悬念，3人被打爆，掉级。27对1， 27败。萧何没用任何人的帮助，力挫27人小队，灭杀一半，吓跑一半。在九女钦佩的目光中，萧何回到队伍，10人继续练级。刚才的冲突，蛮牛谷很多练级的玩家都看到了，也被吓到了。一挑27不是从1数到27那么简单，更何况这27人还都是高手，换个人就是让他们1挑1也不一定能挑得过。知道有一个可以1挑27的猛人，众人再没有受到骚扰。爆法，小心！就在这时，郝甜甜指着萧何的身后，脸色大变。第17章，家人有请。萧何闪身躲开，回手就是一个爆裂火焰，然后就是一连串节奏感非常强的攻击，蛮牛挂了。原来刚才郝甜甜提示的是一只蛮牛从萧何背后冲了上来。众人继续练级，萧何达到13级的时候，玫瑰8女有事先走了。郝甜甜升到12级之后也离开了。蛮牛谷只剩下萧何在练级，这不是说蛮牛谷没有别的玩家，而是说萧何一个人单独练级。很快萧何收到下线提示，这是游戏提供的一种人性化服务，玩家上线之前可以设定定时提示，以防因游戏而错过重要的事情。摘下头盔，萧何回归现实。游戏内，萧何是众多法师的偶像，叱咤风云的秒杀法神爆法。游戏外，萧何是一个孤单的宅男，除了游戏，萧何很少出去，游戏几乎是萧何生活的全部。起身活动身体，身体预热之后，萧何开始了每天1次的锻炼。虽然是宅男，可萧何却不是吃了睡睡了吃，除了玩游戏之外，萧何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的。多年坚持下来，萧何身上虽然不能说是肌肉累累，可至少能称得上线条分明。萧何能在游戏内叱咤风云，和萧何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分不开的。锻炼了1个小时，萧何这才放松，冲澡，准备弄些东西吃。这时，萧何的电话响起来，是谁呢？萧何有点意外，作为宅男，萧何的电话很少有人打。你好，那位。虽然说个陌生的号码，萧何想了想，还是接了。爆法，你听不出来我是谁吗？对面传来一个甜美的女声。萧何肯定这个声音他绝对听过。超市收银的那个收银西施？不是。楼下的小餐馆的那个老板的女人，人称餐馆一枝花的小花？也不是。
是谁呢？难道是他？你，玲珑？萧何试探地问道。这个女生和刚才在游戏中那个盗贼玲珑的声音很像，萧何也记得玲珑下线的时候曾经问过他的号码，他当时随口就说出去了。难道真的是他？算你还没忘记本小姐，有空吗？怎么？本小姐今天心情好，给你一个机会和本小姐共进晚餐。不去。在圣战中被女友和兄弟背叛之后，萧何戒心大增，变得更宅，更不愿与人交往了。真的不来？对面的郝甜甜非常意外，他家父亲不说富可敌国，却也是国内有名的富豪，明月集团总裁，加上他貌美如花，追求他的男性如过江之青，说数以千计是有些夸张了，可几百总是有的。只要他略微暗示一下，马上就会出来十几、几十个人邀请他到知名的酒店共进晚餐。可没想到今天心血来潮，第一次邀请别人共进晚餐，竟然被拒了，这让郝甜甜心中很是不服气。不去，那算人家求你行不？郝甜甜眼珠一转，硬的不行改软的，甜腻的声音里糖分直线上升。不去。萧何被郝甜甜的声音弄得麻酥酥的，这声音娇媚嗲，真是让人十分的受用。只是萧何的意志力也不是一般的强大，更何况经过游戏中前女友背叛，萧何对这种声音已经有了几分免疫力。你不来是吧？那好，我到你家去。本来今天郝甜甜的心情就不好，打电话给萧何完全就是抓壮丁，可萧何再三推拒，郝甜甜的大小姐脾气也上来了，今天还非和萧何一起吃饭不可了。停，我去还不成吗？萧何电话差点掉地上。萧何不知道郝甜甜究竟怎么想的，两人从未见过面，就算那在游戏里有点熟，也不用这样吧。萧何不禁有些感慨，这些千金大小姐们脑子还真有点和正常人不一样，说风就是雨的。天海哥，我在门口等你，不见不散，拜拜。说完，郝甜甜不给萧何反悔的机会，直接收线。萧何知道天海阁是一个著名的豪华餐厅，很近，只隔了几条街。可就是这几条街之隔，一个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个是家常便饭温饱度日。萧何出门很快就来到天海阁前，在一辆红色豪华跑车旁，正站着一个绝色美女，不时向路上张望。玲珑！萧何一眼就认出来，这正是游戏中盗贼的玲珑的真人。明眸皓齿，曲线玲珑，比游戏里的毫不逊色，加上换了一身女性装扮，更添几分女性的柔媚。香车美人自然吸引了无数眼球。门口的保安频频向这面张望，路上的行人也屡次回头。萧何过来的时候，正有一个西装革履的家伙，因为回头看郝甜甜太入神，竟然走进了绿化带，还没察觉到被绿化带上的盆栽绊倒，干净的西装被弄得花花绿绿的。这时郝甜甜看到萧何，快步走过来。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郝甜甜巧笑嫣然，伸手抓住萧何的胳膊，就像两人早已熟悉了，而不是仅仅通过游戏刚认识几个小时。不会吧？怎么会这样？难道那男的又是一个另类的纨绔子弟？看郝甜甜等的竟然是个穿戴普通，全身上下的衣服也不值几个信用点的人，周围的眼镜跌落一地。你是玲珑？被郝甜甜的声音抓住胳膊，萧何身子一僵，小手碰触胳膊十分舒服，可萧何有点不习惯。玲珑是我游戏中的名字，我叫郝甜甜，你可以叫我甜甜。你叫什么呢？郝甜甜拉着萧何，在一个服务生的引导下走进3楼一个包间。萧何看着包间内豪华的装饰，萧何不禁有些感慨。他知道天海阁3楼的包间，就算是进来不吃不喝，也有1万信用点的包间费。1万点信用点是多少？300点，足够普通人每餐4菜1汤生活1个月。1000点，足够一个普通人舒舒服服的生活1个月，前提是不能每天吃满汉全席。1万点，足够一个普通人1年的正常生活费用了。落座，服务开始上菜，色香味俱全的几道美食，不多，但都很精致，让人看着就食欲大开。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我随便点了几道菜，你喜欢吗？郝甜甜看菜上来，挥手让服务生退下，包间里只剩下2个人。我这个人不挑食，只要不是太难吃就行。直到现在，萧何还不明白郝甜甜为什么要和他吃饭。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走进一个年轻人和2个保镖。进门，年轻人看了看萧何，皱了皱眉，脸上阴云密布，可转向郝甜甜的时候，却换成一副灿烂的笑脸。甜甜，你可让我好找，总算是功夫不负苦心人，让我在这里找到你了。年轻人一到郝甜甜，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满脸的肥肉，把眼睛都挤成了一条细细的缝，不注意看的人肯定会以为他没睁眼睛。赵耀祖，我说过不许你叫我甜甜，更不许你再跟踪我。郝甜甜眉头一皱，俏脸上寒霜密布，眼中闪过厌恶的神色。甜甜，不许叫我甜甜。郝小姐，我真的没跟踪你，我刚好在隔壁用餐，看到一个身影很像你，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真是你。对于郝甜甜的训斥，
赵耀祖就像没听到一样，仍旧是笑脸如花，仍旧是菊花，只是这个理由实在是强大，强大到让人一听就知道这肯定是假的。好，就算你没跟踪我，现在你人也见到了，可以走了。郝甜甜下了逐客令。萧何能看得出来，郝甜甜和这个突然出现的赵耀祖认识，而且还很熟，不过是十分讨厌的那熟悉。萧何也看得出来，从赵耀祖那几乎眯成一条缝的眼睛中显示出的是贪婪。郝小姐，听说你也在玩远古世界这个游戏，正好我在远古世界中也成立了一个公会，好像远古世界还没爆出公会令牌，你是怎么创建的帮会？赵耀祖还没说完就被郝甜甜的话打断了。我在游戏中已经准备好了人马，只要一打到令牌，公会就会马上成立的。赵耀祖有点尴尬，可赵耀祖的脸上皮下脂肪实在太厚，肉嘟嘟的，俗称就是厚脸皮。郝甜甜如此揭短，赵耀祖竟然只是尴尬了一下就恢复正常，仍然满脸菊花笑。这位朋友有点面生啊。看郝甜甜不理会他，赵耀祖转移目标向萧何走了过来。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会让赵大少你认识呢？萧何冷冷说道，对这种纨绔子弟萧何没有任何好印象，连带着语气也十分的不友好，甚至可以称得上冰冷，十分不给赵耀祖面子。赵耀祖，不许你骚扰我的朋友，你马上给我走。看到赵耀祖转向萧何，郝甜甜脸色巨变。第18章，假戏有点真。郝小姐你误会了，我只是想这位朋友一定也爱玩远古世界，就想互相认识认识，也好以后在游戏里互相关照。赵耀祖深深看了一眼萧何，这才回头对郝甜甜笑着说道，假的。从赵耀祖回头之前的眼神中，萧何分明看到了警告，还有阴狠。他用不着你关照。好，用不着我关照，我先走了。赵耀祖转身从萧何身边经过，俯身低声在萧何耳边说，小子，马上离开甜甜，是癞蛤蟆就不要想吃天鹅肉，否则你会发现天鹅肉还没到嘴，癞蛤蟆就已经被放牧天鹅的人下酒了。我或许是癞蛤蟆，可你永远也当不了放牧天鹅的人。萧何冷笑一声，根本就不在意赵耀祖的警告，这些纨绔子弟自以为是的多了，反而是赵耀祖被萧何的回答气得脸色难看至极。有种，小子，你给我等着。赵耀祖一甩袖子走了。郝小姐，对不起，让赵耀祖闯进来是我们的失职，为表歉意，今天2位的消费全部免单。赵耀祖刚走出去，天海阁的经理马上走进来，额头上的汗水都冒出来了。赵耀祖他惹不起，郝甜甜他更惹不起，幸好没闹出什么事来，否则他这个经理就别当了，直接卷铺盖走人。算了，你们出去。郝甜甜此刻的心情十分糟糕，可他也知道赵耀祖要进来，区区一个酒楼经理是拦不住的，也不敢拦，就是现在把这个经理打死也无济于事，挥手就把经理赶了出去。赵耀祖被郝甜甜赶出来，脸色比暴雨前的天空还要黑很多，在酒楼内的笑脸完全是装出来的，任谁被人像郝甜甜那样呵斥，也不会无动于衷笑脸相迎，更何况是像赵耀祖这样好勇斗狠的纨绔子弟。我让你盯着郝甜甜，怎么他身边出了一个男的，我都不知道。赵耀祖脸色阴沉地问身边的长脸保镖，这个保镖叫赵飞，和赵耀祖同姓，可实际上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是他的心腹，他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这个赵飞安排的。少爷，这个男人绝对是第一次出现在郝小姐身边，这个我敢保证，我的人24小时跟随小姐，小姐的一举一动全在我的掌握之中，如果有意外早就通知大少您了。赵海十分肯定。没有一点线索吗？大少，有一种可能，你也知道郝小姐也在玩远古世界，我们在游戏内也有人全天候跟随小姐，小姐在游戏内接触的人中只有一个男性，游戏名为暴法，是一个很厉害的法师。赵飞猜测道。萧何和大哥就是我冲突，杀死近10人，被萧何杀死的人都会收到系统提示，告知他们是被谁杀死。赵飞的一个手下用信用点脉通这些人中的一个，得到了萧何的游戏名字。你说他就是那个暴法？很有可能。而赵飞的手下已经拿到了萧何的游戏截图，赵飞也看过，基本上可以确定萧何就是暴法。很好，你去安排把暴法杀回0级，不管萧何和暴法是不是一个人，就凭他接近游戏内的甜甜，他就应该被杀回0级。赵耀祖满脸阴郁，今天郝甜甜给他脸色看，萧何也不买他的账，如果不是要在郝甜甜面前维持一个好形象，赵耀祖早就动手了。大少，那个暴法很厉害，如果要杀他，恐怕我们要付出很大代价，这对我们帮会的发展很不利。赵飞道。赵耀祖在游戏内发展帮会可不仅仅是为了玩，而是赵耀祖的父亲赵光宗看到了游戏内的商机，给赵耀祖1亿信用点的资金，让赵耀祖在游戏内做出一番成绩，也好让郝甜甜的父亲郝天祥看到重视。只有让郝天祥看到赵耀祖的成绩，得到郝天祥的肯定，才有希望得到郝甜甜。按我的话去做，少啰嗦。赵耀祖根本听不进赵飞的规劝。今天赵耀祖的面子丢大了，
这个面子他一定要找回来。至于赵飞提醒的，不是他不在乎，而是他更相信金钱的力量，金钱至上，整整1亿信用供赵耀祖挥霍。前期赵耀祖只动用了几百万信用点，就组建了一个帮派，差的就是一块令牌，正式建立帮派了。因而赵耀祖相信，只要有了足够的信用点，萧何不足为惧。对不起，我没想到他会追到这里来。郝甜甜低着头，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不敢看萧何。赵耀祖，明月集团内一个大股东的儿子，也是郝甜甜的追求者。但问题是，郝甜甜根本不喜欢他。为了不使他难堪，郝甜甜私下找个机会和赵耀祖说明了。赵耀祖的反应很奇怪，他和郝甜甜说：“你可以不喜欢我，可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我永远爱你。”赵耀祖的表现让郝甜甜对赵耀祖有了一丝好感，认为赵耀祖真的喜欢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郝甜甜可能真的会最终接受赵耀祖。可就在半年后的一天，有一次酒会的时候，郝甜甜到后花园里乘凉，恰好遇到赵耀祖和他的心腹赵飞在花园里窃窃私语。郝甜甜鬼使神差的悄悄走过去，在花丛的掩护下听赵耀祖和赵飞小声说话。令郝甜甜震惊的是，从赵耀祖的言语中，郝甜甜了解到赵耀祖追求她并不是因为喜欢她，而是因为她是明月集团总裁之女，娶了她就有机会染指他父亲庞大的家产，这是一个阴谋。从那之后，郝甜甜对赵耀祖厌恶至极，再也没有好脸色给赵耀祖。今天郝甜甜刚下线就被赵耀祖纠缠，郝甜甜冷言冷语把赵耀祖赶走之后，心情有点抑郁。本来郝甜甜是想着闺蜜们逛街的，可谁想到是有凑巧，几个闺蜜都有事。郝甜甜无奈之下，这才想起她要了萧何的号码，破天荒的头一次约男生出来，还险些被拒，靠小聪明才把萧何从家里拉出来。可万万没想到，赵耀祖竟然还不死心，竟然追到了9楼。郝甜甜意识到有麻烦了，不是他，而是萧何。以赵耀祖狭窄的心胸，肯定会找萧何的麻烦。郝甜甜对萧何的印象十分不错，不想因误会而失去这个朋友，同时也有点为萧何担心，担心赵耀祖会找萧何的麻烦。这些年郝甜甜新认识的男性朋友，只是说男性，并不是说男朋友都会远远地躲开郝甜甜。郝甜甜十分不解，后来才从闺蜜处了解到，这些人都受了赵耀祖的警告，甚至有一个不服气的被赵耀祖暗中下手，打断3根肋骨，住院住几个月。从那以后，郝甜甜身边的男性朋友就差不多绝迹了。当然8岁向下50岁往上的男性朋友例外，可郝甜甜是青春少女，需要的是同龄的朋友。想到了这些，郝甜甜对赵耀祖越发讨厌，同时也对萧何歉意更深了。既然不是你故意的，算了。萧何很生气，看到赵耀祖进来，他有点被人耍了的感觉，被美女当作挡箭牌，有很多人愿意，可萧何不是这样的人。直到郝甜甜道歉，萧何才知道冤枉了郝甜甜。看萧何不生他的气，郝甜甜心情大好，和萧何继续晚餐，吃得相当愉快。晚餐结束，萧何和郝甜甜一起出了天海阁。谢谢你陪我出来，我很开心，我送你回去好吗？走到豪华跑车旁，郝甜甜打开车门道：“不用了，我自己走回去。”萧何就像是一个不解风情的鲁男子，拒绝了家人的好意。实际上，萧何对郝甜甜也不是没有感觉，只是前女友在游戏中的背叛给萧何的伤害太深了，以至于对郝甜甜的好意，甚至于郝甜甜的情谊，萧何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是该拒绝还是该接受。闭上眼睛，郝甜甜忽然说道，脸上泛起一丝红晕，美人娇羞，让萧何看得也有些发晕。什么？萧何有些傻愣愣的。我要你闭上眼睛。郝甜甜羞急的催促。好。不知道郝甜甜究竟想干什么，可萧何直觉郝甜甜不会害他，就闭上眼睛等待。不，柔柔软软的，还有点温热湿濡的东西在萧何嘴唇上接触了一下，香气充满萧何的心田。萧何猛然睁开眼睛，就看到郝甜甜近在咫尺的俏脸。他吻了我。萧何的大脑有点宕机，这是怎么回事？看到萧何睁开眼睛，郝甜甜就像被惊吓的小兔子，跳开，钻进豪华跑车，启动，迅速远去了。半晌，萧何这才反应过来，郝甜甜主动吻了他，这是在向他示爱吗？可两人只是在游戏中相识，现实中两人还是第一次见面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萧何晕晕地走回家里，还沉浸在郝甜甜意外的一吻中，前女友的背叛，萧何暂时性遗忘了。第19章，蛮牛王。闺房里，郝甜甜的脸火辣辣的，她也不知道是一时冲动还是如何，竟然吻了萧何。郝甜甜不禁问自己，难道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萧何飘飘然地回到家，换衣服，戴头盔，再次进入游戏。进入游戏之前，萧何首先进入论坛看了看，论坛上热闹非凡。而论坛上最火的一个帖子是关于10级以下怪物的资料。在远古世界中，任何怪物都不会有血量显示，其他攻击、防御等资料自然也不会显示，
这一切都靠玩家自己去摸索、去总结。更甚者，在远古世界中，玩家习以为常的药水是不会从怪物爆出来的，需要玩家自己炼制，或者到系统商店高价购买。而这个帖子把10级以下的怪物的资料详细准确地列了出来，就比如新手村外的小兔子，白兔，等级2，攻击0-10，防御10，技能撞击，特殊技能无，说明暂无，非常精确。可惜对萧何没用，因为萧何升级杀怪永远走在别人前面。看完，萧何上线仍旧在蛮牛谷练级，升到14级之前，萧何都不打算换地方了。杀蛮牛，萧何的动作依然精准，走位依然风骚，可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动作失去了灵性，只是机械的拉怪、闪避、魔法。因为此时萧何的头脑中还不时闪过好甜甜嘟着唇的画面。爆法！就在这时，有一个游戏名称要是英雄的人呼叫萧何。萧何有点意外，呼叫对方需要知道对方的游戏名称，可萧何在远古世界中他的朋友不多，好甜甜还有玫瑰八女，剩下的基本就没有了。难道是被杀的豹哥或者大哥就是我这些人透露出去的？谁？萧何决定接听，大不了拉进黑名单。爆法！我禁止你以后接近好甜甜，否则我把你杀回0级。萧何刚接通对话，对面就传来一个嚣张的声音，说话的内容同样嚣张，就好像萧何是他的手下，必须听从他的命令一样。白痴！听声音，萧何已经猜到是谁了。除了在天海阁遇到的赵耀祖，就没别人会有这么狂傲的口气了。萧何直接把赵耀祖拉黑名单，继续练级。他根本就没把赵耀祖的威胁放在心上。哞！萧何正在练级，猛听一声响彻山谷的牛吼，抬头一看，山谷中部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一只金灿灿的蛮牛。这只蛮牛比普通蛮牛高了1倍。蛮牛王！灿烂的阳光洒在蛮牛王身上，金灿灿的，就好像蛮牛王是黄金打造的。快看 ，BOSS 是 BOSS！ 蛮牛王刷出来了！蛮牛王杀 BOSS， 爆装备 ！BOSS 装备，极品装备，金币，我来了！这时候在蛮牛谷里练级的玩家，就算没有100也有8、90，看到14级 BOSS 蛮牛王刷出来，都和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双眼发红。除了蛮牛王，这些玩家眼中已经再容不下别的东西了。萧何看了看这些玩家，不由得一阵冷笑。BOSS 是盛产装备和大量的金币，这是任何游戏玩家都知道的，可前提是玩家有能力杀了 BOSS 才会爆装备和金币，否则就不是 BOSS 给玩家送来装备和金币，而是玩家给 BOSS 送菜了。而现在这些蛮牛谷的玩家就凭他们想杀蛮牛王，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蛮牛王作为14级 BOSS， 据萧何估计，血量至少应该在14万左右，身上的防御至少也应该在150左右。而蛮牛谷里的玩家等级都不低，可也不会很高，等级大都在10到12级之间。12级有12个属性点，就算全部加攻，自身属性带来的攻击也不会超过130，更何况普通玩家加点，平衡为主，不可能像萧何这样全加道义向上，平均自身属性带来的攻击能超过80就不错了。而这些人身上可不会像萧何一样极品装备好几件，这些人身上能有1件紫色装备就是万幸了。这样算下来，这些玩家的综合攻击平均也就在130左右，130的攻击可能根本就不破防。就算是有些玩家的攻击高一些，也就是180左右，超过200的就是极少数了。这样一群没有组织的玩家去打蛮牛王，萧何不抱任何希望。因此萧何并不急，等这些人全被杀或者无奈的放弃的时候，才是萧何收获的时候。哞！蛮牛王仰天怒吼，顿时蛮牛王30米内的蛮牛暴动起来，纷纷主动攻击冲上来的玩家。这就是 BOSS 的统帅能力，能指挥特定距离之内同类怪物进行攻击。牛叫、魔法、剑矢和刀光剑影混合到一起，乱战。萧何摇摇头，这些玩家没希望了，只顾眼红要杀 BOSS， 不顾团队配合，全都是单兵作战，这不是送死吗？不可否认，这些玩家中也有比较厉害的，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有8个玩家冲出重围，冲到蛮牛王面前了。8个玩家当然不会客气，8道攻击几乎同时落到蛮牛王身上。1、8、1、2、15、17、21、29，有2个人只打掉了1点血，这是攻击太弱，不破防，强制性扣血1点。另外6个人攻击有强有弱，可最强的攻击也没让蛮牛王损血超过30点。萧何估计蛮牛王血量应该在14万，就算是一击掉30点血，14万要打多少下？哞！蛮牛王一声怒吼，2只前蹄抬起，重重落下。轰！以蛮牛王为中心，地面一阵剧烈摇晃，8个冲上前的玩家全部中招。萧何认出来蛮牛王的技能是战争践踏，很多游戏中的 BOSS 都会这个技能，强大的群伤技能。323、303、212、278、313、286、356、224，战争践踏一过
8个玩家头上出现8个醒目的红色数字，有4个玩家直接就化作点点白光挂了。挂了的4个有2个法师、1个盗贼和1个弓箭手，都是相对邪少防低的职业。剩下的4个有3个是战士，另外1个是盗贼。不过4个人即使在第一次攻击中幸存下来，处境也不好，因为他们头脑一热，直接冲上来杀 BOSS。牧师没跟上来，背包里也没准备补血药。蛮牛王一低头向前猛冲，蛮牛王的速度比普通蛮牛快得多，眨眼间已经冲到1个战士面前，牛角向上一挑，421，战士顿时挂了。这么大的伤害，别说第一次攻击中已经损血大半，就是满血，这一下也足以把战士给爆了。蛮牛王转身冲向其他3个幸存的玩家，3个玩家这时候也清醒过来，不再头脑乱热，转身就跑。死定了！萧何从蛮牛王的几次动作中已经判断出了蛮牛王的速度比萧何的速度慢不了多少，比这些玩家的速度可快多了。距离这么近，也没有其他玩家协助，3个玩家想跑不可能。果然和萧何判断的一样，3个玩家被蛮牛王一一追上，杀死，8人全灭。这时外围和蛮牛纠缠的玩家已经被蛮牛杀死了50以上，勉强生存下来的20多个玩家也没有心思再打 BOSS， 只求能够冲出蛮牛的包围，练级不易，谁也不想白白掉了1级。更何况死掉的50多个玩家，还有10几个人爆装备了，这样的损失就更大了。萧何此时正在思考怎么拿下蛮牛王，正面抗衡萧何肯定不行，可山谷中可供利用的东西不多，树木稀少，岩石也不多，而且中间的距离也太大了一些，萧何不可能利用树木和岩石做掩护了。想来想去，萧何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可萧何知道必须抓紧时间推倒蛮牛王，因为蛮牛谷刷出一只 BOSS 知道的人太多了， BOSS 的吸引力是无比强大的，这些玩家挂回城之后肯定会呼朋唤友，组织起来打 BOSS。 在这些人回来之前，萧何必须把蛮牛王推倒。没有好办法，萧何最后一咬牙，拼速度和身法，虽然这样很危险，随时可能被蛮牛王挂掉。有了决定，萧何毅然冲进了蛮牛群。萧何冲下去的时候，刚才剩余的10几个玩家也在蛮牛群的疯狂攻击下挂的只剩下了3个，而这3个玩家也是在苦苦支撑，被蛮牛挂掉的结局已经不可避免了，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什么情况？怎么还有人往里冲？难道是高手？没有最白痴，只有更白痴，明知送死还有人往里冲。没想到有人比我还傻。看到萧何从原本安全的地方冲进蛮牛群，还没被挂掉的3个玩家看萧何就像看脑子进水的人。萧何可没时间理会3个人，一路左冲右突，艰难地冲到蛮牛王面前，挥杖就是一个爆裂火焰砸到蛮牛王身上。102。远远看到蛮牛王头顶爆出的伤害数字，还在苦苦支撑的3个玩家大惊，有2个玩家因为分神直接被蛮牛挂掉，剩下的1个也因为分神陷入极大被动，没过半分钟也不上其他2个玩家的后尘。爆裂火焰砸中蛮牛王，萧何看到蛮牛王头顶爆出的伤害之后，转身就跑。某，蛮牛王被萧何激怒了，头一低，2只闪着寒光的利角对准萧何的屁股就轰隆隆的冲了过去。第20章，意外的刺客。萧何跑了，并不是看 BOSS 过于厉害怕了，而是萧何要拉开距离，把 BOSS 当作风筝一样，他在前面跑， BOSS 在后面追，只要保持好风筝线的长度，萧何就可以从容攻击，避免 BOSS 伤害。不仅要避开蛮牛王，还要避开被蛮牛王从周围呼唤过来的蛮牛的攻击，这无疑给萧何增加了不少难度。轰！萧何丢下一个烈焰焚天，继续向前跑。愤怒的蛮牛王眼里只有萧何，直接从烈焰焚天的冲天烈焰中穿过，头顶冒出一个79字样。跑着打着，每当蛮牛王的速度提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的时候，萧何都会急转弯。众所周知，牛在被激怒疯跑的时候，转弯都是很不灵活的。萧何每次转弯的时候，都是蛮牛王速度极高的时候，萧何转弯，蛮牛王也想转弯，可自身庞大的体重加上极高的速度，让蛮牛王不得不继续向前冲了一段，直到30米开外才停下来。而这时萧何已经在蛮牛王身后了，砸上2个爆裂火焰，让蛮牛王掉了200以上的血量。萧何继续跑，被激怒的蛮牛王血红的牛眼中只有萧何，一心想把萧何追上，撞碎、踩碎、嚼碎。好机会！萧何看到2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块2米多高的石块，不知道直接冲过去蛮牛王会不会撞？不试试怎么知道？想到这，萧何速度全开，直冲向2米多高的石块。蛮牛王在萧何身后也速度全开，紧追不舍。就是这个时候，萧何冲到石块面前1米左右的时候，猛然转向，擦着石块从石块边经过。某，萧何转弯过去，蛮牛王当然看到突然出现的石块了，可是晚了。全力冲刺追赶萧何的蛮牛王想要刹住至少要20米以上的距离，可萧何为了让蛮牛王上当，最后时刻刻意减慢速度，让蛮牛王追到身后7、8米的地方，
这么短的距离，蛮牛王肯定刹不住了。轰！地动山摇，碎石纷飞，蛮牛王轰轰烈烈地撞到2米高的石块上，硬生生把石块撞碎。15321，蛮牛王撞碎石块，头顶冒出一个巨大的损血数字。这一撞足足让蛮牛王失去了全部血量的1/10，还多一点。萧何大喜，他打了半个小时，蛮牛王总计损血也不超过这个数字，看来这种办法的确好用。萧何也有点庆幸，幸亏远古世界的系统并没有把蛮牛的智慧提升，否则这个办法肯定不起作用。不过这种方法也只能萧何使用，其他玩家是没办法复制的。为什么？因为使用这种办法需要有比 BOSS 更快的速度，要能跑在 BOSS 前面。萧何也是有了20点敏捷加成才达到这个速度的，这比他目前升级获得的属性点总数还多1半以上，这是其他玩家没有的。另外使用这个方法还需要精准的时机把握能力，过早转弯 BOSS 就不会上当，白白浪费机会，转弯晚了玩家就会撞到石头上，倒是完成了任务，后面的 BOSS 肯定也会撞上来，可问题是玩家被挤在中间挂定了。办法有效，萧何边放风筝一样的拉着蛮牛王四处疯跑，边寻找下一个目标，好让蛮牛王去撞。就是他了。这次萧何选择了一棵树，树干直径有半米多。萧何控制速度，再次让蛮牛王追进身后10米以内，这才启动速度，带着蛮牛王冲向了大树。轰！萧何转弯之后，蛮牛王果然没辜负萧何的期望，狠狠撞向了树干。蛮牛王身高3米多，这么庞大的体型的体重是按吨计算的，全力冲刺起来，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轰然巨响声中，树干直接被蛮牛王拦腰撞折，蛮牛王余力未尽，仍旧带着上半截树冠冲出去3-4米，这才停下。13789，这次损血较上次少，直径半米的树木比2米高的石块阻拦力度小了一些。2次的撞击让萧何肯定一件事，游戏系统赋予蛮牛王的智慧有限，就算上了1次当，第2次的时候还会照样上当，根本就不会识破萧何的计策，这使萧何让蛮牛王撞死的计划得以继续进行。经过这段时间萧何拼杀，加上2次剧烈碰撞，蛮牛王损血近5万，生命损失超过1/3了，胜利已经可以预见。萧何继续引着蛮牛王疯跑的时候，眼角余光看到一道身影一闪即逝，萧何马上意识到有人来了。身影一闪即逝，说明这个人是盗贼。盗贼会隐身，可高速移动，攻击的时候隐身会失效，刚才肯定是盗贼移动位置不小心暴露了一下。萧何暗暗记住盗贼消失的位置，三角形石头几米远处，引着蛮牛王继续疯跑。急转弯，再急转弯，2个急转弯之后，萧何直奔盗贼消失的地方。干掉 BOSS 之前，这个隐身的盗贼必须解决掉，否则干掉 BOSS 之后，这个盗贼肯定会出来捡便宜。萧何看了看盗贼现在隐身的地方，距离一块2米半高的石头不足5米，萧何顿时计上心头。引着蛮牛王，萧何急火火地冲向石头。轰！蛮牛像萧何预料的一样，这撞碎巨石，头上冒出一个16101的损血数字78。就在遭贼藏身的地方出现一个损血数字，盗贼隐身随即失效。系统设定，盗贼隐身之后被攻击，隐身就会失效。这就是萧何的计划，让蛮牛王撞石头，随时肯定会扇面型射了出去。盗贼隐身的地方就在对面，大量的碎石肯定会射中盗贼，只要被碎石击中，盗贼损血倒是其次，重要的是他的隐身肯定会失效。而蛮牛王撞到巨石，按照系统的设定会有短暂的眩晕，萧何要趁着短暂的眩晕期间解决盗贼。不好，盗贼被碎石击中，损血，隐身失效，马上意识到被萧何发现了，从地上弹起来就跑。站住！萧何当然不能让盗贼跑了，马上就追了下去。因为有20点的敏捷，萧何的速度比目前最快的盗贼还要快，眨眼追到盗贼身后，小火球砸过去。136，仓促攻击，萧何的小火球只打中了盗贼的腿。在远古世界中，伤害判定会分部位，击中不同的部位，伤害程度是不一样的。击中四肢，伤害程度就会判定最轻；击中躯干，伤害程度判定就会比四肢重很多。如果能击中胸口、头部、脖子这样的重要部位，系统甚至有可能判定暴击，甚至有些时候会判定致命攻击。因而，萧何击中盗贼腿，并没有给盗贼带来太大伤害。令萧何意外的是，盗贼手中出现一个小瓶，盗贼一仰头，把小瓶中的红色液体灌下去。随后，盗贼头上出现一个绿色的+50字样，萧何知道这代表盗贼血量恢复了50。补血药剂，萧何马上明白，盗贼手中的红色小瓶就是补血药。这也是在远古世界中，萧何第一次见到药剂。和其他游戏补血、补魔药剂泛滥不同，远古世界的药剂十分稀少，而且打怪不会报药剂，就算系统商店有售，也是价格高昂。初级补血剂，补血50，售价5金币，普通玩家用不起。
更何况就是那售价这么高，系统商店仍然在限量销售，想要大部分玩家用得起，只有等玩家药剂师成长起来，炼制出大量的药剂，药剂多了出现竞争，药剂的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可药剂并不是万能的，像这种瞬间补血剂，如果补血量超过玩家总血量的1/10，每分钟限定使用一个，在这1分钟内不能叠加使用同类同等级或更高等级药剂，也就是说，使用了一个瞬间补血50的药剂，在1分钟内就不能再用补血等于或超过50的补血剂，只能用补血更少的了。这时，蛮牛王 BOSS 从后面追了上来，看到 BOSS 追过来，盗贼一阵惊喜，感叹天无绝人之路，只要能撑到 BOSS 缠住萧何，他就能脱身了。萧何快速计算了一下，盗贼2次损血分别是78和136，有补血50，这样盗贼现在损血是164。身为一个盗贼，血量肯定不会很高，萧何肯定这个盗贼血量不会过400，这样萧何就有把握了。二话不说，就是一个小火球砸向盗贼。盗贼大惊，萧何打 BOSS 的时候，他观察了很久，基本上每次伤害都超过100，他的防御可远远不能和 BOSS 相比。萧何这一下要是打中他，以萧何的强悍魔功，他剩下的血肯定会被清空。盗贼极力闪避，萧何笑了，等的就是这个机会。萧何知道盗贼肯定会闪开，小火球只是试探，为的就是让盗贼躲闪，这样萧何趁机再次发动攻击，盗贼就无法闪开了。和萧何预料的一样，这个盗贼果然扇开了小火球。这时候萧何真正攻击到了，轰！爆裂火焰砸在盗贼的肩膀上，爆炸，盗贼顿时被掀飞。肩膀不是要害攻击，可以萧何的超高魔功仍旧打出了208的伤害，盗贼当时就挂了，爆出一把紫色匕首。这时蛮牛王也轰隆隆的冲到萧何身后不足3米的地方。第21章拍卖装备。萧何的速度比蛮牛王快，这是事实，可现在蛮牛王的速度已经提升到了极致，可萧何还没有启动。和现实中一样，远古世界中玩家起跑速度并没不能一下达到最高，而是要经过加速的过程。现在蛮牛王距离萧何只有3米，萧何加速肯定来不及了。萧何选择了向旁边猛地一下窜了出去，108，只是被蛮牛王擦了一下，萧何的血量就少了1/3左右。捡起来的匕首，萧何看也不看，直接塞进背包。这时蛮牛王已经刹住车，转过来再次冲向萧何。萧何挥杖就是一个爆裂火球，也不看命中没有，直接起跑投入到和蛮牛王的战斗中去。紧张的战斗中，1个小时过去了，在过去的1个小时里，平均每10分钟左右，萧何就会设计一次撞车，让蛮牛王这个14级 BOSS 去撞石头、撞树。每一次激烈的碰撞，蛮牛王都会大量损失生命。6次撞车，加上杀盗贼之前的2次，还有萧何自己的攻击，萧何计算已经打掉了蛮牛王近14万的血量。蛮牛王的血应该已经接近底线，随时可能死亡了。这时萧何更加小心，因为很多游戏中都有一个设定，在 BOSS 临近死亡的时候会狂化，攻击力大增，十分危险。轰！萧何的一个爆裂火焰偏了，打在蛮牛王的金色牛角上。37，蛮牛王的金色牛角是蛮牛身上最硬的部分，萧何推测系统判定伤害肯定很低，果然如此。哞！意外的，蛮牛王这次没有愤怒的追上来，而是在原地发出一声沉闷的牛吼。砰！蛮牛王爆了！蛮牛王尸体旁，金币装备在萧何面前爆了一地，金币的光芒，装备的光芒缤纷耀眼。叮！系统提示：您的第一个击杀14级 BOSS 的玩家，系统奖励您获得双倍经验值。不出萧何所料，他又是第一个，这也不枉费萧何费尽力气，独自一人击杀14级 BOSS 蛮牛王的辛苦。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14级。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15级。14级 BOSS 还是双倍经验，让萧何的等级连升2级，达到15级，在等级排行榜上位列榜首。收拾战利品，萧何最先看到的是一把闪烁着金色光辉的锤子，金色的肯定是一把顶级装备。萧何捡起来查看属性，蛮牛战锤顶级，需要等级14，攻击60-60，双倍攻击3%，力量+5，敏捷2，职业战士可装备。这绝对是一把目前为止战士的最高攻武器。如果不是敏捷-2分这个属性减分，蛮牛战锤的排行绝对在狮虎金界之上。就算是有敏捷-2分这个减分项，蛮牛战锤也是一把20级前战士的理想武器。但这个武器萧何用不到，萧何打算过一会儿去城里卖掉，然后兑换成信用点补贴生活支出。除了蛮牛战锤，地上还有9件紫光缭绕的装备，分明是9件极品装备，比蛮牛战锤只差了1级。9件装备分别是一只手镯、一只护膝、一顶帽子、魔力恢复1秒、一个戒指、2只护腕、一张弓箭和一条项链。萧何拿起来仔细检查了一下属性，蛮牛皮帽极品，需要等级14，防御+8，魔防+14，生命恢复1秒，职业法师、牧师可装备。
蛮牛手环极品，需要等级14，血量加100，魔力加100，吸魔1%，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看到蛮牛手环的吸魔1%，萧何一阵欣喜。吸魔属性是指佩戴有吸魔属性装备的玩家对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会把敌人伤害的一部分转化成魔力补充自身消耗。吸魔1%就是把伤害的1%转化成魔力补充自身，伤害输出越大，补充魔力越多。蛮牛手环上另外2个属性，血量和魔力增加，对萧何意义不大，对萧何最有用的也就是这个吸魔1%。蛮牛护膝极品，需要等级14，防御加10，魔防加9，敏捷加1，职业全职业可装备。蛮牛戒指极品，需要等级14，魔法防御加40，体力加10，精神加5，力量加5，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护膝和戒指的属性都不是很好，可萧何没有护膝，戒指也缺一个，凑合用，有好的再换下来。护膝、戒指、护腕、手镯、鞋子这样的装备都是成双的，除了鞋子爆出来必定成双，其他几种装备都是分开的，并不是一爆就是一对一双的，装备的时候也是分开装备，2只可以不一样。另外就是手镯和护腕，鞋子和战靴，护膝和膝铠，这3类装备每一类都有2种，可装备的时候却是互斥的，比如护腕和手镯，如果装备了手镯就不能装备护腕，反之也是一样，另外2种也是同理。剩下其他几件装备属性要么不好，要么就是好但不适合萧何，萧何收起来打算进城卖掉。最后捡起地上的31枚金币、9银币、8铜币，刚收拾完，萧何就看到远处出现密密麻麻的人头，估计应该是被 BOSS 杀掉的玩家不甘心，组织人马来杀 BOSS 了。晚了， BOSS 已经被割推到了，你们连毛都打不到了。萧何大笑一声，反方向急奔而去。等其他玩家到来的时候，只看到狼藉的战场、断树、碎石和已经淡化消失的蛮牛王的尸体。游戏中场景刷新不是实时的，需要间隔一段时间，否则这些人就什么痕迹也看不到了。怎么回事？ BOSS 被谁推倒了？这才不到2个小时，从集合人马到杀 BOSS， 怎么可能这么快？我挂之前看到有一个法师在打 BOSS， 会不会是他？这人正是最后挂的3人中的一个，他看到萧何打蛮牛王，正因为看萧何打 BOSS 分神，才会被蛮牛挂掉。绝不可能，不管什么时候 BOSS 都不可能是一个人能杀的，除非你40级去杀20级 BOSS。 蛮牛谷玩家越聚越多，逐渐聚集了数百人，可是 BOSS 已经被萧何杀死，注定他们只能杀蛮牛，或者干脆无功而返。等 BOSS 刷新是不可能的，新 BOSS 刷新至少间隔10天，而不像普通怪物，只要密度少于一定数值就会加快刷新速度。萧何一路回到朱雀城的时候，朱雀城内已经人满为患了，大街上熙熙攘攘的全部都是玩家。萧何途径中心广场的时候，看到广场内有很多人在摆摊，萧何也找了一块空地摆摊卖装备。精装拍卖，萧何把蛮牛战锤挂了上去，选择竞拍模式。竞拍模式摆摊，玩家可以设置底价、加价幅度和一口价，还有截止时间。底价就是字面意思，最低价；加价幅度就是每次加价的幅度，最小加价幅度是1金币。一口价就是玩家认为满意的价格，可以不填，但只要填了，有玩家愿意出这个价格，就会马上成交。截止时间就是设定一个时间，到这个时间的时候，谁出最高价，谁就买下这个装备。萧何把精装蛮牛战锤放上去，设置底价5000金币，加价幅度500金币，截止时间3小时。精装顶级装备。萧何刚摆好摊，把蛮牛战锤放上，就有人点开商店，看到蛮牛战锤爆强的属性，大呼小叫起来。蛮牛战锤现在等级排行榜第2的装备就是蛮牛战锤，马上就有人认出来，萧何正在出售的竟然是等级排行榜第2，仅次于狮虎金界的顶级装备。哗！广场顿时炸锅了。精装顶级装备目前也只出了2件，狮虎金界和蛮牛战锤是目前游戏中最好的2件装备，可现在竟然有人在这摆摊出售蛮牛战锤，这怎么能不让玩家们沸腾激动？出价6000金币。就在玩家们吵嚷的时候，有玩家一次性加价1000金币。萧何肯定这是一个信用点玩家，所谓信用点玩家，就是游戏过程中消耗的金币不是通过游戏内途径取得，而是通过使用现实的信用点兑换游戏内金币。信用点玩家基本上都是富二代，否则在游戏初期不可能有人拥有这么多金币的。萧何忙打开财富排行榜，发现他的名字早已经不见，财富排行榜第1名拥有金币6000万，出价7000金币。6000金币只维持了不到1分钟，就有人再次加价。幸好摆摊的时候萧何选择隐藏真实容貌，否则今后他在朱雀城内就是名人了。出价8000金币。7000金币仅维持了10秒钟就被新的高价取代。萧何吓了一跳，显然他低估了顶级装备的诱惑力。萧何以为蛮牛战锤能卖上8、9千金币就不错了，最多不过万，
可看现在的增长趋势，肯定不止这个价格，甚至可能会在此基础上翻番。第22章，药剂师，出价9000金币，出价10000金币，出价15000金币，出价16500金币。这时候出价的速度开始慢下来，显然这个价格已经快接近玩家的底线，增长幅度不大了。在萧何看来，14级的精装再好也很快就会过时，不值这样的价格，可谁让信用点玩家根本不在乎钱呢？最终蛮牛战锤被人以19500金币拿下，加上其他几件紫装，萧何这次摆摊收入23500金币。萧何直接把23000金币兑换到和游戏账号绑定的金融卡中，除去手 5% 的续费，净收入21850信用点，大丰收！最起码凭这些信用点，萧何今后2年可以过得舒舒服服的了，前提是不大吃大喝大浪费。接下来萧何打算就职药剂师，这是个辅助生活职业，和法师没有冲突。在论坛上查过就职药剂师的流程，萧何来到城内的张记药店，找到药店内的就职 NPC 张药师。你好，我想成为一名药剂师。萧何和张药师对话，你愿意遵循先贤的遗志，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把药剂师的光辉发扬光大，直至成为药神吗？我愿意。萧何成功就职药剂师。丁，系统提示：玩家爆法开启药剂师就职任务，请选择直接就职药剂师或者接受任务就职。接受任务。丁，系统提示：请选择就职任务难度：普通、困难、噩梦、地狱。直接就职和接任务就职有什么不同？不同难度的任务有什么不同？萧何看到系统提示问道。直接就职需要花费金币学习技能，而且技能等级从0开始。完成任务就职直接奖励技能，还会根据任务难度等级的不同，把技能等级提升到一定程度，并且会根据任务完成情况给予一些随机奖励。张药师解释道。萧何明白了，这叫不劳无获，直接就职最容易，可学技能要交金币，并且技能从最低等级开始，而完成任务就职会奖励技能，高难度任务还会根据任务完成情况随机给予一些奖励。萧何直接点选地狱难度任务，要做就做最有挑战性的任务。丁，系统提示：玩家爆法选择地狱难度任务，请选择具体任务：天山雪莲、高原虫草、长白人参，3个可选地狱难度，没有任何详细介绍，只有名称。萧何直接点选第3个长白人参任务。丁，系统提示：玩家爆法选择地狱级药师就职任务长白人参。丁，系统提示：长白人参任务完成时限10天，任务要求取得长白人参。丁，系统提示：是否马上进入任务副本？接连3个系统提示传来，萧何清楚了任务要求，想了想不需要做特殊准备，马上选择执行。场景变换，萧何来到了一处森林，看玩家日志上的记载，他已经被传送到了任务副本长白山。任务地图中有一点红色特别刺眼，萧何知道这就是任务要求的长白人参所在地。萧何钻进茂密的丛林，直向长白人参进发。哦！刚钻进丛林，萧何面前就窜出一只斑纹大虎，张开血盆大口，满口利牙，寒光闪烁。16级森虎。森虎吼完，身子一拱，猛然窜了出来，在萧何面前凌空扑下。萧何闪身躲过森虎的扑击，法杖一挥就砸过去一个小火球。213。森虎的防御比蛮牛略强，可萧何此时已经升级，也带上一些新装备，魔法攻击力进一步增强。这时萧何头顶出现一个蓝色+2字样，萧何的魔力马上恢复2点。萧何知道这是蛮牛手环发挥作用了，蛮牛手环上有一个吸魔 1% 的属性，刚才伤害输出213点，1%就是2点魔力。被小火球击中，森虎大怒，尾巴一甩就向萧何抽过来。萧何马上后退，森虎的尾巴抽在一截手腕粗的树枝上，小树枝顿时被抽断了。好厉害的攻击力，换个普通15级玩家很难通过森虎这一关，不愧是地狱难度，可惜遇到了萧何这样的怪胎，虽然等级只有15级，可攻击力、速度完全不是15级玩家能够达到的，地狱难度也因此而失效。萧何随手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森虎再次失血。森虎跃转过身来，萧何趁机转到一棵树旁，再次丢过去一个爆裂火焰。就这样，虎来萧何躲，虎去萧何打，反复进行，直到萧何第6个爆裂火焰砸过去的时候，森虎倒下了。萧何由此判断出森虎的血量在1600左右。好在森虎不是群居怪，每杀完一只森虎，要走好久才会遇到另一只森虎。经过3个小时，先后杀死森虎21只。走过森虎领地，萧何来到一个巨大的湖泊面前，湖泊的形状就像是一个鸡蛋，长度超过10公里，宽也有7、8公里左右。湖中心有一个直径1公里左右的小岛，任务地图显示长白山参就在湖心岛上。萧何左转右转，经过几个小时的探索，终于发现除了渡水
竟然没有别的办法进入湖心岛。可水很深，下水之后整个人就在水面以下。在水底行走30秒钟后，系统提示萧何处于窒息状态，持续掉血。萧何算了一下，以他现在的血量，不用1公里，游戏人物就会因窒息而亡。只要游戏人物死亡，地狱级药剂师就职任务就失败了。没有办法，萧何退回岸上，开始寻找其他途径过河。就在这时，萧何看到一群猴子从湖心倒下来，坐上一条条奇怪的小船，向湖岸边行驶过来。萧何仔细看了看，猴子划的小船不过就是5米长的整块树皮，用藤条把两端绑起来就成了船。这倒是个好办法，可萧何不会坐船，因为这毕竟是游戏，制作任何装备都需要技能。萧何想了想，只有夺船了。很快，猴子靠岸了，从船上搬下一串串水果，大呼小叫的纷纷上树，跑进丛林中。而猴子们乘坐的树皮船被猴子们拖到岸上，就放在那里。萧何悄悄地向猴子们靠岸的地方走过去，观察了一会儿，确定没有猴子守候在这里，才出来。这时萧何才近距离看清这些船。说船有些勉强了，根本就是一张不知名巨树的书皮，4米多长，不到2米宽，两边被藤条捆起来，就成了2头略微翘起来的树皮船，十分简陋，肯定不能长距离行驶。不过从岸边到湖心孤岛足够了。萧何把船拖到岸边，跳上去，用猴子们划船的木棒划船，树皮船慢悠悠地划向了湖心孤岛。咔咔，刚行驶离开岸边300米左右，船底传来一阵阵啃咬的声音。萧何低头一看，冷暖汗都冒出来了，船底聚集了数不清的3寸长的小鱼。湖里有鱼并不奇怪，可这些鱼并不是普通的鱼，它们嘴里都长着满嘴锋利的牙齿。萧何仔细想了想，很快就认出来，这些鱼是食人鱼。食人鱼，2级水生怪。刚才奇怪的声音就是食人鱼在啃咬船体，没过3分钟，树皮薄的地方已经出现了细微的孔洞。坏了！如果被这些食人鱼把船咬破了，萧何掉进湖里肯定会窒息而死。掉级倒是小事，任务就失败了，可就没有重来的机会了。萧何爆裂火焰砸下去，炸起一道水柱，飘起一片损血数字，食人鱼挂了10几条。轰轰轰！看到有效，萧何接连不断的轰下去，很快船边就漂浮着几百条食人鱼的尸体。可是船边的食人鱼赶跑了，船底的食人鱼萧何就没有办法了，不可能透过树皮攻击底下的食人鱼。这个时候，船底已经被啃咬出了很多小洞，湖水就像一个个小喷泉喷进船里。晚了，现在做什么都晚了，船已经坏了。就在萧何坐等船毁人亡的时候，船底的食人鱼纷纷逃离，把萧何弄得莫名其妙。萧何仔细观察，这才发现船底扩散出丝丝缕缕的红色，食人鱼遇到这些染红的湖水，就像是耗子见了猫，纷纷躲避。船底的红色液体越来越多，逐渐扩散到整个船底，食人鱼也彻底离开船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寻找红色的液体来源，萧何发现船底有一小堆红色树叶，被湖水浸泡后散发出浓郁的红色汁液。萧何猛然想起来，猴子们划船过河的时候，每只船都有一只猴子，手里拿着一把红色树叶，不时扔向船头。萧何还以为是猴子贪玩，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猴子在驱赶食人鱼。可这个发现有点晚了，船底被食人鱼咬出不少破洞，船舱进水，船内湖水深度已经没过脚面了，只能拼一把了。萧何操起猴子划船的木棒，拼尽全力把船划向湖心孤岛。距离湖心岛1000米，船内湖水淹没了1/3个的小腿。500米，湖水已经到膝盖下面，马上就要淹没到膝盖了。船内300米，船内湖水淹没膝盖，树皮船已经歪了，马上就要沉没。200米，小船全部进水，沉向了湖底，萧何也随之沉入湖底，手中还抓着一把驱赶食人鱼的红色树叶。第23章，长白人参。萧何刚掉进湖水里，数以万计的食人鱼就从围拢过来，要把萧何变成一顿美餐，情势危急。萧何看到食人鱼群，再看看手里的一把红色树叶，心情有点忐忑。事到如今，就看树叶的功效了。入水，红色树叶扩散出一抹红色，红色迅速蔓延，变成一团红色湖水，把萧何完全包裹其中。食人鱼冲过来了，冲到红色湖水附近。显然，食人鱼对红色湖水十分忌惮，冲到红色湖水近前的时候，竟然一个转折绕开了。同时，传来系统提示，萧何处于溺水状态，血量开始缓慢而坚定的掉落。糟糕，必须尽快出水。尽管现实中萧何泳技十分出色，可这是游戏，没学会的技能就不能应用，萧何只好沉下湖底。幸好湖底不是满是淤泥的，萧何踩着泥沙，奋尽全力向岸边冲刺。300、200、100，萧何的血量越来越低，湖岸也可以看到了。50，湖岸已经清晰可见，只是可见距离上岸还是有点远。30，萧何只有29的血量了，
如果不能上岸，死定了。5，萧何距岸边还有30米，可仅剩5点的血量，萧何马上就会血量清空，危险，要挂了。怎么办？萧何发现右面有一棵折断倒在湖中的大树，马上手脚并用的爬过去，爬到树上，把头伸出水面。爬到树上，萧何才发现他的血量仅剩下了唯一的一点，再晚1秒钟，萧何就要调集加任务失败了。小何上岸，盘坐冥想，等待血量和魔力恢复。长白山参在岛上，可萧何接的是地狱级难度，长白山参肯定不会轻易到手，这点萧何十分清楚。血量一点一滴的回升，十分缓慢。空闲时还好，如果是战斗中，缓慢恢复的血量和魔力将成为最致命的地方，这也是萧何选择药剂师的根本原因。成为药剂师就能制造补血剂和补魔剂，需要的时候血量和魔力可以迅速补充。血量和魔力恢复全满，萧何离开岸边，向岛内进发。死！萧何刚走没几步，就从草丛内窜出一条1尺多长的小蛇，射向萧何。小火球！轰！245，毫无意外，小蛇被秒杀了。萧何认出来了，这是5级的竹叶蛇，攻击力不高，却十分麻烦，因为蛇类怪身上大多都会有毒。玩家一旦中毒，就会持续掉血，中毒期间自身回血功能失效，除非使用解毒剂。问题是萧何身上没有解毒剂。有鉴于这种情况，萧何前进的时候更加小心了。很快，萧何就发现另外一条蛇——眼镜蛇。眼灵蛇6级，对萧何来说，6级很容易秒杀。萧何担心的是怪物等级越来越高，刚才还只是5级的竹叶蛇，可现在已经变成了6级的眼镜蛇。再往前走，蛇怪的等级肯定会越来越高。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只蛇 BOSS， 地狱难度果然不简单。黑水蟒15级，果然，萧何一路前进，蛇怪等级也一路升高，从5级的竹叶蛇、6级的眼灵蛇，每级都换一种蛇怪，直到萧何面前出现一条3米多长的黑色大蛇，15级黑水蟒，昂首向萧何吐着蛇信子。杀！2个爆裂火焰，黑水蟒被杀，爆出一颗毒牙，萧何收起来继续前进。如果这座岛让萧何命名，萧何绝对会把这座岛命名为蛇岛或者毒蛇岛，蛇类天堂。因为在这个岛上，除了一些极其稀少的其他怪物，全都是蛇，大蛇、小蛇、红蛇、白蛇，无一不有。杀过黑水蟒之后，萧何一路前行，再没遇到任何一条蛇。萧何有点奇怪了，怎么会没有了呢？按照刚才的规律，越向岛心靠拢，蛇的等级越高，可经过15级黑水蟒之后，怎么会没有了呢？难道……萧何想到一个可能，就是岛心有这些蛇畏惧的存在，让他们只在岛心外围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想到这，萧何越发谨慎起来，能让入量庞大的蛇群畏惧，岛心的怪物肯定非同凡响。可萧何又不能不去，因为任务地图上显示长白人参就在岛心，想完成任务，岛心必去。萧何小心翼翼向前，前面豁然开朗，只剩下绿茸茸的草地，大小树木全部消失。也不是全部消失，在这片草地上只有一株高大的树木，树干直径足有2米，树冠上垂下万条丝绦。不是万条丝绦，赫然是数不清的大小蛇类，挂在树上，看样子至少有几万条，看了就让人头皮发麻。树干之上盘踞着一条比水桶还粗的黑蛇，长度至少100米以上，身体绕树干足足盘了5、6圈。幼黑蛇10级，小黑蛇15级，大黑蛇18级，守护王蛇18级。看到蛇头上显示的名字，萧何就明白了，这棵树上竟然聚居着一个庞大的蛇群。而守护王蛇这条蛇就是守护长白山参的，干掉它就能拿到长白山参，完成任务。不愧是地狱难度的任务，看这条蛇就知道，绝对是只蛇 BOSS。萧何又看了看树上的无数小蛇，有点犯难，数量太多了。仔细研究了半个小时，萧何终于行动了。轰！烈焰焚天！烈焰焚天是群攻魔法，是一个边长3米的正方形火海，持续时间3秒。树干直径2米，烈焰焚天是边长3米正方形。萧何在树根释放烈焰焚天，恰好把整个树干的包进去，看上去就像是有人在树干周围点火，火焰把整个树干都包围起来，熊熊大火烧向蛇群。56、198、201、179，树干之上不知盘踞了多少黑蛇，烈焰焚天烧上去，同时烧伤的蛇竟然有几十条。+2、+2、+2，萧何头上也闪过一连串的蓝色补魔数字，不仅补足了烈焰焚天的消耗的魔力，还多了几倍。这都是吸魔1%的功效，虽然1%有点少，可这次萧何使用的烈焰焚天是群攻，被攻击的对象太多了，这么多黑蛇掉血累加起来的总量肯定过万，1%就是100，而一个烈焰焚天只不过消耗30魔力。嘶嘶！守护王蛇动了，蛇头向萧何伸出来，
盘在树上的蛇身也一点点旋转解开。这时3秒已过，烈焰焚天熄灭，萧何连忙又补上一个烈焰焚天，然后撒腿就跑，开始围绕这棵唯一的大树转圈。守护王蛇看目标跑了，当然不会放过，可守护王蛇这一追不要紧，他刚从树上伸展出来的一截蛇身就又盘到了树上。这也是萧何故意设计的，萧何知道如果被这条守护和蛇下了树，只会数万黑蛇围攻，他的胜算几乎没有。既然如此，萧何只能想个办法，让守护王蛇在树上下不来。于是这个绕树跑计划出炉。绕树跑可不是随便跑，首先要保持烈焰焚天不断不灭，持续攻击。其次要控制好跑动的速度，让守护王蛇跟住他，绝不能比守护王蛇快，快了守护王蛇失去目标，从树上下来，萧何的计划就失败了。也不能比守护王蛇慢，慢了守护王蛇就能解开盘在树上的蛇身。最后肯定会有其他黑蛇从树上下来，萧何必须要在做好以上2条的同时，迅速击杀下树的黑蛇。10分钟过去，几乎每1秒钟都会有一条蛇被烧死，就算是远古世界里怪的爆率极低，可奈何萧何10分钟杀了500-600条黑蛇，树根下积累了一层爆出的装备，闪耀着诱人的光辉。萧何咽了口水，可惜守护王蛇逼得太紧，不时还有2-3条黑蛇从树上下来，萧何手忙脚乱，勉强维持平衡的局面，实在是空不出手来捡起装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捡取时间过去，装备被系统刷走。萧何恶狠狠地看了看盘在树上仅伸出一截7-8米长的头颈，逼得萧何疲于奔命的守护王蛇恨恨地嘀咕：守护王蛇，这一切都要从你身上找回来。跑几步，放个烈焰焚天，杀2条黑蛇，再跑几步。萧何这样机械地重复着，不知过了几个小时，树上的黑蛇明显减少了许多，守护王蛇盘踞的树干部分也被守护王蛇磨掉了一大圈树皮。突然守护王蛇停住了，不再追萧何了。嘶嘶嘶，守护王蛇发出一阵嘶鸣，身上红光闪烁，体型胀大了1倍，蛇眼红光闪烁。叮！系统提示：守护王蛇暴怒，进入狂暴状态，力量正 30%， 速度正 30%， 防御负 30%， 智慧负 30%。 萧何看过远古世界官方论坛提供的一些资料，知道 BOSS 在生命减少到 10% 以下的时候，有一定几率狂暴，以牺牲防御和智慧换取攻击和速度的提升。没想到今天会碰到这种情况。呼！狂暴之后，守护王蛇的速度大增，蛇头闪电般射向萧何，同时喷出一股毒雾，笼罩方圆10米。叮！系统提示：玩家爆发处于中毒状体，损血10点每秒，持续时间30秒。萧何大惊，中毒一次就要损失300的血量，萧何现在的血量才有500左右，挺不过2次中毒。第24章就职药剂师。萧何急跑几步，冲出毒雾笼罩的范围。萧何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看到守护王蛇从树上窜下来，几十米长的尾巴带着呼啸横扫过来，30%的速度增加，果然是比狂暴之前快了许多。啪！不好！萧何一阵急跑，跑进烈焰焚天，闪到树背后。轰！守护王蛇钢鞭一样的粗大蛇尾横扫到树上，树干剧烈震动，树上的黑蛇被震掉下来几十条。萧何连忙转到另一面，出现在守护王蛇后面，狠狠地砸出一个爆裂火焰。轰！235！守护王蛇的防御果然减少了许多。就这样，萧何开始新一轮的重复，烈焰焚天依旧燃烧不止，不过目的却变了，维持烈焰焚天只是为了获得足够的魔力补充，因为要频繁用爆裂火焰砸守护王蛇，魔力自然恢复根本来不及。2个小时后，萧何砸出一颗爆裂火焰。嘶嘶嘶！守护王蛇猛然停下，蛇头高高昂起，发出瘆人的嘶嘶鸣叫，摔倒在地。同时地上五光十色，守护王蛇大爆。萧何最先看到的是一根金光闪闪的人参，赫然就是完成任务的长白人参。还有2颗宝石，这还是在远古世界中萧何第一次爆出宝石。萧何捡起来一看，仔细查看，力量之石，力量加1；智慧之石，智慧加3，是2颗装备强化宝石，在装备强化的时候可以加入，有一定几率把宝石的属性加到装备上。力量之石只有加1的效果，聊胜于无，价值不高，200金币左右。智慧之石有加3的属性，虽然不算太高，可也很难得了，至少应该售价1000金币左右。如果在后期，价格应该会再涨一些。还有一件金装弓箭，金蛇神弓。金蛇神弓顶级，需要等级18，攻击55-55，敏捷加10，精神加5，力量加5。职业弓箭手可装备，这绝对是一件30级之前弓箭手的理想装备。萧何查看了一下装备排行榜，狮虎金戒已经跌到了第5，这也很正常。狮虎金戒属性虽然极好，可等级毕竟太低了，被更高等级的装备超过去很正常，这点萧何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而蛮牛战锤更惨，已经跌到第8的位置了。
不过金蛇神功一出，直接挤到排行榜第2的位置，排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卖一个好价钱吧。萧何就是这样，用得着的装备留下，用不到的都会直接卖掉，以防贬值。蛮牛战锤拍卖竞价到近2万金币，这个金蛇神功比蛮牛战锤属性更好，会卖到多少金币呢？萧何随手收起来，剩下的几件紫装，萧何看了看，基本用不上，连同地上的金币一起收起来。不久前刚拍卖出2万金币，萧何对 BOSS 爆出的几十金币已经没有感觉，数都没数就收起来。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完成地狱级药剂师就职任务，请到张药剂师处交结任务，领取奖励。场景转换，萧何再次来到张记药铺，站在张药剂师面前，取出任务用品长白山餐。能有你这样出色的药剂师，药剂师的光辉一定会被发扬光大。张药剂师说完，萧何身上一阵光芒闪烁。叮！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爆法，就职药剂师。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完成地狱级药剂师就职任务，奖励终极采药术4级，终极制药术4级。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完成地狱级药剂师任务评定，优秀，奖励抽取装备机会1次。系统通告完毕，萧何面前出现一个大转盘，转盘上有一个指针，转盘周围是无数装备图案。萧何在开始按钮上狠狠拍下去，转盘风转起来。过了几秒钟，萧何按下停止按钮，转盘缓缓减速，慢慢的，指针划过一件金色装备，萧何的心微微跳了几下；划过一件3彩装备，萧何的心跳得更厉害了，闪耀着3种颜色的光辉。可是传说级装备特有的现象，以此类推，6种颜色的光辉就是史诗装备，至于最高等级的神器，则有9种光辉。指针慢慢的将要停下来的时候，恰好指向一个闪耀着6种光辉的装备图案，史诗级装备。指针终于停下来了，萧何却叹了口气。指针停下来的位置是一个金色的戒指，顶级装备。叹完气，萧何又高兴起来。以目前玩家的等级，传说以上的装备还很遥远，金装就是顶级了，能抽到一件金色顶级装备，已经是人品大爆发了。人贵在知足常乐，还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呢？萧何拿过抽到的戒指一看，顿时喜上眉梢。有这个属性，甚至比传说装备还要好。药神戒顶级，需要等级时，采药术等级+1，制药术等级+1，制药成功率正10%。30%几率提升药品等级。属性虽然只有4条，可每一条都极其有用的。地狱级就职任务过程虽然辛苦，可采药术和制药术被直接提升到中级，还抽到了顶级戒指，值了。萧何打开属性面板，人物属性栏上果然多出一个药剂师职业，还有采药术和制药术2个技能。同时，萧何还获得初级补血剂药方和初级补魔剂药方。至于更高级的药方，系统不会出售，只能从野外打怪爆出来，或者从其他玩家手中交易获得。萧何再次来到他摆过摊的广场，这里更热闹了。首先，萧何把金蛇神功挂了出去，依然是竞拍，不过起价是1万金币，加价幅度1000金币。有了上次卖蛮牛战锤的经验，萧何这次定的底价更高，排行榜第2的装备就应该有这样的价格。金蛇神功装备排行榜第2，有玩家点开萧何命名金蛇神功的摊位，马上震惊了。不会吧？前天刚有人卖完蛮牛战锤，今天就有人卖金蛇神功，居然真有人这么干！1万金币怎么不去抢？看你就是菜鸟，上次蛮牛战锤可是拍出19500金币的天价，金蛇神功比蛮牛战锤强多了，1万低价只低不高。因为金蛇神功的出现，广场上再次沸腾起来，就连有些正摆摊的玩家都忍不住收摊来凑热闹。萧何的游戏内通讯器也接连响起来，萧何干脆屏蔽了陌生人呼叫提示，卖装备就是卖装备。出价15000金币。萧何有点意外，游戏内有钱人又多了，竟然直接把底价提升了1半，果然是不把钱当钱看。出价18000金币。还没等萧何感慨完毕，价格又被直接提升3000金币。萧何笑了，加吧，加吧，加的越多越好。出价2万金币。这个更狠，萧何考虑以后再有好装备是不是送到拍卖行去，虽然会扣掉一些手续费，可拍卖行人家是职业拍卖的，宣传广告，鼓动买家，绝对会比这样摆摊价格高得多，足以多卖出手续费了。价格一路攀升，直到32000金币才没有人加价。卖完装备收摊，萧何并没有马上离开，就职药剂师了。萧何需要一些药方，或许这里就有。萧何在广场上转悠起来，转来转去，看到有一个摊位招牌上写着药方专卖。萧何点了进去，果然初级补血剂、初级补魔剂、初级毒剂、初级解毒剂，而且每一样都有基本。萧何马上明白了，这个玩家肯定是属于某个帮会的，否则一个人是不可能爆出这么多药方的。可对萧何来说，50的补给量太小了，萧何需要更大补给量的药方。继续向下看，中级补血剂、中级补魔剂。中级药剂的配方只有2种，每一种也只有1本。
显然以目前玩家打怪定等级不到爆出高级配方的等级，就算是终极药方爆出的也很少。萧何看了看，直接把2份终极配方全买了下来。终极补血剂配方1：止血草1份，生金草3份，血红花1朵。功效：瞬间补血150，冷却时间60秒。配方2：止血草3份，生金草1份，血红花1朵。功效：60秒补血300，冷却时间180秒。要求：制药术4级。萧何看了才明白，同种药剂也会分瞬间补血和缓慢补血，只是配方不同，效果也不同罢了。就像是瞬间补血150和缓慢补血300，这个就要看场合了。激烈的战斗中肯定要瞬间补血150的，可平时使用60秒补血300的更划算一些。同样的，初级补魔剂也有2组药方。随后，萧何在摆摊的玩家中凑齐了药方上的药材，准备炼药。游戏里只要很简单，不用像现实一样经过复杂的工艺，只要制药等级足够，激发相应的药方就会出现一个制药窗口，把药方中要求的药材全部放上去，点击开始，以后就是自动的了。成功就会出现药物，失败了就会损失药材。萧何首先炼制的是一组终极补血剂。萧何点开终极补血剂药方，出现制药界面，把止血草、生金草和血红花放上去，点击开始制药。窗口中的3种药材马上被一个漩涡吞没、搅碎。炼药倒计时开始，9、8、7。第25章冲突再现。看着倒计时即将结束，萧何虽然不紧张，却也很希望这次制药成功。开门红是每个人都希望的。3、2、1，制药结束。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制药终极补血剂成功，获得终极补血剂1组。萧何连忙打开背包，果然里面有一个终极补血剂，金9分的物品。药剂如果是成组的，每一组就是9个单体。萧何连忙查看终极补血剂的属性。终极补血剂金，瞬间补血200，冷却时间45秒，职业全职业可以使用。萧何大喜，终极补血剂基本属性是瞬间补血150，冷却时间60秒，可现在是瞬间补血200，冷却时间45秒，这分明是萧何制药之前带上的药神戒起作用了。别忘了药神戒上有 30% 几率提升药品等级的属性，终极补血剂品质提升，变成了精品终极补血剂。不仅制药成功，还同时激发了药神戒品质上升的属性。萧何博了个开门红，而且还是大红。萧何继续炼制了28组终极补血剂，2组失败，其中9组激发了药神戒 30% 几率提升药品等级。属性变成瞬间补血200，冷却时间45秒的终极补血剂，剩余4组的属性正常。接下来是终极补魔剂，倒计时结束之后，制药成功，同样给萧何来了一个惊喜，品质提升变成精品补魔剂。终极补魔剂金，瞬间补魔200，冷却时间45秒，职业全职业可以使用。终极补魔剂金，60秒补魔400，冷却时间135秒，职业全职业可以使用。终极补魔剂小盒2种，每种炼制了42组，瞬间和缓慢各凑齐了9组。萧何这才结束了炼药，把其中品质没有提升的终极补血剂和终极补魔剂直接甩给一个摆摊求购药剂的玩家，拍拍手走人。萧何只留下了获得品质提升的药物，要用就用最好的，哥们不用的次品才卖掉。琐事处理完毕，萧何出城练级。地狱级药剂师就职任务收获不少，可有一点令萧何有点遗憾，就是这个任务没有任何经验，杀了许多怪，等级一点也没有提升。萧何查看过等级榜，虽然他还是第1位，可第2位距离已经很近了。萧何决定出城练级，不是一定要争这个第1位，但升级绝不能被拉到后面。萧何出城的时候，远远看到一个盗贼一闪而逝，觉得有些眼熟，可想不出来在什么地方见过。想不起来就不想了，萧何继续赶路。站住，前面的人给我站住！可是没过多久，萧何后面的大路上就一阵人声嘈杂，冲上来一群玩家，在萧何面前一字排开，挡住了萧何的去路，态度十分恶劣，显然是来找麻烦的。是你？看到这群人中有一个熟悉的盗贼，萧何猛然想，这个盗贼他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了。这个盗贼正是萧何杀蛮牛王推倒 BOSS 之前遇到的那个隐藏的盗贼。萧何当时怀疑他不怀好意，设计蛮牛撞碎巨石，把这个盗贼给揪了出来，然后3下2下给爆了，还爆出了一把紫装极品匕首。看到这个盗贼，萧何就知道今天无法善了。可人多又怎么样？萧何在此之前经历过几场厮杀，那一场不是敌众我寡的情景，那一场不是以少胜多。萧何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爆法，还我匕首来！盗贼怒气冲冲讨还匕首。萧何还真不知道这个盗贼的名字。杀蛮牛王 BOSS 的时候是萧何首先动手的，这种情况下系统不会通报给萧何对方的姓名，只有被杀的时候系统才会通报你被玩家某某杀害，可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在萧何身上的。晚了？怎么晚了？卖了！萧何真把匕首卖了，
推倒蛮牛王，萧何就回城拍卖蛮牛战锤，捡来的匕首萧何用不上，直接就挂了个合适的价格。在蛮牛战锤拍卖结束的时候，被人给买走了，想嗨也没有。那是我的匕首，你怎么能卖掉？听到紫装匕首被卖了，盗贼真的急了，那是他身上最好的装备，我的战利品，我想怎么处置还要问问你吗？萧何不屑道。这时，盗贼身后走出一个战士，直接向萧何开口道：报法，我不跟你啰嗦，今天找你有2件事。第一件，禁止你以后和玲珑接触，否则我们就把你杀到0级，让你彻底退出游戏。第二件，赔偿极品匕首，2把紫装或者5000金币，你自己选。萧何差点乐了，这个战士也太自以为是了，不仅限制他在游戏内的行为，还要赔偿盗贼的匕首，这简直就是笑话。远古世界官方都没禁止的事情，他们凭什么禁止？萧何就当没听见。猛然间，萧何想起曾经接到过一个游戏名称《药师英雄》，就是现实中的药师英雄的警告通话。通话之后，盗贼才出现，难道这些都是他的人？你们是药师英雄的手下？不错，怕了吧？晚了，现在条件又变了。第一条，见到玲珑你要退避3舍；第二条，要赔偿3件属性好的紫装或者1万金币，你自己选。看到萧何惊讶的样子，战士以为萧何知道他们是照耀组的人，怕了，条件马上更苛刻起来。药师英雄的手下，好，很好，这个一定要赔偿，不过是你们赔偿我的损失。萧何法杖一点，爆裂火焰飞出，直接命中站在萧何面前不足5米，正在那耀武扬威、毫无防备的战士。581，可能是战士的人品够差，狮虎法杖的双倍攻击3%属性被激发，直接打掉战士近600的血量。以目前的玩家等级，这个伤害足以爆掉任何玩家，这个战士也没能例外。战士挂了，更悲催的是，战士不仅被挂掉了1级，他的紫装战刀也被爆出来了。你爆了队长！盗贼大惊。刚才萧何没表现出一点开战的迹象，可突然间发难，直接挂了战士，而且是1击秒杀血后防高的战士，这让盗贼的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表现有点呆滞。对，接下来就是你了。萧何法杖连点，烈焰焚天和爆裂火焰先后施展。对方有32个人，就算是被杀了1个战士，还有31个，以寡敌众。萧何选择先下手为强，烈焰焚天直接笼罩了8个人进去，每个人都掉了近200的血。爆裂火焰是攻击盗贼的，直接命中盗贼身体，毫无意外的，盗贼再次被爆，第2次挂在萧何手上。爆法，我们可是药师公会成员，你如果杀了我们，会长药师英雄和800会员绝对饶不了你。看萧何干净利落的连杀2人，剩下的30玩家有点打退堂鼓了，谁也不想白白掉1级，威胁的手段都涌上来了。饶不了我，我还饶不了你们呢。萧何冷笑，烈焰焚天和爆裂火焰狂轰滥炸，不过片刻，再次有7个玩家被萧何爆掉，剩下的就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全部退后，远远的把萧何围起来。这时，外围吸引了一大批看热闹的玩家，人多数还是喜欢看热闹的。看，有玩家在群 PK 啊？不像，我怎么看像是有一个玩家在被追杀？你什么眼神？我看像是一个玩家在追杀一群玩家，那群玩家真是太差劲了。周围的玩家看到萧何连杀10几个玩家，把剩下20多个玩家逼得不敢靠前，顿时议论纷纷。他红名了，有玩家喊道。萧何低头看了看，果然身上红光闪烁，这是系统对主动杀玩家2人以上的惩罚，红名状态。红名状态下被杀掉1级不会变，可装备爆出几率会大大增加，而且杀红名玩家不会有系统惩罚。萧何发现事情有点不妙，看到他红名，路过的玩家渐渐围了上来，有浑水摸鱼的意思。这也正常，看热闹的玩家不是傻子，萧何能够单枪匹马击杀10几个玩家，身上的装备肯定不错。萧何又是在红名状态下杀了，更容易爆出装备，杀人爆装备，这在游戏中再正常不过了。萧何大概扫了一眼，这时候聚集起来的玩家数量已经过100了，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不行，不能恋战，要尽快突围了，否则被几百玩家围上，麻烦就大了。想到这，萧何大吼一声：杀！爆裂火焰、烈焰焚天以最快的速度施展，战场上顿时火光四射，爆响连连，眨眼间萧何连爆5人。萧何如此凶猛的进攻，让拦住萧何的药师公会玩家连忙躲避，以免被杀。等的就是这个机会，萧何看拦住他的药师公会玩家闪开，露出一个防御空档，闪电般冲了过去。不好，他要跑了，拦住他！看萧何直接冲出包围圈，药师公会的玩家反应过来了，可萧何根本不给他们机会，凭借速度优势迅速拉开距离，让药师公会玩家和看热闹的玩家越追越远，越追越远，眼看萧何就脱离这些玩家的视线了。第26章，药师围杀。就在萧何即将脱离众人视线，彻底摆脱追杀的时候，萧何前面出现了一大群不明身份的玩家，是敌人还是路人？萧何顿时警惕起来，把冲刺的方向变了变，
想从这些玩家身边冲过去。如果是路人，最多好奇的张望一下，肯定不会阻拦萧何。可如果是敌人，果然事情往最坏的方向发展。萧何冲过去的时候，这群玩家竟然散开，挡住萧何的去路。敌人，萧何确定了。前面已经说过，远古世界中玩家的容貌是现实中的真人略加改动而成，很容易辨认。这些玩家簇拥在中间的那个装备的最好，装备视觉效果全开的玩家，萧何一眼就认出是照耀组。装备视觉效果是指装备闪耀的光辉和装备图案特殊的效果。在装备的时候，可以选择隐藏这些视觉效果，可以不隐藏。视觉效果全开的装备看起来很华丽。在几个战士玩家的保护下，照耀组在萧何对面10米左右的地方站住，笑眯眯的。果然是你！照耀组也是一肚子火，警告萧何，被萧何拉了黑名单，监视萧何的盗贼被爆，派去围剿萧何的工会成员更差劲，30多个人，不仅被杀了1/3还多，还让萧何给跑了。现实中他也在查萧何的身份，可好甜甜不透露，在一个人口几百万的城市中找一个人太难了，尤其是照耀组还不知道萧何的名字，找起来就更难了。这才让照耀组打定主意，要先在游戏中报复，现实中慢慢追查。不错，就是我。萧何吞了一个终极补魔剂，补满魔力，看情况接下来可能就是一场恶战。前面被照耀组拦住了，后面还有10几个追兵和200-300看热闹的玩家马上就要赶来，而且这些玩家也不单纯是看热闹，他们眼馋萧何身上的装备，随时会变成敌人，落井下石的在背后捅萧何一刀。我给你的警告，难道你没听到？听到了又怎么样？听到了你就应该听话，按我说的办，否则我会见你一次杀一次，把你杀到0级，直到你删号为止。此时后面的追兵已经到了，和照耀组会合。耀世工会成员突破100人，加上看热闹的200多人，萧何被超过300人包围。尽管这其中大部分是看热闹的玩家，可看热闹的玩家一样危险。废物，你们还有脸回来见我？30多个人杀一个都杀不死，还让人家杀了10几个，我养你们有什么用？看到汇合过来的截杀萧何的手下，照耀组气不打一处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会长，我们不用说了，我现在有事，等回去再处理你们。你说的没错，他们就是废物，凭他们你想杀我到0级，简直是做梦。萧何看到照耀组训斥手下，心说这个纨绔子弟简直就是白痴，根本不懂给手下留一点面子，当着数百人的面就肆意谩骂苛责属下，这简直就是在逼手下人反水，即使现在不反也会留下祸根。不过萧何倒是不介意推一把，随声附和了一句。随后萧何开始琢磨如何脱身，可想要在几百人的包围中脱身，谈何容易？尤其是萧何现在是大红名，浑身极品装备，简直是一块大肥肉，谁见了都想狠狠咬一口下来。用不着你帮我说，来人，把他给我杀回0级。照耀组一摆手，身后就冲出10个战士来，战士身后又出现10个法师和10个弓箭手，随后跟出来的是5个牧师，还有几个高级盗贼。萧何一看就警惕起来，这10个战士身上的装备效果也是全开的，几乎全身都是紫色的极品装备，其中有一个战士手中的大锤赫然就是萧何卖出的蛮牛战锤，另外2个战士手中的武器也是金色顶级装备。法师、弓箭手身上的装备也十分不错，紫装颇多，整体配合也不错，显然这才是耀世工会的精锐。看阵势，这些人是把萧何当做一个 BOSS 来对待了，而不是一场简单的 PK。 在战士的肉盾掩护下，法师和弓箭手开始发威，爆裂火焰，箭矢纷纷砸向了萧何。萧何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这些人的装备都不错，不管战斗意识如何，最少攻击力是不差的。萧何猛然前冲，在魔法和箭矢的空隙间穿行，付出中了一箭的代价，冲到了前方10个战士面前。烈焰焚天直接笼罩了5个战士，5个战士纷纷掉血。可令萧何吃惊的场景出现了，5个战士每人拿出一个中心不懈剂，喝掉，每人血量恢复了加150。战士血厚防高，装备精良，加上烈焰焚天是群攻魔法，单体伤害不高，萧何没能一下秒杀战士，只是损血不少。可每个战士灌下一个终极不懈剂，就把萧何给他们的损血补回了2/3。哼！萧何一闪身，从战士中间的空隙强行穿过，眨眼间冲进了法师、弓箭手梯队。爆裂火焰353，直接秒杀一个弓箭手。战士，快把他给我堵住！你们干什么吃的？10个防1个，还把他放进来了。照耀组看萧何冲过战士的堵截，马上就斥责起战士来。还有法师、弓箭手，你们的准头都哪里去了？怎么就打不中呢？最前面的10个战士也很郁闷，这是什么法师？速度比盗贼还快，让战士拦截盗贼，比速度，这不是开玩笑吗？弓箭手和法师更郁闷，人家走位好，闪得快，打不中能怪我们吗？可照耀组是他们的老板，无论照耀组怎么不对，照耀组的命令他们必须听从，否则后果很严重。于是10个战士一转身，
直奔在屠杀法师、弓箭手的萧何。此时萧何大展神威，抢先向血少防堤的职业下手，转瞬间连爆3个弓箭手，堪称战绩卓著。看到赵耀祖在后面乱指挥，萧何乐了。经过赵耀祖的一通指挥，本来还有点秩序的群体围攻被弄得乱成一团，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来，让萧何浑水摸鱼，接连杀了2个盗贼和1个牧师。这时萧何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有点疯狂的主意，杀了赵耀祖，这些人就不会用心阻拦我了吧。想到这，萧何观察了一下，赵耀祖身边有2个战士，2个牧师，始终贴身保护，不会轻离半步。除此之外，战斗开始后，赵耀祖已经撤到药师公会成员的中心地带，想要杀赵耀祖就要更深入。这时手持蛮牛战锤的战士一锤砸了过来，萧何闪身到1个牧师身后。很多游戏中组队之后，同组成员是不能互相伤害的，可远古世界为了追求真实，不管是同组还是敌人，只要被攻击就有伤害，只是同组之间误伤不会算作 PK， 即使是误杀也不会红名。拿蛮牛战锤的战士当然知道这个，看萧何卡位到牧师身后，为避免误杀牧师，把蛮牛战锤偏向别处。萧何乘机一个烈焰焚天，把战士和牧师都笼罩进来，然后对战士就是一个爆裂火焰。受萧何2次攻击，战士掉血超过600，当场被爆。曾经装备排行榜第2的蛮牛战锤爆了出来。牧师一见大惊，他知道这把蛮牛战锤是工会花大价钱买回来的，伸手就想把蛮牛战锤捡起来。萧何当然不会让他如愿，一个小火球把牧师挂了。其他人也看到了这种情况，魔法、弓箭等远程攻击纷纷砸过来，阻止萧何。萧何灌下一支终极不懈技，挨了1剑和1个爆裂火焰，把蛮牛战锤抢先捡起来，损血超过1半。猛人啊！于万马军中抢蛮牛战锤，这个我录下来了，马上就发到论坛上去。我也录下来了，同发。看到萧何大展神威，在数十高级玩家围攻下杀人抢装备，看热闹的玩家兴奋了，恨不得萧何就是他自己。可他们也知道这不可能，于是就把萧何的游戏视频录下来，发到论坛上过瘾。杀！给我杀了他！我要把他杀回0级，杀到他删号为止。看到蛮牛战锤被爆，被萧何强行抢走，赵耀祖气的都快冒烟了，让一个法师在他公会100多人的围攻下，不仅杀人还抢装备，这简直就是在打他的脸。赵耀祖明白，如果今天不能把萧何爆了，明天他们公会就会成为朱雀城乃至整个游戏的笑料。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谁能杀了爆法，奖励20级职业金装1件，协助挂了爆法的，奖励20级职业紫装1件。赵耀祖也不是傻子，知道只有这点还不行，因此开出一个绝大多数玩家无法拒绝的诱惑。如果说玩家们刚才不得不堵截萧何是应付，现在就是发自内心的悍不畏死。要是英雄，受死吧！这时萧何左冲右突，已经冲到可以攻击赵耀祖的距离，烈焰焚天出，保护会长，快！赵耀祖被攻击，他的2个贴身战士保镖向萧何冲了过来。第27章，手杀纨绔。2个战士冲上来的同时，2个几乎站在一起的牧师身陷火海，头顶同时飘起2个血红刺眼的损血数字：233、219。声东击西。萧何知道，身为信用点玩家，赵耀祖的战斗力可能不行，可一身极品装备的辅助下，血厚防高是肯定的。萧何不可能秒杀赵耀祖，只要不能秒杀，赵耀祖身边跟的2个牧师会马上把血加回来。因此，萧何玩了个声东击西，嘴里喊着赵耀祖，攻击却直奔赵耀祖身后的2个牧师。2个牧师都是法系职业，血少防低，如果不是萧何用的是烈焰焚天，单体攻击力并不很强，2个牧师就被秒了。可就算是这样，2个牧师也损血大半，只要萧何再补上一下，2个都要挂。先挂牧师，再杀赵耀祖，这就是萧何的计划。损血超过200，2个牧师急了，连忙挥动法杖就要给自身加血。可萧何的动作更快一些，爆裂火焰和小火球，每人1个，2个牧师几乎同时被挂掉。直到这时，2个战士保镖才冲到萧何身边。萧何在自己面前放了一个烈焰焚天，火光冲天而起。同时，萧何向右几步，绕过烈焰焚天，直冲向赵耀祖而去。上当了！2个战士保镖冲过烈焰焚天，不仅掉血不少，还没发现萧何。2人再回头一看，萧何已经绕过他们，冲向身后的赵耀祖了。2人意识到上当了，萧何利用烈焰焚天的火光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让他们看不到萧何的动作，成功瞒天过海，冲过2人的堵截。萧何冲过2个战士，速度全开，2个战士只能望萧何兴叹，法师的速度比盗贼还快，怎么追啊？萧何冲过2个战士，法杖点指，对着慌忙后退的赵耀祖就是一个爆裂火焰。133。果然，赵耀祖身上的防御十分强悍，以萧何强悍的魔功，也只能打出153点的伤害。赵耀祖马上掏出一个终极补血技，喝下加150。萧何笑了，不怕你喝药，在远古世界，
为了防止喝药成为打不死的小强，对药物做了限制，不仅出售价格高昂，单位时间内用药数量更是受限。像赵耀祖刚用掉的瞬间补血150的终极不懈剂，每隔1分钟才能用一个。萧何有信心1分钟内挂掉赵耀祖。砰！萧何又砸过去一个小火球，赵耀祖闪身，没躲开，小火球击中赵耀祖肩膀，损血101。这时2个战士保镖跑回来了，一剑一刀恶狠狠砸向萧何。这时候萧何的主要目的就是击杀赵耀祖，制造混乱脱身，因而对2个战士的进攻，萧何闪身躲开，启动速度和2个战士保镖拉开距离，对着赵耀祖又是一个爆裂火焰。砰！赵耀祖身边一个盗贼挺身而出，正撞上爆裂火焰，342，盗贼直接被秒。好，做得好，回去奖励你1件20级职业紫装。赵耀祖被盗贼舍身相救，没挂，心情大好的许下承诺。可接下来的攻击就没人能挡了，烈焰焚天，群体魔法攻击，只要在范围内，全部都要掉血。看到萧何无人能挡，赵耀祖转身就跑，钻向药师公会成员密集处。这样萧何的单体攻击不能用了，好在烈焰焚天能用，而且不会被挡掉。每次烈焰焚天虽然只能带走赵耀祖不足100点血，可比起打 BOSS 这个要快多了。萧何一路紧追不舍，期间再次挂掉2个法师、1个战士、2个盗贼和3个牧师。当放到第7个烈焰焚天的时候，才过了50几秒。赵耀祖不能使用不血技，混乱状态下也没人给他加血，挺不住，挂了。赵耀祖挂了，爆出一个项链，萧何一把抄在手里，转身就跑。赵耀祖挂了，药师公会的人顿时就乱了。趁乱，萧何马力全开，开动最大速度突围而出，期间斩杀5个想浑水摸鱼的看热闹的玩家。我没做梦吧？一个法师挑了一个有100多人的公会，还把公会长给杀了。你掐我一下看我做梦没？垃圾公会，连一个法师都奈何不了，干脆解散算了。不用解散，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令牌被爆出来，没有令牌就不会有正式公会，他们这个公会只是玩家的私下组织的，系统不承认的。萧何突围而出，而且是在击杀公会长之后强势突围而出，这让看热闹的玩家跌碎了一地眼镜。跑了半小时，萧何确定再没有玩家跟上来，这才松了一口气。刚才的战斗时间短，只有10分钟，可是战斗激烈程度太强了，身处100人围攻之下，萧何必须时刻绷紧神经，躲避每一次攻击，否则只要同时挨上2、3下，作为血少防低的法师成员，萧何就麻烦了。因此，尽管时间短，萧何的精力损耗十分严重。萧何坐在一块石头上，开始检视战利品。紫色极品战刀1把，蛮牛战锤1柄，和赵耀祖爆出的项链1条。蛮牛战锤没什么好看的，就是萧何卖掉的。萧何直接收回背包，查看战刀属性。雷霆战刀极品，需要等级13，攻击40-40，敏捷+5，精神+3，力量+5，职业战士可装备。属性还不错，就是等级低了一点，才13级，如果不尽快卖掉，很快就会被淘汰了。萧何收起来，继续查看最后一件装备，是赵耀祖爆出来的金色项链，也是萧何抱最大的希望的装备。闪灵项链顶级，需要等级15，伤害豁免30%，智慧+3，敏捷+5，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作为一件精装，项链的后面2个属性加的有点少，可前面的伤害豁免30%太惊人了。伤害豁免不是受到某种攻击减少，而是指任何情况造成的损血都会豁免掉相应的数值。伤害豁免30%，就是不管任何方式掉血都会少掉30%。难怪爆裂火焰只能打掉赵耀祖133的血量，原来赵耀祖不仅血后防高，还有这样一条豁免项链，爆掉了赵耀祖可是要心疼死了。伤害豁免30%的项链，越到后期越值钱，是永不过时类型装备。萧何马上把它列为非卖品。萧何看了看自己现在佩戴的森林项链，森林项链极品，需要等级10，敏捷+10，智慧+5，力量+15，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果断的换下来，把闪灵项链戴上。虽然力量大幅度减少，可别忘了萧何是法师，不是拿法杖敲人，力量属性点对萧何影非常小。除此之外，就是速度和魔攻有少量减少，不过萧何认为值。萧何虽然身法灵活，却不能保证不会被攻击到，关键时刻伤害豁免30%就能救一条命，损失一点点攻击和速度，装备更新就会加回来的。整理好装备，萧何考虑了一下，决定去练级。洗刷红名就是把红名点减少到0。红名点，非反击状态下主动杀死一个玩家记忆点。萧何查看属性面板上的红名点，竟然只有5个点。实际上，萧何杀死的玩家是5的几倍，可并不是萧何杀人就增加红名点。反击的判定有2点要素，第一点，以首先攻击甲；第二点，以击中甲。2点都满足，称为防守反击。甲杀了乙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不会红名。满足第一点，不满足第二点，
称为挑衅反击，假杀了乙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也不会红名。防守反击和挑衅反击看起来一样，可在有些场合会有区别。萧何在和药师公会的冲突中，是药师公会首先发起攻击，几乎所有成员都被系统判定首先攻击，萧何杀了他们是挑衅反击，不会受到系统惩罚。但也有一些人并没有首先攻击萧何，萧何却杀了他们，受到系统惩罚，增加的5个红名点就是这样的情况。洗刷红名有3种方式，第一种最快最省力，可花费就高的有些惊人了。系统提供洗刷红名功能，每洗掉1个红名点，需要花费自身等级乘以1000的金币。萧何的红名点5个点，等级是15级，洗掉这些红名点要75000金币，不干。第二种是自然洗刷，在线时间72小时，自然去掉1点，要半个月在线时间，耗时太长，萧何等不了。最后一种就是杀怪，杀不低于自身等级的怪，每杀100个可以去掉1点，杀一个 BOSS 可以去掉10点，可以组队，但组队的时候杀怪总量除以小队人数才算作洗刷红名的怪物数量。到论坛查了一下，萧何决定去朱雀城南的恶狼草原。恶狼草原的16级的草原狼十分适合萧何。到达恶狼草原的过程中，萧何又经历了2次战斗，没办法，萧何身上的红光太盛了，看到的玩家都想杀红名爆装备，可惜他们运气不好，踢到铁板上了，而且是超级铁板，不仅没爆了萧何，反而被萧何爆了。到了恶狼草原边上，萧何发现这里练级的人不多，草原狼是16级的怪，还是主动攻击，很多玩家不喜欢，来的人就少了。人少了，发现他是红名的人自然就更少了，这样萧何才能专心杀怪、练级、洗红名。萧何刚到恶狼草原边上，就有一只正在游荡的半人高的草原狼恶狠狠地扑过来，咬向萧何。第28章寒冰冰。萧何一侧身让草原狼扑空，随即就是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正中235。防御不算高，速度有点快，萧何还能自如应付。萧何决定在这练到17级。轰轰轰！爆裂火焰，小火球轮番出击，8下，草原狼倒地，爆出一个红装戒指，属性垃圾。萧何随手收起来，8下干掉一个草原狼，草原狼的血量应该在1600左右。8个爆裂火焰干掉一只草原狼，魔力消耗240，耗时超过20秒。能不能提高效率，同时减少耗魔呢？有了，使用群攻魔法烈焰焚天。使用烈焰焚天，理论上当然是草原狼聚集的越多越好，可实际上行不通，因为无论萧何有多强，始终要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会对应一定的草原狼数量，超过这个数量，萧何就控制不了了。经过多次尝试，萧何终于确定了最佳数量，5、6只最好，7、8只也行，可容易出现问题，但不能超过10只，超过10只萧何就要暂避锋芒了。萧何小心跑动着，引着6只草原狼，烈焰焚天烧起来，每只草原狼都会损血接近200，6只总伤害值接近1200，吸魔12，等于萧何每次释放烈焰焚天只消耗18点魔力。以萧何目前的魔力总量，可以连续释放几十个烈焰焚天，这也是萧何说一次性5、6只草原狼一起打才是最划算的原因，消耗少，速度快，没危险。萧何刚杀掉6只草原狼，就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女弓箭手跑了过来，后面还追着7只草原狼。萧何自认同时应付7只草原狼都有些吃力，换了别人肯定要被挂了。弓箭手死定了！这时一只草原狼跃起，在女弓箭手肩上抓了一爪子，弓箭手头顶冒出一个153的伤害值，弓箭手险些摔倒，正好面向萧何。这种眼神看着女弓箭手的眼睛，萧何的内心被触动了一下。就在这时，又有2只草原狼跃起，扑向女弓箭手，如果没人帮忙，女弓箭手挂定了。眼看女弓箭手既要葬身在狼嘴下，萧何出手了，爆裂火焰、小火球，2只草原狼被炸飞出去。女弓箭手惊魂未定的时候，萧何大展神威，烈焰焚天的火焰冲天，7只草原狼同时受到攻击。没过半分钟，在萧何不惜魔力的全力攻击下，7只草原狼全部化为经验。走到女弓箭手面前，萧何看着女弓箭手的眼睛，就像看到了昔日的自己，眼神中充满了遭人背叛后的谨慎，还有些许恐惧。正因为看到这种眼神，让萧何有所感触，他才一反常态的主动出手救下女弓箭手。你要在这里练级吗？萧何主动开口问道。或许是和女弓箭手同病相怜，萧何对女弓箭手很友善。是，谢谢你刚才救了我。女弓箭手的声音温婉动听，只是表情始终冷冰冰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这种冷冰冰的样子，萧何很熟悉。他刚遭圣战中女友和兄弟们背叛的时候，表情比这个还冷。组我一起练。萧何主动发出组队申请。女弓箭手看了看萧何，也许是奇怪萧何怎么红名了，最终还是接受了萧何的邀请。组队，萧何才知道女弓箭手的游戏名字寒冰冰，果然是一个让人一看一听就觉得寒气直冒的名字。
不仅寒，而且冰上加冰。两人组队杀怪，萧何成了主要伤害输出者，烈焰焚天一个接一个，寒冰冰则主要负责引怪。有了寒冰冰配合，萧何每次烧的草原狼增加到了10只。烈焰焚天侧重群攻，魔攻比爆裂火焰稍差，平均10次才会杀死草原狼，耗时30到45秒。20多分钟过去，萧何成功洗掉1点红名点。2个小时过去了，萧何成功洗掉4点红名点，最后1点红名点也只差10几只就可以洗掉了。这时韩冰冰提出他要下线了，萧何并没有挽留，只提出互加好友。韩冰冰同意了，互加好友之后，韩冰冰就回城下线了。又过了20分钟，萧何升级到16级，同时红名点完全被洗掉，不再是红名了。升级之后，距萧何下线时间也没剩多少了，萧何干脆回朱雀城，打算摆摊处理他的战利品。萧何来到城外的时候，看到3、5成群的玩家指指点点，仔细听了听，仍然在谈论几个小时前发生的萧何单枪匹马挑药师公会，最终击杀药师公会会长药师英雄，强势突围而出的事件。也就是药师英雄那个废物，才能让一个垃圾法师耀武扬威，换了老子，保证把那个法师的裤衩都爆出来。大哥威武，大哥无敌，大哥不败。萧何正要进城，听到有人要把他爆的裤衩都不剩，不由得停下脚步，回头看向说话的玩家。说话的是一帮站在路边的纯战士玩家，18个人全都是战士，甚至使用的武器也全都是刀。小法师你看什么看，赶紧走，别在这打扰了大爷的雅兴，惹火了大爷我砍了你。18人在路旁吹得兴起，发现萧何在看他们，马上就走出一个战士来，不耐烦地驱赶萧何快离开。这个地方你们买下来了？萧何也有点火了，他知道盯着人看有点不礼貌，可也用不着这么凶吧。没有你凭什么赶我走？就凭大爷的刀快，再不走大爷一刀劈了你。这时被称为大哥的战士走上前来，面对萧何挥了挥手中的战刀。萧何看了看，从战刀的款式和纹路来看，很可能是一件金色顶级装备，附加的攻击力肯定不低。刀是好刀，可使刀的人却不怎么样。萧何就是这样，你如果对我彬彬有礼，我肯定也是以礼相待，可如果你跟我蛮不讲理来横的，我肯定会叫你知道花儿为什么会红得这样灿烂。来往的玩家看到有热闹可看，马上就围拢了50多个玩家，而且还在有玩家陆续围拢上来。小子，看来你是找死啊！被称为大哥的战士抬手就是一刀，没用技能就是一刀劈下来。萧何向后微退半步，恰好让刀贴着鼻尖劈下去，在法杖上蹭了一下，头上飘起一个红色的一叮。系统提示：您受到玩家刀中不二攻击，你有5分钟反击时间。你究竟是谁？看到萧何恰到好处的躲开刀劈，刀中不二意识到遇到高手了，普通玩家绝对不敢这么干，也绝对做不到这样恰到好处，仅仅掉了一点血，刀中不二做不到，也没听说过谁能做得到。这时剩下的17个战士也向这面围过来。怎么单挑不过，想群殴了？看到几人不怀好意，萧何退后几步，进到城门下笑问道。城门内就是安全区，不是说不能动武，而是动武就会遭到城卫军第一时间击杀。城卫军都是100级 NPC， 绝对秒杀目前阶段任何玩家，包括萧何，没有例外。看到萧何退入城门，再看看全身铁甲，腰配长刀，手持长枪的守门城卫军，刀中不二摇了摇头，惹不起，至少目前他们惹不起城卫军，惹不起就不要惹，否则会很悲惨，这点刀中不二还是明白的。小子，有种我们决斗场见。刀中不二看萧何不出来，他也没办法，气哼哼地说道。决斗场是游戏为玩家提供的一个 PK 场地，在决斗场内 PK， 即使死亡也不会掉级掉经验，更不会爆装备，相应的杀人也不会增加红名点，更不会红名，是玩家们切磋比试的理想场地。可决斗场并不是免费的，每一场 PK 都不要付出相应的金币。付费方式有3种：均摊、败方承担和指定承担。就怕你不敢来。萧何率先进城，走向决斗场，刀中部28人跟上，也走向了决斗场。有人要进决斗场了，是刀中不二和一个神秘法师。你看会不会是那个单挑了药师公会的法师啊？爱看热闹是人类的天性，听到刀中不二要和人决斗，玩家们的热情马上高涨起来。看着刀中不二，刀中不二不能不去了，是他亲口发出挑战，如果他不去就丢人丢大了，今后都没脸在朱雀城出现了。刀中不二走向决斗场的时候，身后跟着100多个玩家，这些玩家都是来看热闹的。进入宏大的角斗场办公大厅，两人选择进入单人决斗模式，败者付费。场景转换，萧何和刀中不二相距30米站立，场地中间悬浮着一个巨大的数字9。叮！系统提示：决斗倒计时开始，9、8。最后数字0消失的一瞬间，刀中不二马上起跑，竭尽全力冲向对面30米外的萧何。
令刀中不二倍感意外的是，本以为要抢先释放魔法的萧何，只是静静地站在对面看着他冲锋。刀中不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知道肯定会输，干脆放弃抵抗了？第29章，圣战兄弟。啪！怎么可能？就算是明知必输，萧何也绝不会束手待毙。就算是真要挂了，也绝对打掉对方半管血下来。萧何只是胸有成竹，不像没有把握的法师，急火火的乱放魔法。就在刀中不二冲到萧何面前13米左右的时候，面前忽然腾起冲天烈焰，正是萧何的烈焰焚天。这个时机把握的太好了，烈焰焚天出现的距离不近不远，就在刀中不二面前3米处。此时刀中不二已经进行到最后冲刺阶段，速度差不多提升到了巅峰，想要减速或者转向可以，但绝不能在短短的3米内做到。这个烈焰焚天无论如何刀中不二是躲不过去的。刀中不二一咬牙低头，速度不减，直冲烈焰焚天。既然无论如何躲不开了，莫不如加速冲过去，杀对面法师一个措手不及。轰！刀中不二冲过烈焰焚天，刚冲出火海，刀中不二就发现眼前出现一个大火球，是爆裂火焰。这个火候掌握的太好了，肯定是紧随烈焰焚天发出的。刀中不二刚冲出火海，爆裂火焰就能到达。爆裂火焰命中，刀中不二被爆裂火焰命中胸口，爆炸，火光四射。就在这时，又一个小火球飞来，刀中不二看都没看清，就第3次中招。3次中招累加起来，打掉刀中不二血量超过700。刀中不二当场化作一道白光。这第一场决斗，萧何赢了。太快了吧！从决斗开始，刀中不二开始冲锋，到被萧何击杀，决斗时间总计也不到10秒。就是我还没看清就结束了。玩家们纷纷点头，决斗结束的太快了。玩家群中有一个看热闹的盗贼，看到萧何干净利落的放倒刀中不二，眼中闪过一丝神采。果然，爆法还是那个爆法，无论到了那个游戏中，都是一代秒杀法神，秒杀一切牛鬼蛇神。第2局决斗开始，倒计时的数字一消散，刀中不二再次向萧何冲了过去，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刀中不二仍旧选择首先冲锋，速度依然很快，可和第一场的速度比起来就慢了很多。萧何冷笑：“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刀中不二再次冲到距萧何10米的地方，烈焰焚天再次出现，就出现在刀中不二面前1米处。这次刀中不二的速度比上次慢很多，如果烈焰焚天再出现在他面前3米，他有信心绕过去。可现在烈焰焚天却出现在他面前1米处，刀中不二说什么也绕不开了，和第一次一样，一头撞进去。可这次刀中不二长了个心眼，没有直冲，而是斜向右冲过去，从烈焰焚天的右侧冲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啊？让刀中不二绝望的是，他从烈焰焚天冲出来的时候，等待他的仍旧是一个爆裂火焰，而且时机把握的非常精准。刀中不二从烈焰焚天出来，爆裂火焰也同时到达，让刀中不二想躲都没时间，被爆裂火焰击中。随后一个小火球，刀中不二也没逃掉。第2场仍旧是萧何完胜，刀中不二完败。第3局决斗开始，刀中不二仍像前2局一样，首先向萧何冲锋。前2场输的干脆，刀中不二已经认识到差距。第3场刀中不二并没有希望能够获胜，他只是想知道他是怎么输的，萧何是怎么把握他出现的时机和方位的，而且还把握得如此精准。像前2场一样，刀中不二仍旧冲进了烈焰焚天。这次刀中不二不急，在烈焰焚天中停了2秒。烈焰焚天是法师的通用技能，特点大家都了解，刀中不二当然也不例外。他知道烈焰焚天会持续燃烧3秒，因而在烈焰焚天内待了2秒，到烈焰焚天差一点就要结束的时候，才向左面冲出去。正如刀中不二担心的，他刚冲出烈焰焚天，爆裂火焰就到了，他又输了。3场决斗，刀中不二3场全输，而且3场都没能冲进萧何身边5米，这是实力的绝对差距。3场全输，这怎么可能？刀中不二不是等级排行榜第8的展示吗？是，他还有装备排行榜第9的金背砍山刀，金色顶级装备，怎么这么快就输了？刀中不二3场输得干净利落，让看热闹的玩家倍感意外。刀中不二输得太出人意料，作为血后防高的战士，3场都没能冲进对方5米以内，是刀中不二太窝囊了，还是对面的法师厉害的太妖孽了？显然不是刀中不二太窝囊了，等级排行榜第8，窝囊的人也上不去啊！不是刀中不二太窝囊，就是对面的法师太妖孽了。看热闹的玩家看向萧何的眼神火热起来。不对，你们看这个法师像不像几个小时前把药师公会挑翻了的那个？太像了，不对，不是像，应该就是他。如果是他，刀中不二输的不冤，刀中不二是厉害，可是和妖孽比起来，刀中不二差得太远了。萧何的样子没做掩饰，很快就被观众们认出来。对于以一条百的牛人，玩家们除了感慨就是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以一条百呢？就算不能以一条百，一挑10，一挑5总强吧。可显然这只能是个梦。赢了决斗，
萧何走向摆摊的广场，今天的战利品还要处理一下。等等，萧何刚走出没几步，就看刀中不二追了上来。还想打？不是，我知道我们的实力差距太大，我肯定打不过你，我只是有点不明白，想向你请教。刀中不二挠挠脑袋道：说，你是怎么判断我会从烈焰焚天的哪个方位冲出来的？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刀中不二半天了。第一次直线冲过去，他还可以说萧何就是萌的，瞎猫碰着死耗子，走运。可第二次、第三次，萧何都精准的预判他冲出的位置，这就是萧何的真本事了，和运气无关。简单，你冲进烈焰焚天里的时候，肯定会带动烈焰焚天的火焰，看烈焰焚天的火焰动态，就能判断你出现的位置和你出现的时间。萧何说道，这并不是一个秘密，道理也很简单，可能做到的玩家用一只手就数过来。因为要做到这些，需要极细微的观察能力、迅速而精确的计算能力和优秀的即时判断能力，三者缺一不可。要做到这些，需要经过长时间刻苦的训练，很少有玩家愿意付出这么多。因而道理虽然简单，可真要做到却是少之又少。你就凭火焰的一点点波动，就能判断出来这么多？刀中不二震惊了。刀中不二玩游戏也有5、6年了，也算是老鸟了，也曾经听有人说过，有人能够凭借一点火焰波动就判断出这些来，可那只是传说。刀中不二从不相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可今天萧何的表现让刀中不二不得不信。刀中不二刚离开，萧何就被一个盗贼叫住了，是那个在决斗场看萧何眼中异彩闪烁的盗贼。是你？萧何认出盗贼正是在圣战中曾经的兄弟，圣战中排名前10的盗贼草上飞贼。看到草上飞贼，萧何的心情不是很好，因为草上飞贼的出现让萧何又想起了兄弟和女人的背叛。会长，能谈谈吗？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从圣战离开，萧何对这些曾经兄弟失望透顶，尽量避免见面。会长，别再叫我会长。在圣战中的时候，组建帮会，萧何被兄弟们称为会长，当时听起来十分的惬意。可兄弟们和女友背叛之后，这个称呼就像是对萧何的耻笑，听起来异常刺耳。会，豹哥。草上飞贼马上转口，听到豹哥这个熟悉的称呼，萧何仿佛又回到了圣战，回到了组建工会之前，和一帮好哥们在游戏中快意恩仇，杀 BOSS、PK， 那段快乐的时光是萧何游戏生涯最快乐的时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工会建立之后，本以为更好的日子来临了，没想到事与愿违。工会建立不久，刚创出名头，那些昔日的好哥们、好兄弟，竟然在关键时刻背叛了萧何。豹哥，兄弟们都来了，远古世界，豹哥，你是不是见兄弟吗？草上飞贼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希望渺茫，毕竟当初的时候是他们犯了错，最终导致萧何离开游戏，皇朝没落。相见不如不见，不要再说了。可兄弟们还想跟着你，还想再害我一次吗？听到草上飞贼说皇朝的兄弟们都来到了这个游戏，萧何的心里一阵不舒服，想起圣战中发生的不愉快，萧何心情烦闷，转身就走，根本不理会草上飞贼了。出了朱雀城东门，萧何一直向前走，不知不觉走进山林，迎面遇上一只身高2米半左右黑熊。铁甲熊17级。去死！萧何心情不好，正需要出气，看到铁甲熊，二话不说，直接一个烈焰焚天烧过去。第30章，铁甲熊王。铁甲熊身宽体盘，目标太大了，萧何当然不可能失手，更何况使用的是烈焰焚天这个范围魔法187。显然，铁甲熊的防御极高，以萧何超强的魔攻，用烈焰焚天也没能打出超过200的伤害。铁甲熊被攻击，怒吼一声，扬起巨大的熊掌向萧何冲了过来。萧何连忙退后，他是法师，远程攻击职业，被怪靠近是忌讳，退后几步才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246。就这样，铁甲熊追过来，萧何就退后几步，或者绕树、绕石头。爆裂火焰，萧何第10次攻击过去，251。铁甲熊一声哀嚎，倒下，化作萧何的经验，地上还幸运地爆了一双皮靴。萧何收起来继续前进。铁甲熊是独居怪，萧何又向前走了几分钟，这才遇到另一只，10次攻击过去，又化作了萧何的经验。就这样，萧何一路深入森林，陆陆续续的挂了不到30只铁甲熊。呼呼，走着走着，萧何就听到一阵像是人睡着了打呼噜的声音，只是这个声音实在是有些大，巨大，不可能是人类发出来的。再者，这深山老林的，肯定不会有人来睡觉的。萧何顺着声音找过去，绕过几棵大树和巨石，萧何找到了呼噜声的来源。在一棵参天古树的树根下，趴了一只金色大熊，比普通铁甲熊更加粗壮，人立起来的高度肯定超过3米。这时候，这只金色大熊睡得正香，呼噜声就是这只金色大熊睡觉的时候发出来的。铁甲熊王17级 BOSS， 萧何顿时兴奋起来。BOSS 虽然危险，可如果成功推倒，
爆装备的收获是巨大的。萧何就是成功杀了几只 BOSS， 紫色、金色装备不断补充，这才凑了一身远超其他玩家的精良装备，否则仅凭操作优势，萧何想要一个人对药师公会100人太难了，甚至根本就没希望。因而 BOSS 对萧何的吸引力是极其巨大的，只要遇到萧何就不会放过。不过这个铁甲熊王可是17级的 BOSS， 可不能贸然开打，必须要先计划好了才行。萧何开始在铁甲熊王四周转悠，观察地势，熟悉地形，以便一会儿开打的时候能利用地形优势，同时也避免待会儿开打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地形被铁甲熊王逼到死角，那可真就是死定了。转来转去，倒是被萧何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地方。从铁甲熊王现在睡觉的地方向上，大约斜向上300多米，有一块顶部扁平的岩石，常年的枯枝败叶落下来，顶部和山体连接在一起，就像是在斜向下的山体上伸出来一个小小的平台，而平台边缘下山一侧十分陡峭，几乎是直上直下的，有7米的垂直落差。萧何上去看了看，平台伸出山体长度5米左右，横向宽度有7、8米，很坚固。平台之下一路斜坡，中间不乏参天大树，直到现在铁甲熊睡觉的地方，还有几块巨石挡住去路。看完地形，萧何心中有数，回到铁甲熊王睡觉的地方，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121。果然铁甲熊王能把铁甲熊打出超过200伤害的爆裂火焰，竟然只能打掉铁甲熊王过100的伤害。哦！铁甲熊王正在酣睡，猛然被人打醒了，身体染上了一层红光，暴涨了一半，高度接近5米。叮！系统提示：铁甲熊王睡眠被打断，进入狂暴状态，速度正 30%， 攻击正 30%， 防御负 30%， 智能负 30%。萧何大汗，只听说过人有起床气，被叫醒了会情绪不好，没想到怪也有，还直接狂暴了。不过这也是好事，狂暴之后智能下降了，就相当于人被气糊涂了，总会做出一些糊涂事来。铁甲熊王很容易找到打扰他甜睡的凶手，轰隆隆的冲向萧何。萧何再次砸过去一个爆裂火焰，转身就往山上跑。萧何根本就没打算按正常途径杀铁甲熊王。17级的铁甲熊王血量至少17万以上，萧何每次只能打掉100多点，还要躲避铁甲熊的追击，平均每分钟也就攻击10次左右，打掉血量1000，17万的血量至少要打3、4个小时，这还是不算 BOSS 自身回血和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萧何绕过一棵脸盆粗的大树，向上跑。轰！地面一阵震颤，萧何回头一看，铁甲熊王竟然直接冲过来，把脸盆粗的大树给撞折了。好大的力气！萧何回头轰了一个爆裂火焰，继续向上跑，不时用树木和岩石掩护自己。萧何到达选好的平台的时候，铁甲熊王至少撞折了10棵以上脸盆粗的大树，掀翻了3块巨石。幸好铁甲熊王还有点基本智慧，撞不断的大树和掀不翻的岩石，他也会绕过来，否则还真过不来。萧何经过选中的平台，并没有直接停下，而是继续向上70米左右，这才带着铁甲熊王兜了个圈子，向选好的平台跑过来。萧何首先跑到平台上，爆裂火焰一个接一个的轰向铁甲熊王。铁甲熊王看到他的大仇人站在平台上，也轰隆隆的冲上平台，直奔萧何。萧何马上放了一个烈焰焚天，平台上顿时火苗冲天，把铁甲熊王的视线挡住。萧何根据火焰的迹象判断出铁甲熊王的位置，在平台边缘处向铁甲熊王轰出一个爆裂火焰，命中。然后萧何向平台侧面移动，把他刚才站的位置，也就是能掉下去的位置让了出来。铁甲熊王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攻击来的方向就是敌人的方向，尽管被烈焰焚天阻挡了视线，铁甲熊王依旧轰隆隆的冲了过去，眨眼间就冲出烈焰焚天，冲到了平台边缘，和山下落差7米的边缘。铁甲熊王就是再傻，也知道不能跳下去，可他不是走过来的，而是冲过来的，冲势让他停不下来。呼！铁甲熊王就从平台上掉了下去。轰！只听一声巨响，铁甲熊王结结实实的掉在平台下的地面上，头顶冒出6524的血红字样。这还不算，平台下的山体是倾斜的，铁甲熊王掉下去，冲势未减，轰隆隆的一路向山下滚下去。咔嚓！没过10米，铁甲熊王就撞在了一棵比他还粗的参天大树上。这次大叔当然不会被他撞折了6974。铁甲熊王稍稍转向，继续一路磕磕绊绊向山下滚了下去。萧何连忙下了平台，连跑带颠的跟上。轰！又过了20米左右，铁甲熊王撞在一块3米多高的岩石上，被弹起来5米多高，重重的落下去。撞岩石损血8120，摔一下损血4521。这一路滚下来，铁甲熊王撞树5次，撞石头3次，最后一次就是撞在了一块高达10米的石头上。石头横向有20多米宽，铁甲熊王撞在中间部分，直接被撞停下了，也是被撞的最重的一次，直接损血18141。萧何算了算，这一路滚下来，铁甲熊王损血绝对超过8万，
差不多占了铁甲熊王一半的血量。叮！系统提示：铁甲熊王遭受重创，重度眩晕30秒。叮！系统提示：铁甲熊王陷入重度眩晕状态，狂暴状态自动解除，处于虚弱状态，防御负30%，速度负30%。重度眩晕30秒。萧何大喜，好机会！眩晕分为轻度和重度，轻度的时候，只要被攻击就会脱离眩晕状态，可重度眩晕就不同了，除非特殊技能解除，否则就只能等时间结束。这期间，无论萧何怎么做，铁甲熊王也不会醒来。小何直接跑到仰躺在地上的铁甲王身边，铁甲熊王此时正张大嘴眩晕着。萧何瞄准，直接把爆裂火焰打进铁甲熊王的嘴里，爆炸！铁甲熊王头上顿时冒出一个巨大的血红色数字2154，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伤害。萧何从未打出过这么高的伤害，这是萧何把爆裂火焰打进铁甲熊王嘴里，被系统判定致命攻击才会出现的。爆裂火焰，小火球，萧何在30秒的时间内史无前例轰出近40次攻击，打掉铁甲熊王至少7万血量。这时候，铁甲熊王的脑袋晃了晃，萧何马上跳开，退后，这是铁甲熊王清醒的先兆。果然，萧何刚退后10几米，铁甲熊王就怒吼一声，从地上站起来，眼睛看萧何发出嗜血的光芒。只是此时，铁甲熊王的狂暴状态已经结束，速度慢了许多。爆裂火焰，负181。果然，处于虚弱状态，防御大减，每击伤害提高了很多。这时候，萧何就不急了，只是拖着铁甲熊王打。他算过，把铁甲熊王引上平台前，打掉铁甲熊王，血量1万有余。铁甲熊王从平台一路滚下来，再损血8万多，眩晕状态下又被萧何打掉了7万以上，加起来铁甲熊王已经失血超过16万，剩下来的血量不足1万。1万的血量，要不了多长时间，铁甲熊王就会挂了。萧何就引着铁甲熊王以岩石、大树为掩体绕圈子，爆裂火焰、小火球和烈焰焚天轮番上阵。经过20分钟的努力，萧何算计着铁甲熊的血量应该已经差不多被清空了，随时可能被挂掉了。就在萧何这么想的时候，铁甲熊王蓦然停了下来，不再追击萧何，而是仰天发出一声怒吼。第31章，家人求援。怒吼完毕，铁甲熊王倒地，挂了，爆了，还是大爆，地上一片光滑夺目。铁甲熊王倒下的同时，萧何身上一阵光芒耀眼，萧何也升级了，成为了一名17级法师玩家。萧何检视战利品的时候，最先看到的就是其中一件金光闪闪的装备项链，金色顶级项链。幸运项链顶级，需要等级17，幸运加5，伤害豁免20%，智慧加3，精神加8，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和从药师英雄手中抢来的项链相比较，伤害豁免少了10%，但多了5点幸运。萧何想了想，还是幸运点比较有用，幸运点越多就越容易打出高攻击，也越容易爆出好东西。对比之下，伤害豁免虽然也是好属性，却比幸运点差了一等。萧何直接把闪灵项链拿下来，装备上幸运项链。至于闪灵项链，萧何准备卖掉，不过这个闪灵项链价值很高，要送到拍卖行才能卖出更高价。然后萧何看到了一把紫色法杖，虽然萧何现在使用的也是紫色极品法杖，可等级有点低了。熊王法杖极品，需要等级17，魔攻60-60，精神加5，耗魔负20%，职业法师、牧师可装备。狮虎法杖极品，需要等级10，魔法45-45，双倍攻击3%，职业法师可装备。狮虎法杖是萧何正在使用的，熊王法杖是刚打爆出来的，显然是熊王法杖的属性要好得多。双倍攻击属性不错，但属于不可控因素，萧何对这种不可控属性的评价很低，直接换上熊王法杖。接下来，萧何注意到一个像是头巾的东西，捡起来查看。隐藏罪恶的头巾极品，需要等级17，隐藏红名状态，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这条头巾只有一条属性隐藏红名，可以说是很垃圾，对战斗力提升毫无帮助。可对很多人来说，这条头巾却是万金难求的。就像萧何，杀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有了这样一条头巾，就可以毫无忌讳的杀人了。当然，萧何不是杀人狂，肯定不会滥杀的。剩下还有5件紫装，属性也都不错，可不适合萧何使用，要么不是法系职业的，要么不如萧何正在使用的，被萧何一股脑收进背包，有机会就卖掉。至于一小堆金币，萧何数都没数就收起来。萧何卖的金色装备几万金币都已经进账了，这几十金币实在看不上眼。这也就是萧何单人独杀 BOSS， 如果是几十人、几百人，甚至是上千人的团队作战，根本就赚不到这么多。因为 BOSS 爆出装备的品质和数量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玩家的幸运多少和打 BOSS 出动多少人来调整的。谁都知道打 BOSS 的时候，幸运越高越好，参与人数越少越好，只有这样才能爆好东西。萧何的幸运不低，打 BOSS 也最多就是2个人，因而萧何打到的 BOSS 爆出的东西最多最好。
刚收拾好战利品，萧何的好友列表提示有新消息。萧何的好友列表目前只有2个人，盗贼玲珑，也就是郝甜甜，还有弓箭手韩冰冰。萧何查看消息是郝甜甜发来的，只有救命2个字和1个坐标。萧何大惊，经过一段时间相处，萧何对郝甜甜印象十分不错，现在郝甜甜有难，萧何当然要帮。萧何看了看，这个坐标是他们曾练级的蛮牛谷，幸好距离这里不远，萧何速度全开，直奔蛮牛谷。边跑萧何边发信息给郝甜甜，甜甜，你一定要坚持住，保护好你自己，我马上就到。很快，萧何就冲到了蛮牛谷外，此时蛮牛谷内玩家组成了一个包围圈，圈内不时传出放浪的哄笑声。萧何仔细一看，在人群中间，郝甜甜正在和一个战士打斗，打得难分难解。萧何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战士比郝甜甜要强，随时可以杀死郝甜甜。妞，别生气，我都说了，只要你跟了我，好装备任你挑，你怎么还就不同意呢？战士边打边说。姑奶奶，我不愿意，让开。郝甜甜匕首猛刺过去，可盗贼擅长的是隐藏、偷袭和速度，并不是正面对抗。现在郝甜甜正面对抗的是一个战士，血厚防高，等级也不低。郝甜甜的攻击对于对面的战士来说有点威胁，但不大，很容易应付。我就不让，你能拿我怎么样？战士胡搅蛮缠。看战士戏弄郝甜甜的时候，边上看热闹的玩家嘻嘻哈哈的表现，萧何就知道这些人是一伙的。虽然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可看现在的情况，萧何也猜了个大概，又是 TL 系女性玩家惹的祸。而且这种情况下，女性玩家想下线都做不到，因为只要有人攻击一下她，就会进入战斗状态，战斗状态是不能下线的。如果强行下线，系统会按照玩家角色死亡处理，掉级，还会有一定几率爆东西。就在这时，郝甜甜一个加速，匕首划过他对面战士的脸颊，把战士吓得连退好几步。小宁，你惹火我了，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去死！战士恼羞成怒的一个地裂斩向郝甜甜。看到战士的地裂斩，郝甜甜大惊，可距离太近了，对方发招的速度也不慢，眨眼间就攻到了。郝甜甜根本躲不开，只能把匕首格挡在胸前，希望减少一些伤害，被战士的地裂斩直接命中。182。郝甜甜作为盗贼，血少防低，血量也不会很高，如果再来一下，郝甜甜肯定会被挂掉。挡我者死，杀！看郝甜甜有危险了，萧何怒了，狂奔之中爆裂火焰、小火球和烈焰焚天先后出手，强大的魔攻之下，直接秒杀包围圈最外围的2个盗贼和2个弓箭手，还有1个牧师。郝甜甜听到熟悉的声音，看到萧何正在外围杀进来，不禁喜极而泣。刚才被围攻的时候，郝甜甜只是试探性的发消息给萧何，希望能给萧何能过来帮他摆脱重围。可郝甜甜没想到萧何会这么快到来，而且就算是看到了这么多的敌人，还是义无反顾的杀了进来。听到外面有人高喊，和郝甜甜对战的战士一愣，扭头就看到一个法师正在屠杀外围玩家。战士的眉头一皱，这个法师太强大了，盗贼、弓箭手和牧师撞到这个法师手里就是秒杀，就算是血厚防高的战士撞到法师手里，也就是2下的事，没有人能拦住法师向前冲的步伐。反过来，他们向法师的攻击，绝大部分被法师精妙的身法、超卓的速度躲过，就算是偶有1-2个躲不过了，也都是伤在不重要的部位，多数只能打掉对方个位数的血量，伤害极其有限。眨眼间，萧何已经冲进包围圈，只是杀进来了，倒是杀进来了，萧何却又红名了。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无辜杀害我们工会成员？看萧何迅速冲进包围圈，战士用剑对着萧何。实际上，战士已经猜到了大概，他们 TL 系女玩家找来了靠山，靠山来了看了生气了，于是靠山发威，一顿狂轰滥炸，把他们工会的成员砍瓜切菜一样的屠杀，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可就算是知道，战士也不会说出来，反而质问萧何怎么乱杀人呢？你该死！萧何并不答话，直接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战士躲闪不及，被打出一个201的伤害。战士大惊，连忙退后，就算他血厚防高，也顶不住这样2-3下就会挂掉。萧何要得就是这个结果。战士退后的同时，萧何一拉郝甜甜，向刚才冲进来的方向冲过去。萧何刚才冲进来的时候过于暴力血腥，直接秒杀的玩家超过10人，非秒杀的杀死有7、8个，这种杀戮把这些玩家直接镇住了。所以萧何冲进来的时候，前期遇到的阻碍大，后期不想掉级的玩家都会主动躲避萧何这个煞星，反而让萧何轻松了许多。正是这样，萧何冲进来的时候把包围圈冲开一个豁口，现在还没来得及合拢。萧何拉着郝甜甜直奔这个还没来得及合拢的豁口，蛮横的向外冲，不让路就杀掉。拦住他们！战士躲开萧何的攻击，就看到萧何拉着郝甜甜直冲豁口，马上意识到上当了。战士下令之后，真有听话的，2个盗贼和3个战士马上堵住豁口。杀！萧何毫不客气，烈焰焚天出手，直接把5个人还
还有附近的几个倒霉的玩家烧进火海。然后爆裂火焰和小火球纷纷出手，冲到近前的时候，2个盗贼和1个战士已经被杀。剩下的2个战士一看，坏了，是强敌，挡不住，撤吧。于是豁口被重新打开，萧何和郝甜甜冲进豁口，在数十玩家的刀剑法杖的危险中向外猛冲。第32章，萧何的疯狂。你们倒是拦住他们啊！战士急了，萧何和郝甜甜速度太快，他反应过来的时候，2个人已经冲出去10几米了，他想追也来不及了，只能命令手下拦住2个人。可没想到手下人这么不顶用，被人一下就缩回来了。于是战士只能眼看着萧何和郝甜甜通过通道冲出包围圈。冲出包围圈之后，萧何拉着郝甜甜向前冲了一段距离才停下，对郝甜甜说道：“你在这等我。”郝甜甜拉住萧何，问道：“你干什么去？给你报仇。”萧何斩钉截铁地说：“刚才拉着郝甜甜先冲出来，完全是为了她的安全着想。如果不先把郝甜甜救出来，萧何在一挑一群的时候没把握保证郝甜甜的安全。现在好了，郝甜甜被救出来，没了后顾之忧，萧何可以放手示威。可是他们至少有5、60人吧？”郝甜甜有点担心，毕竟对方人多势众，有好虎架不住群狼之忧。郝甜甜并不是没见过萧何一挑多，可那时候敌方可没有5、60人，和这次根本不是一个难度。放心，打不过，难道我还不能全身而退吗？萧何信心满满，刚才2次冲击，萧何已经大致摸清这些人的实力。看到萧何把女盗贼救出去，又单枪匹马的回来，和郝甜甜对战的战士走出来，站到萧何面前：“这位兄弟，我是翔天公会的副会长，晴天下雨，不知道兄弟如何称呼？”见识过萧何的战斗力，和郝甜甜对战的战士尽管对萧何恨之入骨，可表面上还是笑呵呵的，态度十分友好。爆法！萧何根本没想过隐瞒自己的名字，刚才主动杀人，名字早已经被系统通告给被他杀死的人了。不知道爆法兄弟还有什么事？简单，报仇，杀人。萧何举起法杖：“兄弟，我看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我们虽然对你的女人有点不礼貌，仅仅是有点不礼貌而已，可你却是杀了近20个我们的人，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这些足以抵偿我们的些许冒犯了吧？”晴天下雨有点低声下气的说道：“不够。那你说多少才够？”晴天下雨也有些火了，毕竟这只是游戏，不是真的死亡，最多掉1级。全部欺人太甚，你只有1个人，我们还剩50多人，就是用人堆也堆死你了。你可是试试，就从你开始，杀！萧何法杖一挥，烈焰焚天的烈焰冲天起，把晴天下雨笼罩在火焰之中。萧何看了一眼火焰的动向，挥杖就是一个爆裂火焰砸进火焰中，烈焰焚天内马上传出一声惨叫。晴天下雨被爆裂火焰命中了，这也就是萧何换过另外1个人，绝对无法从火焰的流动中准确判断出晴天下雨的位置，更别说在看不见敌人的情况下用烈焰焚天精确打击敌人了。3秒钟时间到了，烈焰焚天散去，地上躺着1个人，正是晴天下雨。游戏中人物角色死亡之后，尸体并不会马上刷新掉，而是要停留一定时间，这也是尽量模仿真实世界。副会长挂了，副会长怎么这么快就挂了？我们该怎么办？看到烈焰焚天散去，晴天下雨却出人意料的在地上躺尸，剩下的翔天公会成员马上乱动起来。杀！干掉烈焰焚天这个领头的，萧何继续向前，直奔刚才组成包围圈为虎作伥的玩家。兄弟们，跟我上！我就不信他1个人能杀了我们这么多人。你们看他已经红名了，杀了他肯定会爆好东西。就是他这么厉害，身上的装备肯定都是极品，爆出来我们就发了。杀啊！剩下的翔天公会成员也不是全都怕掉级，在1个盗贼和1个战士的鼓动下，剩下的玩家们聚拢起来，双眼放光的盯着萧何。经过刚才有心人的鼓动，他们已经把萧何当做了带刺的金山。翔天公会的50多人严阵以待，战士在前，弓箭手和法师在中间，牧师最后，盗贼自由攻击。萧何迅速冲到阵势前10米左右，法杖一点，烈焰焚天冲天起。翔天公会摆的是密集阵型，而烈焰焚天的攻击范围是3×3，这一下就笼罩了近20玩家。以萧何的攻击力，被笼罩在烈焰焚天中的玩家纷纷大量掉血，牧师数量有限，根本照顾不过来。大家散开，这个法师的群攻太厉害。萧何第2个烈焰焚天攻到，有2个牧师和2个弓箭手挂了。翔天公会的玩家这才意识到，聚集在一起虽然是人多力量大，可也是群攻魔法的最佳攻击对象。翔天公会成员马上四散分开，躲开萧何的烈焰焚天的攻击。萧何法杖一挥，就有1个爆裂火焰轰出去，挂了1个在烈焰焚天里烤过的战士。然后萧何转身追向2个跑向一个方向的盗贼，追近了就是1个烈焰焚天，2个盗贼几乎是齐头并进，恰好被烈焰焚天全包进去。这2个盗贼已经被烧了1次，
第二次中招，马上被挂了，还爆出一把匕首。挂了盗贼，萧何又转身冲向其他玩家。翔天公会的玩家看着萧何一个又一个的屠杀他们的同伴，他们虽然也做了反抗，但萧何太强大了，无论是魔法攻击力还是操作，都不是他们能够比拟的，根本不是一个水平上的玩家，他们的反抗无济于事。于是有翔天公会的玩家开始溜号跑了。逃跑，这东西会传染的，有一个就有两个。眨眼间，这些玩家就不再和萧何周旋，而是尽力逃跑。如果这些人和萧何周旋对抗，萧何还有办法，可是这些人一心逃跑，萧何就没办法了追了。剩下的30多人分30多个方向逃跑，萧何只有一个人，不会分身术，怎么追？萧何只能杀了几个能追上的，让其他的翔天公会的玩家逃之夭夭。只有一件事，萧何很奇怪，晴天下雨迟迟没有选择复活，导致他的尸体根本就不会被刷新掉。他在等什么？看人都逃干净了，萧何捡起地上翔天公会玩家爆出的几件装备，走向不远处的郝甜甜。谢谢。郝甜甜看到萧何浑身红光四射的大红明状态，知道这都是为了他，非常非常感动。用不着客气。萧何就像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实际上萧何杀翔天公会的玩家只是出于一时气愤，并不是用来讨好郝甜甜的，因而对于郝甜甜的感谢，萧何能以平常心对待，并不邀功。对了，你是不是遇到赵耀祖那个家伙了？两人向朱雀城走的时候，郝甜甜突然问萧何。他来找我的麻烦，被我爆了。太好了，他这样的人就应该狠狠教训。他打电话给我，说是想和你谈谈，你是不是抓住他什么把柄了？郝甜甜就像是一个发现了秘密的小女孩，跳到萧何面前，用期望的眼神看着萧何。没有，只是爆了他一条项链。闪灵项链被你爆出来了。听到萧何说爆出了一条项链，郝甜甜的眼睛一亮。你知道？当然，当初他用80万信用点收购这条项链，还向我炫耀来着。这下好了，被你爆出来，他肯定心痛死了。难怪他会给我打电话，约你出来谈判，原来是因为这条项链。你不要还给他，就让他心痛好了。郝甜甜欢欣雀跃，他都快被赵耀祖烦死了。看到赵耀祖吃亏，郝甜甜当然兴奋了。你这算不算是幸灾乐祸？萧何笑问。对，赵耀祖被你挂了，还把项链爆出来了，我高兴。郝甜甜蹦蹦跳跳的，毫不掩饰他的兴奋。这也正是萧何最欣赏的他地方，没有尔虞我诈，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就算是幸灾乐祸也可爱。正在这时，从朱雀城方向飞奔来一个战士，飞一样的速度都比得上顶尖的盗贼了。他身后还跟着3个玩家，萧何一看就认出来了，正是刚才逃跑的萧何没有追到的翔天公会的玩家。战士跑过去看了看晴天下雨的尸体，转身看了看萧何，一步一步走过来，气势沉重。就是你杀了我翔天公会的许多玩家吧？战士走到萧何面前，打量着萧何身上旺盛的红光。你是谁？翔天无极，翔天公会会长。战士自报家门。萧何这才明白了，杀了小的，大的出面来找场子了。难怪晴天下雨迟迟不肯复活，原来等的就是这一刻。你们翔天公会真是好威风，威风到 TL 系女玩家不从就要杀的程度，这就是你的翔天公会？萧何讽刺道。戏弄女玩家是我们的不对，我为此深表歉意，但你杀了我们几十个玩家，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翔天无极摆弄着手中长剑，显然他根本就没打算放过萧何，要萧何给他交代只是动手的借口，杀人才是最终解决办法，会鹿死谁手呢？第33章强杀高手。萧何把郝甜甜向后推了推，提醒郝甜甜小心3个翔天公会玩家的偷袭，随后向前走了2步。我讨厌你们这些虚伪的人，想挂我就直说，何必拐弯抹角的？你不累吗？萧何看着翔天无极，痛快。你杀了公会几十人，不杀你，不能给公会内的兄弟们一个交代，你必杀。见萧何直接说破，翔天无极也开门见山。跟回来的3个翔天公会玩家听到会长的话，马上兴奋起来，显然他们对翔天无极信心十足。小心，我想起来了，这个翔天无极最近很出名，据说曾经单挑一个小型公会，30多人被他单枪匹马杀了20多个，那个小型公会也被迫无奈解散了，翔天公会因此而名声大噪，在朱雀城风头正劲。郝甜甜传信息给萧何示警，哼，你们这样的公会简直就是一个毒瘤，就让我来剪除你们，动手。萧何给了郝甜甜一个放心的眼神，转身法杖一指，翔天无极道。两人的距离不足10步，这个距离对法师来说太短了，尤其对面是一个血厚防高的战士的时候。可萧何不介意，凭借萧何精湛的操作技艺，即使是只有10步距离，萧何也有信心处理好一切。既然如此，杀！翔天无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萧何刚说完，他竟然抢先出手，直冲过来。萧何冷笑，心说你把我当成普通法师了吗？萧何的敏捷非常高，不亚于同级别盗贼，
敏捷高，无论是移动还是攻击，速度都会相应提高。萧何法杖一点，一个爆裂火焰已经迎向冲到面前3步的翔天无极，同时萧何退后拉开距离。好快！看到萧何的反应速度和出招速度，翔天无极顿时意识到，今天至少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战。翔天无极长剑在面前一横，格挡爆裂火焰。游戏老鸟都知道，系统伤害判定会根据击中部位不同而做出不同判定，用剑格挡爆裂火焰，系统就会判定轻很多，可用剑格挡，只有高手才能做到，因为这么做需要很强的判断能力，还需要很高的操作能力，能力不足不仅格挡不住，还会把自己搭进去。轰！翔天无极格挡成功87，损血狠手。就在翔天无极刚刚格挡成功，他脚下猛然窜出冲天烈焰，翔天无极马上认出来，这是烈焰焚天，这种技能是大面积攻击，不能像刚才的爆裂火焰一样格挡，只能凭自身防御硬扛下来152。看到翔天无极的损血情况，萧何断定翔天无极身上的装备肯定全是极品，防御数值非常惊人，否则以萧何恐怖的魔功，不可能仅仅掉了152这么少的血。翔天无极是一块硬骨头，不好啃。萧何并没有因此而沮丧，反而有点兴奋，硬骨头啃起来才有滋味。损血152，对这个数字，翔天无极非常震惊。他身上有多少魔防，他自己最清楚。普通法师对他全力一击，也不会损血超过50，可对面的法师只是看似随意的一击，就带走他超过150的血量，还有刚才明明格挡成功，还是带走他近100的血量。翔天无极知道他这次是踢到了铁板了。翔天无极伸手拿出一瓶终极补血剂，灌下去，加200。萧何眼睛一眯，根据补血量和时间判断，翔天无极使用的是终极补血剂还是精品。萧何随即面对翔天无极冷笑，心说你以为补血剂就能救得了你？目前阶段，终极补血剂已经是最高等级药剂，翔天无极使用的是精品，可也有45秒冷却时间，想杀翔天无极也简单，就是要在这45秒钟内打掉翔天无极的全部血量，这对萧何来说可以办到。刚喝下终极补血剂，翔天无极损失的血量基本上补回来了，翔天无极却不知原因的心头一寒。翔天无极，我会在45秒钟内杀了你，你准备好了吗？看翔天无极使用终极补血剂，萧何道：45秒。翔天无极大惊，只听萧何说出45秒，翔天无极就知道萧何看出他使用的是精品终极补血剂。45秒，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翔天无极和萧何简单交手，已经知道他不是萧何的对手，正想怎么样才能全身而退，却听到萧何要45秒内解决他，忍不住火大，打不过你也不能这样欺负人吧？就是会长，你反过来45秒内杀了他，让他看看我们翔天公会的威风。会长，爆了他，他是洪明，把他身上的装备爆出来。会长加油！边上那3个跟回来的翔天公会成员也随声附和，为自家公会会长加油助威，打压萧何气焰。哼，恐怕杨让你们3个失望了，等一会儿你们的会长就会被爆了，到时候看你们哭是不哭。看到3个翔天公会玩家为翔天无极加油，郝甜甜当然要帮萧何加油助威，打击敌人的气焰。翔天无极心里一阵苦涩，胜利已经没有希望，他只希望今天的战斗能有一个不算悲惨的结局。看来你的3个手下急着要知道究竟鹿死谁手呢？萧何法杖一举，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那就分出胜败吧。翔天无极又是抢先出手，眨眼间就冲到了萧何面前，地裂斩狠狠出手。可地裂斩斩出的时候，翔天无极才发现萧何已恰到好处的退后几步，超出了地裂斩的攻击范围，地裂斩无效。可萧何却能攻击到翔天无极，因为萧何是法师，他的攻击技能都是远程的，而翔天无极是战士，他的地裂斩是近战技能，攻击距离很短。轰！翔天无极马上收招，可还没等他收招，萧何的攻击已经到了，烈焰焚天的冲天烈焰淹没了翔天无极。还没完，翔天无极在烈焰焚天内移动，带动烈焰焚天的火焰出现细微变化，这个变化别人看不出来，可萧何却能根据这个细微的变化判断翔天无极的位置以及速度，预判出翔天无极的移动轨迹。于是翔天无极悲剧了，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翔天无极有点想哭了。在烈焰焚天内，他损血倒是不很严重，可莫名飞来的一个爆裂火焰却让他一下损血162，加上烈焰焚天，他已经损血超过200，他一身加血加防的装备血量也没超过700，如果再这样来几下，他肯定挂了。这时烈焰焚天时效已过，烈焰焚天刚散，翔天无极的势力刚摆脱无尽的火光，就看到眼前一个迅速放大的爆裂火焰。萧何的时机掌握精准，翔天无极想躲开也是有心无力，再次命中，翔天无极被萧何3击命中，损血接近400。你3击命中，让翔天无极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他和萧何的差距，他是游戏中的高手，还有一身极品装备，
甚至手中的长剑也是金色装备，可对手却是顶级玩家，就像是金字塔，顶级玩家是金字塔塔尖，而他们这些高手最多就是金字塔中上部，差得还远。没让翔天无极开口，萧何烈焰焚天再起，翔天无极再次被火光包围。翔天无极不想坐以待毙，从烈焰焚天远离萧何的一面冲出去，可刚冲出去就发现萧何也冲过来了，而且手中的爆裂火焰已经发射。就在翔天无极冲出烈焰焚天的同时，爆裂火焰刚好到达，随后萧何又是一个烈焰焚天加爆裂火焰，没有任何悬念，翔天无极挂了。翔天无极不仅挂了，还爆了，他的金色顶级长剑爆了出来。疾风剑顶级，需要等级15，攻击55-55，敏捷加10，伤害豁免10%，职业战士可装备。难怪翔天无极的速度都快赶上盗贼了，有敏捷加10的属性，速度增加100，想不快都不行。还有伤害豁免10%，可以直接减少损血量，难怪翔天无极掉血不多，原来有这样一件豁免装备。伤害豁免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属性，绝大多数玩家玩完整个游戏也见不到一次，甚至很多玩家都没听说过。可萧何不仅见到了，还拥有了3件高伤害豁免装备，不多不说，这是萧何人品爆棚了。有了这2个属性，翔天无极的疾风剑堪称金色装备中的佼佼者，唯一可惜的是等级有点低，不过萧何并不介意，因为这是战士装备，萧何用不到，很快就会卖出去，换成信用点就不会贬值了。3位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3个翔天公会玩家见到会长被杀，趁萧何正在捡会长爆出的装备，就打算悄悄地溜走，可他们刚转身就发现本以为不会追来的萧何已经站在他们面前了。这个我们还有事，就不打扰了。看到萧何拦路，3人满脸僵硬的笑容。还是我送你们3个回去吧。萧何举起法杖，对3个脸上挂着勉强笑容的翔天公会玩家说：你送我们回去？3个玩家你看我看你，弄不明白萧何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第34章拍卖会。对，我就这样送你们回去。萧何法杖一点烈焰焚天就笼罩了3个玩家，加上爆裂火焰和小火球，萧何迅速解决了3个人。对于敌人，他一向信奉的是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才是硬道理。你都红成这样了，进不去朱雀城可怎么办？看到萧何了结最后3个玩家，身上红光更盛，郝甜甜有点担忧，如果不是因为他不来救他，萧何根本就不会杀这么多玩家，也更不会红名。没关系，我有这件装备。萧何把隐藏罪恶的头巾拿出来，开放属性给郝甜甜查看。装备分级，除了官方的普通、凡品、精品、极品、顶级、传说、史诗级和神器这种分级方式外，玩家们自己也有一些，比如这件隐藏罪恶的头巾，属性只有1条，属性也极其冷僻，只对少数人有大用，爆率也低，这种装备就被玩家们称为稀有装备。稀有装备就是指这件装备爆率低，整个游戏可能只有1件或几件，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种装备的用途很少，大多数人用不着，只有极少数人对这种装备感兴趣也用得到。这我就放心了。看到隐藏罪恶的头巾的属性，郝甜甜知道萧何再红名也没问题了。萧何把帽子撤下来，帽子和头巾属于同类装备，占据同样的装备位置，不能2个同时装备。戴上隐藏罪恶的头巾，萧何身上代表红名的红光隐去，萧何仍旧红名，可没人能发现得了。对了，我有东西送给你。萧何拿出一条项链递给郝甜甜，正是从赵耀祖身上爆出来的闪灵项链。本来萧何打算拿去卖掉，可看到郝甜甜的笑容，突然就有了宝物赠家人的想法，也这么做了。你要把闪灵项链送给我？郝甜甜大惊，闪灵项链的属性他看过，赵耀祖向他炫耀了好几次。赵耀祖说过，只要郝甜甜加入他的公会，闪灵项链就送给郝甜甜，可郝甜甜是一条项链就能收买的。是，这条项链太贵重，我不能要。郝甜甜坚决，心里却甜甜的，心说这萧何倒也不是个木头。那这件你总要收下吧。萧何拿出一把紫装匕首，风影刃，极品，需要等级17，攻击50-50，敏捷加10，力量加3，眩晕3秒几率3%，职业盗贼可装备。虽然只是一把紫装，可攻击高，而且还有眩晕属性，3%几率致使被攻击目标眩晕。除此之外，还有敏捷和力量加持，综合来说是一把相当不错的匕首。这次郝甜甜没拒绝，喜滋滋的收下了。闪灵项链既然你不要，我就把它和其他几件装备一起送去拍卖。上档次的装备只有在拍卖行经过充分宣传才能卖出最高的价格，另外还有一些用不到的装备，萧何也打算甩给拍卖行。萧何的装备被萧何自己分为3类。第一类，非卖品，萧何能使用的，属性极其特殊的，今后再难遇到的，例如隐藏罪恶的头巾，不管目前能不能用都不会卖掉。第二类，替换品，暂时用得到的，以后容易更新的，替换下来就卖掉。闪灵项链就是这个样子，另外目前用不到，
但以后可能会用到的，也暂时不会卖掉。可一旦用过，有了替换，也马上会卖掉。第三类交易品，萧何用不到的，价值小的直接甩卖，价值高的送拍卖行。例如疾风剑就要送拍卖行。都有什么装备？郝甜甜好奇地问道。除了闪灵项链，金色的还有疾风剑、蛮牛战锤，剩下的就是一些紫装。这些装备不是被萧何更换下来要淘汰的，就是萧何根本用不到的，留下来只会贬值，所以小何打算尽快卖掉，卖金币兑换信用点。闪灵项链属性这么好，你怎么不留下自己用？我有更好的，闪灵项链淘汰了，当然要卖掉。萧何把幸运项链的属性展示给郝甜甜看。幸运+5，伤害豁免 20%， 这种强悍到不讲理的属性装备你都打得到。郝甜甜被幸运项链的属性震到了。幸运是游戏中最难得的属性，任何装备只要有幸运属性点就会身价剧增，而且大多数是1点、2点就很不错了，3点万金难求，4点郝甜甜没听说过有人用，可今天竟然见到5点的项链，郝甜甜不知道怎么评价了。我有一个想法，你要不要听听？郝甜甜眼珠一转，笑得像是一只小狐狸，漂亮的小狐狸。说说看。赵耀祖买这条闪灵项链的时候，大肆炫耀了一番，很多人都知道，可现在被你爆了出来，赵耀祖丢脸丢大了。好在消息没传出去，赵耀祖正急着把这条项链赎回去，保住他的脸面。你不妨用这个机会狠狠敲他一笔，就算你要再高的价格，他也会买回去的，保证比拍卖行高得多。郝甜甜分析道。萧何点头，卖谁都是卖，卖给赵耀祖也不是不可以，重要的是要狠狠敲他一笔，敲得他大出血。但萧何有一点要求，这一切都要在游戏内进行，用金币交易。如果用信用点转账，赵耀祖就会发现他的现实身份，这会给萧何带来不少麻烦。郝甜甜拍着鼓鼓的胸口保证，赵耀祖肯定会大出血的。随后直接给赵耀祖通话，要求第二天在朱雀城内的茶楼见面，只有一次见面机会，过期不候。这话很霸道，也很不给赵耀祖面子，可赵耀祖乖乖接受了，约定第二天在朱雀城内茶楼见面。两人进城，萧何戴着隐藏罪恶的头巾，守城门的城卫军根本没发现萧何是个红名。拍卖行位于朱雀城大街，在最繁华的地段，有一栋3层的高大建筑，就是拍卖行所在地了。进入拍卖行业务大厅，萧何说明来意，马上被请到接待室，专人接待萧何。不错不错，这几件紫装都是相当不错的装备，放在拍卖会上肯定会拍出满意的价格。看着萧何拿出的几件紫装，拍卖行的业务经理赚大钱仔细查看，脸上带着公式化的笑容。这件呢？萧何拿出蛮牛战锤。金装？不错，蛮牛战锤，只是属性有点不是很理想，如果能交给我们拍卖，拍出一个理想的价格还是可能的。赚大钱看到竟然是一件金装，笑容中多了一点真实，也多了一点惊讶。那这一件呢？看赚大钱的表情，郝甜甜露出一抹调皮的神色，把疾风剑递给了赚大钱。金装疾风剑，攻击 55-55， 敏捷+10，伤害豁免 10%。 赚大钱读着数据的时候，嗓音忽然变尖，疾风剑的属性把赚大钱镇住了。金装本来就不多，更何况是疾风剑这种属性强悍的金装，这很正常。游戏刚开始不久，远古世界的爆率也低，一而好装备不多，拿出来卖的就更少了。可萧何不仅拿出来了，而且拿出来的还不是普通金装，而是金装中的极品，赚大钱当会震惊。这时候赚大钱的笑容绝对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没有半点公式化成分了。好了，这些装备都放在你们这拍卖，你们要收多少费用？赚大钱变得异常热情的笑容让萧何一阵恶寒。萧何知道拍卖行代为拍卖，手续费标准是 5%， 这只是常规收费，如果拍卖的东西价值很高，这些费用完全可以减免一部分。如果拍卖品价值高到一定程度，拍卖行甚至可以不收任何费用，只为打响自己的名气。萧何想看看他拍卖的这些装备能减免多少费用，收得多了就考虑换一家拍卖行。按规则是收取交易额的 5%， 不过既然暴法先生这么大力支持我们拍卖行，我可以做主减免到交易额的 3%。 当然如果以后暴法先生有更好的装备来拍卖，这个费用还可以再商量。签订拍卖合同，萧何就把装备留下来。拍卖行的合同是系统公正，买卖双方都无法违反的。送萧何出来的时候，赚大钱一再叮嘱萧何，以后有装备要出售的时候，一定要来拍卖行找他。哥哥，那个赚大钱的表情太逗了。出了拍卖行，郝甜甜顿时笑得直不起腰来。最初赚大钱接待两人带着公式化的笑容，萧何拿出第一件金装的时候，赚大钱的公式化笑容去了大半。萧何拿出第二件金装的时候，赚大钱脸上笑容绽放，已经没有一点公式化成分了，就像古时候的一个对联：茶敬茶，敬香茶，坐请坐，请上座。你也够坏的，明知道赚大钱经不住金装的诱惑，还故意用疾风剑来诱惑他，他能不上当吗？金装不要一次性拿出来，这是郝甜甜的主意。萧何开始的时候还不明原因，
直到后来看到赚大钱的变化，才知道郝甜甜是故意戏弄赚大钱。好了，我下线了，明天你见到赵耀祖，要狠狠敲他一笔，让他心疼死。郝甜甜说着下线了。第35章大放血。第二天，萧何上线，来到约定的人间仙境茶馆。人间仙境茶馆是朱雀城内最大、最高档的茶馆。萧何来到的时候，赵耀祖早就来了，正在包厢里等着萧何。按萧何的要求，只有赵耀祖在场。坐。赵耀祖脸上没有半点笑容，对今天的交易，赵耀祖心中有数，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开门见山，直说：“你打算用多少金币赎回闪灵项链？”萧何可是一点都不客气，没有半句废话。80万金币。赵耀祖的报价正是他当初购买闪灵项链用的价格。不卖。萧何当然知道这个价格，实际上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闪灵项链虽然伤害豁免很高，高达 30%， 可其他属性并不好，综合起来价值不会超过30万金币，这还是在拍卖行的价格。可萧何今天就是来给赵耀祖放学的，并不是来以实际价格卖闪灵项链的，80也不能打动萧何。80万已经高过闪灵项链的价值了，别忘了，闪灵项链本来就是我的。赵耀祖从座位上弹起来。赵耀祖也不是傻子，当初只是一时头脑乱热，好面子才买下了闪灵项链。就算是后来知道上当了，买贵了，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吞。好在闪灵项链也是一件难得的装备，本来是你的，这我知道，可你更应该知道，闪灵项链现在的主人是我，我想卖就卖，不想卖你就买不到，你明白吗？对赵耀祖的愤怒，萧何无动于衷，追杀他本来就是赵耀祖的错，萧何只是想连本带利的守回来。好，100万，这已经是最高价了。赵耀祖咬牙切齿地说道。如果100万买回来，加上最初的80万，闪灵项链前后花了赵耀祖180万，就是财大气粗的赵耀祖也感到一阵心痛。这是180万金币，也就是180万信用点，很多人一本子都挣不来的财富。不够，你还想要多少？赵耀祖蹦起来，隔着桌子向萧何咆哮。300万，闪灵项链你拿走。萧何笑眯眯地说，这个价格已经超过闪灵项链实际价值的10倍，只多不少。拍卖行肯定不会拍出这个价格，拍卖行能拍出这个价格的1/10就不错了。你抢劫吗？听到萧何的报价，赵耀祖咬牙切齿。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就不怕被人杀回0级，杀到3号？赵耀祖谈价不成，文的不成来武的，开始威胁萧何。400万，随便你怎么做，你找多少人来我都接着，看谁能把我杀到3号。谈到 PK， 无论是单 P 还是群 P， 萧何就没怕过谁。你信不信我花10万金币，就有人追杀你到海角天涯？又涨了100万，赵耀祖气的都开始哆嗦了。没见过这样做生意的，根本就不讲任何道理，只是一味的加价，而且越加越凶。显然是赵耀祖有点没看清现实，萧何根本就不是来做买卖的，是来敲诈他的，价格涨得不凶才怪。500万，你尽兴，我加价，你继续。萧何做得稳稳当当。我不买了还不行吗？赵耀祖站起来，做事转身要走。行，只要你出门，我马上就把项链送到拍卖行，他们肯定会大力宣传，把闪灵项链作为压轴拍卖品拍卖的。萧何一点都不着急，甚至看到赵耀祖已经转身，也没有任何担心。萧何认定赵耀祖会留下来的。如果真上了拍卖行，赵耀祖拍回来，绝对比现在的价格低，这点对赵耀祖有利。可一旦到了拍卖行，拍卖行必定大力宣传，让尽可能多的玩家知道有闪灵项链这种装备拍卖。不幸的是，在此之前，赵耀祖已经让很多人知道闪灵项链是他的。这样闪灵项链被萧何爆出来的事情，很快就会弄得人尽皆知，到时候赵耀祖的脸就彻底丢大了。因此，赵耀祖宁愿花比拍卖行更高的价格，也不愿让萧何把项链送到拍卖行去。好，500万，我给。赵耀祖咬牙切齿，转账信用点，兑换金币，和萧何交易，买回闪灵项链。多谢你的慷慨，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合作。萧何看到账上的500万金币，心中一阵兴奋。500万金币兑换成信用点，除去手续费，还有470万以上，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有了这笔巨款，萧何就是一小富翁，以后就是整天什么也不干，也能衣食无忧的过一辈子了。再和你交易，我就是猪。被狠狠宰了一把，赵耀祖心里憋气带窝火，狠狠一摔门，走出茶楼。萧何把金币兑换成信用点，转到自己账户上，这才哼着歌，心情舒畅地走出茶楼，走向城外。不对，萧何从走出茶楼开始，就有一种被人盯梢的感觉，越走这种感觉越强烈，肯定是有人盯梢没错了，而且盯梢的是一个高级盗贼，萧何只能感觉到，揪不出来。萧何快步走向城外，这些人盯梢的目的无非是杀人夺宝，出城之后很快就会主动现身的。出城，萧何挥杖就是一个小火球，向怀疑盗贼隐身的地方轰过去。
对像萧何这样的顶级玩家来说，盗贼隐身用处不大，完全可以利用环境的改变来判断盗贼藏身处。火球攻击的地方，空气起了一阵像水波纹一样的扭曲，出现一个盗贼装束的矮小男性玩家，说：“从茶馆就开始跟踪我，究竟有什么目的？”萧何正面面对盗贼，能发现我跟踪你，你也算是个高级玩家，可惜有人出10万金币，我很快就要把你杀回0级了。对于被萧何发现，盗贼一点也不紧张，反而表现出对萧何的惋惜，像是萧何已经被杀回了0级。这时，从城门方向跑过来4个人，一个法师，一个战士，一个牧师，还有一个弓箭手。这4个人跑过来之后，和盗贼站在一起，组成一个半圆，隐隐把萧何包围起来，显然是同伙。10万金币买你们杀我到0级，你们觉得这笔钱很容易赚到手的吗？萧何看了看5个人，他们身上的装备都很不错，虽然没有打开视觉效果，可萧何依然看得出来，他们身上的装备以紫装为主。能够凑齐一身以紫装为主的装备，这些人的等级都不低，战斗力肯定也都不弱。萧何把5个人定位在高手行列，需要小心对待，尤其是5个人还是5种职业齐全的组合。我倒是有个主意，兄弟，你想不想听一下？这时盗贼眼珠一转，说来听听。不如兄弟你自杀如何？10万金币我们6人平分，就当你重新开号，重新开始不就行了吗？盗贼说出一个损主意，他也看出萧何不是个好惹的角色，能不动手还是尽量不动手的好。别说这个主意对多数人来说还是很具诱惑力的，10金币6人平分，每人16666，兑换信用点除去手续费还有15000以上，相当于几个月的收入。对于不争第一不在乎等级的普通玩家来说，这个买卖做得值，很可能就同意了。可萧何不会，刚入袋500万，怎么会被区16666金币诱惑到？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惜我不会同意，凭你们5个想杀我还差得远。萧何冷笑道：“别和他啰嗦了，杀人领钱，以前我们又不是没做过。”战士持刀向前一步，直逼萧何。听战士这话，萧何才弄明白，这些人既然是一伙职业的，相当于游戏中的佣兵，杀人拿钱。而且通过刚才的一番谈话，萧何也猜到是谁要把他杀回0级了，除了赵耀祖就没有别人了，也只有赵耀祖才把钱不当钱，拿出10金币把一个人杀回0级。杀！法师一挥杖，烈焰焚天发动，弓箭手也射了3箭阻挡萧何。与此同时，战士和盗贼冲了上来，牧师在后方随时准备为同伴提供支援。萧何看法师法杖一动，就知道这是开始攻击的信号，马上开启速度，像战士一样开始冲锋。法师的烈焰焚天烧起来的时候，萧何已经出了烈焰焚天的攻击范围。有经验的玩家都知道，法师的魔法是可以躲开的，就算是烈焰焚天这样的面攻击也可以躲开，关键在时机的掌握，在法师即将发动技能的时候就要启动，否则等法师开始发动技能就晚了。萧何就是这样，看法师法杖一动，就知道技能马上就要发动，提前加速冲出了技能笼罩范围。而3支射来的箭也被萧何间不容发间的躲过，眨眼间从战士和盗贼中间穿过，直奔法师冲过去。冲到法师和弓箭手面前，萧何烈焰焚天瞬间发动，法师和弓箭手中招，被笼罩在烈焰焚天中。萧何凭借记忆的位置砸出一个爆裂火焰，穿过烈焰焚天砸向牧师。为什么是凭记忆呢？因为牧师在最后方，牧师前面是法师和弓箭手，而萧何在法师和弓箭手前方，烈焰焚天笼罩了法师和弓箭手，也挡住了萧何看向牧师的视线，看不到牧师，想要攻击就只能凭对位置的记忆。第36章再杀纨绔。萧何的烈焰焚天不仅阻挡了萧何的视线，同样也阻挡了牧师的视线，让牧师看不到萧何施法。在牧师的眼里，爆裂火焰从烈焰焚天中出现的太突然了，让牧师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击中了。286，牧师的防很低，损血很大。这时弓箭手和法师已经冲出烈焰焚天，战士和盗贼也转身冲了回来，4人联手向萧何逼近。萧何可不想被人围住，转身就跑。萧何的速度比盗贼还快，围过来的盗贼战士只能眼睁睁地看萧何脱离他们还未形成的包围。牧师也反应过来，看到同伴损血，挥杖就为法师补血。萧何看牧师施法，饿了，一个爆裂火焰就砸了过去。牧师正在施法，要闪避就要强行中断施法，可就算是强行中断施法，也需要一少量的时间。萧何的爆裂火焰来得太快，牧师怎么做到来不及了？牧师为法师加上血的瞬间，被爆裂火焰命中，直接挂了。牧师挂了，萧何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牧师没来得及加血的弓箭手。弓箭手看到萧何法杖一指他，就知道他是萧何的下一个攻击目标，马上快全速奔跑，企图躲避。可惜，第一他躲晚了，法术已经开始发动；第二，他没有萧何的速度；第三，萧何根据弓箭手的动作判断出弓箭手移动的方向，把烈焰焚天出现的位置偏移，根据弓箭手的速度留了提前量。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弓箭手刚起跑，他面前就出现了烈焰焚天，弓箭手想刹车却止不住冲势，眼睁睁的一头扎进烈焰焚天，在萧何追加一个小火球命中之后，弓箭手也挂了。不到1分钟，5个人就挂了2个，这让剩下的3个很难接受，同时也意识到这次恐怕要失手了。该死的，我们被坑了！难怪平时不过几千金币的任务，这次会给到10万的高价。法师看到有另一个同伴被杀，而萧何别说被杀，就是损血都没有，盗贼一样的速度和精湛的操作技艺，让他们想打中萧何都十分困难。就是本以为雇主是个傻瓜财主，没想到我们才真是傻子。盗贼看了看萧何和剩下的2个人说道。对于是不是要继续下去，3人都有点犹豫，因为他们知道继续下去，萧何9成9不会有事，可他们3个9成9会死，这是巨大的实力差距下的必然结果，不是凭一时之勇就能改变的。看到是剩下的3个人站在一起，迟迟不肯出手，萧何知道对方犹豫了，笑问道：“怎么怕了吗？谁说我们怕了？小心我们杀到你山号。”战士脸一红，但输人不输阵，还是强装硬气的说道：“难道我听错了？你们来的目的不是要杀到我山号？”萧何故作惊讶的问道：“他们被人雇佣要杀到萧何山号，刚才又说小心我们杀到你山号，明显是有些前后矛盾。他们是被萧何强大的攻击力还有精湛的操作技艺震惊了，萧何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劲敌。报法，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恩怨，来找你麻烦，我们也只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只是交易罢了。常在河边走肯定会失险，这次我们兄弟认栽了，你说你想怎么办吧？”这时法师站了出来，他们并不是雇主的手下，并没有所谓的忠诚，当他们发现被雇主坑了的时候，怨气就大了。怎么办？你们都答应吗？萧何也认同对方的话，他们只是拿钱办事，根本不存在恩怨过节，只是这次他们运气不好，遇到了他们啃不动的萧何，不仅已经被杀2个，剩下的3个也很难逃过一死。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不是所谓的职业杀手，只是玩家，比较厉害的一定玩家。赵耀祖离开茶馆并没有下线，而是继续在游戏内等消息，等他恨之入骨的人被杀的消息。这次他雇佣的是一个十分厉害的5人小组，5人有2个在等级排行榜前10，另外3个也在前50。要知道整个远古世界，玩家数以千万计，甚至是数以亿计，在这么多玩家中排行前10、前50，厉害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是赵耀祖肯给高价的原因。就在赵耀祖焦急不安的时候，他的消息终于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赵耀祖接通对话，迫不及待地问道：“你坑我们？怎么是坑你们？你没有告诉我们，对方是一个厉害到极点的角色，我们有2个人挂了，还爆出一件紫装，损失惨重，你要负责赔偿我们。还有，我们只杀了他1次，但赏金要全部，否则刺杀过程的录像我们是不会给你的。”成功了！好好，没问题，不就是一件紫装的问题，只要你们把录像给我，一切都好商量。赵耀祖大喜，心中气出了一大半，虽然只杀了1次，没有杀到0级，可赵耀祖不在乎。赵耀祖坚信，有第1次就有第2次，有了第2次就会有无数次，被杀了1次就有可能被杀回0级。这是你说的，不能反悔。我说话算数，10万金币对我来说小意思。这样最好，我们在城北门外等你，带足够的金币交易，否则录像我们不会给你。对方说完就结束了通话。赵耀祖有点奇怪，对方怎么不选择进城交易？只是略微有点疑问。赵耀祖没多想，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拿到恨之入骨的人的被杀录像。录像呢？赵耀祖出了北门，就看到有3个玩家在北门不远处，正是他见过的5个人中的3个。赵耀祖并不愿意和这些人打交道，可怨恨太深，他自己又没能力报仇，只好请人代为报仇了。赏金翻倍，赔偿1件紫装3万，除去定金3000，你还要支付22万7千金币。战士走上前来道：“紫装3万金币，这明显是敲诈。紫装不是金装，动辄上万金币，能卖几千金币就已经十分不错了。”好，不过我要先看录像。赵耀祖也没讨价还价，却提出验货的要求。不用看了。这时赵耀祖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赵耀祖回头一看，他们恨之入骨的萧何来了。这就是萧何不杀3个人的代价，他们3个要把雇主，也就是赵耀祖引来城外。赵耀祖大惊，萧何这个场合出现，只有一个可能，他花钱买凶的事情败露了，这是唯一的解释。看到萧何出现，又他雇佣的3个人马上离开，赵耀祖马上意识到他的处境有些不妙。你想怎么样？赵耀祖看着逼近的萧何，手持最近刚到手的精装顶级战刀，微微有点发抖。尽管手持精装顶级战刀，赵耀祖还是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他十分清楚，他和萧何的差距太大，不仅在装备，还有操作技艺。萧何的操作已经堪称技艺，而他的操作连技巧都称不上。赵耀祖悄悄拿出一个巴掌长的卷轴，背在身后撕开，赵耀祖顿时被白光笼罩。砰！
萧何闪电般射了一个小火球，照耀组身上的白光马上消失。你应该清楚，回城卷轴是需要时间准备的，在准备时间遭到攻击，回城卷轴会直接失效。萧何知道，远古世界有回城卷轴，需要3秒的准备时间，最便宜的每张也要10个金币，价格高昂。最初萧何金币不多，不足以购买，后来金币多了，萧何打算购买一些，只是还没空出时间来。你想怎么样？回城卷轴被打断，照耀组无计可施 ，PK。他肯定不是萧何的对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萧何法杖一指照耀组，烈焰冲天起，烈焰焚天笼罩了照耀组。照耀组的装备又强化了，萧何发出的烈焰焚天竟然只打掉了照耀组125点血，随之而来的就是爆裂火焰。照耀组正在向外冲，烈焰焚天内火光一片，照耀组根本就没发现爆裂火焰，就已经被击中了。随后，照耀组冲出了烈焰焚天。可小火球又出现在他面前，想躲有心无力，再次中招，3击命中，照耀组损血超过400。经过多次磨合，萧何这3种技能之间衔接已经十分纯熟，时机把握准确，只要中了烈焰焚天，后面的爆裂火焰和小火球就很难躲开。这一套组合下来，防低的直接就挂了，防高的也在被挂边缘。好厉害的法术衔接，让人根本躲不开。可惜我的操作能力差的太多，就算知道原理也模仿不出来。要是英雄死定了，死就死了，他可把我们给坑得不浅。城门口刺杀小何的5人组合远远地看着萧何和照耀组的战斗，确切地说是一面倒的虐杀。刚复活的牧师和弓箭手看到萧何凌厉的攻击，仍然心有余悸，他们2个就是这么被萧何爆了的。萧何退后几步，和冲上来的照耀组拉开距离，躲开照耀组的攻击，砸出烈焰焚天，开始新一轮的攻击。第37章夜会佳人。第2轮的攻击刚开始，照耀组就灌下一个终极不屑技，不屑，可这也没能挽救他被挂掉的命运。照耀组没能挺过这一轮的攻击，被一个小火球给挂了。挂了照耀组，萧何就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回城买了一打回城券，这才出去练级。接下来的时间很平静，萧何一直在杀铁甲熊，可惜熊王被杀，要过些日子才能刷出新的熊王。晚上，萧何准时下线锻炼身体，这已经是他固定不变的程序，也是萧何虽然长时间玩游戏，却仍然能保持身体强壮的根本原因。有规律的身体锻炼，刚冲完澡，他就接到了郝甜甜的电话。你把项链卖给照耀组了？简单的聊了几句，郝甜甜问道。卖了。宰了他多少？郝甜甜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期待。从知道萧何爆了照耀组的闪灵项链开始，郝甜甜就有一个希望萧何能狠狠地宰照耀组一次，照耀组的损失越大，郝甜甜越开心。500万，500万，哥哥，照耀组肯定气坏了。对面沉默了片刻，才传过来郝甜甜略带惊叹的笑声。萧何知道郝甜甜惊叹的原因，500万，就算是20个闪灵项链也买到了。如果不是因为照耀组特殊原因，闪灵项链必须收回去，闪灵项链绝对卖不到这个价格，最多30金币万撑死了，这个价格是一个奇迹。祝贺你成了百万富翁，出来庆祝一下吧。对面郝甜甜发出邀请。好，还在天海阁，这次我请。萧何还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的，当然不是说对女人动辄打骂的那种。萧何收拾一下，出门直奔天海阁。郝甜甜仍像上次一样，在天海阁门口等萧何。你看又是那个小白脸，我就不明白了，他长得没我高，没我帅，看穿的也不像是有钱有势的人，不是高富帅，怎么这么有钱还漂亮的女人会看上他呢？嘘，小声点，被人听到了，你饭碗就砸了。不会吧？看到郝甜甜等候的还是萧何，2个天海阁站岗的保安马上想起了几天前也是这样的场景，惊掉了一地的眼镜，窃窃私语起来，看向萧何的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不能取而代之。萧何2人刚要进天海阁，天海阁门里走出3个人，2个保镖扶着一个烂醉如泥的醉汉往外走，是照耀组，醉得几乎不省人事，被2个保镖架着才能避免瘫软到地上。爆法千刀万剐。照耀组经过郝甜甜和萧何身边的时候，嘴里还嘟嘟囔囔的，勉强能听清。萧何心头一动，差点笑了，看来2次被爆外加500的损失，让照耀组心疼了，借酒消愁。郝甜甜眉头一皱，语气不善的向扶着照耀组的保镖问道：怎么回事？郝小姐，赵少今天心情不好，稍微喝多了一点。照耀组的贴身保镖看到是郝甜甜，恭敬的回答道。作为照耀组的贴身保镖兼心腹，他们当然不会不认识郝甜甜，不仅认识，还十分了解才行。丢人，马上送回家。郝甜甜一挥手，厌恶的不再看醉酒后丑态尽显的照耀组。照耀组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只是醉了一场就会遇到郝甜甜，还是他醉得神志不清、丑态毕露的时候。他更不会想到，跟郝甜甜在一起的还有他费尽心思想要寻找的爆法的操作者。照耀组是钱很多，势力也有一点，可要在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城市里找一个只知道长相
姓名等其他资料全部未知的人，还不能通过各种媒体，只能私下寻找，这个难度有点太大了。正因为这样，他至今还没发现萧何的真实身份。更因他今天醉酒，错过了一个揪出萧何的大好机会。等下一次他见到萧何的时候，他已经无法奈何萧何了。而他身边的心腹，因为没有赵耀祖的命令，也不敢随意派人跟踪。毕竟萧何和郝甜甜在一起，弄不好被郝甜甜发现了，倒霉的绝对不会是赵耀祖，只能是他这个做下人的。因而，即使是看到了萧何，没有赵耀祖的命令，他们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赵耀祖走了，郝甜甜脸上笑容浮现，看到赵耀祖出丑，郝甜甜的心情不错，尤其是萧何也在身边。我们进去。郝甜甜娇媚地说道。巧合的是，这次两人所在的包厢还是上次两人所在的包厢，只是主客一位，这次萧何请客。酒菜很快上来，因为要说一些私密的话，郝甜甜屏退服务生，包间就剩萧何和郝甜甜两人。萧何端着一瓶他认不出牌子的法国红酒，在眼前摇了几摇，就这一瓶红酒花了萧何7000多信用点，这还是天海阁经理对上次的事情表示歉意，打5折后的价格，这一杯就值几百个信用点。以前萧何打死也买不起这种酒的，以后萧何相信这种酒对他来说不成问题。远古世界赚了500万，虽然是很大一笔数字，可萧何坚信这仅仅是开始，更大的成功，更多的收入还在后面。赵耀祖今天失态了，不会是因为你吧？郝甜甜的大眼睛盯着萧何，左看右看，像是在研究一件稀有的宝贝一样，仔仔细细，从上到下，如果没有衣服，肯定也会从外到里研究研究。可能500万虽然不是小数目，可赵耀祖还不至于借酒消愁吧？郝甜甜摇摇头，给萧何分析，不光是500万的事情，后来我还挂了他一次。萧何推测500万的事情可能让赵耀祖有点憋气，可赵耀祖绝不会这样失态，肯定是后来赵耀祖被他再次挂了，让赵耀祖有点受不了。作为有钱有势的公子哥，赵耀祖从来都是顺心顺意，就算是进入游戏，也是大把大把的资金砸下去，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的。可碰到萧何之后，先是被爆出一条项链，接着又被宰了500万，被宰之后还被杀了一次，这让从没遇到过挫折的赵耀祖有点受不了。于是借酒消愁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回事？郝甜甜一听还有他不知道的内幕，顿时来了兴趣，在萧何对面隔着桌子探过头来，让萧何一阵口干舌燥，连忙把视线移开。随后萧何把宰了赵耀祖500万，赵耀祖气不过买凶杀人，可被雇佣的人实力不济，反被萧何挂掉2个。为了不调集出卖雇主，把赵耀祖骗出来，萧何第2次杀了赵耀祖，这些都讲给了郝甜甜听。难怪了，赵耀祖这人心胸特别狭窄。去年赵耀祖参加一个宴会的时候，有一个服务生出错把他的酒拿给了另外一个人，按说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你猜赵耀祖怎么办的？郝甜甜说道。萧何当然不知道，不过萧何也认为这只意外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本就不值得计较。你错了，当晚赵耀祖就逼迫承办宴会的酒楼开除了服务生，这还不算完，赵耀祖还命人打断那个服务生递酒的那只手，如果不是我发现了，把那个服务生送到医院，那个服务生的手就残废了。郝甜甜说出一个令萧何十分意外的答案。萧何感叹，赵耀祖会这么做，已经不是小肚鸡肠可以形容的，简直就是仗势欺人，没事找事。肚量太小，难成大事。成大事者，不一定要宰相肚子能乘船，可至少要有一定容人之量。所以你要小心了，你让赵耀祖吃了这么大的亏，赵耀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过短时间内，赵耀祖是没法分心了，他老爹给了他一个期限，1个月内打到令牌，正式建立帮会，否则就考虑收回他的投资。我想今天他借酒消愁，也有一部分这个原因。郝甜甜有点为萧何担心。想报令牌难啊，工会令牌需要接任务，接了任务打一定等级以上的 BOSS 就有可能报出令牌。如果要增加报令牌的几率，就需要打 BOSS 队伍的成员尽可能的少，10人以下的精锐小队最佳，多了报率降低，少了可能就打不了 BOSS。毕竟像萧何这样能单挑 BOSS 的，不说绝无仅有也差不多了。另外一点就是队长幸运值要尽可能高，这样也会增加令牌报出机会。但是这仅仅是有可能报，不是必报。有些人一次成功，有些人需要重复几次，甚至10几次。对了，怎么从没见你女朋友和你一起玩游戏？郝甜甜问道，看似不经意，实际上精神全部集中，这是郝甜甜最关心的问题。如果萧何说女朋友忙，郝甜甜真是不知道如何自处。她最希望萧何回答的是2个字：没有。像我这样一个没钱没权的孤儿，也不高不帅，谁会做我女朋友呢？萧何的笑容有些苦涩，想起圣战中女友的背叛，尽管已经过去了很长很长时间，萧何心里仍然有些不舒服。第38章异样生活。郝甜甜差点抢答说我肯，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还是慢慢来，她怕她的热情吓跑了萧何。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郝甜甜看萧何的表情有些痛苦，知道他问的问题触到了萧何痛处。随后在郝甜甜温软甜语下，萧何很快忘记了小小的不愉快。晚餐继续进行。
晚餐在愉快稍有点小暖妹的气氛下进行，无论是萧何还是郝甜甜都十分享受，期待晚餐能晚一点结束。可晚餐还是很快结束了，萧何感觉好像只过了几分钟，可实际上已经2个多小时过去了。萧何不禁想起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坐在一个烧红的火炉上，1分钟就像1小时；坐在一位年轻漂亮姑娘身边，1小时就像1分钟。以前听这句话，萧何感触不深，今天萧何亲身验证了这句名言的正确性。结账，出了天海阁，郝甜甜打开豪华跑车车门的时候，回头甜笑道：“不请我去你家坐坐吗？”萧何惊讶地张大嘴巴：“他是要我领他回家？很晚了，你就这么放心到一个陌生人男人家里？”萧何想了想，本能还有些不想郝甜甜到家。这倒不是郝甜甜吸引力小，萧何对郝甜甜无动于衷，恰恰相反，萧何对郝甜甜的感觉十分不错。可有一点，前女友虽然只是游戏中的，给萧何带来的伤害还有没完全痊愈，萧何的戒心仍在。我都不怕，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郝甜甜都这么说了，萧何当然不能再拒绝。上车，指路，郝甜甜一路开到萧何的住宅楼下。看，兰博基尼幻影系列至少值1000万信用点以上吧。美女，从车上下来一个美女，是楼上姓萧的那小子，他也从车上下来了。不会是他给富婆包养了吧？从郝甜甜的兰博基尼跑车驶进小区，就被至少数十双眼睛牢牢锁定。看萧何和郝甜甜从车上下来，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就像炸了锅一样，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还用异样的眼光看向萧何。就在这种异样的眼神中，萧何带着郝甜甜来到自己的蜗居，开门，进家门。进门，地上就有一只萧何昨天脱下来没洗的袜子，萧何连忙捡起来，闪电般出手，把其他东一件西一件的衣服、内裤捡起来，团成一团，塞进桌子下面看不见的位置，这才让郝甜甜进来。3室1厅的房子，除了他的卧室，还有一间被萧何改造成了健身房，另外一间就一直闲置着。整体来说，房间内还算整洁，至少没有异味。萧何带郝甜甜在每个屋子看了一下，实际上非常简单。萧何的房间里无非是衣橱、写字台，再就是一张床了。游戏头盔就放在写字台上，自从父母离去之后，萧何就没添加过新的家具。实际上，萧何也添置不起。以前萧何只是饿不着，并不富裕，也没像在远古世界里那样赚钱。我决定了，以后这个房间就是我的了。郝甜甜参观完毕之后，指着萧何隔壁的空卧室宣布：“你说什么？”萧何被大大的震了一下，几乎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郝甜甜，千金大小姐要搬到这里来，萧何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可思议，肯定是幻觉，听错了。我说我要搬过来，以后这个房间就是我的了。郝甜甜很满意萧何惊讶的表情，再次重复：“不行，确定不是幻听。”萧何想都不想的拒绝了。能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性同住，是同一套房子不同房间居住，简称同住，萧何也愿意。但是愿意不等于同意，因为萧何搞不清郝甜甜的目的。为什么一个父亲身价数以亿计的美女会要和他萧何同住？萧何从来不相信天上真会掉馅饼。为什么不行？郝甜甜很意外，她也是千金之女，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被拒绝的机会很少。你住你的别墅多舒服，干什么要来和我住这蜗居呢？这样每天我们就可以一起玩游戏，下线之后你也可以见到我，不好吗？郝甜甜笑得像狐狸。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则，郝甜甜决定就算使用耍赖的方法，也要搬进来和萧何同住。这不是理由。郝哥哥，就让我住进来嘛，我保证不会打扰你的。郝甜甜抱住萧何的胳膊，使出无敌撒娇大法，晃来晃去。萧何的胳膊被2团软软的包围，鼻中香气阵阵，加上耳中甜到发腻的声音，让萧何口干舌燥。萧何不禁有些怀疑，这位大小姐知不知道他这么做很容易让男性升起对他身体犯罪的念头。好了，别晃了，我答应你还不行吗？萧何连忙把手臂挣脱出来，调匀呼吸，尽力冷静下来。再这样继续下去，萧何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化身饿狼，把身边美丽的猎物一口吞下。你真好。郝甜甜在萧何脸上亲了一下，蹦蹦跳跳的到了分给他的房间，拿出电话一阵吩咐。郝甜甜并没有压低声音，萧何听到郝甜甜是打给家里别墅的工人们，要工人把他的东西搬来。萧何这个汉，心说行动好快，难道是怕我反悔？半小时后，楼下来了一个运货的大开车，10分钟后有人敲门。行动真快啊！萧何看着郝甜甜打开门，门外走进2个工人和一个保姆，迅速收拾房间，安置家具，没用到半个小时，分给郝甜甜的房间已经大变样。最显眼的是粉色的墙壁和卧室中间的双人床，床两侧一侧是梳妆台，另一侧是游戏舱。游戏头盔和游戏舱都是游戏设备，不同的是游戏头盔只有接入游戏的作用，而游戏舱则是一台高科技的综合游戏设备，不仅可以接入游戏，在玩家进入游戏的时候，
游戏仓会实时监测玩家的身体状态，自动调整姿态和进行按摩，以防玩家身体长时间不动造成气血不畅，影响身体健康。另外，还有一系列附属功能，实用性非常高。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游戏仓异常高昂的价格，最普通的游戏仓也要50万信用点，最好的顶级游戏仓要500万信用点，而好甜甜的这个就是500万信用点的顶级游戏仓。为了身体着想，萧何决定再过一段时间赚够钱也订购一台顶级游戏仓。安置好，保姆把所有痕迹全部清理，顺便还把房间清理了一下，看不出有任何凌乱的样子。郝家别墅书房也是郝甜甜的爸爸郝天祥回家之后处理公事的地方。老爷，要不要把小姐找回来？书房里，郝天祥坐在沙发上，正在认真听取助理的汇报。郝天祥有一儿一女，长子郝宇傲自幼聪慧，这些年来成长迅速，堪当大任，集团内定接班人。女儿就是郝甜甜了，作为唯一女儿，郝天祥视郝甜甜为掌上明珠，倍加宠爱。一儿听到郝甜甜从别墅搬出去，郝天祥立刻派人进行调查。郝天祥能够调动的资源远胜照耀组千百倍不止，再者郝甜甜用的也是别墅里的工人和保姆。询问过后，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郝甜甜竟然搬去和一个男人同住，这让郝天祥大吃一惊。算了，等他玩够了，他自己会回来的。对了，那个人叫什么来着？郝天祥倒是看得开。实际上，郝天祥也极为头痛。郝甜甜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作为明月集团总裁郝天祥之女，自身又是美如天仙，有一郝甜甜的人能组成一个加强连，这还是去掉了一些不合适的人选。可郝甜甜却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萧何，对，萧何的情况调查的怎么样了？已经调查清楚了。萧何今年22岁，父母5年前意外全部逝世，职业游戏高手，交际圈简单，行为也无任何劣迹，评价暂无危害。助理打开一个文件看了看，简单扼要的汇报着。你布置一个小队的人手去全天候保护甜甜，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也不要让其他人打扰他们。记住，如果有意外发生，第一时间将甜甜带离，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强制带甜甜走，一切以甜甜的安全为主。助理领命下去，郝天祥靠在沙发背上，仰望天花板，不知在想什么。萧何还不知道，因为郝甜甜的到来，他已经进入了明月集团总裁郝天祥的视线。现在，萧何刚和郝甜甜约好上线，一起去升级。萧何上线，马上就收到了拍卖行赚大钱的留言。萧何委托拍卖的装备已经全部卖出，总交易额53万2200金币，扣除手续费，萧何净收入51万6234金币，再次进账超过半百万的金币。半百万金币，差不多就是半百万信用点。萧何心说，很快就可以有一个顶级游戏仓了。这时，郝甜甜也上线了，向萧何发送通话请求。萧何接通对话，郝甜甜的声音在萧何耳边响起。第39章美女公会。我在朱雀城南门，你在什么地方？郝甜甜问道。南门。萧何想起来，朱雀城南市恶狼草原，草原狼是16级的怪，有郝甜甜配合是不错的升级地点。萧何让郝甜甜在南门等候，他从下线的城中部跑向城南门，很快就见到南门下俏丽的身影。我们去杀草原狼升级，草原狼是16级怪，血量1600，很适合你升级。萧何道。两人一起升级，作为盗贼，郝甜甜负责引怪，萧何攻击力强，主要负责伤害输出，杀怪。萧何现在已经17级，魔法伤害进一步增强，掌控力也强了许多，每一次能同时掌控10只以内草原狼，同时杀10只草原狼，两人经验增长飞快。没过半小时，郝甜甜首先升到15级，萧何仍旧是17级。就在这时，萧何接到冰火玫瑰的通信请求。冰火玫瑰向萧何求助，为了组建帮会，冰火玫瑰需要一枚工会令牌，问题是仅凭玫瑰8女不足以推倒能爆出工会令牌的 BOSS。 无奈之下，冰火玫瑰想起了萧何，这才向萧何求助。冰火玫瑰承诺，他们只要工会令牌，其他此行一切收获，包括 BOSS 爆出的物品全都归萧何，无论是否会爆出工会令牌，每打倒一个 BOSS， 冰火玫瑰补偿萧何100万信用点，直到令牌爆出为止。目前工会令牌一枚也没有爆出来，可官方论坛上已经有人出价300万信用点求工会令牌。如果第一只 BOSS 就爆出一枚工会令牌，萧何就亏了，可如果10几个以后才爆出来，冰火玫瑰就亏了，各自都有风险，所以萧何才会接受这个价格。无论如何，萧何都会有不菲的收入。很快，萧何郝甜甜就和玫瑰8女会合，萧何接任务，一起向玫瑰8女选定的 BOSS 杀了过去。玫瑰8女选中的 BOSS 是20级的四象兽王。四象兽得名是因为它头脸像马，脚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20级主动怪，血量2000，行动灵活，头顶近身攻击。 BOSS 有群攻技能，杀伤范围120度角的大招，还能够召唤4只四象兽精英。这就是玫瑰8女调查的四象兽资料，因为有人打过四象兽没成功，却把四象兽的底子探出来了。远远的，
萧何就看到山林间有一种2米多高，头上长有2只树形角的怪，正是20级四象兽。前天有一个组合来打四象兽王，可惜最后时刻功败垂成。他们的一个成员把四象兽王的资料透出了出来，现在还只有少数人知道。不过我想用不了3天，各大公会的人都应该知道了。冰火玫瑰道：四象兽生活在森林中，独居或者家庭式居住，最多2只成年四象兽和1到2只幼兽生活在一起。8人一路前行，途中杀了50四象兽，很快就在一个山谷发现了四象兽王。四象兽王比普通四象兽高1半左右，头上金色独角就像是黄金打造而成，金灿灿的引人注目。好了，待会儿开始的时候，你们分出4个全力攻击四象兽王，留下4个把进入场地的四象兽引出山谷。萧何观察了一下地形，山谷中地势较平坦，只有几棵大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姐妹们，现在听我指挥，甜甜留下，随时准备把场地内出现的四象兽引出去，以免影响狩猎 BOSS。剩下的法师、弓箭手还有牧师，你们3个跟我一起攻击 BOSS。冰火玫瑰马上分配任务。这时萧何跑向四象兽王跑过去，刚接近，四象兽王已经警惕起来，冲萧何吼了一声，就准备攻击。可萧何更快，还没等四象兽王攻击，萧何就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198。四象兽王虽然是20级 BOSS， 可被萧何打掉血比铁甲熊王还要多。一方面是因为萧何又升级了，攻击力再次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是铁甲熊是以防御见长的怪，17级的铁甲熊王防御不比四象兽王差。四象兽王被攻击，马上一路向萧何冲杀过来。好快！萧何发现四象兽王竟然是速度型怪，对付这种怪拼速度会很累。萧何马上打定主意，拼转弯。萧何引着四象兽王跑向谷中的一处3棵大树长在一起的地方。这3棵大树呈不规则三角形排列，每棵大树之间距离在5到7米之间不等。冰火玫瑰4姐妹已经按照萧何的吩咐守在哪里了。萧何边跑边发招，跑到树下的时候，萧何已经攻击了7下，打掉四象兽王，血量1300以上。来到树下，萧何从树和树之间穿过去，四象兽王也穿过去。趁这时，冰火玫瑰姐妹同时发动攻击。30、21、45、26。看着4姐妹打出的伤害，萧何也一阵无语，这才想起来他的算计有误。他加点方向是全职法师，可大多数人加点都是平衡的，而且大多数人装备比萧何差很多，这就造成萧何攻击力超高，甚至可以达到同等级玩家2倍以上。算伤害，4姐妹的4下攻击还不如萧何的1次攻击。萧何决定改变战略，他独自应付 BOSS。 玫瑰 BOSS 交给我了，你们全都去外围，不要让其他4象兽进山谷干扰我。萧何改变策略。冰火玫瑰爽快地同意了，刚才他也看出来了，她们4姐妹全力一击还没有萧何一个人的伤害高，她们4个在这帮不上多少忙不说，反而有可能拖累萧何，还不如去玩外围肃清4象兽。正好谷口刷出10几只4象兽，另外4个玫瑰姐妹和好甜甜真有点忙不过来，偶尔还会有漏网的。剩下萧何一个人，萧何凭借自己的速度，借助树木的掩护和4象兽王周旋。半个小时过去，萧何打掉了4象兽王4血。这时4象兽王头顶金光耀眼，萧何一看，扭头就跑。这是4象兽王放大招的迹象。4象兽王的大招是无尽刀锋，以4象兽王为中心，正面120度范围攻击，正前方攻击力最强，向两侧逐渐递减到一半，攻击距离30米，足以秒杀同级玩家。萧何刚躲到树后，无尽刀锋就发动了。咚咚咚，树身传来几声响，无尽刀锋过去。萧何转出来一看，树身面对4象兽王的一面被打出了10几个手指粗的洞，深深的看不见底。萧何跑出来，再次开始攻击4象兽王。半小时过去，萧何估计4象兽被打掉1半血的时候，4象兽王面前银光闪动，出现4只银色4象兽。4象兽精英20级，按照官方论坛提供的数据，精英怪要比普通怪综合素质高 30%， 综合战斗力增强1倍以上。4只4象兽精英刚被召唤出来，就发疯似的冲向萧何，一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架势。这很正常，被 BOSS 召唤出来的怪都继承了 BOSS 的仇恨，不攻击萧何攻击谁？就在萧何和4只4象兽精英周旋的时候，山谷外又来了一伙人，人数23，职业配置齐全。叶流行大哥，山谷里已经有人了。前方探路的盗贼在高处观察片刻，回来向队伍前的一个法师报告。山谷里有多少人？叶流行问道。10个，9女1男，9个女的在外围负责清理零散4象兽，那个男的在山谷里打4象兽王，具体情况因为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不过看样子那个男的很厉害，4象兽王有可能会被推倒。盗贼汇报。好，各位弟兄听着，4象兽王已经有人抢先打上了，不过还没打死，我们能放过这个机会吗？不能。众人异口同声，这也正是叶流行的意思，只不过是借众人之口说出来，
他在届时发出攻击命令。帮会令牌要让给他们吗？不能。在叶流行的煽动下，剩下的22个人情绪越来越激动，摩拳擦掌，就等叶流行一声令下了。很好，各位兄弟，随我杀下去，抢了他们 BOSS， 抢帮会令牌，杀！叶流行说完，一马当先冲向山谷。叶流行身后的玩家看到叶流行一马当先冲下去，也都不甘示弱，一个比一个快地冲向山谷。这时，萧何正在全神贯注地打 BOSS， 4象兽精英已经被萧何解决了2只，剩下2只也损血严重。只是有一点令萧何郁闷，打4象兽精英的时候，4象兽王在休息，休息的时候血量会恢复。经过这段时间的休息，4象兽王的血量肯定恢复了许多。想到这，萧何加快了杀4象兽精英的速度。就在这时，萧何收到一个消息：叮！系统提示，您的同伴蓝玫瑰死亡。接下来系统提示不断，眨眼间玫瑰8姐妹就死亡了3个。怎么回事？萧何向山谷口一看，有一群20多个玩家从山上冲了下来，和玫瑰8姐妹混战成了一团。萧何还没来得及上前援助，玫瑰8姐妹已经全部被杀团灭。对方是有备而来，人多势众，而且单兵战斗力也不弱。玫瑰8姐妹很强，但是几个打一个就不行了。玫瑰8姐妹拼死搏杀，在杀了对方3个人之后，被对方用人海战术全灭，灭团了。这时萧何想起一个问题，好甜甜在那呢。第40章手快令牌。正在萧何找人的时候，对面的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呼，有一个弓箭手被偷袭了，对方一击即退。甜甜，马上脱离战场，保护好你自己，剩下的事就交给我来办。萧何马上猜出是好甜甜，对方有20多个人，而且能迅速杀掉已经全部16级的玫瑰8女，显然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以好甜甜的能力，如果被打破前行状态，暴露在20多个人围攻下，肯定会很快被挂掉，被秒都很正常。因而萧何让好甜甜脱离战场。吩咐完毕，萧何转身冲向4象兽王，砸了一个小火球。马上4象兽王就向萧何冲了过来，还有2个4象兽精英也随即跟来。萧何带着1只4象兽王和2只4象兽精英冲向谷口，冲向叶流行这20个玩家。兄弟们，他这是想算计我们，借 BOSS 的手杀了我们。可有一点他搞错了，我们既然来杀 BOSS， 就有杀 BOSS 的能力。兄弟们马上准备战斗， BOSS 一定要留下，人也要尽量爆了他。叶流行看萧何冲过来，以为识破了萧何的计谋，洋洋得意。实际上他的确识破了萧何的计谋，如果换做其他人，叶流行这番安排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可他们面对的是萧何，这个计划执行的关键就是萧何的个人能力，这正是叶流行所不了解的。很快，萧何带着 BOSS 就冲到谷口，进入叶流行等人的攻击范围，魔法和弓箭覆盖式的攻击过来。萧何心说要得就是这个，可惜萧何的伤害输出太高，虽然很多人的攻击都命中 BOSS 的仇恨依然在萧何身上，萧何只能无奈继续冲向叶流行等人。叶流行等人对准萧何和 BOSS 就是一阵狂砸，攻击就像雨点一样落下来。就算是萧何速度再快，身法再灵活，也有人力不可抗拒的时候，还是被击中了3次。这时 BOSS 的仇恨总算是被拉了过去，不再紧紧跟在萧何的屁股后面。萧何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BOSS 仇恨消失之后，毫不犹豫地转身从侧面跑开。叶流行派了2个盗贼去追萧何，可没过片刻，2个盗贼就一脸难以置信回来了。你们把法师杀了？看2个盗贼回来，叶流行询问2个盗贼追杀的结果。没有，我们根本就住不上那个法师，就是追他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个盗贼假扮的法师。叶流行没想到2个盗贼会这么说，回忆了一下萧何的冲锋过程，速度确实很快，快得有点不像法师。叶流行只能无奈吩咐5个人分布在周围，时刻巡逻，以防萧何回来偷袭，其他人打 BOSS。 这时冰火玫瑰在朱雀城复活了，给萧何发过来一条留言，留言让萧何趁早离开山谷，不要和对方纠缠，一切以安全为重。萧何明白冰火玫瑰的意思，怕他不敌，被那些人给爆了，掉级是小，掉了装备，尤其是珍贵装备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冰火玫瑰还表示，这次意外事件责任不在萧何，100万金币照付。恩怨分明，这是萧何的性格。冰火玫瑰的留言更坚定了萧何为他们复仇的想法，更何况这件事也涉及到了萧何，萧何根本不能置身事外，打定主意，转身走向4象兽生活的森林深处。10分钟过去了，萧何没出现，周围4象兽被清空。20分钟过去了，萧何还没影子，2只4象兽精英被挂，爆出一件紫装来。叶流行看到4象兽王金光耀眼起来，马上指挥正面的玩家躲避。眨眼间，4象兽王无尽刀锋出，金光闪过，还是有5个倒霉的玩家躲得慢了，没跑出30米，无尽刀锋已经发出了。其中3处在4象兽王正前方，直接被秒，剩下的2处在无尽刀锋的边缘位置，每人剩下一点滴血，被牧师及时加血把他们给救了。
30分钟过去了，萧何仍旧杳无踪迹。叶流行甚至怀疑刚才的那个法师是不是怕被爆了、掉级或者掉了身上的装备而跑了。就在叶流行怀疑的时候，萧何出现了。不仅萧何出现了，还给叶流行带来了一批特殊客人。特殊客人，没错，30多只四象兽，这个数量是萧何精心计算的。萧何对叶流行一行人战斗力做了个估算，然后就算在 BOSS 牵制下，他们可以对付多少四象兽？答案是50，只要不超过50只，叶流行这些人就有机会把四象兽全灭。所以萧何引回来30多只四象兽，而过了半个小时才回来，也是萧何精心计算的。他在远处观察了片刻，对叶流行这些人的伤害输出做出评估，再结合四象兽王剩余血量，萧何计算出这些人想杀死四象兽王需要40分钟以上。因而萧何30分就回来了，剩下的10分钟做保障，以防事情有变，四象兽王提前被挂掉就糟了。该死的！叶流行在心中诅咒萧何，可面对即将推倒的 BOSS， 还有可能会爆出的帮会令牌，叶流行不想放弃。大哥，我们该怎么办？不只是叶流行，他手下的其他玩家也看到了来势汹汹的四象兽群，前面有 BOSS， 后面有四象兽群，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法师。叶流行感觉今天太帅了，分出2个盗贼、2个弓箭手和2个牧师，牵制住 BOSS， 其他人跟我上，把这些四象兽还有那个讨厌的法师都给我灭掉。推倒 BOSS 的行动被打断，叶流行火大了，他就从没想过他这个四象兽王也是他从人家手里抢过来的，萧何只是复仇而已。叶流行命令下，第一轮覆盖式攻击落向四象兽群。这30多只四象兽，萧何根本就是用法杖每只敲了一下拉过来的，仇恨很小。叶流行众人一轮的攻击过去，四象兽仇恨就被转移了，发疯的向叶流行众人冲了过去。萧何趁乱从中脱身，30多四象兽和叶流行众人很快冲撞到一起，马上就是一场30多怪和10几个玩家的混战。不管叶流行，萧何和郝甜甜向叶流行阵营后方摸过去。不一会儿，在后方一个牧师身后闪出一把雪亮的匕首，在牧师的脖子上狠狠地刺了一下。这当然是郝甜甜，他得到萧何的授意，在后方找牧师下手。165，脖子作为重要部位被刺，系统判定重伤害，伤害加成之下，牧师损血165。牧师正要自我治疗，前方忽然砸过来一个爆裂火焰，牧师当即被秒。出手的当然是萧何。叶流行杀四象兽，萧何和郝甜甜就杀牧师。10分钟过去了，叶流行付出5个玩家阵亡的代价，把30多只四象兽全部清理掉。他带来的4个牧师也在萧何和郝甜甜联手之下全部被击杀。23玩家现在只剩下了8还活着，包括3个法师、1个战士、2个弓箭手和2个盗贼，其中2个弓箭手和2个盗贼还在和 BOSS 纠缠。小子，你够狠！只剩下8个玩家，面对萧何和 BOSS 肯定是没有希望了，这点叶流行很明白。哼，你自找的，能怨谁？萧何冷笑。行，兄弟我认栽了，你打你的 BOSS， 我的人全部撤走，这总行了吧？叶流行试探地说道。继续争抢下去，他们团灭也是有可能的。叶流行现在想的就是怎么才能够尽量全身而退。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想走，你也要能从我的攻击下活命再说。萧何说着，法杖点指叶流行，小心！就在这时，叶流行胸口前出现一把雪亮的匕首，狠狠地扎了一下。郝甜甜隐身随即失效，郝甜甜一击成功，马上抽身而退。郝甜甜退后的同时，萧何的烈焰焚天就到了，叶流行挂了，更衰的是他的法杖掉了出来。这时去牵制 BOSS 的盗贼和弓箭手没牧师支援，他们支撑不住了，很快就挂了2个，另外2个趁机向这面跑过来，看意思和萧何当初的目的一样，想要借刀杀人，借强大的 BOSS 除掉萧何。就在这时，引着 BOSS 的盗贼前面人影一闪，郝甜甜刺了那个盗贼一匕首，盗贼奔跑的身形顿了一下， BOSS 正好追上来，头一低脚顶盗贼，盗贼血量顿时清空，挂了。剩下的玩家见势不妙，每个人一个方向跑了。萧何只来得及秒了剩下的弓箭手，四象兽王就已经冲到面前，萧何无暇顾及几个逃跑的玩家了。萧何接战 BOSS， 郝甜甜自动在周围警戒，以防刚才逃跑的玩家回来捣乱。到了这个时候，四象兽王被推到已经是毫无悬念，只是时间的问题。15分钟过去，四象兽王猛然停止进攻，仰天发出一声悲鸣，轰然倒地。爆了，大爆！萧何和郝甜甜眼前金光一片，金光肯定有金色顶级装备，还有一片紫色光芒，显然紫色极品也有几件。有块巴掌大的金属片引起了萧何注意，这块金属片上有一个大大的令字，这莫非就是游戏中爆出的第一块？第41章令牌赠佳人。萧何捡起铁片细看，是一块不足半分厚，只有巴掌大小的不明金属片。萧何连忙查看属性，工会令牌，建立工会，属性简单至极，
却正是官网有人悬赏300金币，游戏还从未爆出过的帮会令牌。没有工会令牌，工会只是一个游戏不承认的称呼，大家在一起，仅此而已，没有任何限制。有了工会令牌就不同了，注册之后，工会被游戏承认，可以有工会驻地、工会频道，驻地经营的好了，还可以有不少的税收，为工会每一个人带来福利。当然，建立工会也有弊端，像工会战就是建立工会最大的麻烦，大型工会都是踩着无数小型工会的尸体升上去的。这就是工会令牌。接过萧何递给他的令牌，郝甜甜有点激动，这可是远古世界中的第一块工会令牌，目前游戏中最珍贵的装备，虽然不是他亲手打出来的，可他毕竟也参与了整个过程。萧何继续查看其他装备，最先捡起来的当然是金光闪烁的金色装备。4项指环，顶级，需要等级20，防御加50，魔防加50，智慧加15，精神加5，吸魔3%，职业全职业可装备。少见的2种防御都加，可这不是萧何最看重的地方。萧何最满意的是吸魔3%这个属性，这是萧何第2件拥有吸魔属性的装备，这简直就等于战斗的时候时刻在喝补魔剂补充魔力。进入游戏之初，萧何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成长路线，暴法、暴力法师，追求最高的攻击力。因而萧何加点是全智慧加点，其他属性一点都不加。除此之外，萧何选择装备的时候，能让攻击更强的装备为首选，其次是速度，两者是决定因素。这个指环不仅高智慧加点，还有吸魔，能迅速补充魔力，符合条件，萧何当即装进背包留下了。剩下几件装备，萧何挑挑拣拣，最终只挑出一双适合他使用的皮靴。法师类职业基本上只能穿布鞋或者皮靴，战士用的防御更高的战靴，法师是穿不上的。4项软皮靴，极品，需要等级20，防御加30，魔防加30，敏捷加5，职业法师、牧师可装备。可惜这2件装备的等级要求都是20，萧何要装备他们还要等升级。还有一件紫装，十分适合郝甜甜使用。4项手镯，极品，需要等级20，防御加35，魔防加35，敏捷加10，力量加5，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给我的4项手镯是极品装备，设计的相当具有美感，属性也十分不错，郝甜甜很喜欢。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点，还有另外一点，送装备的人是萧何，换个人郝甜甜肯定会拒绝的。萧何把2人都用不上的装备一分为2，一半给郝甜甜，另一半自己装起来。萧何习惯性打开日志检查自己属性的时候，吓了一跳，他的等级已经变成了19级。19级？萧何迷惑了，什么时候升级？仔细查看玩家日志，这才发现杀死4项兽王的时候，已经有系统提示他升级了。萧何恍然大悟，4项兽王 BOSS 被打爆的时候，萧何一心关注工会令牌，就忽略了系统提示。而郝甜甜也借海量经验，一举冲上17级，差一点就能升18级。萧何从17级升到19级，郝甜甜从15级升到17级，都升了2级，这不是明显有些不合理吗？按照2人获得的经验来说，郝甜甜确实少了很多，这也很正常。组队杀 BOSS 经验可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根据贡献分配，伤害输出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杀 BOSS 郝甜甜基本没动手，郝甜甜获得的经验只有萧何的1/2，升2级已经很不错了。战利品分配完毕，萧何和郝甜甜来到朱雀城，2人已经约好了冰火玫瑰8姐妹在茶楼见面。这是工会令牌。当萧何把工会令牌放在桌子上推过去的时候，玫瑰8女震惊了。桌上的金属牌只有巴掌大小，可拿在冰火玫瑰的手中却感觉重于千钧。不是工会令牌重，而是萧何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还把工会令牌带给他们，这太意外了。抢 BOSS 的敌人有23个，就算是他们8姐妹杀了3个，也还剩下20个，而且都是高手。可萧何和郝甜甜2个人竟然能在虎口拔牙，从剩下20人手中把 BOSS 抢回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可萧何和郝甜甜还是做到了。这种情况下，2人完全可以把工会令牌留下，她们8姐妹没有任何办法。没想到萧何还是把工会令牌给他们送来了，这让冰火玫瑰十分感动，对萧何好感直线上升。当然是工会令牌，听思姐，那些抢 BOSS 的人太可恨了，不过他们也得到报应了，除了1、2个跑了，剩下的全都死了，不是被暴法杀了，就是被怪杀了，应该也算团灭了。郝甜甜说道。萧何叮嘱过，在外人面前，郝甜甜不能叫他萧何，以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郝甜甜还有点为此而沾沾自喜，他的真实名字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你们把那些人都杀了？玫瑰8女震惊，看到帮会令牌，他们以为萧何只是投机取巧，和郝甜甜隐藏在暗处，突然袭击抢走了工会令牌。没想到听郝甜甜的意思，萧何不仅没跑，还给对方迎头痛击，不仅得了 BOSS， 还让对方灭团了。那些人不该杀吗？萧何笑问，他当然看得出来，玫瑰8女是有点被他的战绩给吓到了。
这时候，玫瑰八女看萧何的眼光又不一样了，有点看英雄的眼神。美女爱英雄吗？郝甜甜马上感觉到危机，抱住萧何的一只胳膊，扬起俏脸，像是在说：“你们看也白看，他是我的。”冰火玫瑰的眼神暗淡了一下，随即被巧妙的掩饰过去，心说：“我是甜甜的朋友，朋友夫不可沾。爆法，工会成立以后，肯定会有一些需要你帮忙的地方，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推辞啊。”冰火玫瑰下意识的说道，不知道是真需要帮助，还是心存侥幸，不想断了和萧何间的联系。萧何点头应允，帮忙肯定不是白帮的，而且玫瑰八女的信誉也不错，萧何愿意有这样的合作伙伴。对了，你们为了报工会令牌，是不是收集了许多 BOSS 信息？萧何并不是随意问的，他是想起了工会令牌的价值，万金难求，一点都不假。从游戏开始没多久，官方论坛首页就一直挂着悬赏300金币求购工会令牌现款，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领赏。这就意味着工会令牌十分难得，只要打到1枚令牌，至少300万金币就到手了，或者送到拍卖行，价格可能翻番也不一定。毕竟建立工会越早，发展的越早，初期占据的优势就越大。因而，萧何打算去打几次，看能不能再爆出工会令牌，这才会向冰火玫瑰索取 BOSS 的资料。当然，我们一共收集了7个 BOSS 的信息，不过打到令牌之后，这些信息的作用就不大了。冰火玫瑰看出了萧何的打算，半点犹豫都没有，把7个 BOSS 的所有信息都发给了萧何。这些资料是冰火玫瑰花10万金币收集来的，都是第一手珍贵资料，可他毫不犹豫地送给了萧何。随后，玫瑰八女就离开茶楼，看兴奋的神色就知道肯定是去建立工会，游戏中的第一个工会。冰火玫瑰走的时候把郝甜甜拉走了，她们是现实中的闺蜜，当然要分享第一个建工会的喜悦。果然，没过几分钟，萧何就听到了全服系统通告。这个通告是面向游戏内所有玩家发送的。系统公告：远古世界第一个玩家工会玫瑰盟建立，工会系统开启，特此通告。连续3遍系统通告，萧何肯定，作为第一个建立工会的冰火玫瑰，系统奖励肯定是少不了的。5个小时过去了，萧何横穿过恶狼草原，进入迷蒙沼泽。迷蒙沼泽和恶狼草原接壤，环境却是天差地别。恶狼草原风和日丽，迷蒙沼泽浓雾遮天蔽日。根据冰火玫瑰提供的资料，在迷蒙沼泽边缘有一个不大的湖泊，湖泊中生活着沼泽灰鳄。沼泽灰鳄25级。按照资料，萧何找到了这个湖泊，湖泊的面积很大，延伸到浓雾中看不到边际，湖水浑浊不堪。只是令萧何意外的是，这里别说是 BOSS 了，就连普通怪萧何都没碰到过一只，难道找错地方了？就在萧何在湖边四处张望的时候，湖面悄悄露出2个间距1尺的小圆球，颜色和湖水极其相似，每个有婴儿拳头大小。圆球微微露出水面之后，同时张开一条缝，露出2只瞳孔，竟然是2只眼睛。没看到任何怪，萧何转身迈步走向沼泽更深处，刚转身，萧何就听到身后的声音不对，猛然转身回头，就看到一张足以吞下一个人的血盆大口嘴扑了过来，大嘴中长满了闪着寒光的牙齿。第42章，第2块令牌。萧何大惊，连忙尽全力向侧面扑了出去。这个时候向后退肯定是来不及的，只能向侧面闪开。砰！血盆大嘴扑空，萧何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这才看清扑向他的是一只超过5米长的灰色鳄鱼。沼泽灰鳄25级。沼泽灰鳄的皮肤是灰色的，像老树皮一样，和浑浊的湖水颜色相近，加上浓雾下光线阴暗，这些沼泽灰鳄藏在湖水中，只要不动很难被发现。萧何这才明白没发现怪的原因，不是没有，而是藏起来了。萧何刚站起来，沼泽灰鳄2米多长的尾巴就抽了过来，萧何连忙退后，同时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312。沼泽灰鳄习惯生活在湖水中，火系技能对它的伤害比较大。嗖！被萧何攻击，沼泽灰鳄凶性毕露，向萧何冲了过来，速度竟然一点也不要慢。萧何想起了冰火玫瑰给他的资料中的凭借，沼泽灰鳄直线速度极快，转弯不灵活。想到这，萧何向旁边一闪，果然沼泽灰鳄直接从萧何身边冲过去，直冲出去2米多才停住。冲过去之后，沼泽灰鳄缓慢转回身来，庞大的身体让沼泽灰鳄转身有点慢。萧何当然抓紧机会，一个爆裂火焰砸上去。就这样，沼泽灰鳄冲过来，萧何就躲，躲过去就是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萧何砸到第8下的时候，沼泽灰鳄一翻肚皮挂了，爆出一片鳞片。萧何拿起来一看，属性介绍是制作铠甲的原料。打爆了一只沼泽灰鳄，萧何向湖面看了看，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湖面有细微的波动。就是你们了！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在湖面爆开，顿时有4只沼泽灰鳄被惊动，迅速游上岸，冲向罪魁祸首萧何。轰！沼泽灰鳄刚上岸，烈焰焚天就发动了。可惜这时萧何才发现，烈焰焚天的攻击范围太小了，3米乘3米，看似不小，对付草原狼、蛮牛这些体型不大的怪是很好用，
可对沼泽灰鳄来说，这个范围还是太小了，因为沼泽灰鳄的体长基本上都在5米以上，横向宽度也在1米左右，加上2只沼泽灰鳄如果并行，中间也会有距离，萧何只能保证烈焰焚天同时攻击2只沼泽灰鳄。无奈，萧何只能边打边退，直到有2只沼泽灰鳄被甩开，萧何才迅速把剩下2只沼泽灰鳄消灭。就这样，萧何边杀怪边逆时针搜索沼泽灰鳄王的踪迹。资料上说明，沼泽灰鳄王就在这个湖里刷新，可位置并不是固定的，需要萧何自己去寻找。几个小时过去了，萧何已经绕了半圈以上，杀了近100沼泽灰鳄，眼看就要升级了，仍没见到沼泽灰鳄王的踪迹。萧何甚至怀疑沼泽灰鳄王是不是已经被杀了，如果是，就要等20天之后来了。就在萧何继续前进的时候，前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有玩家的呼喊声。怎么回事？近了，透过浓雾，萧何看到有7个玩家跑过来，玩命的跑，而这7个玩家竟然有5个是红名。这些玩家看到萧何，顿时就像是见到了救星，欢呼着向萧何冲了过来。站住！看这些玩家举动十分怪异，疯了一样的跑过来，萧何马上警惕起来。在玩家们跑到萧何面前7、8米的时候，萧何举起法杖警告跑过来的玩家，再往前我可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可这些玩家就像没听到萧何的警告，继续向萧何冲了过来。肯定有阴谋，萧何也没再警告，爆裂火焰直接砸过去，砸到最前面的盗贼身上，盗贼被秒了。看到萧何秒了一个盗贼，这些玩家仅仅是愣了一下，随后马上继续向萧何冲了过来。不怕死了，调集爆装备。萧何也被弄糊涂了，可马上萧何就明白了，因为在这些玩家身后追上来一只巨大的鳄鱼，身长近10米，背上有一条从头顶到尾尖的金色斑纹，正是萧何要找的沼泽灰鳄王。这些玩家跑，完全是被沼泽灰鳄王追的，他们跑向萧何的目的也很简单，嫁祸。只要沼泽灰鳄王对他们的仇恨不深，就有可能放弃追击他们，前提是有个替换的攻击目标。哼！萧何看到沼泽灰鳄就没理会几个人，沼泽灰鳄王才是萧何的目标。轰！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123，果然是25级 BOSS， 防御就是强。萧何最强的单体攻击才打出123的伤害。受到攻击，沼泽灰鳄王马上转变追击对象，向萧何冲了过来。前面跑的几个玩家头也不回的跑没了影子，好快！直到跑起来，萧何才发现这只沼泽灰鳄王速度竟然比他还要快一点。如果不是转弯不灵活，萧何早就被追上了。萧何不禁有些怀疑，刚才跑过来的7个玩家牺牲多少同伴才跑出来的？不能只跑，小何开始自行跑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沼泽灰鳄王追上。咔嚓！萧何一闪身，沼泽灰鳄王一嘴咬空，咬中1块那米多高的石头，牙齿和石头碰撞，火光四射，石块被沼泽灰鳄王咬碎，碎石即射，沼泽灰鳄王头顶冒出37。萧何明白，沼泽灰鳄王咬碎了石块，他自己也要付出代价的，损血就是代价。有主意了！萧何在攻击沼泽灰鳄王的同时，开始留意四周有没有大点的石块、树桩这类的障碍物可以利用。很快就给萧何发现了一块石头，有1米半高，整体就像一颗特大的鹅卵石。萧何冲到石头面前，爆裂火焰砸向沼泽灰鳄王。萧何的身子肯定是挡不住石头的，问题是沼泽灰鳄王眼里只有萧何，根本不看有没有石头。沼泽灰鳄王怒了，张嘴向萧何扑了过来。萧何烈焰焚天烧过去，沼泽灰鳄王只是一窜就冲过烈焰焚天，毕竟沼泽灰鳄王长近10米，烈焰焚天才有3米的长宽。沼泽灰鳄王扭扭身子，就从烈焰焚天中冲出来了，扑向近在眼前的萧何。直到沼泽灰鳄王的大嘴距离萧何不足2米，萧何猛然从石头前闪开，沼泽灰鳄张着大嘴直接冲到石头上，咔嚓！这次的石头有点大，沼泽灰鳄王的牙齿和石头碰撞，火星四溅，断牙2颗。叮！系统提示：沼泽灰鳄王受创，轻度眩晕10秒。好机会！萧何迅速窜回来，爆裂火焰砸进沼泽灰鳄王大张的嘴里。1798，直接攻击口腔，沼泽灰鳄王大量损血。轻度眩晕，受到攻击，沼泽灰鳄王马上清醒，窜了起来。萧何法杖一点，趁沼泽灰鳄王刚起来，还没闭上嘴，又一个爆裂火焰砸进他嘴里。攻击的有些仓促，爆裂火焰擦着沼泽灰鳄王的上颚轰进嘴里，伤害没有达到最大值。1528，攻击口腔内的弱点比攻击沼泽灰鳄王的身体伤害的大10倍以上。好！从沼泽灰鳄王暴怒长大的嘴巴里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鸣叫，叫声中对面的浓雾都一阵翻滚。而萧何虽然不是在正面，也被一股极大的力量推了出去，在地上一路翻滚，直到10米开外，这才灰头土脸的停下来，二话不说拿出一个终极补血剂灌下去，因为萧何的血量在急剧下降。好险！看到最终血量停留在13的位置，萧何松了一口气，被余波波及就险些被秒，
可见沼泽灰恶王的大招威力有多强。如果是在沼泽灰恶王正面被恐怖音波直接命中，萧何唯一的结局就是被秒杀。躲过一劫，萧何开始继续恣意自行和沼泽灰恶王周旋，就这样持续了近5个小时，期间多次使用石头、木桩，故技重施。还好沼泽灰恶王没有学习能力，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每次都受伤很深。萧何估计沼泽灰恶王的血已经快空了。越是这个时候越危险，因为 BOSS 血量降到 10% 以下的时候，有可能会狂暴，也有可能放大招。加速攻击！嗷！沼泽灰恶王张大嘴，发出一声刺耳的鸣叫。萧何大惊，以为是沼泽灰恶王又在发大招，连忙以最快的速度跑向沼泽灰恶王身后。砰！令萧何意外的是，沼泽灰恶王的叫声没有任何攻击力，反而是叫完之后，沼泽灰恶王倒了下来。沼泽灰恶王爆了！大爆之后，地上一片光芒耀眼，在灰蒙蒙的雾气中尤为耀眼。萧何大眼一扫，就发现在一片耀眼光芒之中，有一个古朴大方的工会令牌静静地躺在那里。萧何刚捡起令牌，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为防意外，萧何把全部装备都一股脑地收进了背包。萧何才把令牌和装备收好，就看到有一群玩家出现在面前，紧盯着地上还没刷新的沼泽灰恶王。第43章恩将仇报。萧何一眼就认出来了，来的人有6个，正是引着沼泽灰恶王冲向萧何那7个玩家中的6个。这6个人竟然没离开沼泽，反而回来这里，让萧何有点意外。看6人现在的样子，是起了贪心。6人中有2个战士，2个盗贼，1个法师和1个弓箭手。意识到6人不怀好意，萧何戒备起来，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朋友，这只沼泽灰恶王是你杀的？法师看了看沼泽灰恶王的尸体，又看了看萧何，问道。不错。萧何并没有否认，现在这种情况，对方已经认定了 BOSS 是萧何杀的，无论萧何承认还是不承认，他们都不会放过萧何，除非萧何能够把爆出来的东西，包括工会令牌交出去，让萧何交出战利品，这是万万不能的。萧何已经做好了杀人免灾的准备，就看对方识不识趣了。以前萧何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些人不是主动退让，就是调集、爆装备，下场凄凄惨惨。这位朋友，实不相瞒，我们今天也是来打 BOSS、打工会令牌的，可没想到这只沼泽灰恶王十分厉害。我们来的时候63个人，被沼泽灰恶王袭击之后，只有我们6个跑了出来，可谓损失惨重。有话你就直说，我没时间听你啰嗦。萧何十分佩服法师当面说假话脸也不红，明明跑出7个人，剩下6人是因为有1个人是被萧何杀掉的，可这个法师竟然直接略过这段不去提。我说过了，沼泽灰恶王是我们在打，朋友你后来能击杀沼泽灰恶王，是占了我们的便宜，有我们一份功劳在里面，沼泽灰恶王爆出来的东西也应该有我们一份才对。直到这时，法师才暴露出他们的真实目的，要分战利品。笑话，如果没有我，你们1个也跑不出去，是我救了你们，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救你们的人的？萧何冷笑，他们是不是来打沼泽灰恶王的？萧何不知道，可有一点萧何知道，他打的沼泽灰恶王是满血的，萧何打 BOSS 经验丰富，这一点绝不会判断错。这样说来，就是没得商量了。6个人听到萧何的话，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同时缓缓移动，组成一个半圆形包围，把萧何半包围起来。只要法师一声令下，萧何就将遭到6个人的围攻。只是法师看了看萧何，几次张口，却始终没有下达进攻的命令，让萧何有点意外。实际上，法师也想杀了萧何，但是不行，因为法师清楚，就算他们爆了萧何，也不一定会爆出东西，就算是爆出东西，也只能爆出1件东西，还不能保证爆的就是好东西。更何况，法师推测萧何的战斗能力十分强悍，如果真动手，谁爆谁还说不准。考虑到这些，法师迟迟不下令进攻。萧何看出了他们的顾虑，心说胆小鬼，要抢劫就要有面对调集、爆装备的准备，犹犹豫豫算什么？没商量，到手的东西想要萧何拿出来，难。萧何说完，迈步就向前走，和这些人纠缠也有一会了，萧何有些烦了，有胆量他们就拦着，萧何不介意，也送他们去复活。萧何向前1步，6个人退1步，萧何向前2步，6个人退2步，节奏异常一致。杀！终于有一个战士受不了这种压迫，持刀率先冲出来，对萧何就是一个战士近战技能地裂斩。萧何一错身，凭借精准的走位，轻松避过一刀，随后法杖一挥，烈焰焚天冲天起，6人全中。随后萧何法杖一点，爆裂火焰直接秒了刚才率先出手的战士，侧身躲过弓箭手射来的利箭。萧何回身一个小火球，把正在准备施法的法师挂了。法师挂了，也爆了，爆出一把紫色法杖，萧何随手收进背包。这时盗贼杀到了萧何面前，萧何急退，盗贼非常惊讶地发现，他的速度竟然追不上一个法师。萧何法杖一挥，烈焰焚天再起，弓箭手血比较少，也挂了。剩下的2个盗贼和1个战士看到眨眼间3个同伴被挂，马上冷汗就出来了。
动作整齐，转身就跑。跑！如果人多几个，或许我拦不住，可只有3个，我要是留不下你们，还成什么秒杀法神？萧何法杖连点，爆裂火焰和小火球飞出，最后一个战士和一个盗贼被秒杀，剩下的就是一个已经跑出攻击范围，只剩下模糊背影的盗贼。萧何直追过去，浓雾中可见度低，能看见模糊的背影，就说明距离还不太远，可以追得上。果然，半分钟过去，萧何就已经追到盗贼身后10米之内，这已经在萧何的攻击范围之内了。哥们，你是法师还是盗贼啊？前面的盗贼边跑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盗贼本以为跑了就是跑了，萧何不会追上来，也追不上来，毕竟速度是盗贼的长项。可没想到，他还没高兴多久，身后就响起了脚步声，用眼角余光一看，正是那个攻击高的恐怖的法师追上来了。盗贼能用魔法吗？对，我才是盗贼，可你怎么跑得比我还快啊？盗贼干脆停下来不跑了，因为这个时候萧何已经跑到盗贼的前面，法杖就指着他。盗贼相信，只要他敢再向前一步，迎接他的就是被秒杀了。盗贼职业比法师职业速度快，不代表就没有法师跑得比盗贼快。萧何法杖一点爆裂火焰出，这时萧何才有空查看今天的收获。工会令牌1枚，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接下来就是一把精装战刀，金色顶级装备。金鳄刀顶级，需要等级25，攻击118-118，力量加15，敏捷加5，吸血5%。职业战士职业可装备，不仅攻击力高，附加属性也是适合战士的力量和敏捷，加上吸血1%的属性，等于是刻在少量补血，这简直是30级以下战士的神器。萧何打开装备排行榜，果然第1位已经被金鳄刀占据。可惜小何不是战士，这么好的一把刀只能送去拍卖行。萧何相信这把刀一定会拍出一个天价。剩下的几件紫装属性也都十分不错，可惜的是没有适合萧何的装备，萧何决定全丢进拍卖行。萧何撕开一张回程卷轴，几秒钟后，萧何站在了朱雀城中心广场，这是回程卷轴默认的传送点。来到拍卖行，萧何直接找上次接待他的赚大钱。赚大钱热情如火地接待了萧何，上次萧何的几件装备每件都拍出高价，总额更是超过了50万金币，更让拍卖行的名气上升了一个台阶，他可是得到表扬了，当然还有不菲的物质奖励。爆法，这几件紫色装备属性十分不错，加起来3-5万金币还是可以拍出来的，不过这点东西不值得你亲自跑一趟吧。2次接触让赚大钱知道萧何不喜欢拐弯抹角，索性直说。当然，你再看这件。萧何拿出金鳄刀，笑眯眯地看着赚大钱。呼，爆法，你可真是在考验我的心脏负荷能力，这种装备拍不出几百万金币，你把我脑袋当球踢。赚大钱激动得有点发抖，业绩好了不仅会升官，还会有不菲的现金奖励，这都是萧何带给他的。而且这不是第1次合作，显然也不是最后一次，如果能保住萧何这条线，以后他会更好的。这就考验你心脏的负荷能力了。那接下来我可是不敢拿出什么来了，以防你心脏出问题。萧何看赚大钱激动的样子，不禁笑道：金鳄刀虽然珍贵，可和工会令牌一比就逊色多了，还有更好的，可我担心你的心脏受不了。放心，咱这身体杠杠的，绝对没问题的。赚大钱把胸口拍得砰砰响，以示他的健康。你拿好了。萧何把工会令牌交到赚大钱的手上。工会令牌，赚大钱声音尖锐地叫出来，双手颤抖，工会令牌被一下抖出手，赚大钱连忙手忙脚乱地接住，就像是手捧一件易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双手托住，拿在手里仔细欣赏。没办法不激动，工会令牌在官方论坛上有一个著名的悬赏帖，悬赏300万金币，也就是说这枚工会令牌起价就是300万金币，经过拍卖行运作，至少能拍出几个300万的价格。手里捧着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赚大钱不激动才是怪事。你真的要把工会令牌卖掉？过了一会儿，赚大钱终于勉强冷静了下来，严肃地问萧何：像工会令牌这种等级的装备，拍卖行还从来没拍卖过，不是不想卖，而是没人有。因而萧何拿出工会令牌，赚大钱才会如此紧张。工会令牌实在太重要了，由不得赚大钱轻忽。当然，萧何可不是拿出工会令牌逗人玩的。等我马上就回来。说完，赚大钱像有人追杀他一样冲出接待室，弄得萧何莫名其妙。第44章，拍卖开始。10分钟，赚大钱就喘着粗气跑了回来，说：爆法先生，经过总经理同意，你已经成我们大家赚拍卖行的钻石级客户，以后你拍卖的东西，本拍行卖优先受理，也不再收取任何手续费。不收手续费，拍卖行会赚钱吗？答案是会，拍卖行不是福利组织，不赚钱的事他们不会白做的。不收萧何任何手续费，不等于不能从萧何身上赚到钱，只是这些钱不是直接从萧何身上赚取，
而是间接收入。就像萧何带来的工会令牌，肯定会吸引大批客户来拍卖行，关注拍卖行，吸引更多的客户，扩大拍卖行的名气，拍卖行就能赚到更多的钱。这是萧何给拍卖行带来的隐性收入，这笔收入远比收萧何的一点手续费多得多，而且是长期性的。正是有这个原因，拍卖行才会免去萧何一切费用，为的就是留住萧何这种超优质客户。从拍卖行出来，萧何想该去什么地方练级，报了沼泽灰恶王。萧何已经升到21级，低等级的怪升级就慢了。正在萧何思考的时候，系统广播响起来，这是一个全服范围的系统广播。系统广播：大家转拍卖行朱雀城分行将于3日后拍卖工会令牌，另有顶级黄金装备，敬请新老朋友惠顾。大家转拍卖行恭候您的光临。连播3次，可见拍卖行是花了大力气了，因为这种全服广播，每播放一次就是1万金币进去了。工会令牌的广播连播3次，3万金币没了。萧何此时正走在朱雀城的大街上，玩家们听到系统广播有工会令牌出售，顿时就沸腾起来了。郝家别墅，还是那个书房，郝天祥正在和郝雨傲议事。爸，刚收到消息，远古世界第2块工会令牌已经出现，将会在3个游戏日后公开拍卖。郝雨傲坐在沙发前，拿出一份报告，向董事长，也就是他和郝甜甜的父亲郝天祥汇报。远古世界分部在游戏里发展的怎么样了？郝天祥说道。郝天祥虽然年纪不小，可思想开明，眼力霸道。远古世界做宣传还没上线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商机，并让儿子郝雨傲秘密策划，组建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工作室，以限时招聘员工的方式招揽了一批玩家。这些玩家大多是职业玩家，素质都十分不错，堪称高手。不是很理想，郝雨傲有些愁眉不展。他组建的工作室中不乏游戏高手，发展也不错，可离他的预期还有一定的距离。曾经策划过3次打工会令牌的行动，动用玩家人数超过50，全部失败。前2次经验不足，配合也不够默契，都没能坚持到最后，差不多被 BOSS 全灭。第3次眼看就要推倒 BOSS， 结果被人给抢怪了，幸好 BOSS 没爆出工会令牌，否则郝雨傲真就亏大了。怎么回事？郝天祥皱了皱眉，他知道儿子的能力非常强，按说不应该出现问题的，主要还是工作始终缺乏能独当一面的顶级玩家。郝雨傲愁眉不展，职业玩家中的游戏高手不少，郝雨傲出手也很大方，因而工作室内高手如云。可直到开始组织打 BOSS， 郝雨傲才发现他的队伍中缺少一个灵魂人物，这个灵魂人物就是一个顶级玩家。为此，郝雨傲几经努力，却没能招揽到一个顶级玩家，这让郝雨傲一筹莫展。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种事情强求不来的。你还是说说工会令牌的事情，你有什么打算？工会令牌对工作室的发展十分重要，越早得到建立工会就越占先机。我明白，别人肯定也明白，可游戏开始运行以来，这才是第2枚工会令牌，竞争对手肯定很多，预计没有600-700万以上的价格，想都不要想。不，把预算提高到1000万，甚至可以再多一点，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最好。郝天祥拍板。练级2个小时，萧何的下线时间到了。萧何刚下线，摘下头盔，就发现眼前一个美丽的面孔，萧何这才想起来，郝甜甜也住进来了。这么早就下线了？萧何问道。郝甜甜被冰火玫瑰一起带去建立工会，繁琐事情肯定不少。萧何曾经在圣战中建立过工会，深知工会初期发展不易，而且还容易被人在弱小的时候灭掉。是啊，婷思姐工会建立之后，要处理的事很多，我又帮不上忙，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去打扰她。郝甜甜说道。萧何起身，开始缓缓活动身体，这就是游戏头盔的弊病，只能提供游戏接入。在游戏的时候，玩家身体长时间不活动，就像人睡了一晚上，早上刚起的时候，身体肯定不能马上进入最佳状态。如果是使用游戏舱，游戏过程中，游戏舱会自动按摩玩家身体，保持身体机能的理想状态。玩游戏不仅不会因缺少锻炼而手无缚鸡之力，相反会有一定健身作用。只是游戏舱的价格足以让一般人望而生畏，这也坚定了萧何订购游戏舱的决心。这次拍卖完毕，游戏舱对萧何就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了。看到萧何活动身体，郝甜甜也兴趣盎然，跟萧何一起活动起来。美好的曲线让萧何有些失神。对了，我刚才在游戏论坛上看到大家转拍卖行发帖拍卖工会令牌，令牌不会又是你打到的吧？郝甜甜印象中，现阶段能打爆出令牌级别的 BOSS 的，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人，只有萧何。知道有工会令牌拍卖第一时间，郝甜甜就怀疑也是萧何的。不得不说，郝甜甜的直觉还是蛮敏锐的，竟然一下就猜中了目标。我就猜到是你，别人没有这个能力。看到萧何点头，郝甜甜一阵惊喜和骄傲，就好像打到令牌的是他。萧何笑了笑，这才只是开始而已，以后传说、史诗乃至神器都会在他手中一一出世的。工会令牌拍卖，到时候一定很热闹，我们也去拍卖行看吧。郝甜甜蹦跳的锻炼了一会儿，
跑到锻炼接近尾声，正在冷身的萧何面前说道：“冷身是相对于热身而言，热身是在锻炼之前，通过一系列温和运动把身体活动开；冷身是在锻炼后，通过逐渐缓慢节奏的运动，让运动中的身体逐渐平静下来，以收到最好的锻炼效果。”也好，萧何点头。从远古世界开始运营，萧何就一直处于高速运转之中，从没放松过。正因为这种努力，加上萧何对法系职业的深刻理解，还有堪称记忆级别的走位，这才造就了得等级榜第一的爆发。萧何知道不能一直紧绷下去，只有适度放松，以后才会走得更远，就答应了郝甜甜的提议。游戏内3天过去，萧何和郝甜甜联袂来到拍卖行，欢迎2位光临，里面请。赚大钱得到萧何到来的消息，亲自迎接到拍卖行门口，这也算是高规格了。因为萧何的巨大帮助，在昨天赚大钱被公司委任为大家赚拍卖行朱雀城分行的副总经理。赚大钱也算是知恩图报，没忘记他是因为萧何才业绩突出被提拔的，这才亲自迎接到门口。当然也是希望萧何今后能提供更多更好的装备。进入拍卖大厅，萧何发现拍卖大厅不是一般的大，不仅大，而且还分为上下2层，加起来容纳上万人不成问题。萧何进来的时候，大厅中的座位已经坐满了1半以上，还有不少的玩家陆续到来。这是本拍卖行最好的包间，专门留给暴法先生的，不知道你还满意吗？赚大钱一路谈笑风生，热情洋溢，把萧何直接引进一个包间，不仅内部设施豪华考究，观看位置更是极佳。这种包间费用很高吧？萧何问道。免费，不过只有本拍卖行钻石级客户才有资格使用，其他人钱再多也进不来。赚大钱满脸堆笑。这时拍卖时间到了，赚大钱退出包间。萧何透过包间的单向窗口向下看，拍卖大厅内座无虚席，显然工会令牌吸引了太多玩家。大家好，我是被次拍卖的主持人锤定音。主持拍卖的是一个中年男士，简短的欢迎词过去，拍卖就正式开始了。第一件拍卖品是一把长刀，造型十分拉风，名字和属性都被显示出来，是一把紫色极品装备。游戏中装备分为白色、普通、蓝色、凡品、红色、精品、紫色、极品、金色、顶级、传说级别装备、史诗级别装备和神器级别装备。紫色装备是极品，可荧幕上的紫色装备属性是极品中的垃圾。就一把紫色装备，只有12级的，还全是垃圾属性，也会拿上来拍卖。郝甜甜有点不屑，你当然看不上了，可你别忘了，远古世界爆率超低，普通玩家能有一身白装就不错了，有1、2蓝装已经是比较幸运的了，有1件红装就高兴万分了，至于紫装和金装，只有极少数人才会拥有。这倒不是萧何危言耸听，而是事实。第45章疯狂拍卖。因为是第一件装备，底价并不高，100金币，略低于这件装备的市场价。不过别忘记这是拍卖行，拍卖底价只是一个参照，想要买到手，加价几倍很正常。最终紫色装备被以350金币价格拍下。接下来第2件，锤定音继续主持拍卖。拍卖进行得很顺利，3个小时过去，紫装拍卖完毕，开始进行金装拍卖，气氛更加热烈了。可惜这里面的装备没有值得萧何出手的。拍卖进行了5个多小时，普通装备也卖得差不多了，压轴装备就要上场了，玩家们兴奋起来。接下来拍卖的是金色装备金鳄刀，需要等级25，攻击118-118，力量加15，敏捷加5，吸血5%，职业战士职业可装备。锤定音宣读完金鳄刀的属性，顿了一下，满意的看着下面兴奋的人群。25级装备，等级排行榜第一，那个隐藏了姓名的法师也不过21级吧，攻击118-118，好高，要是我能买下来该多好啊。做梦，这样的装备底价肯定过100万，没有500-600万，你想都不要想竞争。看到金鳄刀超高的攻击，完美的附加属性点配比，还有吸血2%的属性，玩家们彻底兴奋起来。金鳄刀目前装备排行榜第一，预计很长时间内不会被取代。大家可以看到，金鳄刀不仅高攻击，还有2个加力属性，力量基本属性增加20%，敏捷加5，这简直是为战士量身定做的好刀。更何况还有一个极为难得的吸血5%的属性，有了这些属性，这把金鳄刀堪称30级以下的神器，底价188万金币，每次加价不少于10万金币。开始拍卖，出价280万。次一个出价的人也是在一个包厢中，几乎一次性把金鳄刀的价格抬升了100万金币，280万金币。从这个价格可以看得出来，这位朋友对金鳄刀是势在必得。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锤定音也吓了一跳，这个加价幅度有点大，不过更多的是惊喜，加得越高越好。出价300万。金鳄刀的属性是装备排行榜第一的装备，优异的属性大家都看得见，加价自然是不成问题。我要是战士就好了。郝甜甜看着金鳄刀的属性，眼里也是一阵羡慕，可惜职业不符合要求。
是战士也没用。这把装备在30级以下还不错，可过了30级，比它好的精装会有很多。萧何道：精装不是神器，受等级限制，低等级的精装甚至不如高等级的普通装备，这也是萧何打到装备用不上的很快就会出手的原因。等到大家等级都上来，这样的装备多了就卖不上好价格了。物以稀为贵，玩游戏的有很多富家子弟，这些人都是死要面子的。出了新装备，这些人肯定会花大价钱弄到手去炫耀，甚至不惜开出远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萧何就是利用这个情况，最先出手最新最高等级装备，让那些有钱人抢去，他好卖个高价。出价340万，和萧何想的一样，加价不断，加价中间几乎没有停顿，直线上升，火药味十足。萧何微笑，加吧，加吧，加得越高越好。很快，价格就攀升到了650万金币，增长幅度开始缓慢下来。这已经超过了金鳄刀的实际价值，萧何估计300金币就已经差不多了。如果等到大家等级都升起来，说不定30万金币都没人要了。出价888万。最终，一个和萧何一样也在包厢中的不知名玩家出价力压众玩家，以888万金币夺得金鳄刀。888万！萧何一阵兴奋，有了这888万，不仅顶级游戏藏有了，甚至还会有近400万的盈余，加上下面还有工会令牌，再进账1000万应该不成问题。加上载照耀组的500万，除去兑换成信用点的手续费，萧何还会有1800万左右的收入，暴富。大家注意了，注意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我想大家这次来拍卖行，除了购买装备，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工会令牌。对，就是工会令牌。现在就让我们见识一下工会令牌的真面目。锤定音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拍卖台上走出一个靓丽少女，手中托盘，盘上红布覆盖。顿时，拍卖厅中过万双眼睛齐刷刷地盯在托盘上的红布上。工会令牌至今为止也只出现过2枚，其中1枚已经被用掉，剩下可以见到的就是这1枚了。现在，请大家不要眨眼。锤定音伸手掐住红布一角，吊人胃口的慢慢掀起来。他身后的荧幕上，托盘被放大到了整个荧幕。红布渐退，露出令牌一角，普通的略有暗淡的金属，古朴的花纹。红布再退，露出令牌一半，除了古朴的花纹，还能看到半个令字。红布全退，露出完整令牌。不知名的金属材质，古朴似有寓意的花纹，还有令牌中间一个清晰的令字，这就是工会令牌。近乎于普通的外表让大家有点失望，可随即又醒悟过来，重要的是作用，而不是令牌的外表。好了，大家也都见到令牌长什么样了，我看大家也都有些等级了，现在开始拍卖工会令牌，底价500万金币，每次加价不少于20万金币，现在开始加价。锤定音右手向下一挥，实际上令牌也就初期价格高，再过一段时间令牌多了，价值会直线下降，最终令牌的价值也就是几十万金币。初期令牌价格高，完全是因为先有令牌就可以先建工会，在初期占据优势。简单点说，就是花钱买时间，买能够先一步成立工会。出价700万，第一个出价的就直接加了200万金币，这让大厅里的普通玩家倒吸一口冷气，加这么多。实际上，拍卖品的价格过10万之后，普通玩家就沦为了看客，参加竞争的要么是顶级玩家，像萧何一样卖装备得到了大量金币，要么就是游戏外的富家子弟，用信用点兑换金币的玩家。出价800万，第二个出价的人又直接抬升了100万，大厅里顿时乱起来，议论纷纷，羡慕、嫉妒、恨不一而足。好在报价也同时通过荧幕显示，否则大厅内的嘈杂声这么大，上面的拍卖师根本听不见下面的报价，肯定会出大乱子的。第二次加价就800万，破1000万是肯定的了，就是不知道能破多少。萧何看着激烈的竞争加价，不由得有些激动，1000万金币就是近1000万信用点，在玩远古世界前，别说1000万，就是几万萧何都很少见，难怪萧何激动。出价900万，出价990万，出价1050万。很快，拍卖价就突破了1000万金币。1000万啊，破1000万了！游戏内第一个1000万级装备，疯了，都疯了！有人出价破1000万金币，大厅内轰一下就炸了锅，人声鼎沸，相邻座位之间说话都要用喊才行。锤定音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暂停竞价，出动人员安抚下面的玩家，甚至驱逐了20多个玩家。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游戏高度模仿现实，拍卖行拍卖的物品，玩家是可以抢夺的，万一出了意外，1000万以上金币的损失谁也承担不起。而玩家就好多了，游戏中没有法律的约束，最多掉1级，可万一抢到了，就是1000万金币的收获，冒这个险值得。正因为有这个担心，锤定音才不得不中断竞价，直到10分钟之后，下面的情况得以缓解才继续。请各位保持安静，下面继续拍卖，最后出价1050万，还有人出更高的价格吗？锤定音道，出价
1100万。出价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几乎每次都是锤定音问第3遍的时候才有人加价，不过增长很稳定。你猜最终价能达到多少？看着下面火药味十足的竞价，可以说是血拼。郝甜甜闪着大眼睛问：“应该在2000万以内吧？”竞价的人已经没有理智了，萧何对最终结果也心中没数了。工会令牌在经过初期之后，根本就不是稀罕东西，价值也就相当于30级左右的金色顶级装备，几十万的东西。刺客之所以能拍出过1000万的高价，只有2个字可以解释：先机。谁先得到工会令牌，就可以抢先建立工会，先选择驻地，先发展，先起跑，就是一个先字，让工会令牌身价暴涨数十倍。随着玩家等级的提高，这个价格最终会回落到正常水准上来。不过萧何很高兴，因为这个价格直接和他的最后收入有关。金鳄刀已经进账888万金币，令牌现在已经是1100万金币，今天收入过2000万已经是肯定的了，只是会多多少万的问题。出价1450万。就在萧何和郝甜甜说话的时候，价格也在继续上涨，大厅内的玩家大气都不喘一下，静等最后结果。1450万第3次，还有没有人要加价？如果没有，工会令牌拍卖就结束了。锤定音举起木锤。第46章，未来岳父召见。就在锤定音也以为1450万就是最终价格的时候，包间里又有人出价了，拍卖价格再攀新高，出价1500万。这个价格出乎了很多人的意外，也包括萧何自己。过了1500万，价格攀升变慢，几乎每次都是最低涨幅，最终工会令牌以1888万的目前最高价卖出。至此，加上金鳄刀，萧何获得金币超过2700万，加上其他一些装备，萧何身上的金币超过2900万，算上宰照耀组的500万金币，目前萧何的身家已经达到3400之多，已经是3个千万富翁。就算是郝甜甜身为千金大小姐，父亲是亿万富翁，堪称钱多多，1000万金币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恭喜1888万，你成千万富翁了。郝甜甜非常兴奋，这比他自己赚了1000万还要高兴。还好工会令牌拍出天价，让萧何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信用点有足够的金币就会有，金币有超前的好装备就会有，装备有强大的个人实力就会有。个人实力目前萧何是等级排行榜第1，战斗力萧何可以单挑超过自身等级的 BOSS。 有了强大的个人实力，好装备就不会缺，好装备不缺，金币就不会少，有了金币就有了信用点。工会令牌是压轴拍卖品，工会令牌拍卖完，拍卖会也结束了。金币到账，萧何直接兑换出2700万金币，除去手续费得到2565信用点，在网上订购了游戏舱。萧何下线就看到郝甜甜准备出门，原来是闺蜜约好了逛街，几个女孩子的聚会，萧何当然不会跟去。郝甜甜刚出门5分钟，就有人敲响了房门。你是？敲门的是一个30多岁，看起来像是办公室文员的男子，看起来很斯文，很有礼貌。我是郝超，郝董的助理，郝董就是郝小姐的父亲，今天想见见你，请跟我来。男子说明来意。萧何恍然大悟，这是郝甜甜的父亲，发现女儿离家之后，要对和女儿在一起的人进行审查了。萧何一点都不奇怪，这也在萧何的意料之中，简单收拾了一下，跟郝超出门，来到了天海阁。路上坐的是出租车，目的地也是天海阁。开始的时候，萧何还有点意外，怎么连个专车都没有？萧何也是聪明人，很快就明白了，出租车、天海阁，这是郝天祥并不想让两人这次会面曝光。进入包厢之后，除了郝天祥和萧何，其他人都退了下去。萧何看了看，郝天祥看起来有50左右，有些儒生气质，或许是操劳过度，头发有些花白。萧何进门开始，郝天祥稳如泰山的坐在对面，打量萧何。10分钟过去，郝天祥这才首先开口：“年轻人不错，我是甜甜的父亲，你叫我郝伯伯就行了。”郝天祥对萧何第一印象十分不错，那就谢谢郝伯伯了。萧何一直在想，郝天祥今天见他究竟是什么目的，可想来想去毫无头绪。显然不是想让郝甜甜搬回去，如果是那样，他们早就该有行动了，不会等到今天才见面。你感觉甜甜怎么样？这个问题很出乎萧何的意外。善良、活泼、美丽。萧何想了想，把这些天和郝甜甜接触，对郝甜甜的印象描述出来。你知道，我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所以我对他们十分珍爱。郝天祥面色严肃。萧何一惊，十分珍爱。萧何不由得想起影视剧中，大家族子女的婚姻往往不自由，甚至不只是婚姻，就连交友也会受限制。如果出现意外，通常是他们的父母会策划，用钱诱惑，或者用武力威胁两人分开。难道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事？年轻人，你把我当作老顽固了？看萧何的表情，经过商场几十年历练的郝天祥马上猜到萧何的想法。实际上，郝天祥见萧何也是面对面的考察萧何。如果萧何给郝天祥的印象不佳，
郝天祥也会采取措施，让萧何主动离开郝甜甜。不过萧何给郝天祥的印象还不错，郝天祥决定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决定。甜甜是我的掌上明珠，我必须为甜甜后半生的幸福考虑。你和甜甜在一起，以你现在的条件，我只能说一声不行。不过既然甜甜喜欢你，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郝天祥继续说道。什么机会？萧何几乎下意识地问郝天祥，话出口才想起来，他和郝甜甜八字还没有一撇。直到这时，萧何才意识到，郝甜甜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进驻萧何的心房，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两个条件：第一，甜甜真心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第二，2年内赚3亿。当然这个钱我不会要，还是你们自己的，我不会拿我女儿的幸福来做生意，我只是希望甜甜今后生活有保障。只要你做到这2点，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不会插手，任其自然。但有一点，我希望你记住，在你们的关系确定之前，我希望你们适当控制亲密程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郝天祥说出他的底线。对于萧何，郝天祥已经有初步的评估，列为了女婿的考察对象，当然仅仅是勉强列入考察对象，而且萧何必须达到郝天祥提出的底线要求，如果萧何连这个底线都达不到，其他全部免谈。3亿，对于以前的萧何，3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只能抬手仰望。可现在萧何已经有3000万进账，3亿对萧何来说不算困难，只要不出意外，很快就会赚到。3亿，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提供1000万的启动资金。郝天祥并不指望萧何能无中生有，那是神话传说中才有的事情，能用1000万2年内赚到3亿，这已经是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事了。1000万赚3亿，2年内，郝天祥自认他自己没这个本事，对萧何也有点强人所难。郝天祥也有点让萧何知难而退的念头。多谢伯伯，这点启动资金我还是有的。萧何刚到账了3000万，说话的底气也很足。你有？郝天祥回忆了一下萧何的资料，父母双亡，仅能维持日常生活，职业游戏玩家，交际圈也很简单。郝天祥很快判定萧何不可能拥有这么多钱，除非是郝甜甜给他，或者是远古世界中赚的。郝甜甜能拿出1000万，可要把这1000万不露痕迹转给萧何，郝天祥认为不可能，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游戏中赚来的。看到郝天祥惊讶的神态，萧何就知道郝甜甜没有把他打到工会令牌的消息透露给家里，否则郝天祥不会这么吃惊，更不会定下3亿这种对普通人来说遥不可及，对萧何来说只是时间问题的要求。萧何回到家，开始思考以后的路，有了牵挂，和以前不一样了。3亿的压力对萧何来说不大，只要萧何保持现在的冲劲，保持等级和实力的领先，很快就会有。正在这时，郝甜甜也回来了。萧何，这几天我不能和你一起练级了。换拖鞋，郝甜甜坐到萧何身边的沙发上，心情有些不好。怎么了？萧何有点意外，郝天祥都已经默许了，不干扰他和郝甜甜的正常交往，还会出什么意外？是婷思姐，玫瑰盟刚成立，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婷思姐忙不过来，要我这几天过去帮忙。郝甜甜解释道，过去帮忙，自然就不能和萧何一起练级，这对刚和萧何有点恋爱感觉的郝甜甜来说，恨不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待在一起，分开就是煎熬。可是10几年的姐妹情谊，郝甜甜很难拒绝这个请求，这才让郝甜甜难以选择究竟去还是不去。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没事，这几天你就去帮忙好了，我们一起练级的时间以后有很多，不差这几天。萧何松了一口气，情不自禁拉住郝甜甜绵润的小手，两人都有点触电的感觉。你真好。对了，这几天有传言，有人要对玫瑰盟下手，婷思姐这几天一直在担心这件事。郝甜甜担忧道。萧何知道这很正常，工会建立初期，因为各种机制不完善，防御能力差，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很多工会就是在建立初期被灭掉的。在玩圣战的时候，萧何就曾经把几个对手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过同一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和发生在自己人身上是不一样的。尽量小心。另外，如果有事发生，我会过去帮你。既然玫瑰盟是郝甜甜的姐妹创建的，萧何决定帮一把。太好了！郝甜甜扑过来，在萧何脸上亲了一下，随后可能觉得过于亲密，脸一红跳起来，一溜小跑回他的房间了。萧何摸着被郝甜甜亲过的脸颊，像是在做梦里一样，傻笑了一会，也回房间戴上头盔进入游戏。萧何刚进入游戏就收到一份留言，是萧何宰了赵耀祖500万金币之后，赵耀祖雇佣杀萧何的5个玩家发来的，说要和萧何合作。萧何有点意外，这5个人要合作，为的是什么呢？第47章，拯救女牧师。想不明白，萧何索性不想，直接发回一个问号。既然他们找上门来，肯定会说出他们的目的。报法？你想报复药师英雄吗？游戏名为无法有天的玩家通话，这是刺杀萧何的5个人中的那个法师。你有办法吗？萧何和药师英雄就是赵耀祖，经过几次严重冲突，早已经变成了敌人。
如果有机会，赵耀祖绝不会放过萧何，同样有机会的时候，萧何也不会放过赵耀祖。因而听出无法有天话中的意思是有机会打击赵耀祖了，萧何对此非常感兴趣。我得到消息，最近几天药师英雄会组织人打工会令牌的。无法有天道。萧何马上明白了，无法有天打杀人抢 BOSS 的主意，典型的损人利己，损的对象是赵耀祖，抢了 BOSS 不仅阻止了赵耀祖继续发展强大，更能获得 BOSS 的装备，甚至还有工会令牌。萧何决定干了。你为什么要和赵耀祖作对？萧何记得无法有天和赵耀祖之间是雇佣关系，没有敌对矛盾。还记得前几天我们刺杀你没成功，反而把赵耀祖暴露出来，被你挂了的事吗？无法有天问道。当然记得，和这个有关。当然有关，你杀了赵耀祖，赵耀祖没能力找你报仇，就雇人把我们5个美人杀掉了3姐，还爆了2件紫装，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去。我们和赵耀祖杠上了，正好我们有准确的消息来源，知道他们要打 BOSS， 就想到了和你合作。无法有天说。萧何明白了，游戏中你杀我，我杀你，很正常。无法有天的报复不奇怪。提供给我消息。你们要什么条件？萧何不相信无法有天会免费提供消息，肯定是有所图谋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他们真的是免费提供，萧何就要小心被无法有天算计了。BOSS 爆出的装备我们不要，但玩家身上爆出的装备你也不能要。还有你要帮我们挂掉药师英雄，或者你直接挂掉他也行。无法有天毫不犹豫地回答，显然对萧何这样的提问早有准备。无法有天很想提多点条件，可他们实力不足，没资格和萧何谈条件，只能退而求其次杀赵耀祖。好，我答应你，等有准确消息的时候提前通知我。通话到此结束。有问题？萧何感觉无法有天要求的太少了，简直是白送给他一个 BOSS。 可面对 BOSS 的诱惑，萧何不想放弃，只能到时候见机行事，随机应变了。萧何出朱雀城东门，进入妖兽山脉。首先遇到的怪还是铁甲熊，铁甲熊等级不低，速度慢，十分适合练级。可惜此时萧何已经21级了，杀铁甲熊得到经验太少，不能满足萧何快速升级的需要。萧何放过铁甲熊，继续寻找更高级的怪。没过多大一会儿，萧何发现前面聚集了30几个玩家，贱货还传出惊叫和肆无忌惮的大笑。透过玩家之间的空隙，萧何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女性牧师，女牧师周围围着几个男性玩家。萧何马上明白了，俗套至极的剧情，女性玩家被贴妖戏。看到女牧师躲躲闪闪，萧何一阵怒火上涌，这是他最讨厌的戏码，直接就奔女牧师的方向走过去。救人！停！前面我们兄弟包了，你滚到别的地方练级去。萧何刚向前走几步，就被一个弓箭手拦住。包场是游戏中练级的一种方式，是一伙玩家霸占一个地方练级，是非常令人讨厌的行为。小妹妹，别走啊，陪哥哥聊一会儿。就是，哥哥带你升级，哥哥送你装备。就在弓箭手阻拦萧何的时候，女牧师几次想离开，都被几个男性玩家手拉手的阻拦了下来。光天化日之下 ，TLC 女性在现实中都很难杜绝，在游戏中就更没办法了。小子看什么看，赶紧滚！小心大爷我爆了你！弓箭手看到萧何看向被 TLC 的牧师，不耐烦道：“你可以死了。”看到女牧师被 TLC 又被弓箭手驱赶说滚，萧何火气更大了。他决定马上动手，把女牧师救出来，同时也给这些玩家一些深刻的教训。想到这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弓箭手头上冒出一个血红的392，倒下爆出一张弓，紫色的。萧何毫不犹豫地收起来。随后萧何启动速度，直奔场中，杀向 TLC 女牧师的几个玩家。这时这群玩家也反应了过来，马上有10几个冲向萧何，眨眼间就堵在萧何前面。其他的人则没把萧何放在心上，毕竟是10几个打一个，按照一般情况来判断，10几个人没道理输给1个人的。朋友，你和我们有仇？堵住萧何最前面的一个戴红帽子的法师问道。没有。那你为什么要杀我们的人？红头盔语气不善，手中法杖握紧，只要萧何的回答令他不满意，马上开战。嘴巴不干净，该杀。萧何根本没指望和对方讲理，游戏中就是这样，一言不合就要杀人，有讲理的时间还不如先下手为强。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红帽子当场被爆，秒杀。秒杀不是指一击杀死，而是指在极短时间内对方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被绝对强势杀死。萧何一击得手，马上前冲，趁围住他的玩家没反应过来之前，从玩家空隙中挤过去，冲出围堵。这时围住萧何的玩家才反应过来，他们的人又被杀了一个，胡乱喊叫着从萧何身后就追。前面的玩家一看萧何又杀人了，也从正面围堵过来，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萧何被包围了。萧何扫了一眼，冷笑一声，一挥法杖，烈焰焚天冲天起，前面冲过来的玩家顿时有8个中招。萧何出招的同时，敌人的攻击也到了，身前身后近20道攻击，就像一张密密的网笼罩了萧何。
在远古世界中，为了贴近现实，就算是同一组的玩家，只要被攻击到，也会掉血会被杀。因而这些人的攻击的时候比较小心，群攻技能更是没有人释放，以免误伤。这就给了萧何机会。萧何瞬间找出攻击薄弱点，冲过去，再中了几下轻度攻击，损血不到100的情况下冲出包围。这时，一个治疗术落在萧何身上，是女牧师看到萧何损血，主动为萧何加血，随后又是加速。散开，都散开，用群体攻击技能覆盖攻击。另外再去2个人，把那个牧师给我看紧了。刚才纠缠女牧师的手持双锤的战士看到萧何躲开攻击，意识到萧何不好对付，马上重视起来，改换策略。萧何当然也听到了，他的对策就是直接冲进一群玩家中，和玩家们近战，让他们投鼠忌器。法师近战是一个忌讳，因为法师血少防低，速度不快也不够灵活，很容易被擅长近战的战士杀死。可萧何就不同了，萧何一身极品装备，甚至还有金色顶级装备，防御很高，这还只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萧何的身法，萧何的走位、卡位能力爆强，越多玩家混战，萧何的能力越是得以发挥。还有萧何恐怖的魔法伤害，血少的直接一击秒杀，血厚的也挺不过2-3下。萧何冲进敌群，3下2下就挂了5个玩家，其中2个魔法师，一个弓箭手，一个盗贼和一个战士。废物，连一个法师都杀不死。使用双锤的战士看到几乎是他刚下达命令，就又有5个手下被杀，十分恼火，也很无奈。萧何的速度太快，走位太灵活，他们根本就攻击不到萧何，就算是偶尔被击中，也损血很少。双锤战士急了，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萧何杀光，非团灭不可。停！都给我住手！双锤战士猛然下了决心，命令手下全部停止攻击，散开。他来到萧何面前，面对萧何，双锤战士恨不得一下冲过去，乱锤砸死萧何。可他知道这只能是幻想，他没这个能力。不打了。萧何看到走过来的双锤战士，冷笑。萧何有信心把这些人给灭团。这位兄弟，我们好像没有得罪你的地方，你无故冲过来杀我兄弟，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那是他们该死。这位兄弟，你看我们还有近30人，而你只有1个，如果真要拼命，你能让我们大部分人掉级，可我们也能让你掉级。看兄弟，你战力非凡，想必身上的极品装备不少，你就不怕被爆出来吗？双锤战士被萧何一句硬邦邦的话差点噎死，顿了顿才重新开口。这时牧师从旁冲过来，站到萧何身边。萧何这才看清楚，女牧师眉清目秀，曲线玲珑，竟然也是一个难得的大美女，难怪这些人会贴腰戏她，果然是红颜祸水。还有就是萧何发现这个女牧师的表情稍有点憨，应该说是天然呆，不是真呆，而是透出一股娇憨之气。分析的有道理，那按你的意思该怎么办呢？萧何冷笑着，看双锤战士究竟打什么主意。第48章埋伏。我认为今天我们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兄弟你杀了我几个同伴，我就不追究了。同样的，刚才我们有对不住兄弟你的地方，兄弟你也不要再计较，今天的事就这么过去了，不知道你认为怎么样？双锤战士看萧何并不像要追究到底的样子，马上说出他的计划。萧何马上明白双锤战士的打算，他们是怕了，不想掉级爆装备，就主动服软。可以，不过刚才你们动手占便宜的，要向他道歉。萧何一指站在身旁的女牧师说道。双锤战士刚有些笑容的脸马上沉下来，让他道歉还是像一个女牧师，双锤战士万分不愿意。可现在的形势是道歉，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不道歉，今天他们面临全部掉级的可能。怎么办？双锤战士陷入两难。萧何冷笑，法杖举起，杖尖指向前方，这是即将开战的信号，是威胁。道歉还是掉级爆装备？看到萧何的举动，双锤战士迈动双腿走向女牧师，速度十分缓慢，2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短短的不到10步距离，双锤战士足足走了3分钟。对不起，刚才是我们错了。双锤战士终于走到女牧师面前，咬牙道歉，心中都把萧何恨死了。既然你知道错了，以后别做这样的事就行了。女牧师看了看萧何，见萧何向他点点头，意思让他自己拿主意，这才教训了2句，放过双锤战士。双锤战士头也不回的走了，虽然免去了他自己和兄弟们掉级的危险，可脸丢大了，没脸见人了。谢谢你，我是蓝水晶，要不是你，我就要强行下线了。女牧师向小何道谢，如果强行下线，等同于被杀，不仅会掉1级，还有可能爆装备。正因为惩罚严厉，不到最要紧的时刻，女牧师不会强行下线。举手之劳，不用放在心上。对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练级？牧师也有攻击技能，可攻击力很低，单独练级效率很差。因而大多数牧师练级都会和别人组队，提供治疗和加状态，很少会直接作为伤害输出单位单练。更何况蓝水晶作为一个容貌出众的牧师，想组队太容易了，只要他开口，肯定有大把的人抢着和他组队，
可很明显，蓝水晶是一个人在这练级。萧何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我是和几个朋友一起玩游戏的，今天他们都有事不能上线，我不想和陌生人组队，就一个人练级了。你是来这里练级吗？如果你不嫌弃，不如我们组队好了。显然，蓝水晶看萧何还比较顺眼，认为和他一起练级还不错，主动发出邀请。萧何点点头，虽然萧何练级很少需要其他职业辅助，可有一个天然呆美女相伴也是不错的。组队，天然呆美女牧师也知道了萧何的游戏名称爆法。和萧何组队，自然不能再杀铁甲熊。萧何带着蓝水晶继续向深山进发，很快走出了铁甲熊领地。哦，没走多远，两人迎面遇到一只怪，身高3米有余，身披棕色皮毛，是21级的怪银背棕熊，铁甲熊同类怪。不过无论是防御、速度、力量还是体型，银背棕熊都要比铁甲熊强上很多。轰！爆裂火焰砸过去，银背棕熊头上冒出一个212，好高的伤害输出。看到萧何一个爆裂火焰把21级的怪打出超过200的伤害，蓝水晶大惊。他也算是老玩家了，高手也见过不少，可要把21级怪打出超过200的伤害，目前还没有人能做到。别说200，就是能打出100的伤害的也寥寥无几，甚至多数人还不到能打银背棕熊的程度。再看萧何的走位，银背棕熊根本就碰不到萧何，只能徒劳的追来追去，让萧何一个个爆裂火焰砸在身上。没过半分钟，银背棕熊发出一声系统设定的死亡惨叫，挂了，爆出几枚铜币。这个人绝对是顶级玩家，而且应该排行在排行榜前50。看萧何轻松杀死了一只银背棕熊，蓝水晶下了判断。蓝水晶打开等级排行榜，查看排行榜前50的玩家，法师有7个，其中3个隐藏了名字，分别是排行榜第1、第13和第23。其中前期的玩家都已经达到了21级，前35的玩家都到达了20级，至于19级已经排到了937。蓝水晶确定萧何是这3个法师中的一个，可惜这3个法师只有1级之差，战斗力相差不会很多，因而蓝水晶只能划定范围，一时之间不能判定萧何是排行榜第几的玩家。就在蓝水晶思考的时候，萧何又干掉了3只银背棕熊，这让蓝水晶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萧何走位强悍，银背棕熊根本就攻击不到萧何，没有损血，而萧何的魔力也好像用之不尽，已经连续杀了4只银背棕熊，竟然没出现一点魔力枯竭的样子，这让蓝水晶十分疑惑。萧何刚杀了第4只银背棕熊，突然有人发来通话请求，是无法有天。爆法，要是英雄打工会令牌就在今天，他们已经出发快了，目的地是迷蒙沼泽。无法有天道，迷蒙沼泽，萧何当然知道这个地方，他第2块工会令牌就是在迷蒙沼泽杀 BOSS 爆出来的。可按照天数来算，沼泽灰恶王还没有刷新，那就应该是另外的 BOSS 了。沼泽深处有一种怪，22级的墨蝉，有人发现了22级的墨蝉王，要是英雄正带人赶过去，我这就赶过去，迷蒙沼泽见。萧何也不拖泥带水，马上就决定赶过去，既能打击照耀组，还能抢一些珍贵装备，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萧何绝不会放过。有兴趣一起去杀人放火吗？萧何结束通信，面对蓝水晶笑问道。令萧何意外的是，蓝水晶竟然痛快的同意了。萧何还以为蓝水晶会拒绝，这也是萧何的希望。不过既然邀请已经发出了，蓝水晶也同意了，萧何自然不好反悔，带着蓝水晶杀向迷蒙沼泽。根据无法有天发过来的坐标，6人很快就在迷蒙沼泽内汇合了。6个人，不是应该是7个吗？就是6个，5人组中的盗贼在跟踪要是英雄的队伍，无法有天4人在等萧何。见面，无法有天马上把详细情况介绍了一下。萧何知道要是英雄对这块工会令牌是势在必得了。打工会令牌，要是英雄既然出动了近200玩家，50精英玩家负责打 BOSS， 另外150保护。要是英雄也怕有人打杀人抢 BOSS 的主意，提前做了防御，这无疑给萧何接下来的行动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推倒 BOSS， 要是英雄拿到令牌，等5分钟脱离战斗状态，使用回城券，工会令牌就安全了。如果要抢，就只能在这5分钟之内杀到照耀组面前，或者干脆在 BOSS 被推倒前动手。还要抢吗？在得到照耀组出动玩家的数量之后，无法有天的心就凉了半截，没希望了。当然要抢，你准备放弃？难度大了才有挑战性，萧何最喜欢有挑战的事情。萧何已经打算好了，在 BOSS 被推倒的最后关头动手，干掉 BOSS， 萧何就有捡取令牌的权利，这也是系统规定，杀怪掉宝。参与攻击的玩家有30秒的优先捡取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没参与攻击的玩家对爆出的宝贝只能看却捡不起来。可他们的人太多了，抢到的希望太小。无法有天认为，这种情况下抢 BOSS 至少应该有50人以上的队伍配合，发动突然袭击才有可能成功。仅凭他们几个人就不能说是抢宝，说是去送死还差不多。抢的就是他们人多，前面带路。萧何自有打算，可这个打算不能和无法有天说。
无法有天看萧何坚持，摇了摇头，在前面带路。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到时候萧何真的不计后果的杀进去抢宝，他们是绝对不会奉陪到底的，最多在外围摇旗呐喊，给萧何一点精神上的支持。很快就看到盗贼在前面向他们招手，7人汇合一处。在盗贼的指引下，7人很快就来到一个小山坡上藏好。要是英雄的人就在山坡下的湖边上。最醒目的当然还是要是英雄，装备视觉效果全开的照耀组就像一个彩灯，让人想不看见他都难。此时照耀组正在山下一块2米多高的石块上站着，不时吆喝2声，颇有些意气风发的感觉。而药师公会的成员被分成4个小队，横向排成一排，齐头推进正在清理湖边的普通墨蝉。萧何仔细看了看，墨蝉个头不到，像是一只放大了的蟾蜍，小的有1尺大小，大的有半人高。和墨蝉战斗的药师公会成员有近1/5被染成了绿色，头顶连续冒出一个个十字样。这是中毒效果，持续掉血，除非使用解毒剂，否则会持续半分钟掉血状态，每秒损血10。看，墨蝉王出来了！无法有天突然指向山下。第49章，强！萧何顺着无法有天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到一只巨大的怪物头部露出水面。怪物很快靠近岸边，在距离岸边5米左右的时候，猛然从水中跃出来，落到岸边。萧何这才看清楚，这是一只巨大的蟾蜍，浑身黑黝黝的，背上布满了一个个馒头大小的凸起。22级墨蝉王 BOSS 就是照耀组今天的目标。墨蝉王上岸，直接张嘴对着一个法师喷出一道红线，法师头顶冒出421，直接被秒杀。墨蝉王出来了，第2队、第3队、第4队负责清理外围墨蝉和警戒，第1队跟我去打 BOSS。 照耀组看到墨蝉王从水里跳出来，大喜，跳下石头，吩咐手下开始进攻，第一个冲向 BOSS。 9、18、45、32。50人中有30个主攻，主要是魔法师，可惜这些人的攻击力和萧何比起来差得太远了。墨蝉王头顶不断冒出的伤害数字基本上都是2位数，甚至有些还是个位数，低的不能再低了。可有一样，玩家人多，同时攻击的近30人，加起来的伤害就可观了，多数 BOSS 就是这么被磨死的。我现在确认一下，你们是不是准备放弃这次的行动？萧何看着下面药师公会的人打 BOSS， 问身边的无法有天。萧何是不会放弃的，行动之前萧何一定要确定无法有天几个人的想法。他们准备的太充分了，这么多人在这，我们没机会的。无法有天还是胆怯了。既然如此，我就当你们放弃了，我是不会放弃的。到时候如果我能成功，别我部分给你们战利品。萧何凌厉的目光锁定无法有天。这是当然，我们兄弟主动放弃，当然不会再要任何东西。无法有天有心说，消息是我们提供的，你总要出点买消息的钱。可想想萧何强劲的实力，还有他们临阵退缩，确实做的有些不对，就改口了。另外，待会儿你们帮我一件事，我支付你们每人1万金币。这个恐怕我们兄弟有心无力啊。无法有天以为萧何要他们冲锋陷阵，委婉的拒绝了。你先别忙着拒绝，我又不是要你们冲锋陷阵，我只是要你们在我发出信号的时候从他们外围跑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是让你们去送死。这点事你们总该做得到吧？萧何道。萧何要出其不意冲进内围，靠自己很难，需要有人在外面配合。无法有天5人是最好的选择。无法有天一听，只要在外围跑一趟就有1万金币进账，马上就点头答应下来，生怕萧何反悔。只要不深入药师公会玩家包围，虽然危险还是有一点的，但无法有天有信心可以安然脱身。好，就这么说定了，等我信号，你们5个人就从哪个方向冲过去，最好能在最外面杀2个人，尽量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时间越长越好。我先付你们每人3000定金，事成之后另外7000奉上。为了给无法有天5人增加动力，萧何当即每人支付了3000金币。见到3000金币到账，无法有天5人的眼睛都变成金色了。这1万金币赚得容易啊！还有我能做些什么？看到萧何给无法有天5人分配任务，蓝水晶也凑上来问萧何。萧何有点头痛，这个蓝水晶萧何本没打算带过来的，这是一时嘴快邀请了一下惹的祸。作为牧师，冲锋陷阵他肯定不行，速度也不够快，战斗力更不行，出去就是送死。怎么办？有了，你看那块大石头，待会儿行动开始的时候，你就藏在那块石头后面，等我信号，你就上到石头上，尽量制造出动静，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到你这边来，在进入战斗状态之前，你就使用回城卷回城。萧何指了指身后，在5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块馒头形灰色巨石，最高处有7、8米高。萧何吩咐完毕，也和对待无法有天5个人一样，转给蓝水晶3000金币。至此战前布置完毕。萧何的注意力一直有一部分在墨蝉王身上，统计着墨蝉王的损血量，以及注意墨蝉王的攻击。墨蝉王的攻击主要就是用舌头，属于物理攻击，还有就是短途跳跃、撞击，也属于物理攻击，威力爆强。
只要正面被击中，无论是法师还是战士，无一例外，全部都是被秒杀的结果。到第10分钟的时候，莫禅王背上黑光闪烁，这是莫禅王要放大招了。萧何看了看药师公会的玩家，已经做好了迎接莫禅王大招的准备。眨眼间，以莫禅王为中心，爆发出一道灰色光圈，光圈迅速扩大开去。这是莫禅王的大招群攻。灰色光圈过处，距离莫禅王最近的2个战士、2个盗贼当即被秒，有近20人被染上一层绿色，每秒钟头顶出现一个血红的15，显然是莫禅王的大招不仅攻击力非凡，竟然还有毒，中毒就会受到持续伤害。后面的牧师开始发力，为前面中毒玩家补血，同时前面中毒玩家纷纷取出补血剂，仰头喝下去。中毒状态持续了30秒，有3个玩家因为补血不及时挂了。前后挂了7个人，队伍出现空缺，马上有外围玩家补充上来，顶替被挂掉玩家的位置，继续进攻。前后莫禅王释放了3次大招，造成药师公会减员30以上。这时萧何认为差不多时机到了，萧何悄悄借助树木、岩石的掩护，向药师公会外围警戒玩家靠近。10几分钟努力，萧何来到一棵大树后藏好，大树距离最外围一个玩家只有2米，萧何就只能到这了。再往前，药师公会的玩家多了，萧何很容易会被发现。这时无法有天5兄弟早已经准备好了，萧何发出信号之后，5人同时出现，扑向最近的玩家。5对1，5个人还都堪称高手。药师公会的这个玩家被秒杀了，同时5个人也被药师公会发现。有人被杀，药师公会成员差不多同时转过头去看发生了什么情况。萧何趁这个机会从树后窜出来，站到药师公会外围玩家群众。天王盖地虎，有一个药师公会玩家发现了萧何，觉得形迹可疑，马上用口令试探萧何。这个玩家突然出声，也引起了附近几个药师公会玩家的怀疑，纷纷把目光投向萧何。宝塔镇河妖，无法有天能得到消息，因为他们在药师公会中有朋友，这个朋友也参加了今天的行动，就是他把消息透露给了无法有天，无法有天又把消息透露给了萧何，萧何这才知道口令。看到萧何对上口令，认为是自己人，周围药师公会的玩家就不再关注萧何，做自己的事去了。实际上，如果是已经成立的公会，公会内部成员都会有统一的标志，根本用不到口令来判断。可照耀组还没建立公会，没建立公会就不能使用统一的标志，人少了还好，大家可以记住彼此。可这次出动的有200人，要求记住每一个同伴显然是不可能的，判断是不是自己人成了一个难题。后来照耀组自作聪明，想出了一个用口令判断敌我的办法，这才有了萧何混进来的举动。这时无法有天5人的任务完成，早就跑没影了。哎，你说会长兴师动众打 BOSS， 每人才给10个金币，是不是少了点？萧何凑到一个玩家身旁发牢骚，就是万一打着公会令牌，价值1000多万，评分每人也有5万多，可会长只给10个金币。你们2个注意点，传到会长耳朵里，非把你们2个杀到山号不可。旁边有一个玩家提醒道。就这样，萧何一会儿找这个聊聊，一会儿找那个聊聊，很快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到了外围最里面，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这个位置距离莫禅王不过100多米，能看清莫禅王每一个动作。莫禅王又一次大招释放，挂了药师公会7个人，外围肯定要有7个人补上去。萧何趁机混到背离照耀组的一面，隔着莫禅王，照耀组愣是没发现他最大的敌人已经混进来了。这都要感谢远古世界组队人数上限，除了特殊任务，玩家组队上限是11人，而同时攻打莫禅王的有50多人，每次减员还有补充上来的，前后恐怕要近100人，当然不可能组队。不组队，萧何的名字不显示，大家注意力又都在莫禅王身上，竟然没有人发现萧何混进来了。当然这种情况也只会在公会建立之前，公会建立后，内部成员有统一标志，萧何想混进来都不可能，除非有某位有加人入会权限的玩家叛变了，临时把萧何加进去，才有可能浑水摸鱼。萧何心安理得的攻击莫禅王，就等莫禅王被爆的一刹那抢宝，顺便气死照耀组。几分钟过后，莫禅王身上一阵红光闪耀，发出一声系统设定的惨叫，挂了，大爆，金光闪耀。第50章抢令牌。金光闪耀中有一块朴实无华的金属静静地躺在地上，公会令牌。公会令牌，有人惊呼出声，瞬间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金光闪耀中那块最不起眼的牌子上，齐刷刷地咽了一口口水。这小小的令牌代表近2000万金币，2000万金币放在眼前，谁能不动心？照耀组激动了，像打了3管鸡血一样，有点颤抖地走向莫禅王的尸体，打算捡起公会令牌。萧何当然不能让照耀组捡起公会令牌，猛然启动，以比盗贼还快几分的速度冲到莫禅王尸体前，弯腰把令牌收起来。看照耀组还没反应过来，萧何又一股脑把其他装备收起来，转身向外就跑。正常情况下，怪爆出来的东西都有30秒的保护时间，
这个时间内除杀死怪的人，其他人是捡不起来装备的。这也正是萧何一定要混进来共同打 BOSS 的原因，就是为了免去30秒保护时间的影响。啊！赵耀祖正要捡起令牌，可变故突生，装备和令牌被抢了。他愣了，药师公会的所有成员也愣了。拦住他！给我拦住他！赵耀祖只愣了几秒，就反应过来，有人把他的公会领牌抢跑了。药师英雄简直就是个白痴，有人混进去都发现不了。就是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抢了？咱们是不是做错了？无法有天，5个人把药师公会的追兵甩掉，在好奇心的作用下，他们又兜了回来，在不远处的小山上选了一个地点，恰好能看清下面打 BOSS 的情景。他们想看看萧何究竟能不能抢到公会令牌，没想到萧何不仅抢到了公会令牌，而且还抢得十分漂亮，出人意料。药师公会的人乱了，萧何就像一块强力吸铁石，所过之处，药师公会成员都会疯狂地追赶上来。萧何在药师公会成员中左冲右突，凭借灵活的走位还有卡位，在玩家群众游刃有余。萧何没受到大量攻击，这倒不是赵耀祖大发善心，而是萧何处在药师公会玩家中间，如果使用范围攻击和远程攻击，肯定会误伤自己人。可仅凭近身攻击，萧何利用卡位把玩家当肉盾，根本就不吃这套。转眼间，萧何在密集的玩家群中已经冲出去70多米，很快就要冲出人群了。法师、弓箭手、群体攻击、覆盖式攻击，一定要把他给我留下。赵耀祖现在都快疯了，公会令牌被人捡走，有90%是拿不回来了。就算他们能杀了萧何，也无济于事。杀人爆装备是有几率的，不是必爆。再者身上的装备有很多，谁又能保证爆出来的装备一定就是公会令牌？正是清楚这些，赵耀祖才有要发疯的感觉，才会下达了覆盖式攻击，连自己人一块杀的命令。嗡！赵耀祖一声令下，烈焰焚天，爆裂火球，弓箭100多道攻击瞬间笼罩在萧何上空。攻击太密集了，萧何不可能完全躲开。凭借多年的游戏经验和强大的分析判断能力，萧何找出攻击最薄弱点，闪电般冲了过去。轰！雨点般的攻击落下，萧何中了一个烈焰焚天和一支箭，加起来损血近200。萧何马上掏出一瓶终极补血剂，补满损失的血量。萧何没事，可他身边有近30个药师公会的玩家围着他，他们也和萧何一起受到无差别攻击。围着萧何的玩家可没有萧何精准的判断力，攻击来的时候只能狼狈逃窜。可这些攻击是覆盖式的，只要处在攻击范围内，他们是无处可躲的。这些人至少受到1次攻击，多的受到2次、3次攻击，8个人当场被爆，有2个还把装备爆了出来。混账！你们看清楚了，老子是自己人！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攻击我？牧师，加血，快给我加血，我快挂了！30多个玩家被自己人攻击，甚至还有直接被打爆的，不满情绪顿时涌现出来，乱成一团。看到这种情况，萧何决定再加一把火，法杖一挥，烈焰焚天出，当时就把12个人笼罩进来。顿时12个人头上飘起一片3位损血数字，12个人全部被萧何秒杀。这12个人本就被帮会内的兄弟们攻击掉血严重，还没来得及补血就被萧何攻击，被挂掉很正常。上，都给我上！打中他一次赏金100金币，杀死他一次赏金10万金币。赵耀祖眼睛都红了。这时候赵耀祖已经认出萧何了，下命令也不单单是为了令牌，而是为了泄愤，就是想杀萧何一次。10万金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知道不是萧何的对手，药师公会的玩家还是一窝蜂的冲了上来。面对冲上来的大量玩家，萧何也有点头皮发麻，心说以后一定弄一件吸血属性装备，而且是高吸血，佩戴吸血装备，在群战中释放烈焰焚天群攻，就相当于有牧师在时刻加血，想死都难。萧何转身就跑，覆盖式攻击再次来到。这种近100人同时施展，攻击间空隙为0的攻击是无法躲避的，萧何只能避重就轻，再次损血。萧何有点急了，还是大意了，有点过于自负，被几次覆盖式攻击击中，他现在血量已经下降到了100出头，只要再来一次覆盖式攻击，这点血就会被清空，萧何的第1次挂就要出现了。就在这时，前后左右都有光芒闪现，光芒过后，一只墨蝉耍了出来，萧何大喜。这是墨蝉刷新时间到了，数百只墨蝉同时刷新出来。这也是药师公会自作孽，为了打 BOSS， 把附近的墨蝉全部清理，导致以墨蝉王为中心300米内没有一只墨蝉存在，这才导致系统刷新的时候一次性刷新出几百只墨蝉，维持稳定数量。这些玩家们开始追杀萧何的时候，墨蝉还没刷新，玩家们当平地全速奔跑追萧何，墨蝉突然刷新出来的时候，有不少玩家刹不住车，直接撞到墨蝉身上，撞也算是一种攻击，于是混战开始了。利用这个混乱的机会，萧何全力向外冲，没用3分钟，萧何就冲出了药师公会玩家的包围圈。药师英雄，你可真是送财童子，多谢你送我一枚公会令牌啊！哈哈哈。萧何跑到药师公会外围，
拿出工会令牌来，向赵耀祖晃了晃，大笑而去。混蛋，我一定要杀了你，我一定会杀了你，我一定能杀了你。赵耀祖的脸都变成黑色的了。在游戏中2次被萧何杀死掉级，被宰了500万，这次更是被抢走了工会令牌，赵耀祖都快疯了。谁能杀死爆法，录像为证，我马上赏金100万，及时兑现。看着萧何远去，赵耀祖恶气难出，直接悬赏100万啊！就是100个人平分，每人也有1万啊！听到赵耀祖的悬赏，耀世公会的玩家们全都心动了。100万金就是100万信用点，100万信用点，普通人要10几年甚至20几年才能赚到，杀一个游戏角色就相当于辛苦工作10几年，谁不心动啊？萧何当然不知道这个，知道了萧何也不在乎，无非是多了一群尾巴而已，小心一些就是了。朱雀城内，萧何见到了传送回来的蓝水晶，还有无法有天武兄弟。爆法，我算是服了你了，在200多人的眼皮底下，你能把工会领牌抢出来，绝对没有人能做到和你一样，你就是游戏第一人。无法有天对萧何竖起大拇指，发自内心的佩服和赞美。无法有天不知道的是，目前游戏中只出现了3枚工会令牌，全部和萧何有关，2枚是萧何打出来的，1枚是萧何抢过来的。换句话说，3个工会令牌都是萧何的，只是有1枚被送人了。爆法，你好厉害哦！蓝水晶看着萧何的眼睛眨呀眨，目光中一片仰慕。过奖了，萧何心中也很兴奋。不过怎么都不为过，今天是忘了录像，否则把录像放到官网上，绝对会引起一场风暴。无法有天道，多谢各位夸奖，能抢到工会令牌也多亏几位帮忙，没别的，每人5万分红，只是一点心意，别嫌少。萧何笑着每人划过去5万金币，这就是萧何的优点，争取自己应得的东西，却不吃独食。多谢。无法有天5个人看着账户上多出的5万金币，脸上笑开了一朵花。拿到5万金币的额外收入，5兄弟对萧何也十分感激，这是萧何大方讲义气，否则他们只能拿到1万金币。我还是不要了，我根本没帮上忙。蓝水晶看账户上多出的5万金币，有点羞怯地提出退回来。按计划是需要你帮忙的，你也用心准备好了，只是后来情况有变，让你不用出来帮忙了，不能让你白忙一场。这些金币你该拿，何况我可是得了1枚工会令牌，你拿的只是小头中的小头。那就谢谢了。蓝水晶俏皮地笑了一下，这就和朋友之间谁中奖了要请客一样，何况他还是出了力的。萧何拿着手中的工会令牌，该怎么处理？卖掉还是？第51章远古皇朝。如今萧何账上有1000万信用点，生活无忧，对钱的需求很小，已经用不到卖工会令牌赚钱了。萧何思考再三，最终决定这枚工会令牌自己用，他要在远古世界中建立一个新的工会。你打算怎么用工会令牌？卖掉还是建立工会？无法有天5个人拿到5万金币就离开了，蓝水晶却一直跟在萧何身边，看萧何拿着工会令牌陷入沉思，最后眉头舒展，显然是做出了决定，才开口询问：建工会，恭喜，介意我成为你工会里第1个成员吗？蓝水晶巧笑嫣然，美丽的笑容让萧何有瞬间恍惚。建工会的步骤很简单，萧何和蓝水晶来到城主府，找到 NPC 工会管理员黄天吉创建工会。建立工会要求简单，第一人物等级大于10级进行过转职，第二工会建立者本身不属于任何工会，剩下的就是费用问题，要求建立者付出10万金币的工会建设费用，还有最重要的工会令牌。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是否建立工会？是。叮，系统提示：扣除10金币，工会建立，工会等级1，请输入工会名称。远古皇朝。工会建立成功，萧何开始设计工会标志，标志中间是一把金光闪闪的法杖，法杖下燃烧着熊熊烈焰。工会标志设定完毕，点击确定，萧何名称前就多了一个工会标志，胸前也出现工会徽章。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建立远古皇朝内第3个工会，奖励特殊工会勋章1枚，以示鼓励。工会徽章是工会成员的标志，属于特殊装备，不占装备位置，一般不会增加玩家任何属性，只是一个简单的成员标志，当然死亡的时候也不会被爆出去，可根据玩家的要求隐藏起来。萧何查看胸前的工会徽章属性：会长勋章，特殊工会徽章，唯一装备，等级需求时，工会成员物理攻击正 1%， 工会成员魔法攻击正 1%， 工会成员物理防御正 1%， 工会成员魔法防御正 1%， 不可掉落，不可交易，不可损坏，特殊装备不占装备空间。职业：工会会长可装备。属性不是很好，胜在特殊装备不占装备位置，而且对工会内部全体成员有效，也算是不错。叮，系统提示：玩家蓝水晶申请加入远古皇朝，是否批准？当然批准。第1个工会成员就这样加入了远古皇朝，工会成员数量2100。作为最低等级1级工会，远古皇朝的工会成员数量上限是100，
随着工会等级提升，这个上限也会提升。加入工会，蓝水晶的胸口出现一枚工会徽章，人物名称前也多了工会标志。工会建立还有很多事要做，工会任务、驻地，一系列的麻烦事等着萧何去处理。驻地是工会的根据地，很重要，可萧何打算先放一放，因为刚落成的驻地没有任何防御力，就像是一块诱人的肥肉摆在那，谁看了都想咬一口。选择驻地之前，要先解决驻地的防卫力量。萧何查看工会任务列表，有很多能增加工会驻地防御力量的任务，目前能做的有7个之多。萧何仔细分析一番，最终选择工会守卫任务。守护者成功完成任务，可以获得少量工会驻地强力守卫。任务详情：救出被困在废弃古堡的将军胡延龙，杀死强盗头领孟郊。任务奖励：工会守卫。守卫数量：工会等级星号5。守卫等级：工会等级星号20加奖励等级。任务时限10天。萧何选择这个任务，因为工会守卫不仅等级高，而且可以增加人数，可以升级，可以复活的。可是这个任务不仅难度很大，还有完成时间限制，要求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超时任务失败。告别了蓝水晶，萧何接任务，被传送到任务副本废弃的古堡。夕阳下，一座宏伟的古堡耸立在山脚下，可惜古堡城墙虽然完好，却一片沧桑，显然被遗弃很久了。城墙上间隔不远就有一个身披铠甲的 NPC， 萧何知道肯定是胡延龙的手下，他要救援的人。古堡外，一座又一座的帐篷把古堡团团围住，帐篷内3、5成群的盗贼划拳、喝酒、喧嚣吵闹。根据任务提示，胡延龙和他的属下就被困在古堡内，断水断粮，已经半个月了，情势危急。而萧何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人从古堡内救出来，还要击杀外面这些强盗的首领孟郊。很难。匪徒喽啰18到21级，精英喽啰23级，总数量超过500。以萧何一个人的力量，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萧何一批一批还能解决。问题是任务限时完成，而且任务完成时间也是一个重要评定标准，关系到奖励等级的多少。萧何悄悄地绕古堡转了一圈，想寻找机会进入古堡，可萧何十分无奈地发现，强盗的营营帐围绕古堡一圈，所有通向古堡的路都被封死，就是古堡周围的大树也都被强盗全部砍倒，古堡完全被强盗同外界隔离开来，内部联系不上，外援也没有，杀光强盗在时间限制内不现实，该怎么办？这时有10几个强盗从远处归来，扛着一头被肢解的野猪，有2个强盗的胳膊吊在脖子上，显然是被伤到了。看到这些强盗的情况，萧何灵光一现，没有外援，可以制造外援啊！萧何马上离开藏身处，向山林中走去。除了古堡所在地，山上大多被密林覆盖，密林中怪很多。萧何经过一番侦查，发现密林中的怪种类还是不少的，野猪、野狼、丛林虎、丛林豹等很多。要作为外援，首先等级不能很低，至少要接近20级，其次数量不能过少，至少也要过百。按照这2个条件选择，能作为外援的只有16级的棕毛野猪和21级铁背青狼，铁背青狼最佳。铁背青狼是群居怪，每群中铁背青狼的数量不等，从10几只到几百只都有。萧何需要的就是几百只一群的大型狼群的协助。萧何慢慢寻找，第一群，萧何数了数，数量不过50，不够强盗杀的，不合格，放弃。第二群，数量不过30，更少，还不如上一群，不合格，放弃。第8群，数量达到500多，是一个大型狼群，正是萧何需要的帮手。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狼群引过去。可怎么才能引过去呢？萧何注意到狼群中有一些幼狼正在欢蹦跳跃，萧何顿时计上心头，只要能活捉一个狼群的幼狼，激起狼群的仇恨，狼群肯定会追杀萧何的。萧何悄悄接近幼崽们玩耍的地方，近了，更近了，狼崽就在萧何10米左右的地方了，萧何马上就能抓到一只狼崽了。哦！就在萧何距青狼幼崽还有几米的时候，负责警戒的一只铁背青狼从地上站起来，发出警告的嚎叫。萧何马上意识到不好，忘了狼和狗是同类，嗅觉灵敏，肯定是被铁背青狼闻到味道发现了。和萧何想的一样，铁背青狼发出警告信号，不远处10几只铁背青狼狂奔过来。萧何果断地从藏身的树后跳出来，速度全开，直奔正在后退中的青狼幼崽。只能冒险了，如果等不远处的铁背青狼赶到，再想抓幼崽，就需要经过一场苦战了。萧何赶任务，没时间浪费。再者，萧何也不能把铁背青狼杀得太多，萧何还需要这些铁背青狼和强盗们战斗，杀得多了影响战斗力。萧何左右放了2个烈焰焚天，阻挡铁背青狼视线，同时一个爆裂火焰炸飞一只扑上来的铁背青狼。萧何已经冲过几米距离，来到青狼幼崽前，看到最前面一只幼崽有点特别，很精神，萧何伸手抄起来，狂奔而回。青狼幼崽当然不甘被抓，稚嫩的牙齿拼命啃咬萧何的胳膊。9、12，萧何头上每秒都会冒出一个损血数字，还好幼狼攻击力不高，
有终极补血技，萧何还挺得住。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强行带走狼王幼崽，激怒狼群将遭到狼群追杀，时限3个小时。狼王？萧何低头看了看，果然被抓到的小狼头上有一簇银色皮毛，头顶名称显示铁背青狼王幼。萧何不禁感叹自己的运气，只想抓一只狼崽做诱饵，没想到竟然把未来 BOSS 给抓起来了。提示声响起的同时，阵阵狼嚎响起，众多铁背青狼从觅食的地方、睡觉的地方冲出来集合。眨眼间，萧何身后已经追出来40多条铁背青狼，并且随着萧何向前跑，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等萧何冲到能看到古堡的时候，身后追下来的铁背青狼总数已经超过了200大关。将军，你看，俗话说登高望远，在高处可以看到更远。废弃的古堡墙头上有一个头顶张六的 NPC， 首先发现了从山上冲下来的狼群。怎么会有这么多铁背青狼冲下来？头顶顶着胡延龙3个字的 NPC 皱眉看着从山上冲下来的狼群。将军，狼群前面有个人。还是张六发现正在狼群面前狂奔的萧何。第52章拯救胡延龙。在胡延龙和张六的注视下，萧何越跑越近，已经跑到了距离强盗营帐不足500米的地方了。就在这时，有一队狩猎的强盗，约有30多人，扛着几头野猪，从萧何侧面斜向营地走了过来。在胡延龙和张六紧张的目光中，双方越跑越近，双方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站住！什么人？走在前面开路的一个手持长枪的喽啰看到萧何跑过来，持枪点指萧何，还没等萧何回答，持枪喽啰就满眼惊恐地张大嘴，看向萧何身后，发现了紧随萧何而来的已经到达近300只的铁背青狼。小喽啰只有18级，铁背青狼却是21级，而且数量有300多，小喽啰不被吓坏了才是怪事。萧何停都没停，直接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惊恐中的小喽啰根本不知道躲，被萧何一击秒杀。敌人，有敌人！看到小喽啰被杀，小喽啰后面的另一个小喽啰扯着嗓子喊起来。狩猎团队的强盗们一听，马上围了过来，就想把萧何碎尸万段。还没等到他们冲到萧何面前，就看到了萧何身后不远处浩浩荡荡杀过来的300铁背青狼。狩猎队吓坏了，扔下野猪就跑。站住！谁在跑格杀勿论！这时，后面一个满脸胡须的强盗窜出来，挥手一刀把率先逃跑的强盗脑袋砍下来，死尸栽倒在地。剩下的强盗一看，尽管仍然很是害怕，却没有一个人再逃跑了。李黑，22级，小头目。看到满脸胡须的强盗头上顶着的名字，萧何明白了，他遇到了强盗的一个小头头了。该死的，是你把铁背青狼引来的！李黑杀了一个临阵脱逃的强盗，稳住士气，面向萧何质问。杀！萧何也不辩解，直接一个烈焰焚天。萧何身后有300铁背青狼紧追不舍，如果再被耽搁一会儿，肯定会被铁背青狼追上，到时候腹背受敌会很危险。因而萧何根本就不在乎是谁拦着他，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只要挡路就杀过去。253，李黑正中烈焰焚天，头顶冒出一个大大的损血数字。烈焰焚天刚放出来，萧何就根据火焰的流动判断出李黑的位置，补上一个爆裂火焰。爆裂火焰后还跟着一个小火球，火焰中的李黑根本无法预知攻击的到来，不知道当然就躲不开攻击，2下全中。287， 268，爆裂火焰和小火球过去，烈焰焚天才熄灭。这时李黑已经挂了，被萧何纯熟的法术3连环击毙，近乎于秒杀。不好了，里头被杀了！我不想死，跑！看到李黑被萧何轻易杀死，小喽啰们怕了，不约而同转身就跑。刚才有李黑督战，临阵脱逃就难逃一死，死亡威胁下，这些喽啰才没跑。现在李黑死了，没人会杀他们了，不赶紧跑才是怪事。萧何随后就追，强盗们为了活命，拼了命地跑向古堡，跑向强盗的营地求救。萧何紧紧地跟在强盗的后面。很快，强盗们就跑回了营地，萧何紧随其后，在后面就是来势汹汹的300铁背青狼。强盗们逃回营地的时候，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等营地的强盗们发现了后面追来的300铁背青狼的时候，什么都晚了。萧何已经冲进了营地，铁背青狼随后像一股洪水也冲进了强盗营地。铁背青狼的目标只有萧何，可强盗们不知道，看到大量铁背青狼冲进来，第一反应就是迎战，手持各种兵刃杀向铁背青狼。铁背青狼的目标虽然只是萧何，可被攻击的时候也会反击，混战开始了。这正是萧何的目的，用铁背青狼牵扯了强盗的兵力。萧何乘机杀了几个拦路的小喽啰，冲向古堡。古堡下有一道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可惜早已经干涸，被强盗用树木沙石填出几座便桥。小何直接从便桥上跑过去，冲到古堡下一座大门外。正在萧何试图打开大门的时候，古堡大门开了，从里面冲出全副武装的50人，为首的是一个金甲将军，手持偃月大刀，头上顶着胡延龙3个字，正是萧何此行拯救的重要人物。
自己人，我是来救你们的，你马上集合人马，跟我杀出去。萧何从背包中拿出一支令箭，递给胡延龙。令箭是萧何接任务时候得到的任务用品，用来让胡延龙确认萧何身份用的。这时候，外面的强盗一片大乱，绝大部分强盗已经被狼群牵制住了，正是突围出去的最佳时机。传令下去，马上集合。确认萧何的身份，胡延龙一点也不怠慢，马上在门口集合人马。不过3分钟总时间，胡延龙的手下已经全部集合完毕，总计人数不过100，多数人还带着伤。这时，铁背青狼已经被强盗杀了50多只，强盗也付出了死10几人、轻重伤20多人代价。大多数强盗已经被狼群缠住，你从侧面突围，我在后面压阵。萧何不能和胡延龙在一起，因为他抓了狼王幼崽，狼群对他的仇恨太大了，只要他出面，狼群马上就会把他作为首要攻击对象，不仅不能帮胡延龙突围，反而会带来很多麻烦。考虑到这些，萧何让胡延龙带他的人马从强盗防御空档突围，萧何留下来伺机刺杀孟郊。英雄，强盗人多势众，你还是和我们一起突围比较安全。胡延龙看萧何不和他们一起突围，有些担心萧何的安全。你们先走，我还有其他任务未完成。萧何倒是没说谎，救出胡延龙任务只完成了半个。看萧何的态度坚决，胡延龙向萧何敬了个军礼，这才带着手下从侧面突围，萧何留在城门外。这时候，强盗绝大多数被铁背青狼纠缠住，偶有少量强盗阻拦胡延龙，也都被胡延龙全部杀死。就这样，胡延龙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冲出强盗的包围，很快远去了。叮！任务提示：拯救胡延龙任务完成，守护者任务完成度50%。看到这个提示，萧何就知道胡延龙安全了，剩下的就是去杀死孟郊，完成任务剩下的50%。铁背青狼群比强盗实力稍弱，可要消灭这些铁背青狼，强盗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强盗的头目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理智的指挥官，肯定会撤退，暂避铁背青狼的锋芒，保存实力。就在萧何等待时机的时候，强盗们一阵大乱，竟然向古堡大门冲了过来。萧何转身躲进了门里。这时，强盗也冲到门外，一窝蜂地涌进大门。萧何只好躲进大街旁废弃的房屋。萧何这时候明白强盗们的意图了，他们是想撤进古堡，等铁背青狼群退去。在率先进入古堡大门的强盗中，萧何发现了他的目标，强盗首领孟郊竟然是个高级盗贼。孟郊，23级，强盗头目。强盗们进入古堡，300多人只剩下了200不到，还有很多人身上带着伤。大多数盗贼进入古堡，可还有20几个强盗和铁背青狼缠斗，边打边撤向大门。关门。孟郊向外看了看，命喽啰们关闭大门。大当家的，还有20多个兄弟们在外面，现在关门，这20多个兄弟就死定了。不关门，你想等铁背青狼冲进来把我们也杀死？可是那20多个兄弟怎么办？关门，再有人敢阻拦，扔出去。孟郊不耐烦的命令，小喽啰们马上把门关上，门内上闸。刚关好门，外面就有强盗冲到门外，拍打着门板。可惜孟郊毫不理会，转身走向古堡内部。萧何在街旁废弃的房屋里藏身，看着孟郊走向古堡内部。孟郊身旁有近200强盗，萧何不好下手，只能远远地跟着，寻找机会下手。作为强盗头目，孟郊就是一个 boss， 普通攻击没有几个小时是杀不死的，萧何需要合适的时机。很快，孟郊来到古堡中心。古堡中心有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中间是一个大厅，干净整洁。显然这座大厅是原来胡延龙休息的，否则已经废弃的古堡都没人住了，谁会打扫房间呢？孟郊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大厅，率大小喽啰进入大厅休息。这时夜晚也降临了，城堡外的狼群仍然没有散去。孟郊吩咐手下的小喽啰们各自去休息。他和几个头目把大厅中的桌椅都堆到门口、墙边，就在大厅中间升起一堆篝火。大厅虽然是木质结构，可地面却是大块的岩石铺成的，空间也足够宽敞，升起篝火也不用担心失火。大小头目们拿出酒来，在篝火上烤着狼肉、划拳、喝酒、吃肉，气氛相当热烈。萧何借着夜色的掩护，偷偷溜进院落，来到大厅外一个阴暗的角落藏好，寻找杀孟郊的机会。3. 把火烧旺些。也许是嫌冷，孟郊向坐在下手的一个小头目命令。小头目四处看看，把一把缺了腿的椅子拿过来，抽刀几刀下去就把椅子砍碎，扔进篝火中。第53章火烧孟郊。干得不错，知道就地取材了，来人，赏他1大碗酒。孟郊说了一句，大小头目们哈哈大笑。就地取材吗？萧何看了看燃烧着的椅子碎片，又看了看大厅，里面全是木质家具和兽皮，柱子是整根原木的，墙壁是大块的实木板拼成的，除了地面是青石，剩余的全部都是易燃材料。天助我也！萧何猛然想到一个杀孟郊的好办法，火攻。大厅整个就是易燃材料堆垒起来的，火攻无疑是最佳选择。
尤其是强盗们为了空出地方升起篝火，竟然把一些桌椅堆在门旁，这可是大厅唯一的出口。只要萧何能在出口处点起大火，堵住这个唯一的逃生通道，大厅里的强盗们一个也跑不了。等啊等，萧何终于等到大厅里的强盗喝多了，累了，相继在火堆旁睡着了。好机会！等到一队巡逻的强盗们刚过去，萧何马上起身的来到大厅门口，确定大厅内的大小头目全都睡着了，这才悄悄走进大厅，进门没往里走，而是搬起一把把椅子堆放在门口，把门口牢牢堵死。孟郊等人醉酒，睡得像死猪一样，加上萧何行动十分小心，没发出一点声音，直到萧何把门堵死，也没有一个人醒来。堵死门口后，萧何撤出大厅，烈焰焚天放出去，引燃堵门的桌椅。桌椅已经开始燃烧，迅速发展成熊熊大火。醉酒的孟郊等人还是没有醒来。随后，萧何围着大厅外面四处防火，大厅很快就熊熊烈火包围。这时孟郊等人才被高温烤醒，可是已经晚了，门口燃烧着熊熊烈焰，超高的温度让他们根本不能接近，更不用说从门口逃生了，只能大声呼救。可大火产生的浓烟让几个人很快就呼吸困难。喽啰们也被惊醒了，可这时候大厅已经完全烧起来了，火势旺盛，救火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完成的。做完这些，萧何飞奔到古堡城墙大门处，这才过去2个多小时，铁背青狼的仇恨时间还没过去，仍旧在大门外守候。萧何开闸打开大门，铁背青狼顿时一声狼嚎，一窝蜂地冲进古堡追杀萧何。开门，萧何拔腿飞奔，把铁背青狼引向燃烧着的大厅。萧何是想用这些铁背青狼拖住喽啰们，以防他们救火，把大厅里的孟郊救出来。是你是怎么进来的？萧何刚到大厅不远处，就被人认了出来，正是萧何杀死的李黑的手下。杀进来的。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点过去，这个17级的强盗小喽啰当场被秒。萧何继续前进。事实证明，萧何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回到放火的大厅前的时候，在喽啰们的努力救援之下，火势已经减弱了许多。再过10分钟，这些喽啰肯定能破开大厅的墙壁，把大厅里的人放出来。可萧何回来了，喽啰们没这个机会了。萧何率先冲进喽啰群众，铁背青狼随后也冲了进来。怎么回事？大门不是已经关上了，狼群怎么会进来的？快跑！铁背青狼群来了！跑不了了，铁背青狼已经把这里包围了，要活命的杀出去啊！看到铁背青狼出现，喽啰们乱了，再也没人去救火。自身性命被威胁的时候，谁还顾得了别人？来人，救我们！嗨嗨们，可嗨嗨！出去！大厅内传来断断续续的呼救声，可惜喽啰们和铁背青狼打得激烈，没人听到。就算是有人听到，面对铁背青狼的袭击，也没人能空出手来去救人。大厅上空，一个又一个高达3位、4位数的掉血数字不断冒出来，大小头目们在大火下大量损血。强盗们没有人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在大量铁背青狼的疯狂进攻下，很快就死的死，伤的伤，能跑的全跑了，剩下20多个被困住了。面对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铁背青狼，全灭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在另外一面，喽啰们跑光之后，萧何就暴露在铁背青狼视野中。发现萧何这个罪魁祸首，铁背青狼疯扑了上来，森牙利齿。萧何毫不怀疑，这要是被咬上一下，绝对会撕下一块肉来。萧何只能凭借飞快的速度和灵活的走位、卡位和群狼周旋着。这时，火焰已经吞没了整个大厅，没过几分钟，大厅发出一阵不堪重负声响，轰然倒塌了。叮！任务提示：您杀死强盗头领孟郊，守护者任务完成100%。叮！系统提示：您是第一个单独击杀23级人形 BOSS 的玩家，系统奖励您双倍经验。叮！系统提示：您的等级晋级到了22级。叮！系统提示：您的等级晋级到了25级，连升4级。这不仅是23级 BOSS 的经验，还有近10个大小头目们的经验。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被铁背青狼追杀时间结束，请玩家马上放下狼王幼崽，否则30秒钟过后将启动第2次追杀，作为惩罚，第2次追杀时间加倍，持续时间6小时，请玩家做好准备。准备个屁！萧何马上把狼王幼崽放下，任务都已经完成了，再主动让铁背青狼追杀就是傻子。萧何胳膊夹着狼王幼崽，又蹦又跳的，狼王幼崽早已经被晃晕了，就像是一个喝醉了酒的醉汉，摇摇晃晃的，足足过了3分钟，狼王幼崽才缓过来。这时萧何早退到狼王幼崽看不到的地方了。狼王幼崽走了，铁背青狼也撤了。大厅前只剩下7个喽啰，其中4个还是重伤，只能躺在地上喘气，另外3个也都或多或少带伤。萧何毫不客气，走过去，每人一个爆裂火焰，7个喽啰全部解脱了。做完这些，萧何却没走，而是走到倒塌的大厅前，他在等火势减弱，进去捡 BOSS 爆出的战利品。系统设定，爆出的装备会保存30分钟，超过30分钟无人捡取，系统就会自动把装备刷新掉。20分钟过去，大火熄灭，大厅变成了一片火红的焦炭，
热浪袭人。萧何用法杖挑开火红的木炭，翻找 BOSS 爆出的东西。叮！系统提示：您正在受到高温伤害，生命损失4点每秒。萧何灌下一记终极不懈技，忍受着高温伤害，在火场中寻找。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20多分钟过去了，再不捡，爆出的装备就要被系统刷掉了。2分钟过去，萧何终于找到梦蛟大爆的地点，地上一片光芒闪耀，其中还有一件闪着金色光辉。萧何一股脑收起来，确定没有遗漏，这才冲出热浪逼人的火场，选择回归交任务。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完成守护者任务，耗时1天，奖励召唤牌1枚。萧何果然在背包中发现一个铁牌，拿出来检查属性。召唤牌，特殊物品，需要等级时作用：召唤守卫，守卫数量工会等级星号5，守卫等级工会等级星号20+9级，守卫死亡3天内不可召唤，不可交易，不可毁坏，不可掉落。职业工会长可使用。萧何总算明白奖励等级的计算方法了，就是任务最大完成天数减去完成任务消耗的天数。就像萧何完成任务用了1天一个，还剩余9天任务时间，奖励等级为9级，和剩余任务天数一致。这样算来，萧何现在可以召唤5个29级的守卫守护驻地，驻地安全性有了一定保障。完成任务，萧何开始查看收获的装备。最先拿出来的就是金光闪闪的金色顶级装备，血魔杖顶级，需要等级23，魔攻99-99，精神加10，耗魔负25%，施法时间负10%，吸血3%。职业法师可装备，攻击超高，这个萧何喜欢，加精神和减耗魔比较一般，也算不错。施法时间减少，萧何最喜欢，可惜只能减少10%，吸血3%，相当于有牧师随身，尤其是使用大范围群攻的时候，不血效果最明显。总而言之，好杖。恰好萧何现在已经25级了，马上就替换了原来的熊王法杖。萧何记得抢召耀祖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件金色顶级装备，后来一忙就给忘了，正好拿出来查看。墨蝉快靴顶级，需要等级22，物理防御+40，魔法防御+40，敏捷+5，智慧+5，精神+5。职业法师、牧师可装备。不仅2种防御都很高，而且3项属性也都是萧何喜欢的好装备，这又是一件难得的好装备，萧何马上换上。剩下的10几件全是紫装，属性也不是很出众，能用的萧何就换上，不能用的就放在背包里，等有机会直接卖掉，或者拿来交换也不错。紫装在游戏中还是很少见的，绝对算得上真品。换上2件金装，萧何的属性涨了一大截，魔攻强势突破500大关，速度也增加了很多。做完这些，萧何设定的下线时间提示响起，萧何整理一下，选择退出游戏。萧何下线还没摘下头盔，就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真好闻。萧何不禁深深吸了2口。S1郎。萧何刚吸了2口，就听见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娇嗔。第54章，别墅晚宴。谁在说话？萧何大惊，他是在自己的卧室上线玩游戏，怎么会有别人在他的卧室里呢？萧何摘下头盔，就看到郝甜甜坐在床边，满脸红晕的看着他，显然刚才就是郝甜甜在说话。你怎么在我的卧室啊？萧何有点不解风情，确切的说是大煞风景的问道。哼，你还好意思问？人家只不过是进来看你下线了没有，可你却对人家做出那种行为。郝甜甜脸红红的，打死他也不会告诉萧何，刚才是他凑近了萧何头部，偷看头盔下萧何的面孔，被刚下线还没摘下头盔的萧何闻到他的馨香。郝甜甜一边恶人先告状，一边偷看萧何的举动，看萧何懵懂不解，郝甜甜松了一口气。刚才总有一种小孩子做坏事被抓的感觉，幸好萧何似乎根本没察觉到，被他轻易蒙混过关了。哦，萧何点点头，总觉得有不对的地方，可就是找不出来。郝甜甜看萧何似乎在思考，马上把萧何拉起来，和萧何一起去萧何改造成健身房的房间锻炼。自从郝甜甜搬过来之后，和萧何一起锻炼已经成了郝甜甜每日必修课，郝甜甜也乐在其中。热身、锻炼、冷身。郝甜甜身着紧身运动衣，曲线玲珑，让萧何一阵火生疼，连忙专心锻炼，不再去想火热的曲线。很快1个小时就过去了，今天的锻炼完毕。郝甜甜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走出去冲澡了。萧何，今天停思节举行晚宴，庆祝工会成立，邀请我们参加，一起去吧。冲完澡，郝甜甜浑身轻松的回来了。好啊。萧何帮停思，也就是冰火玫瑰打到工会令牌，并且在意外出现的情况下，仍然把令牌送给了玫瑰八女，对玫瑰盟的成立有巨大贡献，他有资格参加玫瑰盟成立庆祝晚宴。郝家别墅，郝天祥和郝雨傲正在书房里议事。你是说萧何是一个顶级游戏高手，而且极有可能是等级排行榜第1的那个法师？郝天祥听完儿子的报告，不禁从沙发上坐起身来。这个报告还真有点出乎他的意外，
确切的说是萧何让他意外了。最初他们只知道萧何是一个游戏高手，可没想到萧何竟然是金字塔顶尖的那种顶级游戏高手。是的，游戏第一块、第二块工会令牌都是他打出来的，第二块工会令牌更是拍出了1888万的天价，保守估计萧何的个人资产至少超过2000万，这还仅仅是他在游戏初期赚到的。郝雨傲说道：看来我还真是有点低估了他，3亿对他来说不是难题。爸，我的工作室一直没有一个顶级高手称大梁，是不是？郝雨傲有点兴奋，他的工作室高手如云，只是缺少顶级高手挑大梁，如果能把萧何拉进他的工作室，那真是如虎添翼，一飞冲天。不行，目前时机还不到，不过你倒是可以利用一下。你说他接受婷丝小丫头的雇佣打令牌，你也可以这么做，找个可靠的人在游戏中和他接触，通过雇佣让他帮你，顺便考察一下他的人品，毕竟他是可能成为你妹夫的人。可他……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们郝家发家不是靠牺牲子女的幸福换来的，只要他人品可靠，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保证你妹妹今后生活无忧，他就可以成为你妹夫，你也同样如此，明白吗？郝天祥板起脸来训斥道：是。还有，萧何的一切资料列为最高机密，不得泄露。郝天祥严肃吩咐道。萧何和郝甜甜驾车出发，来到城东别墅区。郝甜甜驾车左拐右拐，来到一座幽静别致的别墅前。萧何一阵羡慕，父母还在的时候，一直羡慕有钱人住别墅开豪车，可惜家庭收入十分有限，住一套普通民房已经是极限，别墅开豪车了，就是普通车也开不起，上下班只能挤公交车。这时，一队保安穿着整齐的制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去。萧何曾经有耳闻，这个城东别墅区是晨星集团投资新建，保安都是退役特种兵，全天候负责别墅区的安全。每个人进入别墅区的客人都会经过多道电子识别和人工识别，是别墅的主人才会放行，外来人需要经过层层审核，以保证别墅区的安全。就像郝甜甜进入别墅区已经经过8道电子岗哨以及5道人工岗哨的审查。萧何当即决定要买一座别墅。萧何现在账上有3000万信用点，别说1座2座别墅都够了。郝甜甜的跑车刚来到别墅门前，就有个大美人从别墅里出来迎接，两美聚在一起，莺莺燕燕。欢迎暴法阁下光临寒舍，你是甜甜的好朋友，你可以叫我思思。冰火玫瑰，现实中应该叫婷丝，向萧何伸出小手，看向萧何和郝甜甜的眼神中露出一种促狭的笑意。客气了，暴法是游戏中的名字，我叫萧何，你也直接叫我萧何就可以了。萧何握住婷丝的小手，柔弱无骨，软绵绵的，温温的，握在手里十分舒适。萧何不禁稍稍紧了一下手掌，婷丝的脸顿时红了一下。萧何马上意识到失态了，连忙放手。婷丝迅速恢复正常，若无其事地招呼好甜甜和萧何进入别墅。别墅里早已准备好丰盛的晚餐。来，为玫瑰盟成立，我们敬婷丝姐一杯。郝甜甜拉着萧何，端起酒杯向婷丝祝贺。谢谢甜甜，谢谢你这些天帮姐姐忙来忙去，也谢谢萧何，没有萧何的帮助，玫瑰盟根本无法成立。婷丝举杯和两人碰了一下，啜了一口杯中红酒。谈起玫瑰盟，婷丝可是艳光四射。晚餐继续，三人说说笑笑，主要是婷丝和郝甜甜。萧何有点后悔来这里了，两个女人说话，他根本插不上嘴，甚至有的时候两女会说一些私密话，也不避讳萧何，让萧何听得一阵心猿意马。对了，萧何，玫瑰盟成立了，可有很多工会任务难度极大，根本不是我能完成的，你能帮忙吗？正在和郝甜甜聊天的婷丝转向萧何，小何，你一定要帮婷丝姐，工会任务太难了，昨天我们做守护者任务去了9个人去做，结果还没把胡延龙救出来，我们9个就被33级的强盗首领孟郊给灭团了。郝甜甜愤愤道。这很正常，就像萧何接受的守护者任务，如果不是用铁背青狼帮忙，根本就不能在时限内完成。换个人，不说想不想到这个办法，就是想到了，能引来铁背青狼吗？还有萧何击杀23级的强盗首领，郝甜甜却被33级强盗首领杀了，这是远古世界的独创。就像冰火玫瑰，9个人去打守护者任务，系统根据他们的等级和人数，把孟郊调整为33级，以维持任务的难度。结果他们没有萧何的战斗力，也没想到利用铁背青狼被灭团了。这也是远古世界的独创，以前所有游戏都没有这种设定，因为以前的游戏支撑不起这种计算。能帮的我一定帮。对了，你已经申请驻地了？萧何突然问道。驻地申请成功，有3天的保护期，这3天内无论是玩家还是怪都不能对新申请到的驻地进行破坏，可3天过后就会迎来一波怪物的袭击，挺过这场怪物的袭击，驻地才算成功到手。重要的还不是怪，而是怪物袭击的时候，有很多玩家会浑水摸鱼，甚至有些工会也会参与进来，把新生工会消灭在摇篮中。萧何在圣战的时候就曾经把几个对手消灭在摇篮中，还没有选好地方，不过很快
这时晚宴结束了，婷思请的保姆冯姨进来收拾干净，三人坐在沙发上品尝咖啡，继续聊天。萧何，我下线的时候发现你的名字前多了工会标识，你加入别人的工会了，还是你也建立工会了？婷思问道。他更倾向于后一种，以他对萧何的了解，萧何是不会屈居人下的。我建立的远古皇朝，以后我们2个工会可以结盟，互相照应。萧何建立工会根本就没打算隐瞒谁，婷思问到了，萧何就痛快地说出来。好啊，你既然瞒着我建立工会，说你该怎么补偿我？郝甜甜坐到萧何身边，抱住萧何的胳膊，漂亮的大眼看着萧何，那神情像是说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我肯定要你好看。被郝甜甜温软的身体隔着薄薄的衣料贴住，悠悠馨香钻进口鼻，萧何不禁一阵口干舌燥。哥哥喽！萧何还没有说话，对面已经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是婷思看到萧何的窘态笑了。第55章，购买别墅。婷思姐，你笑什么啊？听到婷思的笑声，郝甜甜不解地回过头来，身体仍然贴在萧何侧面。没什么。婷思强忍笑意，俏脸憋得通红。啊，婷思姐你坏死了。郝甜甜这时发现了婷思笑的原因，她把身体紧贴在萧何的身体上，这个举动过于亲密了，再加上她颇具威胁的话语，就像一对情侣在打情骂俏，难怪婷思会笑。郝甜甜从萧何身上跳起来，跑到婷思身边坐下，和婷思打闹在一起，笑声传遍了整个别墅。欢乐时光很快过去，萧何和郝甜甜起身告辞，驾车离开婷思的别墅。甜甜，喜欢他你就要主动点，以他的游戏天赋，走到巅峰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女爱英雄，将来喜欢他的女性肯定少不了，小心到时候被抢走了，你哭都来不及。郝甜甜出门的时候被婷思拉住，在耳边语：我主动。郝甜甜看了看萧何，脑中浮现女王的画面，脸红了。甜甜，你怎么了？车上，郝甜甜不时偷看坐在副驾的萧何，让萧何十分不解。生病了？没事。郝甜甜连忙回头，专心开车。我想在这里买一栋别墅，你觉得怎么样？萧何买一栋别墅的主意已定，只是想郝甜甜参考一下。啊，你应该早说的。郝甜甜像是想起了什么，带着一些可惜的语气。为什么？这些别墅是晨星集团投资新建的，项目负责人就是婷思姐。你要买别墅就应该和婷思姐说，她一定会把最好的别墅以优惠的价格卖给你。今天很晚了，明天我让婷思姐帮你选别墅。郝甜甜说道。萧何听到郝甜甜的介绍吃了一惊，没想到婷思竟然还是个女强人，负责这里别墅群项目。当即郝甜甜打电话给婷思，约好了第二天帮助萧何选别墅。第二天吃过早饭，萧何没上游戏，而是和郝甜甜驱车驶向别墅区。今天萧何要选购这里的别墅。两人刚进入别墅区，前面就驶来一辆银色兰博基尼，郝甜甜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加快了速度。没想到兰博基尼却是一转弯跟上了郝甜甜的跑车。郝甜甜猛拍了一下方向盘，停车下车。怎么了？萧何不明所以，但知道跟后面跟上来的银色跑车有关，也跟下车。有一个讨厌的家伙跟过来了。郝甜甜看着缓缓驶来的银色跑车，脸上的阴云更浓厚了。银色跑车停下，开门走下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萧何马上就明白郝甜甜的心情变坏的原因了，因为后面跑车上下来的正是郝甜甜极为讨厌的萧何在游戏中杀了2次的赵耀祖。甜甜，你来了。赵耀祖笑脸如花，菊林花的跑过来。怎么什么地方都能碰到你？郝甜甜十分不客气。如果有可能，郝甜甜真希望赵耀祖永远消失，这说明我们有缘分啊。赵耀祖倒是会借坡上驴。缘分？我看你有缘分还差不多。萧何冷笑讽刺，他和赵耀祖的梁子已经结下了，用不着客气。是你？刚才赵耀祖全部心神都在郝甜甜身上，余光看到车上下来一个人，可没仔细看，直到萧何出声，赵耀祖才正眼看萧何，马上就认出萧何就是游戏中的爆法，让他几次三番受挫的人。赵耀祖脸上马上就变得阴云密布，对萧何他可是恨之入骨，因为自从两人开始交锋以来，吃亏的都是赵耀祖，而且是连续吃亏，吃大亏，越想报仇越吃亏，最后甚至连到手的工会令牌都被萧何抢走了。是我，谢谢你的工会令牌。看赵耀祖脸色难看，萧何又在上边浇了点油。不用客气，我会让你连本带利还回来的。赵耀祖从牙缝里憋出来几个字，转身上车就走。丢了工会令牌，赵耀祖被他爸爸狠狠批了一顿，要多狠有多狠，就差直接动手打了，最后还被现实打到令牌，否则就要断去他的经济来源。这手够狠，让赵耀祖活吃了萧何的心都有了。咦，他怎么今天变性了？招呼不打就走了？郝甜甜十分疑惑，以往赵耀祖每次见到他都会死皮赖脸的赖在他身边，不待够1-2个小时打都打不走，可今天刚见面就走了，郝甜甜当然意外。随即郝甜甜转头看向萧何，赵耀祖和萧何说2句话就走了，
傻子都看得出来，绝对和萧何有关。我就是抢了他一件东西，估计他心疼，不想见我就走了。萧何耸耸肩，风轻云淡地说道：“你抢了他什么东西？”郝甜甜十分好奇，能让赵耀祖心痛，价值肯定比几百万的跑车要高。工会令牌。哦，原来是一个工会令牌。什么？你抢了他一个工会令牌？郝甜甜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念了一遍，这才想起工会令牌的珍贵，张大嘴，睁大眼睛，就像看火星来客一样的看着萧何。工会令牌价值近2000万，这可不是说抢就能抢到的，也不是说想抢就能抢的。好了，上车，我们去看别墅。被郝甜甜看得一阵发毛，萧何催促郝甜甜上车，借以打断郝甜甜的视觉研究。赵耀祖肯定恨死你了，你以后要小心他的报复。郝甜甜开车前说道。来到婷思的别墅，下车，郝甜甜就拉过婷思，在婷思耳边窃窃私语，还不时看向萧何。看他们的样子，还有婷思泛起惊讶的眼神，萧何就知道郝甜甜肯定在说他抢了赵耀祖的工会令牌。你倒是厉害，我也听到传说了，说有一个强大的法师单枪匹马从200人的包围中强行抢走了工会令牌，本来还以为这是一个笑话，没想到竟然是真的。那可是200人，你是怎么冲出200人的包围的？听完郝甜甜的话，婷思也像看外星人一样看小何。我是地球人，你们不要这样看我好不好？被两女当外星人看来看去，萧何顿时一阵恶寒。哥哥，2个大美女这样看你，你应该觉得荣幸才对。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们来的正好，我右面的别墅本来已经被一对夫妇订出去了，可他们突然移民出国了，别墅就空了下来，我带你们去看看。这栋别墅是一座有点复古风格的3层小楼，坐落在一片绿荫掩映之中，颇具田园风格。这栋别墅装修的并不豪华，古朴中透着大气，显然设计师的水准很高，装修简约而不简单。别墅装修都是国际知名设计师现场设计，精心策划的。1楼有停车场和杂物间，2楼是卧室，3楼是书房、健身房、游戏室，前院和侧面是花园，后院还有一个泳池。婷思介绍着，别墅项目是他负责的，这些成绩都是他的骄傲。萧何频频点头，不愧是大量金钱堆垒起来的，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无疑不透出匠心独具。现在我们上2楼和3楼看看。婷思带着萧何和郝甜甜走上盘旋而上的楼梯，来到2楼。2楼装修仍旧是复古风格，只是有一些现代化的用品，不是古代能拥有的。家居摆设追求最舒适和自然，这也是这栋别墅最大的特点。3楼就是生活休闲设施了，健身房、游戏室，另外还有预留的空房间，可供主人改造成希望的样子。非常不错，这套别墅我要了，只是这个价格。只看了一遍，萧何就喜欢上了这栋别墅，决定买下来。这套别墅本来售价是1600万，订购的夫妇定金交了500万，现在他们出国不要这栋别墅了，可这栋别墅的装修风格却是按那对夫妇要求装修的，已经不能改了，因而在出售的时候会适当降价。你要买就付888万好了。原售价1600万，除去已收定金500万，还有1100万，婷思一口砍掉了200多万。实际上，普通别墅定金时不会要求500万的，只是这栋别墅要求装修风格，才额外多收定金的。行，萧何一口答应下来，婷思给了最优惠的价格，萧何领情，大不了在游戏中照顾婷思一点。接下来就是办理手续，自然有婷思的手下全程办理，萧何只管把信用点划过去，领取产权证。这栋别墅888万拿下，绝对物超所值。郝甜甜也全程跟随。萧何拿下别墅之后道：搬家，萧何的东西很简单，加上别墅里一应俱全，可以说拎包入住即可。下午萧何就搬进别墅。下午萧何搬过来的时候，两人再次看到了赵耀祖，驾车拐向另一个方向。从郝甜甜的口中，萧何知道赵耀祖也住在这里，只是两人的别墅在不同方向，距离也非常很远，如果不是刻意，两人以后遇到的机会很少。萧何刚搬完家，他的电话就响了，看来电显示是一个很陌生的号码，会是谁呢？第56章荆棘食人花。萧何接起电话，对面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萧先生你好，我是远古世界游戏设备销售中心的工作人员，今天将为您派送您订购的游戏舱，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接收游戏舱？萧何这才想起来，游戏舱是今天送货，连忙更改了送货地址，直接送到新买的别墅这边来。别墅真漂亮。两个配送员把游戏舱运上2楼，看到别墅里令人感觉舒适的装修的时候，感慨道。萧何心说当然漂亮，这可是价值1600万信用点的别墅，虽然萧何只花了888万信用点就拿下了，我要是也有这样一栋别墅就好了。负责调试数据的技工边调试游戏舱数据边和萧何聊天，语气中充满了对萧何的羡慕。作为一个普通技工，他不吃不喝攒一辈子钱也买不起别墅。很快，在配送员和技工的羡慕中，游戏舱被调试好了，真舒服。萧何躺在游戏舱里，游戏舱智能控制芯片运转，
调节萧何身体下可移动的按摩垫，让萧何全身处于高度放松状态，戴着游戏头盔在床上玩游戏的感觉和这个简直没法比较。进入游戏，萧何再次来到 NPC 工会管理员黄天吉处接工会任务，这次选择的是荆棘食人花。荆棘食人花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植物，种植在城防上，增加防御强度，提供特殊状态效果。任务详情：收集荆棘食人花种。任务奖励：荆棘食人花种子。种子等级：工会等级，星号20加，奖励等级。任务时限：3天。任务介绍：任务中死亡不损失经验和装备，任务中死亡荆棘食人花种子掉落，任务中死亡随机复活。完成标志：荆棘食人花种子数量排行前3。荆棘食人花任务是竞争型任务，这种任务每一次进行都有至少2支队伍参加，任务过程中队伍之间是竞争关系，系统会根据队伍在任务中的表现，判定一个或几个队伍完成了该任务，剩下的视为任务失败。而荆棘食人花任务参与竞争的队伍有9队 NPC， 玩家队伍至少1队，最多不超过9队，也就是说每次任务只有3队人马成功完成，另外至少要淘汰掉7个队伍，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接受任务，萧何被传送进任务副本，出现在一片森林中，一眼看去就看不到边。这时萧何头顶显示10队1号，没有玩家角色名称，这是出于任务需要，把玩家用编号代替，前9队是 NPC 的队伍，第10队到第18队是玩家队伍，对后面的号是为了区分同一队伍中不同玩家，有几个玩家就会排到第几号。打开任务地图，就看到任务地图上有一个个绿色光点，绿色光点的位置就代表荆棘食人花的位置。萧何直奔最近一个荆棘食人花的地点，很快萧何就发现了一株怪异植物，头顶显示荆棘食人花9级。萧何仔细看了看，显示为荆棘食人花的植物，中心是一朵红色篮球大小的花苞，以红色花苞为中心，辐射状伸出9条紫色藤蔓，藤蔓上密布寸许长的紫色针状物，尖端细细，锋利异常。萧何刚来到荆棘食人花边缘位置，地上看似扎根于地下的藤蔓竟然像一条鞭子一样抽过来，萧何吓了一跳，幸好刚进入藤蔓的攻击范围，向后退了一下，荆棘食人花就攻击不到了。这时荆棘食人花就像活过来了一样，9条藤蔓竖起来，来回摆动着，每次只要萧何向前一点，9条藤蔓就会毫不客气地展开攻击。萧何试探了几次，确定了藤蔓的攻击范围9米，这也正是藤蔓的长度。随后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荆棘食人花当场被秒杀。萧何已经25级了，荆棘食人花只有9级，不秒杀才是怪事。荆棘食人花被秒杀，爆出一枚核桃大小的紫色种子，正是任务种子荆棘食人花种。收起来，萧何看了看地图，继续向下一株荆棘食人花走去，很快就发现了第2株荆棘食人花。荆棘食人花12级，这株荆棘食人花的花苞大了些，地上的藤蔓竟然有12条，长度也比上一株长了大约1/3， 12米。9级荆棘食人花有9条藤蔓，藤蔓长度9米，12级荆棘食人花有12条藤蔓，长度12米。难道荆棘食人花是特殊植物，等级不同，藤蔓数量和长度都不同？萧何想了半天，也只有这个解释行得通。想通了，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25级和12级之间的差距还是太悬殊，荆棘食人花毫无悬念再次被秒杀，爆出一枚任务种子。萧何拿出2枚任务种子比较了一下，无论是名称还是外观，2枚任务种子都没有任何差别。萧何心说，看来任务收集的种子只要求数量不要求质量，看不出任何区别，怎么要求质量？当萧何找到第3株荆棘食人花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竟然有9人在打荆棘食人花。13队2号，萧何马上判断出至少有4队玩家参与了这个任务，因为队伍编号是顺序排下来的，前9队是 NPC， 9到18的编号是玩家，存在第13队，这就说明至少有4队玩家参与了这次任务。第13队玩家正在攻击的是一株19级的荆棘食人花，19条藤蔓来回抽打，威势惊人。啊！13队8号一不小心被一条藤蔓卷起，拉进食人花中心。13队8号头上不断冒出一个个失血数字，同时荆棘食人花花苞上不断冒出一个个绿色的不血数字，数字大小是玩家失血数字的1半。萧何明白荆棘食人花中有10人2个字的原因了，眼前发生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解释。看到同伴被抓大量失血，牧师连忙给被抓住的同伴加血，剩下的玩家疯狂攻击19级荆棘食人花。啪！13队6号是一个战士，速度稍慢，被荆棘食人花的藤蔓抽了一下，头上冒出2位数的损血数字，随即整个人变成绿色，每隔1秒钟头上冒出一个3字样，这是中了荆棘食人花毒。萧何以前还真没发现荆棘食人花有毒，可荆棘食人花只有1株，是单粒菇，还不能移动，被人多势众的第13队玩家围攻，很快就挂了，爆出一个紫色任务种子。爆了，没希望了。萧何马上奔向下一株荆棘食人花，这已经不是能收集到多少种子的问题，
而是种子数量排第几的问题。这个任务的判断标准很简单，种子数量排行，前3位完成任务，只有尽可能多收集种子。萧何收集了5个种子，来到下一株荆棘食人花的时候，发现又被人捷足先登了。这是一个单独玩家，15对3号弓箭手正在攻击一株11级荆棘食人花。萧何刚来到能看到荆棘食人花的位置，荆棘食人花就被打爆了。15对3号收起任务种子，这时意外发生了。从萧何对面走出4个玩家，12对1号到4号堵住了15对3号的去路。交出所有任务种子，我们不杀你。12对1号是个战士，持刀指向弓箭手，其他3个第12队玩家围过来，把15对3号围在当中，配合熟练，行动迅速，显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不可能！弓箭手回身就是一箭，射在12对3号身上。12对3号是一个盗贼，被射中后退了2步，包围因为他的后退而出现了空隙。弓箭手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马上就冲向空隙。轰！可15对3号弓箭手忘了一件事，12队围着他的是4个人。12对2号是个法师，看到弓箭手要跑，爆裂火焰猛然轰过去，命中，打断了弓箭手的突围冲锋。这时12对3号重新补位，12对1号持刀狂砍向弓箭手。4人围攻之下，15对3号很快就挂了，爆出4个紫色任务种子。才4个，行，也算是不错的收获。12对1号收起了地上的4个种子，似乎有点嫌少的样子。这时一个烈焰焚天突然出现，把12对4人全部笼罩，紧随而来的是爆裂火焰、小火球。12对2号当场被秒，其他3人也相继被杀，12队全部死亡。萧何这才从不远处走过来，第12对4人被杀，就是萧何的杰作。萧何捡起地上的17颗任务种子，心说果然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他辛辛苦苦才打了5颗任务种子，没想到仅仅是出手杀了4个人，就收获了17颗任务种子。收集种子果然是有捷径的，只不过这个捷径有些危险，弄不好不仅走不成捷径，反而给别人送去了捷径。这时12对4人和15对8号全部消失，他们已经在任务副本内复活了，继续进行下面的任务。2天过去，第3天刚开始，萧何打开任务地图，正要选择最近的荆棘食人花，就发现任务地图上的绿点一阵闪烁，全部消失了。萧何反复验证了2次，没错，荆棘食人花坐标全部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荆棘食人花消失了，还是有其他变故？萧何转念一想，马上明白了任务的用意。系统，你可真是够狠毒。第57章抢劫时间。萧何想明白了，因为任务地图上再次出现光点，红色和绿色，绿色的只有一个，显然是玩家本人，红色的还在移动，显然是其他玩家竞争者。去掉荆棘食人花坐标，添加玩家的坐标，这样做的目的太明显了，这是让玩家们互相残杀啊！为什么？简单，剩余任务时间只有1天了，谁也不能保证身上的任务种子数量能排到前3，都想尽可能多收集任务种子。可这时候系统把荆棘食人花坐标去掉，添加玩家坐标，急于收集任务种子的玩家肯定会把主意打到别的玩家身上。这时萧何看到3个红点向他靠近，马上关掉地图警戒起来。很快就有3个玩家出现在萧何视野中，12对1号战士、12对3号战士、12对5号盗贼。显然第12队至少有5个人，其他成员可能死亡，被随机传送到其他地点复活去了。交出任务种子，否则杀。3人做出动手的姿态，却没有马上动手，而是逼迫萧何交出种子。萧何马上就明白了，这3人是有点怕动手，怕有人被挂了。有人被挂，不仅会爆出任务种子，人还会被传送到随机地点复活，成员就会分散，分散了实力就减弱了，很可能就会成为其他竞争小队的目标，所以他们能不动手尽量不动手，保存实力。这也正是我要说的，交出任务种子，否则杀。无论是单挑还是群攻，萧何从来就没怕过，更何况萧何也想多得到一些任务种子。这3个人来的正是时候，这就是所谓走捷径不成，反而成了别人的捷径。笑话，我们可有3个，你还是交出种子，免得一死。废话真多，杀！看3个人不敢动手，萧何抢先动手了。3个人站得有点近，烈焰焚天出，3个人全被烈焰焚天笼罩。被烈焰焚天笼罩，3个人有点慌了，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向外就冲，急于摆脱烈焰焚天困扰。找死！3人的快速跑动带起烈焰焚天火焰变化，萧何轻易判断出3人的位置，爆裂火焰和小火球砸过去，轻易杀死一个战士和一个盗贼。烈焰焚天时间结束，只剩一个战士还活着。死了！战士大惊，烈焰焚天仅能维持3秒，可就在3秒钟之内，他的2个同伴全部被杀，都挂了。战士一愣神的功夫，萧何烈焰焚天再起，战士毫无悬念被杀。萧何进账了15枚任务种子，灭了一个3人小队。萧何也开始主动寻找猎物，这时候谁也不会客气了，客气等于放弃任务。很快萧何就来到最近的一个猎物附近，是一个5人小队，还是老熟人，
第13小队，萧何最初遇到他们的时候，这个小队有9个人正在围攻一只19级的荆棘食人花，现在少了4个人。会长，已经有4个兄弟被挂了，幸好他们爆出的任务种子，我们全抢了回来，不然这次亏大了。可以想象，接下来还会遇到更多劫杀，我们要赶紧想出一个办法才是。13队5号愁容满面，没办法，任务就是这样，大家都在抢任务种子，你不抢别人，别人也会抢你。为今之计，只有以抢对抢，看谁能抢过谁。13队1号稍微沉吟了一下，看了看身边还剩下的4个工会成员，这个说法萧何十分同意。本来开这种任务就是淘汰性质的，不抢任务就基本算是失败了。什么人出来？这时13队1号看向萧何的方向，被发现了？不可能，萧何藏在树后一动不动，突然袭击才是最好的办法，直接站出去才是傻子。不用藏了，任务地图上已经显示出你的位置，藏下去是没用的。13队1号冲萧何的方向道。萧何打开任务地图一看，果然在5个红点旁边，他这个绿点十分刺眼，坑人的地图指示啊！5位，现在是打劫时间，交出你们的任务种子，我不杀你们。藏不下去了，萧何笑呵呵地站出来，用法杖指着5个人，想要任务种子，你也要问过我手中的狼牙棒是不是同意。13队1号是个战士，用的是一种少见的兵器，狼牙棒，棒身一端膨大，膨大部分镶嵌了数十颗狼牙，看起来十分威武拉风。13队1号说话的同时，另外4人也同时做好了战斗准备。萧何法杖一点烈焰焚天冲天起，第13队有3个人中招，13队1号在火焰之外，萧何正对面，只是中间隔了烈焰焚天，熊熊烈焰阻挡了玩家的视线，萧何和13队1号彼此都看不见对方。凭借对13队1号的位置记忆，萧何一个烈焰焚天砸过去，盲打，隔着烈焰焚天盲打13队1号。13队1号正在小心戒备，猛然从烈焰焚天中飞出一个爆裂火焰球，13队1号躲不开了。烈焰焚天距离13队1号只有1米多的距离，这个距离内13队1号发现爆裂火焰出现到命中，只不过是眨眼间的事，这么短的时间，以他的反射神经，根本还没来得及做出躲避动作就中招了。爆裂火焰刚过，小火球就到了，被爆裂火焰击中，13队1号动作停顿了瞬间，小火球就已经命中。421 356，近800的血量损失，13队1号爆出21枚任务种子，他被随机传送到其他地点复活了。这时才过了3秒钟，烈焰焚天熄灭。会长，剩余4人大惊，他们的会长可是21级战士，防高攻高，可就在短短3秒钟里被一个法师给杀了，这法师该有多强悍？会长这样的强人都被杀了，我们比会长差得多了，还有活路吗？答案是没活路。面对萧何，虽然他们有4个人人多势众，可反而成了气势较弱的一方，战斗力发挥大打折扣。萧何3下5除2，解决了剩下的4个人，再次爆出18枚任务种子，灭了第13小队5个人。萧何总计从第13小队收获到任务种子39枚，可以说是大丰收。继续猎杀旅程，萧何又先后遇到了3支队伍、2支玩家队伍和1支 NPC 队伍，少的4个人，多的9个人，3支队伍被萧何全灭。只是那支9人队让萧何多花了一些功夫，再次进账112枚任务种子。这时候任务时间只剩下了最后1小时，所有的队伍都开始疯狂起来，甚至走路都开始用跑的。2位，看来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否则我们没有希望完成任务了。12队1号对偶遇的13队1号和15队1号说，就是我遇到10队1号，是个法师，十分厉害，我们5个人几乎毫无反抗之力就被杀了，抢走了我们39枚任务种子，以他的厉害程度，只要不碰到满员10人团队，几乎不可能被杀。13队1号对遇到萧何十分郁闷，他的攻击还没展开，就被2个法术给挂了，不服气啊！我也是，他从我这里抢走了31颗种子。15队1号说道，他是后来被萧何抢过的4人小队。这么说，这个10队1号是个肥羊。12队1号眼睛一亮，从2支队伍抢走的任务种子就有70枚，加上他本身也应该有任务种子，10队1号身上的任务种子数量极有可能会过百，大肥羊。是肥羊，也有可能是肥狼。15队1号提醒，不管是肥羊还是肥狼，肥就行了。我们现在聚集在一起的有13个，等一会其他兄弟汇合过来，人数超过20，就算他是肥狼，我们也要把他身上的肥肉啃下来。12队1号信心十足，对，反正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任务种子了，死了就死了。15队1号，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3队人马开始搜索萧何的踪迹，同时注意其他落单玩家。中途他们又联合了11队、14队玩家，并抢劫了2队 NPC 队伍，获得任务种子187枚。5队玩家评分，会长持有任务种子。很快，半个小时过去，5队玩家也没发现萧何的踪迹。实际上，萧何也没有躲任何人，只是萧何的速度太快了，
在这期间，萧何抢劫了2支 NPC 小队，反抢劫了1支 NPC 小队和2支玩家小队，共获得任务种子256枚。萧何相信，只要保持目前的种子数量，他们定会进入前3。计划没有变化快，任务实现只剩半个小时的时候，任务地图再生变化，没有任务种子的玩家不变，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在地图上显示出的是一个种子形象，同时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头顶半米处还出现一个篮球大小的种子影像。系统，你能再坑人点吗？萧何知道这种变化肯定会把任务种子抢劫战推向白热化境地。疯了，都疯了！有了这种变化，玩家能轻易判断对方有没有任务种子，没有种子的玩家同病相怜，很容易就联合到一起，同仇敌忾，根据地图上的指引共同寻找，对付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尤其是落单的玩家。白热化混战开始了。第58章，任务结束。萧何仔细数了一下，任务地图上身上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占据总玩家数量的1/3左右，同时没有任务种子的玩家们正根据任务地图的指引向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包抄过去。就在萧何查看任务地图的时候，有2个有任务种子的玩家消失了，同时3个没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变成了有任务种子的玩家。显然2个消失的有任务种子的玩家被杀了，随机复活到别处了，他们的任务种子被另外3个玩家拿走了。这时萧何发现他也被人盯上了，左后方、右后方和正前方3支队伍正向萧何杀了过来。不行，这些人没有任务种子，和他们交战纯粹是浪费时间。萧何看了看任务地图，选择最近一个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就在他右手方向，萧何冲了过去。萧何不这儿走，追击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去了，这让正包抄萧何的3队人马措手不及，汇合到了一起，在萧何身后就追了下来。可是萧何的速度太快了，他们只能在萧何身后远远地跟着，就是追不上。萧何很快就追上了有任务种子的玩家，是2个盗贼，速度极快，以萧何的速度追他们都很吃力。刚进入攻击距离，萧何就一个烈焰焚天烧过去，随后就是爆裂火焰和小火球，2个盗贼全灭。好厉害，消灭了2个玩家，几乎没有任何停顿。萧何身后的追兵15队4号有些被吓住了。你真笨，就是因为他这么厉害，他身上的任务种子才多，到了他肯定会得到大量任务种子。15队3号道，追上去联络几位会长，前面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10队1号，是大肥羊，同时也是大肥狼，恐怕我们这些人还真对付不了。他们身旁14队3号玩家说道，这些没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已经组成了统一战线。就这样，玩家各自联系自己的会长同伴，在萧何身后一直紧追不舍。萧何就像是一块磁铁，把远的近的没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吸引了过来，只是现在还看不太明显。任务时限只剩下15分钟的时候，萧何再次抢到113枚任务种子，前3非他莫属了。在查看任务地图的时候，萧何头上的冷汗有点下来了。地图上以他为中心，玩家们正在汇聚而来，他已经陷入重重包围，前后左右全都是敌人。这时再看有任务种子的玩家6个，只有6个玩家有任务种子，其中5个人还聚集在一起，5个玩家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无任务种子玩家。萧何一看就明白了，这5个玩家肯定是会长，而外面的无任务种子玩家肯定是他们的手下，在保护他们。从任务地图上看，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分成2帮，有一帮5个人聚在一起，外围有大量无任务种子玩家保护，另外一帮只有1个人，就是萧何。柿子要捡软的捏，萧何孤家寡人，大量无任务种子玩家冲向萧何，坐以待毙是不行了，既然如此，就彻底混乱起来吧。萧何转身冲向另外5个有任务种子的玩家处。萧何坚信5个有任务种子的玩家肯定会内讧，因为完成任务的名额只有3个，5个人至少有2个人要被淘汰，而且这个任务每个工会只能做1次，失败了就再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了。任务种子少的玩家没有多大把握拍到前3的，在最后时刻肯定会疯狂一把，内讧就是这么来的。萧何一路左冲右突，5个有任务种子玩家出现在萧何视野的时候，距离任务结束只有7分钟了。别担心，我把任务种子分给你几个，你肯定会排到前3完成任务的。萧何冲5个有任务种子的玩家方向喊道，看样子是冲其中1个人喊话，可谁也不知道萧何究竟是冲哪一个玩家喊。这句话就像一枚炸弹，把5个有任务种子的玩家炸开，彼此互相怀疑起来。同时，萧何的出现也引起了没有任务种子的玩家的疯狂，铺天盖地的攻击马上向萧何砸过来，萧何转身就跑，这时候绝对不能被围住，如果被顽击挤住动不了，就是再好的身法也发挥不出来，到时候就死定了。幸好5支队伍大部分人马都在5人外围保护他们的会长，只有少量玩家能去追击萧何。坚持住，还有3分钟了，3分钟我们就成功了。萧何在外围拉着30多个玩家边狂奔边喊，这是典型的离间计，抓住的要害就是虽然有6个人有任务种子，可只能有3个人完成任务。轰！终于
13队1号的狼牙棒出手了，砸在12队1号身上，同时15队1号也发出一个爆裂火焰。12队1号同时被两人近距离攻击，毫无防备之下直接被秒杀，爆出221枚种子。同时第13队和第15队成员马上出手，把地上的任务种子捡起来。同一个队伍的玩家任务种子是累加的，在谁手里都可以。11队1号和14队1号脑中同时闪过一个念头，第13队和第15队的任务种子多了，我们要被淘汰了。11队1号和14队1号互相点了点头，同时对15队1号出手了。15队1号刚爆了12队1号，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11队1号和14队1号联合攻击就到了，同时攻击的还有2队的手下。15队1号同时中了5道攻击，毫无悬念被秒杀了，种子全爆。这时距离任务结束只剩下1分钟了，5个队伍玩家内讧已经打疯了，关注萧何的人反而不多了。萧何高兴了，这些人内讧，他的压力小多了。此时一片混乱，人挤人，抢到了任务种子的玩家冲不出来，抢不到任务种子的玩家拼命往里挤，人挤人，人踩人。如果放在现实世界，这绝对是一个严重的百人踩踏事件，可这是游戏。还有20秒，萧何看了看场中混乱的人挤人的场面，决定最后疯狂一把。萧何硬抗2下攻击，跑进外围，烈焰焚天烧过去。场中人挤人，烈焰焚天3米乘3米的攻击范围，竟然笼罩了40多人。3个烈焰焚天过去，场中同时挂了一片人，拥挤的场面顿时出现空档，地上爆出一片任务种子。抢啊！只剩下了最后几秒，大家几乎一窝蜂地冲向地上爆出来的任务种子，萧何也不例外的疯抢。疯抢中，任务结束了。叮！系统提示：荆棘食人花任务结束，您收集到荆棘食人花种子数量是473枚。叮！系统提示：您收集的荆棘食人花种子数量排行第一，奖励荆棘食人花种子1枚。叮！系统提示：您收集的任务种子数量占总数量 56%， 超过半数，荆棘食人花种子获得额外奖励属性，荆棘食人花种子获得奖励等级6。萧何从背包中取出奖励的荆棘食人花种，查看属性。荆棘食人花种，特殊植物，间距0倍，等级工会等级星号20+6，奖励属性全属性伤害减少 30%， 火属性伤害全免疫。间距是指荆棘食人花和另外一株荆棘食人花间的距离，这个距离的计算是以倍数进行的，单位是荆棘食人花的攻击范围，就像9级荆棘食人花，藤蔓长9米，攻击范围就是半径9米的圆形，间距就是圆的直径18米，以此类推。萧何获得的荆棘食人花种0倍间距，也就是说一株挨着一株，中间没有防御空档。奖励等级6，这是根据玩家获得的任务种子数量占总种子数量的百分比计算的，每多 10%， 奖励等级提升1级。奖励属性则是萧何个人获得任务种子数量超过总种子数量的半数，获得系统的额外奖励，火属性伤害全免疫，直接让荆棘食人花没有了植物类型怪物天性怕火的弱点，到时候肯定会让攻城者大吃一惊。完成2个工会任务，有了荆棘食人花和守护者，对于初期驻地应该够用了，萧何打算选择驻地。这时萧何才发现有人给他留言，从2个小时前开始，直到10分钟前，足足有上百条留言。刚才萧何处于任务中，不能接收游戏中好友呼叫，对方也会收到相应的系统提示。上百条留言都是好甜甜和冰火玫瑰的。萧何想联系2个人的时候，发现2个人都下线了。他知道如果没有大事，2个人不会连发100条留言。萧何也马上下线去找好甜甜问清楚。可到了好甜甜的房间，发现好甜甜竟然不在，肯定是去婷思的别墅了。萧何来到婷思别墅，开门的是婷思的保姆冯姨。进入客厅，好甜甜和婷思2人都在，两女坐在沙发里一言不发，气氛有些沉闷。甜甜，我从任务中出来就看到你们的留言了，好多条，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萧何坐到甜甜身边，玫瑰萌没了。好甜甜看到是萧何，歪倒在萧何身上，说出一句让萧何莫名其妙的话。第59章，美女加盟。什么叫玫瑰萌没了？你说清楚啊！萧何虽然没听明白，可心里已经隐隐有了不妙的感觉。玫瑰梦被人攻陷了，工会令牌被打爆了，玫瑰梦被系统强制解散了。婷思起身走到萧何另外一面，学好甜甜靠在萧何另外一面，像是在寻找一些慰藉，找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工会建立之后，工会令牌就会变成工会的匾额，悬挂在工会大厅会长座椅后的墙上。这时候工会令就会有生命值，把工会令牌的生命值打光，工会令牌就爆了，工会就会被系统强制解散。怎么会这么快啊？萧何才进入任务副本3天，就算是婷思在萧何进入任务前申请了驻地，扣除3天新驻地保护时间，留给对方攻击的时间不会超过2个小时，2个小时攻陷一个工会有点难。除非是策划已久的，事先已经囤聚了大量兵力，新驻地保护期限一过就发动了突然袭击。
是瀚海公会。新驻地保护时间刚过，瀚海公会就申请了帮会战，他们雇佣了大量玩家帮忙，就集了300多人强攻驻地。玫瑰盟只有不到70人，没过半个小时就被瀚海公会杀进驻地，打爆了公会令牌。郝甜甜情绪低落的介绍，看郝甜甜和婷丝心情低落，萧何也高兴不起来。想到自己的远古皇朝，萧何心中灵光一闪，要不思思你来我的公会做公会的副会长，统管公会大小事务怎么样？萧何自认不是一个管理公会的好手，他擅长的是战斗，在圣战中建立的皇朝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萧何善于管理公会，就不会有后来的背叛。听到婷丝的公会被解散，萧何就打起了婷丝的主意，想要婷丝来帮他管理远古皇朝。有人打理公会大小事务，萧何就可以空出来，专心在战斗方面发展文武结合，创造辉煌的远古皇朝。你的公会也好，反正玫瑰盟解散了，我也没事可做，就加入你的公会好了。婷丝的兴致还不是很高，不过通过几次接触，萧何看得出来，既然婷丝接下了，就一定会认真做好的。我也要加入你的公会。郝甜甜也来凑热闹，但是副会长就不能有了，公会的副会长名额有限，1级公会只有1个副会长，公会等级每升1级就会增加1个副会长名额，这个也很正常。1级公会最多能收100人，1个会长加1个副会长足以管理了。行，上线我就把你加进公会。对了，思思，我们的公会刚刚建立，连公会驻地都没来得及申请，你当上副会长就有的忙了，你要做好准备。既然有了副会长，萧何打算做一个甩手掌柜的了。实际上，萧何的责任也不小，思思只是管理公会的好手，公会的发展壮大发展更离不开武力，而这个武力的发展就要靠萧何了。未来萧何的发展方向就是成为公会的精神支柱，精神上的领导者，同样任重而道远。小姐，晚餐已经能够准备好了，你是不是吃点？看到婷丝心情渐好，冯姨询问。冯姨，你上菜吧。婷丝说完就走出去，不一会儿又回来了，手上多了2瓶还没开封的红酒，是刚从酒窖里拿出来的，给萧何和郝甜甜各倒了一杯，说道：来，庆祝我们合作成功。萧何看得出来，虽然婷丝人就有些抑郁，但比刚才已经好多了，喝点就也不错。碰了一下，婷丝一饮而尽，郝甜甜也凑热闹的干了。萧何作为唯一的男性，在两女的注视下也不得不干了。晚宴的气氛有些诡异，既像是庆祝，也像是发泄。2瓶喝完，婷丝又拿进来2瓶，前后总共喝了8瓶。8瓶喝下去，3人都有点喝多了。不行了，不能再喝了，我要回去了。甜甜你陪思思继续喝。萧何感到一阵头晕，知道这是有点喝多了，脚底下就像踩了棉花一样，幸好意识还算清醒，站起来摇摇晃晃的就向外走。我去送你。婷丝站起来，走起路来就像是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摇摇晃晃的，像随时会摔倒。郝甜甜看2个人都往外走，也站起来拉住婷丝，结果2个人比1个人还糟糕。萧何只好转回身，扶着2女向他的别墅走去。至于究竟是谁送谁，3人都有点晕的脑袋里已经分不清了。出了婷丝的别墅，被风一吹，萧何醉意更甚，3个人摇摇晃晃的进了萧何的别墅，跌跌撞撞的，萧何摸到了他的床，倒下去。朦胧中好像倒在床上的还有，可萧何酒意上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清晨，萧何早早醒来，感觉有点口干，头也不是很舒服，这是喝多了酒的后遗症，想坐起身来。怎么回事？萧何低头一看，左面是郝甜甜，右面是婷丝，2女分别抱住他的胳膊，睡得正香。难道昨天晚上我把他们……萧何一阵心虚，努力回想昨天晚上是不是发生了点什么。正在萧何回忆的时候，郝甜甜的睫毛动了动，显然她要醒了。萧何赶紧闭上了眼睛，装睡。萧何回想起来了，昨天晚上3个人都喝多了，他回来的时候，婷丝要送他，郝甜甜也一起回来了。到卧室的时候，萧何酒意发作，直接倒在床上，2女醉得也不轻，也同时倒在萧何床上。结果3人共枕，但什么也没发生。郝甜甜和婷丝几乎同时醒来，发现这种暖昧的情形，惊讶地隔着萧何的胸膛对视，都有点尴尬。随即2女迅速低头看了一下身体，还好，衣服都在身上。郝甜甜的心情有些复杂，睡在同一张床上也就罢了，怎么还多了个婷丝？婷丝的心情也同样复杂，和男人睡在一张床上，这个男人还是好友的心上人，这不是太乱了吗？无论是郝甜甜还是婷丝，都选择马上把这股情绪隐藏起来。这时婷丝和郝甜甜发现萧何的肌肉紧绷着，睡熟的人不会是这个状态的，他是在装睡啊！萧何2只胳膊同时传来一阵刺痛，这是2女在惩罚他装睡，不约而同地掐了他一下。甜甜，思思，早上好啊！装睡不成，萧何打了个招呼，跳下床，狼狈逃出卧室。胆小鬼！身后传来郝甜甜和思思的笑声。洗漱的时候，婷丝趁郝甜甜去卫生间，把萧何拉到一边，脸色微红道：昨天晚上的事你就当没发生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我和甜甜是好姐妹，
不想因为昨天的事影响我们之间的姐妹情谊。正在这时，郝甜甜从卫生间走出来，看到婷思和萧何站在一起，道：“婷思姐，你和萧何在一起说什么悄悄话呢？”“没事，我是要你和萧何一起去我那里吃早餐，冯姨做的早餐很不错的，我先回去准备好，你和萧何洗漱好了就马上过来，听到了吗？”婷思岔开话题，说完不给郝甜甜再发问的机会，小跑回她的别墅。郝甜甜和萧何到来的时候，早餐已经准备好了，皮蛋瘦肉粥、几样小点心和几样清淡小菜。冯姨做的早餐真好吃，我最喜欢吃了。郝甜甜喝着粥对冯姨说道：“好吃你就多吃点，我做了足够的。”冯姨笑眯眯的，她知道昨晚婷思在萧何别墅留宿，在郝甜甜、婷思和萧何之间看来看去，试图找出点不一样的东西，可半天也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冯姨异样的目光注视下，萧何如芒刺在背，吃到嘴里的瘦肉粥都没尝出味道，三下两下吃完早餐，逃回自己的别墅上线。萧何刚上线就接到一个申请入会的申请，打开一看，竟然是韩冰冰的入会申请。萧何眼前浮现出一张冷艳的面孔，是他。萧何马上把韩冰冰加入工会名单中，至此工会已经有了3个成员，分别是作为会长的萧何本人、天然呆美女牧师蓝水晶和冷冰冰的美女韩冰冰，两女一男，颇有点阴盛阳衰的感觉。正在这时，韩冰冰的头像亮起来，她上线了，同时蓝水晶的头像也亮起来，都上线了。爆发你上线了，我们一起去练级好吗？两女发了一条同样的信息，让萧何几乎怀疑他们是商量好的。我现在在朱雀城，你在什么地方？萧何一边给两女发去信息，一边等婷思、郝甜甜上线。我去找你好吗？这是蓝水晶的。等我。韩冰冰这个冰霜美女更简单，2个字可意义表达十分清楚。萧何，你上线了吗？我和郝甜甜已经上线了，马上就来找你。还没等萧何回答，婷思也上线了。不会吧？萧何有点头晕，今天是什么日子？郝甜甜、婷思、蓝水晶和韩冰冰都聚齐了。第60章四美练级。萧何的感慨还没结束，天然呆美女已经来到萧何身边了，她下线的位置距离萧何的位置很近。没等萧何说一句话，郝甜甜和婷思就出现在萧何的视野中，两女联袂而来，很快走到萧何身边。爆发，你不介绍一下这个小妹妹是谁吗？郝甜甜走上前来，抱住萧何的胳膊，宣示主权。虽然还没有正式挑明，可郝甜甜已经开始以萧何的女朋友自居，并开始捍卫女友的权利了。这是牧师蓝水晶，这2位是我的朋友玲珑和冰火玫瑰。萧何为3人介绍，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几个人都以游戏人物名称称呼，而不是现实中的名字，这也是游戏中普遍遵守的规则。说话间，韩冰冰也到了，仍旧是冷冰冰的站在萧何身边，面无表情的看着众人。郝甜甜看向萧何的目光有点幽怨，好像在控诉萧何在游戏中招蜂引蝶，还都是稀有的美人。萧何只好为众人再次介绍一次，女人之间就是熟悉的比较快，4女虽然满刚互相认识没多久，已经可以叽叽喳喳的聊在一起了。萧何可是暗自松了一口气，好险，幸亏没火星撞地球。婷思，你看这里作为皇朝的驻地怎么样？萧何打开地图，把一个弯月形湖泊指给婷思看。望月湖和龙之山区隔水相望，也是去往冰川雪域的一条重要道路，倒是各驻地的好地方。可这种地方将来的竞争必然激烈异常，选择这个地方，你就是众矢之的啊。婷思感慨道。望月湖的形状就像是一弯新月，正对龙之山区月牙内侧突向湖水的土地作为驻地，再好不过了。可正因为这样，这个地点必然竞争激烈，至今已经有近10个工会成立，却没有工会敢选择这里。要做就做最好的，就是这里了，我看谁敢给我捣乱。萧何眼中闪过寒光，捣乱的人就灭掉。更何况萧何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守护者和荆棘食人花都能大大增强驻地的防守能力。如果在这里建立驻地，驻地会成为去龙之山区和冰川雪域的重要补给点，收入自然十分丰厚，以后升级驻地空间也足够，就是地理位置太优越了，很容易被人嫉妒。婷思仔细分析着，选择驻地很简单，去城主府上缴50万金币，选定的地点就会出现一个小村落，最低级的驻地。但萧何只选择了地点，却没选择开始建设驻地，村级驻地太简陋，只有一道脆弱的篱笆防护。萧何打算直接建设镇级驻地，镇级驻地已经有了城墙，比村级驻地防御强得多，内部设施也齐全得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有人向镇级驻地工会宣战，驻地主人有3天准备时间，而村级驻地之间宣战，准备时间只有1个小时，这也是玫瑰盟被灭的一个原因，准备时间太短，否则等萧何从任务中出来，结果绝对不会是玫瑰盟被灭。申请驻地并不马上建设驻地是系统允许的，但仅限于村级升镇级，时限1个月，在1个月内必须进行驻地建设，否则不仅50万金币会被系统直接没收，驻地被系统回收，申请驻地的工会更会剥夺3月内再次选择驻地的权利。升级到镇级驻地，要求工会必须升到2级，
目前萧何要做的就是尽快把工会升级到2级。工会第1到3级是初级工会，第4到6级是中级工会，第7到9级是高级工会。另外超越了9级，还有一个超级工会。超级工会的全部资料保密，官方保持一贯的神秘，只说会有惊喜。你们都多少级了？驻地申请完毕，占了位置，萧何打算去练级了。冰火玫瑰20，郝甜甜20，两人最近忙于玫瑰盟建设，升级的时间少了，等级自然会落后一些。韩冰冰21，对于一个独行冰山女来说，这个等级也算不错了。蓝水晶19级，4女中她等级最低，作为一个牧师，还是习惯单练，这个等级已经很不错了。萧何决定先把4女的等级带上来，至少要进入等级排行前1000才行。目前只有韩冰冰勉强进入。美女是稀缺资源，尤其是像郝甜甜、婷丝、蓝水晶和韩冰冰4女，这样本身美丽指数极高，还各有气质的美女，更是稀缺资源中的稀缺资源，注定了到哪里都是人们的焦点，引人注目。去练级点的路上，无数自认英俊潇洒的帅哥求组，甚至还有妹妹姐姐也要求组。萧何和4女进入朱雀城东的妖兽山脉，经过铁甲熊和银背棕熊的领地，一路深入妖兽山脉。进入妖兽山脉，玩家逐渐减少，毕竟就目前阶段来说，超过20级的玩家有，但不会很多。而妖兽山脉深处没有20级进来很危险，所以大多数玩家都在妖兽山脉外围练级，只有少数等级高、装备好的玩家，就像是今天的萧何5人组，才会组队进入妖兽山脉猎杀高级怪。哦，5人正在前进，前面突然出现7只铁背青狼，21级铁背青狼就是萧何用来冲散强盗的铁背青狼，这也正是萧何寻找的练级地点。铁背青狼21级，对4女来说等级不低，而且群居数量大，体型小，正适合萧何用烈焰焚天烧。如果每次都能同时烧10只以上，就算萧何已经25级了，升级速度也不会慢。轰！烈焰焚天起，5只铁背青狼陷入烈焰焚天中。看到有2只漏网的铁背青狼，韩冰冰一箭射过去，其中一只马上追向韩冰冰。韩冰冰巧妙绕过烈焰焚天，这只漏网铁背青狼一头撞进烈焰焚天的攻击范围，另外一头漏网的铁背青狼也在郝甜甜的周旋下撞进烈焰焚天。郝甜甜在引铁背青狼过程中被铁背青狼抓了一下，蓝水晶看到了，马上一个治疗术补血。萧何点点头，4女的技巧虽然不能和他相比，可也都相当不错，可以称得上是游戏中的高手。萧何升到25级，装备也更新过，魔攻直逼600大关。铁背青狼只不过是21级怪，他的每次攻击都能带走铁背青狼400左右的血量，以铁背青狼2000出头的血量，萧何6次烈焰焚天就能搞定。6次烈焰焚天过去，除了后来被引进来的2只铁背青狼，其他5只铁背青狼全部化为5人经验。第7次烈焰焚天过去，另外2只铁背青狼也哀嚎一声挂了，化作5人的经验，还爆了一双精品靴子，真快啊！婷丝作为20级战士，装备也十分不错，可想要杀死铁背青狼也不是6下就能完成的，群攻就更不要想了。战士虽然有群攻技能，可婷丝没有萧何的走位能力和判断力，被5只铁背青狼围上，婷丝就挂定了。爆法你好厉害啊！天然呆少女蓝水晶毫不吝惜的给了萧何一个灿烂的笑脸。郝甜甜狠狠地瞪了萧何一眼，醋味飘散，似乎在责怪萧何太不守妇道，到处招蜂引蝶。韩冰冰依然是冷冰冰的表情，不过看向萧何的时候，温度倒是提升了许多。5人中，萧何的攻击力最强，而且有烈焰焚天这种群攻技能，萧何当仁不让的作为主伤害输出。韩冰冰和郝甜甜负责引怪，婷丝作为战士负责处理引怪中出现的意外，天然呆美女负责治疗。3个小时过去，萧何已经记不清有多少铁背青狼在烈焰焚天化为灰烬。我升级了！最先升级的是等级最低的蓝水晶，成为了20级牧师，高兴的他欢蹦跳跃。随后，郝甜甜、婷丝和韩冰冰也先后升级，而萧何本身已经25级，升级需要的经验要多很多。萧何算了一下，今天的上线时间还剩5个多小时，如果不出意外，他能至少把4女全带到22级，他自己也能升到25级。当然，如果能遇到铁背青狼王就更好了，升级拿装备2全其美。就在这时，从妖兽山脉外围杀进来一个小队，有10个成员，职业配置齐全，装备也十分不错。这10个人杀进来之后，就在距离5人不到200米的地方停下，引怪也杀铁背青狼练级。这支10人队伍的战斗力也不可小觑，每次都是同时杀7、8只铁背青狼，绝对是高手组合。看10人杀狼，萧何皱了皱眉头。铁背青狼分布区域很大，适合练级的地点很多，他们为什么在这练级？萧何杀狼的速度很快，这就需要引来大量的铁背青狼。这10人选择在附近练级，分明在和萧何抢怪。如果是练级的人很多，人多怪少的情况下，这种抢怪无可非议。可在这里只有2队人在练级，铁背青狼分布区域又极大，适合练级的地点有很多，选择在萧何附近，这分明是一种挑衅。萧何看向10人的目光有些不善，
想是不是该过去给这些人点警告，做人不要太嚣张。可萧何还没走过去，10个人却先走了过来，零散的站在萧何5人身边，不客气的打量着5人。第61章10人精英队。萧何转身面向10人小队，对这些居心不良的玩家，就要让他们调级爆装备，他们才能清醒一些。妹妹，练级辛苦了，要不要哥哥帮忙？还没等萧何开口，头顶帅的掉渣的法师开口了。帅的掉渣开口，萧何就知道这10人的目的了。这帮不安心练级的家伙，竟然是来戏弄女玩家了。从哪来回哪去，赶紧滚！戏弄女性玩家可是萧何最讨厌的行为，当然不会对10个玩家好言相待。小子，怎么说话呢？哥几个看上他们4个是他们的福气。妹妹，跟着哥几个走，装备大大的有，怎么样？小姑娘，跟哥哥走吧。土的掉渣脸皮厚比城墙，对萧何恶言相向，转眼却对4女喜笑颜开。这10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分别是帅的掉渣、土的掉渣、攻的掉渣、射的掉渣、酷的掉渣、疯的掉渣、发的掉渣、快的掉渣、强的掉渣和壮的掉渣，10个都是掉渣，简直就是渣子10兄弟。这时剩下的9个掉渣也都向前走了几步，和耍的掉渣站在一起，显然是要逼迫萧何妥协。萧何怕过谁？就算是这10个玩家佩戴着统一的工会标志，和他们对抗很可能会招惹上一个强大的工会，萧何也不怕，也要给这渣子10兄弟写的教训。我再说一遍，滚，否则杀！萧何示意4女后退，让出战斗空间，同时法杖举起。这10个玩家再不识趣，调级爆装备就是他们唯一的结局。我也要！4女几乎异口同声要和萧何共同杀敌。你们先在后面观战，如果到时候真要帮忙，我会叫你们的。萧何还是有点大男子主义，认为这个时候是应该显示男子汉的力量的时候，应该有男人站在最前面，以最凌厉的手段打击敌人。行，小子你行，兄弟们，让他见识见识咱们兄弟的厉害。帅的掉渣举起法杖，其余9个掉渣纷纷举起兵器。可他们不知道萧何的 PK 经验是何等丰富，要动手就要抢先占优势。帅的掉渣刚举起法杖，萧何的烈焰焚天已经发动，帅的掉渣10兄弟站位很近，马上就有9个人被烈焰焚天笼罩了。剩下一个盗贼快的掉渣，见状一个冲锋就来到萧何面前，匕首直接刺向萧何的胸口。眼看匕首就刺进萧何的胸口，快的掉渣兴奋了，他没想到萧何竟然不后退，放他近身攻击。要知道法系职业普遍防敌血少速度慢，一旦被战士和盗贼近身肉搏，法师职业就悲剧了。就在匕首马上就刺到法袍上的时候，盗贼眼前一花，他攻击的目标那个法师已经不见了。就在盗贼怀疑他是不是眼花了的时候，他头上被人猛敲了一下，掉血不多，但真的有点疼。你确定你是个法师？盗贼回头一看，敲他的正是萧何，敲他头顶的法杖还没来得及收回。作为一个速度型的职业盗贼，在近身 PK 中被一个法师用法杖敲了脑袋，快的掉渣简直难以相信。快渣，你怎么不杀了他？这时帅的掉渣从烈焰焚天中冲出来，看快的掉渣站在萧何对面，距离非常近，近到伸手可及，只要一挥匕首就可以杀人，却没有出手，不禁有些生气的催促：大哥，不是我没有攻击，是他躲开了好不好？对帅的掉渣的不满意，快的掉渣有点委屈，可注定这份委屈他要受着。正常玩家无法想象，和他们等级相近的法师速度竟然比盗贼还快。你是盗贼，盗贼明白不？所有职业中最快的，你说他能躲开你的攻击，你说我该信你吗？帅的掉渣不能接受快的掉渣的解释，反而以为快的掉渣不出力。快的掉渣很无奈，只有以事实来证明，握着匕首闪电般刺向萧何，以他最快的速度。萧何闪身，快的掉渣直接从萧何身边冲过，萧何抬脚在快的掉渣背后踹了一脚。这不是系统承认的标准攻击动作，但系统也会判定伤害。快的掉渣头上冒出110字样。这时烈焰焚天已经熄灭，除了冲出来的5个掉渣兄弟，剩下4个掉渣兄弟也再次出现。看到萧何一脚踹了快的掉渣，帅的掉渣终于相信快渣没骗他，法杖一挥就向萧何释放烈焰焚天。对这个法术，萧何熟的不能再熟了。帅的掉渣挥动法杖的同时，萧何急速后退，烈焰焚天冲天起。只是这个是帅的掉渣释放的，同时攻的掉渣和射的掉渣使出散射技能，把6支箭射到烈焰焚天。他们没有萧何判断烈焰中人物位置的能力，只能以数量来弥补这个不足。可惜他们没看到萧何并没有陷入烈焰焚天。萧何根据帅的掉渣的动作判断出烈焰焚天的释放位置，烈焰焚天就在萧何面前1尺升起。帅的掉渣的烈焰焚天没能烧到萧何，可阻挡了萧何的视线，看不到10人的位置。可萧何对10人的位置有记忆，凭借对10人位置的记忆，萧何的烈焰焚天再次发出，把帅的掉渣10人烧进去。烈焰焚天发出，爆裂火焰和小火球随后发出，传出2声惨叫。
不知道是哪两个吊渣比较倒霉，被萧何盲打打中挂了。一方面是小何操控能力强大，判断精准，盲打都能不落空；另一方面是两位吊渣比较倒霉，被盲打挂了。这时，两个烈焰焚天先后散去，帅的吊渣脸色阴沉，恶狠狠地看着萧何。风的吊渣和发的吊渣都挂了，挂得有点莫名其妙。好甜甜看到有两个人被挂，为萧何鼓掌加油。爆法加油！天然呆美少女也欢欣雀跃，她是四女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四女中最活泼的。婷思和韩冰冰两人都属于比较稳重的类型，没有和好甜甜、蓝水晶一样喊出声，微笑着观战。帅的吊渣脸色不止阴沉，都快下雨了。男人很好面子，尤其是在美女面前，可他们10个人10打1，对方丝毫无损，他们却有2个人被挂了，这让帅的吊渣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小子，刚才我们兄弟只是和你玩玩，没用真本事，没想到竟然被你钻了空子，挂了2个兄弟。你等着，我要杀了你，为掉级的2个兄弟报仇雪恨。帅的吊渣是嘴硬，死要面子。这时10人中2个牧师治疗术接连释放，为其中4人加血，加上不血剂，4人血量基本回满，但牧师只有2个人，治疗术需要时间发动，短时间内不可能为所有人补血，仍有人处于血量半空状态。萧何看到牧师不血，当然不会放任吊渣兄弟不血，烈焰焚天再次释放。帅的吊渣早有防备，早就吩咐剩下的吊渣兄弟们散开，以防像前2次一样被人家一个法术一锅端。这次萧何的烈焰焚天只笼罩了3个人，一个牧师，一个盗贼和一个弓箭手。弓箭手已经补过血，挺下来了，可盗贼和牧师就挂了。另外一个牧师也被萧何一个爆裂火焰击中，尽管已经事先灌了一个终极补血剂，可惜不是瞬间补血的，还没等到补血效果完全发挥，就被萧何给爆了。至此2个牧师全挂了，这正是萧何的目的。2个、3个，已经有5个兄弟被挂。帅的吊渣脸上黑得跟乌云有的一拼。小子，你死定了，招惹了我们雷云公会，你不会有好下场。帅的吊渣指了指胸前的工会标志。我又没有好下场，你说了不算，可我知道你马上就没有好下场了。萧何又是一个烈焰焚天砸过去，这样的攻击有些单调，萧何只能尽快升级，30级的时候会有更新威力更大的战绩可以学。烈焰焚天的攻击范围很大，除了像萧何这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比盗贼还快的速度的玩家，很少有玩家能躲开，至少帅的吊渣就不能，被萧何烈焰焚天直接命中，笼罩在熊熊烈焰中。对方只剩下了5个人，萧何的顾忌少多了，判断出帅的吊渣要冲出烈焰焚天的位置，就砸出爆裂火焰。帅的吊渣刚冲出烈焰焚天，面前就是爆裂火焰的火球，就像是他主动撞上去的，反应都来不及。帅的吊渣挂了，挂之前还喊了一句爆法，你等着，雷云宫会不会放过你。或许是作恶过多，或许是系统也看不过去了，帅的吊渣挂掉的时候竟然还爆了一件装备，金光闪闪的，显然是一件金色顶级装备，就算是最低级的金装，至少也能卖出几千金币的价格。几千金币相当于一般人的1个多月的工资，掉了1个多月的工资，帅的吊渣肯定要心疼了。老大的云幻戒！帅的吊渣不远处同时冲出来的还有快的吊渣，看到帅的吊渣掉落的戒指，弯腰就去捡。第62章雷云来袭。急于捡起戒指，快的吊渣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是在战场上做事之前必须观察好环境。快的吊渣眼看已经触及了戒指，却被一个火球砸中，带走了他最后一点血量，快的吊渣也挂了。5去2，现在只剩下了3个人，没有帅的吊渣带头，剩下的3个人无心恋战谋很快被萧何挂掉。这时萧何才捡起云幻戒查看。云幻戒顶级，需要等级18，智慧加5，魔力恢复5秒，伤害豁免 10%， 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智慧加5只能说一般，还过得去。魔力恢复5秒，每秒钟300魔力，相当连续使用终极补魔技，非常不错的属性。伤害豁免 10% 就相当实用了，有回魔和豁免这2个属性，这个戒指的价值在100万金币以上，够帅的吊渣心痛了。可惜萧何有吸魔装备，本身回魔也很快，魔力总量也过1000，这个戒指对萧何来说作用不大。爆法，我想起来了，雷云公会在朱雀城很有名，会长雷云炼狱，据说成员有500-600，核心精英成员过100，你可要小心他们的报复。这时韩冰冰来到萧何面前说道，没事的，不是人多了起就能欺负人的。萧何回城除了拍卖装备就是处理任务，从来不多做停留，因而对朱雀城的新鲜事还真不了解，自然也就没听过雷云公会。不过萧何就算是听过，今天也绝不会放过这10个人。随后萧何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带着4女继续练级。4个小时过去，众人全部升到22级，萧何也升了1级，26级。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为数众多的玩家从远处包抄过来。近了，萧何看到前面的人胸口都佩戴着统一的工会标志，
和掉渣十兄弟的标志一样。这是来寻仇了。趁还没有进入战斗状态，你们4个马上回城，这里即将发生一场激战，四女参与不进来。不，我要和你一起留下。郝甜甜站到萧何身边，坚决不走。我也要留下。平斯、蓝水晶和韩冰冰同时表态，面对众多的包抄上来的玩家，毫无惧色。听我说，他们没办法拿我怎么样的，我有信心和他们周旋到底。你们回城去等我，听话。如果四女留下，萧何必然会分心照顾四女，让萧何的灵活战术无法发挥，最终难逃被爆的命运。因此，萧何见到这些敌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安排四女离开，这样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四女都不是傻子，萧何虽然没明说，他们却都明白了，和萧何一一告别，触发回城卷回城了。四女刚走，包抄上来的玩家已经到了萧何面前，把萧何团团围在中间空地里，绝对超过400人。如果这些人同时攻击，萧何有信心躲过绝大部分攻击，可400的基数太大了，萧何不可能躲过全部。要做好被击中补血的措施。萧何看了看血魔杖的属性，吸血 3%， 如果使用烈焰焚天，同时攻击10个人以上，完全可以瞬间补血，这让他信心又增大了许多。只要小心行事，冲出去还是可能的。小子，把我的云幻戒还我！帅的掉渣从人群后挤出来，和萧何保持10米以上的距离喊道：戒指就在我这里，有本事你来抢回去！萧何把云幻戒在手中晃了晃，收回背包。帅的掉渣暴怒，却没有任何办法，他没本事从萧何手中抢回戒指，真要去抢，只能是给人送菜。这时，从人群后面又走进来一个人，是个战士，身上的装备一看就是高级货色，手持长刀。我是雷云炼狱，雷云公会会长，就是你杀了我10个手下。雷云炼狱上上下下打量着萧何，姐夫，就是他无故杀了我们兄弟10个，还爆了我的云幻戒，我要把他杀回0级，杀到3号。帅的掉渣一看雷云炼狱出头，就像有了主心骨，腰板顿时就挺起来了。闭嘴，都是你做的好事，本来我们在附近练级练得好好的，都被你给搅了，回去我就把你交给你姐姐，让她收拾你。不要啊，姐夫，姐夫我求求你，姐姐会打死我的。帅的掉渣听到雷云炼狱的话，吓得脸都白了。交出云幻戒，让我们杀10次，再赔偿100万金币作为损失补偿，今天的事就一笔勾销了。雷云炼狱不再理会帅的掉渣，转向萧何提出条件，那姿态就像是他给出了多大恩惠一样。果然是和你小舅子一样的货色，你小舅子耍流氓掉11女人，你抢装备，你们果然是一家人。萧何边嘲讽边观察周围的玩家，寻找破绽，以便开展之后利用这些破绽为自己创造机会。希望过一会儿你还能嘴硬，杀！雷云炼狱退后，雷云公会玩家举起法杖、刀剑和弓箭，杀！萧何动了，抢在雷云公会动手之前动了，闪电般冲向雷云炼狱。萧何不得不抢先动手，400多玩家中远程攻击玩家有近200，这200人如果同时发动攻击，200道攻击就会组成密集的攻击网，萧何能躲过绝大部分攻击，可终究会有躲不过的攻击。因而萧何抢先动手，他的计划就是冲进敌群，身在敌群，敌人的远程攻击和群攻就不能使用了。身在敌群，萧何同时面对的敌人也只是周围的几个人，最多10几个，这就无形中减轻了许多压力。看到萧何主动冲过来，雷云炼狱有点意外，转念一想就明白了萧何的想法，不禁冷笑了一下。法师血少防低，竟然要近战，这不是找死吗？想到这些，雷云炼狱就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萧何接近，边向后退边萧何向他追了过来。萧何刚冲进玩家群中，迎面就有2刀1剑杀过来。萧何身形晃了几晃，奇迹般从刀剑空隙中穿过，直冲向雷云炼狱。萧何刚才只是想突围，可看到雷云炼狱轻蔑的样子，临时改变了主意，他要强杀雷云炼狱。刀光剑影加上人群密集，萧何终于有一剑没能完全躲过，损血183。又不屑，烈焰焚天，冲天烈焰同时笼罩了30多人，总伤害值接近8000。血魔杖有吸血 3% 的属性，就是吸血240以上，萧何血量马上补满，还有剩余。好走位！看萧何在人群中左躲右闪，在刀光剑影中游刃有余，雷云炼狱简直难以置信，这绝对是一个顶级玩家。雷云炼狱瞬间就明白了，只有顶级玩家才能有如此堪称神奇的走位，在刀光剑影中如闲庭散步。当初他打工会令牌的时候，就曾经聘请过一个顶级玩家刀定天，以每打一个 BOSS 支付100万金币的代价，打到第5个 BOSS 才打到了一枚工会令牌，前后加分红支付了1000万金币。可现在看看，爆法比刀定天厉害得多，最起码刀定天不可能在这样密集的攻击下安然无恙。雷云炼狱狠狠瞪了一眼他的小舅子，帅得掉渣，惹上这样一个顶级玩家，对他工会的发展非常不利，甚至碍关键时刻，比如工会驻地升级的时候，
这样的顶级玩家的威胁简直是致命的。停，都给我住手！雷云炼狱下令，知道萧何是高手中的高手，顶级玩家，雷云炼狱改变了主意。这样的顶级高手，能不杀就杀，否则杀了一次就等于暴法结了死仇，顶级玩家的报复，雷云公会承受不起。暴法兄弟，今天的事是帅的掉渣有错在先，暴法兄弟惩戒手段也过于严重，你们两个都有错，相互抵消，这样暴法兄弟把云幻界还回来，今天的事大家就一笑而过。雷云炼狱向前几步表示诚意，实际上距离萧何还很远，在萧何的攻击距离之外。你暴法被雷云炼狱弄糊涂了，刚才还喊打喊杀的，怎么这么快就变了呢？姐夫，帅的掉渣一听不干了，闭嘴，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把你送到你姐姐那里，让你姐关你3年禁闭。雷云炼狱回头威胁帅的掉渣，这招果然好使，帅的掉渣一听他姐姐的名号，脸又白了，蔫头耷脑的，不再说话了。不行，到手的东西向萧何吐出来，难比登天。暴法兄弟，你可要考虑清楚了，我们这有400人，400打你一个，就算你长了3头6臂，我们也能把你留下。雷云炼狱口气强硬，当着这么多工会成员，他刚才的态度已经足够诚恳，不能再软，否则工会就管不好了。我没有3头6臂，可我肯定你们留不下我。萧何法杖一点，杀！所有人远程攻击，群体攻击，不要怕伤到自己人，死伤玩家按为工会战斗死亡标准补偿。雷云炼狱狠狠瞪了帅的掉渣一眼，今天这个顶级玩家他们得罪定了，是帅的掉渣惹的。雷云炼狱这道命令一下，弓箭漫天，火球连珠，刀光闪耀，倾盆大雨般的攻击狠狠照向萧何。第63章，名扬天下，真狠！几十道攻击级打向萧何的位置，这要是被击中，足够萧何死10次以上。危机下，萧何精神前所未有的集中，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变得缓慢起来。萧何把速度发挥的极限，左脚蹬地，右脚向前迈出，踩下带起3道残影，闪电般向前冲出10米，躲过几乎是必杀的攻击。叮！系统提示：玩家在巨大压力下，速度取得突破，速度暂时提升300%，并发出3个残影迷惑敌人，属自创技能，唯一技能，请玩家为技能命名。萧何一阵惊喜，命名残影。叮！系统提示：技能命名成功，该技能为万家爆法独有，不可传授，不可升级。残影独有自创技能，速度提升300%，持续时间3秒，耗魔50，冷却时间3分钟。雷云炼狱，你死定了！残影启动，萧何本体向雷云炼狱冲过去，同时3个萧何影像向另外3个方向冲出去，真假难辨。这是什么技能？雷云炼狱下达命令之后，本以为萧何死定了，没想到就在他眼皮底下，奇迹竟然发生了。萧何带起3道残影，瞬间冲过10米的距离，躲过了所有攻击，毫发无伤。这还不算，萧何停下来之后，再次瞬间加速冲击，这次仍旧是发出3道残影，可这次的残影和本体毫无分别，让人分不清这4个萧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3秒钟后残影消失，雷云炼狱这才发现萧何已经到了他面前10米处。萧何有点感谢雷云炼狱，没有雷云炼狱的逼迫，就没有萧何自创技能的出现。可是雷云炼狱这个人，萧何一定要杀死。爆裂火焰，萧何烈焰焚天砸过去，雷云炼狱闪身就要躲开。就在这时，雷云炼狱身上光华一闪，爆裂火焰竟然沿原路返。萧何大惊，马上就闪身就躲。以萧何的速度和能力，躲开烈焰焚天还是没问题的。可令萧何震惊的是，无论他怎么躲，爆裂火焰还是击中了他。这是怎么回事？萧何肯定不是他自身出问题了，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问题出在雷云炼狱身上。萧何仰头灌下一个终极补血剂，总算把爆裂火焰带走的血量恢复了大半。萧何又发出一个烈焰焚天，烧向雷云炼狱。就算雷云炼狱能反射一次攻击，绝对不可能总反射。游戏中不会出现总反射技能的破坏游戏平衡的装备，最多是有一定几率，而且几率还很小。果然，雷云炼狱没躲过烈焰焚天，也没能反射烈焰焚天。212，雷云炼狱大惊，他身上都是最好的装备，工会里最厉害的法师用最强攻击打他，伤害也不会过100。可萧何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单体攻击，已经打掉他过200的血量，占他总血量的1/4了。雷云炼狱转身就跑，边跑还边下令：牧师，给我加血！所有人用远程攻击和群体攻击给我打，不要怕伤工会内的同伴。掉级、掉装备的玩家，工会有补偿。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杀死爆法，杀！乱了，彻底大乱。在这种不惜代价的狂攻下，萧何也不能躲开所有攻击，只能避重就轻。直接结果就是萧何不停掉血。喝补血剂已经来不及了，萧何烈焰焚天不停释放，靠血魔杖吸血属性补血。混战中，雷云公会的玩家眼里没有同伴，只有萧何，看到萧何就打，
反正有会长下的死命令，死亡玩家工会补偿损失，他们根本就不看萧何身边有谁，反正只要打了萧何就好，拼命攻击萧何。3分钟过去，因为误伤，雷云工会已经挂了超过100人，可萧何还活得好好的。这时，萧何的残影技能冷却时间到了。萧何看了看不远处督战的雷云炼狱，心说你的死期到了。残影技能启动，小何瞬间来到雷云炼狱身边，停下。萧何停下的同时，打疯了的玩家看到萧何铺天盖地的远程攻击和群体攻击砸下来。攻击砸下来之前，萧何就已经跑出去了，只剩下因为萧何出现在面前愣了一下的雷云炼狱。坏了！雷云炼狱也不是一般人，能做会长自然有他的聪明。萧何刚跑雷云炼狱就反应过来，这是借刀杀人，连忙吼出来：我是会长，我命令所有人停止攻击，全给我停下！可是晚了，萧何出现的同时，攻击就已经发出了，发出的攻击当然收不回来。雷云炼狱喊完，攻击就到了，几十道攻击落下，雷云风暴当场被秒杀。雷云风暴挂了，地上爆出一个金灿灿的戒指。可是没人反应过来，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会长被杀了，是我们动手杀死的。萧何见有机可乘，闪电般窜过来，抓起戒指就跑。可是没人理会他，愣了几秒钟，还是帅的掉渣最先反应过来，扯着嗓子就喊：爆法跑了，快杀死他！可是没人理会他。萧何只用了10秒钟，就在雷云工会玩家没反应过来之前冲出了包围圈，飞奔，直到看不到雷云工会的玩家，萧何这才松了一口气。和400敌对玩家周旋，随时有被挂掉的危险，神经时刻紧绷着。别看只是短短10几分钟的战斗，比平时练级几个小时还累，集中精力拼杀的时候还不觉得，现在精神放松才感觉阵阵疲劳袭来。萧何晃了晃脑袋，拿出雷云炼狱爆出的戒指，会长佩戴的金装，属性应该不差吧？折光戒，顶级，需要等级20，物理防御加30，魔法防御加30，攻击反射几率 3%， 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反射几率 3%， 就是说有 3% 的几率把敌人的攻击原样反射回去，自身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而且这种被返回的攻击是必中的，反射又分为攻击反射和伤害反射。攻击反射只要攻击目标是佩戴戒指的人，不管是否击中，都有 3% 的几率会反射，而伤害反射只有击中佩戴戒指的人才会被反射。萧何第一次用爆裂火焰攻击雷云炼狱，就是被攻击反射给反射回来的必中的反射。这个戒指虽然比云幻戒稍有不如，可因为反射属性的存在，也绝对是真品，100万金币是没问题的。2个戒指加在一起，萧何今天至少进账200万金币。不过萧何认为今天最大的收获是自创技能残影。萧何慢悠悠地往回走，不知道他已经引起了一个游戏风暴。雷云工会玩家出动的时候，引起了在不远处练级的盗贼玩家草上跑的主意，悄悄地跟上来。很快草上跑就发现雷云工会兴师动众，竟然只是为了对付一个人，这让草上跑十分意外。草上跑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记者，出于记者的敏感，草上跑打开游戏录像功能，开始录像。从萧何和被包围开始，直到萧何闯入敌群，巧计借刀杀人，击杀雷云会长，绝尘而去，全部录下。看完整个过程之后，草上跑也不练级了，跑到官方论坛上发收费帖子 1vs400， 爆强法师千里走单骑，万马军中轻取会长首级。前几分钟直到萧何杀进雷云工会玩家群中免费，可到最关键时刻需要付费1金币才能继续。无数玩家谩骂不止，也有玩家不在乎1个金币，付费看完整个视频。沙发，我花钱看了，就1个字，值。法神降临，强烈要求楼主报出法师大名。板凳，我知道，爆法，游戏世界中的秒杀法神。地板，法神，收我做小弟吧。没过10分钟，付费查看的玩家就超过1万，回复超2万，点击超10万，草上跑10分钟内就小发了一笔。15分钟，此帖被管理员置顶，加金。20分钟，付费人数突破5万大关，回复超10万。点击人数突破了30万，有成为论坛第一神贴的潜力。爆法的大名也从只有一些老玩家知道，变得扬名整个远古世界，秒杀法神威名远扬。好家别墅，郝天祥的书房。郝天祥和郝宇傲在看一个视频，视频中一个法师在数百玩家中左冲右突，最终巧杀会长绝尘而去。这就是萧何在游戏中的创建的人物。看完视频，郝天祥再三确认，实在是这个法师表现出的战斗力有些逆天了，1亿敌400。这简直是绝大多数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数据，更别说还胜了。是，这点已经经过妹妹确认，绝对不会有错。这个萧何还不错，能力有，在400多玩家中来去自如，脑子也有，关键时刻懂得借刀杀人，不错。郝天祥越看萧何越满意，虽然出身平凡人家，可一身能力绝不平凡，甚至可以说出类拔萃。郝天祥已经决定，考验的事就不再提了，只要他能和女儿情投意合，他这个做父亲的
就只有祝福。没错，这个萧何就算在顶级玩家中，也绝对是排得上号的佼佼者。如果他加入我的工作室，郝宇要异常兴奋。如果他的工作室中有这样一个带头人，绝对会一飞冲天，前途不可限量。第64章工作室设想。行了，萧何的事你不许插手。郝天祥不想萧何和女儿郝甜甜之间出意外，无论这意外是好是坏。从这点来说，郝天祥是个商人中的异类，不以子女的终身幸福换取商业的成功，这是绝大多数商人做不到的。游戏中正在等待萧何归来的郝甜甜四女也看到了录像，是蓝玫瑰看到告知婷丝，婷丝又告知三女的。看到录像，四女知道萧何不仅把雷云公会杀了个七进七出，还把雷云公会会长斩首，才放下心来。婷丝灵机一动，也在官方网站发了一个帖子，1vs400爆强法师身世揭秘。帖子中介绍秒杀法神创立远古皇朝公会，以及秒杀法神在过去一些游戏中取得的辉煌战绩。当然，对于爆法在远古世界中的事，除了创建远古皇朝公会，其他方面都朦胧化了。这是婷丝为了打开远古皇朝公会的知名度而故意做的，效果也十分不错。发布了短短几分钟，就有近万人浏览，2000多人回复，甚至也被管理员置顶加金，只比发布录像的帖子稍差。恭喜爆法大哥，你成名人了！过了今天，明天你再在朱雀城走一圈，绝对会有无数粉丝追着你要签名。不过，游戏里好像没有签名，那就是有无数粉丝追着你合影留念。萧何见到四女，蓝水晶首先道贺，就是那个帖子的购买人数已经突破8万大关了，这是郝甜甜看到的最新数据，最终数据还要更高。面对四女的恭喜，萧何有点懵了，还是婷丝告知萧何游戏官方论坛上发生的事情。萧何进入论坛，最火的帖子果然是1vs400爆强法师千里走单骑，万马军中轻取会长首级。进去看了看，录像的人很有水准，很多地方录得简直惊心动魄。萧何当时集中精神和敌人对抗，根本就没意识到当时的情形是如此惊心动魄。还有就是萧何领悟技能的时候，萧何以旁观者角度看技能残影，技能发动的时候，萧何瞬间变成4个，分4个方向跑出去，难分真假。对于3个残影，萧何只能在最初设定他们前进的方向，剩下的动作完全是复制本体的动作。接下来，萧何又看到了书名冰火玫瑰的帖子，1vs400爆强法师身世揭秘。萧何一看就知道，这是在为远古皇朝造势，扩大皇朝的知名度。萧何想了想，又加了一把火，把等级排行榜上他一直以来隐藏的名称也公开了，等级排行榜第1，爆法。相信明天远古皇朝的大名就会传遍整个游戏，爆法的大名也会人尽皆知。萧何，下届你和甜甜过来，我让冯姨做些好吃的庆祝一下。我已经可以看见，在不久的将来，远古皇朝必将扬名整个远古世界，成为远古第1公会。下线之前，婷丝邀请萧何和郝甜甜。我最喜欢冯姨做的好吃的了，婷丝姐你一定让冯姨做我最喜欢的银耳莲子羹，我下线马上就过来。郝甜甜直接带萧何答应下来，3人同时下线。下线，萧何从游戏舱中出来，感受一下，身体果然轻松无比。游戏舱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价格有点贵，500万信用点。如果不是萧何在游戏中发展的好，还真就用不起这种总顶级设备。这时，郝甜甜风风火火的跑进来，拉着萧何就往隔壁婷丝的别墅跑了过去。来，干杯！预祝皇朝成为远古世界第1帮会。婷丝率先举杯，3人端起酒杯碰了一下。时隔1天，3人再次同桌共饮，只是昨天的结果，萧何脑子里出现一组很不和谐的画面。萧何你怎么了？这酒不合你的口味吗？婷丝看到萧何有点不正常，品了品杯中的红酒问。没有，这酒很好，我没事。萧何心说，幸好及时止住心猿意马，否则就要在甜甜和婷丝面前出丑了。婷丝姐，你说明天上线的时候会有多少人抢着加入我们的皇朝呢？郝甜甜喝了一口酒，肯定很多，多到你难以想象。婷丝说着看向萧何，这一切简直就是个奇迹，以1对400，这简直就不可想象。如果让他以1对400，别说取胜了，能剩一点骨头渣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看着萧何，婷丝的眼神有点迷离，萧何的形象逐渐和婷丝梦想中的理想男人重合。婷丝姐，干杯！正当婷丝逐渐迷蒙的时候，郝甜甜用酒杯一碰婷丝的酒杯，清脆的声音把婷丝拉回现实世界。干杯！婷丝低头抿了一口，有点不敢看萧何，她不知道萧何和甜甜是不是发现她刚才的异常。许久，婷丝才抬起头来看萧何和郝甜甜没有半点异常，这才放下心来。对了，萧何，公会会员的选择，你有什么标准吗？婷丝问道。今天萧何大出风头，肯定会在远古世界中引起风暴，远古皇朝名声大噪是可以预见的。明天3人上线的时候，请求加入皇朝的人数肯定会爆满，这就需要一个标准来决定录取谁拒绝谁。具体标准我还没想到，不过有一个理念，要走精英路线，
重质量不重数量，会员宁缺毋滥。这点萧何也一直在考虑着，已经有模糊的概念，只是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具体条款而已。还记得蓝玫瑰他们吗？婷思问道。怎么？萧何脑中浮现出当日和冰火玫瑰在一起的几个女孩子，环肥燕瘦，战斗力也不错。她们都是我手下的员工，虽然战斗力可能不行，但在企业管理方面都是能手。如果把他们招进来，工会的日常管理你就不用操心了。而且他们是现实世界中我手下的员工，可靠性比游戏中招募的强很多。你觉得怎么样？婷思说出自己的想法来。思思，你觉得我成立一个工作室怎么样？萧何忽然心中一动，在圣战中遭遇背叛的情形又浮上心头。如果成立一个工作室，在现实中招募玩家，这些人的可靠性绝对要强得多。只是在此之前，萧何并不富裕，游戏仓都买不起，只能维持普通生活，哪来的资金创建工作室？好主意，萧何，我们3个人建立一个工作室怎么样？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皇朝工作室，和游戏里的工会名字一样。郝甜甜听了，本已经有点醉眼朦胧的她，马上被刺激的清醒起来。我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远古世界商机无限，这笔投入肯定会赚翻了。婷思的眼睛亮晶晶的。好，就叫皇朝工作室，明天我们就去选场地。得到两女的赞同，萧何也觉得工作是很有前途和前途。场地就不用选择了，萧何你的别墅后面还有一座别墅，也是3层的，现在还没销售出去，稍微改造一下就当我投资游戏工作室好了。另外我再出1000万信用点，占工作室的15%股份，你觉得怎么样？婷思说道。这种投资换做别的游戏工作室，可能占50%以上的股份的绝对控股，可在萧何的游戏工作室就不一样了。萧何在游戏中的影响力是很大一笔无形资产，而且这笔资产在迅速增值中，所以婷思只要求15%。游戏头盔我来提供，外加1500万信用点，和婷思姐一样，也占15%股份。萧何你同意吗？郝甜甜听到婷思投资萧何的工作室，也不甘示弱。只占15%吗？萧何毕竟没成立过工作室，对游戏中他的无形资产也没有明确的概念，对于两女数以千万计的投资，却只要求占15%的股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15%已经不少了，工作室能不能发展起来，投资多少并不重要，甚至管理和运作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游戏中的发展。只要你在游戏中的影响力足够大，工作室就很容易发展起来。反之，就是数以亿计的资金砸下去，工作事业发展不起来，这就是你的无形资本。婷思为萧何分析道，商业上的运作他最熟悉。萧何这才明白，他是工作室的龙头，工作室能够发展到什么高度，取决于他这个龙头能飞多高。好，就按你们说的办，婷思姐你可以叫蓝玫瑰他们过来，作为皇朝工作室的第一批员工。萧何知道这几个女玩家都是现实中有经验的管理者之后，就打定主意，把她们召进工作室，负责工作室的运作。好，干杯，祝贺皇朝工作室正式成立。3人举杯，很快桌上就多了几个空瓶子。不知什么时候，3人都喝多了，迷迷蒙蒙的找到床，萧何躺上去就睡着了。早晨醒来，萧何大惊，难道昨天？第65章，工作室成立。萧何迅速回忆了一下，虚惊一场，又是虚惊一场。3人昨晚都喝多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松了一口气的同时，萧何隐隐有些遗憾的感觉。尴尬的早晨之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早餐后，萧何和两女并没有上线，郝甜甜去接另外7朵玫瑰。萧何和婷思来到将要作为工作室基地的别墅，这栋别墅和其他别墅的配置一样，只是布局稍有不同，彰显另外一种风格。这是一个15口之家预定的别墅，入住之前全家搬迁的别的城市去了，就把别墅委托我们折价出售，有13个卧室，其他游戏室、健身室的设施也很齐全，做少量改动就可以直接作为工作室用地。婷思带领萧何和郝甜甜参观别墅，萧何点了点头，用别墅作为工作室用地有点奢侈了，而且容量也不够，但初期足够用了。这个客厅本来是作为家庭聚会场所，只要把家具换一下，摆上长桌、座椅，就可以作为会议室。来到2楼客厅，婷思介绍指着客厅，这就是为数不多的需要改动的地方，换完家具就可以了。只是换家具很容易，婷思一个电话出去，半小时内就有人把客厅改成了会议室。在2人参观的时候，郝甜甜接进来7个女孩，正是游戏中的玫瑰8女的另外7个新成员到了。7女年纪都不是很大，小的也就20出头，大的也不过30出头，个个容貌出众。7人站在一起，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环肥燕瘦。7女和婷思站在一起，玫瑰8姐妹在现实中齐聚了。我来介绍，这是白玫瑰白敏，红玫瑰魏小红，黄玫瑰黄丽，蓝玫瑰张兰，绿玫瑰柳绿影，紫玫瑰潘子双和黑玫瑰荷叶。这位就是远古世界一直霸占了游戏排行榜第1位，皇朝工会的建立者，暴法萧何。婷思为双方互相介绍。
你一挑400，好帅啊！你怎么会这么厉害，能一挑400？你在现实中也这么厉害吗？妻女知道萧何就是爆法之后，叽叽喳喳的议论起来，古怪的问题层出不穷，把萧何弄得手手忙家乱。就是游戏中一挑400，萧何也没感觉到这么手足无措过，简直是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哥哥，好了好了，今天叫你们来有正事。看到萧何的窘状，婷丝笑着为萧何解了围。听到婷丝的话，妻女安静下礼。婷丝虽然和他们情同姐妹，也以姐妹相称，但毕竟是他们的老板。萧何和我，郝甜甜，我们3人准备创建一个游戏工作室，皇朝工作室。你们也知道，游戏工作室要想运转，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尤其是这个工作室要做大做强，更需要很多精英的加盟。于是我想起了你们，也推荐了你们。这栋别墅就是为你们而准备的。至于待遇方面，你们不用担心，只会比你们以外的待遇更好。就算是工作室有一天会解散，我保证你们至少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你们认真考虑一下，加入还是不加入？作为皇朝工会的副会长，游戏工作室的副总，婷丝开始第一批员工招聘了。加入工作室还有别墅住，我加入了。我也加入。妻女几乎没怎么考虑，纷纷表示愿意加入工作室，共同奋斗。工作室的第一批员工就位了。欢迎诸位美女加入皇朝，今后皇朝战斗之外的工作就靠你们了。皇朝的辉煌有你们的一份功劳。萧何为妻女的工作定性，除战斗之外的工作，后勤、装备统计、物资派发以及其他相关工作，这些都是萧何不擅长的。妻女暗自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们平时也自诩高手，可见识过萧何在游戏中的勇武，他们才知道差距。如果让他们也去参加这样的大规模战斗，他们还真是没有信心。可换做管理工作就不同了，这正是他们擅长的。这时，萧何向郝甜甜示意，郝甜甜站出来宣布：7位美女，鉴于你们已经有了游戏头盔，工作室将不再发放给你们新的游戏装备，这笔信用点将和你们第一笔薪水一起补偿给你们。这也是萧何和两女共同商议后决定的。工作室将为加入成员提供游戏设备，当然这仅是指现实中的加盟，采用雇佣的方式加盟的成员作为工作室的员工，领取工作室按月发放的薪水。对于已有游戏设备的成员，为避免产生心理不平衡，这部分费用将直接折现补充给他们。还有，作为第一批加入工作室的成员，你们享有1%的股份分红，注意仅仅是股份分红权，其他诸如买卖权、转让权你们是没有的，而且这个分红权不是永久的，你们在工作室工作期间拥有，如果离职自动取消。当然，如果你们在工作室工作到退休，这个分红权就会跟随你们一生。这是萧何想出来的一项激励政策，也是一项忠诚的保证。万岁！老板万岁！太好了！妻女欢欣雀跃，他们对萧何的收入也有点了解，至少2枚工会令牌是萧何打到的，这就相当于近4000万金币。工作室成立以后，只要运转不是太差，收入只会比这些更多。年收入过亿是轻松加愉快的。年收入过亿，他们每人1%就是100万金币，100万信用点，这相当于他们现在年收入的几倍，能不高兴吗？好了，下面进行各位加入工作室的第一项任务。游戏内皇朝工会已经成立，至今为止只有几个成员，你们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个标准，选择工会成员的标准。萧何等妻女平静下来才说道：皇朝工会成员选择方面，我们有一个大体思路，只要精英，但具体选择细则由你们来制定。郝甜甜补充道：关于皇朝工会的成员选择，昨天3人就曾经简单说过，有了大概念，只是细则上还没有明确。如今既然有了工作室，这些细则的东西就不需要萧何3人亲力亲为了，由手下人做就可以，萧何只需要最后审核。成员的选择倾向是纯战斗成员吗？白玫瑰白敏问道。肯定不行，工会不可能靠纯战斗人员运作，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选择，就按80%的比例，剩余20%的成员是非战斗成员。萧何想了想，游戏中非战斗成员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就比如药剂师、锻造师等很多。现实中招聘还可以有简历，可游戏中要怎么审核呢？妻女对选择成员的细则还真是有点头痛。战斗成员肯定要选择战斗力高的，战斗力要准确衡量，战斗检测是最准确的，可那样耗时太长，耗费的精力太多，我们的精力和资金不能浪费在这个上面。黑玫瑰皱眉想了想，否决了最准确的选择方式。那该怎么选？选择等级高的。红玫瑰问道。战斗力强，练级就容易，等级自然就高一些，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是这样了。紫玫瑰附和。可也有很多人等级很高，实际战斗力很低的，他们的等级完全是别人带出来，或者是通过信用点购买装备，靠装备堆垒起来的，一旦失去这些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就会大幅度缩水。郝甜甜想起了照耀组，尽管装备精良，可还是让萧何杀了2次，最后工会令牌都让萧何抢走了。妻女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之间还真是难以想到更好的办法，该怎么办呢？就按等级选人，游戏等级排行榜前1000名，这前1000名按报名先后顺序收人，
然后我会想办法发动一次大规模战斗，把战斗中表现极差的剔除工会。萧何总结众人发言，提出一个设想，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却是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众人一致通过，就这么决定下来。思思，他们7个人归你领导，3个协助你管理工会，另外4个我会在朱雀城建设一个综合商铺，让他们4个人打理，具体分工你来安排，你觉得怎么样？萧何想了想，7个人都进入工会有些浪费。非常好，永远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赞成这个决定。不过工会的事已经够多的了，我也分身乏术，正好甜甜很有经商天赋，商铺就让他负责打理吧。婷思想了想才回答，也好，甜甜商铺就交给你了。还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工作室和工会都需要有一定的准则，你们要尽快制定出相应规则。工会和工作室奖惩必须要有一定规则，否则难免出现轻重不均的状况，迟早会引发内部事端。滴滴滴，萧何刚进入游戏，信息提示声就不断响起，显示有大量离线信息等萧何处理。萧何打开留言查看离线信息情况，足足有9000多条信息，这么多信息处理起来真是很麻烦啊。第66章，兄弟重聚。随机挑选几条离线信息，全都是申请入会的信息，还有求掰养、求合体。萧何看得大汗淋漓，看了10几条，信息内容大同小异，萧何就没兴趣再看下去了，直接删除全部陌生人的信息。刚删掉信息，就有一个陌生人草上飞贼请求通话。草上飞贼，萧何圣战中的兄弟，前些天刚在远古世界见过。萧何拒绝了和他们重归于好的要求。他要求通话干什么？萧何直接拒绝通话，来到土地管理处。进门看到土地管理员商机正百无聊赖的在打着瞌睡。对话：选择购买土地。出售的土地分为商铺和住宅，商铺的价格比较贵，住宅相对便宜。小型商铺、中型商铺、大型商铺。小型商铺只有1层，占地面积30平方米，需要等级达到10级，售价1万金币起售。中型商铺有上下2层，占地面积60平方米，需要等级达到10级，售价10万金币起售。大型商铺分为上、中、下3层，占地面积150平方米，需要等级达到10级，售价100万金币起售。占地面积只是每1层，如果只有1层，没什么好解释的。如果是2层，占地面积是指每1层的面积，就比如中型商铺，占地面积60平方米，是指每层都有60平方米，2层总计120平方米。起售是什么意思？位置好的日进斗金，当然贵一些；位置差的门可罗雀，贵了就卖不出去了。因此，同样的商铺，位置好的价格是地点不好的10倍。另外，商铺不仅可以购买，还可以租赁，租赁价格参照售价的1/10。商机笑眯眯的解释：“好，我要购买一座商铺。”萧何手上的金币很充裕，决定直接购买。商机马上带萧何来到朱雀城实景比例模型旁，朱雀城的所有建筑在这座模型中都一目了然。商机大手一挥，模型许多建筑亮起来，分为红色和绿色。这些亮点代表你需要的店铺，红色代表店铺已经售出，绿色代表还没售出。上面的标识大、中、小，分别代表大型、中型、小型商铺。商机指着模型解释道。萧何仔细观看，大型店铺很多，可好位置的大多已经变成了红色，像是朱雀城中心大街的、传送阵旁边的和中心广场旁边的，就只剩下了2、3个，仍旧还是绿色的，显然已经被买走了。肯定是现实中的商人们入驻游戏，买走了这些店铺。游戏中的玩家是没有购买商铺的实力的，当然萧何除外。绝大多数玩家玩游戏是消耗钱而不是赚钱，只有少数精英玩家可以赚到一些钱，而像萧何这样从游戏中赚大钱的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凤毛麟角。这个还有这个，萧何选择了一个大型商铺和一个中型商铺。大型商铺在传送点旁边，是传送点旁最后一个大型商铺，位置极佳。中型商铺位于中心大街靠中心广场一侧，是仅剩下3个中的一个。大型商铺1000万金币，中型50万金币，合计1050万金币。谢谢。商机眼中闪着金光。萧何心说，幸亏上线之前，婷思和好甜甜各转500万金币过来做购买商铺的费用。萧何账上的金币大部分都转出了游戏，就是最近又把一些用不到的紫装甩给了拍卖行的赚大钱，账上金币也没超过500万。交钱，3个产权证马上到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倒是干净利落。叮，系统提示：玩家购买店铺消费超过1000万金币，赠送普通住宅1套。普通住宅占地面积100平米，基础生活设施齐全，可用来存放装备，可设置定向传送点。萧何笑了笑，这倒是一个额外的惊喜。虽然这座普通住宅的价格不会超过20万金币。这时，从外面小跑进来一个胖子玩家，头顶利多来，边跑边对商机喊：“我要购买大型商铺。”萧何刚向外走到门口，就听利多来惊呼：“
传送阵旁不是还有一座大型商铺，怎么变没了？您来晚了，你看好的大型商铺已经被人买下了。商机解释道。等等兄弟，等等！利多来进来的时候也看到了萧何，只是急于购买商铺，直接擦肩而过。可听到商机的解释，马上意识到大型商铺被萧何买走了，急匆匆的追上已经走出门的萧何。有事？萧何看追上来的利多来，胖乎乎的，胖子大呼小叫，把一个路过的高个子法师吓了一跳，停下来看胖子大呼小叫的原因。小兄弟，传送点旁那个大型商铺我刚才看好了，可账上金币不够，出去转账，没想到不到10分钟的功夫，商铺就被你买走了。你能不能把商铺转给我？我不会让你吃亏的，你出个价吧。利多来追上萧何道。不卖。萧何购买这个商铺就是因为位置好，是用来赚钱的，不是用来炒地皮的。别走，价格好商量，我加100万，怎么样？看萧何听完他的话转身就走，利多来在后面紧追。怎么回事？有一个战士路过，看到有人在大街上喊100万，不禁有些好奇地问路边的高个子法师。胖乎乎的，估计是一个老板，来买商铺，可来晚了，被前面的那个人买走了。他正要买回来，高价买回来。高个子法师刚才目睹了全程，知道胖子是加价购买相中的商铺，200万。看萧何仍旧没有停下的意思，利多来再次加码500万。萧何走远了一些，利多来紧追几步。1000万，我再加1000万，这是我的最高价了。几分钟转手就赚1000万，天下还有比这更赚钱的买卖吗？利多来在后面高喊，萧何仍旧是没回头。从价格上就可以看出，位置好的大型商铺的紧俏，出手才是傻子。这可是1000万啊！真是个傻子。如果是我就卖了，就像那个胖子说的，转手就赚1000万，天下还有比这更赚钱的买卖吗？战士几乎流出口水来。所以你永远也赚不了大钱，这些商铺随着玩家等级的升高，只会升值不会贬值。你现在卖掉，等于少赚了很多金币，这个很多有可能是几倍，而且也不一定要卖，自己经营肯定会赚得更多。法师鄙视战士，我赚不了大钱，你不也是一样？要不你怎么不进去买一个商铺啊？战士对高个法师竖起的中指，走了。萧何当然没听到两人的对话，两座商铺萧何会交给郝甜甜管理，至于住宅，萧何打算自己留下。刚出城土地管理处，迎面走来2个人，是草上飞贼和雷刀。刚购买一座超值大型商铺的喜悦顿时不见。本来晴朗的天空飘来丝丝缕缕的黑云，冷风阵阵，这是要下雨了吗？会长，两人看到萧何十分激动。我早不是你们的会长了。萧何没有避开，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有些事情已经慢慢淡忘，可还是不能原谅。会长，难道你还不肯原谅我们吗？雷刀含泪，你们需要我原谅吗？萧何有些讽刺意味地说道，背叛的人还要祈求什么别人的原谅？会长，兄弟们还是愿意跟随的，我们只是被人蒙骗了，我们不是故意犯错。草上飞贼道。萧何看了看满脸气容的雷刀和草上飞贼，也有点不知如何面对这些曾经的兄弟。恨，经过时间的洗礼，已经很淡了。不恨，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就像是瓷器，打碎了可以修补，但永远都会有修不过的痕迹。可是看着兄弟们痛苦的样子，萧何又有些于心不忍，我该怎么办？风起，挡住阳光的乌云被吹走，阳光灿烂，可转眼间又飘来一朵新的乌云，挡住温暖的阳光，云来云去，云去云来，太阳也被弄得时隐时现的，一会儿阳光明媚，一会儿又阴暗压抑。这时从城门方向又跑过来一群人，很快就跑到萧何身前。是他们，这是萧何在圣战中的兄弟，也是在圣战中创立的皇朝的核心成员，随萧何在圣战里东拼西杀，所向披靡。可以说圣战中皇朝的辉煌和这些兄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可惜没能坚持到最后。看到这些旧时兄弟，萧何又想起了圣战中的经历。会长，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工会了。会长，我们工会升级了。会长，皇朝工会成为圣战第1工会了。往日经历历历浮现，萧何不禁泪流满面。这些曾经一起拼搏的兄弟，经历了那次让人心痛的变故，已经几年不在一起了，很多人都已经变了样子，可那熟悉的神情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会长，回来吧。会长，原谅我们吧。会长，让我们兄弟追随你，再创皇朝的辉煌吧。50兄弟站在萧何前，人人泪流满面，萧何也泪流满面，是悲是喜，是苦是乐，谁又能说得清楚？第67章，兄弟练级。大风吹来，片刻之间，满天乌云都被风吹散，恢复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算了，往日的恩怨就让它像乌云一样随风而去吧。看着太阳明媚的笑脸，萧何有所感悟。会长，你原谅我们了。看到萧何表情的变化，雷刀和草上飞贼一阵惊喜。萧何点点头，马上被雷刀和草上飞贼抱住，被狂喜的兄弟们一次次抛上高空，兄弟和好的庆祝。
可萧何也知道，破裂的友情就像是碎裂的瓷器，即使恢复了，也永远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了。萧何把这50人全部加入公会，这50人都是跟随过萧何的，在圣战中，萧何没少指点这些人，让这些人的战斗技艺都跨入高手行列，全都在游戏等级排行榜前1000，甚至有5个堪称顶级高手，排在前50。廷司那面也很快传来消息，剩余22成员也全部招齐，20特长名额稍差，只招齐了16个。为什么是22个？战斗成员名额是80，萧何的兄弟占了50，郝甜甜、廷司、蓝水晶和韩冰冰就占了4个，还有3个跟随廷司管理公会的玫瑰姐妹，加上萧何本人，这就占据了58个，80减58就剩22了。兄弟叙旧的时候，郝甜甜发来信息，在朱雀城东门等候，新加入的另外22个成员也都在。这是远古皇朝第一次集体活动，除了廷司几个人为公会驻地建立做准备，还有非主战成员，其他成员全都参加了。主要目的是让新成员迅速熟悉彼此，以及检验新成员的素质。现在看来要比预想的轻松，因为有50萧何的旧部，这些人萧何都很了解，要检测的只有另外22个新人。我是你们的会长暴法，希望大家在皇朝中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游戏的乐趣。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在皇朝中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但要遵循一个原则，有付出才有收获。想不劳而获的成员，你可以随后悄悄退出公会。萧何说话相当不客气，本来萧何也不是一个政客或者演说家，能说成这样已经不错了。暴法，游戏等级第1的牛人，一挑400的就是他。会长威武，见到会长萧何，慕名而来的新成员们兴奋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皇朝公会第1次团体练级活动，出发。今天的练级地点是精心挑选的，位于朱雀城东的妖兽森林中，有一片名为妖树谷的地方，谷中有大量的24级怪物垂藤树妖。草上飞贼带领5个盗贼头前探路，其他人组成行军队形，快速前进。实际上，因为萧何50个兄弟旧部的加入，今天的练级活动已经变成了救人带新人的活动。萧何的50旧部是已经训练成型的高素质团队，即使长时间没有在一起合作过，可曾经的感觉仍没有忘记，短短半小时磨合就恢复了圣战时期的大半默契，全部恢复只是时间问题。众人正在前进，前面飞奔回来一个盗贼，名为风中飞叶，是萧何兄弟中仅次于草上飞贼的盗贼。会长，前面500米处已经进入妖树谷，外围24级垂藤树妖分布稀疏。风中飞叶报告情况：10人为一组，分成7组，进入前面500米处妖树谷练级，出发。战斗队伍招人的时候很注重职业配比，10人小队恰好是一个最佳组合，像萧何一样不需要其他职业配合的练级，只能说是个案，需要极其强悍的个人能力，是不可模仿的。很快7个小组进入到妖树谷范围，萧何也见到了垂藤树妖。垂藤树妖高约20米，外表和正常的树木差别不大，最显著的差别就是树冠上垂下来的藤蔓，每棵垂藤树妖有不超过10的条藤蔓，藤蔓有鸡蛋粗细，长长的垂落下来，尾端几乎要戳到地面上。工会成员刚进入垂藤树妖10米范围内，从树冠上垂下来的藤蔓动了，像一条条鞭子抽了过来。萧何左面有一个战士被一藤蔓子抽中，当时掉血117，可见树上藤蔓的攻击力非常厉害。战士连忙退后，直到距离垂藤树妖10米开外，垂藤树妖的藤蔓才缩回去，不再攻击。萧何对这个战士有点失望，就算是意外，至少也应该有点反应，有点自我保护意识。可直到被藤蔓抽到身上，这个战士才有反应，这个反应速度比高手差远了。这个战士叫3晒网。萧何心说，你不会是取名字3天打鱼2天晒网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战士已经上了萧何的黑名单，如果接下来还没有出彩表现，铁定要被开了。事实上，这些事情用不到萧何操心，来的路上他已经和雷刀打过招呼，50旧部兄弟会把这些人的表现记录下来，最后汇总到萧何手里，根据这些记录，萧何就能清楚那些人要重点培养，那些人该开出去。这时，萧何右边的10人小队已经组织好阵型，对一棵垂藤树妖展开攻击。实际上，垂藤树妖的弱点也很明显，尽管它攻击范围很大，攻击力也很强，可是它不能移动。我们也去练级吧。郝甜甜来到萧何身边，甜甜地说，这一组只有2个人，就是萧何和郝甜甜。萧何点头，带着郝甜甜向里深入，在他精准的判断下，带着郝甜甜深入1000米，没触发垂藤树妖的攻击。到妖树谷深处，萧何开始练级，目标正前方一棵垂藤树妖。烈焰焚天，爆裂火焰，小火球。经过长时间的揣摩，这一套组合攻击已经给萧何练到无缝连接的地步，只要魔力足够支撑，就能无限循环下去。一套组合攻击过去后，垂藤树妖损血过1000，比正常的24级怪损血更多，因为火系攻击对植物怪有一定伤害加成。无限循环攻击怎么可能？技能不时有冷却时间吗？没错，
技能的确有冷却时间，萧何不间断攻击是不假，可从没有连续使用同一招，而是烈焰焚天、爆裂火焰、小火球这样的循环。放完烈焰焚天，烈焰焚天处在冷却时间内，萧何就放爆裂火焰，爆裂火焰进入冷却时间，萧何再放小火球，小火球也进入冷却时间的时候，烈焰焚天冷却时间已经过了，这样就可以做到招式之间的无缝连接，忽视冷却时间影响。实际上，普通玩家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些，因为他们发招的速度慢，还需要分心躲避各种伤害，冷却时间对他们来说不是障碍。只有萧何这种攻击频率超高的顶级高手，才觉得冷却时间太长是障碍。这时，郝甜甜前行到垂藤树腰下，狠狠刺了一下。垂藤树腰也不含糊，一条手腕粗的藤蔓垂下来，抽向郝甜甜。萧何看到了，爆裂火焰砸向藤蔓，同时郝甜甜也抽身而退，向外退。砰！爆裂火焰砸中抽向郝甜甜的藤蔓，藤蔓顿了一下，郝甜甜乘机退回萧何身边。再来！萧何闪开垂藤树腰抽来的一个藤蔓，闪避动作没有影响出招的速度，又是一套组合技砸过去，垂藤树腰再次损血过千。垂藤树腰是24级怪，血量只有2400，萧何2次组合技已经把垂藤树腰血量基本清空。萧何组合技刚过，郝甜甜已经再次前行到垂藤树腰根部，狠狠扎下去。垂藤树腰发出一声朽木折断的声音，紧接着整棵树萎靡干枯，变成一截枯木桩的样子挂了。同时爆出一个手镯，萧何捡起来看了看，是一件红装精品装备，只稍稍增加了一点血值。会长的技艺比过去更高了。草上飞贼从不远处显出身形，打怪的时候他就前行在萧何身边。你的技艺也有进步，如果不是你的呼吸让草叶发出异常的弯曲，我也很难发现你来了。萧何刚才杀怪的时候，发现左侧10米远的地方有一棵草的叶子像是被一股细细的风吹着，弯向其他叶片不同的方向。如果是一般人，即使偶尔发现这个细节也不会去注意，可萧何不同，作为游戏顶级玩家，对周围任何异常现象都要清楚，都要发现原因。正因为这样，萧何判定在那片草叶旁有人前行。还是会长厉害，进入远古世界以来，会长你是唯一一个不用火力侦查就发现我的人。草上飞贼竖起大拇指。火力侦查就是使用大范围攻击，把怀疑有盗贼隐藏的地方地毯式攻击，把盗贼给打出来。就在三人说话的时候，已经有2个小组杀到3人前面去了，其他几个小组也杀到了3人身后不远。萧何和草上飞贼继续谈论一些技巧方面的事情，让郝甜甜在旁边听得一阵冷汗。他从不知道，作为顶级玩家需要掌握这么多东西，成为一个顶级玩家要付出的努力，绝对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难怪顶级玩家数量稀少。正在3人说话的时候，从前方传来一阵惊呼声、呵斥声，接下来就是一阵激烈的打斗声音。怎么回事？难道是遇到了在这里练级的别的玩家，起了冲突？萧何迈步冲向声音传来的地方。第68章，正常打 BOSS 方式。萧何跑过去一看，只见一株30多米高的垂藤树妖耸立在不远处，吵闹声就是从树下传来的。BOSS， 异常高大的垂藤树妖头顶着垂藤树妖王的字样，树冠下有近50条长长的藤蔓垂下来，而发出惨叫的正是几个被垂藤树妖藤蔓缠住拉进树冠中的玩家。萧何看到垂藤树妖王的时候，这些玩家恰好化作点点白光挂了。现阶段短还没有牧师会复活，不能原地复活这些玩家，只能让他们回朱雀城复活。BOSS 可不是每一次练级都能够遇到的，今天第一次公会集体活动就能遇到 BOSS 的出场，只能说运气爆棚。全部退后，离开 BOSS 的攻击范围。萧何看2组人20人马只剩下了11个，还跃跃欲试不肯退出 BOSS 攻击范围，不禁眉头皱了皱。就凭这11个人说打 BOSS 就是一个笑话，给 BOSS 开位还差不多。单挑或者想几个人打 BOSS 只是极少数顶级玩家的专利，不是一般的玩家可以尝试的。这时草上飞贼和雷刀也跑过来，看到 BOSS 马上2眼放光，游戏中没有人不喜欢 BOSS 的。雷刀，把剩下的玩家都集中过来，我们打 BOSS。 第一次公会集体练级，萧何决定给大家留一个深刻的印象，打 BOSS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时人数已经只剩下了61个，有13个玩家挂了，其中大多数是被垂藤树妖王挂掉的。好了，集中注意力，战士顶上去，法师和弓箭手注意伤害输出，牧师们准备好加血，盗贼各就各位，法师、弓箭手开始攻击。萧何率先冲进垂藤树妖王攻击区域，爆裂火焰狠狠砸过去。不是萧何不想在攻击范围外面攻击，实在是垂藤树妖王的攻击距离有些广，30米的攻击距离，玩家的法术可没有这么长的攻击距离，只好冒险进入垂藤树妖王攻击范围内发动攻击。萧何一击命中，垂藤树妖王的攻击也到了，萧何错身躲开藤蔓的抽打。287，萧何一击打掉了垂藤树妖王近300血值，这绝对是一个恐怖的攻击。好高的伤害值，我10次攻击也打不出这么多的伤害。好快的走位，竟然能闪开垂藤树妖王的攻击。
百闻不如一见，以往只是听说萧何厉害，最多见过视频，作为旁观者总是缺少了许多震撼。这次可是亲身参与其中，甚至就在同一支队伍，见到正在战斗中的萧何，黄巢的新老成员都兴奋了。嗖嗖嗖，轰轰轰！随着萧何展开攻击，组织好的工会成员也展开了攻击，剑使、魔法不间断地攻击着锤藤树妖王，每一击都能带走少则1位数，多则2位数的血值。锤藤树妖王树冠上刷出一片血红色失血数值，虽然这些数值无和萧何相比，可架不住人多呀。每次能同时击中锤藤树妖王的玩家有20左右，就算平均伤害30，每次也会带走600血量，磨也磨死锤藤树妖王了。这就是打 BOSS 最经典也最常见的方式，群攻，这才是正常的打 BOSS 的方式。像萧何单挑 BOSS 是特例，不可模仿，也是唯一的。黄巢新成员都是游戏前1000的成员，个人能力大都极强，只是彼此间不熟悉，配合起来难免生疏。在近10分钟的攻击过程中，出现5次意外，有7个人在这5次意外中被挂，其中新人5个，另外2个是萧何的旧部，被连新人累挂的挂了，挂的比较冤。10分钟时间过去，在60多人的努力下，锤藤树妖王至少被打掉了5万的血量。这时，锤藤树妖王垂下的藤蔓突然变红、伸长、变粗，突然从攻击状态收缩回树冠内。散开 ，BOSS 要放大招了！看到锤藤树妖王的奇怪表现，萧何马上指挥黄巢成员散开暂避。这个时候就看出配合的默契程度了。萧何的那些个来自圣战的兄弟，听到萧何的命令，马上散开，以最快的速度撤出战斗。而新招收进工会的黄巢成员们动作就比较慢了一些。萧何提示过后3秒钟，以锤藤树妖王为中心，半径30米范围内的地面突然刺出红色藤蔓，这些藤蔓刺出的毫无规律，只是刺出前地面会有一点小小的凸起，随后藤蔓就会猛然射来，让人防不胜防。萧何感觉到脚底微微一震，像是有东西要出来，闪电般向后一退，地面随即射来一条藤蔓，藤蔓一闪即逝，只在地面上留下比鸡蛋略粗的一个洞口。这条藤蔓刚消失，萧何就发现左脚边半尺处地面微微凸起一点，距离安全，萧何就没躲。藤蔓从身侧射来，贴着萧何直射向天空。有3个人撤退的时候，看到萧何留在原地，就犹豫了一下，被从地下射来的藤蔓当场秒杀。竟然不听会长的命令，该死！雷刀看到3个玩家死了，有点幸灾乐祸。他们是看会长没出来，想留在里面陪会长。草上飞贼解释，任谁都听得出来其中的讽刺。自不量力，他们的能力能和会长比吗？这句比上一句更直接，毫不留情。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迅捷的速度，萧何不仅每次都提前判断出藤蔓刺出的地点，提前躲开，甚至还能继续攻击，狂砸爆裂火焰、烈焰焚天和小火球，攻击丝毫没有因地下射来的藤蔓而变慢。来得快去得也快，锤藤树妖王的大招仅持续了3秒钟，可就在这3秒钟之内，因为藤蔓频繁射来地面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洞孔，相邻洞孔之间的距离绝不超过半尺，可见攻击的密集频繁程度。这个时候，黄巢的新成员们看萧何的眼神就和看外星人差不多了，藤蔓发出地面快似闪电，射来之前只有一点微不可察的征兆，攻击密集而频繁，简直就是必杀大招。可他们的会长爆法不仅毫发无伤，还有余力攻击，这简直就不是正常人能办到的。会长不会是外星人吧？马上进入攻击位置，继续。大招过后，萧何继续指挥打 BOSS， 因为刚才萧何精彩的表现彻底镇住了新加入的成员，再次开始打 BOSS 的时候，新成员对萧何的命令执行的一丝不苟。再次过去10分钟，藤蔓再次变红，这次萧何一声令下，新成员们执行命令再也不打折扣了。5次大招过去，在第6次大招的时候，萧何攻击刚打出一个爆裂火焰，第6次大招竟然终止了。萧何一惊，大招竟然还会终止，这是以前从来没遇到过的。随即锤藤树妖王发出滋滋嘎嘎的响声，在几秒钟内变成一截腐烂的朽木，与此同时大爆，一个个金币，一件件装备，金光灿烂，令人迷醉的光辉，让在场所有玩家一阵心旷神迷。看，金色队是金色顶级装备。有一个新成员看到地上一件装备闪着金色光辉，眼睛都直了。就算是游戏排行前100的玩家，也不能保证人手一件金装，因而金装的价格始终高居不下，甚至是垃圾金装也能卖出几千、上万金币的高价，只要属性好一些的，几十万、几百万也不稀奇。玩家们看到爆出金装激动很正常，不过萧何已经见多了金装，倒是心平气和。另外萧何肯定这件金装的属性不会很理想， BOSS 爆装备的品质高低会根据参与打 BOSS 人数多少，还有幸运值的高低而调整。以往萧何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打 BOSS， 萧何本人的幸运值也不低，爆出的装备品质当然好，可今天参与打 BOSS 的人有70多，人数多了，爆出装备的品质难免会有下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萧何一件件捡起装备，
每一件装备捡起来，萧何都会把装备属性截图发到公会频道上让大家看。这次一共爆了5件紫装和1件金装，还有73枚金币。实际上，每一个 BOSS 爆出的金币和 BOSS 爆出的装备价值比较起来，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捡起金装的时候，萧何仔细看了看金装属性：妖藤魔法杖顶级，需要等级24，魔攻 85-85， 精神加3，敏捷加3，施法时间负 5%， 职业法师、牧师可装备。萧何现在用的是血魔杖顶级，需要等级23，魔攻 99-99， 精神加10，耗魔负 25%， 施法时间负 10%， 吸血 3%， 职业法师可装备。很明显，虽然妖藤魔法杖和血魔杖同为金装，血魔杖的属性却要好上一大截，和萧猜测的一样，人多了打 BOSS 爆出的装备品质会下降，这就是血魔杖等级比妖藤魔法杖低，属性却反而要好一些的原因。金装归谁？看到萧何展示金装，玩家们的眼睛直了。金装谁不想要啊？问题是金装只有1件，而参与打 BOSS 的有70多个人，狼多肉少已经不足以形容，该怎么分？第69章，停思辞职。看到玩家们紧盯金色装备，萧何怎么会不明白他们的渴望？可这件装备现在还不能分配下去。大家不要急，每次公会的团体活动收获都会有专人统计记录，而你们每一次参与活动也会根据贡献大小获得一定贡献点，这些贡献点可以直接去公会兑换金币，也可以兑换装备。当然，每次活动获得的装备，参与那次活动的玩家有优先兑换的权利，出现竞争者则价高者得。详细规则在公会守则里有，你们可以自己查看。萧何连忙安抚这些玩家，否则非出现争抢不可。总的来说，这次吸纳的新人萧何还满意，尽管因 BOSS 而挂了20多人，但这并不是皇朝会员能力不足，而是第一次配合默契程度不够，相信再经过几次磨合，很有可能实现零伤亡推 BOSS。接下来的几天，皇朝连续集体出动，整体都提升了，平均提升2到3级，平均等级达到了24级，萧何也达到了27级。查看等级排行榜，萧何发现目前他是游戏中唯一一个等级达到27级的人，第2名才26级。几天的练级中，不仅等级有提升，皇朝成员的装备人人都有了些更新，新人配合越来越默契，团队战斗力大幅度提升，甚至就在前天打25级 BOSS 黑光獠牙虎的时候实现了零伤亡。萧何，婷思姐出事了，赶快下线。萧何带队练级的时候收到郝甜甜的消息，萧何在问询的时候，郝甜甜已经下线了，婷思也不在线，就连其他玫瑰妻女也都不在。萧何马上把指挥权转给了一刀。工会成立，肯定不能会长天天带人练级，只是最初几天的磨合期才萧何带队，磨合期过后，工会将分成几个小组，平时没有工会行动的时候，各小组自行决定练级时间及地点，工会不再干涉。出什么事了？下线，郝甜甜不在他自己的房里，萧何猜郝甜甜肯定在婷思别墅和婷思作伴。果然，郝甜甜正在别墅门口张望，看萧何出现，连忙迎上来，神情中带着焦急。瀚海公会知道婷思姐在皇朝担任副会长，放出消息说要在皇朝申请驻地的时候灭了皇朝，除非婷思离开皇朝。婷思姐知道瀚海公会实力雄厚，考虑决定离开皇朝。郝甜甜简单说明经过，驻地是每个必须申请的，只有了驻地，公会才能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才能为公会成员带来稳定收入。另外，驻地也是公会升级的条件，没有驻地，公会只能停留在最低等级，这是系统强制规定。考虑到这些，婷思才决定离开皇朝。瀚海公会实力雄厚，不是出生的皇朝能匹敌的。瀚海公会怎么这么霸道？就因为婷思在皇朝担任副会长，就要剿灭皇朝？萧何眉头皱起来，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瀚海公会会长海天一色，现实中叫李海天，是瀚海集团董事长次子，前些年曾经追求过婷思姐，不过被婷思姐拒绝了。李海天因爱成恨，处处为难婷思姐，玫瑰盟被灭就是他策划和直接执行的。郝甜甜一言道出根本性原因。走，去见思思，我有话说。听到郝甜甜的解释，萧何已经拿定主意，走进别墅见婷思。来到客厅门外的时候，郝甜甜并没有和萧何一起进去，婷思就坐在沙发上，整个人都显得有些萎靡。沙发前的茶几上还放着被喝了半瓶的红酒。你来了？副会长我做不了了，你另找别人吧。看到萧何坐在对面，婷思又喝了一口酒。我认为你做副会长很称职，你要继续做下去。不行，我是不会继续做下去了，你另请高明吧。婷思一仰头，杯中苦涩的红酒一口而下，不是婷思心狠，也不是婷思不喜欢皇朝，只是有很多无奈，婷思不能也不想对萧何说起。你是在担心李海天吗？萧何直接道破婷思内心的疑虑，不去掉这个障碍，婷思是不会留下来的。甜甜都告诉你了。婷思大惊，这些事萧何不应该知道的，他马上想到了郝甜甜。郝甜甜知道这些，也只有郝甜甜能告诉萧何这一切。婷思并没有怪郝甜甜，
他知道郝甜甜是为了他好。甜甜，我知道你肯定在外面偷听，你给我进来。婷丝就像能掐会算一样，向客厅们叫道：婷丝姐，我错了。郝甜甜扭扭捏捏地走进来，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小孩子走到婷丝面前。你呀，算了，这也怪不得你，你是想帮我。我当然是想帮婷丝姐，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个人想办法。而且萧何他也是值得信任的人，我才会把这件事告诉他的，也许萧何能想出解决的办法，你就不用离开皇朝了。郝甜甜坐在婷丝身旁，拉着婷丝的手说，恐怕在你心中，萧何就是万能，没有萧何解决不了的事情。可这次不一样，瀚海公会实力强劲，而皇朝才刚建立，需要时间才能发展起来。如果树立瀚海这样的敌对公会，皇朝就危险了。婷丝用手指戳了一下郝甜甜的额头。皇朝要做大做强，做远古世界第一公会，怎么会怕了一个小小的瀚海公会，怕李海天呢？对于这种前进路上的障碍，皇朝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勇往直前，碾碎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听到婷丝的话，萧何不同意了。可瀚海已经是2级公会，300成员的满员编制，还有几百万位成员，能调动的成员过千，而皇朝目前不足100人，战斗成员不过才有80人，和瀚海有10倍的数量差别。婷丝担忧的就是敌众我寡。萧何虽然能以1敌400，可那是这些人在围攻萧何，如果是在大型战斗中，萧何就像激流中的顽石，能不被激流冲垮是肯定的，但也无法阻止激流的前进，因为顽石的面积实在有限。你怎么总是考虑别人攻打我们？难道我们就不能主动出击，把瀚海公会灭了？萧何反问。灭掉瀚海公会？婷丝顿时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防不住不等于攻不下，有了萧何这种强悍的先锋，瀚海公会危险了，只要灭了瀚海公会，瀚海公会的威胁也就成了空话了，风一吹就散了。灭掉它，我猜瀚海公会还没有升级驻地是吗？公会等级和公会驻地密切相关，公会等级最多大过公会驻地1个等级，就像是公会1级的时候可以申请村级驻地，申请村级驻地可以升级到2级公会。萧何听到瀚海公会只有2级，这才猜测瀚海公会还没有把村级驻地升级到镇级。村级公会升级到镇级需要经过怪物工程的考验，没有准备贸然升级，唯一的下场就是公会被解散。没错，瀚海公会的驻地还是村级驻地，升级到镇级是必然，而且肯定会很快。2级公会成员限制300人，他们已经有近1000成员，不升级都不行。婷丝回忆了一下瀚海公会的资料，驻地升级是大事，需要大量人手，不可能瞒得过别人。婷丝你留意一下，得到他们的升级时间，然后我们去参观，顺便给瀚海公会送去一份大礼。萧何眼露凶光，敢威胁我们？瀚海走到尽头了。没问题，这个太容易了。心头大患解决，婷丝疲态一扫而光。冯姨，再做点好吃的上来。心情大好，胃口也就大好。婷丝让保姆冯姨做了不少好吃的，3人又庆祝了一番，又喝酒了。可惜萧何隐隐期待的上2次的情景没出现，这次3人谁也没喝多，结果各睡个床，各做个梦。2天过去，萧何升到了29级。婷丝消息传来，瀚海公会要升级驻地了。各位，今天是我瀚海公会升级驻地的大好日子，多谢各位前来观礼，我在这里谢谢大家捧场。瀚海公会会长海天一色站在最前面，意气风发的向10几个公会的会长、副会长们含笑致谢。海天会长客气了，我们预祝海天会长驻地升级成功。这些公会也大都升级到了2级，也面临驻地升级的考验。如果能在驻地升级之前亲眼见过升级的情形，也算是有了经验，免得日后公会升级的时候手忙脚乱。因而海天一色发出观看邀请，他们就来了。叮！系统公告，瀚海公会驻地升级将在3分钟后开始，请玩家们做好准备。公告刚过，周围的地平线上隐隐出现一条黑线，黑线变粗变大，竟然是无法计数的狼群涌过来。怪物袭击，要升级公会驻地就必须经过怪物袭击的考验，挺住了，公会驻地提升1个等级，挺不住，公会驻地下调1个等级，村级驻地已经是最低等级驻地，挺不过去直接解散公会。很快狼群就近了，人们看清楚了，竟然是数万只清一色的20级铜头青狼。叮！系统公告，瀚海公会驻地升级战，怪物袭击开始，请玩家们坚守驻地180分钟。系统通告完毕，铜头青狼冲高篱笆前，扑向守在篱笆外的瀚海公会成员。驻地升级战正式开始。第70章，不是帮忙。各位皇朝的兄弟，瀚海公会开始升级了，我们动手的时机也快到了，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距离瀚海公会驻地几百米外的一个小山包上，有一片茂密的小树林，小树林里藏着70多个人，正是萧何和他的手下。准备好了？不管是从圣战中过来的老成员，还是在远古世界里招募的新成员，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公会战，数千人参加的公会战，这可是远古世界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战斗。同时，
皇朝成员也知道，只要能灭了瀚海公会，缴获的东西肯定会有他们一份相当丰厚的一份。他们通过这些天的练级就知道，收获除了上缴部分，皇朝一向不会克扣他们应得的部分。这时大战已经开始了，瀚海公会成员加上那个外围成员总计近千，和铜头青狼遭遇战了。铜头青狼20级，是狼类怪物中的终极种类，因为头顶有一片接近黄铜颜色的皮毛而得名。村级驻地，没有城墙，瀚海的人只能在篱笆外和铜头青狼展开肉搏，前面一排战士死死顶住，后面大量的法师、弓箭手狂轰滥炸，牧师在更后面随时救援每一个血量陷入危机的成员。盗贼依仗他们的速度优势，成了救火员，哪里出现危机就去哪里。瀚海的成员素质不错，这点萧何必须承认。在大量铜头青狼的冲击下嘛，瀚海的队形还没有乱，指挥也十分得当。如果中途不发生意外，瀚海肯定能挡住铜头青狼，驻地升级成功是没问题的。可惜了，萧何感慨一下，就是没有意外发生，萧何也会制造出意外的。他今天就是来灭瀚海公会的。很快1个小时就过去了，在这1个小时里，瀚海公会战斗减员200多人，可谓是损失惨重。升级驻地战和公会争斗中，死亡的玩家是不允许再次参加战斗的。减员200就是少了200人，少了200人，防御网开始不稳定起来，不时有漏网的铜头青狼让机动小队忙得脚不沾地。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再战斗减员200人，剩下600人肯定会被数以千计的铜头青狼群冲散。瀚海公会肯定会有后手，这点萧何十分肯定。没过5分钟，瀚海公会的后手就出现了，从村子里又冲出200人，分散到各个战力薄弱的防御点，补上了刚才的战斗损失，防御网重新稳定起来。战斗又持续了半个小时，铜头青狼群后面传来一阵充满震撼力的狼嚎，狼群分开了一条通道。很快，通道远方出现4个黑点，黑点越走越近，是4头1米半高的铜头青狼，比普通铜头青狼高了一半。看了看4狼头顶着的名称，萧何才知道，这竟然是4只精英怪，精英铜头青狼。难道铜头青狼是为这4只精英铜头青狼让路？怎么也要有一只 BOSS 出场才够吧？萧何疑问刚发出，在4只精英铜头青狼后面出现了一只2米高的铜头青狼王，缓缓走上来。走到距离西门100米的地方，令人大感意外的是，铜头青狼王竟然停住，在一片空地上趴了下来。4只精英铜头青狼也停下来，围绕在铜头青狼王身边不时走动，像4个恪尽职守的护卫。这只 BOSS 暂时不会参与进攻，直到最后30分钟才会一起进攻驻地。廷斯介绍说道。这时萧何看到瀚海公会分出一支50人小队，杀向了铜头青狼王，显然是想先解决掉 BOSS。 50人冲过群狼围堵，艰难地杀到 BOSS 身边，还没等他们动手，4只精英铜头青狼就动手了。宣战！萧何决定要动手了。怎么回事？海天一色正在指挥对抗狼群，突然接到系统提示，远古皇朝向他们宣战。远古皇朝？海天一色也就是现实中的李海天愣了一下，才想起来这个远古皇朝就是廷斯去担任副会长的公会，脸色不禁一寒。不过是一个区区不足100人的公会，和他们瀚海这种1000人规模差得太远了。想到这些，李海天就没把这个宣战提示放在心上。宣战成功，草上飞贼，雷刀，你们2个等我下令就带人冲过去。萧何吩咐道。是，会长，你怎么不亲自带人冲过去？你看那是什么？萧何指着被瀚海50人小队围攻的铜头青狼王，4只精英铜头青狼早被杀了。根据萧何计算，铜头青狼王的血量也掉了90%，用不了10分钟，铜头青狼王也挂定了。铜头青狼王20级 BOSS， 对，而且是一只被打空了大半血量的 BOSS， 不抢多浪费啊！萧何说着，从小山包上跑下去。萧何只有1个人，而瀚海公会正在进行激烈的升级战，竟然没人发现萧何。萧何速度飞快地冲进铜头青狼群，冲到铜头青狼王10米处。这时候，瀚海公会的50人小组已经只剩下了30几人，剩下的不是被铜头青狼王挂了，就是被外面前赴后继的铜头青狼挂了。萧何冲进的同时，就给铜头青狼王一个小火球，伤害值184，只打到了铜头青狼王的腿，也不是最大攻击，因为萧何是来抢 BOSS 和杀人的，如果用最大攻击把 BOSS 的仇恨拉过来就坏了。但是这一下又必须打，否则如果在他还没杀光这个小队的时候 BOSS 就挂了，爆的东西会有保护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没参与打 BOSS 的人无权捡取装备，萧何打一下就是为了捡取物品的权限。你是谁？看到外围来了一个陌生玩家，瀚海公会这个小组的小队长十分意外。杀你的人！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小队长当场被秒杀，随后烈焰焚天出手，在瀚海公会的这个小组成员还没反应过来之前，烈焰焚天已经照向了牧师，把7个牧师全烧了进去。牧师们战斗力很弱，被几个战士和盗贼保护着，再者防备也是防备铜头青狼，被意外攻击全部中招。萧何可不会客气，小火球出手就有一个牧师直接被秒，
紧随小火球的是爆裂火焰，第二个牧师被秒。这时，保护牧师的战士和盗贼已经冲到了萧何身边，萧何闪身从战士和盗贼空隙间穿过，继续屠杀牧师。哦！这时 ，BOSS 铜头青狼王再次发出大招，千百道爪影出现，群体攻击瀚海公会围捕他的人。当场就有17个瀚海公会的玩家挂了，因为牧师全被萧何杀了，他们大多处于半空血状态，加上分心应付，稍不小心就能秒杀他们的萧何，以至于 BOSS 放大招的时候没提前做出应对措施。仅剩下的3个玩家看到大势已去，也不留恋，转身向驻地冲过去。至于能不能活着回去，就不知道了。那个玩家是怎么回事？就是看到他打 BOSS， 我还以为是瀚海公会的帮手，现在看来不是帮忙的，倒像是仇家。肯定是仇家。你看那支小队已经被灭了。看到萧何的出现，在远处安全地带看热闹的几个公会长议论起来，有几个人为瀚海公会着急，可绝大多数都在幸灾乐祸，让你瀚海公会的一个升级镇级驻地，看是不是有人看不过去了。萧何可不知道这些，现在他也开始打 BOSS 了。黄巢的人马也从小山上冲了下来，冲向西门。萧何只打了1分多钟，铜头青狼王就爆了，爆出一地装备和金币。萧何看都没看就收起来，捡起装备。萧何回头看了看，黄巢的人已经冲到距离西门300米左右了。萧何一路冲过去，很快就来到黄巢兄弟们面前，带领兄弟们一路冲杀向西门。这些天一起练级的效果显出现了，最前面战士和盗贼开路，后面法师和弓箭手默契的配合攻击，加上牧师随时给损血的成员补血，杀到西门外竟然只用了20分钟，而且是无意伤亡的杀到了。西门外，瀚海公会的玩家里3层外3层，最外层是血厚防高的战士组成的人墙，后面还有法师和弓箭手，以强大的远程打击支援前面的战士，在后面还站着10几个牧师专职负责加血。各位，最新消息，你们猜冲到西门的那支队伍属于哪个公会？不会是黄巢吧？就是他们，率队的是他们的会长暴法，那可是一条400的牛人，瀚海这次有大危险了。我早猜到了，从他冲下山开始我一直在录像，这个录像放到官方论坛上肯定会引起轰动的。外面观战的公会长们看着冲到西门的黄巢队伍，议论纷纷，很多人已经不再看好瀚海公会了。从这里冲进去，冲到村中间有一个公会大厅，只要冲进公会大厅，打破公会匾额，瀚海就完了。玫瑰盟上次就是这么被灭的，该怎么做停思最清楚。刚冲到西门外，停思就有些迫不及待了。不用急，我们既然来了，瀚海公会就不会有明天了。萧何安抚有些急躁的停思，看着战士组成的人墙，只要突破这道人墙，就可以冲进瀚海驻地。第71章，村中激战。草上飞贼，待会儿冲进驻地，你带30人，尽量制造混乱，为我们争取时间。雷刀，你带30人跟我冲到公会大厅，摧毁公会匾额，我们端了他的老窝。萧何眼中泛着兴奋的光芒。是。草上飞贼和雷刀同时领命。兄弟们，瀚海公会驻地就在眼前，跟我杀进去，摧毁瀚海公会，打响我们黄巢公会的第一战，让远古世界里的玩家都知道，我们黄巢不是好惹的。杀！萧何一马当先，一个爆裂火焰砸到守门的玩家身上。萧何的爆裂火焰就是信号，马上有2个法师和2个弓箭手跟着进攻，同时击中萧何击中的玩家，同时被5个人击中，就算后面有牧师压阵加血，都来不及挽救，玩家被杀倒下，人墙顿时出现一个可以容一人冲过的缝隙。看到这个缝隙，萧何闪电般冲过去，在缝隙合拢前成功冲进瀚海公会驻地西门。这时接连几道治愈术落到人墙上，萧何皱了皱眉，有牧师给自己加血令人高兴，可有牧师给敌人加血就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了。萧何一个烈焰焚天烧过去，马上就有6个牧师被烈焰焚天笼罩，萧何一个小火球过去挂了一个。这时在村内的瀚海机动人员看到萧何冲进来，马上就向西门冲了过来。趁这个机会，萧何就是一个爆裂火焰、小火球、烈焰焚天组合攻击，一轮过去，3个牧师被挂。在萧何的干扰下，西门口处的牧师没能完成他们的职责，没能为城门口的瀚海战士们补血。刚才萧何冲进去驻地之后，战士组成的人墙马上合拢，堵住了想跟在萧何身后的黄巢玩家。这难不住黄巢的玩家仿照萧何刚才的方式，几个人同时攻击一个玩家。这种方法在运动战中是很难行得通的，想要几个玩家瞄准一个不停运动的玩家太难。可现在不同，瀚海的玩家为了堵住门口，战士们一个挨一个的挤在一起，牢牢挡住进入驻地的门口，堵住的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空间。对付铜头青狼这样做完全没问题，铜头青狼不懂战术，能同时击中一个玩家的最多不过2、3个，绝大多数时候只有一头铜头青狼能攻到一个玩家，牧师在后面加血，完全能保住战士。可现在换成黄巢公会的玩家，集中几个人的火同时攻击一个，瀚海公会这种人墙战术的缺点马上表露无遗，
躲不开攻击，这简直是致命的缺点。短短几秒钟时间内，被黄巢玩家连杀4、5个，少了4、5个人，人墙马上就出现一个大豁口，随后挤进来10几个黄巢战士，对着门里的弓箭手、法师、牧师就砍，尤其是牧师更是重点照顾对象。眨眼间，西门配置的牧师就全部被杀，西门缺口就这样被完全打开了。当然，黄巢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争夺西门的时候，战斗减员5人。这时，瀚海的机动小队冲倒了，和冲进来的黄巢队伍激战在一起。哦！瀚海公会的玩家被黄巢的玩家拖住，几十只铜头青狼从打开缺口的西门中冲了进来，见人就咬。铜头青狼冲进来，让本就紧张的西门口形势更紧张。瀚海公会不得不抽出玩家对付铜头青狼。草上飞贼，把西门打开，放狼群进来。雷刀跟我冲！萧何看到黄巢成员差不多控制了西门，吩咐：黄巢人数少，想长时间控制西门不可能。既然不可能，就只有利用有限的时间制造最大的混乱。现完了，瀚海公会完了。西门被迫，铜头青狼也冲进去了，瀚海公会有难了。黄巢公会还真强，短短10几秒就强行攻破了西门，尤其是他们的会长作为法师竟然能冲锋，厉害。西门被迫，观看怪物袭击的10几个公会长已经在心里判了瀚海公会死刑。黄巢的玩家厉害啊！现会长不好了，西门失守了，黄巢的人杀进来了，还放进来大量铜头青狼。李海天正在公会大厅指挥战斗，突然有一个盗贼冲进公会大厅。怎么会失守？每个门不都配置了大量人马吗？李海天一听气坏了，东南西北4座门是防守的重中之重，每一座门都被李海天安排了得力属下防守，没想到还有一个门被攻破了。据报是一个法师突破了人墙，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们正在努力夺回西门的控制权。进来多少人？李海天知道现在不是责怪谁的时候，马上询问详细情况。大概有60、70人，马上调人把这些人消灭，绝不能让他们冲进公会大厅。李海天调兵遣将的时候，萧何带雷刀30人已经看到公会大厅了，这是冲出一队瀚海公会玩家，把萧何拦在距公会大厅不足50米的地方。你就是黄巢公会会长爆法？萧何被拦住的时候，从公会大厅走出一个头顶海天一色的战士，来到萧何对面站住。萧何知道这个人就是李海天了，样子长得倒还过得去，只是眼神中的阴翳浓得让人十分讨厌。你就是瀚海的海天一色？萧何以牙还牙：是我，就你们这点人也想来攻打我的驻地，真是自不量力。李海天看萧何身后只有20多人，他心中有底了，他这面有100多人，人数上是对方的几倍，保住公会大厅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些人都是李海天紧急抽调回来的，外面防御铜头青狼的战斗本就不轻松，加上萧何攻破西门造成的损失，现在能在公会大厅门前集中100人，已经是李海天费尽心机了，再抽人回来，防御网肯定出问题。因而即使有数量上的优势，李海天也没打算开战，他的打算就是尽量拖延时间，只要怪物袭击时间过去，他的人手就会得到解放，到时候至少还能有7、800人，不要说防御，就是灭了黄巢都没问题。对付你们这种货色，我身后这些兄弟就足够了。你也不要想找拖延时间，我不会上当的。兄弟们，杀进去，砸烂他的公会匾额。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向李海天，首先展开了进攻。刚才李海天眼珠乱转的时候，萧何就明白了李海天的打算，当然不会上当。顶住！你们只要顶住半个小时，等到怪物袭击时间结束，胜利就属于我们了。李海天向后退进了公会大厅，撤走前对拦截萧何的瀚海玩家们说：战士前冲，盗贼跟随，法师、弓箭手和牧师留在原地，战斗瞬间打响。萧何一马当先的冲过去，他也许是远古世界中唯一一个冲锋在前的法师。法师因为本职业的特点，血少防低速度慢，很容易被杀，因而在有法师参与的战斗中，法师往往被保护在后方。而萧何打破了这个常规，他有无人可及的走位技巧，有盗贼也难以企及的速度，技巧加速度，让他很难被击中。就算是实在躲不过的大范围团体攻击，也能迅速判断出最合适的躲避方位，避重就轻。两方本来距离就近，加上萧何突然冲锋，对方只来得及放出一轮的攻击，萧何就冲进了敌群。烈焰焚天，萧何毫不客气的开烧。因为对方是防守战，堵住在路上，防止他们黄巢的人冲过去。瀚海的人站位很密集，萧何烈焰焚天释放，竟然直接烧到了17个人。17个人开始大量掉血，边往外冲边喊牧师快快加血。这下牧师有的忙了，牧师要照顾大局，同时给同一位置的17个人加血，显然是来不及的。萧何爆裂火焰，小火球砸过去，当时挂了2个牧师没来得及加血的人。萧何行动，他身后的黄巢玩家当然也不会闲着，战士、盗贼们跟着萧何就冲了上来，集中火力，先杀牧师。
萧何吩咐完毕，直接把一个牧师用烈焰焚天罩住，随后爆裂火焰、小火球。牧师刚想为自己加血，没想到爆裂火焰击中他的时候，竟然打断了他的治愈术。打断技能，这是游戏中很常见的事情，只是成功率不高，往往能打断都是意外收获。牧师的治愈术被打断，血没加上来，当即被萧何秒杀。萧何取得的战果累累，可他身后的同伴就不行了，20多人对100人被死死拦住了。李海天在工会大厅门口看到这一切，笑了，不用杀多少人，只要这100人能坚持半个小时，怪物袭击时间一过，他就可以抽调大量人手过来，到时候只有100人的皇朝工会就不足为惧了。可接下来萧何的举动令李海天大吃一惊，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萧何竟然变成4个的同时，4个萧何分4个方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冲去。这是什么技能？难道是游戏出问题了？李海天非常肯定，法师的技能体系中绝没有这个技能。第72章危急时刻。就在李海天怀疑游戏出问题的时候，4个萧何有3个消失，只剩下1个从瀚海玩家中冲出来。不是冲出来，而是冲过了瀚海玩家的拦截，冲向工会大厅方向。糟了！看到萧何冲过拦截，李海天就知道不妙，要坏事，拦住他，快！看到萧何冲过拦截，直奔他的工会大厅，李海天气急败坏地喊瀚海的玩家。但是萧何已经冲过了拦截，想要再次拦截萧何，就要跑到他前面，可萧何身上加敏捷的装备有好几件，导致萧何的速度比盗贼还快，的速度，瀚海玩家只能越追越远了。雷刀等人当然要掩护萧何，看有人追击萧何，马上加大了冲击拦截的力度，逼追萧何的人撤回去。爆法兄弟，不过我们谈谈怎么样？看到萧何冲到台阶下，李海天软和了，他只不过22级，还是被工会里的高手们带出来的，他本身并不擅长战斗，面对萧何，他是无论如何也拦不住的。谈什么？萧何慢慢逼近。冰火玫瑰愿意在你皇朝当副会长，我不管了，这还不行吗？李海天在心里说，等过了今天，我要把你们都杀回0级，杀到删号，杀到你再也不敢登录游戏。这个你说的不算，你让开，还是我把你杀了再进去。来到工会大厅门台阶下，李海天挡住了门。兄弟，不要灭了我的工会行吗？你想要什么你说，金币，我可以给你金币，马上支付给你。萧何知道这种人的话信不得，不理会李海天的话没，径直走上台阶，直逼大厅门口的李海天。500万金币，马上支付，只要你点头。看萧何迈上第1级台阶，李海天更急了。1000万金币，马上支付，只要你点头。看萧何再迈上第2级台阶，李海天价格直接翻，工会令牌就值1000多万，加上前后各种投入，李海天在瀚海工会已经投入了超过4000万信用点。如果被萧何灭了工会，不仅这4000万信用点没了，更严重的还是对李海天个人前途的影响。李海天进入远古世界并不是随便玩，而是受命于家族，在远古世界中进行投资。同时，离家进入远古世界的并不只有李海天一个人，可如今发展最好的就是李海天。如果继续下去，瀚海工会发展良好，会为他成为离家掌舵人添加一笔浓厚的资本。正因为这样，李海天绝不允许瀚海工会被灭，即使要付出心痛的代价，也绝对不允许。2000万，马上支付，只要你点头。萧何走上第3级台阶，李海天的汗都冒出来了。这时，萧何停了下来，他和李海天之间的距离已经不超过3米了，这个距离对普通法师十分不利。你同意了？看萧何停下来，李海天心花怒放，以为萧何被金钱收买，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了。你说，如果你死了，工会没有你的指挥会怎么样？萧何说出一句令李海天心一凉到底的话。李海天如果被杀，以他为最高指挥官的工会指挥系统会马上崩溃，或者把指挥权移交给他指定的人。问题是他还没设定这个人选，这就导致一旦他被杀，瀚海工会会马上陷入没有指挥的乱战中。你不能这么做。李海天大惊，没有了他的调度，工会这次升级肯定要失败了。我能。萧何法杖一举，做出攻击的姿态，爆裂火焰在法杖前成型，蓄势待发。那你就去死吧。李海天持剑从台阶顶端跳下来，直刺台阶上的萧何，被逼急了，李海天拼了。蓄势待发的爆裂火焰当即发出，迎面击中跃下来的李海天。萧何同时侧身躲过李海天的攻击。砰！李海天凌空跃击萧何，没想到被凌空击中，不能保持平衡，摔下台阶，头顶冒出红色325。李海天仰头灌下一支补血剂，头顶冒出绿色的加200。看到这些，萧何转身就走，李海天不在门口挡路着，工会大厅的门已经可以进入了。回来！李海天急了，持剑冲向萧何。萧何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回身法杖一点，烈焰焚天马上就笼罩了李海天，随后就是爆裂火焰、小火球组合技再次发威。
235、298、221。李海天已经使用了一次补血剂，短时间内补血剂不可能使用。萧何就是利用这一点，要尽快挂了他。3击，萧何带走了李海天超过700的血量。李海天还没挂，萧何又是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挂了。瀚海公会会长挂了。李海天一挂，瀚海公会的指挥系统顿时瘫痪，陷入各自为战的阶段。李海天不仅挂了，还爆出一把金色长剑，只是萧何没时间查看属性，收起来冲进工会大厅。工会长挂了，不等于工会失败了。只要剩下的人能坚持到最后，保住驻地，这次的升级还会成功。所以小何一定要破坏掉工会匾额，这样系统就会强制判定工会解散，瀚海公会就不存在了。果然，在正厅会议室的最里面，主位的椅子后上方有一个匾额，上有瀚海公会4个大字，就是他了。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果然掉血了。不行，这样太慢了。匾额的等级是驻地等级乘20，也就是20级，可匾额的血量和防御是按 BOSS 标准计算的。如果只有萧何一个人打，要爆掉匾额需要很长时间，中间难免会出变数。萧何决定出去拉人。就在这时，外面一阵大乱，廷斯和草上飞贼从外面冲了进来，同时跟进来的还有10个皇朝玩家。来得正好，快，集中火力打掉匾额。萧何不等他们开口，马上就命令道。12个人连同萧何一起轰击匾额，速度果然加快了许多。外面的形势怎么样了？边打，萧何边问廷斯。乱了，我们放进驻地的铜头青狼至少有200多头，瀚海玩家正全力清剿这些铜头青狼。廷斯说这话的时候十分解气，显然是出了一口恶气，加上瀚海即将覆灭，廷斯心情非常好。这时雷刀也从外面冲了进来，身后跟着13个皇朝成员过来攻击工会匾额，边打边说。为了争取时间尽快打破匾额，萧何阻止了雷刀开口说话。总计加起来已经有20多人在攻击匾额了，匾额上一片红色的损血数字，血值掉得飞快。会长，瀚海公会来了200多援军，差点让我们前后受敌，幸亏有一群铜头青狼比援军先到了，冲散了拦路的瀚海玩家，我这才带人乘乱冲了过来。我们损失了10个兄弟。雷刀介绍了外面的混乱。快，雷刀命人到门口盯着，有人来了马上示警。萧何算了算，距离打爆匾额还需要15分钟，现在就是在跟瀚海的援军抢时间，看是皇朝先打爆瀚海的匾额，还是瀚海的援军先灭了皇朝。会长，有200多人冲过来了。没过5分钟，守门的皇朝玩家就报告。雷刀，你带人把桌椅全堆到门口去，用桌椅把门口堵死。距离打爆匾额还需要10分钟，可敌人的援军不会给他10分钟时间，只有堵住门来争取时间。雷刀带人刚把门堵好，外面的人就到了，开始砸门，砸门声一阵高过一阵。爆法，赶快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如果你再不开门，我就放火烧死你们。门外响起一个萧何十分熟悉的声音。工会匾额是工会令牌变化，和工会大厅不是一体，放火烧工会大厅并不会对匾额有任何损坏。要是英雄，是你这个手下败将，没想到你还敢惹我，你不怕我再爆了你吗？萧何听出来人是谁了，竟然是在萧何手中屡次吃亏的赵耀祖。萧何倒是没想到他和瀚海竟然也有联系。同时萧何示意众人加快速度，有多快打多快，还有7、8分钟时间，工会匾额就会被爆了。他们2个人在现实中就认识，在游戏里认识也不奇怪。廷斯通过私聊向萧何解释，我知道你在拖延时间，我不会上当的，来人，把门烧了，快。正在萧何加紧打工会匾额的时候，赵耀祖命人烧门。正在这时，系统提示响起，听到这个系统提示的内容，萧何的脸色严肃了许多。叮！系统公告，瀚海公会驻地升级战时间结束，驻地为尸首，瀚海公会驻地成功升级为镇级。叮！系统公告，瀚海公会处于公会战中，不满足驻地升级条件，驻地升级暂停，公会战结束继续。哈哈，听到了没有？爆法，升级结束了，你马上就要被1000多人追杀了，你就等着被灭吧。要是英雄一阵夸张的大笑。坏了，升级时间结束，瀚海公会的人马上就会回来，如果他们集中攻击大厅，大厅很快就被打垮。不要管他们，打，看是我们先打爆工会匾额，还是他们先把大厅弄垮。萧何不再理会赵耀祖。第73章灭瀚海。瀚海公会驻地升级战结束，系统判定瀚海防守成功。第一，皇朝放进来的铜头青狼并不多，在瀚海玩家不计后果的疯狂下，付出铜头青狼数目2倍以上的玩家伤亡后，在升级战完成前一刻勉强清理干净。第二，皇朝玩家攻破西门，放进一些铜头青狼就离开了，随后西门被瀚海公会重新夺回控制权。基于以上2点，系统判定瀚海升级战成功，可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存在，还要看工会战结果。给我砸开工会大厅，快快快！
升级战胜利的系统提示没过多久，外面传来一阵大乱。萧何知道肯定是瀚海公会的人撤回来了，如果真有几百个人同时攻击工会大厅，工会大厅很快就会被破坏，到时候他们皇朝的人就直接暴露在瀚海几百人围困之下，伤亡惨重是肯定的。还有1分钟，从攻击匾额开始，萧何一直在计算匾额剩余血量以及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匾额打爆了。现在匾额的血量已经所剩不多，以目前的伤害输出，再有1分钟的攻击，匾额肯定会被打爆。轰轰轰！里面疯打匾额，外面也在疯狂进攻工会大厅，火烧、箭射、刀砍，凡是拥有的攻击手段全都用上了。工会大厅不断被破坏，门窗已经出现裂缝，偶尔还会有箭矢从被破坏的门窗射了进来。咔嚓！有一扇门被烧毁大半，然后被人从外面一锤砸碎了，另外一扇门也摇摇欲坠，马上就要倒塌的样子。来几个战士，待会儿如果门破了，你们都跟我顶上去，尽量拖延时间，让会长打爆工会匾额。雷刀看到有一扇门碎了，还有零星的攻击从破碎的缺口中射了进来，马上采取紧急措施。马上有5个战士站出来和雷刀并排站立，只要门破，他们就会冲上去堵住门口。轰！就在这时，工会匾额爆了。哈哈哈！好，我们成功了，启动回城券，我们撤。打爆工会匾额，瀚海公会就成了历史。工会匾额被打爆，皇朝公会取得战争胜利，战争状态自动结束。萧何马上命工会成员使用回城卷轴撤离。现在外面聚集了瀚海公会几百人，还有赵耀祖带来的几百人，正常走出去肯定会被他们围攻。传送卷轴启动，工会大厅大门同时被砸烂，几十个瀚海公会成员一起冲进来，只来得及看到传送卷轴发动形成的白光。与此同时，瀚海公会的所有成员同时震惊地接到一条系统提示：叮！系统提示：皇朝公会挑战瀚海公会结束，瀚海公会匾额被毁，瀚海公会战败，强制解散。提示过后，瀚海公会玩家身上所有瀚海公会标志全部消失，瀚海公会驻地的建筑就像是烈日下的冰雪，迅速消逝。没过3分钟，瀚海公会驻地的建筑全部消失，留下一大群不知所措的瀚海公会玩家。瀚海完了！赵耀祖本来在督战，突然之间瀚海公会战败消息传来，紧接着驻地消失，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赵耀祖很难相信，核心成员过300，外围成员过700，1000人大公会就这样灭了。可看到驻地的消失，让赵耀祖不得不相信，强极一时的瀚海公会被皇朝几十人就给灭了。皇朝 vs 瀚海80 vs 1000，竟然还取胜了，这绝对会载入远古世界公会战的历史记录。这驻地怎么没了？瀚海公会就这么被解散了？李海天邀请来观看驻地升级的10几个公会长，本来听到驻地升级成功，以为皇朝已经被灭团，结果几分钟过去，驻地却消失了。很明显，这是瀚海公会战败了，被系统强制解散了。这让10几个公会长张大嘴巴，半天没说出话来。瀚海解散5分钟后，郝家别墅，郝天祥的书房，郝宇傲正在向郝天祥汇报最新消息：萧何带领皇朝80成员强行进攻瀚海公会驻地，经过激战，瀚海公会被灭。另外，赵耀祖在最后阶段带200人去帮瀚海公会了。郝宇傲用难以置信的语气向郝天祥汇报：这小子倒是挺能干。郝天祥笑呵呵的，自从没有了对萧何的成见，郝天祥越来越看好萧何。据估计，这次瀚海公会，也就是李海天，至少要损失4000万以上的信用点。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一个最佳的发展时机，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想要再发展起来，难度大多了。郝宇傲都有点替瀚海惋惜，当然有点幸灾乐祸，让你李海天在游戏里嚣张，终于碰到惹不起的人，灭了他嚣张的资本。你建工会的事准备的怎么样了？万事俱备，工会随时可以建立。现在很多商家都看到了远古世界里面的商机，大量资金疯狂涌进了远古世界，相信在不久以后，远古世界里的商业就会迎来一场井喷式的发展。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付过了。另外，你可以借助皇朝公会的一些力量，但不要打着郝家的招牌，按照正常商业规则进行就好。我也注意到了，我还在朱雀城购买了2座大型商铺，可惜去的有点晚，好商铺基本都卖光了。我买的2座，只有1座在黄金地段，另外1座虽然地点也不错，可比起黄金地段来要差很多。灭了瀚海公会，萧何下线就被郝天天拉着，直接来到廷司的别墅，这里有一个小型的庆功宴。干杯！干杯！庆功宴上，萧何在，郝甜甜在，廷司在，还有玫瑰8女的另外7女也都在，大家欢庆胜利。这杯我敬你，谢谢你灭了瀚海公会，帮我们报仇。廷司端着酒杯来到萧何面前，举杯。我们也敬你，谢谢你帮我们灭了瀚海公会。玫瑰8女的另外7女也都端着酒杯走了过来。不用客气，我只是扫清公会前进路上的障碍。萧何实话实说，作为宅男一族，同女性打交道的经验不多，要不然也不会和郝甜甜同居这么长时间，
机会多多，却还没拿下好甜甜了。李海天竟然敢威胁婷思姐，还威胁我们皇朝，就该灭了他的瀚海，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了。好甜甜举着酒杯，灭了工会可以再见。李海天也和我们一样，是以现实工作室形式入驻游戏的。他的工作室有100人规模，其中高手众多，战斗力极强。看今天的工会战就知道了。李海天被杀后，瀚海工会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如果不是我们抢先了一步摧毁工会匾额，结果就很难说了。婷思高兴，但没有昏了头。不怕，有会长在，李海天就嚣张不起来。白玫瑰、白敏向萧何举了举杯。今天除了婷思，他们玫瑰七女和好甜甜都另有任务，没参加工会战。可他们是第一批知道工会战结果的人。白敏很庆幸他能加入皇朝，有萧何这样的顶级玩家在，皇朝工作室前途不可限量。他们的个人收入刚加入就翻了几番，看样子还有继续增长的可能，并且这个可能性还非常的大。这倒是真的。经过这次的战斗，恐怕朱雀城范围内的工会就以我们皇朝工作室为尊了。婷思以前忌惮瀚海工会，因为瀚海工会是朱雀城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工会，现在瀚海被皇朝灭了，地位也就由皇朝取而代之了。虽然皇朝有点取巧的嫌疑。萧何坐到婷思身边，喝了一口就问道：思思，驻地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工会想要扩大，想要发展，申请驻地是必须的。萧何早已经选好了驻地地址，只是时机没到。准备好了，就等你一声令下了。要马上申请吗？先后经历了2个工会的灭亡，对于驻地，婷思有些敏感。还要等一下，我马上升30级了。等我升到30级，学了30级的技能。萧何已经29级多了，再有几个小时就能升到30级，学会30级更强技能，到时候再升级工会驻地会有把握的多。我还是有点担心，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来捣乱，像赵耀祖，你杀了他2次，还抢了他的工会令牌，还有李海天，他的瀚海工会都被你灭了。皇朝驻地升级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捣乱的。婷思的担心非常有道理，这2个人都有捣乱的能力，这就是工作室和非工作室的不同了。作为工作室玩家，无论是否在游戏中组建工会，这些人都要听从命令，随时可以组成一支战斗力不弱的队伍。灭皇朝或许不可能，捣乱却足够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他敢来，我就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萧何眼中闪过一丝寒光。萧何有足够的信心守住驻地，因为他做了2个难度非常大的任务，得到的奖励十分有助驻地。可是婷思仍旧有些担心，他不知道萧何究竟做了怎么样的准备，能抵挡多大强度的攻击。第74章皇朝驻地。最后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铁甲熊王爆了，萧何升级成为远古世界第1个30级玩家。不过很遗憾，不是转职的重要关口，没有奖励。到了30级，萧何又学会一个新的技能火焰龙。火焰龙耗魔50，发出一条3米长的火焰龙，持续时间3秒，可叠加攻击3次。火焰龙在攻击力和攻击距离方面都不比爆裂火焰强，但火焰龙的是可控技能，发出之后可以控制方向，而且在3秒钟内可以对同一目标实施3次以上的攻击，总伤害为3次累加。从可控性方面来说，火焰龙完全是为操作高手们准备的礼物，顶级高手们完全可以操作火焰龙，对同一目标实施3次攻击，但对普通玩家来说，火焰龙就是一个限攻击技能，他们的操作能力不足，仅能让火焰龙做简单变相，想要3秒内攻击同一目标1次以上很难于上青天。更重要的是，对于顶尖高手来说，只要判断准确，身法快，火焰龙这样的技能完全可以躲开。火焰龙，去！萧何出城，直接放出一条火焰龙，火红的烈焰模拟成一条栩栩如生的龙，龙头、龙身、龙爪，样样具备。火焰龙，回来！火焰龙刚射了3米，萧何意念一动，火焰龙当即掉头回来。火焰龙，再去！火焰龙再次调转，向前飞去。萧何操作火焰龙在身前完成了一个8字，看起来这个8字人人都能控制火焰龙完成，实际不然。火焰龙速度极快，要控制火焰龙转向，对玩家的基本属性智慧、判断力和操控力都有要求，这些综合属性越高，火焰龙控制越完美。尤其是8字中间笔记交叉的地方，更是叠加攻击的关键。现驻地已经有了，可只有3天的保护期。婷思看着驻地村落从无到有的出现，周围只有一道木栅栏的防护，如果没有足够的玩家协防，木栅栏根本撑不过3分钟就会被怪物给摧毁。好甜甜和另外玫瑰七女这时也都在眼巴巴地看着萧何，看萧何能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你看好了。萧何拿出一枚核桃大小的圆球递给婷思。荆棘食人花种，特殊植物，间距0倍，等级工会等级星号20+6，奖励属性全属性伤害减少 30%， 火属性伤害全免疫。荆棘食人花种，婷思当然知道这个任务很困难的一个工会任务。婷思曾经查过荆棘食人花的资料，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怪物，等
等级不固定，实力也就不固定，最低一级十分弱小，最高等级甚至已进化为 BOSS， 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工会辅助防御手段。可惜任务难度太大了。工会等级星号20+6，有了村级驻地，工会就可以升级到2级，岂不是可以拥有46级的荆棘食人花？廷斯大惊，2级工会，按工会等级星号20+6，就是说工会的荆棘食人花可以达到46级。46级就算是普通怪物，也能秒杀20级左右的普通玩家。如果有46级荆棘食人花帮忙守护，村子不能说固若金汤，也绝对是防御力大增，除非靠人海战术魔，很难攻破村子的防御。我看看。郝甜甜看廷斯惊讶的样子，拿过廷斯手中的荆棘食人花种查看属性。郝甜甜和另外7女轮流查看荆棘食人花的属性，无不对荆棘食人花惊人的属性和等级表示兴奋。别急，等工会战开始的时候你再种下去。看郝甜甜就要把荆棘食人花种上，萧何连忙阻止。萧何也有点腹黑的，皇朝升级驻地的时候肯定会有人来捣乱的，如果荆棘食人花过早出现，来捣乱的人肯定会有所准备，倒不如暂时不要暴露荆棘食人花，到升级战的时候杀他们个措手不及。萧何，你是想……郝甜甜猛然醒悟，没错，既然他们敢来捣乱，就要做好调集的准备。我看还是早展示出去的好，就算有荆棘食人花助阵，怪物袭击村子的压力可以减少大半，可来捣乱的玩家多了也会很麻烦，早展示出去或许能让一些人知难而退，减少升级驻地的时候来捣乱的人数。廷斯发表他的不同看法。廷斯这么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对一般工会来说，升级驻地就是一道生死关，要慎重再慎重，可对萧何来说，升级驻地根本就不是问题，萧何还有余力，有能力把来捣乱的玩家惩戒一番。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荆棘食人花并不是我们最后的手段，我们要玩就要玩一把大的，我们玩得起。萧何再次从包中拿出一块令牌，就递给廷斯，示意廷斯查看令牌的属性。召唤牌，特殊物品，需要等级时，作用召唤守卫，守卫数量工会等级星号5，守卫等级工会等级星号20+9级，守卫死亡3天内不可召唤，不可交易，不可毁坏，不可掉落。职业工会长可使用。这个任务你竟然也完成了。廷斯也曾经接了这个任务，去了9个人，面对众多实力强悍的强盗，还没等把胡延龙救出来，他们9个就被强盗包围，被33级的强盗首领孟郊给灭团了。正因为做过，他才知道这个任务的难度，在他看来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要不我拿什么和那些人斗？2级工会可以召唤10个守卫，守卫等级49级，49级秒杀20级左右的玩家是没问题的，这10个守卫至少能抵得上目前等级情况下的200玩家。召唤牌到了郝甜甜诸女手上，看到召唤牌的强悍属性，顿时又引起一阵大呼小叫，惊叹连连。如果当初玫瑰盟有这2样，就算是被灭，也要让瀚海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廷斯又想起了玫瑰盟，瀚海公会已经成为过去了，不过我估计这次我们驻地升级，李海天一定会来凑热闹的。皇朝灭了瀚海，李海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以他的能力和财力，在皇朝升级的时候捣点乱，再容易不过了。3天过去，皇朝公会驻地外，萧何率领皇朝80精英严阵以待，准备迎接升级驻地的怪物袭击。皇朝公会成员心里都有点疑问，就算他们这些人都是精英，可只有不足100人规模，而怪物数量肯定成千上万，他们就算是3头6臂，也应付不过来潮水一般的怪物。难道会长不想要皇朝了，想借升级驻地的机会解散皇朝？难怪这些皇朝精英会这么想。一般情况下，升级驻地的时候，工会都是满编制招收会员的，这还不算，大多数工会还会雇佣一些外人来帮助守护驻地，这还不能完全保证驻地升级成功。可萧何不仅没雇人帮忙，甚至连工会成员都是1级时候的数量，工会编制还有大部分空额。叮！系统公告：皇朝公会驻地升级将在3分钟后开始，请玩家们做好准备。公告刚过，远处就出现一条黑线，黑线变粗变大，竟然是无法计数的蛛形怪物从远处狂奔过来。驻地升级，系统会随机抽取怪物袭击驻地，并不是只有铜头青狼一种。当然，这种情况仅也限村于级驻地升级，在网上就不同了，不仅同时出现的怪物种类会增加，数量、等级都会增加，升级的驻地等级越高，出现的怪物等级就越高，种类就越多，攻击力也就越强。很快猪群进了，竟然是大量的20级狂暴野猪，密度比瀚海公会升级战出现的铜头青狼要大。这也正常，望月湖的形状就像是一湾新月，内侧有一片土地是凸向湖内的，皇朝公会就建这个地方，两面环水，受攻击的就只有一面和2个侧面的一半，受攻击面积减少了，可系统袭击的怪物数量并没有任何减少，密度当然会增大。叮！系统公告：皇朝公会驻地升级战，怪物袭击开始，请皇朝公会坚守驻地180分钟。系统通告完毕，狂暴野猪已经冲进了驻地外100米范围内，
驻地升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甜甜，行动！看升级战已经开始，萧何通知好甜甜按计划行事。就在狂暴野猪冲到栅栏前50米的时候，栅栏外的地面上突然钻出一株株幼苗，幼苗迅速伸展，伸出细长的藤蔓。这些藤蔓一部分攀上栅栏，缠绕在栅栏上，另一部分匍匐在地面，向栅栏外延伸。没过10秒钟，栅栏上已经布满了紫色的藤蔓，相邻2株荆棘食人花连成了一片，而从地面向外延伸的藤蔓也变成足有鹅蛋粗细，藤蔓上密密布着尖刺，从栅栏向外延伸出很远的距离，最后藤蔓停止生长，在栅栏的顶端长出几朵篮球大小的花苞。这是什么？你们认识吗？没见过。不认识？难道这就是会长的秘密武器？看到栅栏上盘绕的藤蔓，还有藤蔓上无数的尖刺，黄巢精英们交头接耳，纷纷猜测藤蔓的来历。这时，狂暴野猪已经冲到有荆棘食人花藤蔓的区域，荆棘食人花藤蔓动了。第75章狄宗宪。狂暴野猪冲过来，2只白森森的獠牙像2把锋利的匕首，撞向前面任何阻挡他们前进的障碍。他们冲进荆棘食人花防御范围的时候，带刺的藤蔓动了，藤蔓就像一条鞭子抽上了狂暴野猪。轰！狂暴野猪被当场轰飞，46级和20级，这种巨大的等级差异，让狂暴野猪在荆棘食人花面前，就像3岁小孩在彪形大汉面前一样，毫无反抗能力。被抽飞到半空的同时，血量全部清空，被荆棘食人花一击秒杀了。什么？秒杀？这怎么可能？看到狂暴野猪被秒杀，黄巢工会成员惊呆了。狂暴野猪皮糙肉厚，用专业点的术语就是血厚防高，比其他20级的怪难杀得多了。除了萧何他们没一个人能秒杀狂暴野猪，可荆棘食人花做到了。第1小队到第4小队防守驻地，第5、6小队作为机动配置，第7、8两个小队原地待命。萧何看黄巢会员们惊讶之下，竟然只是看着荆棘食人花接连击杀狂暴野猪，而没行动起来出声提醒。是。这时黄巢成员对驻地升级充满了信心，这时才明白会长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原来是已经胸有成竹，有了必胜的把握和万全的准备，难怪对着密密麻麻的狂暴野猪毫无忧色。第1小队奔赴南门，第2、3小队奔赴东门，第4小队奔赴北门，西门面水不会遭到怪物袭击。第5、6小队是救火员，哪里出现危机，哪里就会有他们的影子。剩下2队萧何自有用途。看食人花藤蔓飞舞，狂暴野猪一个一个被秒杀，来不及刷新的狂暴野猪尸体就在栅栏外30米处高高堆起来，很快形成一个1米多高的肉墙，就像一个天然防御工事一样，对狂暴野猪的冲击起到了一定阻碍效果。偶尔有几个漏网之鱼，也对黄巢会员毫无压力，被几个会员一拥而上，围殴致死。就这样，2个小时过去了，怪物袭击和黄巢守村一直平稳地进行着。哼哼哼！到了2个小时的时候，远方传来一阵沉闷的哼叫。正在进攻的狂暴野猪群从中分开一条路，4个近2米高的精英狂暴野猪缓缓进入人们的视线。狂暴野猪出现没多久，又出现一只巨大的猪怪，身高达3米，2只獠牙金灿灿的，光辉耀眼。20级狂暴野猪王，这也是这场升级战的最终 BOSS。如果半个小时后战况仍然没有明朗化，狂暴野猪王将加入战斗。第7、8小队注意，听我命令，跟我一起上！只要解决狂暴野猪王，工会驻地就升级成功了。看到狂暴野猪王出现，萧何意识到今天的大戏开始了。当然，这个大戏不是指狂暴野猪王，它只是一个引子而已。甜甜、思思，准备好了 ，BOSS 出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该就要登场了。萧何和直到现在还没出现的2女私聊，2女不是没上线，只是他们另有任务，此时还不到他们出场的时候。放心，肯定会给不自量力的人一个难忘的教训。好，甜甜和婷思马上给萧何回信，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那些人来，就怕他们不敢来。好了，第7、8小队跟我冲！第7小队负责牵制4只精英狂暴野猪，清出一片战斗场地，不要求你们杀死他们，但一定要牵制住，当然能杀死更好。第8小队跟我解决狂暴野猪王，尽快解决战斗，有问题没有？萧何面向2个小队20队员。黄巢的战斗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已经分成8个小队，每小队10人，1个队长和9名队员。没有？好，跟我走。萧何率先冲出荆棘食人花保护区域，冲进狂暴野猪群。看萧何冲出去，2个小队队员马上跟上，战士在前，法师、弓箭手和牧师在中间，盗贼殿后。有萧何在前面一路吸引怪物的注意力，2个小队很快就冲到 BOSS 附近。第7小队引走4只精英怪，火焰龙杀！萧何一声令下，杀 BOSS 的行动开始。3米长的火龙在 BOSS 身上来回3次。1136。看到狂暴野猪王头顶过千的伤害，第8小队成员一阵眩晕，这可是20级的大 BOSS， 还是以血厚防高著称的狂暴野猪，竟然被他们的会长秒杀法神一击打出过1000伤害。会长，
你还能再妖孽点吗？会长带头打了，2个战士顶在前面也开动攻击，除了牧师之外，8个人全部向 BOSS 发动攻击。8个人虽然都是精英，可毕竟只是精英，高级玩家竟然没有一个人打出过100的伤害值来。8个人总攻击没过1000，甚至还差很远。8个人不如1个人，不过这8个皇朝精英不仅没灰心丧气，反而骄傲起来，这就是他们的会长，远古世界等级第1的强人，堪称100人敌的秒杀法神。会长的强大就是他们的骄傲，他们比不过会长是应该的，根本谈不上打击。会长，他们已经开始打 BOSS 了。皇朝驻地不远处的一处高地上，照耀组带着300人埋伏着。这300人中有90多人佩戴统一标志，竟然也是一个工会。照耀组成功把药师工会建起来了。海天，他们已经开始打 BOSS 了，我们怎么办？照耀组马上通过私聊和李海天联系上，联系雷云炼狱，我们同时发动袭击，一鼓作气拿下皇朝驻地，千万不要给他们反击的机会。李海天马上回信，照耀组马上联系上雷云炼狱，这个在超过400人保护之下被萧何强行灭杀还爆了装备的会长。好，系统时间再过3分钟，合力进攻皇朝驻地西门，争取一举拿下皇朝。3人联系完毕，定下进攻时间。这时萧何和第8小队和 BOSS 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状态，狂暴野猪王正追着萧何到处跑，虽然是9个人在进攻，可萧何一个人就包揽了1半以上的伤害输出，别人想拉仇恨都拉不过去。就在这时，狂暴野猪王却奇怪地停了下来，身上光芒闪耀，尤其是前半身和头部。前面的人速退，狂暴野猪王要放大招了。萧何大声示警，同时身形闪动，躲到狂暴野猪身后。哼哼，狂暴野猪哼了2声，以狂暴野猪为中心，发出一道半圆形冲击波，方向正前方，攻击范围180度。轰轰轰！因为萧何的提醒，第8小队全都提前躲开，狂暴野猪王的大招没打到人，反而击中了不少狂暴野猪，当场秒杀超过10只狂暴野猪，另有超过20只以上的狂暴野猪的血量被打空了大半。就在狂暴野猪王大招发出的时候，萧何的火焰龙也发出去了，在狂暴野猪王身上来回3次。1891，狂暴野猪王发大招的时候，自身防御明显降低，让萧何打出一个近2000的伤害。就在这时，萧何收到系统提示，海天工会、药师工会和雷云工会联合向皇朝工会发出宣战。会长，不好了，你看那面。萧何刚收到系统的宣战提示，第8小队的一个盗贼就指向远方。萧何顺着盗贼的手指一看，有300左右玩家从一片树林中冲出来，直冲向混战中的皇朝驻地。萧何左右看了看，又发现了2路人马，其中一路也是300人，另外一个路人马少点，也有200。来的正是时候，萧何早已算准了，这些人会趁他打 BOSS 的时候出来捣乱，果然这时候出来了。会长，我们要马上杀回去吧。和萧何一起打 BOSS 的队员们急了，驻地只有60人在防守，来犯之敌有800多人，60对800，简直不成比例，皇朝驻地危险了，他们想回去帮忙。实际上他们也明白，2小队总共才20人，基数太小，回去了可能也无济于事，只是求心安罢了。继续打 BOSS， 驻地我有安排。萧何冷笑了一下，来了，来袭击驻地就要有付出代价、爱的准备。会长有安排了。听到萧何的承诺般的话语，第7、8两个小队队员心安了些，尽管还有些担心，可已经能不受影响的打 BOSS 了。我们的客人已经来了，准备好大礼吧。萧何通过私聊给好甜甜和婷丝通气，我们早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他们来了。婷丝可等这个机会等了好久了，今天终于等到了。这时照耀组率领他的药师工会和李海天新建的海天工会，还有雷云炼狱的雷云工会会合，800人浩浩荡荡地杀向皇朝驻地西门。皇朝驻地西门面湖，确切地说，皇朝驻地就是建在一块伸向湖水中的土地上面，正西和2侧环水，只是正西全部环水，而南北2侧各有一半被水包围。萧何曾经打算在西门外建码头的。很快，照耀组药师工会等3个工会已经杀到工会驻西门外100米，没见到任何一个防守的玩家。怎么回事？暴法不会犯这样测错误，就算是皇朝的人手不足，至少也应该有个放哨的玩家。李海天对西门外空无一人非常疑惑，连放哨的人都没有，一个顶级的老玩家会犯这样的错误吗？第76章关门打狗。药组派几个人试探一下，怀疑有陷阱，李海天当然不会以身犯险，示意照耀组派人试探。慢！海天一色，要是英雄，你们认识这栅栏上的红色藤蔓吗？雷云炼狱喊住了李海天。你认识？李海天和照耀组还真不认识这种藤蔓。认识，这是荆棘食人花，在帮会任务中就有这样一个任务，完成之后就会得到这种植物种子，攻击力强，防御面积大，最重要的会随工会升级而升级，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辅助防御手段。看着木栅栏上2株荆棘食人花之间毫无空档，雷云炼狱都快羡慕死了。
雷云炼狱也曾经做过这个任务，在任务中先后被爆了3次，任务种子全都曝光了。最后大会战的时候，雷云炼狱已经放弃了希望，可就在只剩3秒任务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玩家抢了种子，从他身边经过。雷云炼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了跑过来的玩家一剑，没想到跑过来的玩家竟然当场被爆。雷云炼狱不顾近在咫尺的追来的玩家，冒险捡起全部任务种子。这时任务恰好结束，雷云炼狱侥幸以第3名的资格完成了任务。雷云炼狱获得荆棘食人花种子，没有任何特殊奖励，只有基本的等级和兼具3倍基本属性。属性怎么样？李海天也想起来了，工会任务中还真有这么一个任务，他建立瀚海工会的时候也做过，失败了。等级是工会等级乘20，其他属性不清楚。雷云炼狱估计这些荆棘食人花是有特殊奖励的，否则荆棘食人花之间至少有1倍间距，可具体属性他才都猜不到。耀祖，还是你派几个人试探一下。李海天第2次损人利己，还是没让自己人以身试险。你们去试试这些荆棘食人花的分量。赵耀祖也不是傻子，当然明白李海天先后2次让他派人送死，可这次合作是以李海天为主，他和雷云炼狱要听李海天的，挥手派出20人。赵耀祖派出的20人小心翼翼靠近西门，逐渐接近荆棘食人花的防御区域。啪！最前面一个战士踏入荆棘食人花的攻击范围，马上被荆棘食人花一下抽飞，秒杀。魔法师用火烧，植物系怪物都怕火。李海天向前面的法师们喊道：“烈焰焚天！”听到李海天的话，有2个法师用烈焰焚天烧起来，熊熊烈焰笼罩10几根藤蔓，烧得噼啪直响。3秒钟过去，烈焰焚天时间到了，荆棘食人花竟然没有任何不适应的状态，更没有掉一滴血，这是怎么回事？3个工会长都很吃惊。据我推测，这些荆棘食人花有特殊奖励火系伤害免疫，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眼下的情况。雷云炼狱皱着眉头，如果真的是和他猜测的一样，他们就只有用人堆过去，不知道要损失多少人啊！还有办法吗？李海天有点急，他们的时间不多，必须尽快攻进皇朝驻地。没有好办法，只能用人堆了。每个工会抽调1半人，用这400人去堆，10分钟，我们一定要攻进去，否则就没有机会了。李海天一咬牙，事到如今，就是再多的人调集，他们也不能后退，否则会别人笑掉大牙。马上400人的敢死队被抽调出来，在许多予以补偿之后，这400玩家前赴后继地冲了上去。刹那间，藤蔓和玩家一起飞舞，玩家以每秒钟5到10个的速度被荆棘食人花杀掉。李海天看得眼皮狂跳，如果不是为了抢时间，完全可以采用同其他办法，可时间紧迫，没办法呀。这时，李海天、赵耀祖和雷云炼狱3人已经把萧何恨到骨头里，3个人的眼睛都红了。经过5分钟强攻，门口的一株荆棘食人花终于被攻陷了，可400敢死队也只剩下了3个人。冲！看到400人只剩下了3个人，李海天恨不得吃了萧何，马上带人就向里冲。停！李海天刚冲到西门外，就看到门里不知什么时候站着9个人，9个他认识的女性玩家。9女是婷丝等玫瑰8女和好甜甜，他们就埋伏在西门附近的屋子里，等李海天消灭一株荆棘食人花之后，准备带人冲进西门的时候，9个人这才出来，准备把送给李海天的大礼拿出来。你们怎么会在这儿？看到9女，李海天意识到有麻烦了。当然是我派他们来的。萧何出现在9女身后，他已经把狂暴野猪王杀了，还得了不少装备。本以为李海天早已经破门而入，没想到回到驻地一看，李海天竟然还在西门外转悠着。看到萧何，李海天有点傻了。他们想利用萧何被 BOSS 牵制住的机会，杀进皇朝驻地，杀进工会大厅，这样即使萧何赶回来，他们也有一半的机会毁掉工会匾额。可被荆棘食人花耽误了时间，萧何赶回来了。你不是在杀 BOSS 吗？对啊，可是你们的行动太慢了， BOSS 我已经杀了，你们门都还没进来。萧何嘲讽意味十足。爆法，我知道你厉害，能以在众多玩家的攻击中来去自如，可我们400个人如果全冲向工会大厅，你能拦得住？李海天正发愁的时候，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攻易防难，脸上顿时多云转晴。拦不住，的确拦不住，这点萧何必须承认，攻击和防御有不一样的特点。如果让他进攻众多玩家，他行，可如果让拦截众多玩家，萧何可不认为他有这个能力，他没有硬抗众多玩家攻击的能力，游戏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说话的同时，萧何通过私聊让婷丝使用召唤令牌召唤10个49级守卫，4个守住工会大厅门，另外6个从北门出去，绕到工会外堵住驻地大门，防止3个工会的人待会儿从驻地大门逃走。萧何也知道把这些人全灭有点难，但至少要让这些人大半调集，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才行。所以我或许杀不了你，但皇朝工会今天我一定会给灭了。李海天十分开心，脸都笑得变形了，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就算是有400玩家调集也不心疼了，只要灭了皇朝就好了。
你仅可以试试。萧何笑了，挡不住这些人，不代表挡不住门，只要门挡住了，再多的人也只能待在门外。你不用再强撑着了，你的人现在都在外面对抗狂暴野猪，还要半个小时左右，这半个小时足够我们毁了工会匾额的了。听到李海天分析，赵耀祖恍然大悟，萧何厉害的是冲锋陷阵，可是要阻拦400人，就算有10个萧何也做不到啊。我明白了，你这是想耗时间等升级成功，你的人就可以撤回来守住工会大厅。你的计谋被我识破了，来人，杀进去！全都给我往工会大厅冲！冲进去就开始砸工会匾额，我看他能拦住几个人。李海天听到赵耀祖提起时间，恍然大悟，3个工会剩余的400人几次齐射砸开西门，这时候萧何可不会傻到顶上去硬抗几百人的攻击，萧何可没以为自己这个法师是金刚不坏之身，砸吧，反正他们输了之后会有战争赔偿和宣战赔款。在远古世界中，发出挑战的一方如果战败，需要支付战争赔偿和宣战赔款。战争赔偿就是指驻地损坏的维修费用，完全由发出挑战方负责赔偿。宣战赔款和战争赔偿不同，宣战赔款有固定的数额，工会等级4级以下，数额是工会等级乘以100万。黄巢现在是2级工会，有工会向黄巢发出挑战，输了就要支付给黄巢200万金币，而且这笔金币需要提前支付给系统做抵押，否则不能发出挑战。萧何向瀚海工会发出挑战的时候，也支付了200万金币押金，战胜了才退回来。工会驻地损坏有人赔偿，还有宣战赔款。萧何倒希望这些人破坏彻底些，他们破坏的越彻底，赔偿的时候需要支付的金额就越多。可惜这只是一个村级驻地，就算是全破坏了，也不过几十万金币的赔偿。简易的木门很快被砸开，400人一窝蜂的往里冲，很快就冲进大半。冲进来的人直奔村中间，那里是工会大厅的所在地，萧何也没上前阻拦，他在等所有人都进来，然后关门杀个痛快。怎么回事？看到萧何一副袖手旁观的样子，让李海天3人一阵阵不安，犹豫要不要进黄巢驻地。怎么怕了？看到3个工会400人差不多全进来了，可李海天3人还没进来，萧何讽刺道：哼！3人冷哼了一声，混在最后的几十人当中，冲进西门，冲到驻地里远离萧何的地方。好了，关门，打狗！看到3个工会的所有玩家进入驻地，萧何一声招呼，就有2个召唤出来的49级守卫跑过来守在西门旁，防止3个工会的玩家待会儿从西门跑出去。萧何随后杀向工会大厅。真正的战争杀戮开始了。第77章绝境。耀祖他怎么没追过来？看到萧何就让他们这样全部冲进驻地，李海天有种不妙的感觉。阴谋，肯定有阴谋，这个人诡计多端，肯定设了陷阱在等着我们。赵耀祖同样也感觉到有些不妙，按说这个时候萧何应该极力阻止他们闯进驻地才正常，可现在萧何放他们进来，这太意外了。管他有没有阴谋，只要我们冲进工会大厅，尽快毁了工会匾额，有什么阴谋都不好使了。雷云炼狱看2个人担忧之色，撇了撇嘴，黄巢只有100人规模，根本不能拿他们400多人怎么样。对，马上到工会大厅摧毁工会匾额。李海天和赵耀祖恍然大悟，只要工会匾额被摧毁，系统会直接判定萧何失败，黄巢失败，到时候什么阴谋都是泡影了。工会之间挑战胜负判定有3种情况：工会匾额毁了，判定挑战胜利；没毁，判定挑战失败；主动认输，判定认输方失败。有一方损失成员80%以上，另一方损失成员少于50%，直接判定损失少于50%的一方获胜。这时候赵耀祖看到萧何冲了过来，内心不禁慌了起来。他被萧何杀了2次，还被萧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抢走了工会令牌，接二连三的惨遭打击。赵耀祖对萧何已经从内心深处产生了畏惧。赵耀祖根本不想和萧何正面交锋，李海天也自知不是萧何的对手，2人不约而同的迅速后退。你们？雷云炼狱一愣神的功夫，已经直接和萧何正面对上了，不由得狠狠瞪了2人一眼。可是瞪2个人也无济于事，谁让他反应迟了？萧何已经来到他面前不足10米的地方，萧何是法师，这个距离早已经是有效攻击距离，这点雷云炼狱比谁都要清楚，这时候逃跑还不如拼了。雷云炼狱，你既然敢来我的工会驻地捣乱，死吧！萧何法杖一点，打算用雷云炼狱来立威了。雷云炼狱当然不会束手待毙，加上上一次被杀是萧何借刀杀人才杀了他的，雷云炼狱不服，看到萧何进入10米距离还在继续前进，马上就是一个地裂斩。可没等地裂斩发出，萧何的攻击已经到了。火焰龙直奔雷云炼狱，栩栩如生的龙头张大嘴巴咬向雷云炼狱。30级的火焰龙，雷云炼狱也已经27级了，对30级的技能也有一番了解，马上认出来。认出火焰龙，雷云炼狱脸色大变，猛然侧身让火焰龙从身右侧射过去。萧何冷笑，火焰龙头部刚过雷云炼狱的身体，猛然向左转弯，
向左，再向左，围成一个火环。这可是高难度技艺，火焰龙只有3米长，让火焰龙首尾相接，围成一个火环，这种高难度操作，仅有少数顶级高手才能做到。很不幸，雷云炼狱就遇到了一个，而且是顶级高手中的顶级高手，爆发。火焰龙围成一个火环，龙头猛然切进圈内，雷云炼狱顿时中招，火焰龙眨眼间来回穿插3次，1035，3次伤害输出累加，雷云炼狱失血过千，直接被萧何秒杀。牧师想给会长加血都没来得及。火焰龙30级的技能，雷云炼狱27级的战士被秒了。是雷云炼狱太无能了，还是皇朝会长太厉害了？雷云炼狱被秒，看到这一幕的人无不被震惊。最先震惊于萧何的等级，恐怕是目前游戏中唯一的30级玩家。其次是萧何的攻击力，竟然把血后防高的27级战士秒杀，这简直是妖孽，不愧秒杀法神的称号。秒杀完雷云炼狱，火焰龙时间还有1秒多，小何法杖一转，火焰龙冲向不远处的3个玩家，来回3次，3个玩家同时被秒，火焰龙这才消散，用一个技能秒了4个高级玩家，萧何再次把众人震了。雷云炼狱被杀，雷云公会的玩家群龙无首，有点不知所措起来，甚至有不少人偷偷向外溜走。正在李海天震惊的时候，公会频道消息接连传来，李海天打开了消息，脸上马上乌云密布。爆发，你坑我们！李海天咬牙切齿，他收到手下传来的消息，公会大厅被4个49级守卫把守，短时间内根本就冲不过去。不仅如此，不到5分钟时间，他们已经有近100人被守卫斩杀了。49级，比荆棘食人花还要高3个等级，想要通过，势必还要用大量的玩家堆过去。可刚才已经挂了400人，加上刚才又被斩杀不少，目前已经不足400人了，想要堆过去也没有足够的人手了。这时赵耀祖也接了到手下的回报，才明白萧何不是不拦他们，而是在等他们自投罗网啊！坑你们，我请你们到我驻地里来了。萧何讽刺道，陷阱摆在驻地里，不进驻地怎么会被陷住？李海天此时十分纠结，公会大厅有4个49级守卫守护，他们肯定是攻不破了，公会匾额更见不到了。剩下的2种取胜方式就是萧何主动认输和灭杀皇朝8成以上的成员，萧何肯定是不可能认输的，李海天也从没打这个主意，剩下的就只有杀掉皇朝8成以上的成员，这是唯一可能的取胜方式。不，还有另外一种。李海天突然想到，皇朝驻地升级战还有10几分钟才结束，如果能让东西南北4个门中的一个尸首放狂暴野猪攻进驻地，虽然他们的挑战也失败了，可皇朝驻地升级也失败了，皇朝公会就会被系统解散。对，让一个门尸首比杀死皇朝8成成员要容易得多。李海天决定采用最后一种办法，对他们而言只是损失200万金币而已，他们不在乎，可皇朝却要被系统强制解散，这个损失就大了。命令海天公会全体成员集中攻击东门，不惜代价让驻地东门尸首把狂暴野猪放进来。李海天下了死命令，他们的败局差不多已经注定了，结局出现之前怎么也要疯狂一下。命令药师公会全体成员集中攻击东门，不惜代价让驻地南门尸首把狂暴野猪放进来。和李海天沟通过，赵耀祖下了同样的命令。雷云公会会长雷云炼狱被挂，副会长雷云刚炼接替指挥，选择了从北门突破。眨眼间，3个公会放弃攻击皇朝公会大厅，杀向东南北4座大门。看到3个公会的人马一哄而散，萧何愣了一下，很快就明白3个公会打的什么主意了。萧何冷笑，皇朝除西门外3个门都有荆棘食人花协防，还有2个49级守卫，加上皇朝精英，是那么容易被攻破的吗？靠！李海天带人冲到东门，却看到东门内站着2个全身覆盖宝甲，手持一把大砍刀的守卫。这分明是公会大厅门口一样的守卫，49级，2个这样的守卫堵门，别说破坏了，他们能不能冲出去都是问题。赵耀祖还有雷云公会也遭到了同样待遇，被2个49级守卫堵在了门口。去北门，东门显然是冲不过去了，李海天带人冲向了北门，只要有一个门能破坏就好。可没想到半路上就和另外2个公会相遇了，这才知道另外2门也一样，都有2个49级守卫坐镇。怎么办？赵耀祖问李海天，这次的行动以李海天为主，当然要李海天负责。没办法，李海天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陷入了绝境。驻地东南西北4门，每座门都有2个49级守卫，以他们现有的300多人根本冲不出去。公会大厅也有4个49级守卫，他们也冲不进去。公会匾额破坏不了，萧何也不会认输，他们更杀不了皇朝8成以上的成员，这次挑战输定了。进退两难的时候，系统提示响起，听到这个系统提示的内容，李海天和赵耀祖脸色更难看了。叮！系统公告，皇朝公会驻地升级战时间结束，驻地为尸首，皇朝公会驻地成功升级为镇级。叮！系统公告，
皇朝工会处于工会战中，不满足驻地升级条件，驻地升级暂停，工会战结束继续。升级战结束，皇朝工会成员得以空出手来，这对3个工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两位怎么不打算跑了？这时萧何来到两人不远处，实际上萧何一直都在。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会不明白？李海天咬牙切齿，瀚海被灭可以说是萧何一手造成的。李海天刚说完，从驻地东北南3门涌进来70多玩家，正是完成守护任务的皇朝精英们。看到这些皇朝精英，李海天的眼睛顿时亮起来。只要他们杀光这些皇朝精英，不用全部杀死，只要能杀掉80%，他们取胜还是有希望的。兄弟们，为了胜利，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李海天看皇朝精英们走过来，萧何还没来得及下达任何命令，率先带着海天工会成员杀过去，要杀皇朝工会一个措手不及，同时不忘提醒赵耀祖一起杀。第78章新人争霸赛，杀！看李海天抢先动手，萧何命令皇朝成员展开进攻，这是个难得的练兵机会，不能错过。萧何抽调过来5个49级守卫，3个工会还有300多人，皇朝才几十人，有点以寡敌众了。随后萧何向人群中的赵耀祖冲过去，擒贼先擒王，把3个工会的会长挂了。工会成员群龙无首，要好对付得多。萧何已经杀了雷云炼狱，还剩下赵耀祖和李海天2人。赵耀祖离萧何近，就从赵耀祖开始。你想干什么？看到萧何靠近，赵耀祖有点心虚，被萧何杀了2次，他对萧何有恐惧。这你都想不到，笨，当然是杀你。萧何冷笑着冲上去，来人，给我杀了他！赵耀祖大喊，当时就有10几个药师公会的玩家冲上来，杀向萧何。赵耀祖也是在游戏外成立了做事为，以此为基础，在游戏内建立工会的，其核心成员都是工作室成员。赵耀祖的命令他们绝对要听，听到赵耀祖的命令，即使明知他们不是萧何的对手，仍然都冲了上来。萧何法杖一点，火焰龙张牙舞爪地冲过去。第一个冲上前的是一个战士，火焰龙也第一个击中了他，随后击中了第2、3个，直到第5个。击中第5个，萧何法杖一动，火焰龙掉头又冲了回来。向前冲的刚被正面击中的5个玩家没看到，又被从背后第2次击中。随后火焰龙再次掉头，从正面第3次击中5个玩家，5个玩家全灭。好强！退后的赵耀祖倒吸一口冷气，保护他的人可都是工作室的高手，工会内的精英。结果他们还没等冲到萧何面前，就已经被火焰龙挂了5个，牧师加血都没来得及挽救，这是何等的攻击力！实际上，这也和火焰龙本身特点分不开。火焰龙可以转向，顶级高手能控制火焰龙连续击中同一个目标，伤害累加最多可达3次。以萧何现在的攻击力，有玩家连中3下不被爆才是怪事。杀！挂了5个人，萧何在地人群中左躲右闪，步步紧逼赵耀祖，追杀赵耀祖。看到萧何追杀而来，赵耀祖只能不停命令药师公会的人挡住，不惜一切代价挡住，同时他往后退去。挡住他，一定要挡住他！赵耀祖看到萧何步步逼近，马上就会把他纳入魔法攻击范围。赵耀祖有点急了，他可不想掉级，只好把和皇朝厮杀的药师成员抽回来一些，用他们来抵挡萧何。赵耀祖，受死！萧何猛向前突进几步，火焰龙直射不远处的赵耀祖。糟糕！赵耀祖亲眼看火焰龙秒了好几个人，他可不想尝试火焰龙的厉害，转身就跑，希望能躲开火焰龙。轰！可是人物的速度再快也比不过魔法，火焰龙正中赵耀祖后背。赵耀祖也算得上高手，如果是别人操纵火焰龙，还真就被赵耀祖躲过去了。可操纵火焰龙的是萧何，顶级玩家中的顶级玩家，预先判断了赵耀祖的行动方向，火焰龙向预判的方位打过去。外人看来就像是赵耀祖自己把后背送到火焰龙前一样。来回3次，赵耀祖挂了，毫无疑问的挂了，爆出一件红色装备。萧何看爆出的是一件红色装备，直接走开。萧何对装备非常挑剔，至少要紫装萧何才会看看，紫装以下的装备有空就捡，没空就不管。赵耀祖挂了。李海天看到赵耀祖被萧何杀死，心中一惊，3个工会长只剩了他一个活着。李海天断定萧何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因为萧何刚杀了赵耀祖，就向他的位置冲了过来。李海天再回头看看，混战仍在继续，皇朝成员也出现战斗减员，有近20个。不过3个工会也减员很多，剩余人数不足工会全部成员的一半，想要通过杀皇朝80%成员取胜不可能了，因为他们的成员减员过半，已经不符合第3条判定标准。李海天知道挑战有结果了，他们已经败了，大败特败，剩下的就是等系统宣判而已。他们2个都已经挂了，现在轮到你了。萧何冲到李海天面前，法杖顶端指着李海天，只要杀了李海天，3个工会就会彻底群龙无首，胜利就唾手可得了。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吗？李海天脸上阴云密布，赶尽杀绝也是你们自找的，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你明白，
起因不在我，在你。既然做了开头，就要有承担后果的准备。萧何在游戏中并没有想欺负任何人，他只是想顺利的发展下去。可有些人偏偏要来挑衅，萧何可不是吃亏不还手的人，有人来挑衅，当然要打得他不敢再挑衅。我不会给你机会的。李海天一咬牙，看了看还有100多在坚持奋战的手下，做出了一个决定。叮！系统提示：海天公会挑战黄巢公会作战中，海天公会投降，胜利者黄巢公会。萧何正要击杀李海天，蓦然收到系统提示，李海天竟然选择主动认输，这让萧何有点意外。萧何想了想，就知道李海天为什么要认输了，因为李海天已经看不到取胜的希望，既然败局已定，就要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避免掉级，避免掉装备，唯一的途径就是海天主动投降了。李海天投降，海天公会战败，海天公会剩余成员全部被传送出黄巢公会驻地。这是系统的设定，多个公会混战的时候，如果有公会主动认输，为避免他们干扰余下的战斗，认输公会的成员会被传送出战斗场地。海天公会退出，剩下2个公会残存成员不足200，败局已定了。怎么可能？海天公会怎么可以投降？海天投降了，我们怎么办？海天太不讲义气了。剩下2个公会的成员看到海天公会被集体传送，马上就猜出了传送的原因，海天投降了。猜到原因，剩下2个公会的人炸锅了，海天投降都传送走了，3个公会变2个公会，人数减少了1/3还多，本来取胜的希望就很渺茫，海天公会投降等于提前宣判他们的败局。叮！系统提示：耀世公会挑战黄巢公会作战中，耀世公会投降，胜利者黄巢公会。叮！系统提示：雷云公会挑战黄巢公会作战中，雷云公会投降，胜利者黄巢公会。接连2条系统提示传来，剩下2个公会的成员也都纷纷化作白光，被系统传送出黄巢驻地。他们怎么投降了？廷司有些惋惜的来到萧何身边，3个公会的投降让他很是有点意外。就是我还没杀几个就投降了。郝甜甜也走过来，挥舞着手中的金色匕首，娇俏的很语：没希望取胜，为保存实力，投降是最好的选择。萧何很理解李海天的做法，他们投降是明智的选择。萧何能保证，如果他们不投降，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之内，3个公会将有90%以上的成员调集。叮！系统提示：黄巢公会驻地升级成功，条件符合，现在开始升级。系统提示过后，驻地的面积开始向外延伸，同时一座座建筑直接从地下冒出来，各种功用应有尽有。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城墙了，顶部宽3米，高达10米的城墙围绕驻地拔地而起。没过3分钟，驻地升级完成，村级驻地变成了镇级驻地，简易的木栅栏变成了坚实的城墙。城墙出现，荆棘食人花也从城墙根钻出来，长长的藤蔓向城墙外延伸开去。驻地升级到镇级，萧何把工会等级提升到3级，这样荆棘食人花和召唤牌召唤出来的守卫等级都会提升。荆棘食人花提升到了66级，藤蔓66米长，有成人腿粗细，藤蔓上布满了尖刺。召唤牌召唤出来的守卫数量增加到15名，等级提升到了69级。这样荆棘食人花守卫城墙，守卫守护城门，每门2个，4座城门共用区8个，4个守护工会大厅，剩下3个在阵中巡逻，以防有玩家在阵中寻衅滋事。69级的守卫在目前阶段的威慑力还是非常强大的。终于完了，我们下线休息，然后庆祝一下吧。驻地升级时间虽短，可先经历怪物袭击，怪物袭击还没完，就迎来了工会大战，先后经历了2场大战，众人的精力消耗都很大，显得有些疲劳，是应该庆祝一下，庆祝驻地升级成功，还挫败了3个工会的阴谋。廷司等玫瑰8女也双手赞成。就在这时，众人全部收到一个全服广播，连续3次。叮！系统广播：为了感谢广大玩家对远古世界的支持，游戏将在半月后举行新人争霸赛，参赛资格为等级40级及以上，分为初赛、半决赛和决赛，前10名达到40级的玩家将直接晋升半决赛。决赛中取得前10名成绩的玩家将获得丰厚奖励，欢迎广大玩家踊跃参赛。新人争霸赛，丰厚奖励，萧何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第79章意外。下线前，萧何到远古世界官方论坛查看，把新人争霸赛规则仔细看了看，用心记住。新人争霸赛是玩家1对1的对抗赛事，大赛最终产生冠军1名、亚军2名、季军3名和优秀奖4名。其中冠军会奖励1件传说级装备，也是奖品中唯一1件传说级装备。因为是争霸赛奖品，该传说级装备将具有不可交易、不可掉落、不可毁坏3种特性，也就是说谁得到只能谁用。传说级装备，看到冠军奖品，萧何不由一阵热血沸腾。目前游戏中还没有出现传说级装备，据萧何估计，想要爆出传说级装备，至少要杀50级以上的 BOSS 才有可能。
这只是最基本的，实际还要难很多。正因为这样，看到传说级装备的奖励，萧何对新人争霸赛产生了势在必得的念头，也有这个实力。下线，在新购买的作为皇朝工作室的别墅里的一个小厅里，举行了小型庆功宴，庆祝工会驻地升级成功，庆祝同时挫败了3个工会的挑战。要知道，3个工会的成员数量加起来近10倍于皇朝，这可是一次大胜。你准备参加精英争霸赛吗？看白玫瑰几女兴高采烈的聊天，婷丝端着酒杯和萧何来到阳台上。当然，传说级装备的诱惑，没有几个人能拒绝吧？传说级装备，不要说是游戏开始没多长时间，就算是游戏运行到后期，也绝对是抢手装备。在远古世界中，传说、史诗和神器级装备，除极特殊情况外，只有在打高级 BOSS 的时候才有几率爆出，并且这个几率还很小。而且这3种装备的总数量是有限制的，传说级总数量9999件，史诗级总数量999。至于最尊贵、最稀少、最神秘的神器，整个游戏只会出现99件。传说级装备有9999件，这不是有多吗？当然不多，9999看似不少，可玩远古世界的玩家有多少呢？也就是说，第一批远古世界玩家就有近亿，加上后续发放，玩家数量肯定是数以亿计的。传说级9999件和玩家数量数以亿计来比较，几万玩家中才能有一个玩家拥有1件传说级装备，几十万玩家中才能有一个玩家拥有1件史诗级装备，几百万玩家中才能有一个玩家拥有1件神器。现在再回头想想，9999和数以亿计的玩家比较起来，太少了。因而，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这3种装备都是十分稀少、罕见的，装备会贬值的可能性根本没有。这个诱惑的确让人难以拒绝，我也不行。不过我有自知之明，以我的这点能力，进决赛都很苦难，更不用说冠军了。婷丝笑了笑，作为远古世界出现的第1件传说级装备，作为个人争霸赛的奖品，整个游戏的人都在争夺。婷丝相信，最终能闯进决赛的都是一些顶级玩家。婷丝也是一个顶级玩家，闯进决赛也不是不可能。但和萧何这样的顶级玩家中的金字塔尖等级一比较，他进前10的希望简直太渺茫了。也不是没有机会。萧何说这话就是纯安慰性质了，他了解婷丝的能力，进前10希望基本没有。好了，不说这些了，说你这一次如果能夺冠，对皇朝的影响至关重大，所以我建议你，今后一段时间，直到比赛结束，你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争霸赛上，这不仅是你的需要，也是皇朝的需要。你不想管理皇朝的具体事务，这点我和甜甜都可以帮你，但你毕竟是皇朝的会长，不能撇下皇朝不管。你不想管理皇朝的具体事务，就做皇朝的精神领袖，成为皇朝每一个成员的信仰。做皇朝的精神领袖，这点并不容易，需要你个人近乎神话的成绩才行。如果你能在争霸赛夺冠，你就迈出了精神领袖最为成功的一步，皇朝所有成员都会有你这样的会长而骄傲自豪。精神领袖，萧何想了想，这的确是最适合他的。萧何不擅长工会事务管理，也不想管理工会的琐事，但皇朝毕竟是他建立的，他不能撒手不管。而作为精神领袖，就要有被无数人崇拜的神话般的事迹，让人只能仰望和羡慕。可神话般的事迹想要做出来，这个难度还真不是一般的大。难度虽大，不过挑战性却是十足，萧何喜欢。好，那以后皇朝工作室的事情牛麻烦你们了。萧何很满意婷丝的建议。麻烦什么？我和甜甜可各占了1成半的股份，工作室发展好了，我们同样也会收获很多的。你知道这半个月工作室赚了多少金币吗？婷丝反问。不少吧？萧何没统计过这些，但有一点他清楚，赚了，绝对赚了，而且还是大赚。应该说很多，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你在挑战瀚海公会的时候杀了铜头铁背狼王，皇朝升级战的时候杀了狂暴野猪王，2只 BOSS 爆出的装备你都用不上，除了2件紫装被内部成员换走，其他的全部拍卖，预计至少收入700万金币，加上海天公会、雷云公会、药师公会的赔款600万金币，皇朝成立半月时间收入1300万金币。还有前期你带队练级的收获也有1200万金币的收入，2项加起来，工作室收入2500万，除去各种支出也超过2000万，你个人入1300万以上。统计出这个数字的时候，婷丝也是一阵感慨，绝大多数游戏工作室成立前几个月不仅不会赚钱，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可皇朝工作室仅仅成立半个月就吸金2000万，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萧何创造的奇迹。这点婷丝十分清楚，没有萧何，这一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有1300万，萧何也是一阵欣喜，知道赚了，可他没想到会赚这么多。当然，这还是除去对皇朝成员的补贴，否则还会更多。婷丝神采奕奕，对工作室的发展，婷丝信心十足，有萧何这个灵魂人物在，工作室的发展就是一条金光大道，不一定会是坦途，但皇朝工作室的崛起已经无人能阻了。婷丝姐，
你在和萧何说什么悄悄话啊？这时郝甜甜也来到阳台，有点醉的郝甜甜眼波流转，脸上红晕一片，让萧何看得有点眼睛发直。美人微醉红霞微染，还有比这更诱人犯罪的吗？瞎说，我在和萧何说今后工作室的发展方向。好了，该说也说完了，我把萧何还给你了。婷思一把把郝甜甜拉过来，推到萧何身边，他走出阳台，回小厅和另外玫瑰妻女庆祝去了。郝甜甜确实有点喝多了，被婷思一推，身子一软就要栽倒。萧何当然不会袖手旁观，连忙扶住。于是郝甜甜顺势栽倒在萧何身上，紧贴在萧何的身体上。甜甜，你醉了。看郝甜甜紧贴在身上，眼睛半眯的样子，萧何就想送郝甜甜回去休息。我没醉。郝甜甜不依，半挂在萧何身上，歪歪扭扭的回到客厅。如果不是有萧何搀着她，绝对走不回去。甜甜说，你们是不是瞒着我们做什么好事了？婷思看着半挂在萧何身上的郝甜甜，调笑。婷思姐，你坏死了，你明知道没有。虽然有点醉了，郝甜甜还是大羞。我看你是希望某人对你坏吧。婷思也有点多喝了2杯，俏脸也红扑扑的，有点醉意朦胧。庆功宴继续进行，萧何也有点喝多了，变得有些醉意朦胧。他甚至不知道庆功宴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只知道朦胧中有2人把他扶到床边，然后萧何就栽倒在床上，扶他的2个人被他拉着，也一起栽倒在了床上。第二天，萧何早上醒来，感觉身上有点不对，怎么回事？萧何开始回想，昨晚他们庆祝工会顺利升级，和婷思谈完，又和郝甜甜在外面待了一小会儿。回来之后，郝甜甜被婷思调笑，后来白玫瑰等几个女孩向萧何敬酒，感谢萧何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再后来，萧何醉了，郝甜甜和婷思也都醉了，3人互相搀扶着回到萧何的别墅。然后怎么来着？第80章开始冲击。萧何看了看，最为醒目的是几个鲜红的桃花般的痕迹。可是谁的呢？萧何虽然喝醉了，可仍能确定送他回来的是2个人，倒在床上的是3个人。看床上的痕迹，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可是他是和谁？郝甜甜、婷思，还是2个人都有？除了血迹，其他已经被清理干净了，让萧何无从判断昨晚究竟是谁。在床上呆坐了一会儿，萧何起身洗漱。等萧何洗漱完毕，来到客厅的时候，就看到郝甜甜和婷思正在吃早餐，表面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那个，昨天我好像喝多了是吗？萧何挠挠头坐下来，有点不知道该如何问昨晚的事情。是啊，2女几乎同时回答。那个，昨天晚上没发生什么吧？萧何紧张起来，完全不像是游戏中叱咤风云的爆发。没事。2女低头吃早餐，气氛显得有些诡异。对了，我刚才想了一下，昨天对装备的估价低了，新人争霸赛就要开始了，为了争夺好名次，有能力的选手肯定会四处搜罗紫装、金装，这2种装备价格肯定会大幅度上涨，至少翻番应该不成问题。而我们的装备还没有出手，受价格上涨影响，工作室这半个月的预计收入数字也会上涨，至少应该突破5000大关。没等萧何说话，婷思已经把话题转移。这是肯定的。萧何点点头。在远古世界出现之前，萧何玩过很多游戏，也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况，装备的价格大幅度上涨是必然的，越好的装备价格涨得越多，甚至有过涨10倍的先例。我和婷思姐商量过，普通装备就算了，好装备，尤其是紫装、金装，全都暂时停止出售，等初赛过后，半决赛开始之前再出售。郝甜甜十分具有商业头脑，工作室在游戏中购买的商铺就是由郝甜甜负责的。萧何点点头，对郝甜甜和婷思很满意。工作室萧何只负责大方向，做精神领袖，具体管理萧何只监督，除非必要是不会插手的。从今天开始，我会进入冰川雪域，在无尽的冰雪世界中练级。大赛之前，我不会回朱雀城了。冰川雪域是一个冰雪组成的世界，其中怪物全都在30级到60级之间，很适合现在的萧何。在诡异的气氛下，萧何匆匆吃罢早餐，就逃离了客厅。婷思姐，我们看萧何离开，郝甜甜松了一口气，可转眼间又带上一缕忧郁的神色。别多想，昨晚只是一个意外，忘记就好。婷思强忍心中不甘，安慰郝甜甜。早上她醒来的时候，震惊地发现床上还有另外2个人。看到床单上的痕迹，婷思想起了昨晚和萧何的接触，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羞赧。可马上婷思就意识到出问题了，萧何是郝甜甜的意中人，郝甜甜和她是好姐妹，尽管她也喜欢萧何，可她不能抢了好姐妹郝甜甜的意中人，否则3个人都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中。想到这，婷思悄悄起身，收拾起自己的衣物，就准备离开，打算悄悄消失。这时意外出现了，郝甜甜醒了，看到刚收拾好衣物，还没来得及穿上身，风光正好的婷思郝甜甜大惊，差点惊呼出声。是婷思及时阻止了郝甜甜，2人在萧何醒来之前收拾好离开了。可萧何他，尽管在萧何到来之前，婷思已经几次和郝甜甜言明，
昨晚只是意外事件，好甜甜还是很担心，一面是闺中密友，一面是心中的意中人，好甜甜也很为难，有些不知所措。他喝多了，什么也不记得，你只要记住他是你的就好了。婷思说这话的时候心痛不已。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婷思对萧何的印象就不错，在以后的几次接触中，尽管婷思警告他自己不可以喜欢上萧何，可情感这东西是理智很难约束的，婷思还是喜欢上了萧何，只是没有表露出来，而且婷思也不知道萧何是不是喜欢他。早上发现三人行的时候，婷思第一时间想把这件事隐瞒过去，以免三个人都会痛苦。三人事件暂时被翻过去，萧何、婷思和郝甜甜各怀心思。郝家别墅，郝天祥的书房，郝氏父子两人正在谈话。升级驻地，同时挫败3个公会联手挑战，这个萧何我还真没看错他，做得不错。听完郝雨傲的报告，郝天祥笑眯眯地仰靠在沙发上，他对萧何在远古世界里的表现十分满意。皇朝成为游戏里内第一个镇级驻地，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日后收益十分可观。如果不出意外，将来游戏中的一大公会，甚至游戏中的一个系统外的主城都是皇朝的。郝雨傲对皇朝十分羡慕。郝雨傲也在远古世界中建立了公会，可惜实力远不能和皇朝相比，至今还只有公会没有驻地。李海天和赵耀祖在游戏中被萧何重挫，以他们的个性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方面你要多留意，必要的时候你要跟你妹妹和萧何提个醒。郝天想了想，叮嘱郝雨傲：会的，我的傲雨公会也正式成立了，我会尽快和皇朝建立盟友关系，到时候就方便多了。萧何狼狈地逃回卧室，进入游戏舱，上线，直接出现在驻地皇朝镇，在镇内的系统商店中做了必要的补给，直奔冰川雪域而去。很快，萧何就进入了一个银白的世界，除了偶尔一些露出本色的岩石，还有少量的树木外，全都是白色。这是一片广阔的雪原，除了零星出现的树木、岩石，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银白。啪啪啪！萧何刚进入雪原，就听见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接着，萧何不远处飞来一只蝴蝶，巨型的蝴蝶，2只翅膀横向展开，肯定超过2米，高度超1米。除了头部有黑色触须和绒毛，身上其他部分都是白色的，在白色的雪原里很容易被人忽视。31集，雪原冰蝶。雪原冰蝶飞到萧何面前，2只蝴蝶翅膀一扇，无数细小的冰晶射向萧何，寒意逼人。竟然是魔法攻击！萧何左移2步，恰好躲开射过来的冰晶，同时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412，火焰龙！火焰龙飞出，临近雪原冰蝶面前的时候，火焰龙龙头一转，在雪原冰蝶面前环成弹簧形套过去。这也是萧何冥思苦想出的办法。火焰龙形成弹簧形状，会有很多螺旋形的不闭合的圆圈，弹簧推进的时候，这些不闭合圆圈先后通过目标，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差。经过萧何的实验证明，这样的攻击会被系统判定是2次攻击，以萧何目前的控制力，可以形成2个不闭合圆环。套过雪原冰蝶的时候，2个不闭合圆圈先后通过，形成2次攻击。随后萧何控制火焰龙折回来，再次通过雪原冰蝶，仍旧是2次攻击。这时火焰龙的3秒钟时间还没用完，还有1秒多一点的样子。火焰龙2次通过，每次算2次攻击是4次攻击，可系统判定有效攻击为3次。因为火焰龙这个技能有限定，每一次使用火焰龙最多对同一目标叠加3次攻击，多于3次的即便是击中了，也会被系统判定是无效攻击，没有伤害。3次累加，雪原冰蝶损血1358。对单体攻击用火焰龙倒是有点浪费了，因为限定最多对同一目标叠加3次攻击。当然，这也只是对萧何来说，对于普通玩家来说，能在3秒钟内对目标实施第2次攻击就是高手了，第3次攻击根本就是梦想，是不可能的。火焰龙3秒时间过去，萧何砸出一个火球，再放出一个烈焰焚天，最后又来了一个火焰龙。雪原冰蝶挂了，毕竟只是31级的怪，血量只有3100，被萧何几次攻击轻易清空了。运气不错。萧何捡起雪原冰蝶爆出的一双靴子，还是红装精品。对远古世界极低的爆率设定来说，爆出一件红装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事了。至于更高等级的，像是紫装和金装，普通怪基本不会爆。经过一次教训之后，萧何这次学乖了，看到一只雪原冰蝶打一下，引着去寻找下一只雪原冰蝶，凑够6、7只之后，再用火焰龙或者烈焰焚天群攻，这样才是效率最大化，升级也快。2个小时过去，萧何升了1级，在驻地升级战的时候，萧何杀狂暴野猪已经积攒了很多经验，加上2个小时杀雪原冰蝶，萧何终于攒够了经验，升级到31级，距离40级又近了一步。升级完毕的时候，萧何来到了一座冰雪森林边缘，迈步走进冰雪森林。唰！萧何刚进入冰雪森林，眼前寒光一闪，就有一道锋利的刀锋斩了过来。第81章，拯救任务。危险！长期游戏的经验让萧何在危机出现的一刹那，萧何本能弯腰低头，
让森寒刀锋紧贴头顶掠过去。萧何甚至能听见锋利的刀锋经过头顶，因为速度过快，刀锋划破空气发出的嘶嘶声。躲避的同时，萧何速度并没有因此而慢下来，反而加快了许多，闪电般窜出去几米，以防敌人接下来的偷袭，这才挺身回头。萧何看清了危机的来源，是一只高度超过1米半的螳螂，晶莹剔透，就像是用冰块雕琢而成。33集冰晶螳螂。冰晶螳螂的2只前臂就像2把锋利的砍刀，刀锋闪烁着森寒的光辉，刚才就是他袭击了萧何。冰晶螳螂身体近乎透明，在白色一片的冰天雪地中很难被发现，尤其是在静止不动的时候。嗖！萧何刚看清冰晶螳螂，冰晶螳螂已经在地上一弹，弹射起来，凌空而下，2只前臂像锋利的砍刀砍向刚站稳的萧何。好机会！看到螳螂腾空，萧何眼睛一亮。螳螂在地上的时候，背后是硬的类似于板甲的组织，让人一看就知道防御力肯定不会弱了。可现在螳螂腾空，顿时暴露出毫无保护的小腹，这个地方没有板甲的保护，防御力要低得多。火焰龙！火焰龙飞出，并没有射向螳螂，而是射向螳螂前方。这就是顶级玩家和普通玩家的区别了。普通玩家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把攻击射向螳螂，但别忘了螳螂还在运动中，等攻击到达的时候，螳螂早已经离开原来的位置了。而顶级玩家就会像萧何一样，根据螳螂的速度和方向，对螳螂移动轨迹做出预判，把攻击发射到螳螂将要到达的位置。这样发出攻击的时候，好像没有攻击任何目标，可发出攻击之后，目标就像主动送上前来被打一样。轰轰轰！果然，看起来就像冰晶螳螂主动挡在火焰龙面前一样，被火焰龙3次攻击叠加。3520，要害攻击，伤害增加，击中冰晶螳螂腹部，系统判定为要害攻击，伤害值大大增加。3次叠加之下，萧何直接秒了冰晶螳螂。不错，经验不少。萧何看了看增长的经验，比雪原冰蝶要多一些，而且杀起来比较容易。萧何决定杀冰晶螳螂升级。如果换一个法师，独自一人在冰晶螳螂区域，绝对会有多远走多远，因为这种敏捷型怪物绝对是单独练级法师的克星，也就是萧何速度快，走位好，否则一个人在冰晶螳螂区域练级就是送死。萧何一路深入森林，进入了一片山区，冰晶螳螂也越来越多，最多一次萧何同时遇到了5只。救命！救命啊！刚解决了3只冰晶螳螂，萧何正往前走的时候，远处传来呼救的声音。萧何一愣，不可能是玩家，玩家一般是不会发出这种呼救声的，因为他们清楚这只是游戏，有很大可能是剧情 NPC 在喊。想到这些，萧何一阵欣喜，这种剧情 NPC 的出现，多数时候意味着有任务出现。萧何速度全开，一阵狂奔，绕过几棵大树，看到前面的雪地上，2只冰晶螳螂正在围攻一个老人。萧何一看就确定这个是一个剧情 NPC 了，因为玩家没有这种打扮。老人头顶顶着张老汉，救命！英雄救命啊！张老汉看到萧何出现，有了活命的希望，竟然一下从地上爬起来，向萧何摇摇晃晃地跑过来。2只冰晶螳螂看到到嘴的肥肉跑了，当然不干了，随后就追上来。冰晶螳螂速度飞快，眨眼间就追到张老汉身后，跳起来扑向张老汉的背后。如果让冰晶螳螂扑上张老汉，锋利的螳螂刀臂肯定会洞穿张老汉的后背，张老汉就死定了。张老汉是剧情 NPC， 90%会有任务接，萧何当然不会让张老汉死掉，爆裂火焰猛砸过去。轰！扑上来的冰晶螳螂被爆裂火焰砸中，从半空掉下来，失去了追击张老汉的机会。萧何乘机冲上去，挡在张老汉和冰晶螳螂之间，几下就消灭了2只冰晶螳螂。这时张老汉已经跌坐在地上，剧烈的喘着，显然刚才2只螳螂对他惊吓不小。老人家，你没事吧？消灭2只冰晶螳螂，萧何来到张老汉面前，递给张老汉一支终极补血剂。多谢英雄，老汉我没事，可是张老汉叹了一口气，他的伤都是皮外伤，没有生命危险。老人家，你为什哀声叹气啊？为了接任务，萧何继续同剧情 NPC 张老汉对话。英雄你有所不知，就在前面3公里外有一个冰封洞，洞里有无数怪兽，可怜我的孙子小宝误入冰封洞，已经3天没有出来了。英雄，你能帮我把孙子救出来吗？张老汉祈求萧何。叮！系统提示：张老汉请求玩家爆法入冰封洞，救出孙子小宝，是否接受？是否？当然选择是。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接受任务拯救小宝，任务时限3天，任务奖励封印靴。多谢英雄大恩大德，只要英雄能救出小宝，老汉愿意以祖传封印靴相赠。张老汉感恩戴德。萧何告别张老汉，直奔冰封洞而去。冰封洞分为3层，想要救出小宝，就必须下到第3层。萧何从张老汉口中了解到，
第一层的怪是寒冰摄影，是一种1尺长的虫子，喷射寒气攻击，可以致人行动缓慢和损血。剩下的2层张老汉就不了解了，系统也没有给出资料，这就是远古世界的特点。除了少来那个资料和提示，一切都靠玩家自己去探索。对于第一次完成某件事的玩家，奖励也十分丰厚。根据张老汉的指点，萧何很快就来到冰封洞，洞口就在一座山脚下，从外面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山洞。如果硬要说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山洞是冰块组成的，冰块代替了岩石。因为冰雪折射光线，冰封洞里面光线虽然比外面略暗一些，可以能看得清清楚楚。刚前进不到10米，萧何就听到前面传来一种奇怪的咕咕呱声，就好像是秋天的蒿妈在叫。转过一个弯，萧何发现了咕咕呱声音的来源。就在萧何前面不远的地上，有种1尺左右长、鸡蛋粗细的虫子，整体像是一个晶莹剔透的冰雕。31集，寒冰摄影。看到萧何出现，寒冰摄影发出呱的一声，张嘴就喷出一道3米长的白色雾气，射向萧何。萧何连忙闪身躲开。根据张老汉的描述，如果被寒冰摄影喷出的寒气命中，速度会降低很多，甚至有一定几率被冰封3秒钟。如果是一个血少防低的职业，被冰封3秒钟，后果可想而知。躲开之后，萧何发出一道火焰龙。寒冰摄影看到火焰龙，扭动身子躲避迎面射来的火焰龙。萧何当然不会让寒冰摄影躲开，操纵火焰龙转向，准确命中寒沙摄影不大的身体。1598，寒冰摄影的防御力显然不怎么样，被萧何火焰龙3次命中，3次伤害叠加出一个1598的高伤害。就在萧何想要一举结束寒冰摄影的生命的时候，寒冰摄影在地上的身子一缩，缩成一个圆球，圆球随即又弹开成长条，在这一缩一弹的作用下，寒冰摄影从地上射来，直接撞向萧何。这是什么情况？萧何吃了一惊，张老汉可没说过寒冰摄影还会玩弹射，而且弹射的速度还很快。当然，萧何只是有点惊讶，还不至于被射中。萧何上身猛然后仰，寒冰摄影擦着萧何的鼻尖飞过去。砰！寒冰摄影可不会飞，射去之后就不会控制方向了，没射中萧何，却撞到了洞壁坚实的冰块上。124。叮！系统提示：寒冰摄影受到猛烈撞击，轻度眩晕3秒，眩晕期间防御负30%。寒冰摄影撞到洞壁上，不仅损血124，还出了眩晕状态，毫无知觉地从洞壁上掉落下来。火焰龙！萧何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火焰龙直接命中掉下来还未落地的寒冰摄影。这就是顶级玩家的反应速度，如果换成普通玩家，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寒冰摄影肯定早已经落到地上了。1927，寒冰摄影防御大减，火焰龙攻击之下竟然打出近2000的伤害值，寒冰摄影还没落地就挂了。防御一般，血值一般，攻击速度稍慢，是一种比较容易应付的怪。这就是萧何对寒冰摄影的评估。杀完第1只寒冰摄影，萧何继续寻找第2层入口，很快就再次遇到寒冰摄影，不过这次有5只。5只当然用烈焰焚天。寒冰摄影体积小，烈焰焚天把5只寒冰摄影全部笼罩。随后，萧何的火球术爆裂火焰，火焰龙轮番出场，5只寒冰摄影很快化作萧何的经验值。2个小时过去，萧何前后杀死近100寒冰摄影，经验涨了1小节，可第2层的入口还是没找到。继续找，转过一个转弯，前面出现4只怪，让萧何愣了一下，这也是寒冰摄影吗？第82章，冰封洞2层。萧何刚转过一个弯洞，前面就出现4个特别的寒冰摄影，说特别是因为这4个寒冰摄影的体型，每一只都有1米长，2只鸡蛋并排摆放的粗细，头顶正中还有一点拇指大小的银色斑点。这不是普通的寒冰摄影，而是精英31级精英寒冰摄影。虽然等级相同，品种也相同，可精英怪的战斗力要比普通怪强上太多了，尤其是还有4只。萧何刚露面就被4只精英寒冰摄影发现，同时转过头来，嘴一张向萧何喷出一股白色寒雾。坏了，精英就是精英，4只精英寒冰摄影不仅反应快，喷射的寒雾范围更是广大，喷出的4道白雾连接起来，形成一面雾墙，把整个山洞的下半截都给堵上了。这让萧何的走位身法失效了，无处可躲。走位在神奇有用吗？上半截倒是没有寒雾，可问题是萧何会飞吗？显然不会。寒雾已经逼近了，萧何无奈启动技能残影，3个萧何残影出现，和他本体站在一起就是4个。4个萧何中1个以4倍速度后退，另外3个以4倍速度冲向喷寒雾的精英寒冰摄影。可惜速度再快也不如技能快，就像有人能躲避子弹的射击，并不是他的速度比子弹还快，而是他的反应速度比开枪的人快。当他判断出开枪的人要射击的位置的时候，提前躲开了。萧何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可惜他刚一出现，根本没有判断时间，精英寒冰摄影就发动技能了。就像躲子弹的时候，等发现歹徒有枪的时候，歹徒已经开枪了，
这时候只能希望歹徒强法不精，拼运气了。萧何是幸运的，躲开了大部分攻击，只被寒雾沾了一点，顿时失血29，身上一阵寒意袭来。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被寒气袭击，速度负10%，持续时间30秒。还好，萧何松了一口气，速度只减少10%还可以接受，就是持续时间30秒有点长了。这时，白色雾气散去，4只精英寒冰摄影又出现在萧何面前，正看向萧何这面。烈焰焚天，4只精英寒冰摄影距离很近，烈焰焚天的攻击范围是3乘3米，恰好把4只精英寒冰摄影全烧。421、398、409、402，果然是精英寒冰摄影，比普通寒冰摄影的防御力高很多。萧何刚想根据火焰的变动判断精英寒冰摄影的位置，火焰猛然剧烈跳动一下，弹出4个条状物，是4个精英寒冰摄影，他们跳出了烈焰焚天攻击范围，只是烈焰焚天的火焰遮挡了他们的视线，所以跳出来的时候，4只精英寒冰摄影分开了，有1只跳向萧何，另外3只跳向洞另一端。落单了，好机会啊！萧何马上一个火焰龙出手，杀向跳出烈焰焚天，还没来得及落地，精英寒冰摄影攻其不备。1328，火焰龙的特性可以3次叠加，萧何3次全中，精英寒冰摄影大量损血，被火焰龙打懵了，精英寒冰摄影撞到冰墙上，损血98，跌落到地上，头上出现眩晕标志。叮！系统提示：精英寒冰摄影遭到撞击，轻度眩晕3秒，眩晕期间防御负30%，还是好机会。萧何又一个火焰龙过去，眩晕状态下的精英寒冰摄影根本连躲避的意识都没有，就被火焰龙命中。命中第一下的时候，精英寒冰摄影就行了，可对于几乎缠在他身上的火焰龙也是无可奈何，3次全中。1732，这时另外3只精英寒冰摄影也冲了过来，距离萧何7、8米的时候，3只精英寒冰摄影身子一缩，缩成篮球大小，再猛然展开，获得了强大的冲力，3只精英寒冰摄影腾空射向萧何。在升到最高点的时候，3只精英寒冰摄影弹射高度5米左右，3只寒冰摄影齐向萧何喷出雾气。看到3只精英寒冰摄影腾空喷雾攻击，普通玩家的对策就是后退，好一点的向两旁躲开去。可萧何不然，在3只精英寒冰摄影刚张开嘴的时候，雾气还没有喷出来的时候，萧何速度全开，弯腰向3只精英寒冰摄影的方向冲了过去。呼！3道白雾连成一片，从空中照下来，可萧何已经抢先冲出了攻击区域，冲到了3只精英寒冰摄影下方，停下来向后转。这是3只精英寒冰摄影因为惯性的原因已经飞过萧何头顶了。因为萧何向后转，3只精英寒冰摄影出现在萧何前面，开始向地面降落。杀！萧何当然不会让3只精英寒冰摄影安然降落，火焰龙飞出，击中最左面的精英寒冰摄影，然后是中间的，最后是右面的，随即折返，从右面的开始，经过中间的，再到最左面的。3只精英寒冰摄影身在半空，因为不是飞行物种，根本不能控制飞行姿势，更谈不上躲闪了，这才让萧何轻易命中3只精英寒冰摄影，还来回反复攻击了3次，这才放过精英寒冰摄影。砰砰砰，3只精英寒冰摄影落地，和刚才撞墙眩晕的精英寒冰摄影汇合，4只精英寒冰摄影又聚在一起。糟了，4只精英寒冰摄影如果再来一次齐射，把整个山洞下半截封死，萧何不会飞，肯定是躲不开的。先下手为强，烈焰焚天起，4只精英寒冰摄影顿时被笼罩到火焰中，烈焰焚天刚出，4只精英寒冰摄影的雾气也喷出来了。只是因为烈焰焚天的火光遮掩，精英寒冰摄影看不清萧何的位置，雾气发射的大方向没错，可准确度却差了很多，只把山洞封死了2/3。萧何的走位身法有了用武之地，躲开了这次的寒雾齐射。就这样，萧何和4只精英寒冰摄影站在一起，10分钟过去了。萧何一个烈焰焚天再次挡住4只精英寒冰摄影的视线。哦！系统设定的惨叫声响起，有1只精英寒冰摄影挂了。4只精英寒冰摄影受到萧何的攻击大同小异，威力差不多。第1只精英寒冰摄影刚挂没多久，第2只也挂了，接下来是第3只、第4只精英寒冰摄影和萧何纠缠了10分钟，被萧何全灭。4只精英寒冰摄影挂了，地上出现几枚金光闪闪的金币，还有2件闪烁着紫色光辉的装备。萧何捡起少量金币，还有2件紫装。紫色极品装备，精英怪能爆紫色极品已经很不错了，这还要多亏了萧何的高幸运点。另外也和萧何单挑4只精英怪，系统计算爆率和品质的时候有所提升有关。如果是一大群人围攻，能爆1件紫装就不错了。嘎吱，4只精英寒冰摄影挂了，洞壁上开了一扇门，出现一道冰做的楼梯，斜向上延伸过去，这是通往第2层的入口。萧何明白了，
这4只精英怪就是2层入口的守护者，如果不杀死他们，2层的入口就不会出现。幸好萧何没有为了寻找入口而放弃杀死4只精英怪，否则通往第2层的入口永远也找不到。这也是这个任务第一次有玩家来做，而这个玩家就是萧何，根本没有现成的攻略可以查询。萧何记得就有这么一些人会抢先做各种任务，然后写出攻略，以不菲的价格卖给需要的人。萧何看了看台阶上没有危险，这才小心翼翼地迈步而上，经过36级台阶进入新的洞穴。冰封洞第2层和第1层的环境没有不同，只是山洞更高更宽，看起来要比第1层更宽敞一些。砰！萧何刚向前走了几步，就有一个白色足球大小的球体向萧何弹射过来。萧何一侧身让开，白色球体撞到萧何后面的冰墙上，又反弹回来。萧何只好再次闪身，同时紧盯着白色球体。白色半透明的球壁内似乎有一只盘着的寒冰摄影。33级寒冰蛹。这时不远处又弹过来2只寒冰蛹。2只寒冰蛹来到萧何前面3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地上弹射起来，撞向正观察他们的萧何。萧何闪身躲开，他明白了，寒冰蛹不像寒冰摄影会喷雾，寒冰蛹是通过弹射撞击敌人的物理方式伤害敌人的。萧何最擅长应付的就是这种攻击，萧何的走位技巧无人能及，这种物理克撞击的攻击方式中，恰好可以让萧何的走位优势发挥到极致。当然，如果几百个寒冰蛹一个挨一个，萧何也只能退避3舍。爆裂火焰，火球术。萧何转身躲过第1个寒冰蛹的撞击，在第2个、第3个寒冰蛹撞来的时候，猛然发动攻击471、468。尽管寒冰蛹的等级比寒冰摄影高，可他的防御比精英寒冰摄影要低。很快，3只寒冰蛹就被萧何先后大爆。萧何继续前进，发现寒冰蛹，杀掉，再前进。就这样，萧何边杀寒冰蛹赚取升级经验，边在冰封洞第2层四处徘徊，寻找第3层入口的所在位置。有了第1层的经验，萧何知道要找到第3层的入口，有很大可能还要像第1层找到精英怪。精英怪的位置就是第3层入口的位置，只要把精英怪挂了，第3层的入口就会出现了。只是这精英寒冰蛹在什么地方呢？第83章冰封洞3层。精英寒冰蛹在什么地方，萧何也不能确定。冰封洞每一层的布局都不一样，每一层都有很多洞穴组成，这些洞穴横七竖八交织在一起，比迷宫还迷宫。想要找到精英怪的位置，只能在这迷宫中乱撞，什么时候能找到就要看运气了。幸好走过的洞穴都会在地图上显示已知，除非必要，萧何不会重复经过这些地方，浪费时间。在寒风洞第2层，萧何游荡了2个小时之后，等级再次提升，萧何成为了32级游戏玩家，仍占据了等级排行榜首位，也是目前唯一一名32级玩家，第2名才是31级，从第2名直到第78名全都是31级，从第79名到第561名全都是30级，可见玩家间竞争的激烈。萧何转过第52个拐弯，走过30个岔路口，来到第37条洞穴，走进一条异端封死的洞穴。这时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萧何看到前面有一个直径近1米，隐约浮现银色纹路的寒冰蛹。33级精英寒冰蛹。萧何精神大振，找到了精英寒冰蛹，就找到了第3层的入口，杀了他，第3层入口就会出现。精英怪反应就是快，在萧何发现精英寒冰蛹的同时，精英寒冰蛹也发现了萧何，球体一扁再恢复原状，向萧何弹射过来。萧何一闪身，精英寒冰蛹擦身而过。对萧何来说，精英寒冰蛹比精英寒冰摄影好对付，因为精英寒冰蛹近身攻击，不会群攻活面攻击，这让萧何的走位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应付起来得心应手。砰！令萧何意外的是，精英寒冰蛹撞在萧何身后拐弯处的冰壁上，并没有掉下来，而是折射回来，直撞萧何，直接折射回来，省去了落地重新弹起的环节，节省了这个环节需要的时间，攻击节奏快很多，有点意思。萧何再次闪过精英寒冰蛹的撞击，精英寒冰蛹落地，这次距离冰壁很远，精英寒冰蛹不能借力了。精英寒冰蛹再次弹向萧何，撞墙，精英寒冰蛹仍旧利用冰壁反弹，只是这次并没有撞向萧何，反而斜着撞向了右面的冰壁，弹回来，以更快一些的速度撞向左面的墙壁，撞击点比刚才的撞击点距萧何近了些，再弹回来，以更快的速度撞向右面的墙壁，撞击点距萧何更近了一些。就这样来回弹射，速度越来越快，距离萧何越来越近，反复弹射10次之后，因为速度快到了一定程度，精英寒冰蛹的形体已经有点模糊了，砰砰砰的撞击声响成一片。20次之后，精英寒冰蛹的形体已经消失，只能看见一抹白色略带荧光的影子。萧何发现精英寒冰蛹的速度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每一次撞击冰壁都会少量损血，虽然只有3点血值，可架不住撞击次数多，持续时间长。萧何估计如果能持续15分钟，不用他动手，精英寒冰蛹就会自杀身亡。可显然
这是不可能的。以萧何的测算，要不了3分钟，精英寒冰勇救火把他逼到洞穴尽头。尽头？不好！想到洞穴尽头，萧何马上意识到危机来了，身后不远就是死路，唯一度过危机的办法就是正面冲过精英寒冰勇，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像是风扇的扇叶，风扇静止的时候，风扇扇叶之间的空隙明摆着，谁都能轻易用手指穿过去，可风扇高速转动的时候，扇叶看似消失了，可谁都知道扇叶在高速运转，这时候谁用手指穿过去，谁就是不想要这个手指了。同样的，精英寒冰勇在两面冰壁之间高速折返，虽然和风扇转动形式不一样，可道理是相同的。这时候如果萧何想冲过去，就会和伸到高速运转的风扇扇叶的手指一样的结果，后果十分严重。精英寒冰勇在冰壁之间高速折返，这等于横向封锁了冰洞，而萧何被封在没有出口的一端。怎么办？看着越来越近的精英寒冰勇，萧何有点急了，用不了半分钟，他就会被精英寒冰勇逼到山洞最里面，到时候萧何连躲的地方都没有。烈焰焚天，烈焰在精英寒冰勇下冲天起，精英寒冰勇在冰壁之间横向移动，度速飞快，和平行于冰壁向萧何移动的速度可以称得上缓慢。烈焰焚天一起，精英寒冰勇顿时陷于烈焰之中，冒出一个损血287的血红数字来。可是让萧何失望的是，尽管精英寒冰勇损血，但他的速度却一点也没有变慢，仍然坚定地向萧何推进。照这样的掉血速度，不等萧何杀死精英寒冰勇，精英寒冰勇就会先撞上萧何。精英寒冰勇速度太快了，可在这样恐怖的速度下，伤害加成肯定十分了得，或者会秒杀萧何。怎么办？爆裂火焰和火焰龙都能影响速度，可这两个技能影响速度，前提是要能正面击中目标才行。可是精英寒冰勇的速度太快了，看都看不清，更不要说瞄准了。有了！萧何想出一个办法。精英寒冰勇的速度是很快，可他有轨迹，他的轨迹就是一段一段的直线，在某一段轨迹上的时候，虽然不能分辨出什么时候他在直线上什么位置，可他一定在直线上的，这就行了。萧何想到的办法就是用火焰龙，让火焰龙也沿着条轨迹和精英寒冰勇撞击，减缓他的速度。想到就做，更何况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火焰龙出，萧何控制着火焰龙形成一个圆环，高速运转，以提供足够的冲力。萧何控制火焰龙形成的圆环，让圆环竖起来，去切精英寒冰勇折射的轨迹。砰！撞上了！精英寒冰勇被火焰龙冲击，被撞向上偏了一点。砰砰砰！接下来就是连续的冲击，火焰龙形成的火环转向是一定的，提供的冲力始终是向上的。872。3次撞击之后，精英寒冰勇损血872，萧何的高魔攻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这种情况下能击中就不错了，很难命中要害，不命中要害，攻击力就会打折扣，能有872这么高的伤害，已经是萧何高攻的体现了。每一次冲击，精英寒冰勇都被冲击的向上偏一点，10几次累计下来，精英寒冰勇轨迹大变，从本来离地1尺多高，变成现在距离地面1米高，只要再努力来2次，高度就会超过2米，到时候就算到了萧何的位置，也只会从萧何头顶越过。这么容易，刚才精英寒冰勇距地面不足1尺，萧何为什么不从精英寒冰勇头上跳过去呢？很简单，因为这是个游戏，跳跃属于一种技能，萧何不会这种总技能，除非有人搭梯子，否则萧何想跳起来是不可能的。尽管这在现实世界就是一种基本的能力，可这是在游戏中。7秒钟过去，被第3个火焰龙继续冲击，精英寒冰勇的折射位置高度已经超过2米，威胁解除。萧何马上从精英寒冰勇下面窜过去，这是精英寒冰勇距离洞穴被封死的一端只有1米多点。换句话说，萧何的活动空间已经被精英寒冰勇压缩到1米左右，再晚几秒钟萧何就危险了。该死的！萧何脱身，刚才被精英寒冰勇压制的意欲要发出来，精英寒冰勇就成了发泄对象。这时精英寒冰勇也到了洞穴尽头，3面是冰壁的情况下，精英寒冰勇无法维持折射掉了下来。萧何早就等着这一时刻了，精英寒冰勇刚慢下来，从墙上往下掉，萧何的烈焰焚天就起来了，随后就是火球、爆裂火焰，还有火焰龙，组合连续技一套下来，精英寒冰勇损血2978，爆了！精英寒冰勇自己撞冰壁持续几分钟，损血不少，加上萧何为了减慢他的速度，用火焰龙也让他损血不少，最后组合攻击更是一次性带走了他近3000的血值，就算是精英寒冰勇比普通寒冰勇要顽强得多，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挂了。地上留下一件紫光闪闪的紫色装备，蛮牛手镯，极品，需要等级33，血量加300，魔力加200，智慧加5，力量加3，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萧何随手扔进背包，除了智慧加5对萧何有点吸引力，其他的附加属性萧何不是很喜欢。精英寒冰勇死亡，
第3层入口出现，萧何迈步进入第3层。第3层比第2层又宽阔了许多，山洞底部宽度足有7、8米，躺着走都没问题，高度更是有20米以上。萧何刚进入第3层，迎面就看到一只高度1米左右的蝴蝶形怪。35级寒影蝶，出口正对寒影蝶正面，寒影蝶两翼一扇，发出一个1米半高的旋风，旋风夹着雪花冲向萧何。远程攻击，萧何连忙闪身躲开，同时回敬了一个火焰龙。寒影蝶翅膀一扇，蝶影一闪，就后退了3米多的距离，恰好躲开火焰龙攻击的位置，火焰龙落空。萧何嘴角现出一丝冷笑，火焰龙可没这么简单。萧何法杖再次点指移动后的寒影蝶，半空中的火焰龙猛然转向。第84章寒影蝶王。寒影蝶本已躲开火焰龙的攻击，可火焰龙不同于一般魔法，它是一种发出之后还可控制的技能。萧何操纵之下，还没到位的火焰龙猛然转向，杀向后退3米的寒影蝶。这次寒影蝶没能躲开，命中。火焰龙直接命中寒影蝶腹部要害部位，砰砰砰。这时火焰龙头部一扭，转回来又是一次攻击，再转回来第3次攻击，全部命中腹部要害1650。显然命中要害部位系统判定有攻击加成，否则攻击35级的寒影蝶3次叠加也打不出1600以上的伤害来。被火焰龙命中带来巨大伤害，寒影蝶显然被激怒了，蝶翼一扇猛然向前几米，旋风形成卷向萧何。萧何躲开旋风袭击，随手发出烈焰焚天，这是范围攻击技能，加上萧何对寒影蝶移动方向的预判，寒影蝶想躲也躲不开，再次被命中，现身火焰之中。寒影蝶现身火海，萧何判断出寒影蝶的位置，火焰龙出，命中寒影蝶，随后就是爆裂火焰。火焰龙和爆裂火焰打掉寒影蝶近1700的血值，加上烈焰焚天的300多，伤害值过了2000，算上开始的1600，全部伤害就是3600以上。寒影蝶只是35级的怪，还是普通怪，血量不超过3500，爆裂火焰命中，同时寒影蝶爆了，没爆东西，这才是正常。在远古世界中，爆率极低，普通怪很少会爆东西，多数是爆几个铜币，好一点的几个银币，金币很少。当然，爆钱币价值是最低的，爆的装备才是最有价值的。杀了寒影蝶，萧何在第3层中找张老汉的孙子小宝，这是任务要求，救出小宝才会完成任务。呼呼，刚拐过一个弯，迎面飞来2只寒影蝶，萧何抢先一个火焰龙过去，在2只寒影蝶攻击之前，已经被萧何的火焰龙命中，其中一只的攻击直接被打断，另外一只的攻击被萧何轻易躲开。火焰龙在2只寒影蝶之间折返3次，每只都是3次叠加的最大攻击次数，带走2只寒影蝶近3000血量。火焰龙刚过，烈焰焚天起。烈焰焚天是萧何很喜欢使用的一个技能，不仅因为它是范围攻击，更因为烈焰焚天的大范围火焰是很好的障碍物，可以阻挡怪和玩家的视线，让怪和玩家变成瞎子。当然，烈焰焚天也会阻挡萧何的视线。这时候，萧何的另一种能力就派上用场了。经过长期练习，萧何可以根据火焰的流动状态，判断出火焰内的怪或玩家的大致位置，还有运动的走向。根据这些，萧何就可以攻击烈焰焚天内的怪和玩家。就像现在，萧何看到烈焰焚天内的火焰有2处波动异常，马上发出火焰龙进攻2点异常位置。果然，这2处不一样的位置就是2只寒影蝶的位置。火焰龙只比正常情况下多花了一点时间，就命中2只寒影蝶，而且还是和以前一样，2只寒影蝶都是被3次叠加命中，总计损血近3000。萧何判断2只寒影蝶的血值已经接近底线了，最多2次攻击，2只寒影蝶就会被挂掉了。呼呼，2只寒影蝶显然不甘心被动的被攻击，放出2个旋风从烈焰焚天中打出来。可惜寒影蝶视线被烈焰焚天阻挡，打出的旋风根本没有目标，一个直接从另一面打出去，和萧何越来越远，另一个旋风的方向倒是对了，可准头差远了，萧何动都没动，旋风就从萧何右侧3米远的地方路过了。这时烈焰焚天熄灭，恰好萧何的火球术和爆裂火焰砸到，左面的寒影蝶当场被爆，右面的寒影蝶倒是挺过了一下，可也被萧何接下来的火焰龙爆了，爆出几枚金币，还算是比较慷慨的怪。萧何继续寻找了半小时左右，听到一阵压抑的断续的哭声，怎么回事？在这满是怪物的洞穴里不可能有人，如果有，就只有一个可能，是张老汉的孙子小宝。萧何马上顺时断时序的哭声找过去，没过多长时间，萧何就找到断续的哭声来源。这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四周连接着数十个大小不一的洞穴入口，这些洞穴大的高度10几米，宽度也有7、8米，小的仅能容纳一个小孩子钻过去，哭声就是从一个小洞穴中传来的。可萧何现在不能过去救人，因为在大厅中有怪物，而且不是一般的怪物。大厅中间的倾斜的冰柱上落着一只3米高的金色蝴蝶状怪物。35级寒影蝶王 BOSS。 这时这个任务的最终 BOSS 只有杀了这只 BOSS 才能顺利救出张老汉的孙子。
小宝。可想杀 BOSS 也不容易，在寒影蝶王附近，4只2米高的银色精英寒影蝶守卫着他，只能先杀精英寒影蝶了。萧何小心翼翼地前进，刚把一只精英寒影蝶纳入攻击范围，萧何就发动攻击，爆裂火焰砸过去。精英寒影蝶动了，向罪魁祸首萧何冲了过来。寒影蝶王翅膀扇了扇，没动。寒影蝶王没动，可另外3只精英寒影蝶动了，4只精英寒影蝶一起向萧何追了过来。寒影蝶王没动就好，萧何可不想把寒影蝶王也引出来，那样打起来就辛苦多了。萧何引着4只精英寒影蝶转过一个弯，还是在大厅附近，因为精英寒影蝶是护卫寒影蝶王的，不可能距离寒影蝶王太远，这个距离恰好不超过限制距离，而寒影蝶王也看不见4只精英寒影蝶。烈焰焚天，烈焰焚天出现在最先追来的精英寒影蝶和后面3只中间，把4只精英寒影蝶分开。呼！就在萧何释放烈焰焚天的时候，第一只精英寒影蝶双翼一扇，放出一个旋风。这个旋风足有2米高，速度也快得多，呜呜叫着冲向萧何，细小的冰渣在旋风中碰撞，噼啪乱响。萧何马上躲开，就凭着脉象，这个旋风的攻击力肯定不弱，肯定要躲开的。躲开，萧何法杖一点，火焰龙出。精英寒影蝶想躲开，速度也很快，可萧何的反应速度太快了，火焰龙2次转向就追上精英寒影蝶，命中。在萧何的指挥下，精英寒影蝶又被戏弄2下，火焰龙3次命中，带走精英寒影蝶过1000生命值。这时烈焰焚天时间到，冲天烈焰消失了，萧何马上补上一个。可就这样，还是有一只精英寒影蝶冲了过来，变成萧何和2只精英寒影蝶缠斗在一起。5分钟过去，第一只精英寒影蝶一声哀嚎挂了。这时另外2只也早已冲过来，萧何在3只精英寒影蝶间周旋。烈焰焚天，萧何左转右转，又把3只精英寒影蝶弄得晕头转向的飞到了一起，然后就是烈焰焚天烧起来。烈焰焚天烧起来，萧何的火焰龙发出，在3只精英寒影蝶头晕脑胀的时候，3次攻击叠加完成。哦，又是一只精英寒影蝶挂了。随后不久，另外2只也先后步上前2只的后尘，化作萧何的经验。萧何捡起其中一只爆出的紫色装备，看也不看放进背包，完成任务要紧，装备可以以后再看。萧何回来的时候，寒影蝶王仍旧落在冰柱上，翅膀不时扇动一下，好像是在说我是活的，别惹我。萧何当然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他就是来杀寒影蝶王的，怎么能不惹他？好梦正甜的寒影蝶王被攻击，当时就火了，2只蝶翼一扇飞起来，同时2到3米高的旋风形成。果然是 BOSS。 普通的寒影蝶只有1道旋风，精英寒影蝶的旋风也只不过是个头大了点，可寒影蝶王的旋风不仅个头大，还是2道，旋转的旋风中带着的也不是冰渣，而是一只巴掌长、闪寒光的冰锥。如果被旋风命中，卷进去被冰锥乱扎一阵，就是35级的战士血牛也扛不住吧。萧何当然不会硬抗，不过也没躲没闪，而是猛然前冲，从2个旋风中间的间隙冲了过去。这可不是一般玩家能干得出来的，首先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还要有准确的判断力。2个旋风间距不足1米，只要位置稍偏一点，就会被2个旋风中的一个吸过去，到时候被冰锥一阵乱扎，想不掉级都难。萧何冲过2只旋风，法杖一点就是一个火焰龙。寒影蝶王身高3米，翅膀横向展开，恐怕有6米，目标太大了，萧何像不击中他都很难。火焰龙命中，反复3次，532，3次命中才打掉500出头的血量，35级 BOSS 至少有35万以上的血量，这又是一场苦战。一击命中，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同时寒影蝶王也开始反击，再次放出2个旋风攻击萧何。萧何闪身躲开，和寒影蝶王陷入你来我往的拉锯战。10分钟过去了，寒影蝶王2只翅膀上一阵金光闪耀。不好！萧何放弃攻击，以最快的速度后退，再后退，眨眼间退到20多米远的地方。这时寒影蝶王一扇翅膀，顿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只是这沙子和石头换成了冰渣和冰块。第85章拯救任务结束。飞沙走石的混乱席卷了寒影蝶王附近30米范围，而萧何这时早已经出了这个范围，攻击再猛烈，对于不在攻击范围内的小何来说，也只是一道可有可无的风景，好看罢了，毫无影响。大招威力强，范围广，可持续时间不长，3秒钟持续时间一过，飞沙走石的大厅马上安静下来。大招一停，萧何马上冲进来，对着寒影蝶王就是一个火焰龙。呼！没想到寒冰蝶没有再释放旋风，反而一道白雾喷出来，眨眼间就喷到了萧何面前。萧何大惊，拼命向左闪过去，白雾从萧何右面擦身而过，带走萧何214的血量，幸好减速的冰冻属性影响并没有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啊？萧何记得这是寒冰摄影的技能，寒影蝶王怎么会这个技能？虫、蛹、蝶、化蝶。
虫变成蛹，蛹化成蝶，这不是一个蝴蝶要经历的过程吗？萧何脑中灵光一现，这3层冰封洞不会对应了蝴蝶这种生物的3个形态阶段吧？肯定是，只是游戏把这3个阶段稍加改变，生活环境改变，习性改变，可3个阶段的外形变化保留了。这样说来，蝶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寒影蝶王作为最后阶段最厉害的王者，被游戏赋予前2阶段的技能也有可能。想到这，萧何更加小心了。寒冰摄影的喷涂白雾出现了，寒冰蛹化身球体撞击是不是也会出现？3分钟过去，萧何的猜测成真，寒影蝶王翅膀一收，身体幻化成一个2米多高的金色圆球，闪电般撞向萧何。萧何早有思想准备，侧身一闪，寒影蝶王化身的金球撞击就失败了，狠狠撞在不远处的冰壁上。砰 ！Boss 就是 Boss， 这一撞惊天动地，地动山摇，冰壁上的冰块被撞落了一大片，碎冰飞溅。357，寒影蝶王掉血了。萧何猜测，化成蝶形，寒影蝶失去了寒冰蛹的外壳防御，虽然能化成球体撞人，但要付出代价。5分钟过去，寒影蝶王又是一次大范围的飞沙走石，大厅再次惨遭摧残。紧张的战斗中，1个小时过去了，又1个小时过去了，3个小时过去了。萧何估算，寒影蝶王的血量应该已经去了90%以上，如果没有意外，寒影蝶王应该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挂掉。这时，寒影蝶王身上一阵红光闪烁，体型凭空大了1圈。糟了！叮！系统提示：寒影蝶王进入狂暴状态，攻击正 30%， 速度正 30%， 防御负 30%， 智能负 30%。智能也就是寒影蝶王的反应能力，智能下降就是反应能力下降。就像寒影蝶王追击萧何，到墙边萧何急转弯，寒影蝶王也会跟着急转弯，撞到墙上的次数很少。可智能下降 30% 之后，这个次数就要多了。呼！系统提示刚过，寒影蝶王就化作一个金球，闪着红光，狠狠撞向萧何。萧何闪身躲开，他身后不足10米远的地方就是冰壁。寒影蝶王在狂暴以后，速度大幅度提升，以至于萧何躲开以后，化身金红球体的寒影蝶王刹不住车，直接撞到了萧何身后的冰壁上。砰！571，这就是智能下降 30% 带来的后果。速度快了，撞的就狠。寒影蝶王自己把自己的血值撞掉500。叮！系统提示：寒影蝶王遭到严重撞击，陷入轻度眩晕状态，持续时间3秒。眩晕期间，防御负 30%。轻度眩晕，寒影蝶王并没有从狂暴状态中退出来，可防御又降低了 30%， 只有平时状态下的 40% 了。萧何当然不会忘记落井下石，火焰龙跟过去，轰轰轰，就是一个3连击，3次叠加伤害1350，果然是防御大减。在此之前，每次火焰龙最多不过打掉500的血量，可这次打掉的翻还要多。这时寒影蝶王也清醒过来，轻度眩晕，只要受到攻击就会恢复清醒。恢复清醒的寒影蝶王翅膀一抖，就从地面升到半空，2个大型旋风向萧何席卷了过来。萧何早有准备，在寒影蝶王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退后，寒影蝶王攻击的时候，萧何已经退后相当距离，这个距离足够萧何做出任何反应。2个大型旋风袭来，被萧何轻易从中间穿过去。同时，萧何也回敬了一个爆裂火焰，寒影蝶王掉血498。萧何和寒影蝶王又恢复了苦战状态，就这样10分钟顾过去，寒影蝶王身上突然一阵红光爆闪。萧何知道寒影蝶王又要放大招了，连忙射了一道火焰龙，同时迅速后退。寒影蝶王大招厉害，攻击力惊人，萧何可没这种能力硬抗，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开，否则就只有寒影蝶王秒杀的份了。萧何刚转身，寒影蝶王却出了意外，红光竟然熄灭了，同时寒影蝶王发出一声哀鸣，掉了下来。叮！系统提示：您是第一个单独击杀35级 BOSS 的玩家，系统奖励您双倍经验。叮！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33级。叮！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34级。叮！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35级。萧何等级直接坐飞机一样连升3级，达到了35级，等级排行榜第2名才32级，被萧何甩开3级。寒影蝶王掉下来，爆开，地上光芒一片，爆了，而且是大爆。看着地上紫光、金光，萧何就知道这次冰封洞任务不亏了。闪着金光的是金装，顶级装备有1件；闪着紫光的是紫装，极品装备有7件。萧何先捡起金装顶级装备，是一把长刀，寒冰斩龙刀，顶级，需要等级35，攻击 198-198， 力量加10，敏捷加10，吸血 10%， 双倍攻击 5%， 职业战士可装备。这简直是战士的极品装备，198的超高攻击，就是40级的普通金装也不会拥有这个数值。不仅攻击力超高，而且还加力量和敏捷，甚至还有吸血 10% 的属性，这可是从未有过的高吸血装备。有了这个属性，战士的生存能力大大提高，双倍攻击更是令人防不胜防，
对血少的职业，只要双倍攻击一出，秒杀是唯一的结果。很快争霸赛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出现这把精装宝刀，绝对会卖出一个天价，过千万轻而易举。可惜不是法系装备，萧何摇摇头收起来，这至少是1000多万金币，等同于1000多万信用点。接下来是7件紫装，其中4件是物理职业的，也称得上精品，可萧何用不上。另外3件是法系职业的，萧何把能用的直接换上，有更好的再换新的。剩下的金币数也不数，直接收起来，走向哭声传来的洞穴。或许是刚才的战斗吓住了小孩，哭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传来了。小宝，是你在里面吗？洞口太小，以萧何成年人的体型，还真是进不去。这也是小宝能活到现在的原因。洞口太小，韩影蝶进不去，小宝在洞里就安全了，可也只是暂时的安全，时间长了，也会饿死他。你是谁？洞口伸出一张冻得惨白的小脸，害怕的看向萧何。这几天小宝可吓坏了。是你爷爷让我来救你的，你看，这是你爷爷给我的。萧何拿出一个拨浪鼓玩具，这是张老汉给萧何的，为的就是到时候让小宝听萧何的话。爷爷！小宝哭出声来，从小洞中钻出来，萧何这才看清楚，小宝是一个5、6岁的男孩。带着小宝走出冰封洞，萧何很快就找到了焦急不安的张老汉。张老汉都快急坏了。小宝，我的小宝，你终于回来了，可担心死爷爷了。看到小宝安然无恙，张老汉老泪纵横。爷爷！小宝扑进张老汉怀里，哭得惊天动地，哭着哭着就没了声音。两人一看，原来是睡着了。多谢英雄救出我孙儿小宝，这是老朽祖传风影靴相赠，就送给英雄以表谢意。张老汉递给萧何一双软皮靴子。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完成任务拯救小宝，任务奖励风影靴。风影靴顶级，需要等级35，物理防御60，魔法防御60，敏捷加10，智慧加10，吸血1%。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2种防御都加60，对于软皮靴来讲已经十分不错了，毕竟它不是战士金属制成的高防战靴，更何况还加敏捷加10和智慧加10，这都是萧何喜欢的属性。吸血1%这个属性就有点鸡肋了，不过有总比没有的好，关键时刻一点血值就能救一命，说不定这1%还真有发挥作用的一天。这也就是萧何第一个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再有人完成这个任务，奖品还是风影靴，可风影靴的属性绝对会下降一大截，这就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好处，奖励会在原有的基础上适当提升。萧何再看了看自己现在的靴子，墨蝉快靴。墨蝉快靴顶级，需要等级22，物理防御加40，魔法防御加40，敏捷加5，智慧加5，精神加5，职业法师、牧师可装备。无论是防御方面还是属性方面，都要比风影靴差了很多，只有一点，风影靴没有精神属性。第86章广告费。以萧何的装备选择标准，首选有利于增强攻击的。2双靴子所有属性中能增强攻击的就是智慧属性，其次才是辅助攻击的，就像是敏捷和精神。以此为标准选择，萧何马上用风影靴换下了墨蝉快靴。换上之后，萧何的速度增加50，魔攻增加50，加上连升3级的3点自由点被萧何加在智慧上，又增加了30点攻击，加起来萧何的魔攻又增加了80点，攻击力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就在萧何整理装备的时候，有一个像是用冰块雕琢成的怪悄悄从萧何身后靠近，再靠近。当这个怪进入萧何身后5米的地方的时候，猛然跳起，2个前肢伸开，化作2柄长刀砍向萧何。高1米半，晶莹剔透，整体就像是用冰块雕琢而成，2个前肢就像2柄大刀，正是冰晶螳螂。萧何像未卜先知一样闪身，冰晶螳螂顿时扑空。实际上冰晶螳螂一出现就被警觉的萧何发现了，冰晶螳螂攻击的时候，萧何当然能轻易躲开。好，就由你来试试我的综合攻击力增强了多少。综合攻击力和单纯的魔攻、物攻不同，综合攻击力是指能够发挥出来的攻击力，而魔攻、物攻是指人物本身具有的攻击力，是未发挥出来的。冰晶螳螂落地，转身正面面对萧何，2只前臂一举像2把锋利的钢刀，在地上一弹升空，凌空再次扑向萧何。萧何记得第一次遇到冰晶螳螂也是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冰晶螳螂弱点暴露，正是攻击的好机会。萧何第一次就利用这种机会，把冰晶螳螂打出了3520的伤害，直接秒了冰晶螳螂。这次正好情况基本相同，做个对比。火焰龙，萧何法杖一点，火焰龙直射冰晶螳螂没有保护的腹部。以萧何的操作能力，火焰龙准确命中冰晶螳螂的腹部，直接在空中来了个3连击，3击叠加，3860。冰晶螳螂还没落地就挂了。第一次打出3520的伤害值，第二次打出3860的伤害值，相差340。除了一些操作上的不同，基本上可以判定多出300左右的伤害，和萧何的判断基本相同。智慧增加8点，
综合最大攻击增加100左右。测试过攻击，萧何心中有底，就直接下线。今天的上线时间到了，该下线休息了。萧何并不担心40级的资格限定，萧何练级的速度是普通玩家的几倍，半个月10级轻而易举。当然，这只是志在现在，等级高了以后，升级会越来越缓慢，有的时候升1级要耗费几个月时间。锻炼、休息、晚餐，萧何的作息依然规律。规律的作息让萧何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充沛的精力。升级还顺利吗？晚餐的时候，郝甜甜问道。还行，萧何还是比较谦虚的。婷思姐让我告诉你，吃完晚饭聚一下，有事商量。郝甜甜只传话，并没说什么事。自从晚上突破了朋友之间的界限之后，萧何、郝甜甜和婷思三人见面的时候总是有些尴尬。可三人都是工作室的负责人，尤其是萧何和郝甜甜还住在同一座别墅，见面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如果为了避免尴尬而不见面，三个人都不会同意的。晚餐后，三人在婷思别墅的客厅喝茶。今天有人找到我们，提出要在城墙上刷广告，每个游戏月支付给我们30万信用点费用。闲聊了几句，婷思转入正题。驻地是玩家的私人财产，只要符合游戏规则，无论玩家对驻地做什么事，系统都不会禁止。别说在城墙上刷广告，就是拆了城墙，系统也绝不会禁止的。这也算是驻地的一项额外收入。才30万，萧何不禁皱了皱眉。现在小何随便打一件精装，就不止30万信用点的价值。如果只为30万信用点，就要让城墙1个月内变得花花绿绿的，萧何宁愿不接这个广告费。不是价格问题，找你来主要是讨论这个可能性，毕竟你是工会长，这件事应该由你来拍板。婷思说明他的意思，城墙上刷广告可以，但广告内容和形式应该有限制，另外价格也不能低了，不用怕没人出高价。皇朝驻地地理位置优越，等玩家们等级高了，皇朝驻地只会越来越热闹，价格也只会越来越高。萧何虽然不擅长经商，可这点简单道理还是说得出来的。这个当然，随着皇朝驻地影响力的增大，就不是有没有人愿意赞助广告的事了，而是谁能抢到这个赞助名额。婷思对皇朝信心十足，作为游戏中第一个镇级驻地，这个优势还将继续领先下去。确切的说，婷思是看好一个人，看好萧何，看好萧何的能力。只要有萧何在，皇朝必将辉煌。作为第一个镇级驻地，我们可以开价100万信用点每游戏月，当然驻地再升级，价格要另算。这时郝甜甜建议，郝甜甜负责经营工作室在游戏中的商铺，她的商业头脑也是不容忽视的。商铺从建立以来，郝甜甜通过低价收购有潜力的装备，再高价卖出，已经赚了数十万金币。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自从游戏宣布争霸赛将开始以来，郝甜甜已经囤积了一批精品装备，准备在游戏争霸赛中赚一笔。镇级驻地100万信用点可以。婷思想了想，也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毕竟皇朝驻地还没火起来，等驻地火起来的时候，这100万别说城墙，就连墙角能不能站到都是个问题。驻地有4面城墙，对水的一面暂时没人要，另外3面每面100万每月，也就是说皇朝驻地每月增收300万信用点，这300万是净收入，不用任何付出。当然说不用任何付出也不完全对，这300万是皇朝驻地人气的价格，是萧何让皇朝名声大振，成为游戏内第一个镇级驻地，才会有这样的人气，才会有企业找上门来的做广告，这都是萧何努力的结果。当然，这个广告收入也不会分给皇朝工会，而是萧何、郝甜甜和婷思按工作室股份比例分配。还有多少企业要做广告？萧何猛然想起一个问题，目前有意向在皇朝驻地做广告的有8家，相信过几天还会更多。婷思作为工作室的负责人，比萧何这个挂名的最高负责人负责多了。萧何可是除了大事件，其他的一概不予理会的。以后工作室少不了这块业务，最好抽调专人负责这件事，严格审核企业资历，把那些不良企业剔除去，不能让他们在皇朝的城墙上做广告。他们赚不赚倒是小事，影响了我们皇朝的名声可不行。为了皇朝长久发展，萧何认为有必要严把审核关。好，我让白玫瑰负责这件事，这方面他是比较擅长的，业务也熟练。告诉他一定要严格审核，宁杀错不放过，像神鹿奶业这种败类企业就一定要拒之门外。萧何一想起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神鹿奶业添加3具情案事件，就气不打一处来，杀气四溢。我们可以召开一个拍卖会，把通过审核的企业都召集起来，拍卖城墙上的广告位，让他们争取，相信最终价格不只会是100万。郝甜甜听了半天，忽然灵机一动，向萧何和婷思提出一个建议。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好建议，对皇朝来说是好事，可对于想做广告的企业来说，这是个坏消息。就这么决定了，具体实施就按婷思说的，交给白玫瑰去操作好了，我就不再过问了。这段时间我要专心练级，更换装备，准备争霸赛。40级这个门槛对萧何来说构不成压力，可想要在争霸赛中夺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为此萧何需要精心准备。首先就是升级，不以40级为目标，越高越好。其次就是更换更强力的装备，好装备能够大幅度提升战斗力。萧何拥有强悍的个人战斗力，和萧何一身精良的装备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这些精良的装备，萧何的个人实力会大打折扣。对，只要萧何你能夺魁，皇朝驻地的人气肯定会上一个台阶，广告价格肯定会水涨船高。郝甜甜拍手称是，来，我们干一杯，预祝我们城墙广告位能拍出高价，也预祝萧何你在争霸赛上能够夺冠。婷思转身取来一瓶红酒，还有3只高脚杯，为3人各自倒上一杯，干杯！萧何举杯看着两女，想起醉酒后3人行的荒唐，眼神不由得有些放肆。干杯！郝甜甜举杯偷看萧何，看到萧何放肆的眼神，郝甜甜脸上顿时腾起一朵红云。干杯！婷思当然也举杯，也发现了萧何放肆的眼神，想起萧何是好姐妹甜甜的男朋友，又想起3人曾经的最后荒唐，心中有点苦闷，举杯一饮而尽。今晚3人又喝酒了，还会有故事发生吗？第87章买皇朝。事实证明，那天醉酒荒唐只是一个意外，萧何和两女举杯庆祝，浅尝辄止，没有意外发生。第二天一大早，萧何吃罢早餐刚想上线，就接到保安的电话，赵耀祖来了，指名点姓要见他。他来做什么？赵耀祖来别墅让萧何十分意外，两人在游戏中屡次严重冲突，赵耀祖被萧何弄得损失惨重，可以说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和水和火一样，是不可能调和的，见面就是仇敌，仇敌来见明显是不安好心啊。不过萧何也不是怕事的人，既然来了，不妨见见，看赵耀祖究竟想耍什么花招。很快，赵耀祖得到萧何的通行许可，进入别墅。萧何和郝甜甜就在凉亭中摆上些小点心、茶水，悠闲自在。赵耀祖走过来的时候，两人动都没动。看到萧何，赵耀祖就一阵别扭。今天他不想来的是赵光宗命令他来的，否则就断了他的资金。赵光宗在前些日子再次提高了对他的支援力度，再次调拨了2亿信用点，供赵耀祖在游戏中发展。可赵耀祖在游戏中的发展实在是有些令赵光宗失望。实际上赵耀祖也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组建的工作室也很不一般，在游戏中没遇到萧何的时候也曾经风光一时，荣耀加身。可惜他选错了对手，自从他和萧何对上之后，他就从来没占过上风，被萧何接二连三的打击。萧兄，甜甜，你们都在啊？赵耀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僵硬的笑容看起来比哭还难看些。对于郝甜甜，赵耀祖已经断了念想，知道是不可为，可对萧何的恨意，赵耀祖却从来都没放下过。赵耀祖春风得意的日子，就因为萧何的出现而变得一去不返。赵耀祖不恨萧何才是怪事。赵耀祖，我说过，不许你叫我甜甜。郝甜甜很不客气的打断了赵耀祖还没有说完的话。好，我错了，萧兄，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干脆开门见山的说了，我今天来是和萧兄做一笔买卖的。赵耀祖看萧何和郝甜甜的样子，就知道两个人不待见他，也不自讨没趣，直接开门见山。生意？萧何很疑惑，他有什么东西能拿来做生意？赵耀祖能看上的大概除了远古世界里的东西就不会有别的了。萧何肯定赵耀祖是为了游戏里的事情，可究竟是什么，萧何还猜不出来，只能等赵耀祖自己说。萧兄，是这样的，我准备购买皇朝驻地，你开个价吧。赵耀祖看了看萧何，有点信心不足。说实话，如果不是赵光宗逼他来，赵耀祖绝不会来的。赵耀祖不认为萧何会把皇朝驻地卖给他。你要买皇朝驻地，我们听错吧？萧何和郝甜甜同时被赵耀祖的话惊到了。在远古世界中，公会是不可以易主的，只能解散，可公会驻地却是可以转让的，只是后果比较严重，因为公会等级只能高于驻地等级1级，驻地转让之后，公会就没有了相应驻地。这种情况，系统会在1个月内保留公会等级不变，在这1个月内，公会必须重新拥有一个新驻地，驻地等级比公会等级少1级，否则公会等级会被强制降低到1级，1级公会不应有的配置会被系统强制没收，多余公会成员会被系统随机清出公会。你没听错，以萧兄的能力，重建一个更好的镇级驻地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既然有这个能力，萧兄何不把皇朝现在的驻地高价卖给我？这样萧兄能得到一大笔信用点，我也能回去交差。这样我出2000万信用点，不知萧兄意下如何？看到萧何没有直接反对，赵耀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3000万信用点对于一般的镇级驻地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了，可对皇朝驻地来说这个价格不高。赵耀祖来之前请过专业人士对皇朝驻地商业价值做过评估，皇朝驻地因为地理位置优越，还有荆棘食人花和可召唤的守卫，商业价值在8000万信用点以上，这还只是现阶段的价格，随着游戏的发展，以后价格会更高。专业评估团队给他的建议是，如果能以2亿信用点的价格买下来，
囤积一段时间绝不会亏到。2000万！萧何差点乐了，不说其他收入，单算广告费，黄巢驻地1年的广告费也不止这个数字。赵耀祖，2000万你也好意思说出口？郝甜甜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以2000万购买黄巢驻地，这简直就是在抢，不用别的，半年的广告费就值这个价格了，更何况还有驻地其他设施。要不4000万？赵耀祖脸不红心不跳，没有半点的不好意思。尽管他明知道黄巢驻地现在就值8000万，只要囤积一段时间，这个价值还会迅速升级，到时候2亿的价格都不亏。你也就这点度量了？郝甜甜翻了翻白眼，虽然他没对黄巢驻地价值做过详细评估，可大致估计总是有的。郝甜甜认为，以黄巢驻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黄巢驻地拥有的荆棘食人花和召唤守卫，至少也应该过亿。你不要说了，驻地我是不会卖的。黄巢驻地每年仅城墙上的广告位就价值1000万，这还只是现在，以后肯定会更高。可以说，黄巢驻地就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有金蛋可收，谁会傻的把母鸡卖掉呢？8000万，怎么样？要不你出个价？赵耀祖就像没听到萧何的话一样，在他看来，没有不可买卖的东西，只是价格不到。所谓的非卖品，只是价格没提高到持有者心里的希望值而已。价格到了，非卖品也是可卖品。就算你出1亿、2亿，黄巢驻地也不会出卖的。你走吧。萧何直接赶人。1亿5千万，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你不再考虑一下？赵耀祖咬了咬牙，这个价格拿下黄巢驻地，只要囤积几个月，他还是有赚头的。不卖。萧何更干脆。萧何，驻地可不是系统组成，如果有人发起挑战，驻地随时可能被摧毁，你要考虑清楚了。买卖不成，赵耀祖顿时变脸了，开始威胁起来。驻地说白了就是玩家占据的一块土地，系统只提供给玩家拥有权和使用权，至于保护什么的，完全由玩家自己解决，这就给了其他玩家机会可以摧毁驻地的机会，而且机会还有很多，最容易的就是在驻地升级的时候捣乱，让驻地升级失败。就凭你的药师公会吗？萧何冷笑，药师公会不过几百人，即使是有工作室的中坚力量，也不过是一个实力强劲的公会而已。和黄巢比起来，药师公会还差得很多，想灭他们很容易。就像黄巢升级的时候，药师公会等等3个公会联手捣乱，结果呢？3个公会的玩家几乎全军覆没，被逼无奈只能投降，这才保住了最后的一部分人没有掉级。既然如此，下次黄巢升级的时候，我一定送一份大礼。赵耀祖咬牙切齿，面对萧何的嘲讽，赵耀祖无话可说。上次他们3大公会联手宣战黄巢，结果一败涂地，这已经成为游戏中流传的笑柄。等药师公会驻地升级的时候，我也一定去祝贺一番。萧何说是祝贺，可不是傻子都听得出来，这个祝贺恐怕是以宣战的形式战胜药师公会。祝贺的是药师公会被系统强制解散。我等着。赵耀祖脸色铁青，转身就走。收购黄巢不成，反而和黄巢结下更深的仇怨，赔了。算了，不和这种无耻的人一般见识，上线玩游戏去。郝甜甜说完，拉着萧何上线玩游戏去了。赵耀祖出了别墅区，犹豫了许久，才给赵光宗打电话，汇报了收购黄巢驻地行动失败的经过。你怎么没长脑子？你就不会让别人去，还非要自己去？你是诚心的不想收购成功是吧？赵光宗大怒，在电话里就咆哮起来。赵耀祖耳朵一阵刺痛，忍不住把电话从耳边拿开一点。将近5分钟过后，听到话筒里咆哮的声音逐渐小了，赵耀祖这才把话筒再放到耳边，听着。你给我听着，马上找一个值得信赖的手下，重新组建一个公会，让他们出面收购黄巢驻地，只要价格在2亿信用点以内，马上给我拿下。赵光宗终于发泄的差不多了，给赵耀祖下令。随着玩家等级的提升，公会令牌也越来越多，从最初的价值1000万迅速贬值，现在收购公会令牌最多不过100万金币，甚至如果有人急于出手，几十万金币也可能拿到。几十万对他们来说太容易了，令牌几十万加上其他费用，新建一个傀儡公会，前后总花费不会超过200万。以200万的代价办成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很多商家都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问题是，换个人换个公会，萧何就会把黄巢驻地卖掉吗？第88章洞府。好，我马上找信得过的手下，建一个新公会，让他去收购黄巢驻地。赵耀祖脸色难看的回答。尽管赵耀祖不认为这样做能成功，也不想这样做，可这是他老爹的命令，必须执行，否则后果严重。啪！待赵光宗挂了电话，赵耀祖把电话狠狠摔在地上，限量镶钻版手机顿时4分5裂。萧何，我和你势不两立。因为萧何，赵耀祖被赵光宗已经训了不止1次了。赵耀祖越想越火大，而萧何此时已经上线，在冰雪森林中一路深入，开始新一天的冲击行动了。嗖！有一个白白的拳头大小的圆球向萧何飞来，
萧何一偏头躲开。这是雪球，袭击他的竟然是一个雪球，这让萧何微微惊讶了一下，抬头寻找扔雪球的真凶。只见前方的树上蹲着一个浑身白毛的猴子，刚才的雪球就是他砸过来的，因为他手上还有一个没砸出来雪球。在萧何观察猴子的时候，猴子一甩手，手上的雪球向萧何就砸了过来。这时萧何也弄清猴子的身份了。36集，雪山白猴。萧何闪身躲过雪球，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同时萧何看到猴子手上一个雪球从无到有的形成，萧何这才明白扔雪球是雪山白猴的技能，而且他们扔的雪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技能。爆裂火焰砸过去，雪山白猴正在酝酿雪球，爆裂火焰直接命中雪山白猴，雪球形成被打断。技能被打断，虽然情况少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如果把握好机会，打断成功率还是很大的。573，雪山白猴嘶叫一声，窜到更高的树杈上去了，再次形成一个雪球砸向树下的萧何。还跑了你了？萧何看准了下一个火球刚出现，还没完全形成的时候才放出火焰龙。技能释放的时候会影响身体行动，就像萧何如果运动中施展技能，绝对比站着施展要慢些。雪山白猴正在酝酿雪球，这个时候也会影响他的行动，萧何这时候释放火焰龙能提高命中率。果然，雪山白猴一阵惊慌，看火焰龙张牙舞爪的冲过来，慌忙放弃凝聚雪球，转身就要逃走。可是火焰龙这个技能有特点，可控，施法之后还可以操纵，操作越好的玩家用起来越厉害。萧何无疑是操作最顶级的玩家之一，看雪山白猴向上窜去，萧何操纵火焰龙直接也跟随转向。轰！刚从树枝上跳起来，雪山白猴身体展开，被火焰龙命中腹部防御薄弱区域，顿时失去平衡。看雪山白猴失去平衡，从10多米高的树枝上摔下来，萧何火焰龙缠住雪山白猴，接连轰击3下。随后萧何眼看着雪山白猴狠狠摔到地上，砸到地面噜噜的树根上。2821 356，第一个伤害是火焰龙打出来的。雪山白猴身体展开的时候，火焰龙命中他腹部，有伤害加成，伤害自然比正常情况下多出不少。至于第二个伤害是雪山白猴从高空摔下来摔出来的伤害。雪山白猴36级，3次损血573 2821 356，合计超过3700，雪山白猴当场死亡。地上出现一把法杖，萧何捡起来查看。白猴杖顶级，需要等级36，魔攻40-40，职业牧师、法师可装备，没有任何属性加成的装备，玩家戏称这种装备为白板。不过第一只雪山白猴就爆装备，也是萧何幸运属性点的作用，也算是一个开门红。萧何随手把法杖收起来，回城的时候扔到系统商店算了。萧何看了看还没刷走的雪山白猴，应该是群居生物，这里出现了一只，说明附近有一个猴群。猴群总会有一个猴王吧？在游戏中，猴王就是 BOSS， 杀 BOSS 爆装备，这是任何一个玩家都渴求、都想做的事。萧何想到这，心里一阵火热，加速前进。砰！没过2分钟，萧何果然看到3只猴子在树上嬉戏，是雪山白猴。雪山白猴看到萧何到来，马上从树上砸下雪球，被萧何轻易躲过，火焰龙回敬过去。3只雪山白猴顿时散开，有一只跳到了另外一棵相距7-8米的树上，另外2只跳上身边的树枝。火焰龙虽然合意操控自如，时间也能持续3秒，可跳上另外一棵树的雪山白猴距离超过10米，火焰龙如果往返时间太长，3秒钟就不够3击叠加了。萧何放弃了另外一只树上的雪山白猴，专心对付同一棵树上的雪山白猴。火焰龙在萧何控制下，龙头一转，形成一个半环，龙头击中第一只雪山白猴，迅速冲向了下一只。此时另外一棵树上的雪山白猴准备好了雪球，向萧何砸了过来。萧何闪身躲过，同时控制火焰龙击中了第2只雪山白猴。这只雪山白猴比较倒霉，竟然被火焰龙的冲击从树枝上打掉下来。萧何马上放弃了另外2只雪山白猴，专心打击从树上落下来的。这个时候如果操作好了，取得的战果绝对十分巨大。抓紧时间，萧何在雪山白猴落地以前又完成了2次火焰龙攻击，3击叠加2421。因为火焰龙第一次攻击的时候，雪山白猴还没掉下来，是普通攻击，伤害没有加成，而第2、3次攻击，雪山白猴从树上掉下来，身体不能自控，萧何攻击到雪山白猴的腹部和咽喉重要部位有伤害加成。3次叠加攻击，有1次没有伤害加成，所以比第一次3级叠加伤害数字2821要少些。雪山白猴落地损血241，这次因为落在雪地上有缓冲，伤害不是很重。萧何当然要落井下石，烈焰焚天，爆裂火焰，2个技能过去，掉下来的雪山白猴挂了。萧何躲过树上2只雪山白猴的雪球，
开始对树上的2只发动攻击。萧何发现，雪山白猴虽然擅长在树上攀爬跳跃，可要把它们从树上弄下来也不是一件难事。就比如它们跳跃的时候，在它们腾空的时候击中它们，有很大可能会把它们打落到地上去，只是这个时机不好把握，普通玩家即使知道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能力把握住，只能屠户奈何。可萧何不一样，萧何的时机把握能力是顶尖的，否则也不会在游戏中闯出赫赫威名了。就像现在，萧何的火焰龙正在攻击左面的雪山白猴，右面的雪山白猴却从树枝上弹跳起来，准备换一个树枝。萧何果断放弃左面马上就要击中的雪山白猴，控制火焰龙撞向右面腾空的雪山白猴。轰！右面的雪山白猴被火焰龙击中，因为身在半空，没有固定身体，身体马上失控，从树上掉下来。砰！右面的雪山白猴掉在地上，损失一些生命值站起来，张牙舞爪的想要回到树上。在树上，雪山白猴身手灵活，可在平地上，雪山白猴的灵活程度就大打折扣，被萧何烈焰焚天、爆裂火焰、火球术一套组合技能过去给挂了。不到2分钟，3只雪山白猴被萧何挂掉了2只，仅剩1只也被萧何打掉了2000以上的血值，只剩下1只就好办了。没过半分钟，剩下最后1只雪山白猴也被萧何拿下。随后萧何继续前进，萧何断定这里有一窝猴子，还很可能有一个猴王，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更何况升级最快的办法不是刷普通怪，是打 BOSS， 单挑等级不低于自身的 BOSS， 等级提升1、2级不是问题，而且不仅能升级，还会获得普通怪根本不会爆的精良装备，只是单挑 BOSS 的难度大一些，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继续向前，雪山白猴越来越多，这让萧何确定走对方向了。经过3个小时在雪地中的跋涉，萧何杀死数百雪山白猴，等级也提升到了36级。这时萧何来到了一个山洞面前，这个山洞入口很大，横向超过20米，高度也超过10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裂口，不时有雪山白猴从裂口中出入。萧何认为这里有90%是雪山白猴的老窝了。这是萧何看到裂口下有些凌乱的脚印，仔细看了看，足足有5个人的脚印，难道被人捷足先登了？不，脚印还很新，还没有。萧何仔细检查这些脚印，痕迹非常新，应该是刚刚踩过去的，这些人也就比萧何早进去一会儿。判断出这些人刚进去，根本来不及打掉 BOSS， 萧何马上闪身进了山洞， BOSS 可不能被别人抢了。这个山洞和冰封洞差别太大了，首先是广阔程度，这个山洞要广阔得多，可支路几乎没有。另外就是山洞中有很多冰锥，倒挂在山洞顶部，就像是一支支倒挂的利剑，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轰轰轰，吱吱吱。这时萧何听到山洞内传来隐约的打斗声，还有雪山白猴的乱叫声，肯定是先进山洞的玩家和雪山白猴在战斗。萧何马上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找过去，很快萧何就找到了声音的来源。第89章悲剧5人组。就在萧何前面不足50米的地方，有5个玩家，每种职业都有一个，正在围攻3只雪山白猴。看5个玩家的样子，等级都在30级以上，装备也不错。5人对3只猴子打斗起来并不费力。铁塔顶住，风飘来，注意伤害输出，快风缠住那只雪山白猴。黑天使虚弱，加血跟上。头顶天法来袭的魔法师指挥最前面顶怪的战士铁塔，弓箭手风飘来，盗贼快风和牧师黑天使注意配合。牧师法杖一点，一团黑色光团击中一只猴子，这只雪山白猴的攻击顿时慢了下来。这是牧师的30级技能虚弱，对击中目标的综合实力会有一定削弱。圣盾！战士一声大吼，面前顿时出现一张1人高的盾牌，把雪山白猴的攻击牢牢顶住了。都是30级技能，萧何打开等级榜查看，他仍旧是第1名，36级，拉开第2名2级。萧何在查看30级以上的玩家，系统显示数量3868972名，个10、百、千、万、10万、100万，竟然有300多万人。这些人如果不出意外，都能在限时之前冲到40级，获得争霸赛资格。至于30级以下的，也有机会，只是要抓紧时间了。难怪出现5个30级的，原来30级以上的玩家已经有300多万人了。这时被5人围攻的雪山白猴有1只挂了，另外2只也很快被5人挂掉，5个人继续前进。这5个人实在找死。刚才5个人打3只雪山白猴的表现并不好，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配合默契程度，他们都不行。萧何断言，这5个人如果遇到5只以上在一起的雪山白猴，就会出现减员，10只以上就可以灭团了。至于 BOSS， 他们5个肯定不用奢望。有了这些判断，萧何就不急了，让他们开路去吧。萧何从另一条路走过去，前面的雪山白猴越来越多，已经开始3、5成群的出现了。杀！虽然杀 BOSS 才是进洞的主要目的，可萧何也不介意杀一些普通雪山白猴，蚊子子再小也是肉。这次萧何遇到的足足有7只雪山白猴，没过多大一会儿就被萧何杀了4只，
只剩下最后3只。就在萧何要击杀最后3只的时候，不远处一阵大乱，像是有几十个人在狂奔，而且狂奔的方向向萧何。萧何赶紧加快速度，力求在混乱到来之前杀掉3只雪山白猴。最后一只雪山白猴被干掉的时候，萧何就看到有3个玩家在前面狂奔，后面追着10几只猴子。萧何马上认出来了，这3个人正是刚才的5人小队中的3个，另外2个不在，显然是已经挂了。这也难怪，以这5个人的实力，遇到10只以上的雪山白猴，能跑出来3个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这时3个玩家也看到了萧何，大呼小叫的跑了过来。萧何皱了皱眉头，3个人可没安好心，引着一大群追兵向他跑过来，这明显是要嫁祸给他，让他吸引雪山白猴的注意，然后5个人好乘机逃跑。这么做的人太多了，萧何一眼看穿了5个人的阴谋。别过来！萧何警告3人，虽然他们身后10几只雪山白猴对萧何构不成威胁，可被人算计的感觉并不好受。3个人听到萧何的喝止，不仅没把怪引向别处，反而把速度加快了许多，向萧何冲了过来。再向前一步，杀！萧何下了最后通牒，反正萧何有隐藏罪恶的头巾，能隐藏红名状态，杀人再多也不怕红名。3个人就像没听到一样，看了看身后的雪山白猴，不管不顾的向萧何冲了过来。找死！萧何皱了皱眉，法杖一点就是一个爆裂火焰，最前面的盗贼快风注意力大部分放在身后追来的雪山白猴身上，根本没想到萧何会直接出手攻击。等他意识到想躲的时候，爆裂火焰已经砸到他身上了，当即秒杀。你怎么能杀人？天法来袭大惊，他以为萧何只是警告，说说而已，没想到真的动手杀人。另外，萧何强大的攻击也吓了他一跳。快风身为盗贼，虽然没有战士血厚防高，可想要秒杀他，也不是一般的法师能够办到的。最起码，天法来袭见过的法师中，没有一个能秒杀快风的。萧何没说话，法杖再次一点，火焰龙出，直奔跑在第2位的弓箭手。弓箭手同样也被秒杀。看萧何法杖再次举起来，天法来袭一咬牙，猛然转向，带着雪山白猴一转弯，避开萧何跑过去。天法来袭知道冲向萧何必死，弓箭手和盗贼都顶不住萧何一击，以他的防御更顶不住。萧何愣了一下，随即失效，跑了就跑了。可萧何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可究竟哪不对劲呢？想起来了，这5个人不会有同伙吧？如果这5个人有同伙，就要加紧寻找 BOSS， 以防节外生枝了。萧何向前走了10分钟，杀了几只雪山白猴，正要继续向前走的时候，猛然前面砸来一个人头大小的雪球。萧何闪身躲过，雪球砸在不远处的一个冰锥上，冰锥顿时被砸断了1米长的一截。萧何一愣，山洞里冰锥遍布，有从地上长出来的，基本上都很粗很矮，尖端圆滑没有锋尖，也有从洞顶倒挂下来的，基本上是细长的，尖端锋利，就像是一个锋利的枪尖，随时要刺向敌人。萧何本以为这些冰锥是死的，吓人而已，没想到被雪球砸断了，这不是意味着头顶冰锥很危险？万一掉下来一个，而他又恰好站在下面，萧何马上停止继续想下去的念头，看向雪球的来源。就在萧何面前10几米远处，有一只比普通雪山白猿大了些的猴子，有1米高左右。36级雪山白猴王妃。王妃？萧何差点笑出来，竟然还有王妃？王妃应该相当于精英怪级别吧？这时猴王妃手上又形成一个雪团，足有人头大，和刚才袭击萧何的雪团一样。王妃也照大不误。萧何在猴王妃雪球发射之前，抢险射的火焰龙直奔猴王妃。这时猴王妃也射了雪球，萧何闪身躲过雪球，同时火焰龙盘住猴王妃的2腿，盘旋而上。这是萧何战斗中灵机一动想出的招数，用火焰龙缠住怪，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怪物的速度，更能让怪物躲不开火焰龙的攻击。只要被火焰龙缠上，而时间也足够，3次叠加攻击就可以保证。1次、2次、3次，果然3次攻击猴王妃，1次也没逃掉。3次攻击之后，火焰龙时间还没到，萧何控制火焰龙绷直弹开，距离猴王妃最近的一只雪山白猴倒了霉，被火焰龙连击了2次。1325。猴王妃的防御力果然比普通雪山白猴强得多，3击只打掉了猴王妃1300的血量。吱吱吱，猴王妃一阵尖叫，在附近的10几只雪山白猴都围了过来。还会找帮手？10几只雪山白猴，萧何前后左右都有，10几个雪球一起扔出来，砸向萧何。这个有点难度，萧何左躲右闪，总算躲过这一波攻击，可总是躲避不是萧何的风格。萧何躲避的同时，法杖一指猴王妃，火焰龙再次飞出。猴王妃一见火焰龙，本能的躲开，可火焰龙是萧何在控制，萧何只是控制火焰龙转了个弯，就追上了猴王妃，就像龙盘狼柱一样盘旋而上，3次攻击叠加轻易完成。火焰龙刚出，烈焰焚天跟上，包括猴王妃在内的7只猴子顿时被烈焰焚天笼罩了。烈焰焚天挡住了几只猴子的视线，
能看到萧何的只剩下了4只，萧何轻松了许多。可有一点，萧何能判断烈焰焚天内怪物的位置，可判断不出是究竟哪一个，只能凭记忆攻击。至于打到的是猴王妃还是普通雪山白猴，萧何就不知道了。3秒钟过去，烈焰焚天散了，几只猴子全部露出来，萧何早已蓄势待发的火焰龙再次飞射了出去。猴王妃再次中招，没办法，他体型高大，想让萧何看不到都很困难。猴王妃再次中招，3次攻击叠加一过，猴王妃惨叫一声倒地挂了。毕竟他不是 BOSS， 就是比普通怪强一点，强的也有限，被萧何折腾了这许久，也该挂了。紫装，萧何惊喜地看着猴王妃，在猴王妃身下压着一个闪着紫光的装备，可以说是意外的惊喜了。萧何捡起紫装，是一枚戒指，雪冰戒，极品，需要等级36，智慧加3，精神加5，力量加5，敏捷加3，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加的属性倒是不少，4种，每一样加的都有几点，在一般玩家眼里是宝贝，可到了萧何眼中，这枚戒指的属性就很普通了，没有佩戴价值，属于装进背包，回去之后直接卖掉的货色。萧何直接把节制扔进背包，剩下的几只雪山白猴看猴王妃被杀，直接树倒猢狲散了。萧何也没追，直接向洞内更深处走过去，抢先杀了 BOSS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第90章猴王。杀了猴王妃，萧何继续前进，走进一个宽敞的洞穴，宽大的洞穴就像是一个大厅，洞顶高10米以上，悬挂着数不清的10几米长的冰锥，就像悬在头顶的无数利剑。洞穴下方有一群猴子，最中间的是一个2米高的金色猴子。金色猴子周围是几个雪山白猴，有的给金色猴子梳理毛发，有的手里拿着水果给金色猴子喂食。最让萧何惊奇的是，有一个猴子竟然拿着一只碗，碗里装着金黄色液体，酒香扑鼻。金色猴子不时喝上一口，露出满足的神情。猴儿酒，不会是远古世界把传说中的猴儿酒也引进游戏了吧？看样子十分可能，现实中猴儿酒不怎么样，可传说中猴儿酒可是好东西，游戏中的猴儿酒会怎样？36集，猴王。金色猴子就是萧何在寻找的 BOSS， 这群猴子中的王者。萧何的位置在猴王侧面，距离也很远，因而萧何的出现并没有引起洞穴内猴子们的注意。萧何数了数，连猴王在内，这个大厅是洞穴内共有猴子12个，其中是一个是普通雪山白猴。这时猴王把酒碗里的酒喝空了，旁边那个端碗的雪山白猴捧着碗向萧何这边走来，肯定是要去拿猴儿酒。有了这个判断，萧何闪身躲到一个冰柱后面，准备跟着这只雪山白猴看能不能有些收获。至于猴王 BOSS 稍后再说，根据系统限定，除非特殊情况， BOSS 是不允许离开指定范围的。捧着碗的雪山白猴左拐右拐，走进一个不起眼的狭窄山洞，向前走了几百米，前面豁然开朗。这是酒池。萧何看到一个直径有5米左右的池子，池子底部铺满一层各种水果，还有人参、首乌等药材。同时从池底有丝丝缕缕的金色细线冒出，汇聚到池面，形成一滴滴金色液滴。这些金色液滴汇聚在一起，形成一团金色液体，这些液体和池水根本不相容，全都浮在池水的表面上。捧着碗的猴子来到池边，用碗小心翼翼地盛装了一些金色液体，捧着碗离开了。萧何避开捧着碗的猴子，确定他离开之后，这才来到池子边，观察着池中金色液体，酒香宜人。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发现猴儿酒池。猴儿酒，特殊物品，服用全基础属性加5，仅第一次服用有效。好东西啊！可惜只有第一次服用的时候有效。不过想想，萧何也就明白了，如果不限定只有第一次服用有效，这池中的金色液体足够萧何服用几十次的，到时候萧何的基础属性全部都是几百，岂不是天下无敌，破坏游戏平衡了？想到这，萧何拿出几个补血剂，倒出药水，只留下瓶子，慢慢的把池水中的金色液体灌进瓶子。池水中的金色液体并不多，萧何灌了2瓶多一点就没了。池底有丝丝缕缕的金色液体产生，不过产生速度极慢。萧何仰头灌了一口猴儿酒，顿时一股暖流从口腔经过咽喉下到胸腹，瞬间流经4肢百骸。叮！系统提示：玩家萧何服用特殊物品猴儿酒，全基础属性加5。萧何打开属性面板一看，果然个人属性在原来的基础上全部加5。不错不错，还没打 BOSS 就有了猴儿酒这样的收获。猴儿酒让萧何全属性加5，这绝对抵得上一件好装备，甚至很多时候比一件好装备还好用，毕竟装备是偏科的，而猴儿酒增加的却是全属性。萧何把2瓶猴儿酒放进背包，这2瓶猴儿酒足够10人份，萧何预计每份售价将不下1000万金币。萧何打算留下9份，只卖出1份，而且要在争霸赛决赛之前卖出。决赛的时候，剩下的种子选手就算是本身不富裕，也绝对会有强大的势力支持。决赛前出现猴儿酒这样的东西，为了夺冠，各大势力肯定会疯狂争夺。萧何很难想象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疯狂的场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猴儿酒绝对会卖出一个天价。很快，萧何就回到猴王所在的山洞。此时猴王或许已经吃饱了，四肢大张的躺在一张宽大的兽皮上，肚皮一起一伏的打着呼噜，竟然酒足饭饱的睡着了。此时山洞内只有猴王一个猴子，真是动手的好机会。萧何法杖一伸就要开打。这时萧何看见洞顶长长的冰锥，想起被猴王飞打断的冰锥，脑中顿时闪现一个主意，如果能利用冰锥，是不是能让杀猴王的过程容易一些呢？萧何仔细观察了一下，在猴王正上方有几根7、8米长的冰锥，就是你们几根了。萧何法杖一点，火焰龙飞向猴王上方，钻到洞顶的冰锥根部，对着冰锥根部狠狠撞了上去。轰！哗啦！没断，但有些碎冰落了下来，正砸在下面睡觉的猴王身上。猴王顿时惊醒，睡眼朦胧。不好！萧何又是一个爆裂火焰砸上去，这次掉落的冰块更多更大，冰锥也摇晃了几下，可惜还没断。几块大冰块砸在猴王头上，猴王顿时清醒过来，同时也发现了萧何这个让他被砸到的罪魁祸首。吱吱吱！猴王暴怒，手上出现一个篮球大小的雪球，气呼呼地向萧何砸了过来。不好！萧何倒不是担心猴王击中他，萧何和猴王之间的距离超过10米，这么远的距离，萧何有足够的反应时间。萧何担心的是猴王离开睡觉的位置，那个位置上的冰锥已经被萧何打得摇摇欲坠，如果猴王离开了，萧何的努力就白费了。萧何冒险抢先向上砸出一个火焰龙，然后这才惊险的让雪球擦着鼻尖飞过去。轰！萧何回头就看到洞顶上的冰锥掉下来一根，狠狠插下去，正插中猴王的右脚。吱吱吱！在猴王疯狂的嘶叫中，猴王头顶冒出一个巨大22140，伤害竟然达到2万多。叮！系统提示：猴王遭受重创，被冰柱限制移动，时间30秒。好啊！萧何大喜，不仅一次性打掉3万的血量，还能限制移动30秒，这可是绝佳的进攻机会啊！萧何又轰出一个火焰龙，目标仍是猴王上方的冰柱。刚才掉下来的冰锥实在猴王正前方的一个，在猴王头顶正上方还有一个巨大的冰锥没有掉下来。萧何的目的就是让这根冰锥掉下来。有一根冰锥插到脚上，伤害值就有2万多。如果有一根冰锥直接从头顶砸下去呢？不会被直接秒杀吧？萧何越想越兴奋，火焰龙、爆裂火焰、火球术轮番砸向猴王头顶上的冰锥根部。轰轰轰！当萧何砸到第4下的时候，冰锥断裂，摇摇欲坠。第5下的时候，冰锥摇了几下，突然掉了下来。偏了！看着冰锥落下来，萧何本以为这些会落到猴王头顶，可没想到右脚被定住的猴王因为剧痛的原因剧烈挣扎，在冰锥开始下落的时候，竟然向左扭了一下，这一扭恰好躲开冰锥正下方。不行！眼看冰锥还有极短时间就要落地，萧何跳起来就是一个爆裂火焰，就砸到猴王的左半边身子。吱吱吱！猴王叫了一声，向右挪了一点，同时冰锥也距地面不足5米了。该死！萧何又发出一个火球，砸到猴王左面，猴王再次向右移动了一点，这时冰锥落了下来。轰！猴王被萧何逼迫向右，恰好移动回了冰锥的下面，被冰锥狠狠砸中脑袋，并追随裂成几节，其中一节粗大的冰锥压在猴王胸口，让猴王仰天大张嘴昏迷着。57894！惊爆！这一下砸掉了猴王5万多的血量。叮！系统提示：猴王遭受重创，重度眩晕30秒。叮！系统提示：猴王陷入重度眩晕状态，防御负30%，速度负30%。重度眩晕，被打也不会清醒。萧何大喜，跑到猴王面前一看，此时猴王的样子有点凄惨，右脚被冰锥钉在地上不能移动，头部被砸得鲜血淋漓，身上还被一段足有2个篮球粗的巨大冰柱压住，惨的都不能再惨了。火球术！萧何火球形成，直接塞进因为被压住重度眩晕的猴王嘴里。13254！果然是致命的地方，加上眩晕状态防御大减，这一下竟然干掉1万多血量。继续！爆裂火焰、火炉术！在30秒钟内，萧何轮番施展几个单体攻击魔法，攻击目标只有一个，猴王的口腔。每次攻击都有1万以上的伤害值，这让小萧何心情十分舒爽。1万多的血量，如果不是猴王重度眩晕防御负30%，如果不是猴王昏迷能直接把攻击塞进猴王嘴里，这个数字想都不要想。很快30秒钟就过去了，猴王的脑袋晃了晃，萧何知道重度眩晕时间要过去了，连忙释放最后一个火焰龙跳开。在这30秒钟内，萧何攻击了20次，加上之前的攻击，猴王的血量基本已经被清空。轰！醒来的猴王一把推开身上的冰锥，血红的眼睛紧盯萧何，发出滋滋狂叫。猴王发出狂叫，洞外面也响起了不知多少声回应的叫声，随即从外面涌进来大批的雪山白猴。第91章，洞外埋伏。
糟了，被包围了！萧何看到洞口被数十只雪山白猴堵住，还有越来越多的雪山白猴挤进来，拼了！萧何一个火焰龙砸过去。猴王虽然从重度眩晕中醒来，可脚上的伤没好，行动受限，没躲开萧何的火焰龙。1412，这和1万多差的太多了。可萧何知道，这才是他对 BOSS 的正常伤害，1万多是在特殊情况下。吱吱吱，猴王被攻击，再次滋滋叫起来。进洞的雪山白猴们听到猴王的叫声，顿时就沸腾起来，近百雪球一起砸向萧何。萧何向猴王砸过去一个爆裂火焰，同时全神贯注飞来的雪球，身体以诡异的路线左躲右闪，竟然躲过全部火球。就在萧何想进行下一次攻击的时候，发现周围的雪山白猴不动了，接着就听见一声哀嚎声：“猴王挂了！”猴王挂了，雪山白猴群猴无首，自然不会再攻击萧何，反而一哄而散的散了。叮！系统提示：您是单独击杀36级 BOSS 猴王，系统奖励您双倍经验。叮！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37级。叮！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38级。因为猴王这个 BOSS 和萧何平级，萧何不算越级杀 BOSS， 就算是有经验加倍，萧何也没能像以前一样连升3级，只升到了38级。萧何看了一下，38级经验已经有了大部分，很快就可以升39级。猴王大爆，地上各种光芒闪成一片，耀眼夺目。基本上只要一个玩家单挑 BOSS， 杀死这个 BOSS 都会大爆，前提是这个玩家等级和 BOSS 相仿。萧何最先查看的是地上的金色手镯，寒冰手镯。猴王法袍顶级，需要等级36，物理防御加100，魔法防御加150，敏捷加10，伤害豁免 20%， 吸血 5%， 职业法师、牧师可装备。伤害豁免 20%， 这是一个好属性，可惜对萧何用处不大，因为萧何身法好，走位技艺堪称炉火纯青，很少被击中。倒是后面的属性吸血 5% 对萧何用处比较大，这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冷却时间的不懈技。萧何再看看自己身上可怜的低阶法袍，马上把猴王法袍换上，防御力顿时上了一个新台阶。剩下的还有3件紫装，分别是一条项链、一对护膝和一双靴子。猴王项链极品，需要等级36，魔法防御加50，智慧加15，精神加10，伤害豁免 10%， 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而萧何现在装备的项链是幸运项链顶级，需要等级17，幸运加5，伤害豁免 20%， 智慧加3，精神加8，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从属性上来说，除了没有幸运，猴王项链比幸运项链强多了。可萧何非常看重幸运这个属性，这个属性关系着打出最大攻击的几率，关系着爆出装备的品质与数量，这2点足以让萧何保留幸运项链。接下来是一对紫色护膝，猴王护膝极品，需要等级36，物理防御加30，魔法防御加30，敏捷加5，力量加3，职业全职业可装备。对比蛮牛护膝的属性，蛮牛护膝极品，需要等级14，物理防御加10，魔法防御加9，敏捷加1，职业全职业可装备。猴王护膝强多了，萧何马上换上了猴王护膝。至于靴子很重，靴子外贴了很多金属片，竟然是一双战士专属战靴，名为猴王战靴。猴王战靴极品，需要等级35，物理防御70，魔法防御40，力量加15，智慧加3，职业战士职业可装备。这个萧何就不会要了，这是专门为战士准备的靴子，职业和萧何的职业不符合。随手把最后几个金币收起来，萧何走出洞穴。嗖！萧何刚出洞口，猛然间就感觉到一道锐利的寒气直逼咽喉而来。糟了，有埋伏！只见一道寒光直逼萧何咽喉，分明是一把利器的锋刃。咽喉是人身薄弱部位，在游戏中击中咽喉会被系统判定有伤害加成，而且是相当大的加成。这个加成甚至有可能是最大伤害的几倍，如果施展攻击的人工够高，完全可以做到秒杀。萧何马上速度全开，闪电般后退。可是晚了，本来就是有人埋伏暗杀。等萧何发现的时候，对方的匕首已经距萧何不足半米了，这个距离就是萧何想躲开也有些力不从心了。匕首一寸寸逼近萧何的咽喉，马上要刺中。猛然间，萧何身影一阵模糊，出现4个萧何并列，同时以几倍于萧何刚才的速度飞速后退，躲开了。萧何刚才启动了残影，有 300% 的速度加成，这才躲过了几乎必中的匕首刺杀。躲过匕首刺杀，萧何一阵恶寒，刚才如果不是从启动了残影技能，他死定了。同时，萧何一阵怒火飙升，还是第一次有人把他逼成这样。萧何咬牙，不管是谁，你都死定了。叮！系统提示：您被玩家贼中贼主动攻击，您有5分钟反击时间。萧何脱离危险境地，听到系统提示被贼中贼偷袭，大吃一惊。网游界10大盗贼排名第2就是贼中贼，
如果这个贼中贼真是那个排名第2的贼中贼，今天被逼到这个程度，萧何倒也不觉得奇怪。这时，贼中贼也脱离了前行，出现在萧何面前。萧何打量来人，是一个年纪30左右的普通男子，从外貌上，萧何看不出任何突出的地方。不过，这个人怎么会埋伏在洞口的？看刚才的凌厉一击，萧何相信对方绝对是有预谋的。贼中贼，你要杀我！萧何紧盯贼中贼，虽然盗贼号称法师克星，可这也要发动突袭才行。现在贼中贼已经现身，发动突袭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对身法走位能力出众的萧何来说，贼中贼已经构不成威胁了。你的命很值钱，有人出价100万金币挂你3次。贼中贼匕首一挥，带着残影就冲了过来。这是盗贼的30级技能极速，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自身速度提高，对敌人出其不意的袭击。100万金币3次。萧何想了想，他在游戏中的仇人不少，有能力出100万金币的也不止一个，像是药师公会的赵耀祖、海天公会的李海天和雷云公会的雷云炼狱，这3个人都有这个动机，也都有这个能力。萧何想着的时候，贼中贼已经逼近了，萧何能清楚地看见匕首尖上刺骨的寒芒。烈焰焚天，眼看贼中贼逼近，萧何烈焰焚天出，冲天烈焰阻拦在2人之间。贼中贼继续前进，可定会被烧的。眼前烈焰逼人，贼中贼马上终止，技能急速。可惜盗贼30级还没有远程技能，贼中贼明知道萧何就在烈焰焚天后，他确实干着急没办法。3、2、1，萧何默默倒数，当2秒钟过去，接近3秒钟的时候，萧何的火焰龙出手，扎进烈焰焚天中。火焰龙刚出，烈焰焚天顿时散尽，贼中贼却消失不见了。前行了，萧何顿时警惕起来，关注着周围的每一丝变化。前行只能让盗贼的本体消失，可本体对其他事物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比如果盗贼走在草地上，即使是前行了，也会把地上的嫩草踩到。有经验的玩家根据这点，很容易判断出盗贼的位置。萧何周围都是雪地，可惜刚才经过萧何和5个玩家踩踏，地上的脚印有很多，就算是有贼中贼踩出来的，只要贼中贼保持不动，萧何也很难从凌乱的脚印中判断出那个脚印上正踩着一个人。怎么办？火焰龙，活力侦察，这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把盗贼逼出前行的方式。火焰龙刚出现，萧何耳朵中就听见一声极其微弱的吱嘎声，这是积雪被踩在脚底发出的声音。萧何并没有因此而扭头查看，只用眼角余光看了看右侧不足5米远的地方，那里有几个脚印。火焰龙在萧何的操纵下，从身边开始一圈圈的扫出去。火力侦察，火焰龙只能持续3秒，按照这样的速度排查到身边3米火焰龙，时间就会过去。火焰龙去！当火焰龙飞行到萧何右侧的时候，萧何操纵火焰龙猛然转向，直射向刚才发出声音的位置。嘎吱，有人急速移动，踩得积雪连响。这时贼中贼的身影也显现出来。前行要求盗贼不能移动或缓慢移动，可为了躲避火焰龙，贼中贼只好快速移动，前行被迫了。烈焰焚天，移动中的贼中贼看到萧何法杖一指，马上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萧何制定的位置。萧何法杖随之移动，贼中贼尽管反应迅速，可还是没能躲开烈焰焚天，被烈焰焚天击中了。贼中贼悲剧了，因为他选错了对手。如果是普通玩家，他这种极快的反应能力的确可以避开，可面对萧何的时候，他引以为自豪的速度恰恰害了他。在他躲避的时候，萧何已经预判出他将要经过的位置，把烈焰焚天放出去了。等他发现的时候，冲势让他想停都停不下来了，一头撞进烈焰焚天。这下你死定了！看到贼中贼装进烈焰焚天，萧何眼中闪过一丝寒光。第92章，招揽能人。贼中贼陷入烈焰焚天中，并没有惊慌，而是一转弯向另一个方向冲了过去，打算冲出烈焰焚天。轰！贼中贼正在向外冲的时候，猛然从旁砸过来一个爆裂火焰，烈焰焚天内到处都是刺眼的火光。贼中贼当然看不到砸过来的爆裂火焰，直到爆裂火焰砸在他身上，贼中贼才知道他被攻击了。怎么会？贼中贼大惊，虽然身为盗贼，可对烈焰焚天他也了解得十分详细。他身在烈焰焚天的火光中，不可能有人看到得到他，看不到就不可能瞄准。对，这一定是意外，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纯属小概率意外事件。就在贼中贼这么想的时候，有一枚火球又砸了过来，正砸在贼中贼身上。如果说第一次被爆裂火焰击中是意外，第二次的火球怎么解释？总不能再说是意外了吧？贼中贼迷惑了，难道对方身怀特殊道具，能看穿火焰？萧何当然没有特殊道具，可萧何能根据火焰的流动变化，判断出烈焰焚天中玩家的大概位置，判断出了贼中贼的位置。萧何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来暗杀他的人，于是组合攻击马上降临了。287、321、345。烈焰焚天冲天火光中浮现出3个红色失血数字，紧接着烈焰焚天时间到，
冲天火光消失了，烈焰焚天散去，贼中贼却不见了，地上只有一把金光闪闪的匕首，这肯定是盗贼爆出来的。金装，萧何马上捡起来查看。嗜血笔，顶级，需要等级30，物理攻击145-145，敏捷加5，力量加3，双重攻击几率5%。职业，盗贼可装备。萧何笑了，掉了金装，而且还是一把不错的金装，这个盗贼可亏死了。萧何刚把金装匕首装进背包，就有一个陌生人发来通话请求。萧何一看，竟然是贼中贼发来的。什么事？难道是他想要回金装匕首？怀着疑问，萧何接通了通话。那个，能把匕首还我吗？对面的声音犹豫了一下，吞吞吐吐的，听起来很是没有信心。贼中贼感觉这一击掉的窝囊，他被萧何一个组合攻击就给挂了，根本没发挥出盗贼的优势，甚至除了第一下的偷袭，他都没能冲进萧何3米范围内，这让贼中贼分外憋屈，同时也深刻意识到他和萧何的差距的巨大。你说什么？萧何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还给他匕首？开什么玩笑？游戏中杀人抢装备都很正常，像贼中贼这种刺杀别人不成反被杀、爆掉装备的，没有人会还回去，也没有理由还回去。我说把匕首还给我，有什么条件你可以说出来。贼中贼的声音很焦急。你觉得可能吗？萧何冷笑，这可是战利品，而且是刺杀他的人的战利品，想要回去不是笑话吗？这把匕首对我很重要，希望你能还给我。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还有商量余地。你是网游界10大盗贼排名第2的贼中贼吗？是我。说说你要回匕首的理由，如果我觉得可以理解，匕首可以还你，可如果我觉得不能接受你的解释，匕首肯定不会还你。萧何确认贼中贼的身份后，起了招揽之心，想要把贼中贼拉进工作室。黄巢现在规模还小，萧何凭借自身超强实力可以把黄巢硬撑起来，可随着黄巢规模越来越大，凭借萧何一个人的努力就不行了，需要更多精英来协助萧何，而贼中贼就是盗贼职业精英中的精英。匕首是借的，签了租借协议，如果不能还回去，我个人要赔偿100万金币。贼中贼说道。租借协议是远古世界独有的系统功能，是为装备租借而定制的协议。2个玩家甲方和乙方，甲方有一件好装备，乙方要借用，甲方担心乙方不归还，怎么办？签订租借协议，规定归还日期以及不能按期归还的赔偿条件，并且需要抵押。签订租借协议之后，到期装备自动回归甲方处，如果到期的时候装备不在乙方身上，签订的赔偿协议自动生效，抵押品自动偿还给甲方。乙方借用的装备除了使用，不能进行任何让这件装备离开乙的等操作，比如交易是肯定不行的。但有一种情况可以让装备离开乙方，这种情况就是乙方被杀，装备被爆出来，这是唯一让租借来的装备离开乙方的方法。这种情况下，乙方必须在限期内拿回装备，否则租借协议自动生效。以你的能力，100万金币不是问题吧？萧何很疑惑，作为游戏顶级玩家，贼中贼的财产应该不止100万。不瞒你说，这100万金币我有急用，你把匕首还我，日后必有重谢。贼中贼烈有些颓废的声音传过来。抱歉，你的理由并不能让我满意，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你说我不会还你。好，我说我父亲病危，需要特效进口药品进行治疗，进口药品价格高昂，整个治疗预计治疗费用要180万信用点左右，可我只有100万信用点，而我父亲的治疗已经到了关键阶段，不能停药。正好有一个以前的客户介绍了一个100万金币酬劳的任务，杀你3次，我就接了。我看过你的录像，没有把握杀你，就用100万金币抵押租借了一把匕首，没想到还是失败了，匕首也被你爆了出去。贼中贼说道。如果是真的，就算我把匕首还给你，你能在短期内凑齐缺少的80万金币吗？如果是真的，这个理由还是可以接受的。萧何问完，对方陷入了沉默，久久不再说话。显然贼中贼被萧何问住了，80万金币凑不到，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匕首你能还我吗？贼中贼无力的声音传来。匕首我可以还给你，我还可以另外借你100万信用点，让你完成你父亲的治疗。萧何说道。贼中贼在是网游界10大盗贼排名第2，用100万金币招揽这样一个顶级玩家，萧何认为很值。你有什么条件？贼中贼当然不傻，听到萧何不仅可以还他匕首，还可以借给他100万信用点，马上意识到萧何不可能是白给他的，毕竟100万信用点也算是一笔巨款，谁会白给陌生人？我有一个工作室，只要你加入我的工作室，这100万信用点就当做你加入工作室的红包，当然我也不会逼你，如果你不想加入我的工作室，这100万信用点就当是我借给你也可以。萧何道。贼中贼是顶级玩家中的顶级玩家，实力也就是仅次于萧何，如果能让他加盟工作室，对工作室和黄巢的发展十分有利。当然萧何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还可能有害，这才有了后面是补充。好，我加入了。贼中贼犹豫了一会儿，同意加入工作室。
还有一点我要说清楚，精装匕首我可以还你100万信用点，就当做你加入工作室的红包，这都没问题。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说的话都是真的，这点我要进行确认，希望你可以理解。萧何可以送出100万金币不心疼，为了人才，可萧何必须确认贼中贼说的是真话，如果是说谎，这样的人招进工作室也是一个祸害，不如趁早不要。没问题，我父亲就在延庆城最大的康乐医院就医，你可以派人来验证，不过我希望你尽快，否则会耽误我父亲的治疗。贼中贼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萧何的条件，报出医院名称。贼中贼丝毫没有犹豫的回答，让萧何马上确定贼中贼说的是实话，可确认一下还是必要的。好，我马上派人确认。萧何马上找到廷司，把贼中贼的事情说了一遍。贼中贼，这100万信用点送的有价值，只用100万信用点就能招揽到贼中贼，也只有你能办到。廷司挑起大拇指，对萧何佩服的五体投地。网游界各职业排名前10的玩家，无一不是各大工作室疯抢的对象，别说是100万信用点了，只要能招揽过去就是200万、300万信用点，也有无数工作室拿着支票主动送上门去的。萧何也觉得有点奇怪，只要贼中贼说一声，这100万信用点应该有很多人会主动送上去啊。想不明白，萧何干脆就不想了，反正贼中贼是要过来的，到时候有很多机会弄清其中原因。我让蓝玫瑰带2个人过去验证，最迟明天下午就会有结果。廷司马上联系蓝玫瑰安排验证。工作室的事情辛苦你了，闭上眼睛，我送你一件礼物。萧何神秘的笑着，神神秘秘的。廷司笑着闭上眼睛，等萧何给他一个惊喜。不要睁眼，马上就好。好了，可以睁眼了。萧何拿出一个小瓶子，瓶中装着金色液体。你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啊？廷司看到萧何送给他的金色液体，惊讶的长大了红润的小嘴。第93章跟踪。看到火儿酒全属性+5的属性，廷司吓了一大跳，这简直是等于基础属性比别人高了近10级。多数玩家加点都是有侧重的加点，就比如法师重在智慧、精神和敏捷，也都要加少量属性点。这样算来，全属性+5就是在主属性上等于加了5级的自由属性点，等于升了5级的效果，加上其他属性平均+5，至少相当于升了2、3级的效果，这样平均属性+5至少等于升了7、8级。有7、8级的优势，很多时候足以决定胜败了，难怪廷司见到猴儿酒全属性+5会如此惊讶。你要把这份猴儿酒送给我。廷司看了看猴儿酒，又看了看萧何。以猴儿酒的属性，如果拿到拍卖场去拍卖，其价格肯定十分高昂，过1000万金币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是送给你的，不然我拿出来做什么？萧何把猴儿酒递给廷司。猴儿酒萧何总共带回来10份，而这种近乎于影响游戏平衡的东西，系统肯定不会让猴儿酒出现过多。那个猴儿酒酒池在萧何取完猴儿酒就消失了，以后就是再有猴儿酒出现，也要换地方了。这10份猴儿酒，萧何打算好甜甜，廷司每人1份，其余8份有1份会在争霸赛决赛前高价卖掉，剩余7份暂时保存起来，以后是情况或者卖掉，或者直接奖励皇朝工会的特殊贡献成员。谢谢。廷司喜滋滋地服下猴儿酒，属性全+5，兴奋地跳起来，在萧何脸上小嘴轻啄了一下。萧何一愣，虽然和廷司有过超越友谊的关系，可那是在醉酒的情况下，在清醒情况下肌肤之亲，这还是第一次，不禁有些飘飘然，用手摸了摸脸上被亲的地方，回味着触电般的感觉。你看到萧何用手摸脸上两相接触的肌肤，廷司才意识到刚才的举动有些过于亲密了。其实廷司并不是单纯因为猴儿酒而兴奋，而是因为萧何有好东西会想着他，内心中有他的位置，这才会兴奋，才会兴奋之下做出了极其亲密的举动，都是冲动惹的祸呀。许久，两人都没有出声，直到好甜甜出现，才化解了两个人的尴尬。猴儿酒，好甜甜收到萧何的礼物，而且是这样一份极度难得的礼物，也很兴奋。只是有廷司在场，好甜甜没有对萧何做出过分亲密的举动，只是用他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萧何。对了，我收到情报，赵耀祖和李海天两人已经联合起来，2个工会结盟了。从前天开始，他们在准备一个大型活动，可活动内容对普通成员保密，具体活动时间、地点和内容不得而知。廷司管理皇朝的时候，也组建了情报部门，只是这个情报部门不属于皇朝，和皇朝工会分开。李海天和赵耀祖有大型活动，就要用到大量的人马，保密的要求就很难做到了，这才被廷司探听到。这个时候有大型，有8成可能和争霸赛有关，另外1成可能和皇朝有关。萧何想了想，2个工会里都有我的眼线，只要他们一有动静，我就会收到消息。廷司在情报工作上投入不少资金，招募了许多情报人员，这些人员中不乏各个工会成员，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廷司刚说完就愣了一下，随即说道：萧何，我刚收到消息，李海天正在紧急集合人马准备出发，这次李海天和赵耀祖2个人同时出动，另外还有2个工会同行，
怀疑是他们的附属工会，总人马估计会超过1000人。廷斯说道。附属工会有2种意义，第一种就是在游戏中每个等级的工会都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附属工会，第二种就是在游戏中2个工会毫无关系，可在现实中有关系，2个工会在现实中属于同一势力。第二种2个工会之间的关系往往比第一种牢靠得多，当然也有第一种和第二种叠加的。1000多人同时出动，恐怕他们在完成一个大型任务，或者是他们发现了强力 BOSS。 萧何推测。什么任务用1000多人去完成？我想是 BOSS 的可能性大些，他们这1000多人去了，让少数精英打 BOSS， 另外的人是负责清场的，以防有人抢了他们的 BOSS。 郝甜甜比较倾向于他们在打 BOSS。 不管怎么样，赵耀祖和李海天已经是我们的死敌，绝不能让他们轻易得手，我也去凑凑这个热闹。萧何眼中寒光闪烁，他和李海天、赵耀祖2个人仇怨大了，大到很难化解开来，因为不遗余力抓紧每一个机会打击对方，这是他们都会做的。如果今天这个行动是黄巢发起的，被李海天2个人知道，他们的选择也会和萧何一样，尽力阻止这个行动，以防敌人的壮大。可是你还没有到40级，争霸赛资格还没有得到。廷斯有点担忧，担心萧何耽误了升级，错过了争霸赛。在他看来，萧何有很大可能会夺冠，会得到传说装备，如果被耽误了就亏大了。还有几天才满半个月，升级耽搁不了。对于40级的资格，萧何从来没有担心过。也是，廷斯想起现在萧何已经38级，只差2级就够资格参赛了，就是有几天不去练级，在限时结束之前升到40级是绝没问题的。工会内战斗人员升级的情况怎么样了？萧何要黄巢工会战斗成员全部争取参加争霸赛，并在争霸赛中取得一定名次，虽然进入前10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可取得一个好名次也十分重要。全部都在35级以上，如果不出意外，工会内的战斗成员应该能全部取得争霸赛的参赛资格。工会内成员的状态每天都会有专人统计，会合成一个报告递交到廷斯手中，因而廷斯对工会内情况十分了解。不错，萧何点头。有消息了，李海天带着人马进了冰川雪域。这时廷斯再次收到消息，有了地点，萧何马上出发。根据廷斯给出的地理坐标，萧何很快就进入冰川雪域，直追李海天。半小时后，萧何就追上了李海天的人马，1000多玩家在一起浩浩荡荡，排出一流长长的队伍。萧何数了一下，至少有1300、400。为了避免被发现，萧何只是远远地尾随着，并不急于靠近。直到现在，眼线也没有得到李海天这次行动的目的和地点，只能跟队伍前进。可见李海天对这次行动的重视，保密程度已经能够到了即将行动的时候，还没有把行动的内容和地点公布。不过这毕竟是游戏，李海天不可能像现实中一样没收通讯工具，有人泄密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路走来，遇上的怪物等级越来越高，已经到了48级，怪物等级远远高出队伍中玩家的等级，就算是一个普通怪，在等级优势下也都厉害的了不得，需要几个玩家一起合作才能杀死。萧何跟在大队人马后面就捡便宜了，李海天的人在前面开路，把怪物都清理干净了。萧何一路走来，一个怪也没遇到，轻松得很，也避免了萧何因为和怪物战斗被李海天的人发现的可能。2个小时过去，李海天在付出了200多玩家挂回城的代价后，终于来到了雪妖谷外面。萧何远远打量，雪妖谷就是一个巨大的山谷，山谷两侧是2座山，右侧是一个低矮的小山，左侧则是一个高几千米的险峰，垂直角度非常大，幸亏山上积雪不多，否则雪崩肯定是必然的。到了山谷，李海天一声令下，有近200玩家分别攀上左右山峰，右侧低矮小山只有100多米高，很快就被李海天的人占领，而左侧的山峰又陡又高，这些人爬到800米高的地方就停下来。看这些人的行动，萧何就明白了，这些人是负责警戒的，占领至少点，视野范围大，容易发现目标。这时李海天带人进入雪妖谷，谷内顿时传来一阵喊杀声，可惜有树木阻挡，萧何看不见谷内情况。想要看到谷内情况，还不能跟进谷，就只能找一处制高点。萧何左右看了看，右侧的低矮山包肯定不能过去了，那里被人监视的没有死角，左侧山峰又陡又高，李海天的人只爬到了800米高，如果能到更高的地方去，应该可以看见雪妖谷里的情况。萧何向后退到2000多米外，从不能直视山谷的地方开始爬左侧的陡峭山峰，这个地方不能直视山谷，李海天派出警戒的玩家也监视不到，萧何可以放心爬山，爬到了1000米左右的高度，萧何开始向能看到山谷的地方移动。很快萧何就转到了能看到雪妖谷的一面，也能看到脚下200米以下的地方有很多玩家在放哨，只是从下往上看很费力，加上山坡并不是平的，很容易找到掩体，这些人根本没发现萧何。萧何找了一个能清楚观察山谷的位置，用一块半人高的岩石做掩体，蹲在后面观察雪妖谷内的情况。第94章雪妖王。从高空俯视，雪妖谷内发生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也包括李海天率领的玩家在做的事情。李海天带领近1000人的队伍，正在向谷内强行推进，路上和一种像积雪堆出来的雪人的怪物战斗。雪妖51级，竟然是51级怪，这倒是萧何没有想到的。李海天竟然大规模杀51级怪，脑子出问题了吗？杀高级别怪容易升级，因为越级杀怪经验多，但一般控制在比玩家等级略高一点的怪物身上，像这种直接高了10几级的怪，容易造成玩家死亡，死亡会直接掉1级，这样就得不偿失了。萧何仔细看了看，雪妖分2种，一种身材苗条细长的，距离很远就会投掷雪球远程攻击，另一种胖嘟嘟的，脑袋下面比啤酒桶还夸张，只会近身攻击。2种雪妖的身高都在2米左右。砰！有一个盗贼玩家前行到雪妖身旁，刺出一匕首，做出攻击动作，前行隐身不能维持，盗贼显形。被攻击，胖雪妖怒了，抡起拳头就砸了过去，盗贼当场秒杀。这时苗条雪妖的攻击也到了，是一个比拳头大1圈的雪球，直接砸中一个弓箭手，弓箭手也当场被秒杀。10多级的等级优势，雪妖的攻击普通玩家难以承受，正面被击中的除了血厚防高的战士能挺过一次攻击马上换人加血之外，其他职业基本上都会被秒杀。这样的情形不断出现，幸好雪妖没有智慧，没有统一的组织，否则李海天只有一个和结局团灭。可李海天这是要做什么呢？做任务，杀 BOSS。 萧何仔细打量谷内的地形，寻找是否存在 BOSS。 很快萧何的目光就落到山谷深处，山谷深处有一个金色光点，金色的。萧何定睛仔细查看，在雪妖谷深处竟然有一个金色的雪妖，毫无疑问，金色的雪妖就是雪妖王。看到雪妖王，萧何有8成把握，李海天是奔这只雪妖王来的。作为第一只出现的50级以上 BOSS， 如果雪妖王被杀，爆出传说装备几乎是必然的。如果能爆出一件合适的武器，再加上一个顶级玩家参加争霸赛，进入前10名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原来是这样，萧何把握了李海天的一些想法了，杀死雪妖王，爆装备，参加争霸赛，取得好名次，打响海天公会的名声，壮大海天公会。正因为有后面这些目的，李海天才会冒着1000多人被团灭的危险强杀雪妖王。萧何，你在雪妖谷吗？萧何正在观察的时候，廷思忽然联系到萧何。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海天公会高层不小心透露出的消息，李海天这次行动的目的是雪妖王。5天前有一个海天公会的盗贼误入雪妖谷，被挂掉之前发现了雪妖王，这个盗贼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李海天。李海天认为这个 BOSS 可能会爆出传说装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干掉雪妖王。果然是这样，廷思的话证实了萧何的猜测，李海天果然是奔着雪妖王这只 BOSS 来的。可这是一只51级的 BOSS， 在等级差距下，李海天即使能成功，他这1000多人最后也剩不下几个。可问题来了，这只 BOSS 要怎么抢？直接杀下去可有点行不通，这次的距离有些远了，而且都是公会成员，都佩戴了统一的标志。萧何想像上次一样浑水摸鱼是不行的，没有佩戴统一的标志，萧何只要一出现就会被识破。这时李海天已经向谷内推进了1/3，也付出了近100玩家调集挂回城的代价。萧何估计等李海天杀到 BOSS 面前，最多还能剩下700人。就在这时，萧何一不小心碰掉了鸡蛋大小的一块石头，石头一路向下滚下去，啪啪啪，石头滚落发出的声音就像直接敲击在萧何耳边一样。糟糕，下面有李海天派出警戒的人马，石头如果掉下去惊动了这些人，萧何很可能会被发现的。可萧何又不能出去追石头，萧何出去追石头更可能会被发现，萧何只能希望石头不要掉下去。可能吗？无巧不成书，石头滚落20多米后，前方正好是一个凸起的雪之山丘，石头一下砸进雪之山丘陷进去，雪之山丘被砸得4分5裂，分散成大大小小的雪块，有些雪块还向下滚了下去，可因为不是圆形的，启动速度也不快，很快就停止了。好险！萧何长出了一口气，幸好有雪之山丘阻挡了掉下去的石头，也幸好石头不大，否则就不是雪之山丘挡住石头，而是石头撞碎雪之山丘和大量雪块一起掉下去了。那种声势不被人发现才是怪事。等等，石头、雪块掉下去！萧何猛然想起了什么。廷思，你马上让人收购原木，越大越重越好，不要求原木等级，数量最好过1000，2小时后不管够没够1000，也要让人给我送过来，晚了就来不及了。对了，让信得过的人送过来。萧何想起一个办法，马上吩咐廷思做准备。限定2小时，因为赶路就要2-3个小时，加上筹集的2小时，原木运来就需要至少5个小时。萧何有把握5小时内了还天奈何不了雪妖王，但具体要多长时间，萧何还无从判断，因为还没开始打，没有数据供萧何分析判断。原木？你要原木做什么？廷思十分疑惑，木头除了盖房子、做武器，还能有什么其他用途吗？回去再跟你解释。你要做的就是
尽量在2小时内收集尽可能多的原木。萧何现在没时间解释，他还要紧盯李海天的行动。2个小时过去了，李海天已经推进了2/3多，很快就要接近谷底了，人数也只剩下了800多，和萧何估计的出入不大。萧何，原木收购了1500，天天亲自带队给你送过去了，这些够用吗？如果不够，我再命人收一些。这时廷司给萧何发过信息，足够了，有1500多根原木堆到一起，就像是一座萧山，用来执行萧何的计划足够了。通话完毕，萧何开始寻找合适的地点堆积原木，至少需要一个小平台，否则原木放在斜坡上肯定会直接滚下山的，还需要一个合适的地点，对准目标，否则萧何的策划就做了无用功。找来找去，萧何终于找到一个地点，这个地点下面正对 BOSS 是一个缓坡，有很多被压实的积雪，这些积雪被压实之后硬的就像冰一样，萧何在上面跺了几下，感觉像踩在石头上，够坚实。这时李海天已经清光了山谷内的雪妖，杀到雪妖王面前。山谷内的普通雪妖已经被清光，只剩下雪妖王，还有一直守候在雪妖王身旁的4只精英雪妖。4只精英雪妖王每只身高3米以上，2只肥肥的近身攻击类型，2只苗条的远程攻击类型。看李海天带人靠近，雪妖王还没反应，4只精英雪妖不干了。2只肥嘟嘟的精英雪妖站起来，挥舞着拳头，以和身材不相称的极快的速度冲向玩家群。另外2只苗条的雪妖各自形成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雪球，挥手向玩家们砸过去。砰！2个雪球的攻击首先到达，迎面击中2个玩家。51级怪物还是精英怪，对不到40级的玩家，差距太悬殊了，被雪球击中玩家直接被秒杀，秒杀了一个还没算完，雪球继续砸向这个玩家身后的玩家，于是第2个玩家也被秒了，第3个玩家掉血大半，2个雪球秒杀4人，重创2人。这时2个胖嘟嘟的近战精英雪妖也冲上来，3米高啤酒桶一样的身材，看起来就力大无穷。散开，都散开，各小组自由应敌。李海天倒是明智，让他手下各个战斗小组分开应敌。厉害！这4只精英怪每一只都相当于30多级的 BOSS， 但有一点，精英怪的血量比普通怪多的有限，和 BOSS 比较起来少太多了，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就算是这4只精英怪攻击防御都很高，能和30多级的 BOSS 比较，可血量太少了。没过10分钟，4只精英怪全部被玩家击杀，李海天也付出了50多个玩家被挂掉的代价。雪妖王身高5米左右，浑身都是金色，身材就像是一个啤酒桶，胳膊脑袋也都是胖乎乎的。看到4个精英雪妖被杀，雪妖王怒了，站起来一声怒吼，声音传遍整个山谷，震得树上积雪纷纷掉落。各小组各就各位，准备迎战。看到雪妖王发怒，李海天马上后退，边退边下令玩家们进攻。危险了！萧何不看好下面的行动，玩家只有不足700，面对51级的 BOSS， 等级相差10多级，有点实力不足啊。就算勉强能够杀死，这差不多700的玩家也要全部死一遍，全掉1级。如果能得到一件传说装备，这1级掉的值，可如果得不到，李海天这次可就亏大了。就在李海天和雪妖王刚开战的时候，有人请求和萧何通话。第95章，准备就绪。是好甜甜。萧何接通通话。萧何，我带人给你送原木来了，可谷口外有好多人，你在什么地方？好甜甜的声音传来。不要去谷口，去左侧的山峰，在那些人看不到的侧面上来，爬到1000米高的地方，我去接你。听到是好甜甜亲自带人送原木过来，萧何心中略有惊喜，悄悄移动向北山谷一侧山峰接人。很快萧何就看到了好甜甜，同来的还有玫瑰8女中除廷司外的7女，廷司要留下来坐镇。游戏可不像现实，现实中1000多根原木用大卡车都要装上几十辆，运输的时候排成一列长长的车队，可在游戏中就不同了，叠放在背包中，8个人就运过来了，没有庞大的运输队伍，原木送来的神不知鬼不觉。跟我来。萧何在前面引路，9个人在萧何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来到萧何选定的位置。小心点，把原木一层一层的堆上去。在萧何指挥下，原木一层一层的堆上去，最后堆成了一个10米高的木堆，幸亏是在高高的山上，又边堆边撒了一些积雪掩护，直到堆完也没被人发现。木堆底部的几根原木横竖叠放，故意做成很不稳定的样子，这样只要攻击木堆底下的几根原木，木堆就很容易被打塌了，木堆塌了，上面的原木就会滚落下来，这就是萧何的强怪计划。你要用这些？堆完了，郝甜甜看着高高的木堆，又看了看山谷中正在忙碌李海天那些人，用手做了一个把原木推下去的动作。没错。萧何点头，这些原木滚下去，在山坡上横冲直撞，会带走大量积雪，到时候就是一场小雪崩，就算是李海天和 BOSS 再厉害，在雪崩的自然伟力面前，他们也是不堪一击。好厉害！你怎么相处这样巧妙的办法的？就是啊，我可想不出来。玫瑰8女的另外7女知道萧何的计划之后，眼中不禁冒出一串串的小星星，
对萧何崇拜以及。对完之后，萧何就待在墓堆旁观察雪妖谷中李海天打 BOSS。待在墓堆旁，因为在游戏中，如果玩家把东西放下，在一段时间不接触，系统就会把这件东西刷没了。墓堆是萧何要派上大用场的，自然不能让系统刷没了，只好待在墓堆旁，保持和墓堆持续接触。这时，李海天指挥人马和雪妖王站在一起。第一队攻击，在 BOSS 的攻击距离外，有一个2米多高的雪堆，雪堆上站着一个战士，名为风雨夜归人。打 BOSS 战斗开始，这个风雨夜归人就接替了李海天的指挥权，指挥作战。轰！雪妖王左侧玩家听到命令，同时发动攻击，火球、火龙、箭矢、刀剑同时落向中间的雪妖王。1、1、2、1、5。在等级的巨大差距下，多数玩家的攻击都不破防，都是强制性扣血一点。只有少数玩家攻击比较高，打掉血量也是个位数字，能打掉10几滴血的，萧何只看到3个，再多的就没有了。玩家攻击弱，打掉血量少，可架不住玩家基数大，有近6、70人同时攻击，6、70人同时击中 BOSS， 掉血积累起来也过百。第二小队攻击，第一小队攻击马上就吸引了雪妖王的注意力，雪妖王顿时转向左侧。这时风雨夜归人下令，第二小队开始攻击。第二小队本来处于雪妖王身后，雪妖王转身，第二小队就在雪妖王左侧了。第二小队人员配置和第一小队基本相同，也有近6、70人同时攻击，6、70人同时击中 BOSS， 掉血积累起来也有近百。这些情况和第一小队基本相同，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萧何心算了一下，按照这个伤害速度，不出3个小时 ，BOSS 就会被磨死。如果算上中间玩家战斗减员，5个小时也足够了。第一小队注意躲避，第三小队开始攻击。风雨夜归人看雪妖王要开始攻击，马上提醒道：雪妖王的攻击很简单，和其他雪妖一样，是雪球，超级雪球，每一个雪球直径都有1米左右。第一小队马上散开，只有2人躲避不及被击中，当场秒杀。风雨夜归人只是总调度、总指挥，每个小队还有具体的负责人，根据风雨夜归人的命令，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执行风雨夜归人的命令。这个风雨夜归人不简单啊！看到在风雨夜归人的指挥下，玩家们井井有条的攻击、躲避，萧何对风雨夜归人给予高度评价。这个风雨夜归人又是谁呢？这个人肯定是李海天新招揽的，或者是临时雇佣的。如果李海天早有何个人，瀚海就不会被灭了。10分钟过去，雪妖王粗壮的双臂高高举起，身上发出一阵金色光辉，同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大招！打了很多 BOSS， 萧何对这种征兆再熟悉不过了。BOSS 每次放大招之前都有的征兆。全体注意躲避 ，BOSS 要放大招了。风雨夜归人一声令下，除了少数人在 BOSS 附近找到掩体，其他人全部以最快的速度飞速撤退。眨眼间 ，BOSS 身边清空，就出现了一片空白地带。吼！雪妖王一声怒吼，两臂下落，两掌向前一推，无数雪球喷射而出，大小足有半米直径，覆盖前方90度角范围，对30米范围内进行地毯式轰炸。啊！有几个玩家撤退的时候慢了些，还在30米范围内，顿时被覆盖式攻击的雪球狠狠击中了。正前方有5个玩家被雪球击中，当场被秒杀，有2个倒霉的还各爆出1件装备，幸亏都是自己人。团队玩家爆出的装备会被队友捡回去，到时候有专人负责统计归还，否则就亏大了。还有3处在攻击的边缘被击中，头顶损血都是超过500的，盗贼和法师都挂了，战士活了下来，因为血量比较高，还有后面牧师及时加血，成为雪妖王第一次大招中唯一活下来的人。各小队马上回归原位，第二小队继续攻击。大招刚过，风雨夜归人就催促玩家们回归战斗位置。这个大招好厉害！白玫瑰感慨道，他们送完原木并没有离开，要留下来亲眼见识萧何是怎么抢 BOSS 的，就是碰到就秒杀，处理的不错。风雨夜归人对时机的把握相当合理，萧何再次给予高度评价。萧何断定，这个风雨夜归人肯定有过多次大规模团队作战经验，这样的人应该很出名才对。可能这个人也是一个网游名人，可进入远古世界的时候改了名字，才让萧何想不起来。很快又一个20几分钟过去，雪妖王身上再次泛起红光，双臂高高举起，大招来临的前兆。第5、6，一小队速速躲避，其余小队全力进攻。风雨夜归人一看雪妖王要再次准备放大招，命令道：第5、6，一小队。这3个小队成员都处在雪妖王的正前方和侧前方，在雪妖王的攻击范围内，当然要撤离。至于剩下的3个小队不在雪妖王攻击范围内，趁机攻击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哦！雪妖王一声怒吼，大招已经准备完毕，手臂就要落下来，只要手臂落下来，大招就会发出去。这时，剩余3个小队的攻击到了，200道攻击全落在雪妖王身上，雪妖王浑身都被各种光辉覆盖。雪妖王即将发出大招的手臂落下来了，只不过不是发出大招，而是暴怒的狠狠砸在雪地上。
雪妖王的大招被打断了，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几率，可是被雪妖王给碰上了。全体回到战斗位置，第一小队攻击。略微停了一下，风雨夜归人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时机把握有点晚了。萧何摇摇头，如果是他指挥，在雪妖王大招失败的瞬间就会发起反击。而风雨夜归人慢了差不多3秒，对一般人来说这3秒不算什么，可对风雨夜归人这样的位置来说，这3秒钟慢了就等于失职。只不过萧何不明白，以风雨夜归人的高水准，这3秒钟不应该慢。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单调的重复打 BOSS 的过程中，4个小时过去了，距离萧何预计的时间只有不到1个小时了。而这个时候打 BOSS 的700人已经只剩下了不足400人，其余300人全部被刮回城了，可谓损失惨重。准备一下，我们要开始行动了。萧何对郝天天几女说道。萧何预计5小时雪妖王会挂掉，当然不可能等5小时到了才开始抢怪，要留下充分的时间。可这个时间也不能留得太多，否则雪妖王还有大量的血值，就不是 BOSS， 而是自己打怪了。要开始了吗？现在就要抢他们的 BOSS 吗？怎么抢？听到要开始抢 BOSS， 本来待得昏昏欲睡的郝天天8女顿时来了精神，一个个都跃跃欲试，眼睛紧盯着下面的雪妖王，就好像雪妖王是一堆闪闪发光的珠宝，他们被允许冲上去抢过来一样。第96章传说级法杖。萧何看了看心说，李海天、赵耀祖，这就是你们作为我的敌人的下场，哭去吧。想到这，萧何法杖一点，烈焰焚天出，直接在原木堆下开始燃烧，很快就点燃了最下面的原木。噼啪，最下面的原木燃烧，融化了原木下的坚实的冰雪，坚实的冰雪融化了，不足以支撑原木的重量，高高的木堆慢慢倾斜，不过片刻时间，木堆就倾斜到了倒塌的程度，顺山坡滚了下去。开始的时候还很慢，可山坡陡峭，为原木向下翻滚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让原木向下越滚越快，越滚声势越大。在原木猛烈撞击下，山上掉落了许多冰雪和岩石，和原木混在一起，轰隆隆地向山下冲下去，逐渐形成万马奔腾一样的气势。在萧何的位置看去，向下滚落的原木逐渐壮大成一股巨大的白色洪流，声势浩大的向下奔涌。什么声音？李海天和赵耀祖正在安全位置观战，猛然听到上方传来奇怪的响声，抬头看去，这是怎么回事？两人抬头一看，峭壁上一道白色洪流滚滚而来，大惊，难道是雪崩了吗？可是山上的积雪并不多，达不到雪崩的条件，这点两个人早就调查清楚了，否则也不会在这打杀 BOSS 了。雪崩，雪崩来了，我们要死了！完了，这次真完了，雪崩啊！正在打 BOSS 的4大公会成员看到上方越来越近的白色洪流，一个个和心惊胆战，两腿发颤。雪崩是自然的伟力，不是人力可以抗拒的，雪崩来势汹汹，他们又身处雪崩正下方的山谷，根本无处可逃。你们也下来，这300多人差不多会全挂，有不少人会掉装备，捡起来就是你们自己的了。原木滚下去，萧何随后也向山峰下冲去，只是萧何的速度快，反应快，把8女远远甩在后面。萧何不能不快，以原木滚落下的千万斤大力，雪妖王死定了，雪妖王死了，肯定会爆出装备。萧何可不想他要得到的战利品被别人抢先捡走。轰！原木、积雪和石头组合而成的洪流从山而降，狠狠撞进山谷，把雪妖谷中的玩家、雪妖王统统埋葬。这是怎么搞的？怎么会发生雪崩的？糟糕，会长他们都被雪崩埋了。在雪妖谷外放哨的玩家有很多人站在很高的位置，能清楚看到雪妖谷内的情况。雪崩下来，李海天众人被埋，他们都看得清楚明白，就是后来萧何冲下来，他们也看得清清楚楚的。只是这些人已经被雪崩和雪妖谷内玩家全灭镇住了，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萧何就是罪魁祸首。幸好这些人只守住谷口这一侧的方向，而没有在雪妖谷上方警戒，否则他们非被直接冲下去不可。雪崩来势汹汹，可来得快去得也快，大量积雪，原木撞进山谷，几秒钟之内就平静下来了。同时山谷内红色一片，都是失血数字，300多个玩家全挂了。因为雪崩是萧何引起的，这些人被雪崩砸死，系统判定是萧何主动杀的。如果萧何没有佩戴隐藏罪恶的头巾，保证现在萧何的名字会直接变成黑色，杀死300多人，足够红明红的发黑了。叮！系统提示：您击杀51级 BOSS 雪妖王。叮！恭喜您，您的等级晋级到了39级。不是单独击杀，萧何只是给了雪妖王最后一击，也是最强的一击，直接让雪妖王死于非命。可毕竟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打掉了雪妖王的绝大部分血值，萧何虽然是最后一击，也不能获得全部经验，升一级已经不错了。雪妖王挂了， BOSS 挂了，装备！萧何兴奋了，流星一般从峭壁上冲进山谷，因为冲势太快，萧何落进山谷的时候也掉了近100血值。在萧何意料之内，他距离不是最近的一个，要第一个赶到事发现场，
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雪妖王被冲到哪里去了呢？下到山谷之后，萧何四顾寻找雪妖王的位置，确切的说是寻找雪妖王爆出的装备。前面怎么会有点亮？萧何四下寻找的时候，看到有一块积雪有点亮，随即想到肯定是下面有装备发光透射来了。萧何马上跑过去，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冲下来的积雪还没来得及压实，被炸出一个浅坑。火焰龙、烈焰焚天和小火球都是火系法术，没过半分钟，地上的积雪就被清空，暴露出一件装备，是一把法杖，杖上闪烁着3种颜色的光辉，3色。萧何一阵兴奋，3色光辉，这是传说级装备的独有特性，这是一件传说级别的法杖，果然是第一个被推倒的超过50级的 BOSS， 竟然爆出一件传说装备。萧何敢肯定，以后有人再打雪妖王，就是杀个10次8次的，也不一定能爆出一件传说级装备。这次能爆出传说级别装备，完全是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推倒50级以上的 BOSS， 爆率特别高的原因。萧何伸手捡起法杖，查看属性。冰雪杖，传说级，需要等级51，魔法攻击 299-299， 智慧加20，耗魔负 25%， 施法时间负 20%， 吸血 5%， 爆强一击，职业法师可装备。爆强一击，辅助技能，启动后接下来的一次攻击造成的伤害星号3，冷却时间1个游戏日。果然是传说装备，属性就是强，不仅超高魔法攻击，附加属性也都很高，而且还有一个技能爆强一击。这个技能运用好了，完全可以做到反败为胜，一击必杀，在平时打怪中作用不大，可用在单人 PK 的时候，配合萧何的超强攻击，完全可以做到秒杀，甚至在危局中凭这一招反败为胜。注意地上积雪的颜色，装备的光辉会透过积雪把积雪染色。这时八女才冲到雪妖谷，为避免浪费时间，萧何提示八女找光亮。八女纷纷回应，把目光放在积雪上，寻找发出光积雪，很快就各自找到目标，卖力地挖起来。接下来萧何翻出一件金色装备，还有3件紫色装备，至于剩下的金币，萧何根本就没找。9环寒冰刀，顶级，需要等级51，物理攻击 248-248， 力量加15，敏捷加10，精神加10，吸血 10%， 职业战士可装备。攻击力虽然比冰雪杖低很多，但两者本身也不是一个层次的装备，没有可比性。而且就属性来说，9环寒冰刀是萧何知道的目前为止攻击力最强的精装，没有比它再强的，更何况还有后面的4个属性中，除了精神加10这一项稍差一点，其他3项都很不错，可以说是一件难得的精装。争霸赛决赛的时候，相信会有少量玩家升到51级，到时候为了夺冠，肯定会有人出大价钱的。另外3件紫装，有一把紫装弓，一双靴子和一双护腿，属性还凑合，萧何随手扔进了背包。哇，我捡到一条金装项链啊！我捡到一顶紫装帽子和一件紫装手镯，我也捡到一双紫装靴子。萧何收拾 BOSS 装备的时候，八女也都有了收获，至少是一件紫装，好的甚至还有金装的收获，丰收的八女欢欣雀跃。这时萧何听到一阵吵闹声，回头看了看，是那些在外面警戒的玩家从雪崩的震惊中清醒之后冲进来了，可因为地上大量还没来得及压实的积雪限制了他们的速度，直到萧何捡完装备，这些人才冲进来。好了，都用回城券，我们回去。抢了人家的传说级的装备，还让对方近400人葬身人遭雪崩，萧何不想赶尽杀绝了，在外面的人到来之前，就和八女启动回城卷轴回去了。外面的玩家进来的时候，只有最前面的几个玩家看到9团回城卷启动的白光，后面闯进来的那些玩家只看到10几个明显是被人挖出来的雪坑，傻子都明白，这肯定是雪底下的装备被挖走了。萧何，我和你势不两立。李海天复活之后暴跳如雷，在他们被积雪砸死的时候，就听到系统提示他们是被爆法杀死的。李海天马上就想到了，雪崩是萧何弄出来的，尽管不知道萧何是怎么弄出来的，可萧何用雪崩害了他们是事实。李海天暴跳如雷，不是因为萧何杀了他，而是因为他们这次行动亏大了。首先参与行动的人有1300多，除了负责警戒的200人，剩余的人全挂了，每人都掉了1级。其次雪妖王挂了，大部分功劳是他们的，可最后爆出来的传说级装备却归了萧何，他们白辛苦了一场。想到这里，李海天就气得要吐血。最后一点就是他们的损失，每人掉1级不算，去之前他曾经承诺过，所有损失工会会承担，现在这么多人都挂了，他必须要有相应的补偿，否则工会的信誉就完了，还有肯定有掉装备的，他也要给补偿。赔了，赔大了，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李海天气的眼睛发花，都快晕了。第97章争霸赛前，就在李海天气恼的要死的时候，赵耀祖也复活回来了，同样也是十分郁闷，脸上乌云密布。赵耀祖死得很惨，当原木和积雪狠狠冲进雪妖谷的时候，有一根原木落地弹起，从天而降，降落的地点就是赵耀祖站立的地点，
因为原木的速度太快了，照耀组没来得及躲避，就被从天而降的原木拍扁了。紧接着收到被爆法杀死的系统提示，照耀组的心情一点也不比李海天好。该死！照耀组复活检查的时候，发现的他的金装项链掉了，那可是他花大价钱买来的35级金装绿森项链。你也挂了？看到照耀组从复活点出来，李海天问道：“在哪种情况下还有不挂的吗？”照耀组反问道：“别说，还真有几个幸运的被积雪砸中，陷入重度眩晕状态，被后来进入的玩家挖出来，幸运的没有挂。可这些人加起来也只有个位数，和几百人的基数比较起来，也就相当于没有。看过装备排行榜吗？”李海天看到传说级冰雪杖出现在榜单上，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萧何。冰雪杖，照耀组倒是没来得及看榜单，听到李海天的话，打开装备排行榜单，震惊了。本来他就是世界排名第1的玩家，如果加上冰雪杖，他夺冠的可能性更是大大增加了。李海天眼睛里直往外喷火，冰雪杖第1把传说级装备，本来应该是他的，可现在却在萧何手上。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的？李海天认为这次行动已经够隐秘了，有1300多玩家参与的行动，你认为能隐瞒得了谁？我到最后也没告诉这些玩家任务内容，只是想多隐瞒一会儿，不给其他工会以准备时间，等他们召集起人马，我们的行动已经完成了。可没想到竟然被一个人破坏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让萧何夺得争霸赛的冠军，皇朝工会势必进一步扩大，到时候在朱雀城范围内，我们只能做2流工会了，始终要生活在皇朝的阴影之下。这时照耀组最担心的，和萧何几次争斗，照耀组都吃了大亏，本以为和李海天联合之后情况会有所好转，可没想到的是，就算他和李海天联合了，依然是该吃亏的时候要吃亏，就像这次传说级装备都被萧何抢走了。哼，夺冠他倒是想，可意外多了去了，谁说有实力就一定会夺冠的？李海天发狠了。李海天说的没错，有实力的人不一定会夺冠，因为意外太多了，不管是偶然的还是人为的。哇，这就是远古世界第1件传说级装备冰雪杖，好漂亮，属性好。廷斯拿着冰雪杖品评着，冰雪杖的确够漂亮，整体不足2尺长，通体洁白，是有神秘的经文，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好东西。更难得的是，不仅漂亮，属性也好，装备和不装备冰雪杖，实力绝对要强上好几个大台阶。有了冰雪杖，萧何这次肯定能在争霸赛上夺冠。郝甜甜本来就对萧何信心十足，加上冰雪杖，郝甜甜的信心就更足了。你想的太美了，冰雪杖要51级才能用，我现在还没到40级。萧何笑了笑，决赛前冲到51级才能使用冰雪杖，对你来说升级还不容易吗？我就担心李海天和赵耀祖这2个人是最不想让你夺冠的，他们肯定猜得到冰雪杖在你手里，我担心在争霸赛之前，这2个人会对你不利。廷斯分析道。对李海天和赵耀祖这样的人来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最真实的写照，他们见不得光的手段太多了。别的不说，就像廷斯的玫瑰盟就是被李海天给覆灭的，2人根本没有利益冲突，只是廷斯拒绝了李海天而已。他们还能怎么样？无论什么样的手段，我接着。萧何倒是不怕2个人，也曾经屡次挫败2人。游戏中你倒是不怕，就怕在现实中他们2个耍手段，比如你比赛的时候，他们给你断网、断电，或者派人骚扰你，总让你不能正常游戏，不能参加比赛，他们的手段很多。廷斯分析，这倒是要做些准备，回头在别墅里安装备用电源、无线抗干扰网络，再加派些保全人员，在食物检测等方面也下些功夫。选手的实力再雄厚，不能参加比赛也夺不了冠，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萧何不得不防备。廷斯点头，不怕1万就怕万一，这些的确应该准备，有备无患，早做防备，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好了，不要说这些了，今天我们又狠狠打击了敌人，还有丰厚的收获，我提一下先庆祝一下，你们说好不好？郝甜甜看气氛有些沉闷，就打断了萧何和廷斯的话，把话题转移开来。好啊，对，是应该庆祝一下，我们先下线去准备。白玫瑰等玫瑰8女都在，听到郝甜甜的提议，纷纷举双手赞成，他们也看出气氛有点不对了。第2天傍晚，在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音过后，萧何升到了40级，游戏中第1个踏入40级的人。升到40级，萧何面前弹出一个透明的表格，萧何仔细看了看，原来是争霸赛参赛报名表。叮！系统提示：玩家爆法，恭喜您成为远古世界第1个40级玩家。作为奖励，您参加新人争霸赛将获得直接晋升半决赛的资格，请您选择是否参加争霸赛，是否稍后选择。下面有提示，可以暂时不做选择，可一旦做出选择就不能更改，没有后悔的机会。当然选择是。萧何是不会错过新人争霸赛的，不仅不会错过，萧何还是直奔冠军而来的，对冠军当仁不让。叮！系统提示：
玩家萧何报名参加新人争霸赛，资格获准。叮！系统提示：玩家萧何是远古世界第一个40级玩家，获得直接晋升半决赛资格。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了。新人争霸赛除了开始时间公布了，冠军的奖励是一件传说装备这2点，其他像是赛制等等全都保密，让人极度渴望，却又没有办法知道，只能猜测，等待新人争霸赛开始。等啊等，终于等到了新人争霸赛开始的日子。萧何的等级提升到了45级，仍旧是占据等级榜榜首。只是等级越高，需要的经验越多，升级越来越难。萧何和第2名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了1级。大清早，萧何和郝甜甜就上线了，正好遇到婷丝等玫瑰8姐妹。去看比赛吗？婷丝看到萧何，自然知道萧何不是去比赛的，他已经直接获取了半决赛资格。是啊，你们去参加比赛吗？这些天不止萧何在练级，婷丝等人也在练级，并且在限期之前到了40级，获得了参赛资格。而新人争霸赛是远古世界第一次大型活动，他们可不打算错过。爆发！正在这时，有人喊萧何游戏人物的名字，蓝水晶。萧何回头一看，喊他名字的人竟然是天然呆美女牧师，游戏名为蓝水晶的少女。萧何已经好些天没看见蓝水晶了，蓝水晶也没主动和萧何通过话。是啊，这些天准备期末考试，昨天刚考完，累死我了。你们这是去参加比赛吗？蓝水晶夸张地抱怨着。你也去参加比赛？哎，别提了，刚考完试，等级都被人家落下了，我才28级，不够参赛资格。蓝水晶叹息着。好了，时间快到了，我们还是早些进城。郝甜甜看到蓝水晶的神态，有种莫名的危机感，看2个人还要继续说话，连忙出来打断，招呼众人快些进城。众人进入朱雀城，向决斗场方向走去。决斗场是新人争霸朱雀城分赛场。新人争霸赛是一个全服务器性质的比赛，全游戏玩家都会参加。朱雀城只是一个系统组成，朱雀城的赛场也只是其中一个分赛场。等半决赛结束后，优胜者将和其他主城优胜者角逐，最终获胜者才是冠军。今天的朱雀城大街人潮汹涌，摩肩接踵，向前看，保证你看不到地面，能看到的都是一个个晃动的脑袋，最多还有肩膀或者上身。人太多了，一个挨一个，人们前进的方向出奇的相同。决斗场人好多呀，看来看去全是人头，夹在人流中，想快都快不了。郝甜甜有点不耐烦了，全服务器性质的赛事，而且是第一次，人难免多了点。萧何也感觉很满，可这时候他的速度和走位也发挥不了作用，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太小了，一个挨一个，没有空隙，萧何想穿过去都不可能。用了平时几倍的时间，众人终于挤进决斗场，幸亏游戏人物不会出汗，否则就这一路挤来挤去，身上非被汗水湿透了不可。9点整，时间到。砰！决斗场上传来一声巨响，尖锐的破空声冲天起。第98章初赛。锐啸过后，决斗场上空爆开一团礼花，接二连三的礼花升空，组成5个大字：新人争霸赛。随后，决斗场上空出现一个透明的对话框，对话框上出现一个个篮球大小的字体。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收到一个系统提示，提示内容就是眼前透明对话框的内容，就是新人争霸赛初赛规则。这也是远古世界的一大特色，游戏正式运营完全由一台超大型计算机控制，排除人工干扰，防止作弊。就算是这个新人争霸赛，也只能有官方提议，其他一切运转都是计算机在控制。就是新人争霸赛开场，也没有请真人主持，反而一切以游戏中数据模式进行，不用人工干涉。新人争霸赛初赛采用淘汰制，每一场比赛参与人数为1000人，这1000将分布在一个场景中混战，每击杀一个玩家加1分，被杀一次减1分，时限60分钟，取前10名，剩余990名被淘汰。比赛中禁止使用一切药品，要求进入前10名的人每人获得的积分不少于10，否则就算是在前10名中也要被淘汰掉。每场比赛的1000人都不是事先安排好的，而是系统在比赛前3分钟随机抽取，以此杜绝比赛中拉帮结伙，人为制造前10名的可能。当然，如果真是有熟人在同一场次比赛中遇到了，这也不是不可能，只是这个几率实在是太小了。朱雀城报名参赛的玩家有215687名，要进行216场比赛。整个初赛历时3天，每天10场，每场10组同时开赛，最多将有2160名朱雀城玩家通过比赛，获得半决赛资格。至于前10名踏入40级的玩家，整个游戏中也只有10个，其他9个萧何也不知道是谁。这种比赛对牧师有些不公平。天然呆的蓝水晶是个牧师，当然要为牧师打抱不平。牧师的攻击力比起其他职业来差多了，攻击技能也少，因而牧师通常作为辅助职业存在。不公平是有一点，可牧师有治疗、加速、虚弱，也不是好对付的，只要操作得当，牧师的战斗力也不可小觑。萧何当然知道牧师的攻击力弱，可牧师有很多状态技能是其他职业没有的。
战斗中牧师可以自己加血，这是其他职业做不到的，因为比赛是禁止使用任何药品恢复的。晕，我被抽中了。第一场3组，有第一场3组的同组的没有？这时萧何身后不远处的坐席上有一个女玩家突然惊呼出声，随后就开始找同组的玩家，看样子是准备找个伙伴合作一下。可随机抽取玩家和进入比赛场地之间只有3分钟时间，太短了，短到不足以找到同组的玩家。和萧何想的一样，直到3分钟结束，这个玩家也没能找到同组的玩家，倒是其他小组的玩家出了几个，他们也同样尝试。8、9个人同时寻找合作伙伴，只有2个人比较幸运是同组，可这2个人找到彼此晚了一点，刚标明是同组就被传送进入比赛场地了。3分钟一到，被选中的玩家全部被传送进比赛场地，观看比赛的坐席上少了一些人。廷斯也被传送走了。第一场8组，郝甜甜暂时没有被抽上，和萧何仍旧坐在观看席上观看。决斗场上出现10个立体影像，每一个影像就是一个小组赛场。观看的玩家可以同时观看10组，也可以选择一组放大观看，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甚至要看清某局部场景或者是某个人的时候，还可以拉近、放大。这是进入决斗场观看比赛的玩家的特权，因为进入决斗场观看比赛是要收门票的。廷斯姐在第一场8组，郝甜甜说着，选择第一场8组的立体影像，输入廷斯的游戏人物名称冰火玫瑰，场景转换，锁定了第一场8组中一个女战士的身影，正是比赛中的廷斯。第一场8组随机抽取到的场景是一座森林，高大的树冠遮挡下，森林中十分阴暗，昏沉沉的。廷斯这时正靠在一棵树后，警惕地四下观望，寻找同组的其他玩家。就在距离廷斯10米远处，有一块1人半高的岩石，岩石后面也躲着一个玩家，是一个男战士，像廷斯一样警惕地搜寻着。有人要倒霉了。萧何看着男战士笑了。谁要倒霉了？郝甜甜不解，他和萧何看的是一个画面，他可没看出来谁要倒霉。胜败不仅取决于实力，很多时候还取决于运气。你看男战士右面是什么？萧何笑指男战士右侧。啊！郝甜甜顺着萧何手指的方向看去，他看到了一只熊。这只熊在男战士四处张望的时候，这只熊也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像是在寻找食物，却发现了隐藏在石头后面的男战士。铁甲熊17级。根据初赛规则，场地内可不只有玩家，还有一定数量的怪物，以增加争霸赛的难度和趣味。可此时对于男战士来说，这个怪物的出现毫无趣味，只有难度。他想继续在岩石后隐藏都不行了。去死！地裂斩！对于把他逼出藏身地的铁甲熊，战士恨极了，狠狠一刀砍过去。哦！战士超过40级，而铁甲熊只有17级，巨大的等级优势下，铁甲熊被战士直接秒杀。铁甲熊被杀了，男战士的行踪也暴露了。男战士刚杀死了铁甲熊，就被冲天烈焰包围起来，是烈焰焚天。是一个法师，廷斯、男战士和法师3人背对背的形成一个三角形。开始的时候谁也没发现谁，可铁甲熊出现了，法师发现了铁甲熊，故意隐藏不动，生怕引起铁甲熊的注意，进而暴露他的行踪。他可没想到，就在他斜后方还藏着一个男战士，还没发现他，好似机会，男法师当然不会放过。战士现身火海，火光阻碍了他的视线，让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好不动凭感觉向一侧冲出去。男法师没有萧何的能力，当然看不到烈焰焚天中男战士的举动，紧张地等待着烈焰焚天熄灭。这时战士从烈焰焚天中冲出来，吓了法师一大跳，想释放魔法有点来不及了。砰！战士狠狠撞在石头上。原来战士在火海中分不清方向，冲出来的方向竟然是他刚才藏身的岩石，直接撞了上去。血域！撞得狠了，战士头顶出现代表眩晕的几个小星星，围着战士头顶旋转。好机会！男法师法杖一举，爆裂火焰飞出去，直奔男战士。就在这时，寒光一闪，魔法师被一刀砍中了。是廷斯。铁甲熊出现的动静不小，3个人都发现了，只是男战士比较倒霉，正在铁甲熊的行进路线上。男战士杀了铁甲熊，廷斯也准备偷袭男战士的，可这时男法师站了出来，让廷斯改变了主意，悄悄绕到男法师身后。男法师的精力都集中在烈焰焚天中的战士身上，根本没发现有人绕过来了。男法师发现男战士冲出烈焰焚天的时候，砸出爆裂火焰，这时廷斯抓住机会，地裂斩狠狠斩下去。法师根本没想到有人会偷袭他，被廷斯一刀砍在脖子上。脖子是人身体的重要部位，脖子被攻击，系统有很大的伤害加成。而且廷斯使用的也不是普通装备，而是一把40级精装长刀，拥有比普通长刀强很多的攻击力，还有很大的敏捷加成。456。如果这一击是萧何发出的，凭萧何超强的魔功，绝对不用第二次，直接一击秒杀这个男法师。男法师刚反应过来，廷斯的第2刀又到了，法师勉强躲开了一些，被廷斯一刀砍在肩膀上。264。
法师马上化作一道白光，复活到赛场内随机地点去了。在比赛时间内，不是说被杀死比赛就结束了，而是会被系统随机复活在比赛场地内某个地方，还可以继续进行比赛。只要能击杀足够数量的其他玩家，获得积分，还是可以取得好成绩的。杀死男法师，廷斯身形一转，地裂斩就劈了出去，目标刚被爆裂火焰击中，从眩晕中醒来的男战士。男战士刚醒来，就看到廷斯击杀男法师，转身向他发出地裂斩，躲已经来不及了。男战士左臂向前微曲，就像左臂上有一个盾牌的姿势。实际上，当男战士这么做的时候，左臂真的出现一个盾牌。这是战士30级技能圣盾。砰！男战士被击退一步，头上冒出57的字样，显然圣盾也没能全部免除他的伤害。男战士刚顶住廷斯的地裂斩，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廷斯就已经冲到他面前了。轰！廷斯一刀狠狠砍在战士的圣盾上，咔嚓！圣盾出现裂痕，裂痕闪电般布满整个盾牌，随即圣盾化作点点白光消失了。圣盾承受超过一定强度的攻击就会消散，廷斯的2次攻击超过了圣盾承受的极限，圣盾散了。廷斯姐干得漂亮！看到男战士被廷斯打得节节后退，眼看就支持不住了，好甜甜高兴了。第99章初赛第1场，圣盾散去，男战士猛然后退，就像凭借速度躲开廷斯接下来的攻击。不是男战士不想用圣盾，而是第一个圣盾刚消散，冷却时间还没过，第二个圣盾不能马上用出来。男战士的打算很好，可惜实力有些差了，面对一身豪华装备的廷斯，他的速度还是有些慢了。廷斯手中长刀一挥，刀光一闪，一个地裂斩狠狠向男战士劈了下去。太快了！男战士大惊，看到廷斯的攻击速度，男战士就知道躲避不开了，猛然一咬牙，也是一招地裂斩，打算以伤换伤，躲不开就不躲了，不就是你砍我一刀吗？行，我让你砍了，丹沃也会狠狠砍你一刀。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廷斯先出招，先行击中了男战士。231，男战士被先行击中，掉血，化成点点白光，挂了，随即复活到其他地点，继续争霸赛去了。男战士挂了，他的地裂斩当然也就没使出来。男战士先被法师烈焰焚天攻击，损血不少，撞石头，眩晕，再次被法师攻击，又损血不少。经过法师的攻击，男战士已经损血过半，争霸赛除了牧师意外都不能不血，男战士当然顶不住廷斯的攻击了。还行，这就是萧何对廷斯一系列进攻行为的评价。廷斯的时机把握已经很厉害，可在萧何这样的顶级玩家看来，廷斯的时机把握能力还有待提高，现在也只能称得上高手，距离顶级高手还有一段距离。像廷斯身边发生这样的战斗，由一个小导火所引起的，在比争霸赛赛场中不断发生着，每一个小组的比赛场地中都几乎同时上演10几场甚至几十场这样的战斗，有的规模甚至有几十人同时参战，看起来只有一个字：乱。很快，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廷斯的积分已经有18个了，在他的小组中排行第3。这些数据是可以随时查询的，无论是对小组内成员还是对场外观众。不好，廷斯姐有麻烦了。50分钟刚过去，廷斯在解决一个盗贼的时候遇到麻烦了。廷斯遇到一个盗贼，这个盗贼自持前行，不会被发现，竟然想偷袭廷斯。和萧何在一起的时候，廷斯经过萧何指点，掌握了一定反前行能力，在盗贼发动攻击前发现了盗贼，毫不客气的予以凌厉反击，把盗贼打个措手不及，连中2下重击，再有1下盗贼就挂了。正在这时，廷斯左边2米处白光一闪，有一个法师在廷斯右边2米处复活了。意外，绝对意外！无论是廷斯还是他对面的盗贼，对于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都很意外。对廷斯来说，法师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如果继续击杀盗贼，法师肯定会乘机偷袭他的。对盗贼来说，这个法师出现的太是时候了，如果不是法师的出现，他们定要被面前的女战士杀死。朋友，我们联手杀了他，最后一击归你怎么样？盗贼冲法师喊道。最后一击归是谁发出的，积分就归谁。在新人争霸赛中，积分是没有小数的，人就是整个的，总不能说有半个人吧。好，法师看了看场上形势，盗贼被打得很狼狈，如果他和盗贼联手，就算击杀女战士之后，盗贼翻脸不认人，也比同女战士翻脸好得多，因而法师第一时间就决定先杀掉女战士。卑鄙！看到盗贼和法师联合起来要对付廷斯，郝甜甜忍不住鄙夷，可惜这话2个人都听不到。不是人多就能取胜的，这种情况下，2人就算是联合起来，也是同床异梦，起不到多大作用的。萧何不认为盗贼和法师会真联合，即使联合，也会因防备对方而不出全力，廷斯没有多大危险的。这时，法师迅速向后退，要和廷斯拉开距离，2米不是法师和战士间的安全距离，太危险了。去死！看到2个人要联手对付他，廷斯当然不会让法师后退，
法师一旦后退到安全距离，发挥的作用就大了。因而法师后退的同时，廷斯加速跟了上来，举刀就向法师狠狠劈下去。刀光一闪，廷斯的长刀已经到了法师面前，森寒的刀锋划破空气，狠狠向下劈了过去。这时候靠法师自己是不行了，法师扭头向刚才和廷斯打斗的正激烈的盗贼求救。混蛋！法师扭头的时候，脸色变得铁青，狠狠骂了一句。原来盗贼趁廷斯攻击法师的时候，竟然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反方向，扔下法师自己逃了。水上飘草，别让我再碰到你！法师咬牙切齿，他看到了盗贼的名字水上飘草。砰！因为法师发现盗贼逃跑，分神躲避的就更慢了，被廷斯一刀劈中头顶，冒出一个401的伤害。这可不是廷斯的正常攻击力，而是超常发挥。头部是身体重要器官，在游戏中击中人物头部是有很大的伤害加成的，因而廷斯一刀劈中法师的头部，系统给伤害加成了许多，这才到400。法师向后一退，一个烈焰焚天烧出来，连自己也在烈焰焚天攻击范围内。烈焰焚天之后，法师急匆匆向外跑去，尽管就是在他自己释放的烈焰焚天里，他也分不清方向，可这样闯出去总有一些希望，只要抢先冲出去几秒，廷斯想追他都不可能，因为这是新人争霸赛，场景内玩家很多，追过去很容易遇上别的玩家。成了！法师冲出去，看到廷斯还没冲出来，转身就要跑，可转念一想又停了下来，手持法杖注视烈焰焚天。3秒钟一过，烈焰焚天散去，爆裂火焰砸！烈焰焚天散去，法师第一眼就看到廷斯，爆裂火焰砸了过去。圣盾！廷斯面前出现一个盾牌，挡住了爆裂火焰，随后廷斯顶着盾就冲了上去。糟糕！法师转身就跑，他死定了。萧何冷笑，法师中能和战士近战的很少，这需要有极强的操作能力，萧何就是其中佼佼者，屡次近身迎战战士，经验丰富，他一眼就看出来廷斯面对的法师很不错，战斗力很强，可还达不到和高级战士近身战斗的程度。果然，萧何出生过后没过5秒，法师就被廷斯一刀劈了，廷斯积分达到了19，很不错的成绩了。那个盗贼可真够阴险的，联合是他首先提出来的，逃跑也是他最先做的。郝甜甜对水上飘草更鄙夷了。5分钟后，新人争霸赛初赛第1场结束，第2轮开始随机抽取参赛选手，3分钟之后开始。这时廷斯传送回来，新人争霸赛参赛人员并不需要全都在决斗场，在朱雀城分赛场参赛的，只要身在朱雀城管辖区域，在被抽中的时候都会收到系统提示，系统提供1次免费的往返传送机会，传送到赛场。同意就会进入赛场，比赛结束传送回原来位置或朱雀城传送点位置。不同意，系统也不会强制把玩家传送进赛场，这样的玩家系统会使玩家为自动放弃比赛资格。廷斯是在看台上直接被传送走的，比赛结束当然是直接被传送回看台了。比赛结束，近万人被直接淘汰，断了这些人的念想，也有83人成功晋级半决赛，意气风发。廷斯经过拼搏，在初赛中取得积分23，在第1场8组排名第4，也取得进入半决赛资格。恭喜你进入半决赛！萧何对廷斯笑笑。廷斯姐，我也恭喜你进入半决赛。郝甜甜和蓝水晶也都向廷斯发出祝贺。该死的，我是第10名，怎么就没有进入半决赛的资格了？这时，在几人旁边有个盗贼抱怨道：“兄弟，你真的是前10，你没骗我吧？”听到盗贼的抱怨，他身边看比赛的玩家有点惊讶：“骗你做什么？我的名字是道上一枝花，你看看我是不是第1场3组第10？”盗贼有点恼了：“兄弟，你看到初赛规则了吗？”有人查看过结果问道：“不是进入小组前10就有半决赛资格吗？你积分多少？9分。你还知道只有9分？你肯定没看清初赛的规则，回去仔细看看，是前10名才有进入决赛的资格，可后面还有一个限定，积分必须要超过10才行，你才9分，当然没有进入半决赛的资格。”有人热心的回答：“当然，也不排除讽刺看热闹的可能。进入前10名，按照这个规则，第1场10组进入半决赛的应该有100名，可后面积分时的限制，让17个人失去了进入半决赛的资格，就算他是前10也不行。刚才抱怨的盗贼就是其中一员。轮到我了，第2场3组。第2场抽签刚开始，郝甜甜就被抽中了。也好，早比早完事，还省得你患得患失的。萧何笑笑对郝甜甜说道：“那我去比赛了，你要替我观战啊。”郝甜甜和萧何打了，就按下确定按钮，传送进赛场了。第100章血月冰熊。经过1个小时的角逐，郝甜甜获得了31积分，取得第2场3组第4名的成绩，获得半决赛资格。第2场比赛获得半决赛资格的有87名，仍然有13人因为积分不足被取消了半决赛资格。我们走吧。
看了2场比赛，郝甜甜和婷丝的比赛也都过去了，萧何失去了继续看下去的兴趣。以后的比赛无非是换换人、换换场地，过程大同小异，没什么值得看的，还不如去练级，为几天后的半决赛做些准备。去哪啊？婷丝、郝甜甜和蓝水晶问道。当然是去升级，现在时间还早，不到下线时间。萧何说着，带3女走出了决斗场。3个小时后，萧何带着郝甜甜、婷丝和蓝水晶进入冰川雪域，深入一片山脉中。冰川雪域群山中有一个巨大的冰湖区域，名为天幕冰湖，冰湖周围支流无数，雪山遍布。3天前，萧何就命令皇朝公会的盗贼全部出动，全面勘察冰川雪域内的怪物分布情况，绘制地图。新人争霸赛开始之前，萧何手上已经有了一份地图，虽然还不是冰川雪域的全部，可也有了大部分，剩下的都是目前这些盗贼的实力无法深入的部分，都是超过50级怪物的分布区域。而今天，萧何就是根据这张地图的指引，来到了天幕冰湖。天幕冰湖区域有很多怪物，萧何选中升级要杀的怪物是血月冰熊，46级怪物，样子就像是北极熊，体型上也差不多，甚至习性也差不多，在天幕冰湖湖边生活，捕食天幕冰湖中的鱼类为生。你看，4人刚到天幕冰湖湖边，蓝水晶就发现了目标，指给其他人3人。众人扭头一看，前方大约60米远冰封的湖面上，有一只白色的熊，正享用一条大鱼。这只白熊正是众人的目标，46级的血月冰熊。它胸前一个红色月牙形印记，就是最好的证明。血月冰熊正在享用美食，突然发现不怀好意的萧何4人，怒了，放下啃了一半的鱼冲过来。血月冰熊是主动攻击怪物，只要闯入它的生活区域，就会遭到血月冰熊的攻击，直到血月冰熊死亡。好快！血月冰熊奔跑起来姿势难看，肥肥的，可速度极快，眨眼间就冲过10几米距离。火焰龙，去！等血月冰熊进入射程，萧何第一个发动攻击，火焰龙张牙舞爪地冲过去。好！面对火焰龙，或许玩家第一选择是躲开，可怪绝不会，除了少数怪物，绝大多数怪物只懂得向前冲，杀死玩家，这是系统赋予他们的使命。血月冰熊也是这样，直接撞向飞过来的火焰龙。轰！火焰龙直接命中，命中之后，火焰龙头转弯，再转弯，直接从血月冰熊背后再次命中血月冰熊，然后是第3次攻击，正面命中，血月冰熊一次也没躲过去。火焰龙再次成功，3次攻击叠加1421，3次叠加总计打掉血月冰熊1400以上的血量。萧何升级到45级，加上装备也更换了不少，本身攻击力大大增加，已经突破了900大关。如果等到萧何50级的时候，换上传说级法杖，魔法攻击在上层楼过千是肯定的，只是过多少的问题。虚弱，蓝水晶只有31级，可30级的技能还是学会了。虚弱让血月冰熊的综合实力下降了不少。这时郝甜甜前行到血月冰熊身边，一个被刺了过去。225，郝甜甜此时只有41级，作为盗贼攻击力不是很高，能打掉过200的血量，已经算是盗贼中的高攻击了。郝甜甜攻击的同时，萧何的爆裂火焰也到了，这就是时机抓得好，敏捷高的作用。萧何的攻击几乎不会间断，他一个人的伤害输出能顶住至少4、5个高手的伤害输出，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抵得上一个小型团队。爆裂火焰在血月冰熊胸口狠狠炸开，血月冰熊头上冒出一个601，这就是蓝水晶30级技能虚弱的作用。以萧何的攻击力，攻击血月冰熊伤害值一般不会过500，可虚弱让血月冰熊整体防御下降。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下去，竟然打掉了600的血量。这时婷丝也冲了上去，狠狠一个地裂斩下去。314，婷丝的攻击比郝甜甜要高，因为婷丝是战士，而且是追求高攻类型的战士。火焰龙，婷丝攻击刚到，萧何第3次攻击也到了，火焰龙到了。1924，3次叠加，火焰龙打出伤害新高，爆出近2000的伤害值。血月冰熊怒了，还没打倒敌人，反而被敌人接二连三的打击。血月冰熊人立起来，拍打胸口，砰！萧何乘机一个爆裂火焰砸中血月冰熊胸口，而且是胸口血红色月牙形标记。897，这个月牙形标记肯定是血月冰熊的弱点，被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中，竟然打出近900的伤害。哦！血月冰熊当时就挂了，竟然还爆东西了。郝甜甜捡起一件装备，来到萧何身边，众人一看，只是一件凡品蓝色装备，蓝装，仅比最差的普通装备好一点。熊皮靴，凡品，需要等级46，物理防御加10，魔法防御加10，职业，全部职业可装备。凡品就是凡品，蓝装永远也无法和紫装、金装相比较，就这个属性，恐怕也就相当于10级金装，甚至还有不如。收起来，等回去甩到系统商店算了，第一只怪就能爆装备，而且还是蓝装。看来今天我们运气相当不错，说不定我们还能遇到血月冰熊王，
到时候可就能打 BOSS 了。萧何笑着说道。就是，以前我练级的时候，2、3个小时也只爆出几件装备，还都是普通的白板。我们杀第一只怪就爆出蓝装，今天我们的运气还真是爆棚了。蓝水晶也啧啧称奇，这可是难得的运气。好了，继续练级，甜甜和我去引怪，停4保护蓝水晶。萧何分配任务，本来引怪就是盗贼的活，轮不到法师的，可谁让萧何身上有多剑加敏捷的装备，让他的速度比好甜甜还快。于是萧何和好甜甜左右分开，分别去引怪。很快萧何就发现了第2只血月冰熊，只有1只，因为血月冰熊不是群居属性的怪物。轰！萧何一个爆裂火焰砸过去，血月冰熊就被引了过来。火焰龙！萧何边退边攻击着，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发生了，在萧何将要把血月冰熊引回去的时候，血月冰熊挂了。这也是萧何的攻击太高了，血月冰熊的血量为4600，萧何每次都能打掉500左右，火焰龙更是可以带走1500左右，没几下血月冰熊就挂了。这时好甜甜也引了1只血月冰熊回来，好甜甜的攻击敌倒是没造成怪物还没引回来就死掉的情况。我升级了。好甜甜引回来的血月冰熊被杀掉之后，蓝水晶升级了，升到了32级。血月冰熊高过他15级，杀血月冰熊的经验蓝水晶分得的没有萧何3人多，可蓝水晶的等级低，升级需要的经验比萧何3人少多了，即使他分得到的经验是最少的，仍然还是最先升级的。好了，我们改一下练级方式，不引怪了，我们沿湖边前进，遇到1只打1只。杀完好甜甜引过来的血月冰熊，萧何宣布道。血月冰熊不是群居怪，1只血月冰熊对种人来说太弱了，每人打2、3下就挂了，这样的情况引怪就是浪费时间，还不如4个人一起杀过去，遇到就杀，这样的速度比引怪要快多了。好啊，没问题，你说了算。3女全都以萧何为主，更何况他们也不是笨蛋，自然看出了引怪的弊端，引怪的方式不适合独居怪。好，既然如此，我们走。萧何率领3个娘子军沿湖边继续前进，偶尔也到冰封的湖面上去猎杀血月冰熊。这里是血月冰熊的聚居地，尽管血月冰熊是独居怪，可分布的密度也不小，很多时候在视野中都可以发现2只以上的血月冰熊，只是这些血月冰熊各有各的领地，互相之间不能侵犯对方领地。哦，又是1只血月冰熊被4人杀掉。这时蓝水晶已经升到了34级，好甜甜升到了42级，婷丝升到了43级，而萧何也升了1级，等级达到了46级，目前仍然占据等级排行榜第1，不过第2名到第5名都追了上来，只比萧何差1级，都是45级。显然为了新人争霸赛，这些人都在疯狂的练级，相比较起来，萧何的就有些轻松过头了。杀了1只血月冰熊，萧何4人继续前进，这时前面传来一阵嘈杂声。前面发生什么事了？